我只是捡到一把破剑，本是普通人的我竟领悟了天阶剑法，不小心摸了一下女帝师尊，没想到竟为此领悟了天下间最强阴阳体。只因穿越异界的我竟发现自己觉醒顿悟系统，只要完成任务便可奖励顿悟次数。然而没想到的是，此次混沌圣地的入门测试竟是顿悟混沌钟里的混沌大道，只要顿悟成功，混沌钟就会发出响声，而响声越多则代表资质越高贵，一声不响的人则直接回家耕田。很快我就被考官点名，一上台，我的颜值马上引起了一群少女的关注。她们虽然对我的样貌赞赏有加，但对我的悟性并不期待。当我触摸那混沌钟后，顿时一个个灵感在心中浮现，钟内的金色文字化为一个个符号进入我的双眸之中，一瞬间沉浸在顿悟的玄妙境界之中，同时也理解了面前这篇经文的奥义。可我不知道的是，外界因为我的测试早已沸腾，当的一声是一声响，但这也足以加入混沌圣地。高台上的接引长老看了我一眼，淡淡的摇了摇头，他没有看出我有什么惊人的体质，显然不是什么天才，恐怕只能响一声。可就在这时，当又是一声响起，广场上那些还没有测试的人在看向我的时候，不由得满脸嫉妒。两声响足以成为内门弟子。接引长老有些讶异的看向我，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少年，居然可以令混沌钟响2声。当第3声又响起，不光广场上那些少年们震惊了，就算是高台上的接引长老也露出吃惊的神色。能够令混沌钟响1声就已经很让人吃惊了，怎么可能响3声？接引长老心中不解，因为到了他这个境界根本不需要混沌钟测试，他的一双慧眼便足以看清楚一个凡人的天赋。紧接着第4声和第5声同时响起，整个广场上顿时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惊呆了。接引长老也微微动容，看向我的目光越发严肃了起来。像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称之为超级天才。与此同时，在混沌圣地内部也有几道强大的神念横贯虚空，探视而来。显然，混沌钟响了5声，将混沌圣地内的一些高手都给惊动。当第6声响了起来，站在混沌钟旁边的我整个人都漂浮了起来，原本平凡的身躯渐渐释放出阵阵淡金色的光芒。这是赐福，混沌钟居然给他赐福了，这怎么可能？6声钟响，这资质已经堪比妖孽，就算接下来再无什么天才，接引长老也不会再失望，毕竟一个妖孽抵得上万千天才。然而没等接引长老高兴多久，混沌钟的第7声便响了起来，顿时接引长老脸色大变，只见广场上那口混沌钟忽然释放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天地。混沌钟居然自发的帮助此子洗精易髓，洗掉后天之气，回归如婴儿还未出世般的母胎状态。接引长老眼睛死死盯着我，满脸震撼。当混沌钟第8声响了起来，接引长老浑身一颤，满脸不可思议的看向萧云，眼中充满了震惊之色。第8声了，混沌钟已经多少年没有连响8声了，他们混沌圣地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妖孽？这下那些老怪物都要出来抢徒弟了。接引长老呢喃着，似乎印证了接引长老的话语。在混沌圣地境地深处，一口口棺材的棺材板都被炸开，一只只苍老惨白的手掌从漆黑的棺材里面伸了出来，爆发出强大的灵魂波动。这是我的徒儿，谁敢抢？一个霸气的话语响彻整个天际。当混沌钟第9声响了起来，整个混沌圣地彻底沸腾。9声响，神子立，他们混沌圣地终于要出现一位神子。在混沌圣地，神子的地位堪比圣主，比他们长老甚至比太上长老都要高一个级别。接引长老也不得不恭敬地站在我的旁边，激动的老脸颤抖，眼睛湿润，都快要流泪。与此同时，不管是埋葬多年的古化石，还是沉睡千年的老祖，都纷纷朝着混沌钟这里看来。此刻的我万众瞩目，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而我也终于在众人的嘈杂声醒来。我忽然一阵毛骨悚然，因为他感觉很多人在盯着自己看，旁边的接引长老，还有远处天空中那些一个个强大的身影。恭喜你加入我们混沌圣地，而且你令的混沌钟响了9声，已经是我们混沌圣地神子。我表情一愣，9声响，成为神子，不得不说这个消息实在是把我给镇住。我预料到自己会敲响混沌钟，但是没想到会响9声。就在此时，旁边的空间裂开，一道金色的身影从其中走了出来，散发着浩瀚的气息，令人有种顶礼膜拜的感觉。接引长老看到此人，连忙躬身行礼，见过圣主。竟然是混沌圣地的圣主。萧云一怔，正准备恭敬行礼，却听到面前的混沌圣地圣主说道：“萧云，你不必行礼，你已经是我们混沌圣地的神子，地位与我相当。”见过圣主。萧云有些发懵，跟圣主相当，这简直是一下子成为了皇帝啊，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混沌圣地圣主微微一笑，随即对接引长老说道：“接引长老，神子就由我先领走了，那些老祖和古化石们还等着收徒呢。”恭送圣主，恭送神子。接引长老连忙躬身行礼。混沌圣地圣主挥了挥手，一条金色的大道顿时从他脚下延伸出去，通向混沌圣地深处。神子，请。混沌圣地圣主看向萧云，伸手邀请道：“圣主，请。”萧云也客气地说道，随即踏上了金色的大道。两人随即并肩进入混沌圣地。站在金色的大道上面，萧云显得很惊奇，因为这东西就跟他以前在机场乘坐传送带一样，只要人站在上面不动，就能自动前往前方，而且速度还非常快。不一会儿，两人便进入了混沌圣地深处。萧云站在金色的大道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得到周围两旁有无数的仙家洞府和精美的宫殿，那里还有许多强大的身影，正恭敬地朝着他还有圣主行礼。这感觉真特马的爽。萧云暗暗激动，他本以为自己加入混沌圣地之后还要从基层做起，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为神子，地位等同于圣主，简直太爽了。神子，混沌圣地圣主忽然开口说道：“接下来我们先前往混沌大殿，那里已经有诸多老祖和古化石等在那里了，他们都想要收你为徒，但具体选择谁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我们不会逼你。”萧云点了点头，不过他有些好奇地问道：“老祖和古化石很强吗？
比那些太上长老如何？呵，混沌圣地圣主闻言不禁莞尔一笑。不过他也知道现在萧云还只是一个凡人，没什么见识，因此解释道：太上长老只是超凡境界，连我都不如，而那些老祖最差的都是圣人。至于那些古化石们就更加恐怖了，他们是上个时代的强者，早已经踏入了大圣境界，甚至有的都成为了准帝。此时两人已经抵达混沌大殿门前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从大殿内转了出来：圣主说笑了，我们这些老不死也只是一群地路上的失败者而已。听了混沌圣地圣主的话语，萧云心中震动不已，他没想到这里面的强者都是圣人啊。虽然对方自嘲为地路的失败者，但是能够跟大地争锋的人，哪怕是失败者，其实力也不可想象。怀着激动的心情，萧云跟着混沌圣地圣主走进了面前的混沌大殿。顿时一双双目光都朝着萧云看了过来。混沌圣地圣主则恭敬地站在一旁，就算他是混沌圣地的圣主，但是在这里面也只是一个后辈而已，没有什么话语权。萧云则有些好奇地看向大殿两旁，那一个个身体朦胧的虚影，根本看不清楚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不知道谁的实力更强，萧云心中暗暗猜测，既然要拜师，那当然要拜实力最强的人为师。先不说实力强大的人，其修炼功法肯定厉害，而且有这么强大的靠山，以后就可以横着走了。奇怪，神子看起来似乎很普通，没有什么特殊体质，也不像是什么大能转世，肉身平凡，灵魂比普通人稍强一些，似乎连一些外门弟子都不如。混沌中不会检测错误，应该是我等实力不足以看透神子，毕竟能够令混沌中享9生的人物，在我们混沌圣地的历史上，也只有那位混沌体才能做得到。就在萧云打量这些高手的时候，他们也在打量着萧云。这些人都是圣人，一个个都早已经开启了圣眼，在他们的目光中，萧云就跟没穿衣服似的，连他体内的一个个细胞都被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他们再厉害，也看不到萧云体内的顿悟系统，所以萧云在他们眼中就显得很平凡了，甚至连一点资质都没有。如果不是敲响了混沌钟，都没资格加入混沌圣地。大殿内的强者议论了半天，最后一位雷族走了出来，看着萧云说道：我的雷神诀一旦修炼到大成境界，便可召唤天劫轰击敌人，威力无穷，神子可愿拜我为师？雷祖话音刚落，旁边又走出来一人：我是不灭老祖，我的不死魔功一旦大成，就能肉身不死不灭。我是刀祖，修炼我的霸刀可横扫无敌。我是拳祖，修炼我的神龙拳可化为神龙，遨游太虚。大殿内一位位强者都在自我介绍，希望可以收萧云为徒，而那些古化石们却是没有开口，因为他们都看不出萧云到底有哪里不凡，所以这些古化石们都很谨慎。因为这些古化石们的寿元有限，平常都是在棺材里面沉睡，没有多少时间出来教徒弟，所以一旦选择了天赋不好的徒弟，那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因此古化石们都很镇定，在没有看出萧云有什么不凡之前，他们不会开口收徒。这些家伙听起来都很厉害，该选择谁拜师呢？此刻萧云也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该选择谁拜师。毕竟这些人都很强大，实在看不出谁更强一些。混沌圣地圣主就站在旁边看着，面色淡然，但是突然他眼中露出一丝惊讶，随即走了出来，对大殿内的众位强者说道：诸位老祖，古化石帝天太上长老在外求见。帝天？他还没死吗？他一个小小的超凡，来这里做什么？难道还想要收神子为徒？先让他进来吧。大殿内众人议论了一下，随即便允许帝天这位太上长老进来。不一会儿，一个面容苍老的白发男子便走了进来，他看起来真的很苍老，走路都颤颤巍巍，好似一阵风都能将他吹倒一样。萧云有些惊讶地打量着这位老者，这就是太上长老吗？年纪应该不如那些老祖和古化石大，怎么看来就像是要死了一样。就在这时，帝天这位太上长老对众位老祖和古化石们行了一礼，随即笑盈盈地看向萧云，说道：神子，老朽虽然修为不行，但老朽修炼的混沌经乃是我们混沌圣地的至高宝典，一旦将其修炼至圆满境界，便可铸就诸天万界第一圣体混沌体，届时正道地位便指日可待。萧云闻言顿时眼睛一亮，混沌体他就算再无知，也知道这种体质举世无敌，一旦练成，那绝对是可以正道大地的。更何况萧云知道自己的资质很平凡，如果不修炼出一门强大的体质，恐怕是无法成为什么强者的。而有了混沌体，那一切就都可以解决了。一瞬间，萧云便决定了要拜这位帝天为师。或许此人的修为和地位远远无法和大殿内的诸位老祖媲美，但是只要拥有了混沌体，萧云以后还用担心实力不行吗？更何况他是神子，本身的地位就跟圣主相当。只是萧云虽然这样想着，但是大殿内的诸位老祖和古化石显然不同意。可笑！一声冷哼在大殿内响起，只见那位雷族冷笑道：帝天，你难道不知道混沌经的修炼难度吗？自古以来，除了创出这门混沌经的那位混沌大帝外，可有其他人将其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若是不能将其修炼到圆满境界，便无法铸就混沌体。你这是在浪费神子的天赋和时间。萧云闻言恍然大悟，
原来这门功法很难修炼，不过没关系，他有顿悟帮助，什么功法不能修炼？修炼难度大，一次顿悟即可。一次不行吗？那就2次、10次、100次。萧云有的是顿悟。说起顿悟，萧云不由得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系统。顿悟系统功能：赐予宿主顿悟，顿悟次数3次，心中默念即可随时使用。任务：加入混沌圣地，已完成，即将刷新任务。看完系统之后，萧云顿时咧嘴一笑，之前加入混沌圣地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又获得了3次顿悟的机会。就在萧云因为自己完成任务而暗自高兴的时候，旁边的帝天抬头望着不远处的雷祖，神情肃穆，语气不卑不亢地说道：启禀雷祖，正因为神子天资不凡，所以我才认为神子更适合修炼混沌经。或许混沌钟响9声便是在提醒我们，神子正是修炼混沌经的主人。大殿内众位老祖和古化石闻言，顿时一阵议论纷纷。虽然这么多年以来都没人可以练成混沌经，但是不得不说，混沌体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如果萧云真的可以铸就混沌体，那他们混沌圣地崛起便指日可待。一位大帝，还是一位由混沌体证道的大帝，那即便是放眼诸天万界的历史长河，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帝，足以排进前10。这样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只是混沌经的修炼难度也非常大，所以这些老祖和古化石们才有些迟疑。萧云见他们议论了半天，也无法决定，便主动开口说道：诸位老祖，诸位古化石，弟子愿意拜地天太上长老为师，修炼混沌经。萧云的话语将大殿内诸位老祖和古化石的目光吸引了过来。那位雷祖皱眉道：神子，你现在还只是凡人，恐怕还不了解混沌经的修炼难度。在我们混沌圣地的历史中，曾经诞生的天才不计其数，其中也有令的混沌钟响7声、8声乃至9声的神子们，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无法将混沌经修炼到圆满境界。萧云郑重道：弟子愿意试一试。这时不灭老祖也开口说道：神子，你或许还不知道你旁边这位地天太上长老的来历，他的天赋很强，曾经令混沌钟响了6声，成为我们混沌圣地上一代的最强圣子。但可惜就是因为他修炼了混沌经，导致无法修炼其他功法，从而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至今都卡在超凡境界，连踏入天境的机会都很渺茫。而跟他同时代的圣子们却早已经成圣了。萧云闻言不由得看向了旁边的帝天，他没想到此人的来历这么大，竟然是混沌圣地上一代的最强圣子。神子见到萧云望来，帝天面色严肃，解释道：我不能练成混沌经，但不代表神子你也无法练成。而且我虽然修为不行，但是在同境界我却能够无敌。神子如果修炼了混沌经，也一样可以在同境界无敌。不远处雷祖冷哼道：笑话，同境界无敌又有什么用？别人都成圣了，你却被卡在超凡境界。须知圣人之下皆为蝼蚁。不灭老祖也赞同道：修为如果不能提升，那么同境界无敌也就是一个笑话。萧云点了点头，他也赞同这点，不过他还是开口坚持道：诸位老祖，诸位古化石，弟子还是想要试一试。大殿内众人见到萧云如此坚持修炼混沌经，不由得一阵沉默，紧接着又是一阵议论。神子天赋超凡，获得了混沌中的认可，或许可以让他试一试。太冒险了，我们混沌圣地已经很久没有诞生神子了，而且还是令混沌钟响9声的神子，这是有很大几率能够证到大帝的天才，不能就这么浪费了。说得不错，一旦错过了这位神子，我们混沌圣地再想要崛起，不知道又要等到猴年马月。但是万一神子能够铸就混沌体呢？那我们岂不是混沌圣地的罪人？本座还是觉得太冒险了，混沌经的修炼难度众所皆知，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混沌体啊，一旦铸就混沌体，便可举世无敌。大殿内从开始的议论到最后的激烈争论，吵个没完。萧云有些无语，怎么都不相信我呢？他却不知道他的肉身天赋太平凡了，实在让这些老祖和古化石提不起一点信心。不过老子有系统啊！萧云忍不住看向旁边一直在看热闹的混沌圣地圣主，说道：圣主，我已经决定要拜地天太上长老为师，还请圣主成全。这混沌圣地圣主闻言皱起了眉头，他很想说，我虽然是圣主，但是在这座混沌大殿内，我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不行！就在这时，那位雷祖大喝道：我绝对不允许神子修炼混沌经，因为一旦我们神子无法成圣，那我们整个混沌圣地都要被人笑话。堂堂神子之尊，若是无法成圣，那的确会被人笑话。不灭老祖也沉声说道。萧云正想要说话，脑海中却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最新任务，放弃神子身份，奖励10次顿悟机会。听着脑海中响起的声音，萧云一脸无语。马德，老子才刚刚成为神子，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就要老子放弃神子身份，这不是坑爹吗？不过这次任务的奖励也太丰厚了，竟然有10次顿悟的机会，让萧云一阵眼红。算了，放弃就放弃吧，系统你最大，行了吧？心中想罢，
萧云抬头看向那些老祖和古化石，目光坚定，大声地说道：“诸位老祖，诸位古化石，弟子还是坚持修炼混沌经。为此，弟子愿意放弃神子身份，成为混沌圣地一个普通弟子。如此一来，就算弟子无法铸就混沌体，也不会让混沌圣地蒙羞。”听到萧云的话语，大殿内的众人，包括帝天，还有混沌圣地的圣主，全都身子一震，满脸震惊地看向萧云。雷族也是一脸震惊地看向萧云，大声说道：“神子，你在说什么？你知道神子身份代表着什么吗？代表着我们混沌圣地的最强传承，会得到我们混沌圣地的重点栽培。你居然要放弃？”不灭老祖也沉声说道：“神子，你最好考虑清楚，有了神子身份，你会拥有我们混沌圣地最多的修炼资源，但是如果放弃了神子身份，那你就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的长老弟子，待遇比神子差太多了。神子，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不能冲动。”旁边的混沌圣地圣主也面色严肃地提醒道。神子帝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他只想神子修炼混沌经，从而铸就混沌体，但是放弃神子身份，这个代价就太大了。那可是神子啊，多少弟子渴望的地位，只有傻子才会放弃这个身份。萧云心中叹息，他也不想放弃神子身份，但是为了那10次顿悟的机会，他只能选择放弃。想罢，萧云面色坚定地说道：“诸位老祖，诸位古化石，弟子愿意放弃神子身份。如果弟子能够练成混沌经，铸就混沌体，那么要不了多久，弟子依旧能够成为神子。相反，如果弟子无法铸就混沌体，那么弟子也就没资格成为神子。”众人闻言都是一脸震撼，他们被萧云的豪气给镇住了。放弃神子之位，再重新成为神子，这需要多大的魄力和毅力，恐怕放眼诸天万界都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吧。不自觉间，大殿内的老祖们都一脸敬佩地看向萧云，就连那些古化石们此刻也都对萧云露出欣赏赞叹的目光。沉默了片刻，一位古化石缓缓说道：“既然神子有如此豪气和毅力，吾等又岂能不成全？就依神子之言吧。”众人闻言，这次都没有反对了。随后，一个个古化石还有老祖们都带着一声叹息，转身离去。大殿内顿时只剩下混沌圣地圣主，还有帝天以及萧云3人。混沌圣地圣主目光有些复杂地看向萧云，随即轻轻一叹，说道：“神萧云，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我们就尊重你的选择。从今天开始，你便是帝天太上长老的徒弟，地位与那些太上长老弟子相当。多谢圣主。”萧云恭敬行礼。混沌圣地圣主点了点头，随即转身而去。弟子萧云拜见师尊。萧云随后对着帝天恭敬行礼。帝天满脸苦笑道：“没想到你居然放弃了神子身份，说来是老夫害了你。师尊不必如此，是弟子坚持修炼混沌经，和师尊无关。”萧云一脸郑重地说道。帝天闻言动容，随即沉声道：“既然如此，那么为师向你保证，在为师仅剩下的100年寿元之内，一定会倾力栽培你，绝对不会有丝毫保留。”萧云闻言一愣，震惊道：“师尊，您怎么只有100年寿元了？这不行啊，老子才刚刚拜师，你就要死了，那等你死后，老子找谁当靠山？”萧云心中顿时后悔万分，早知如此，他刚才就不会放弃神子身份了。哎，这个害人的系统！徒儿有所不知，我们超凡境界便只有1000年的寿元，为师今年已经900岁了，所以也就只剩下100年的寿命了。帝天叹道。萧云皱眉道：“那师尊要如何才能增加寿元？”帝天摇头道：“唯有突破境界，踏入天境，才能增加寿元至2000岁。不过，为师修炼的是混沌经，每一步进阶都非常困难，所以恐怕很难突破到天境。”萧云闻言恍然大悟，随即问道：“师尊，我对于修炼一无所知，请问修炼者都有哪些境界？”“呵，既然作为你的师尊，那这些我当然要告诉你。不过，我们先离开此地，前往为师的洞府。”帝天说罢，便招来一朵白云，载着萧云飞向远处。在途中，帝天缓缓说道：“我们修炼者一共有14个境界，由低到高，分别是炼体、聚气、神桥、洞天、寂灵、觉醒、出窍、涅槃、超凡、天境、圣人、大圣、准地、大地。”萧云闻言一阵感慨，这境界也太多了，难怪自己的便宜师尊修炼了这么多年，也只是修炼到了超凡境界。混沌圣地内景色非常丽，帝天作为太上长老，他的洞府所在之地自然也非常壮观。这里有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也有种类万千的真禽，一座座山头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仙气飘渺，彰显仙家气派。在一座灵气浓厚、景色中秀的山峰上，帝天和萧云乘着一朵白云落下。徒儿，这里便是地峰，也就是为师的修炼洞府，今后你便在此修炼。帝天介绍道。萧云朝着面前看去，这座山峰非常巨大，其中有很多精美的宫殿，完全可以看得出昔日的鼎盛。但奇怪的是，现在这些宫殿里面似乎没什么人，使得整个山峰都显得静悄悄的，毫无声息。不过萧云没有多问，而是乖乖跟着帝天走向其中最大的一座宫殿。这座宫殿的名字叫做天殿，是这座山峰上最精美、最豪华、
也是最大的一座宫殿。这里以前是为师居住的地方，现在为师将其赐给你。帝天带着萧云进入大殿，一边说道。萧云连忙说道：“弟子岂敢冒犯？”帝天摆手笑道：“为师早已经不住在这里面了，现在为师在河畔参悟大道，这里已经空旷许久，正适合你居住。”萧云闻言也就不推辞了。这时面前走来一个白发老者，恭敬地对两人行礼：“拜见主人，拜见少主。”帝天指着面前的白发老者，对萧云介绍道：“这是我的追随者，你可以叫他福伯，就先由他带你熟悉一下地风，等晚上心力浓郁的时候，为师再传你混沌经，助你踏入修炼之道。”“是，师尊。”萧云点了点头，随即目送帝天离去。福伯，萧云看着面前的白发老人，恭敬行礼。福伯连忙躲到一边，苦笑道：“少主，千万不要折杀老仆了。”萧云有些无奈，毕竟他是一个敬老爱幼的三好青年，看对方的年纪，估计都能当自己祖宗了，他当然要尊敬。不过在修炼界，等级制度显然无比森严，萧云也只能尽力适应了。当下开口说道：“烦请福伯带我熟悉一下这座地方，这里是他今后居住的地方，当然要熟悉一下，不然想要拉屎的时候都找不到厕所。这里这么美丽，总不能随便在大路边拉屎吧？那就太没有公德心了。少主不必客气，这是老仆分内之事。”福伯笑盈盈说道，看向萧云的目光中充满了高兴。这么多年，老主人终于收徒弟了，而且听说还是他们混沌圣地的神子，这可是绝世天骄啊！当下，福伯恭敬地带着萧云游览整个地风。一路上看到那些宫殿里面都是空荡荡的，萧云终于忍不住好奇心，询问道：“福伯，为什么这里建造了这么多的宫殿，但却没人居住呢？”福伯闻言不由得一叹，感慨万分地说道：“昔日老主人号称混沌圣地的最强圣子，追随他的人不计其数，所以这里自然要建造了许多宫殿。但是这么多年以来，那些追随者们不是老死了，就是离开了主人，只剩下老仆一个人了。”萧云闻言恍然大悟，帝天都900岁了，那他的那些追随者们恐怕也都老死了。没有老死的，恐怕修为都超越了帝天，自然不可能再追随帝天了。跟着福伯继续游览地风，萧云还看到不少仙禽灵兽以及一些金黄色的稻谷，倒是让这座地风增添了不少生机勃勃。只听福伯介绍道：“少主现如今还没有辟谷，这些仙禽灵兽和灵米以后便是少主的饭食。”萧云闻言一阵眼馋，这些可都是好东西，不得不说加入混沌圣地实在是太妙了。要知道在外界可是很难找到这些奇珍异宝，而且别看那些仙禽灵兽现在很乖，但其实他们的实力很强，100个现在的萧云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这些年以来，萧云都没有吃过这些好东西，现在终于可以爽一爽了。地风很大，到了傍晚，萧云总算逛完了地风。随后萧云便跟着福伯回到了天殿。一进入天殿，萧云便看到自己的便宜师尊帝天正在摆弄着一尊青铜大鼎，足足有3人那么高。此时帝天正在放出3味真火，祭炼这座大鼎。一股股沁人心脾的香味从大鼎内转了出来，让萧云精神一振。徒儿，帝天看到萧云回来，不由得笑道：“这是为师给你准备的筑基液，里面含有为师多年以来积累天才地宝，甚至连蛟龙之血都有，绝对能够让徒儿你打造出一尊强大的宝体。”一旁的福伯也向萧云解释道：“少主，修炼的第一个境界便是炼体。对于我们修炼者来说，肉身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拥有一具强大的肉身，才能在以后的修炼路上一路顺风。”萧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帝天则一脸严肃的开口说道：“徒儿，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所以我们修炼者的根基非常重要。这第一个境界炼体，便是我们打造根基的时候。只有把根基打得越厚实，你以后的成就才会不可限量。”萧云这次非常理解的点了点头。一座大楼如果根基不稳，那稍微遇到点地震就会倒塌，所以根基很重要。阿福，过来帮我祭炼。帝天对福伯招了招手，随即将祭炼的任务交给福伯，他自己带着萧云去旁边的蒲团上盘膝坐了下来。此时天空已经彻底黑了，无数星辰在天际闪耀，星光熠熠，一道道星粒从天外投影而下，让整个地风都显得美丽朦胧。帝天看着坐在对面的萧云，面色严肃地说道：“徒儿，我现在就传你混沌经，不过你得先发誓，在没有获得圣主的允许下，绝对不可将混沌经外传。”萧云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这门功法是混沌圣地的至高宝典，绝对不能外泄。当下萧云面色严肃地发誓。见萧云发誓之后，帝天微微一笑，随即一指点向萧云的眉心：“徒儿，谨守心神，认真感悟混沌经。”萧云连忙闭上眼睛，而且他担心自己的天赋和资质不够，马上使用了一次顿悟。宇宙有至理，难以耳目气，万物非万物，与我同一体混沌经的经文在萧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就像他当初参悟混沌影一样。而且进入顿悟状态之后，萧云的思维变得非常清晰，在参悟混沌经的时候，心中的灵感不断的萌发，每当遇到难处之后，马上就会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可以说在顿悟的状态之中，萧云和混沌大道非常契合，所以参悟这门混沌经，他没有遇到一点难处，简直跟吃饭喝水一样容易。旁边帝天一脸微笑的看着闭目中的萧云，而祭炼大鼎的福伯则有些紧张的盯着萧云。
不用担心，以萧云的资质，最多3天应该就能参悟第1层混沌经。帝天见福伯非常紧张，不由得笑道。福伯轻声道：“主人，当年你耗费了7天时间便领悟了第1层混沌经，这已经是最快的记录了。如果少主不能超越这个记录，那他将来也就无法超越你。”帝天一脸自信地说道：“放心吧，萧云能够令得混沌钟响9声，那么绝对可以在3天之内领悟混沌经第1层。”然而就在此时，突然之间，周围的天地灵气猛地暴动起来，像似一条条长江大河，朝着盘膝而坐的萧云汇聚而去。瞬间，萧云整个人都被灵气包裹，他的身体都漂浮到了半空中，释放出一道道白色的光芒。怎么可能？帝天顿时瞪大了眼睛，满脸震惊地看向萧云。一旁的福伯则是倒吸一口凉气，满脸不敢置信地说道：“灵气贯体，少主这是领悟第1层混沌经了！天啊，这才过去多久？不过1刻钟而已。天纵之资也不过如此。”帝天双目发光，盯着半空中的萧云，就像似在看一件稀世之宝。混沌经修炼很难吗？是很难，但是在萧云使用了顿悟之后，马上就水到渠成地练成了混沌经第1层。浓郁的天地灵气从4面8方汇聚而来，灌注着萧云的身躯，让他看起来越来越神圣，他的肉身也变得越来越强。帝天见状，满脸激动道：“短短片刻之间就能练成第1层的混沌经，我推算的果然没错，萧云就是最适合修炼混沌经的人，将来他一定可以铸就混沌体。”福伯一脸期待道：“混沌体啊，举世无敌的圣体，若是能够看到少主练成混沌体的那天，老仆死也无憾了。”帝天也点了点头，这是他曾经最大的目标，现在他把这个目标寄托在萧云的身上了。与此同时，萧云依旧在顿悟之中参悟着混沌经，不过顿悟的时间也很有限，当第1层领悟之后，顿悟的时间也就过去了。这混沌经的修炼难度果然非同一般，连那混沌影，我也只用了1次顿悟就能完全领悟，但是这混沌经仅仅是第1层，就耗费了我1次顿悟机会。萧云暗自想到。更让萧云震撼的是，这门混沌经一共108层，只有彻底领悟了108层混沌经，才能铸就混沌体。第1层都这么难，更何况是领悟108层了，这简直无法修炼成功。也难怪这么多年以来都没人能够铸就混沌体。果然，混沌体这种变态体质是不会那么容易练成的。萧云心中感叹。不过，这对他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1次顿悟不行，那就100次，再不行，那就1000次。他有系统，以后有的是顿悟的机会。当下，萧云暗暗想到，接着顿悟吧，反正还有12次顿悟的机会。原本萧云完成了加入混沌圣地的任务，得到了3次顿悟的机会，后来放弃神子身份，又得到了10次顿悟的机会，所以减去刚刚用掉的1次顿悟，现在萧云还能再顿悟12次。为了能够尽快变得强大，萧云继续使用顿悟参悟混沌经的第2层。外界灵气灌体还在继续，而且周围的灵气汇聚的越来越多了，天空中也有无数星力牵引而下，朝着萧云汇聚而来。福伯一脸震惊地看着漂浮在半空中的萧云，疑惑道：“怎么回事？少主居然还在继续参悟？难道他还想要趁机领悟第2层吗？”帝天也被震惊了，不敢置信道：“我当年耗费了1年时间才领悟了第2层混沌经。”轰隆隆！忽然，大地剧烈震动起来，整个地方都是一阵摇晃。怎么回事？帝天和福伯都是一惊，这里是混沌圣地，谁敢来犯？不过，他们很快就知道自己猜错了，因为一朵朵金色的莲花从地面上升腾起来，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无数花瓣飘飞起来，围绕着萧云旋转。天地间浓厚的灵气就像似决了堤的洪水，从天空中倾泻而下，简直就像是不要钱一样，不断的往萧云身上浇下。还有宇宙星空中的无数星辰也在此刻爆发出耀眼的光芒，一道道粗大的星力光柱从天外激射而下，将萧云整个人都笼罩在其中。接连而来的异象将帝天和福伯都给惊呆了。福伯愣愣地说道：“这是地涌金莲。”帝天也瞪大眼睛，还有星力炼体。两人随后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震撼和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异象代表着萧云已经领悟了混沌经的第9层，踏入了出窥门境境界。我的天啊，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看着半空中漂浮着的萧云，福伯都忍不住口吐芬芳了。帝天也一脸发愣地盯着萧云，嘴中呢喃道：“当年我可是耗费了30年才领悟了混沌经的第9层，这便已经打破了前人的记录了。”两人被萧云给彻底震撼了。帝天耗费30年才领悟了混沌经的第9层，而萧云只用了片刻就做到了，这其中的差距实在是太巨大了。不愧是令得混沌钟响9声的妖孽，主人，你这次真是押对宝了，或许我们有生之年真的能够看到一尊无敌的混沌体诞生。福伯盯着半空中的萧云，满脸振奋地说道。帝天闻言也是激动无比，看着半空中的萧云，他一脸兴奋道：“此子不成混沌体，简直天理难容，我们混沌圣地终于有望崛起了。”与此同时，地风的异象也引起了混沌圣地众多修炼者的关注，一道道目光朝着地风汇聚而来。只不过地风上有帝天布置的阵法守护，所以没人可以用神念探视进来。
众人只能看到地峰上地涌金莲，还有无尽的星力从天外降临地峰。奇怪，地峰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地峰，那不是地天太上长老的洞府吗？听说他收了神子为徒。什么神子啊？听说那小子已经放弃神子之位，现在就是一个太上长老弟子。那家伙也真傻，居然放弃神子之位。一些混沌圣地的弟子们议论纷纷。仅仅1天时间，萧云放弃神子之位，拜师地天的消息便已经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这些弟子们本来还羡慕萧云，现在却都嘲笑萧云了。这也是人的正常心思，看着曾经站在自己头顶上的人突然跌落下来，大家都感到幸灾乐祸。地涌金莲，星力炼体。一座山峰上，混沌圣地圣主遥遥看着地峰的方向，不由得一脸叹息：地天，没想到你为了此子，居然不惜耗费巨大功力，也要为此子铸就绝世根基，这值得吗？如此一来，你就更加不可能突破到天境了。混沌圣地圣主觉得这些异象都是地天弄出来的，毕竟萧云现在还只是一个凡人，即便修炼天赋再高，也不可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混沌圣地的其他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地天这次还真是投了大本钱啊！混沌经的修炼难度太大了，地天这是白白浪费精力，浪费时间。可惜了，我们混沌圣地好不容易诞生了一位神子，居然选择了这条不可能成功的路。一个个混沌圣地的大人物们看着地峰的方向，也露出了深深的叹息。不久之后，夜空中无数星辰消失，天边泛起了鱼肚白，一夜的时间转眼即过。地峰天殿，漂浮在半空中的萧云此刻已经被一片金色的光芒所笼罩，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尊铜人，金光四溢。地天怔怔地看着面前的萧云，满脸震撼道：肉身金光，这是达到了炼体极境的标志。旁边还在祭炼青铜大鼎的福伯闻言一愣，随即满脸愕然道：这么说，少主他已经铸就无上根基，根本不需要再使用筑基液了。地天点了点头，满脸惊叹道：一日9层，这是何等的盖世天资！光是天地灵气贯体，星辰之力炼体，就已经把他的肉身推向了炼体极境，自然不需要再经过后天的筑基液锻炼了。福伯闻言不由得一脸郁闷地看向面前的青铜大鼎，忍不住说道：这么说，我这一夜都白忙活了，亏他耗费这么长时间催动3味真火祭炼，感情都白费了。地天微微笑道：这后天的筑基液又岂能比得上天地之力铸就的无上根基？萧云有此根基，未来不可想象啊！福伯看着面前已经祭炼完成的筑基液，一脸苦笑道：这里面的天材地宝都是主人你耗费了100年时间准备的，简直就是无价之宝，就这么浪费吗？反正留着也没有用。地天不在乎地说道，随即他眼眸一转，笑着说道：送给你吧，你的寿元也不多了，不如也收个徒弟，刚好与萧云为伴。福伯闻言有些动容，他和地天一样，也到了寿元的极限，的确早就有收徒的打算。修炼者们都一样，在要死的时候都想要收个徒弟，希望把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承下去，也算是有一个寄托。也好，福伯沉吟了片刻，觉得这么好的筑基液就这么浪费，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便点头道：正好这次混沌圣地开山收徒，招收了一批新弟子，那我就去挑一个吧。地天点了点头，福伯随即便驾云离开了地峰。而此时萧云刚好睁开眼睛，看着离去的福伯，不由得好奇问道：师尊，福伯怎么走了？地天一脸高兴地看着萧云，笑着说道：徒儿你只用了1天时间，便将混沌经给修炼到了第9层，直接用天地之力达到了炼体境界的极境，自然也就用不着这些筑基液了。而阿福觉得丢掉这些筑基液实在太可惜了，所以就准备去新招收的弟子那里选一个徒弟，也好继承他的毕生所学。萧云闻言恍然大悟，不过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身躯，心中有些不可思议，自己这就达到炼体境界的极限了吗？按照师尊所言，一旦达到炼体境界的极境，便能够拥有10万斤的力量。我现在有这么大的力量吗？萧云不禁满脸期待，这是1天就变成超人了啊！此时此刻，他的确感觉体内有用不完的力量，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气。地天不知道萧云在胡思乱想，他继续说道：徒儿，如今你已经达到炼体极境，接下来便是领悟混沌经第10层，开始主动吸纳天地灵气，迈入下一个修炼境界聚气境。萧云闻言微微一笑，一脸自信地说道：师尊放心，用不着3天，我就能领悟混沌经第10层。他现在还有4次顿悟机会，足够他把混沌经修炼至第13层了。地天望着面前一脸自信的萧云，地天心中很无语，自己当初耗费了50年的时间才将混沌经修炼至第10层，对方却想要3天完成。当然，亲眼目睹了萧云1日9层，地天也不得不相信萧云的自信。不过，地天还是摇了摇头，面色严肃地对萧云说道：徒儿，你理解错了，为师是希望你压制一下修为，不要急着参悟第10层的混沌经。师尊，这是为何？修炼者不是应当勇猛激进吗？萧云闻言不由得满脸疑惑。地天一脸苦笑道：那是对天资差的人说的话，好让他们努力修炼，但是徒儿不一样，像你这样的天才，修炼速度超快，所以为了打造更加厚实的根基，就要经常压制修为，使得你所在的每一个修炼境界都达到理论上的极限。萧云恍然大悟，还是为了打造根基啊，当即点头道：师尊，我明白了，那我就暂时不突破了。
帝天闻言有些无语，自己的徒儿还真是自信啊，果然人比人气死人啊。他继续对萧云说道：“徒儿，虽然暂时压制修为，不过你可以修炼一些战技，继续挖掘肉身的潜力，从而超越极境，进入传说中的竞技领域。”超越极境，竞技领域。萧云闻言一愣，随即一脸迷惑道：“师尊，难道炼体境界的极境还不是极限吗？还能继续超越？这竞技领域又是什么？”帝天解释道：“10万斤力量，仅仅是理论上的炼体境界极境，也是超级天才所能达到的极限。不过，一些拥有特殊体质的妖孽，还是能够超越这个极境，达到11万斤力量、12万斤力量，乃至更高，这便是竞技领域。”萧云闻言，满脸好奇地问道：“师尊，那在修炼界的历史上，炼体境界的极限到底能够拥有多少斤力量？”帝天微微笑着说道：“10万极境，倍之为境，1境1倍，9境为神。我们混沌圣地的祖师爷混沌大帝，曾经便在炼体境界达到了100万斤力量，进入了9境领域。这个境界又被称为神境领域，意思就是只有神才能踏足的领域。”萧云闻言有些无语，感情弄了半天，炼体境界还可以达到100万斤力量，自己现在才完成了1/10，距离巅峰还差得远。他却不知道，普通人能够达到7、8万斤的力量，就可以迈入聚气境了，而一些超级天才也就达到10万斤极境而已。只有那些拥有特殊体质的妖孽，才能窥探竞技领域。而且，炼体境界终究只是修炼者的第一个境界，没人愿意在这个境界浪费太多的时间。不过，萧云既然知道了这一点，那他就一定要走到炼体境界的巅峰。当下，萧云满脸坚定地看着帝天说道：“师尊，既然祖师爷这个混沌体可以办得到，那我也能够办得到。不过，接下来应该怎么继续提升力量？”帝天微微一笑，他很满意萧云的上进心。虽然他不认为萧云可以达到混沌大帝那个程度，但超越极境应该不是问题。于是，帝天笑着说道：“想要继续提升肉身力量，光靠功法修炼是不行了，这已经是极境了。唯有通过修炼战技，才能继续挖掘自身潜力。而且，你现在的一身力量，终究只是力量，只有通过战技，才能将你的力量转化为战力。”战技？萧云闻言，看着面前的帝天，询问道：“师尊，那您快传授我战技吧。”帝天摇头笑道：“战技不能随便修炼，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天赋以及体质量身定制。在我们混沌圣地有一座星辰阁，里面拥有我们混沌圣地的所有战技，你只要进入其中，星辰阁就会主动为你挑选战技。这么神奇？”萧云闻言感到很惊奇，随即连忙说道：“那师尊你快带我去吧。”帝天莞尔笑道：“徒儿，你未免也太着急了，须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才刚刚踏入修炼之道1天，不必如此着急。而且，你福伯马上就要回来了，到时候他的徒弟也要去挑选战技，你们可以一起去。也好。”萧云闻言顿时静下心来，然后继续感悟自身的情况，尽快熟悉自己暴增的力量。毕竟他的力量瞬间变强了，还有些不适应。如果把他放在凡人世界，说不定现在就已经把地面踩碎了。好在天殿的地面有阵法守护，才挡住了他的强大力量。咻！没过多久，福伯就驾云回来了，而且在福伯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大约15、16岁的样子，穿着绿色的连衣裙，扎着2个小辫子，显得有些可爱，模样也很端正俊俏。少主，恭喜少主铸就无上根基。福伯看到萧云已经从入定中醒来，不由得笑着祝贺道。而在他身后的小丫头则一脸好奇地看着萧云。昨天在广场上敲响混沌钟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了萧云，毕竟那时候的萧云万众瞩目，实在太耀眼了。福伯不必多礼。对了，这就是福伯你的徒弟吗？萧云也有些好奇地看向福伯身后的小丫头。福伯微微一笑，拉过身后的小丫头，指着萧云说道：“小雅，还不快见过你师兄？”林小雅眨着2只乌溜溜的大眼睛，满脸好奇地盯着萧云，嘻嘻笑道：“林小雅见过师兄。师兄，听说你放弃了神子身份，这是真的吗？”福伯脸色一变，连忙呵斥道：“住嘴，不要胡言乱语。”林小雅顿时被吓得嘴巴一扁，乌溜溜的大眼睛里面生出了泪珠，显得楚楚可怜，很委屈的样子。萧云莞尔一笑，摆手道：“福伯不必如此，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神子身份，又岂会恼怒别人谈论？更何况，总有一天，我会亲自夺回神子之位。”福伯闻言也想到萧云昨晚爆发的惊人天赋，不由得笑着点头道：“说得不错，以少主的盖世天资，迟早会重新登临神子之位的。”话落，福伯又带着林小雅去拜见帝天了。帝天打量着面前的林小雅，微微一笑，问道：“天赋不错，昨天应该令混沌钟响了3声，对吧？”“嗯。”林小雅很乖巧地点了点头。帝天随即看向福伯，笑着说道：“如此天赋，再加上我准备多年的筑基业，将来踏足炼体极境应该不成问题。算这丫头运气好。”福伯笑道。林小雅眨巴着大眼睛，有些不明所以。难道自己将来能够达到炼体极境，不是因为自己的天赋，而是因为运气吗？似乎看出了林小雅心中的疑惑，福伯指着面前的青铜大鼎笑着说道：“这是主人为少主准备多年的筑基业，融合了诸多天才地宝，比以往那些圣子所用的筑基业丝毫不差。可惜少主已经踏入了炼体极境，用不着这些筑基业，所以就便宜你了，这也算是你的大机缘。”林小雅闻言满脸震撼地看向旁边的萧云，2只乌溜溜的大眼睛瞪得老大，
不可思议地说道：“师兄踏入炼体极境了，他不是昨天才跟我一起加入混沌圣地的吗？这才一个晚上，他怎么会修炼得这么快？”福伯闻言，一脸自豪地说道：“你师兄天资盖世，昨日修炼混沌经，1日连破9层，直接让天地之力帮助他铸就了无上根基，踏入炼体极境，这可比用筑基业踏入炼体极境强多了。” Quote 1日连破9层 Quote。 林小雅看着旁边的萧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她也是出自大家族，知道混沌经的修炼难度有多么巨大，没想到萧云居然可以1日连破9层，这天赋岂止是盖世啊！福伯谬赞了。萧云在旁边一脸谦虚地说道。福伯则一拍林小雅的脑瓜子，喝道：“好了，别浪费时间了，马上进入鼎中，运转我传授给你的功法。少主还等着跟你一起去星辰阁挑选战绩，别让他久等了。”是。林小雅闻言点了点头，随即被福伯挥了挥手，身体不由自主地飞到了青铜大鼎上方，然后慢慢落了下去。萧云也在旁边看着，因为天地之力帮他筑基，他少了用筑基业筑基这一步，所以显得有些好奇。只见林小雅进入鼎内之后，顿时惨叫道：“哇呀，好烫啊！师尊，我快要被煮熟了，你收我为徒，不会是想要吃了我吧？”福伯脸色一黑，连忙呵斥道：“这点疼痛就忍受不了，还修炼什么大道？少废话，赶紧运转功法，努力吸收这些药液。这些药液可都是无价之宝，浪费一点点，卖了你们整个家族都赔不起。可是真的好烫啊！”林小雅继续惨叫着。萧云在旁边看得心有余悸，幸好自己有顿悟相助，不然现在遭受到这种罪的便是他了。而且林小雅这一煮就煮了3个时辰，直到中午的时候才被福伯给捞了出来。福伯挥手将林小雅的衣服蒸干，后者惨叫了一上午，现在却反而更加精神奕奕了，正满脸好奇地打量着自己的身体，2只乌溜溜的眼睛里面充满了兴奋之色。好强大的力量啊！我现在最起码达到了炼体大成，应该有5万斤的力量。福伯忍不住呵斥道：“有什么可骄傲的？你师兄不用这些筑基业，现在都拥有了10万斤的力量，你还差得远呢。师兄是变态，我不能跟他比。”林小雅撇嘴道。旁边的萧云脸色一黑：“好了，阿福，你送他们去星辰阁挑选战绩吧。”帝天在旁边笑着说道。福伯点了点头，随即招来一朵云，载着萧云和林小雅飞出了地峰。星辰阁位于外门区域，距离地峰所在的内门区域非常远，就算福伯带着萧云他们飞行，也要1个时辰才能抵达。不过这一路上，萧云和林小雅都没有感到丝毫的不耐烦，因为混沌圣地内的景色实在太美丽了，下面的一座座山峰都云雾飘渺，仙气缭绕，景色秀丽，钟灵天地之秀。哇，这里真是太漂亮了！等我能够飞行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逛一下我们混沌圣地。林小雅在一旁叽叽喳喳的叫着，像个快乐的百灵鸟。福伯微笑道：“等你踏入修炼的第3个境界神桥境界，便可以凝聚神念，御剑飞行了。”说话之间，他们已经进入了外门区域，这里的高手非常少，他们都无法像福伯一样腾云驾雾，而是像福伯说的那样，一个个御剑飞行，穿梭于虚空之中。咻咻咻，一道道剑光纵横天地之间，自由自在，非常潇洒。林小雅看得满脸羡慕，乌溜溜的大眼睛中充满了向往之色。萧云也是一脸向往之色。不得不说，看着那一名名混沌圣地的弟子们背负着双手，脚踏着飞剑，在天空中自由翱翔，那简直太爽了。唰！忽然，前方的云雾散开，一座巨大的广场出现在3人的视线中。萧云还看到这座广场上有一座巨大的阁楼，仙光弥漫，高耸入云，巍峨壮观，气势不凡。这就是星辰阁。福伯大笑一声，带着萧云和林小雅降落到广场上。广场上人很多，足足有数千人之多，都在排队进入星辰阁。福伯皱起眉头，摇头道：“平常星辰阁很少有人来，这次是因为昨天招收了不少新弟子，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前来星辰阁挑选战绩。先排队吧，我也不急。”萧云笑着说道。福伯点了点头。不过就在此时，前方传来一阵热闹的喧哗声。是5万斤力量，炼体大成境界，此子是昨日才进门的新弟子，居然1天时间便达到了炼体大成境界，这等天资，将来有望成为准圣子。前方传来一道羡慕的声音。林小雅顿时眼睛一亮，喜欢看热闹的她不由得满脸兴奋道：“师尊，师兄，我们快过去看看吧，那里好像有人在测试自己的战力。”福伯淡淡笑道：“星辰阁前有测试战力的石碑，专门给炼体境界新弟子用的，不过以少主的实力，已经用不着去测试了。”师尊，师兄他用不着测试，我可以去测试啊。”林小雅嘟着嘴说道，说完便拉着萧云跑向前面。福伯无奈的摇摇头，只能跟了上去。不一会儿，3人便看到一座巨大的石碑，上面流光溢彩，符文弥漫，像似一尊太古巨兽耸立在星辰阁旁边。在石碑下，一个少年满脸得意洋洋，显得很骄傲，因为在石碑上显露着5万1的数字。周围的人都惊叹不已，对这石碑下的青年连连称赞，令其越发骄傲了。林小雅撇了撇嘴，俏脸上满是不以为然。她嘀咕道：“不就5万斤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行。”旁边有一个中年男子闻言，不由得看了林小雅一眼，笑着说道：“小姑娘，不要大言不惭，5万斤力量已经达到了炼体境界大成，只有一些天才
才能够在筑基之后就拥有如此力量。就是，小姑娘什么都不懂，不要乱说话。哪里来的小丫头，一点见识都没有，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周围的人也都指责道。林小雅顿时气得小脸通红，朝着众人一阵龇牙咧嘴，两只可爱的小虎牙都露出来了，只是她模样可爱，一点威慑力都没有。石碑下的少年此刻也被惊动了，他看向林小雅，一脸讥笑道：“我认得你，叫做林小雅，昨天敲响了3声混沌钟，而我却敲响了4声。你的天赋不如我，还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真是不知所谓，狂妄至极。”林小雅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主，她顿时忍不住走到少年面前，大怒道：“不就5万斤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本姑娘测试给你看看。”请少年伸出手掌，绅士一般的让开了身体，但他的脸上却是充满了嘲讽之色，显然是不相信林小雅可以打出超越5万斤的数字。哼，你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着！林小雅怒哼一声，随即走向石碑，挥舞着小拳头，狠狠地打向面前的石碑。众人也都好奇地盯着石碑看去，只见石碑上随着林小雅的一拳轰击，顿时一阵银光弥漫，包裹住了整个石碑。是银光？怎么可能？只有打出5万斤以上才会出现银光？难道这个小丫头也达到了炼体大成境界？众人看到石碑上的银光，顿时大吃一惊，满脸难以置信。旁边的少年此刻也露出震惊和不敢置信的目光。他昨天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林小雅只敲响了3声混沌钟，天赋必然不如自己，怎么可能在筑基之后就达到炼体大成境界？就在少年心中疑惑连连的时候，面前的石碑上银光散去，一连串的数字显露出来58000。虽然依旧是5万这个阶段，但是比刚才的那个少年足足多了7000斤力量。众人顿时一阵惊叹，纷纷夸赞起林小雅，让这个小丫头非常高兴。至于那个少年，在看到石碑上的数字之后，便早已经灰溜溜地钻进人群中躲起来了，没脸见人。林小雅一脸骄傲地回来，对福伯嘻嘻笑道：“师尊，徒儿没给你丢脸吧？”福伯严厉地呵斥道：“我被修士，岂能有炫耀之心？如此的不稳重，回去之后给我写1万个稳字。”哦，林小雅顿时不高兴地撇了撇嘴。就在这时，众人也因为看向林小雅，从而发现了旁边的萧云，顿时一声声惊呼响了起来：“是神子！什么神子？是萧云？他现在已经不是神子了。就是他放弃了神子身份吗？他看起来很普通啊，不会是被圣主给发现了他的平凡，所以才逐出了神子之位吧？这还真说不定。堂堂神子，岂能说放弃就放弃？我看他可能是在昨天考验的时候做了弊，这才敲响了9声混沌钟，后来被圣主给发现了。他也来了，应该已经筑基了，不知道拥有多少力量。我看连1万斤都很难达到，毕竟混沌经的修炼难度很大，听说第1层入门都需要1个月。”随着一阵议论声，萧云感受到一双双目光朝着自己看来，有好奇的，也有嘲笑的。听着那些嘲笑的话语，萧云还没说什么，旁边的林小雅顿时不乐意了，连忙站出来娇喝道：“你们都给我住嘴！我师兄是自己放弃神子身份的，他没有作弊。小姑娘，你知道神子的待遇有多么好吗？但凡精神正常的人都不会放弃神子身份，你说你师兄是白痴吗？”有人笑着调侃道。林小雅怒视着他道：“我师兄当然不是白痴，既然如此，那他为何要放弃神子身份？依我看，他肯定是靠作弊才敲响了混沌钟，所以才被圣主逐出神子之位的。”那人冷笑道。萧云冷冷地盯着此人，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他，而其他人最多是幸灾乐祸几句，根本不像此人一样接连嘲讽，对方显然是特地针对他的。少主，此人当年也是主人的追随者，后来因为品行不端正，被主人逐出麾下，所以他非常痛恨主人，为此他还投靠了主人的一个对头。忽然，福伯的声音在萧云心中响起，萧云顿时恍然大悟，感情是自己师尊的仇人，难怪这么针对自己。就在这时，旁边的福伯挺身而出，他冷冷看着对面的那人，大喝道：“朱平，圣主已经下了谕旨，道明少主是自己主动放弃神子之位，你如此污蔑少主，难道是在质疑圣主的谕旨吗？”朱平闻言冷哼道：“好大的帽子，我可戴不起。不过我也懒得理会一个作弊的人，不像我家少主才是真正的天纵之姿。”敲响了5声混沌钟，筑基后便踏入了炼体圆满境界，如今已有圣子之势。说话间，朱平侧身让开，一位锦衣华服的少年走了出来。他看起来年纪不大，但是双眸深邃，宛如电光在其中闪烁，散发着一股不凡的气息。是楚金霄，昨日除却萧云之外，唯一一个让混沌钟响了5声的超级天才。听说他已经拜师天一太上长老，这可是门内排名第2的太上长老，而且即将踏入天境。没想到楚金霄已经炼体圆满了，看来要不了几个月，他就能达到炼体极境，将来必定可以成为圣子。周围的人纷纷惊叹。萧云淡淡的看了一眼楚金霄，他不认得此人，而且昨日在他之前也没有出现敲响5声混沌钟的天才，显然此人是在他之后测试的。楚金霄也在打量着萧云，眼中掠过一抹嫉妒和恨意。昨日他敲响了5声混沌钟，本该在众人之中排名第1，从而扬名立万，万众瞩目。但是因为有萧云的9声响在前，所有人的关注焦点都在萧云身上，连他这个5声响的超级天才都被直接忽视了。所以楚金霄对萧云有些恨意，但更多的是嫉妒。盯了萧云一会儿，
楚金霄忽然心中一动，对旁边的朱平微微笑道：“朱管家谬赞了，师尊说萧师兄天资不凡，若非修炼了混沌经，必然可以一日踏入极境，我还差得远。”话虽如此，但是楚金霄说完之后，便朝着面前的石碑走去。众人都知道他要测试战力了，纷纷凝目看来。楚金霄龙行虎步，瞬间就来到石碑面前，然后一拳狠狠地轰击过去。轰！随着一声爆响，炽烈的荧光顿时喷涌而出，宛如天上的银河倾泻而下，光芒璀璨至极。众人见状都是震惊不已，他们知道荧光如此炽盛，那么楚金霄的战力肯定非常惊人，远远超出了5万这个阶段。果不其然，随着荧光散去，石碑上出现了9万这个数字。顿时周围响起了一片惊呼声，是9万战力，炼体境界圆满了，一日踏入炼体境界圆满，这是何等的天纵之姿啊！围观的众人惊叹连连，满脸不可思议。楚金霄站在石碑下，目光中闪过一丝得意之色，终究是少年，虽然有些沉稳，但也忍不住有炫耀之心。不过楚金霄显然有很深的城府，他听着众人的称赞，摆了摆手，一脸谦逊地摇头道：“诸位谬赞了，我只是敲响混沌钟5声，远远不得让混沌钟响了9声的萧师兄，大家还是看看萧师兄的表现吧。”说完，楚金霄便离开了石碑之处，回到朱平旁边，一脸笑盈盈地看着对面的萧云。有楚金霄的话语在前，在场的其他人也都将目光投了过来。福伯传音给萧云说道：“少主，此子小小年纪就知道裹挟众议，城府很深，以后定当警惕此人。”福伯活了几百年的岁数，拉过的屎比楚金霄吃过的米还要多。楚金霄的做法，他一眼就看出了其目的所在，这是在逼迫萧云测试战力。如果萧云不敢去测试战力的话，那么就会在众人心中留下胆怯和懦弱的印象。不过福伯并没有担心，因为他对萧云非常自信，毕竟萧云1日9层，天柱极境，谁能比得上？楚金霄和朱平以为萧云修炼了混沌经，肯定无法在1天内将其参悟，自然不可能拥有多少战力。但是很可惜，他们远远低估了萧云的天赋。师兄，快去让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瞧瞧！林小雅在一旁催促道，她感觉很憋屈，自己师兄明明很厉害，这些人居然还敢质疑师兄的天赋，真是一群无知之辈。萧云微微一笑，正要上前测试战力，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机械一般的声音：“最新任务，让周围的人惊呼，造成轰动，奖励顿悟3次。”此任务可无限制叠加。终于来任务了！听了系统的声音，萧云顿时心中激动起来。他的顿悟次数已经不多了，系统这时候发来任务，时机简直太好了。而且这一次的任务居然是可以无限制叠加的，那他岂不是可以趁机刷很多顿悟的次数？萧云不由得再次扫了一眼系统的最新任务，让周围的人惊呼，造成轰动，这不是在逼他炫耀吗？简称装逼。眼前测试战力，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萧云心中一笑，不由得感谢系统的体贴，这可是捡来了顿悟次数啊！当下，萧云在众人的目光中走向面前的石碑。哼，混沌经是修炼界公认的最难修炼的功法，仅仅1天时间，他连第1层都没有领悟，怕是连1万斤的力量都没有。不远处，朱平一脸讥讽地说道。楚金霄微微笑道：“朱管家此言差矣，别人或许不能在1天之内领悟混沌经，但是萧师兄可是令混沌中响9声的绝世天才，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办得到的。”福伯冷冷地扫了这两人一眼，一个贬低，一个捧杀，这两人配合的还真是默契。可惜他们远远低估了少主的天赋，这次就让你们大跌眼镜。轰！就在此时，萧云已经狠狠一拳轰在了石碑上。哎呀，手好疼啊！萧云忽然故意揉着拳头叫道。哈哈！众人顿时一阵嘲笑，楚金霄和朱平也露出讥讽的笑容，但是他们的笑容很快就凝固住了，因为石碑上猛然爆发出刺目的金光，仿佛一尊太阳突然升起，光芒炽烈而又耀眼，照亮了整个天空。是金光，只有达到炼体极境才会有金光出现。怎么可能？他居然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达到了炼体极境！我的天啊，这是何等的盖世天资！上古圣人转世吗？广场上惊呼四起，一片轰动。星辰阁旁边的石碑上，金光喷涌而出，浓郁的金色光辉沐浴了整个广场，让这片天地都是一片璀璨。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面前的一幕，一个个惊呼出声，倒吸凉气。测试的时候，如果有金光出现，那就代表这个人已经踏入了炼体极境。果不其然，随着金光的慢慢散去，石碑上显露出一个震撼人心的数字10万，10万斤力量，果然是炼体极境。我的天啊，萧云才刚刚筑基，竟然就已经达到了炼体极境，这绝对是圣子的资质。什么圣子？人家那是神子，只是自愿放弃神子身份而已。真不愧是令混沌中响了9声的绝世天骄。围观的人一阵惊呼，看向萧云的目光再也没有丝毫嘲讽了，有的只是惊叹和震撼。筑基之后立即达到炼体极境，这样的资质，即便是在混沌圣地内也是屈指可数，唯有那几位圣子才能够做到。所以萧云的天赋已经毋庸置疑，再无人怀疑了。该死，怎么会这样？不远处，朱平抬头看着石碑上那个震撼人心的数字，脸色阴沉无比，心中难以置信。
旁边的楚金霄也是愣愣的看着石碑上的数字，他之前只是调侃萧云，但却没想到萧云竟然真的一日极境，这对他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嘻嘻嘻，我就知道师兄最厉害了。林小雅看到石碑上的数字，顿时兴奋地欢呼起来，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朱平和楚金霄，嘲笑道：“让你们狗眼看人低，还敢污蔑我师兄作弊，现在见识到我师兄的厉害了吧？我们走。”楚金霄脸色羞红，感觉到周围的人目光看来，他现在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实在没脸见人。朱平也灰溜溜的跟着楚金霄逃离此地。哈哈，师兄，你快看他们落荒而逃的样子。林小雅感觉心中一阵痛快，抱着萧云的胳膊摇晃着，兴奋不已。萧云莞尔一笑，他现在正在查看自己的系统呢。刚才他成功的引起了周围人的惊呼，造成了轰动，算是完成了系统的任务，获得了3次顿悟机会。此时他一共还有7次顿悟，还是不够用啊！修炼混沌经所需要的顿悟次数太多了，我还得继续积累才行。萧云暗暗想到。好在他接下来并不缺少任务了，只要继续装币即可。每次装完币都能获得3次顿悟的机会，实在太爽了。只是如此一来，我就不能低调修行了，得不断的找机会炫耀才行。萧云心中想到。装币的目的就是让人为你惊呼，这样一来自然无法低调修行，得一路站在修炼界的风口才行。好在萧云对此并不反感，毕竟他令的混沌钟响了9声，早已经名扬混沌圣地，即便想要低调都低调不起来。接下来得尽快突破极境，踏入竞技领域，这样应该还能继续引起他们的惊呼。萧云已经开始考虑接下来怎么装币了，毕竟只要装币就能获得顿悟次数，他不得不如此啊。师兄，轮到我们了，赶紧进入星辰阁里面挑选战绩吧。突然旁边传来林小雅的声音。萧云抬起头看向面前的队伍，发现他们已经抵达星辰阁门口了。星辰阁的大门非常大，一次性可以容纳10多人进去，所以排队起来也非常快。当下萧云便和林小雅走进星辰阁。哇呀！一进入星辰阁，林小雅顿时惊呼起来，萧云也是震撼不已。因为星辰阁内包含万象空间，头顶上群星闪耀，周围一根根通天柱耸立苍穹，像是在宇宙边缘一般，场景非常壮观。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那头顶上的星辰竟然在不断的移动，偶尔还有坠落下来，落在旁边一个人的手中，显露出一本古朴的书籍。而等都闭上眼睛，紧守心神，等待星辰阁为你们挑选战绩。突然一道洪亮的声音在众人耳中响起。萧云知道这是看守星辰阁的混沌圣地强者，所以连忙闭上眼睛。此时萧云还不知道，因为他显露炼体极境的修为，已经引来不少混沌圣地的强者到星辰阁关注他了。就连萧云的师尊帝天太上长老也来了。此时一位太上长老看着对面的帝天，笑着说道：“帝天，想必以萧云的天赋，此番应该会被星辰阁赐予超级战绩吧？”帝天微微笑着说道：“应当如此，毕竟能够令的混沌钟响了9声，星辰阁应该会把它列为最高级别。”哼！不远处传来一声冷喝，一个朦胧的身影盘坐在虚空之中，被雾海包裹，散发着摄人的气息。帝天瞥了此人一眼，冷笑道：“天一，你不是在闭关冲击天境吗？怎么出关了？是不是失败了？”轰！帝天话落，那个朦胧的身影顿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令得在场众人惊呼四起。是半步天境，看来天一距离踏入天境不远了。一众太上长老和长老们惊叹道。帝天的眼神也凝重起来。那个叫做天一的朦胧身影冷哼道：“帝天，你虽然战力惊人，可惜终究无法踏足天境，100年之后还不是黄土一捧。你的弟子萧云也一样，天资再如何盖世，到头来也只是一颗流星而已。相反，我的弟子楚金霄将会跟我一样，踏足天境，将来窥迹圣人境界也未尝不可。”帝天脸色难看，反唇相讥道：“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手下败将，你徒弟也会是我徒弟的手下败将。一时的失败算不了什么，我会踏入天境，寿元再增1000年，而你将会化为飞灰。以后人们只知道我天一是天境强者，而你帝天将在无人知晓。”天一冷冷说道。周围的太上长老和长老看到他们争吵，连忙劝说道：“两位何必针锋相对，大家都同属同门，应当齐心合力才对。”就在此时，下面的星辰阁之中，一颗暗淡的星辰朝着萧云手中坠落。众人注意到这一幕，顿时目瞪口呆，满脸不敢置信。这是3流战界，一个长老眼神发愣，满脸不可思议。那可是令的混沌钟响9声的妖孽，怎么会被星辰阁赐予最低等的战绩？太令人意外了！一众太上长老和长老们没有想到，星辰阁竟然赐予萧云最低等的战绩。难道星辰阁是觉得萧云天赋普普通通？这也太可笑了吧！能够令的混沌钟响9声的妖孽，又岂会是天赋普通之人？怎么回事？帝天也瞪大了眼睛，满脸不敢置信道：“星辰阁是不是出错了？萧云怎么会被赐予最低等的战绩？”不远处，天一感到有些意外，但他不介意，趁机讽刺帝天：“哈哈，看来我那徒儿说的没错，此子恐怕是靠着作弊才蒙蔽了混沌钟，让混沌钟响了9声。他真正的天赋其实普普通通。”帝天冷哼道：“天一，你以为混沌钟是什么？那可是大地神兵，就算是圣人也别想蒙蔽混沌钟，除非萧云的背后站着一位准帝存在，才有可能蒙蔽混沌钟。谁知道呢？”
天一一脸幸灾乐祸地说道：“你我其实都看得很清楚，萧云的天赋很平凡，那些老祖和古化石们也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星辰阁也是这么认为，或许此人身上另有特殊地方，才让混沌中响了9声，而不是因为他的天赋才让混沌中响了9声。”一众太上长老和长老们纷纷点头，他们觉得这个理由更有说服力。毕竟混沌中不会被人蒙蔽，也许真像天一所言，萧云不是靠着自己的天赋，而是靠其他什么东西才让混沌中响了9声。不可能！帝天闻言冷喝道：“简直胡言乱语！天一，我徒儿萧云天资盖世，昨夜参悟混沌经，1日9层，引来天地灵气贯体，心力炼体，直接踏入极境，铸就无上根基，又岂会是平凡之人？”什么？1日9层？那可是混沌经，是修炼界最难修炼的功法。一众太上长老和长老们闻言，全都惊呼起来。天一也是心中一惊，但随即便冷笑道：“帝天，这只是你的片面之词，说不定昨日就是你自己耗费功力铸萧云1日9层，否则的话，像混沌经这样的顶级功法，又怎么可能1日9层？我若是记得没错的话，当年你练成第9层，可是足足耗费了30年的时间，就这已经打破了前人的记录了。”众人闻言，也都怀疑地看向帝天，毕竟1日9层实在太令人震撼了。当年帝天耗费30年的时间才修炼成第9层的混沌经，这便已经打破了前人的记录，引发了混沌圣地的轰动。但是1日9层，这实在太震撼了，让人难以置信。帝天其实也很震撼，若非亲眼所见，他都不敢相信，所以他很理解这些人的质疑。不过他绝对不能容许自己的徒儿被人质疑，他朝着众人大喝道：“我帝天可以向大道发誓，我刚才所言绝对没有说谎。”众人一惊，向大道发誓可不是说着玩的，如果违反了誓言，以后想要领悟大道就很难了，修为再无寸进的可能。难道萧云真的1日9层，天柱极境？这有些太震撼了。不远处，天一见到帝天发誓，不由得一脸冷笑道：“帝天，你只有100年寿元了，本来就没有踏入天境的可能，就算你说谎违反了誓言，其实也没什么后果。”众人闻言都有些质疑地看向了帝天，因为天一说的有道理。混账！帝天恼羞成怒，瞪着对面的天一，冷声道：“既然你们不信，我也懒得多说，以后我徒儿会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已经证明自己了。天一讥笑一声，低头看着下面的星辰阁，嘲讽道：“三流战绩啧啧，这可是最低等的战绩，看来在星辰阁的眼里，他的天赋是最差的，属于平凡人一列。”帝天脸色难看，但却无法反驳，毕竟星辰阁的确赐予了萧云3流战绩。同时他心中也感到很疑惑。与此同时，在星辰阁内，萧云也是一脸懵逼的看着手中的开山拳，还有旁边3流战绩的标志。3流战绩，星辰阁就这么看不起我吗？竟然只是赐予我3流战绩，难道在他眼里，我的天赋就只能修炼3流战绩？萧云心中很不爽，非常的不爽。来之前，他师尊帝天便已经告诉过他了，战绩分为6个等级，分别是3流、2流、1流、顶级、超级、究极。3流是最低的战绩，只有那些天赋普通、资质最平凡的人才会被星辰阁赐予3流战绩。萧云不由得看向旁边的林小雅，只见林小雅手中光芒璀璨，一本古朴的书籍出现，上面显露出1流战绩牵引鞭。萧云嘴角一抽，自己师妹居然是1流战绩，而他只是3流战绩，这也太丢人了。师兄，你获得了什么战绩？肯定是超级战绩吧？就在这时，林小雅也睁开了眼睛，看清楚自己的战绩之后，又连忙朝着萧云看来。等看到萧云手中的3流战绩之后，林小雅顿时惊呼起来：“怎么可能？师兄，你竟然只是获得了3流战绩，这绝对不可能！”什么？萧云获得了3流战绩？我的天，这星辰阁是不是搞错了？以他的天赋，应该获得超级战绩才对。这到底怎么回事？萧云怎么会被星辰阁赐予3流战绩？周围的人听到林小雅的声音，顿时看了过来，随即纷纷惊呼起来。萧云竟然被星辰阁赐予3流战绩，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太意外了。按照萧云的天赋，应该会被赐予超级战绩才对，再不济也是顶级战绩。叮！宿主再次引起惊呼，造成轰动，奖励3次顿悟机会。就在这时，萧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萧云不由得嘴角一阵抽搐，这奖励来的让他很不爽。不过萧云查看系统的时候，发现自己居然一共有13次顿悟，不由得一阵奇怪。要知道，在进入星辰阁之前，他只有7次顿悟，现在加上3次，应该也只有10次才对，怎么会变成13次呢？萧云却不知道，在星辰阁上空，那些太上长老们早已经为他惊呼了一次，也被系统算进去了。站在星辰阁之中，手捧着3流战绩开山拳，萧云此刻一脸的不爽，尤其是周围那些人奇怪的目光，让他心情越发的不爽。旁边的林小雅出声安慰道：“师兄，你别生气，也许是星辰阁搞错了。”旁边有人笑着说道：“林小雅，星辰阁已经存在了无数岁月，还从来没有出错过。”林小雅瞪了那人一眼，娇喝道：“我师兄1日极境，你觉得他的天赋不行吗？”这那人顿时说不出话来，这也是众人的疑惑之处，能够1日极境，又岂会是资质平凡之人？实在是疑惑重重啊！
萧云心中叹息，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他能够让混沌中响9声，能够一日极境，都是靠着系统让自己进入顿悟状态。他的天赋，哎，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马德，反正老子有系统，天赋差又怎么了？老子照样崛起。萧云很快打起精神，看着面前的星辰阁，他顿时一阵来气。星辰阁，你给我听着，我萧云的天赋用不着你来判定，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自己的战绩我自己说了算，你快给我把最强的战绩都拿出来，让我自己挑选。萧云随即对着天空大喝道。旁边的林小雅看得一阵失神，望着面前师兄霸气的样子，他俏脸微红，乌溜溜的大眼睛里面充满了小星星。师兄这样子简直太帅了。星辰阁上空，一众太上长老和长老们听到萧云的话语，也不由得莞尔一笑。这小子居然还不服气，这也很正常，他一日极境，自然不相信自己的天赋不行。不知道镇守星辰阁的那位太上长老会如何选择，这些人也都好奇的看着。像星辰阁这么重要的地方，自然也有一位太上长老镇守，号称星辰太上长老。就在众人谈论的时候，星辰阁内群星闪耀，其中最耀眼的几十颗星辰顿时坠落下来，出现在萧云的面前。显然，那位星辰太上长老决定让萧云自己选择战绩。星辰阁居然真的让他自己选择战绩，星辰阁内其他人也都瞪大眼睛，满脸震惊，随即纷纷朝着萧云面前的星辰之光看来。此时，这些星辰之光已经缓缓散去，显露出几十本古朴的书籍：九转霸权、太极神掌、鹿神散手、九霄神威、八卦周天掌、神风步、万刀会海、一剑格式、斩天拔剑式。几十本战绩全都是清一色的超级战绩，看得众人震撼不已，一个个都眼冒炙热光芒。当然，众人也仅仅羡慕一下，真要让他们选择，他们也不会选择。毕竟战绩的等级越高，修炼难度便越大。炼体境界只是修炼者的第一个境界，他们可不想在这个境界浪费太多的时间，实在不划算。就算你在炼体境界无敌，人家神桥境界的高手照样可以秒杀你。只有那些天才修炼速度超快，为了将来前途无量，才会在炼体境界不断的挖掘自身潜力，打造无上根基。平凡人可不会这么做。与此同时，萧云看着面前的众多超级战绩，他不由得抬头问道：星辰阁怎么只有超级战绩，没有究极战绩吗？众人闻言顿时一阵无语，超级战绩你还不满意，还想要究极战绩？星辰阁似乎也没想到萧云会问这个，不由得沉默了一会儿。这时，星辰阁上空，那些太上长老和长老们也都莞尔笑着摇头。这小子原来还不知道究极战绩的含义。帝天，你这个当师尊的可不称职啊！一名太上长老不由得打趣帝天，调侃道。帝天老脸一红，看向下面的萧云，不由得出声提醒道：徒儿，所谓的究极战绩是因为自己创出来的，更适合自己修炼，能够爆发出自身最强的力量，才被称为究极战绩。你面前的这些超级战绩，其实对于创造他们的主人来说，便是究极战绩。他们在你手中只能发挥出超级战绩的威力，除非你能够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创出更高级别的招式，那就是属于你的究极战绩。星辰阁内，萧云听到帝天的声音，顿时一脸惊愕道：师尊，你怎么会在这里？帝天说道：快选战绩吧，不要贪多博杂，选一种就行了。炼体境界只是修炼者的第一个境界，没必要耽误太多时间。萧云闻言顿时不乐意了，他大声说道：徒儿就是想要让这个星辰阁看看我的天赋到底行不行。说罢，萧云直接把面前的九转霸权、太极神掌、鹿神散手、神风步、万刀会海、斩天拔剑式等6门超级战绩全都抓在手中。星辰阁内众人全都看呆了，像是看疯子一样看着萧云。修炼6门超级战绩，你是想要在炼体境界待上几百年吗？这简直是白痴一样的行为。星辰阁上，帝天看到萧云的举动，也是无语至极，满脸黑线。对面的天一太上长老嘲笑道：帝天，此子的天赋先暂且不说，但是这脑子估计是进水了，你以后得多多教导啊。嘿嘿，6门超级战绩，即便是圣子修炼，也要耗费上百年的时间。帝天脸色难看不已。星辰阁内，萧云瞥了众人一眼，心中冷笑，真以为他是白痴，他不过是通过这样的举动引起众人的惊呼，造成轰动，从而获得系统的奖励而已。果然，在萧云查看系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顿悟次数变成了19次了，再度增加了6次。显然，刚才他让星辰阁交出超级战绩，令得众人震惊。后来，他又一次性选择了6门超级战绩，再度令得众人震惊，算是完成了2次系统任务。这顿悟的次数简直太好获得了，接下来该如何继续让他们为我惊呼呢？有了。忽然，萧云眼睛一亮，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当即拿出怀中的九转霸权，打开来看。唰，在他打开九转霸权的时候，这本书顿时化作一个个金色的文字，冲进了萧云的脑海中。顿时，萧云的脑海中显露出九转霸权的修炼心法。系统，我要使用一次顿悟。萧云心中默念，他是准备当众将这门九转霸权给修炼到圆满境界，从而再次让众人惊呼。与此同时，周围的人还有星辰阁上空的太上长老、长老们也都好奇地看着萧云的举动。他想要干什么？怎么闭上眼睛了？
难道是准备在这里修炼战绩？开玩笑，超级战绩的修炼难度非常大，就算是圣子，没有个10几年也很难修炼成功。这小子是要当众修炼超级战绩吗？简直哗众取宠！这种等级的战绩，岂是片刻时间就能练成的？周围的人，还有星辰阁上空的那些太上长老和长老们，也都不看好萧云，纷纷摇头。只有帝天眼神一凝，紧紧盯着下方的萧云，他可是亲眼目睹了萧云1日9层，连混沌经那种难度的修炼功法都能1日9层，修炼这些超级战绩还不是轻而易举？帝天心中顿时充满了期待。星辰阁内，萧云紧闭双目，开始感悟九转霸拳这门超级战技。在进入顿悟状态之后，他头脑思维清明，灵感迅速激增，自身与大道契合，形成共鸣状态。原本晦涩难懂的九转霸拳，此刻在萧云眼中却变得很简单了，就好像本来是大学的考试卷，现在变成了小学生的考试卷，难度直接降到了最低。原来如此，沉浸在顿悟之中，萧云很快就弄懂了九转霸拳，随即便睁开眼睛，开始施展这门超级战技。咻！当萧云睁开双眸的时候，他漆黑的眸子猛然浮现2道金光，那暗黑色的瞳孔之中隐隐有大道运转、宇宙星辰的场景。他动了，这就学会了超级战技，这绝对不可能！周围一些人紧紧盯着萧云，星辰阁上空那些太上长老们也都紧紧盯着萧云，他们想看看这小子到底是有真本事，还是哗众取宠。轰！就在此时，萧云猛地挥出一拳，恐怖的力量穿梭空间，发出刺耳的呼啸声，令得空气都被炸响了。与此同时，在萧云的身上突然浮现出一股金色的光辉，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其中，散发着强大的气息。是金光炼体，这是九转霸拳第1转炼成的标志。怎么可能？这才过去多久，他居然就已经练成第1转了？这可是超级战绩啊！就算是那些圣子们修炼，也需要1年时间才能练成第1转。我的天啊，这就是他的天赋吗？如此悟性，这也太恐怖了吧！周围人顿时惊呼不已。亲眼看到萧云片刻之间练成九转霸拳的第1转，他们心中的震撼难以想象，简直不敢置信。其实这也不怪他们，因为这实在太震撼了。就连星辰阁上空的那些太上长老和长老们也都满脸震撼，一个个都被萧云的表现给惊呆了。这就第1转了，也太恐怖了！一位长老满脸咂舌，如此悟性，我现在有点相信帝天刚才的话了，或许他真的可以将混沌经1日9层了。一位太上长老呢喃道。不远处，帝天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满脸笑容。萧云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再看远处的天一太上长老，他的脸色就阴沉了许多，盯着下面的萧云，心中隐隐有些后悔。早知道帝天能够成功，当初他也去混沌大殿试一试，抢先收下此子为徒。星辰阁内，萧云在练成九转霸拳的第1转之后，便继续修炼第2转。反正在顿悟状态之中，他修炼起来非常容易，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简直水到渠成。轰！很快，萧云便练成了第2转，他拳势一出，如同惊雷炸响，虚空震颤连连，面前的空气都接连发生爆炸，气势非常恐怖。周围的人再次惊呆了。轰！随着时间的流逝，萧云已经将九转霸拳修炼到了第9转圆满境界了。他挥动拳头，无尽的金光汇聚而来，让他的拳头跟一尊太阳一样璀璨耀眼。而且这一次不同于先前，萧云在施展第9转的时候，他的身体陡然释放出炙热的火焰，神辉蒸腾，火光耀眼夺目，彩霞翻滚涌动，画着一个个金色的符号冲进了他的身躯之中。周围的人彻底震惊了，星辰阁上空的那些太上长老和长老们也都露出震撼的目光。他已经将九转霸拳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了。这是九转炼体，据说将九转霸拳给修炼到圆满境界后，就会百炼成钢，重铸肉身。他本就踏入了炼体极境，这一次之后，恐怕就要踏入竞技领域了。如此天赋，真是恐怖啊！就是不知道他最终能够达到几境。听说真龙朝就要开启了，我们混沌圣地以前一直不敢派遣弟子进去，或许这一次可以让萧云进去一趟，扬我们混沌圣地之威。在众人的惊叹声中，星辰阁内萧云的权势越来越凶猛霸道，简直所向无敌，有一股与天地争锋，横扫9天10地的霸道气势。而萧云的身体此刻就像一尊永恒神炉一样，发出炙热的火焰，锻造着他的肉身，滋养着他的血脉。萧云的浑身毛孔都在舒张，体内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都画着一个个金色的符号，吞吐神辉，像似一尊尊神祇在吟唱。随着九转炼体，萧云的肉身越来越强大，他身躯喷发神辉，霞光万丈，密密麻麻的金色符号紧贴在他的身躯之上，画着一缕缕金色的火焰，开始熔炼他的肉身。星辰阁上空的太上长老和长老们都一个个双目冒光，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可以清晰地看得到，此刻萧云体内的一根根骨头都在冒着白光，血肉都变成了金色的。这是金鸡玉骨，他果然已经踏入了竞技领域。一位太上长感慨不已，他们混沌圣地已经有多久没有出现这种级别的天才了？帝天更是满脸兴奋，这样的绝世天才却是他的徒弟，实在太令他兴奋了。轰隆隆，星辰阁内，萧云已经开始缓缓收拳，
但是他的身体内部却像似有神邸在敲打神鼓，令得他的肉身轰隆作响，爆发出一阵阵耀眼的璀璨光芒。但是当鼓声消失之后，所有的金色符号都朝着萧云的肉身冲了进来，化着最为璀璨的神辉，照亮了整个星辰阁。周围的众人都忍不住用手掌遮掩住了目光，因为实在太刺眼了。直到金光消失之后，众人才放下手掌。此时他们发现萧云已经恢复了原样，唯一不同的就是萧云的气质变了，变得比以前霸道了。那双漆黑的眸子隐隐有金光闪烁，霸道的眼神充满了侵略性，令人望之生畏，不敢与其直视。而且萧云的身躯也变得更加完美，整个人都丰神俊朗了许多。师兄，你好像变帅了。旁边林小雅眼神痴痴地盯着萧云看，活像是一个追星的小迷妹。萧云莞尔一笑，不过此刻的他只感觉体内像似有一座沉眠多年的火山被激活了一样，一股股强大的力量不断地在他体内喷涌出来。不知道我现在变强了多少。萧云准备去星辰阁外的石碑测试一下看看。星辰阁内，萧云正准备离开，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在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抬起头对上面的一片星空说道：下次我再来，用不着你给我选择，直接给我拿出最强就行了。众人闻言都是一脸呆呆地看着他，这是在威胁星辰阁，简直大逆不道啊！不过让众人更加目瞪口呆的是，他们居然在头顶星空之中看到了一个由无数星辰组成的大字行。顿时众人一脸无语，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敢威胁星辰阁，而且还能成功的。萧云却是一脸满意的点了点头，再次收割了3次顿悟机会，不由得愉快地走出了星辰阁。当然萧云还准备继续装逼，只见他一边出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我应该踏入竞技领域了，出去测试一下看看。随着萧云的话音落下，星辰阁内的众人顿时一震，随即纷纷冲出星辰阁，准备去观看萧云的表演，因为他们也很好奇萧云在练成超级战绩之后力量还能达到什么地步。而这些人的疯狂涌出也引起了星辰阁外面众人的疑惑，但随着他们的解释，整个广场都被轰动了。紧接着众人纷纷疯狂涌来，将星辰阁旁边的石碑都给围绕了好几圈。萧云站在石碑下，双眸金光乍射，他施展九转霸拳，狠狠的一拳轰向面前的石碑。在这一拳轰出去的时候，萧云手臂周围出现了9个拳头光影，然后全都汇聚到了他的拳头之中，爆发出一阵璀璨的金光。轰隆隆，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响起。萧云打出这一拳的时候，脚下的大地都是一阵颤抖，强大的力量像是火山爆发，空气之中不断发出爆炸的声音。而被萧云一拳击中的石碑也释放出更加耀眼的金色光芒，如同一尊烈日在燃烧一般，照亮了整个黑夜，让群星都为之黯然失色。不知道会达到多少，一定会超越10万。竞技领域超出10万为一境。周围所有人都紧紧盯着石碑上看去，而星辰阁上空，那些太上长老和长老们也都凝目看向石碑。在万众瞩目之中，石碑上终于出现了一连串的数字，20万。这样的数字实在是震撼人心，令得在场惊呼四起。果然踏入了竞技领域，这是一境，唯有圣子才能达到这一步。可以说萧云已经有成为圣子的资格了。萧云本就是神子，只是自愿放弃身份罢了，以他的天赋，成为圣子本来就是应该的。也许他将来还会重新登临神子之位。众人惊叹连连，萧云也是面露喜色，20万斤力量足足翻了1倍，这应该算是踏入了一境领域。不知道我练成第2门超级战绩之后，会不会再次增加10万斤力量？萧云心中暗自想到。不过他不准备继续在这里修炼超级战绩，毕竟有时候表现得太过头了，会让人家觉得你是怪物，到时候引得某些高手的窥忌，将他给切片研究了怎么办？萧云觉得还是再过一段时间再来此地测试，反正他现在积累的顿悟次数已经够用了，暂时不急着装逼。当下萧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系统，顿悟系统功能赐予宿主顿悟，顿悟次数24次，心中默念即可随时使用。任务1，最新任务即将刷新。2，无限制任务，引起周围人惊呼，造成轰动，即可获得3次顿悟的奖励。萧云查看了一下，不由得心中暗乐，这系统还不如改成装逼系统算了。哈哈，徒儿，我们该回去了。就在萧云查看系统的时候，帝天从天而降，随后带着萧云、林小雅、福伯几人离开，回到了地峰。不过他们人虽然走了，但是萧云在星辰阁的一系列事迹却随着众人彼此相传，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顿时萧云的名字再次响彻整个混沌圣地。这次无人再敢质疑萧云的天赋了，而对于他放弃神子的身份，也不再视为白痴的行为，而是觉得他有魄力和毅力，对其佩服不已。地峰天殿，福伯正在烧烤着一头巨大的灵兽，那金黄色的油脂弥漫着诱人的香味，看得一旁的萧云和林小雅直流口水。他们还没有辟谷，还需要吃饭，而且萧云感觉自己的肚子很饿，像是可以吃下10头牛。只见萧云看向帝天，一脸奇怪地问道：师尊，为何我的力量增强了，但是饭量也增大了？帝天闻言莞尔一笑，力量增强了，代表你的肉身也更强了，所以需要吸收更多的营养。你现在拥有20万斤力量，堪比20头大象，所以你的饭量应该跟20头大象的饭量相当。萧云闻言满脸苦笑，
这不是成饭桶了吗？能吃才好啊，这代表你的肉身越来越强。帝天不在意的说道。旁边正在烧烤的福伯笑盈盈道：少主放心，不需要你吃那么多东西，我们这里的灵兽蕴含着庞大的能量，一天吃一头就够你吃了。萧云看着面前如同小山一般大小的灵兽，不由得一脸无语的问道：师尊，我们修炼者达到什么境界才能辟谷？他可不想继续当饭桶。帝天笑着说道：想要辟谷就得达到修炼者的第4个境界洞天境，到了这个境界之后，你就能开启洞天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吸纳天地灵气，足以滋养你的强大肉身，不需要再从食物之中吸收营养了。萧云闻言松了口气，仅仅是第4个境界，对于他来说应该不是很难。其实他现在已经积累了24次顿悟的机会，如果他愿意的话，马上突破聚气境，进入第3个境界神桥境都很容易。只是萧云想要跟那位混沌大帝一样，在炼体境界拥有100万斤力量，达到炼体境界的真正极限。想到这里，萧云不由得再次请教帝天：师尊，我之前在星辰阁修炼一门超级战技，便增加了10万斤力量，那是不是我只要再修炼成8门超级战技，就能增加80万斤力量，达到100万斤力量的极限？旁边的林小雅闻言不由得痴痴地望着萧云，两只乌溜溜的大眼睛里面充满了异彩。不愧是自己的师兄啊，竟然欲要练成9门超级战技，这等天赋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帝天和福伯也是一脸无语的看着萧云，还要再修炼8门超级战技，你当修炼超级战技很容易吗？还别说，对于萧云来说的确很容易，毕竟他们亲眼目睹了萧云在星辰阁只用了片刻时间就将一门超级战技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想到这里，两人不由得相视一眼，尽皆苦笑。随即帝天看向萧云，摇头叹道：徒儿，光靠修炼超级战技是无法让力量达到100万斤的，因为超级战技也只能让肉身蜕变3次，也就是说你修炼超级战技最多还能增加20万斤力量，后面无论修炼再多的超级战技都不会再增加力量了。萧云听到帝天的话语，不由得继续追问道：师尊，那我要如何才能继续提升力量呢？帝天解释道：修炼3门超级战技可以让你的力量增加30万斤，再将这3门超级战技推演到究极战技境界，便能够再次给你提升30万斤的力量。萧云闻言在心中默默计算了一下，随即再次抬头看向帝天说道：师尊，即便如此也只能让我拥有70万斤力量，还有30万斤要如何才能提升？帝天闻言沉默了片刻，随即叹息道：这已经是凡俗体质所能够达到的极限了，混沌大帝在这个境界也只是做到这般程度。他之所以能够拥有100万斤的力量，其中的30万斤力量是他的混沌体带来的。萧云闻言一愣，那我岂不是根本没办法在炼体境界达到100万斤力量？他可没有什么特殊体质啊，他就是一介凡体。帝天微微笑道：倘若你能够达到70万斤力量，那便已经足够了，没必要非要纠结于100万斤力量。其实放眼整个修炼界，即便算是那些拥有特殊体质的妖孽，在炼体境界能够超过50万斤的都很少，70万斤的更是屈指可数。帝天说的没错，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萧云这样可以时时刻刻顿悟，那些超级天才就算可以修炼超级战技，也要花费几年、10几年的时间才能练成一门超级战技。因此他们最多修炼一门超级战技，再加上本身的特殊体质，哪怕是传说中与混沌体媲美的荒古圣体、苍天霸体等等，他们加上一门超级战技的振幅，在炼体境界也只能达到50-60万斤力量。然而萧云却不满意仅仅70万斤的力量，他抬头看向帝天，眼神坚定地问道：师尊，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继续提升力量了吗？帝天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自己这个徒弟天赋超绝，肯定追求最强的极限，想要说服他就此放弃恐怕很难。想到这里，帝天沉吟了片刻，这才看向萧云缓缓说道：也不是没有办法，其实凡体和特殊体质之间所缺少的便是先天根基，只要弥补了先天根基，那就可以让凡体追上特殊体质。如何才能弥补先天根基？萧云不禁急忙追问道。帝天叹道：这可不简单，想要弥补先天根基，就得服用那些非常稀少的天才地宝才行。你如果还是神子的话，那么我们混沌圣地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你取得这些天才地宝，但现在已经不是神子了。说到这里，帝天一脸惭愧地说道：说到底还是为师我实力不行，如果我有圣人的实力，就可以去一些险地为你夺取这些天才地宝了。师尊千万别这么说，你传授徒儿修炼之道，已经对徒儿恩重如山了。萧云闻言连忙说道。只是帝天还是有些自责。这时候旁边的福伯忽然想起了什么，对帝天说道：主人，真龙巢不是1年后开启吗？也许可以让少主进去试试看。帝天闻言眼睛一亮，对啊，我差点忘记真龙巢了。以前我们混沌圣地不会派人去真龙巢，那是因为我们混沌圣地没有几个人能够在炼体境界踏入竞技领域，进入真龙巢也只是送死。但是徒儿你却不一样。帝天一脸兴奋地看着萧云，继续说道：徒儿你若是能够在1年之内拥有70万斤的力量，那即便放在真龙巢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强者，到时候你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那些天才地宝。萧云闻言满脸疑惑道：师尊，这真龙巢是什么地方？帝天微微笑道：真龙巢是一处秘境，每隔100年就开启一次，
唯有炼体境界的修炼者才能进入其中。但也正因为如此，真龙朝内的天才地宝才没有被广大修炼者所掠尽。所以，徒儿你若是能够进入真龙朝，那就有机会夺取那些帮助你弥补先天根基的天才地宝。说话的同时，帝天还拿出一本书递给萧云。萧云看了看封面，上面写着真龙朝秘文5个大字，当下一脸好奇地打开来看去。随后，萧云恍然大悟，原来这里面介绍着真龙朝的诞生由来。传闻真龙朝那里曾经生活过一条真龙，后来这条真龙羽化飞升，但是在它飞升之前却封印了真龙朝，只允许炼体境界的修炼者进入其中。这无数岁月以来，都有很多修炼者想要挖掘真龙朝的秘密，但是因为真龙封印的存在，实力强大的修炼者根本无法进去，而那些炼体境界的修炼者实力又太低了，所以根本没办法挖掘太多关于真龙朝的秘密。不过有一个秘密却是被人给挖掘出来了，那就是养龙计划。这个养龙计划应该是那条飞升的真龙布置的，他在真龙朝内留下了许多遗种，每隔100年时间便会有10头遗种复生。这些遗种虽然实力个个都很强大，但是想要进化出真龙之躯还需要磨练。怎么磨练？当然是战斗了。唯有浴血重生，在杀戮之中磨练自己，超越极限，令得生命本质升华，才能铸就真龙之躯。但是真龙朝内没有什么危险，无法让那些遗种战斗，但如果放他们出去的话，没有真龙的照拂，还很弱小的他们肯定会被那些修炼者高手给掳走，从而定下主仆契约，成为修炼者的奴隶。因此真龙才布置了真龙封印，只让炼体境界的修炼者进来。如此一来，这些进来的修炼者便跟那些遗种处于同一个境界，双方厮杀靠的就只是天赋了。真龙想要用这些修炼界的天才来磨砺他的遗种，这就是养龙计划。而修炼界对此也非常支持，每隔100年，当真龙朝开启的时候，各大门派都会派遣一些天才进去与真龙遗种厮杀。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一，真龙朝内有很多天才地宝，可以让这些天才进化，而且还能带出来反馈门派；二，与真龙遗种搏杀，沐浴真龙遗种之血，也会让这些天才进化，从而超越自身极限。真龙想要用修炼界的天才来磨砺他的遗种，而各大门派也想要用这些遗种来磨砺他们的天才。三，每一头遗种的潜力都非常巨大，不下于那些拥有特殊体质的超级天才。如果能够俘虏一头遗种，定下主仆契约，那以后身边就会多一个超级大手。正因为有着诸多好处，每次真龙朝的开启才会是修炼界的一场盛事。而距离下次真龙朝开启刚好还剩下1年的时间。看完手中的这本真龙朝秘文，萧云顿时一脸兴奋地看向帝天说道：“师尊，我决定了，1年后就去真龙朝。”帝天沉吟道：“真龙朝内非常危险，最起码得拥有50万斤的力量才保险。如果达不到这一步，为师是不会放你进去的。”萧云闻言，一脸自信地说道：“师尊请放心，在进入真龙朝之前，我必然会达到70万斤力量的程度。”帝天闻言笑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师就不阻拦你了。你且好好修炼，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询问福伯和为师。”我知道了。萧云点了点头，随即便心满意足的在旁边吃着灵兽肉，大快朵颐。这时，旁边的林小雅抬起头，看向福伯问道：“师尊，那我可不可以也去真龙朝啊？”“不行。”福伯毫不犹豫的摇头道：“就你那点实力，进入真龙朝后，只怕没过几天就会被人给杀了。你真以为真龙朝里面的危险就是那10头遗种？为了抢夺一些天才地宝，各大门派的修炼者之间也会自相残杀。以你现在的实力，还远远没资格进入真龙朝。”一旁的帝天也点头说道：“不错，每次真龙朝开启，进入其中的天才都数不胜数，其中踏入炼体极境的天才都是随处可见，而那些踏入竞技领域的天才数量也非常多，一般的炼体境界修炼者进入其中都只是炮灰，去送死而已。”林小雅闻言不由得可怜巴巴地看向对面的萧云，一脸期待地说道：“不是有师兄在吗？师兄，你肯定会保护小雅的，对吧？”萧云刚想点头，旁边的福伯便面色严厉地便呵斥道：“闭嘴！少主进去是为了超越极限，你跟在他身边就会拖累他，反而会让少主有危险。”林小雅撇了撇嘴，不过却是没有再继续顶嘴了。萧云笑着说道：“福伯，其实让小雅进去也可以，如果只是面对炼体境界的修炼者，我还是有把握保护小雅的。”福伯摇头道：“带着这个拖油瓶，终究会连累你，有些冒险。”人家才不是拖油瓶。林小雅在旁边嘀咕道，被福伯瞪了一眼之后，才低头不敢说话了。萧云笑道：“福伯，你难道还不相信我的实力吗？按照师尊所言，即便是那些最强的特殊体质，在踏入极境之后，也只有40万斤的力量。他们即便修炼成了一门超级战技，也只有50万斤的力量；即便修炼成2门超级战技，也只有60万斤的力量。而我却有70万斤的战力，不说可以横扫他们，但绝对是可以自保的。”福伯闻言有些迟疑，如果让林小雅进入真龙朝，那的确有好处，毕竟跟在萧云身后，总能混点天才地宝，不说可以踏足竞技领域，但达到炼体极境应该不成问题。只是福伯知道帝天在萧云身上下了大本钱，不能让萧云有一丁点危险。就在这时，旁边的帝天笑着说道：“这样吧，如果在进入真龙朝之前，萧云真的可以拥有70万斤的力量，
那就让小雅跟着他一起进去吧。见到帝天开口了，福伯自然不会再阻止了。耶！旁边的林小雅见状，顿时欢呼起来，一脸高兴地对帝天行礼，多谢太上长老成全。帝天莞尔一笑，旁边的福伯呵斥道：“别高兴得太早了，既然你想要进入真龙朝，那为了不让你拖累少主，接下来的1年时间，为师会不断地磨砺你，尽快让你的实力变强。”啊！林小雅顿时拉拢着脑袋，满脸担忧，她知道自己接下来1年会有多么凄惨了。看到林小雅可怜兮兮的样子，萧云和帝天都哈哈大笑起来。混沌圣地天一峰，这里是天一太上长老的洞府。此时，在天一峰的一座宏伟的大殿内，天一太上长老正在祭炼着一座丹炉，烈火燃烧，炉内光芒耀眼，隐隐有沁人心脾的香味传了出来。旁边，楚金霄和朱平一脸恭敬地伺候着。不一会儿，天一太上长老便祭炼成功，打开丹炉，3颗金色的丹药便从其中飘了出来，落在他手中。楚金霄顿时眼巴巴地看着天一太上长老手中的3颗金丹。天一太上长老一脸微笑地看着楚金霄说道：“徒儿，这是为师耗费无数天才地宝炼制而成的悟神丹，它可以助你在1月之内踏入炼体极境，1年之内踏入一境领域。”说罢，天一太上长老便将手中的3颗金丹递给楚金霄。楚金霄接过金丹，满脸感激地拜伏在地上，高声道：“徒儿多谢师尊栽培，等徒儿进入真龙朝之后，一定会为师尊您取得圣药，祝师尊您日后成圣。”天一太上长老闻言满意的点了点头，笑着说道：“你先下去修炼吧，为师还要继续为你祭炼战甲和战刀，让你增添战力。”多谢师尊，弟子就先不打扰师尊了，师尊也不要过度为弟子劳累，注意多多休息。楚金霄闻言，心中非常感激，随即恭敬地行了一礼，这才退出大殿。看着他离去，天一太上长老脸上的笑容顿时收了起来。旁边的朱平迟疑道：“主人，少主的资质有限，即便踏入了一境领域，在真龙朝内也不占优势，万一……”天一太上长老冷哼道：“死了就死了，徒弟没了，下次再收就是了。但若是他能够为我带回来一株圣药，那这回报率便是1000万倍了。毕竟他给楚金霄炼制的悟神丹，只是耗费了一些低级天才地宝而已，跟圣药比起来，差距太大了。在天一的眼里，徒弟和手下没什么两样，都只是增加利益的棋子而已，随时也可以放弃。天一的心中，只有他自己的实力才最重要，有我无敌，这才是根本。”天一冷笑一声，暗自讥讽道：“帝天那个白痴，只有100年的寿命，还不知道抓紧时间闭关修炼，居然还去收徒弟，简直就是自杀。就算徒弟再厉害又如何？100年之后，你还不是黄土一把？徒弟厉害对你有什么好处？不过是落得一个好听的身后名而已。”3天后，地峰一座灵湖旁边，萧云手持钓竿，懒洋洋地躺在一座靠椅上，一脸惬意地盯着平静的湖面，等待着鱼儿上钩。“二师兄救命啊！”不远处传来林小雅凄厉的惨叫声，直叫人心疼。萧云随意地看了一眼，不禁头皮发麻。只见远处的林小雅正在被福伯拿着一条鞭子抽打，每一鞭子打下去都让林小雅皮开肉绽，显得触目惊心，疼得她惨叫连连，非常痛苦。当然，福伯这么做并不是在惩罚林小雅，而是在帮助林小雅锻炼肉身。福伯的抽打并不是随便抽打的，而是用了特殊手法，而且他在抽打林小雅之前就已经给林小雅服用了一些灵丹宝药，现在他只是在帮助林小雅炼化这些药力，加速刺激肉身，增强身体而已。毕竟如果靠林小雅自己炼化这些药力，那需要的时间就太多了，无法让林小雅快速增强，所以福伯是在为林小雅好。死！萧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连忙转身回头，开始使用一次顿悟机会，他可不想被帝天也这样抽打。轰！随着萧云进入顿悟状态，他马上开始修炼第2门超级战技太极神掌。在顿悟状态之中，他很快就悟透了这门太极神掌。随后，萧云就开始在湖边施展太极神掌，伴随着他的双臂舞动，2个由天地灵气凝聚而成的阴阳鱼便开始围绕着他的身体旋转，组成了一幅巨大的太极图。这种意象非常惊人，将不远处的福伯和林小雅都给吸引了。林小雅忍着身上的疼痛，看着远处湖边的萧云，不由得好奇问道：“师兄在干什么？”福伯瞳孔一缩，满脸震惊道：“少主在修炼第2门超级战技太极神掌，你看那笼罩住他的太极图，这代表他已经将太极神掌这门超级战技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林小雅闻言，简直想一头撞死在地上，自己在这里被师尊抽打，吃了那么多苦头，到现在连炼体极境都没有达到，师兄却轻而易举的练成了一门超级战技，增加了10万斤力量，这人比人，真的是要气死人啊！小雅，这就是凡人跟天才的区别，你想要跟上少主的脚步，那就得继续吃苦了。福伯随即看向林小雅，举起了手中的鞭子。林小雅一脸无语。片刻后，这里又再次传来林小雅凄厉的惨叫声，直叫人心疼。而湖边，萧云已经缓缓收工，继续开始悠闲的钓鱼了。第2门超级战技练成了，我现在应该有30万斤力量了，得找个时间去石碑那里测试一下，以便引人惊呼，造成轰动，获得3次奖励顿悟的机会。萧云躺在靠椅上，心中暗自想到：哎，有系统就不一样啊，修炼都这么轻松，这日子真是舒服啊！救命啊，师兄，我不想去真龙朝了，师尊，
你快停手啊！”不远处，林小雅的声音越来越凄惨。萧云摇了摇头，这就是没有系统的下场。1个月的时间转眼即过。这一天，林小雅兴冲冲地跑来找到萧云，一脸兴奋地说道：“师兄，我已经炼化了那些药力，现在应该达到了炼体极境，我们快去星辰阁那里测试一下吧。”萧云正想去那里装逼，闻言便笑着点了点头。随后，两人便在福伯的带领下前往星辰阁。不过，等他们抵达星辰阁之后，却发现石碑这里已经围着许多人，而且还传来一声声惊呼。看来又有什么天才在这里测试了。林小雅顿时跃跃欲试，这次她踏入极境，正想要表现呢。年轻人都这样，有了进步就想要表现。更何况林小雅这1个月以来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这时候当然要好好的威风一把。福伯也知道林小雅心中憋屈，所以没有阻止，带着林小雅前去测试。等3人过去之后，发现石碑那里站着一个熟人，正是天一太上长老的徒弟楚金霄。此时楚金霄显得意气风发，满脸得意之色，因为石碑上显露出10万的数字，代表着楚金霄已经踏入了炼体极境。一旁的狗腿子朱平满脸得意的笑道：“少主不愧是天纵之资，短短1个月便踏入了炼体极境，未来成为圣子指日可待。”周围人也是一阵惊呼，连连称赞楚金霄，让楚金霄心中很爽，满脸笑容。不过楚金霄的笑容很快就凝固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让他非常不爽的人，那就是萧云。远处，萧云、林小雅和福伯3人走来，众人看到他们，顿时认出来了，纷纷让出一条通道。林小雅看着石碑上的数字，一脸不屑道：“不过是踏入炼体极境而已，有什么好得意的？我师兄1个月前就已经踏入了一境领域了。”楚金霄闻言，脸色漆黑一片，握紧了拳头，咬牙切齿，但却是无法反驳。尽管他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炼体极境，在混沌圣地已经很厉害了，同辈之中绝对是第2人。可惜在他的头顶上面永远都压着一个萧云。旁边的朱平脸色也很难看，他瞪了林小雅一眼，冷哼道：“萧云再厉害，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个小丫头有多少力量？6万还是7万？”说罢，朱平看向林小雅身后的福伯，讥笑道：“阿福，还是赶紧带你徒弟回去吧，别让他在这里丢人现眼了。”福伯抱着胳膊没有理会朱平，只是一脸嘲讽地看着他。林小雅走上前去，冷哼道：“不就是炼体极境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达到了炼体极境。”说罢，林小雅走进石碑，一拳狠狠地轰向了面前的石碑。顿时，石碑上爆发出璀璨的金光，显露出一连串的数字，正是10万。炼体极境！没想到林小雅也达到了炼体极境。什么时候炼体极境这么容易了？居然接连出现！难道我们混沌圣地就要崛起了吗？四周的人顿时惊呼起来。林小雅显得很得意，一脸嘲笑地看着楚金霄和朱平道：“怎么样？”楚金霄和朱平脸色阴沉，他们没想到林小雅也达到了炼体极境，这实在太让他们不爽了。师兄，该你表现了。林小雅却是没有理会他们，朝着萧云喊道。众人顿时看向了萧云，满脸期待。不知道1个月过去了，萧云的实力又增强了多少？萧云微微一笑，走向面前的石碑，一拳轰击上去。30万！随着一阵炽烈的金光散去，石碑上显露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数字。众人再次惊呼不已。30万斤力量，这是踏入了2境领域了。真不愧是自愿放弃神子之位的人，仅仅1个月便又突破了一重禁忌领域，放眼整个修炼界也是首屈一指的妖孽。我们混沌圣地有萧云，将来必定会重新崛起，位列6大圣地之首。萧云有如此天赋，将来绝对会再次重登神子之位。四周的人看着萧云，都是一脸惊叹，连连称赞。至于楚金霄，早已经被他们给忘一干二净了。修炼界就是这样，人们永远只记得第一，没人在乎第二。更何况和萧云比起来，楚金霄差的实在太远了。望着被众人围着称赞的萧云，楚金霄握紧了拳头，咬牙切齿地对朱平说道：“我们走。”朱平的脸色也很难看，不想继续待在这里遭受福伯嘲讽了，马上带着楚金霄灰溜溜地逃走了。太初圣地，一座辉煌宏伟的圣殿，高耸入云，透发着古朴沧桑的气息，像是有大地坐镇，灵气弥漫，神光璀璨，更有万千瑞兽在对他膜拜。大殿内，一尊尊恐怖的存在被雾气所包裹，只显露出朦胧般的身影，这些都是太初圣地的太上长老和长老们。此外，还有一尊金色的身影坐在大殿上方的宝座上，这便是太初圣地的圣主。此时，一位长老开口禀报道：“启禀圣主，据混沌圣地那边传来消息，说是混沌圣地的混沌钟响了9声。”殿内众人闻言，顿时议论纷纷起来。宝座上的太初圣地圣主沉吟道：“不久前应该是混沌圣地开山收徒的日子，能够令得混沌钟响9声，难道是出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妖孽？混沌钟响9声，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看来混沌圣地这次是收到了一个超级天才，此人未来必将是我们太初圣地的大敌，必须要警惕。”大殿内，一位位太上长老议论道。太初圣地圣主沉吟片刻，随即朗声说道：“先派人去试探1、2，就说我们太初圣地听闻他们混沌圣地招收了一批绝世天才，所以想要切磋交流一番，先试探一下
那位能够令得混沌中响9声的人到底有何不凡之处，再做打算。是，谨遵圣主谕旨。一位太上长老点头。混沌圣地，地封。从星辰阁回来之后，林小雅又在继续遭受着福伯的磨砺，而萧云则开始准备修炼其他的超级战技了。不过，在知道只有3门超级战技对提升力量有用之后，萧云就不想修炼再多的超级战技了，毕竟这会浪费他顿悟的机会。但是在挑选战技的时候，萧云就有些头疼了，他不知道该挑选哪种战技作为第3门修炼的战技。好在他还有一个师尊，所以萧云就去找帝天请教了。帝天参考了一下萧云现在所学的九转霸拳和太极神掌之后，沉吟了片刻，才对萧云说道：“徒儿，你的九转霸拳是偏向攻击的战技，太极神掌则偏向防御，这2个战技一配合，你就只差一个提升速度的战技了。”萧云闻言顿时如同醍醐灌顶，心中豁然开朗，他连忙点头道：“师尊说的对，攻击加上防御，再配合速度，那就无敌了。”他已经想到要修炼什么战技了，那就是神风步。这门超级战技就是提升速度的，一旦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跑起来就跟瞬移一样，速度奇快。徒儿，正所谓赤手空拳难敌兵器之威，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还是修炼一门兵器类的攻击性战技。帝天再次建议道。萧云点了点头，随即说道：“徒儿明白了，那我就再修炼神风步和万刀归海这2门超级战技吧。”帝天闻言笑着点头道：“不错，这2门超级战技很适合你。对了，为师这里还有一把刀，刚好送给你修炼万刀归海。”说罢，帝天挥了手，一柄古朴的黑刀便出现在萧云的身前。萧云紧紧盯着面前的黑刀，这黑刀大约1米长，刀身宽阔厚重，其上更是雕刻着一个个神秘的符文，看起来极为不凡。但是让他想不通的是，这把黑刀的刀锋却非常粗钝，像是还没有开锋一样。萧云不由得抬起头，看向帝天问道：“师尊，这把刀一点都不锋利，能够杀死人吗？”帝天莞尔笑道：“谁说刀一定要锋利才能杀人？拳头锋利吗？你现在使用九转霸拳，一拳就能打死一个普通的炼体境界修炼者，所以刀只要坚硬即可。真正杀人的不是刀锋，而是你的力量。只要你力量强大，就能发挥出这把黑刀的真正威力。”萧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随即问道：“这么说，这把刀很坚硬吗？”帝天笑道：“你拿起来试试看。”萧云点了点头，随即一把握住黑刀的刀柄，然后就准备将之提起。但是，萧云忽然皱起眉头，惊讶地看向帝天，问道：“师尊，怎么会这么重？”要知道，他现在拥有30万斤的力量，理论上是可以提起30万斤重的物品，但是他却提不起这把黑刀，这说明这把黑刀的重量已经超过了30万斤，这让萧云很震撼。只听帝天在一旁笑着说道：“徒儿，这把黑刀乃是为师用千年玄铁打造而成，不仅坚固无比，而且还重达36万斤，是为师在聚气境和神桥境所使用的武器。”萧云闻言非常震撼，这把黑刀居然重达30万斤，实在太可怕了。这要是将其挥动起来，一刀都能劈死一个炼体极境的修炼者了。不过这么重的刀，想要使用它也不简单，至少萧云现在做不到。毕竟这是帝天在聚气境和神桥境使用的武器，而萧云现在才炼体境，使用起来自然很勉强。徒儿，你现在还无法使用这把黑刀，等你拥有70万斤的力量之后，就应该可以勉强使用这把黑刀了。帝天笑着说道。萧云点了点头，看着面前的黑刀，他心中暗暗想到，看来得尽快提升力量了。地封天殿，从师尊那里回来之后，萧云便开始修炼神风步和万刀归海这2门超级战技。修炼之前，萧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系统，发现自己的顿悟次数还有26次。之所以又增加了，是因为他之前和林小雅去星辰阁那里测试力量，又完成了1次装逼行为，所以获得了3次顿悟的奖励。26次顿悟足够我暂时使用了。萧云立刻使用了1次顿悟，便进入顿悟状态，开始修炼神风步。不一会儿，大殿内便到处都是萧云的残影，显然他已经把这门神风步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等修炼完了神风步之后，萧云又耗费了1次顿悟机会，开始修炼万刀归海。不久之后，萧云以掌带刀，一刀劈出，无数道刀影汇聚而来，化作一柄惊天神刀，朝着前方劈去，将大殿内的石柱都给切成了2半，威力十分惊人。毫无疑问，这门万刀归海也被他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这才仅仅过去1天时间，萧云就将2门超级战技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若是传了出去，整个混沌圣地都要被轰动了。我现在还有24次顿悟，不过可以先去星辰阁那里测试一下战力，再次赚取3次顿悟的机会。修炼完2门超级战技之后，萧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系统，顿时暗暗想到。但是他没有马上去星辰阁那里，他准备1个月后再去，毕竟刚刚才装完毕，总得休息一下。更何况今天1天之内又练成了2门超级战技，这实在太震撼了，会让人忍不住把它切片研究的，还是等1个月后再说吧。1个月后，混沌圣地外来了3个不速之客，他们分别是一个鹤发童颜的灰袍老者，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少女，以及一个穿着白色长袍少年。灰袍老者看着面前的混沌圣地山门，微微一笑，
朗声道：“太初圣地万阳辉，奉圣主谕旨，前来拜会混沌圣地。”轰隆隆，虚空裂开，一道如同神魔一般的身影踏空而来，朝着万阳辉说道：“原来是万道友，多年未见，风采依旧。来人正是天一太上长老。”之所以让他这位排名第2的太上长老前来接客，那也是因为混沌圣地圣主察觉到万阳辉实力很强，达到了天境，让其他人过来迎接，恐怕会有损混沌圣地面子。也只有天一这个半步天境，才能勉强让混沌圣地保持一份颜面。果不其然，万阳辉看到天一太上长老，不由得笑道：“原来是天一道友，观道友威势，怕是已经成就半步天境，不日便可踏足天境，真是可喜可贺，不愧是混沌圣地排名第2的太上长老。”天一嘴角微微一翘，随即谦虚道：“道友谬赞了，比起万道友，在下还差得远。”就在这时，万阳辉身后的一个红裙少女嘀咕道：“排名第2的太上长老竟然只是半步天境，在我们太初圣地连前10名都排不进去，混沌圣地果然是没落了。”他的声音虽然很低，但是天一和万阳辉是何等强者，两人立刻就听到了。顿时，天一脸色漆黑一片，神色阴沉无比。万阳辉则装模作样的呵斥道：“住嘴！”红裙女子顿时低着头。万阳辉看向面色阴沉的天一，不由得一脸歉意道：“天一道友，小徒年纪还小，不懂事，还请道友勿怪。”童言无忌，天一淡淡的说道，心中却很憋屈，发誓回去之后就马上闭关，不到天境绝不出来。万道友请，我这就带你去见圣主。天一随即在前面带路，没有心思再与万阳辉交谈了。一行人进入混沌圣地之后，不一会儿便抵达了一座大殿。大殿之中有混沌圣地圣主，还有几位太上长老，早已经等候于此。此时，几位太上长老正在和混沌圣地圣主交谈。太初圣地莫名其妙的派人前来，不知所为何事，恐怕是真龙朝即将开启，邀请我们混沌圣地去赴约，不安好心。以往我们的确没有弟子够资格进入真龙朝，但是这一届我们混沌圣地出了一个萧云，据说日前他已经在星辰阁测试出了30万斤的力量，踏足了2境领域，绝对够资格进入真龙朝。2境领域也是有些勉强啊。我们混沌圣地不同其他门派，作为圣地之一，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天下修炼者所关注。萧云一旦进入真龙朝，必然会被那些顶尖的妖孽针对，仅2境领域和那些顶尖的妖孽比起来，还是逊色太多了。大殿内议论纷纷，混沌圣地圣主忽然开口说道：“安静，他们已经来了。”话落，天一便已经进来禀报了。随后，万阳辉带着2个年轻人进入大殿，向混沌圣地圣主躬身行礼道：“万阳辉见过混沌圣地圣主，愿圣主早日登临圣位。”此话一出，大殿内的众人脸色都不太好看。这原本只是恭维的话，换成对那些太上长老说，肯定会让他们欣喜万分，面露笑容。但这句话的对象是混沌圣地圣主，那就不一样了。众所皆知，其他5大圣地圣主都已经踏入了圣人境界，唯有混沌圣地圣主还被困在天境。这句话对混沌圣地圣主说，表面上是好话，暗地里却点出混沌圣地圣主不如其他5大圣主的事实，让混沌圣地众人颜面尽失。不过，虽然生气归生气，但是混沌圣地圣主和几位太上长老都克制住了心中的愤怒，毕竟对方是恭维的话，他们如果非要纠结其中含义，那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混沌圣地圣主看着下面的万阳辉，微微笑道：“万道友不必多礼，不知道友此番前来，所谓何事？”万阳辉抱了抱拳，随即说道：“万某奉我家圣主谕旨，前来邀请混沌圣地参与明年的真龙朝之约。”大殿内一众混沌圣地高层闻言，顿时心中冷笑，果然是被他们猜对了。就在此时，万阳辉继续说道：“此外，万某这次还带来了我们太初圣地的2位小辈，前来与混沌圣地的高徒切磋交流，让他们见见世面。”听着万阳辉的话语，众人的目光顿时朝着万阳辉身后的一对少男少女看去。这一看，众人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因为以他们的慧眼，足以看出这一对少男少女的不凡，恐怕他们混沌圣地在同境界之中，根本找不到几人能够与其抗衡。混沌圣地圣主沉吟了片刻，随即说道：“派人让萧云、楚金霄、林小雅3人前来。”大殿内的太上长老们点了点头，如今在他们混沌圣地的炼体境界当中，也唯有这3人踏入了极境，让他们过来，就算不能赢，最起码也能保住颜面。更何况有萧云在，最起码也能够赢一场，不算输得太难看。地风、地天、萧云、福伯、林小雅4人正目送着一名长老离去。这名长老便是混沌圣地圣主派来召唤萧云与林小雅前去和太初圣地弟子交流的。看着这名长老离去的背影，萧云不由得询问道：“师尊，这太初圣地怎么莫名其妙的派人过来与我们切磋交流？”地天还没有说话，旁边的福伯便怒哼道：“每次真龙朝开启之前，他们都会派人前来，表面上是邀请我们去赴约真龙朝，暗地里其实就是嘲笑我们派不出弟子去真龙朝。”地天看向萧云，沉声道：“我们6大圣地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和气，暗地里竞争不断，尤其是这太初圣地和我们混沌圣地竞争最为激烈。以后你如果在外面遇到了太初圣地的人，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谨慎。”萧云点了点头，看来太初圣地是他们
混沌圣地的敌对势力，那的确是要小心一些。好了，不要让圣主久等。阿福，你现在就送他们过去。帝天随即说道。福伯点了点头，随即带着萧云和林小雅驾云而去。帝天目送着他们离去，面露冷笑之色。真龙朝还没有开启，太初圣地就来试探了。但这一次，我们混沌圣地绝不会再让你们得逞了。且看我徒儿如何灭你们太初圣地诸多天才！哼！宏伟的大殿之中，萧云、楚金霄、林小雅三人进入大殿，先拜会了一下混沌圣地圣主，还有诸位太上长老。随后，他们才看向太初圣地的三人。混沌圣地圣主指着萧云三人介绍道：“万道友，这三人分别叫做萧云、楚金霄和林小雅，是我们混沌圣地炼体境界中的佼佼者。”万阳辉早已经在打量萧云三人了，对于楚金霄和林小雅两人，他仅仅一扫而过。毕竟以他的慧眼，瞬间就看出这两人只是普通的炼体极境而已。倒是这个叫做萧云的少年，看起来资质普普通通，但却已经练就金鸡玉骨，踏入了竞技领域。不过，即便如此，万阳辉对自己身后的两名弟子依旧充满了信心。他笑着说道：“不愧是混沌圣地的高徒，果然都是不凡之才。玉龙、妙童，还不快见过这三位混沌圣地的高徒！”在他身后的一男一女顿时走上前来。身穿白色长袍的少年看着对面的萧云三人，淡淡说道：“在下解玉龙，太初圣地炼体境界排名第9。”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少女则一脸倨傲之色，满脸不屑地看着萧云三人说道：“我叫福妙童，在太初圣地的炼体境界当中，我只是排名第10。”大殿内混沌圣地圣主和几位太上长老闻言，脸色都是一沉。他们并不是气这两个年轻人的态度不好，毕竟他们活了几百岁，还犯不着跟两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计较。让他们心情不好的是，这两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年轻人，居然在太初圣地的炼体境界之中，仅仅排名第9、第10。而反观萧云三人，却已经是他们混沌圣地炼体境界当中排名前3的天才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这一对比，便足以说明他们混沌圣地远远逊色于太初圣地，因此他们的脸色都不太好看。不过现在都是下面的小辈在交谈，他们这些长辈也不好插嘴，大家都把场地交给了下面的5个小辈。萧云扫了一眼对面的2个太初圣地的天才，没有说话。旁边的林小雅见福妙童态度不好，不由得气鼓鼓的出言讽刺道：“仅仅排名第10，还那么骄傲，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排名第1呢。”福妙童看向林小雅，傲然道：“我虽然在太初圣地炼体境界之中排名第10，但是放在你们混沌圣地却足以排名第1。”林小雅闻言哪里能够忍受，当即怒喝道：“大言不惭，让我来试试你的斤两，看看你的手底下功夫是否也有你的嘴巴这么厉害。既然你自寻耻辱，我便成全你。”福妙童依旧高傲无比，仰着脑袋露出雪白的脖子，他朝着林小雅不屑地勾了勾手指。呀！林小雅顿时大怒，挥舞着一根火红色的鞭子便朝着福妙童甩去。旁边的萧云暗暗摇头，师妹还是太嫩了，被人1、2句话就给激怒了。话虽如此，但是萧云并没有阻止，毕竟有时候吃亏是福，让林小雅吃一次亏，下次她就会成长了。更何况这里是他们混沌圣地，林小雅的安全绝对有保证，最多吃点苦头罢了。当下萧云认真观看着面前的战斗，他也想看看太初圣地的天才如何。旁边的楚金霄也在凝神关注，因为他知道自己等下也会出场，他可不想输。千重影！前方林小雅一声暴喝，手中的鞭子化作密集的网线，将福妙童整个人都笼罩在里面。这是林小雅修炼的一流战技，而且已经被他修炼到了圆满境界，威势不凡。大殿内众人都赞赏的点了点头，相比于林小雅的天赋，他才仅仅进门2、3个月便有了如此成就，已经很不凡了。但是那个叫福妙童的太初圣地弟子明显更强一些，对方手持一柄宝剑，穿梭在林小雅的网线之中，像似一条鱼儿一样不受拘束。同时对方剑气四射，令得林小雅的网线都开始支撑不住了。一剑隔世！忽然福妙童低喝一声，手持宝剑激射而来，像似一道闪电，瞬间对准林小雅的喉咙。林小雅挥舞着鞭子的手顿时停在半空中，她低头看着面前抵住自己喉咙的宝剑，顿时俏脸煞白，冷汗滴滴。这把剑若是再往前半寸，那她就要惨死了。显然她输了。林小雅也不是输不起的人，她咬着银牙，一脸不甘地看着对面的福妙童：“我输了，但你肯定不是我师兄的对手。”福妙童收剑而立，看向林小雅身后的萧云和楚金霄，不屑道：“他们哪个是你的师兄？让他过来，我一样会击败他。”林小雅大怒，连忙对萧云说道：“师兄，你快替我教训他！你刚才太急躁了，否则也不会败得这么快。”萧云指点了一下林小雅，随即走上前去。作为师兄的，当然要替师妹出头。萧云看着对面的福妙童，淡淡说道：“我也不欺负你，能够让我退一步，便算你赢。”好大的口气！福妙童就像是刚才的林小雅一样，顿时就被激怒了。当下一柄锋利的宝剑就被福妙童拿着刺向了萧云，剑光闪耀，剑锋凛冽，让人寒气顿生。
然而面对这无比犀利的一剑，萧云仅仅向前拍出一掌，一张巨大的太极图出现，顺着萧云的掌势，将伏妙童震得接连后退。太极神掌！不远处，太初圣地的太上长老万阳辉眼神一凝，看向萧云的目光顿时认真了一些。轰轰轰！大殿内，萧云施展太极神掌，将伏妙童的攻势一一化解。他那张太极图展现出了完美的绝对防御，无论伏妙童如何攻击，都无法破解萧云的防御，连靠近萧云的身体都不行，更别说是逼退萧云一步了。旁边的白袍少年解玉龙看到这一幕，顿时眼神凝重了一些，对伏妙童说道：“伏师妹，他已经把超级战技太极神掌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踏足了竞技领域，而你的一剑格式还是大成境界，不是他的对手。”伏妙童心中不甘，朝着对面的萧云大喝道：“我今天就是要越级击败他，说不定可以让我的一剑格式达到圆满境界。”话落，他摒弃杂念，心中只有剑道，一双眸子里面爆发出恐怖的剑意。我即是剑，剑即是我。这一刻，伏妙童隐隐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他一剑刺来，仿佛天人两隔，虚空都被摧毁了。解玉龙眼中金光一闪，赞叹道：“不愧是伏师妹，竟然真的超越了极限，在战斗之中突破，踏足了竞技领域。”一旁的万阳辉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一刻，伏妙童身躯之上浮现出金色的光芒，他手持宝剑，人剑合一，像似一道破开迷雾的金光神剑，朝着萧云击射而来。大殿内的混沌圣地高层脸色都很不好看，因为伏妙童真的超越了极限，踏足了竞技领域。这样的资质，在他们混沌圣地炼体境界当中，几乎仅次于萧云了。而这个伏妙童在太初圣地的炼体境界当中，却仅仅是第10名。他们混沌圣地和太初圣地的差距已经有这么大了吗？混沌圣地圣主眼中充满了忧虑，他目光看向场中的萧云，心中充满了期待，希望此子真的可以令我们混沌圣地崛起。轰！与此同时，处于人剑合一状态之下的伏妙童爆发出了恐怖的威势，一剑狠狠地刺向了萧云。而萧云依旧一掌向前劈去，太极图随之浮现，展现出恐怖的防御力。轰隆隆！伏妙童的这一剑威势很强，足足达到了20万斤的力量，但是依旧无法击破萧云的太极防御，反而被萧云震得倒飞出去。伏师妹，你还是退下吧，他恐怕已经踏入了2境领域。旁边的白袍少年解玉龙眼神再度凝重了一些，紧紧盯着对面的萧云。伏妙童心中依旧不甘，他抬着高傲的脑袋，俏脸含怒地瞪着萧云，娇喝道：“难道你们混沌圣地的人都只会防御吗？有本事打败我，否则我不会认输。”萧云淡淡说道：“好。”这一声好字还没有落下，萧云双腿便如同闪电一般，在原地留下一道道残影，真身却已经出现在伏妙童的面前。轰！萧云施展九转霸拳，一拳轰击过来，霸道的拳意带着气吞山河，域内无敌的恐怖气势，将伏妙童狠狠地轰飞了出去。噗！伏妙童倒在地上，吐了口血，俏脸煞白。伏师妹，解玉龙惊呼一声，连忙扶起伏妙童，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势，顿时一脸阴沉地看向对面的萧云，只是切磋而已，阁下出手未免太狠辣了吧？萧云淡淡说道：“我不出手攻击。他说我们混沌圣地弟子只会防御，我出手攻击，你却说我出手狠辣，这就是你们太初圣地的为人处事之道吗？果然是厉害啊，什么理都被你们给占尽了。”你解玉龙顿时哑口无言，刚才的确是伏妙童逼萧云出手的，现在被萧云伤了，那也怪不了人。旁边的万阳辉此时也开口呵斥道：“好了，我们太初圣地不是输不起人的，尔等一定要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切记不可再骄傲自大。”是。解玉龙和伏妙童都低着头应声，但随即解玉龙就抬头看向了对面的萧云，沉声说道：“萧师兄实力惊人，在下解玉龙，还请指教一二。”萧云淡淡说道：“刚才打了一场，我累了，先休息一下。你们太初圣地总不能用车轮战这种卑鄙之策吧？”大殿内众人一脸无语。你累了？你刚才明明赢得很轻松。话虽如此，但是解玉龙也不好用车轮战逼迫萧云，他不由得转头看向了旁边一直打酱油的楚金霄，说道：“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先领教楚师兄的高招。”楚金霄，为什么找我？是萧云打伤你师妹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楚金霄不是白痴，他已经看出自己不是伏妙童的对手，更别说是这个实力更强的解玉龙了。但是大殿内有这么多混沌圣地高层在场，他也不敢不出战，否则都以为他胆怯了，那他以后在混沌圣地就抬不起头了。这该死的萧云，他一定是故意的。楚金霄心中狠狠地咒骂着萧云，然后不甘心地站了出来，与解玉龙切磋。萧云也在旁边笑盈盈地看着场中的两人。林小雅在他耳边轻声道：“师兄，你太阴险了，竟然故意害楚金霄。傻子都知道解玉龙现在憋着一肚子气，肯定会朝楚金霄发泄出来，楚金霄这次恐怕要倒霉了。”萧云低声道：“知道你师兄我的聪明吗？我也只是借助楚金霄一下这个谢玉龙的实力，所以啊，你以后别见人就一脑热地冲上去，要懂得利用智慧。”是，师兄果然聪明，小雅多谢指点。林小雅连忙点头。
大殿内众人再度一脸无语，以他们的实力，无论萧云和林小雅声音再低，也都被他们听在耳中。旁边的天一太上长老气得直咬牙，满脸阴沉。混沌圣地圣主一脸笑容，他心中想到，这样也好，一个有智慧有城府的神子才更值得培养。场中，楚金霄如临大敌的看着对面的谢玉龙，而谢玉龙则轻松多了，他淡淡的看着对面的楚金霄，说道：“你先出手吧，否则我若是出手，你便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了。”狂妄！楚金霄承认自己不是谢玉龙的对手，但是听到对方如此狂妄至极的话语，心中也是被激起了一股怒火，当即施展战技攻向谢玉龙。谢玉龙眼睛一眯，整个人身上都爆发出炽烈的闪电，竟然后发先至，像是一道闪电一样将楚金霄一拳轰飞出去。竟然是闪电体！原来是拥有特殊体质的妖孽，难怪这么强。此子拥有闪电体，还将一门超级战技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实力怕是已经踏入了2境领域。大殿内，混沌圣地的太上长老们顿时脸色大变。噗！楚金霄被谢玉龙一拳打飞，顿时重伤倒在地上，口喷鲜血，伤势明显比之前的福妙童还要严重3分。他狠狠地看了一眼谢玉龙，心中却充满了绝望。对方拥有特殊体质，并且还将一门超级战技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无论他如何努力，恐怕在炼体境界都追不上他。废物！大殿中，天一太上长老看到楚金霄一招被击败，顿时脸色无比难看，挥了挥手，将楚金霄送出了大殿外。大殿外，早已经等候在此的朱平看到重伤的楚金霄，立刻抱起他，灰溜溜的飞走了。旁边的福伯看到这一幕，不由得一脸幸灾乐祸。殿内，混沌圣地圣主看着下面的谢玉龙，称赞道：“传言闪电体天生就能操控闪电，速度很快，攻击力很强，再配合你们太初圣地独有闪电拳，威力的确不同凡响。”万阳辉摸着胡子，谦虚道：“闪电体仅仅是王体而已，在我们太初圣地并不算什么天才。我们这一代出了好几个神体，还有一个至尊体，相比之下，闪电体就差多了。”这话说的，大殿内一众混沌圣地的高层都是一脸阴沉。他们混沌圣地这一代连一个特殊体质都没有出现，人家却连闪电体这种王体都不放在眼里，这就是差距啊！不过听到太初圣地竟然出现了至尊体，混沌圣地的高层尽皆动容。混沌圣地圣主也忍不住问道：“哦，至尊体，不知道你们太初圣地这一代出现了哪位至尊体？”万阳辉一脸得意的说道：“是至尊榜排名第4的时空之体，竟然是传说中的时空之体。传闻拥有这种体质，可以操控时间与空间，无论哪种神通在他手里，都能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威能。没想到这一代居然出现了这样的特殊体质，真是恐怖啊！”大殿内顿时响起了一道道抽息声。那些混沌圣地的太上长老们一个个眼红嫉妒不已，这么强大的天才却成了太初圣地的弟子。可以预料，多年之后，此子绝对是他们混沌圣地的大敌。唉，大殿之下，萧云听着殿内大人物们的交谈，心中也是非常震惊。据他所知，特殊体质分为3阶，第3阶是王体，也就是闪电体、玄冰体、少阳体等等这种低级的特殊体质，而第2阶是神体，有赫赫有名的太阴神体、太阳神体，还有狂神体、五行神体、天魔体等等。而第1阶也就是最强的特殊体质，被称为10大最强至尊体。这10个至尊体依次排名分别是混沌体、吞天魔体、先天圣体道胎、时空之体、玄黄不灭体、万佛之体、荒古圣体、苍天霸体、神王体、仙王体。当然，这个排名并不是一定正确的，因为至尊体之间的差距都非常小，所以哪怕你拥有排名第7的万佛之体，也有可能击败排名第4的时空之体。特殊体质终究只是体质，一个人的实力并不是只依靠特殊体质，还有后天的努力以及诸多机缘。所以这10个至尊体，任何一个都可以被称为最强之体。但凡谁能拥有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傲视群雄，称霸一个时代。萧云为何甘愿放弃混沌圣地神子之位？不就是想要铸就混沌体吗？这可是排名第1的至尊体。而且现在混沌圣地没落，一旦他铸就了混沌体，那么毫无疑问，混沌中肯定会送给他执掌。届时他拥有混沌体，手持混沌中绝对所向无敌。这便是萧云心中的欲望。萧师兄，不知道你是否休息好了？就在此时，对面传来了解玉龙的声音。萧云看向对面的谢玉龙，微微笑道：“原来谢师弟拥有闪电体，萧某我一介凡体，恐怕不是你的对手，还请手下留情。”谢玉龙一脸无语，叫你一声师兄，那只是客气话，你还真拿老子当师弟了？不过谢玉龙到底是圣地弟子，还是保持着一份气度。当下谢玉龙淡淡说道：“萧师兄谦虚了，凡体击败特殊体质的，在修炼界也不在少数。我们特殊体质也只是在先天上面领先一些，一个人的真正成就，还要看他以后的努力。”萧云微微笑道：“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谢玉龙嘴角一触，眼神阴郁，简直脑门发黑。他现在很想打死萧云，这混蛋说的话太欠扁了。萧云笑盈盈道：“好了，谢师弟，请出手吧，早点结束战斗，我还要回去吃饭呢。”好，谢玉龙没有再继续废话，他已经忍不住要痛扁萧云一顿了。
所以立刻便冲了出去，一拳狠狠地轰向了萧云。吃了！谢玉龙不愧是特殊体质的天才，出手之威非常可怕，有炽烈的闪电在他身上闪烁，恐怖的拳头喷发出一道道刺眼的电光。萧云面色凝重，对方这一拳不仅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还有闪电的附加伤害，他不敢大意。于是萧云依旧施展太极神掌，将自己的绝对防御给撑了起来，硬生生抵挡着谢玉龙的攻击。砰砰砰！谢玉龙的拳头击打在萧云面前的太极图上面，爆发出一道道如同惊雷一般的响声，可怕的闪电也在不断的冲击着太极图的防御。仅仅片刻之间，萧云便看到自己的太极图上面出现了一丝丝裂缝，看来是坚持不了多少时间了。不愧是特殊体质的天才，真是厉害啊！萧云心中惊叹，脚下施展神风步，化作一道道闪电，开始反攻谢玉龙了。因为他知道继续防御下去，肯定会被谢玉龙给击破的。这才对嘛，像你我这种级别的天才，就该硬碰硬，在战斗之中升华。谢玉龙看到萧云放弃防御开始反攻，顿时大笑一声，满脸期待之色。他也想跟福妙童一样，在战斗之中得到突破。九转霸拳，萧云大喝一声，施展出这门攻击性战技。顿时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眼神也变得无比霸道，就像是一个绝世王者，携带着无敌之威，横扫整个战场。九转霸拳不愧是最为霸道的超级战技，每次施展这门战技，萧云的气质都会变得无比霸道，那种气吞山河、宇内无敌的气势，让对面的谢玉龙都为之一颤。杀！萧云龙行虎步，气势不凡，他一拳打向前方，无数光拳汇于一体，激发出一股恐怖的力量，令得面前的空气都爆炸开来了。谢玉龙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他不退反进，一双漆黑的眸子猛地爆发出炽烈的神光，就好像其中有闪电射出，威势凌冽。随后谢玉龙施展起闪电拳，以自己的急速后发先至，与萧云的拳头狠狠地撞在一起。轰！两只拳头激烈碰撞，就好像两座大山撞在一起一样，那恐怖的肉身力量比拼，绽放出一道道恐怖的力量，令得整个大殿之中都响起了一声惊雷。萧云身躯之上笼罩了一层金色，隐隐有金芒透体而出，像似一缕金色的火焰在激烈燃烧，强大的肉身力量令得虚空都有些扭曲了。九转霸拳被萧云催动到了极致，一拳接着一拳，不断地轰击着面前的谢玉龙。无数的光拳汇于一体，化作无数金色的符文，凝聚在萧云的拳头上面，让他的战力达到了极致。谢玉龙不敢大意，眼神无比凝重，他利用自己的闪电体，也是将这门闪电拳给催动到了极限，没有丝毫躲闪，与萧云硬碰硬。轰轰轰轰轰轰！两个人谁都没有后退一步，不断的在大殿之中激烈搏杀，每一次碰撞都是拳拳到肉，将他们两人强大的肉身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观战的人无不震惊，好强大的肉身！这两个人都已经踏入了2境领域，拥有30万斤力量，不愧是闪电体啊！不仅拥有强大的力量，还拥有极速。若非萧云练成了超级战技神风步，还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不对，萧云似乎更强一些。你看，萧云就要占据上风了。大殿内，一众混沌圣地的高层都在紧紧盯着下面的战斗，他们神色非常凝重。毕竟萧云是他们混沌圣地炼体境界的第1人，如果输给了太初圣地炼体境界的第9人，那就实在太丢脸了。好在萧云终究是没有给混沌圣地丢脸。只见萧云大吼一声，他的眸光更加炽盛了，如2轮神灯点燃，肉身上流动出的气息让很多人阵阵心悸，感觉恐惧。杀！萧云龙行虎步，威势滔天，肉身金光那暴涨，如同烈焰燃烧，散发出炽烈的黄金光芒，像是太阳爆炸了一般，令他整个人都无比璀璨。九转霸拳！萧云将这门超级战技的威力催动到了极限，一拳轰杀过来，他的拳头上喷发出了恐怖的神光，携带着一股霸绝天地的磅礴之威。闪电拳！谢玉龙同样大吼，满头发丝狂舞，沐浴在炽盛的闪电中，大步向前冲去，像似无人能与之争锋。他如同一个盖世魔王一般，身体发出绚丽的电光，一片又一片紫色的符文在他的身体之中交汇着，形成一片密密麻麻的电网，将萧云笼罩在内。闪电体之威，不愧其名。轰隆隆！两个人再次激烈搏杀在了一起，战斗进入了白热化，他们全都将自己的力量挖掘出来，没有丝毫保留。但就在此时，场中的萧云忽然发出一声长啸，双目之中喷发出无尽的炽盛光芒，他挥舞出来的拳头越来越炽烈，爆发出来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什么？谢玉龙脸色一变，他感觉对面与他本来不相伯仲的萧云，突然又增加了10万斤力量，在力量上面一举压过了他。你以为我只是2境领域吗？萧云看向面前的谢玉龙，手中的拳头越来越炽盛，身上的光芒越来越耀眼。谢玉龙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被萧云打得步步后退。不好意思，我早已经踏入了3境领域。萧云大喝一声，气势如虹，眼中神光爆射而出，挥舞着炽烈的霸拳，朝着前方轰杀过来。噗！谢玉龙嘴中咳出一口鲜血，他在一片炽烈的拳光之中，他像似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整个人倒飞出去。谢师兄不远处，福妙童惊呼，满脸色变，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谢玉龙居然被击伤了。不过谢玉龙及时地稳住身体，然后依靠着闪电体的急速，化作一道闪电，穿梭虚空，朝着萧云的后背击杀而来。
你的力量的确比我强大，但是你的速度不如我快，战斗可不仅仅是力量。谢玉龙大喝道。不愧是谢师兄。符妙童见状，顿时恢复心情，满脸期待。然而接下来萧云的表现却是打破了符妙童的期待。太极神掌！萧云感受到身后传来的威胁，马上施展出太极神掌，一个巨大的太极图顿时出现在他的背后，挡住了解玉龙那快如闪电的一拳。轰！炽烈的电拳狠狠地轰击在萧云的太极图上面，但是这一次太极图却无比稳固，挡住了谢玉龙的闪电拳。那两个太极阴阳鱼就像似复活了一般，在太极图上面不断旋转，将轰击过来的闪电拳力给不断的吞噬掉了，令得谢玉龙的攻击力大大减弱了。什么？谢玉龙瞳孔一缩，满脸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轰！萧云却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转身便是一拳将谢玉龙打得吐血而飞。这一次萧云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更加强大了，他将谢玉龙身上的闪电符文都给打得崩溃了，让其失去了战斗力。噗！谢玉龙倒在不远处的地面上，再度喷出一口鲜血。谢师兄！符妙童惊呼一声，连忙跑去扶起谢玉龙。万阳辉目光一扫，已经看出谢玉龙的伤势并不是很严重，只是暂时失去战斗力，所以克制住了想要上前查探的欲望。他双眸微微一眯，凝视着不远处的萧云，惊叹道：不愧是混沌圣地的高徒，小小年纪竟然就练成了3门超级战技，还将太极神掌给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踏入了4境领域，如此悟性真是了不起。谢玉龙闻言气得差点再次吐血。你丫的不是说3境领域吗？这都4境领域了，比他多了足足20万斤力量，还怎么打？大殿中一众混沌圣地的高层看到下面的萧云击败了解玉龙，顿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尤其是见识到了萧云如今的实力，他们脸上的笑容便更加浓郁了。混沌圣地圣主笑着说道：万道友过奖了，萧云也只是有点悟性而已，比起贵门派的时空之体还是差距太大，想必这一次的真龙朝之行，你们太初圣地又要博得头筹了，到时候还请贵门派弟子手下留情。万阳辉闻言不由得和和气气地说道：圣主请放心，既然同属6大圣地，自然应当同气连枝，携手对外。混沌圣地圣主眼睛微微眯起，他才不相信万阳辉的鬼话呢，以往他们混沌圣地的弟子进入真龙朝，就属太初圣地杀得最狠。6大圣地之中，太初圣地和混沌圣地绝对是死敌，只不过大家表面上都表现得和和气气，毕竟都是圣地，表面上都还是顾忌颜面的，没有撕破脸。圣主，万某就先告辞了。双方一番无聊的扯淡之后，万阳辉就带着谢玉龙和符妙童离开了混沌圣地。大殿中，在万阳辉他们离开之后，混沌圣地圣主看向下面的萧云，笑着说道：萧云，你这次表现不错，为我们混沌圣地挣得了脸面。周围的太上长老们也都一脸欣赏地看着萧云，连连称赞。萧云连忙谦虚道：圣主过奖了，萧云作为混沌圣地弟子，维护圣地颜面，那是萧云的分内之事。混沌圣地圣主和诸位太上长老再次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们对萧云的觉悟非常赞赏。萧云，关于真龙朝，你师尊帝天是否跟你说过？混沌圣地圣主随即问道。萧云连忙恭敬道：启禀圣主，师尊已经跟弟子提过真龙朝了，弟子也准备在明年进入真龙朝。混沌圣地圣主闻言，面色微微凝重起来，严肃地说道：这些年以来，我们混沌圣地一直没有出现什么炼体境界的天才，所以也就没有参与真龙朝之行，因此被外界嘲笑，令得我们混沌圣地颜面尽失。而今既然你有如此实力，那的确应该去真龙朝里面闯荡一番。不过今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太初圣地与我们混沌圣地是同水火，一旦你进入真龙朝，那么第一个要小心的便是太初圣地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对你手下留情的。萧云满脸自信的点了点头，说道：请圣主放心，弟子一定会在真龙朝之中斩尽太初圣地之人。混沌圣地圣主和诸位太上长老一脸无语，这口气真大。随即混沌圣地圣主苦笑道：这就没必要了，进入真龙朝之后，你应当把寻找天才地宝放在第一位，太初圣地的人如果不招惹你，你也就不要去招惹他们。更何况他们这一代出现了一位时空之体，这可是10大至尊体之一，你一旦遇到了他，不要有丝毫犹豫，马上逃走。现在的你还没有铸就混沌体，在同境界还无法与其他的至尊体抗衡。听了混沌圣地圣主的话语，萧云虽然心中不以为然，他相信以自己的实力足以对抗那位时空之体，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弟子，就不应该和圣主老大顶嘴。于是萧云点头说道：圣主放心，此番我一定会斩杀了那位时空之体，让他们太初圣地损失惨重。很显然，萧云不是一个优秀的弟子，他是一个超级优秀的弟子，因此不怕和圣主顶嘴。混沌圣地圣主和诸位太上长老再度一脸无语，他们觉得萧云这个弟子什么都好，就是太自信了，一介凡体居然连时空之体这样的至尊体都敢不放在眼里，真是。好了，你先回去好好修行吧。半晌，混沌圣地圣主实在无法和萧云交流了，便挥手让他告退。圣主放心，我回去后肯定努力修炼，明年必定斩杀太初圣地那位时空之体。萧云点了点头，随即牵着林小雅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大殿。大殿内，
一众太上长老都是一脸无语的看着他的背影。混沌圣地圣主摇摇头，叹道：“这混沌经不仅修炼难度大，还影响人的性格。当年的帝天在修炼了混沌经之后，也是如同萧云这般傲气冲天，满脸自信，真不知道是好是坏。”一位太上长老笑呵呵说道：“圣主不必担心，我觉得萧云也许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刚才我们也都看到了，他竟然在短短2-3个月之内就把3门超级战技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而且他还将其中的太极神掌给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有如此强大的悟性，说不定他将来真的能够练成混沌经，铸就那举世无敌的混沌体。”混沌圣地圣主眼神一动，满脸期待道：“如果他真的能够铸就混沌体，那我们混沌圣地就真的崛起有望了。”混沌圣地山门外，万阳辉、谢玉龙、福妙童3人驾云离去。在云上，谢玉龙和福妙童一脸羞愧地低着头：“长老，弟子无能，给我们太初圣的丢脸了，还请长老责罚。”万阳辉摆摆手，沉吟道：“此番非战之罪，那个萧云已经踏入了4境领域，拥有50万斤力量，不是你们暂时能够抗衡的。”谢玉龙面色凝重道：“此人真的是很强，明明一介凡体，居然能够踏足4境领域，不仅将3门超级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还将其中的1门战技给推演到了究极境界。”万阳辉面露不屑之色，他冷笑道：“你们还是太嫩了，不知道悟性也是可以增强的，但是有副作用。比如说用悟神丹，在每个境界用1次悟神丹，那不会造成什么副作用，但如果使用3次以上悟神丹，就会有很大的副作用。那个萧云才进入混沌圣地短短2-3个月，又怎么可能练成3门超级战技？肯定是他多次使用了悟神丹。”谢玉龙愕然道：“混沌圣地怎么会让他这么做？这不是在毁灭一个妖孽吗？”“什么妖孽？”万阳辉冷哼一声，不屑道：“他就是一介凡体而已，我用慧眼看得清清楚楚，他是一点资质都没有，最多在悟性上面有点天赋，因此混沌圣地才利用悟神丹将他打造成一个妖孽，为的便是进入真龙巢，替他们混沌圣地寻找一些天才地宝。反正就算有什么副作用，他们也只会失去一个凡体，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谢玉龙和福妙童顿时恍然大悟，不得不说，没有混沌中9响的事实，无论换成哪一个高手看到萧云，都不会认为他是天才，毕竟他的资质太差了。而混沌中9响，万阳辉毕竟没有亲眼所见，自然会有所怀疑。他觉得这可能是混沌圣地在故弄玄虚，故意壮大声威而已。只听万阳辉继续冷笑道：“能够踏入4境领域就已经凡体的极限了，他就算再怎么使用悟神丹，也不会再变强了。仅仅如此实力，在我们太初圣地炼体境界之中，也无法进入前3。等进入真龙巢之后，再将其灭杀，让混沌圣地的计策功亏一篑。”谢玉龙和福妙童点了点头，他们可是见过门内那些强大的妖孽，尤其是排名第1的那位时空之体，简直就是无法战胜的无敌者。萧云肯定不是其对手。地风，萧云回来之后便开始查看自己的顿悟系统。原本他还有23次顿悟机会，这次击败2位太初圣地的天才，又装了1次币，增加了3次顿悟机会，所以他现在一共还有26次顿悟机会。接下来该把其他3门超级战技也给推演到究极战技境界了。萧云暗暗想到，有这么多的顿悟机会，暂时已经够他用了，所以他准备把剩下的9转霸权、神风步、万刀归海这3门超级战技也给推演到究极战技境界。如此一来，他就会再次增加20万斤力量，达到70万斤力量，这也是他目前所能够达到极限。再想要突破，那就只能等他去真龙巢里面闯荡了。徒儿，正当萧云准备推演战技的时候，帝天来了。萧云连忙站起来，迎着帝天进来。待得2人坐下之后，帝天看向对面的萧云，笑着问道：“怎么样？这次见到太初圣地的天才，有何感想？”萧云沉吟道：“太初圣地的天才的确比我们强，仅仅是炼体境界排名第9、第10的天才，都能横扫我们混沌圣地炼体境界的弟子，只有我能够击败他们。楚金霄和师妹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很正常。我听说这次他们还有一位闪电体来了，那虽然只是王体，但也比凡俗体质强太多了。”帝天感叹道。萧云微微笑道：“师尊，即便他们再强，也是弟子的手下败将。”帝天一脸欣慰地看着萧云，随即又想起了什么，面色严肃道：“我听说圣主说了，太初圣地这一带还出现了一位时空之体，这可是至尊体。你进入真龙巢之后，一定要小心提防此人。”萧云拍着胸口，一脸自信地说道：“师尊，难道你对弟子没有信心吗？要不了多久，弟子就会拥有70万斤的力量，就算他是至尊体，我也有把握将其击败。”帝天摇头道：“你太小看了至尊体的能力，至尊体不仅代表着他拥有强大的天赋，还有至尊体所带来的特殊能力。就像这次的闪电体，你应该尝到了他闪电的厉害了吧？”萧云闻言，面色微微凝重起来，沉声道：“不错，那个谢玉龙的闪电体的确很厉害，每一招一式都带有闪电的附加攻击，而且速度奇快。若非他只有30万斤的力量，而我有50万斤的力量，恐怕我想要击败他也不会这么容易。”帝天点了点头，随即面色无比严肃，他沉声道：“这就对了，那个谢玉龙还只是闪电体，而时空之体比闪电体可强大多了。据为师所知，拥有时空之体的人天生就掌握着时间和空间的力量。
时间和空间是什么力量？想必徒儿你也知道，在他面前，闪电体的速度就是一个笑话，他的速度远比你要快得多。同时，他还能操控时间，减慢你的速度。帝天看着萧云，一脸凝重地说道。萧云一愣，随即一脸愕然道：“他就算拥有时空之体，也才仅仅是炼体境界，不可能拥有操控时间和空间的力量吧？时间和空间，那可是强大的法则之力，只有圣人才能涉及。萧云可不认为一个炼体境界的修炼者就能够掌握这两种力量。呵呵，看来你还是不了解至尊体啊。”帝天听到萧云的话，不由得摇头苦笑道：“至尊体之所以被称之为至尊体，就是因为这种特殊体质太恐怖了，拥有他们的人天生就能操控一些可怕的能力。当然，现在那位太初圣地的时空之体肯定无法操控很强的时间力量与空间力量，但哪怕他仅仅能够操控一点点时间与空间的力量，都足以让他在炼体境界横扫一切敌人了。”萧云闻言沉默了片刻，时间与空间的力量，这简直是无解呀！常言道，空间为王，时间为皇，更何况时空之体还是集合了这两种力量，简直就是无敌了。师尊，那我该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抵挡住他的时间力量和空间力量？半晌，萧云抬起头，面色凝重地向帝天请教道。他相信帝天既然过来，肯定不仅仅是来吓唬他的，必然会传授他对抗至尊体的方法。果然，只见帝天笑着说道：“想要对抗时空之体很难，但他现在终究只是炼体境界，可以操控的时间力量和空间力量肯定不强，所以这就给了我们抗衡他的可能。”哦，请师尊指教。萧云顿时眼睛一亮。帝天微笑道：“时间有时间加速和时间减速，还有时间停止这三种最基础的能力。不过，以我推测，他现在只能勉强掌握了时间加速，而且还只能对他自己加速。但是即便如此，再加上他空间方面的天赋，就足以让他拥有最可怕的速度了。所以，你想要与他抗衡，那就要先限制他的速度。”萧云点了点头，觉得帝天说的很有道理，但他疑惑道：“限制速度？可是师尊，我已经练成了神风步，就算我把神风步推演到究极战绩境界，恐怕我的速度也就和那位闪电体相当，比之时空之体还差不少吧？”“不是差不多，是差太远了。”帝天摇头道：“在同境界，时空之体的速度比闪电体的速度快了100倍。”萧云闻言瞪大眼睛，满脸不敢置信道：“差距竟然有这么大，这还怎么斗？谢玉龙闪电体的速度，萧云就已经见识过了，比这速度还要快100倍，那岂不是连影子都看不到了？就跟瞬移一样，这还怎么打？恐怕到时候他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只能被动防御了。要不然怎么叫至尊体呢？”帝天叹道：“无论是时间的加速，还是空间的缩地成寸，都是可以提升速度的力量。这两叠加之下，自然也就让时空之体拥有了无与伦比的速度，在同境界之中，几乎没人可以与他抗衡。”萧云一脸无语道：“那我还怎么跟他斗？如何限制他？”帝天微微笑道：“徒儿不要着急，我既然说有办法，那自然有办法。其实想要限制他的速度，有很多种办法。第一种是远程攻击，增强你的远程攻击力，在他没有接近你的时候，你就先攻击他，让他无法靠近你。第二是提升你的防御力，只要你的防御力增强了，就能够暂时挡住他的攻击，那你就有时间与他拉开距离，再用远程攻击对付他。第三是阵法，用临时布置一些阵法，无论是攻击阵法还是防御阵法，亦或者是困锁类阵法，都能有效的限制时空之体的速度。但是阵法有个缺陷，那就需要提前布置，这个你得记好了。第四，音波攻击，这是一种利用声音与力量结合，用来震慑和冲击敌人，让敌人心神震颤，实力大减，速度自然也会被削弱。帝天说完，看向面前一脸惊呆的萧云，笑着说道：“只要你能够将这些手段都拥有了，那你就能对抗那位时空之梯了。”萧云苦笑道：“这也太多了吧？您老还是直接告诉我要怎么做吧。”帝天大笑一声，随即一挥手，丢来几本书，笑道：“这些东西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分别是3门超级战技和3种阵法，只要你有本事将它们全给学会了，那你就能够对抗时空之体。”萧云顿时朝着面前的6本书看去。帝天给萧云的3门战技分别是小李飞刀、金钟罩和龙威，至于剩下的3门阵法，分别是乱空阵、锁龙阵和8门困锁阵。萧云看完之后点了点头，仅仅3门超级战技和3种阵法，依靠他的顿悟，在1年内学会完全不成问题。徒儿，若非知道你悟性惊人，我也不敢推荐你修炼这么多超级战技和阵法。帝天苦笑道：“其实这些东西也就在炼体境有用，到了聚气境、神桥境以后就用不着了，所以其他人根本不会在炼体境学习太多东西。”萧云笑着说道：“师尊放心，以我的悟性，这些东西我1年之内完全可以学会，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帝天点了点头，他也是知道萧云悟性变态，否则绝对不会把这些东西交给萧云的。当下，帝天给萧云介绍这几门超级战技，他说道：“这门小李飞刀是暗器招数，同时也是远程攻击战技，无论他速度再快，你完全可以先一步射出飞刀。还有这金钟罩，乃是我们混沌圣地一位前辈观摩混沌钟之后创出的大神通，现在给你的只是简化版，真正的金钟罩不是战技，而是一门大神通，威力非常恐怖，所以你要好好在这门战技上面下功夫，
以后再修炼完整版的金钟罩。最后这个龙威也算是远程攻击，它是音波战技，能够模仿真龙怒吼的声音，从而爆发出恐怖的音波攻击，能够让万兽臣服，让敌人心神震颤。听了帝天对这3门超级战技的介绍，萧云顿时眼睛一亮。不得不说，这3门超级战技的威力的确很强大，而且与他之前学习的战技配合起来，那便让他的实力更上一层楼。随后，帝天又给萧云介绍了那3门阵法，都是困锁类的阵法，而且布置方式很简单，很实用。做完这一切，帝天就离开了。萧云目送着帝天离去，心中充满了感动。他知道帝天是担心他的安危，所以才耗费心力替他找来这么多东西，让他有资格对抗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果然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萧云微微笑，随即萧云拿起面前的战技，便开始修炼。一共3门超级战技，萧云将其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足足耗费了6次顿悟机会。此外，萧云还将之前准备修炼的神风步、九转霸拳、万刀归海也给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又耗费了3次顿悟机会。最后，那3种阵法也被他使用3次顿悟学会了。这一波下来，萧云足足耗费了12次顿悟机会。继上次修炼混沌经之后，这应该是我耗费顿悟次数最多的一天了。次日清晨，萧云睁开眼睛，便马上查看自己的顿悟系统。此时，他的顿悟次数就只剩下14次了。好在他暂时也用不着顿悟了，所以也不着急。接下来的时间便开始实战训练吧，萧云暗暗想到。毕竟学会战技是一方面，但是想要真正发挥出这些战技的威力，那还需要实战的训练。要知道战斗的时候，形势是千变万化的，不是让你在舞台上按部就班的表演一门门战技。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战技，那都是一次次战斗经验所磨砺出来的技巧。所以，萧云现在需要更多的战斗来提升自己的战斗经验，从而消化这些学会的超级战技。丁，最新任务：冲击乾隆榜，进入前50名，奖励1次顿悟机会；进入前10名，奖励3次顿悟机会；进入前3名，奖励5次顿悟机会；名列第1名，奖励10次顿悟机会。突然，萧云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有新任务了。萧云顿时眼睛一亮，刚好他消耗了一波顿悟，现在又有机会补充了。不过，这乾隆榜又是什么东西？萧云毕竟才加入混沌圣地不久，对混沌圣地了解的并不是太多。不过没关系，老实说，不懂就要问。萧云马上起身去寻找福伯了。像这种小事情，他一般不会打扰帝天，毕竟自己这个便宜师尊寿元不多了，还需要时间来冲击天境，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还是不要去打扰他最好。更何况福伯在混沌圣地待了这么多年，有什么不知道，直接去找他就可以了。天殿旁边的一座宫殿之中，福伯正在指点林小雅修炼神风步。如今林小雅已经把牵引鞭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再想要提升实力，那就只能修炼超级战技了。而之前败给福妙童，也让林小雅心中不爽，越发想要修炼超级战技，所以福伯才传授了这门神风步给他。以你的天赋，修炼超级战技还是太勉强了，恐怕需要10年才能修炼到圆满境界，简直是在浪费时间。福伯看着面前施展神风步的林小雅，不由得摇了摇头。林小雅闻言满脸无语，师兄他1天就学会了，我居然要耗费10年时间，这差距也太大了吧。福伯叹道，这就是天才和凡人的区别，你呀，等在真龙巢之中跟少主混一些天才地宝，提升个1-20万斤力量后，就马上晋升聚气境吧，不要再练体境耽误时间了。师尊，弟子明白，我才不会再练体境耽误太多的时间，否则以后连师兄的尾巴都追不上了。林小雅乖巧的点了点头。这时候萧云走了过来，笑着说道，小雅，我什么时候有尾巴了？师兄。林小雅看到萧云，顿时一脸高兴的说道，师兄，你也修炼了神风步，快来指点我修炼神风步吧。萧云点了点头说道，好，等我问福伯一些事情后，再来指点你修炼神风步。他现在的神风步已经达到了究极战技境界，单论对这门神风步的理解，他绝对不比福伯逊色，指点林小雅也足够了。少主，可是遇到了什么问题？福伯在一旁笑着问道。萧云微微笑道，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关于乾隆榜的事情。乾隆榜？福伯一愣，随即笑道，这是外门弟子中的一个榜单，只有最强的100名外门弟子才能进入这个榜单，但凡能够名列乾隆榜的外门弟子，都会受到我们混沌圣地的重点栽培，拥有比其他外门弟子更多的修炼资源。那我也可以去挑战这个榜单吗？萧云顿时问道。福伯哑然失笑道，当然可以，外门弟子就是炼体境和聚气境的修为，不过少主你是太上长老弟子，本身拥有的修炼资源就比他们多，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再去闯乾隆榜。福伯，我需要实战来提升自己的战斗经验。萧云说道。福伯顿时恍然大悟，沉吟道，少主说的不错，您马上就要去真龙巢了，的确要多一些实战训练，否则一身战力都无法全部发挥出来。听着很有意思啊，师尊，我也要去挑战乾隆榜。林小雅在一旁一脸兴奋地说道。福伯点了点头，随即召来一朵云，载着萧云与林小雅离开了地峰。在途中，福伯还一边给萧云和林小雅讲解挑战乾隆榜的规矩。挑战乾隆榜
并不是直接去挑战那些登上乾隆榜的弟子，而是只要进入幻魔塔，挑战他们在其中留下的幻影分身即可。福伯说道。萧云疑惑道：幻魔塔这是干什么的？这个我知道。一旁林小雅连忙举起手，笑嘻嘻地说道：师兄，幻魔塔非常神奇，那里面有历代混沌圣地最强者留下的幻影分身，可以让我们和那些历代的最强弟子们切磋，从而提升战斗经验。福伯在一旁点头道：不错，幻魔塔能够留下你们在其中战斗的幻影分身，咱们混沌圣地历代的最强弟子都有幻影分身留在幻魔塔之中，而这一届乾隆榜的前100名也有幻影分身留在其中，你到时候直接挑战他们的幻影分身即可。萧云闻言恍然大悟，随即笑道：这幻魔塔倒是有意思，这么说，如果我能够打败那些乾隆榜高手，那我的幻影分身也会留在其中，给以后的弟子们挑战。对，福伯笑着点了点头，随即继续说道：只要你没有超过聚气境，你的幻影分身就不能够一直保持着，但如果你打败了那些历代最强弟子，那么你的幻影分身就会一直保留到永远，让无数年以后的弟子都能看得到。萧云顿感兴趣，笑道：这样很不错，可以让后辈弟子瞻仰我的绝世风采。师兄，有你这么夸自己的吗？林小雅撇嘴道。福伯微微笑道：少主，想要打败那些历史最强弟子可不容易，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纵横了一个时代的霸主，每一个都是天之骄子，这样才更有挑战性。萧云满脸自信。福伯驾云的速度非常快，仅仅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就抵达了幻魔塔。萧云凝目望去，只见一座比星辰阁还要巨大无比的宝塔，耸立在一座山峰上面，它吞云吐雾，仙光缭绕，气势巍峨。这座宝塔真大！萧云和林小雅皆是满脸震撼。福伯一脸自豪道：这可是一件威力巨大的圣兵，圣人如果亲自催动这件圣兵，都能够将一座王国笼罩进去。萧云闻言再度被震撼了，他就是来自一个小王国，当然知道王国有多么大，那可是足足有上百座城池，近10亿的人口啊！难怪都说圣人之下皆是蝼蚁。萧云心中震撼不已，他现在越发想要成圣了，他可不想成为蝼蚁。咻！说话的同时，三人已经降落在幻魔塔大门前。这里来来往往的弟子非常多，远比星辰阁都要热闹，就跟一个菜市场一样热闹。福伯笑着说道：我们混沌圣地有规矩，只有达到神桥境才能外出历练，所以外门弟子们想要提升战斗经验，那就只能来幻魔塔了，因此这里非常热闹。萧云点点头，随即他看到幻魔塔旁边有14块巨大的黑白两色石碑，不由得一脸好奇地问道：福伯，这些石碑是干什么用的？跟星辰阁那里的测试战力的石碑一样吗？福伯摇头笑道：这些石碑可不是测试战力用的，而是用来记录名字的，其中那4块白色的石碑分别记录着当代乾隆榜、升龙榜、真龙榜和圣榜的最强弟子，而那10块黑色石碑则记录着历史上从炼体境到天境的最强者。萧云闻言顿时一脸感兴趣地说道：听说我师尊是混沌圣地排名第1的太上长老，战力很强，不知道他名列超凡境第几名。说罢，萧云就朝着其中的一块黑色石碑走去。福伯也笑盈盈地跟了上去。这块黑色石碑上记录着混沌圣地历史上最强100名超凡境，每一个都是闪耀一个时代的强者。萧云朝着面前的石碑看去，他第一眼就看到了排名第1祖师爷。福伯察觉到萧云的目光，笑着说道：祖师爷是混沌体，横扫诸天世界，举世无敌，所以这里的10块石碑他都是名列第1名。混沌体真是恐怖。萧云闻言心中一阵火热，他越发想要铸就混沌梯了，到时候他也能够这般强大。随即萧云继续往石碑下的名字看去，都是一些陌生的名字，直到最后1名，也就是第100名的时候，他才看到自己便宜师尊帝天的名字。萧云顿时一脸愕然道：怎么可能？我师尊不是在混沌圣地排名第1吗？听说都能越级抗衡天境的强者，他怎么会只排名第100？福伯叹道：这很正常，毕竟我们混沌圣地存在了无数岁月，出现的天才数不胜数。老主人他能够进入这个榜单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至少在如今的混沌圣地之中，也唯有老主人一人能够进入这些石碑排名。萧云暗暗震撼不已，这就是历史上的最强弟子吗？真是太恐怖了，像帝天那般强者都只能勉强进入这个榜单，真不敢想象那个排名第1的祖师爷该有多么强大。难道能够越2级对抗圣人吗？总有一天我也要进入这些石碑排名。萧云心底暗暗发誓。福伯在一旁说道：少主，该进入幻魔塔了。萧云点点头，随即和林小雅一起走进幻魔塔，而福伯则留在外面，紧紧盯着其中的一块白色石碑，这上面记录着当代乾隆榜的100名弟子。而福伯相信，以萧云的实力，很快就能够进入这个榜单。幻魔塔，萧云刚刚进入幻魔塔，整个人就忽然出现在一片黑色的大地上，头顶上空是白色的天空，周围什么都没有，跟他一起进来的林小雅也消失不见了。这是什么地方？萧云满脸疑惑，不过他并没有害怕，毕竟这里是混沌圣地，他不可能会在这里碰到什么危险。这里是幻魔空间，只要一进入幻魔塔，就会被传送到此地。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在萧云耳边响起，萧云顿时环顾四周，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别找了，我是幻魔塔的器灵，你可以叫我幻魔。那个冰冷的声音再度传来，萧云顿时恍然大悟，
他之前就听福伯说了，幻魔塔是一件强大的圣兵，那自然拥有气灵。萧云当即开口说道：“幻魔，我要挑战乾隆榜。”好，现在就给你传送乾隆榜第100名弟子的幻影分身，只要你能够将其击败，便可取而代之，成为乾隆榜第100名。幻魔淡淡说道。随后，萧云便看到面前光芒一闪，一个穿着混沌圣地外门弟子服饰的年轻人出现了。在下灵杰，请指教。这个年轻的外门弟子看了萧云一眼，便立刻朝着萧云一剑杀来，顿时剑气四射，剑光耀眼夺目。聚气境，萧云眼睛一眯，瞬间便知道这是踏入了聚气境的高手。这也很正常，毕竟乾隆榜收拢了炼体境和聚气境的最强100名，一般炼体境又怎么可能跟聚气境抗衡呢？要知道，聚气境的高手已经能够炼化灵气为灵力，使用灵力催动战技，威力更上一层楼。不过，聚气境的灵力非常弱，萧云自认为肉身强大，所以丝毫不惧，他直接站在那里不动，硬生生扛住林杰的剑气攻击。吃吃，林杰的剑气轰击在萧云的身上，连萧云的肉身防御都没有突破。他拍打了一下衣服上的灰尘，满脸不屑道：“这就是聚气境吗？才仅仅15万的力量，他现在拥有70万斤的力量，肉身强大无比，自然可以无视15万斤力量的攻击。”轰！萧云摇摇头，随即施展神风步，一拳就把对面的林杰给打爆了。这个聚气境实在太弱了。与此同时，一道洪亮的声音从幻魔塔内传出，传遍了整个山峰。恭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名列乾隆榜第100名，声音无比响亮，传遍了整个山峰，令得无数前来幻魔塔的弟子们纷纷一怔。是萧云！萧云竟然来幻魔塔了，他不是太上长老弟子吗？根本没必要挑战乾隆榜吧？太厉害了，他才仅仅炼体境界，居然就能击败聚气境的林杰。那林杰可是已经达到了聚气境巅峰了。听说踏入竞技领域的妖孽能够越级击杀敌人，果然没有说错。不知道萧云能够闯到第几名？幻魔塔外面顿时一片哗然，越来越多的人朝着福伯面前的石碑涌来，他们都想要知道萧云能够闯到第几名。那个林杰居然这么强！幻魔塔内，林小雅一脸郁闷地走了出来，来到福伯面前，满脸羞愧道：“师尊，弟子给你丢脸了，连第100名都没有打进去。”福伯微微笑道：“第100名就已经是聚气境巅峰的弟子，你和他相差一个大境界，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唯有踏入竞技领域，才能越级击败对手。”林小雅闻言顿时问道：“师兄早已经踏入了竞技领域，他应该击败了那个林杰了吧？”福伯点了点头，随即指着面前的石碑，笑着说道：“少主已经名列第100名了。”林小雅顿时朝着面前的白色石碑上看去，瞬间就看到了最后一排，萧云这个名字正释放出耀眼的金光。林小雅顿时一脸高兴道：“不愧是师兄，不知道这次他能够打到多少名？”福伯也是一脸期待的看着面前的石碑。此时围过来观望的人越来越多，将这里围堵得水泄不通，一个个混沌圣地的弟子全都瞪大眼睛，紧紧盯着石碑上的萧云名字看去。大家都在等待萧云继续冲关。幻魔塔内，萧云击败林杰之后，不由得问道：“幻魔，聚气境的弟子怎么会这么差？他才刚刚踏入聚气境吗？”幻魔淡淡说道：“林杰已经踏入了聚气境的巅峰境界。”萧云闻言一愣，随即有些不可思议的说道：“怎么可能？聚气境巅峰就这么弱吗？”幻魔淡淡说道：“炼体境晋升聚气境，每突破一个小境界，力量都会翻1倍。从聚气境初期到中期、后期、巅峰和圆满，一共5个境界。林杰在炼体境拥有3万斤力量，所以他达到聚气境巅峰之后，只有15万斤力量，5倍。”萧云闻言一脸震撼，有些不敢置信的说道：“那我现在拥有70万斤的力量，等我达到聚气境巅峰之后，岂不是拥有350万斤力量？这和那些普通弟子的差距也太大了吧？”幻魔淡淡说道：“在炼体境打造的根基越浑厚，突破聚气境后的实力自然也就越强大。”萧云疑惑道：“那为什么林杰仅仅3万斤力量就急着突破聚气境了？他傻了吗？”幻魔淡淡说道：“林杰资质有限，他在炼体境已经耽误了数年时间，如果再继续拖延时间，他以后的成就便很有限，所以他不想在炼体境界浪费太多的时间。”萧云恍然大悟，炼体境再强大，也比不过神桥境，一些资质差的弟子的确不想在炼体境浪费太多的时间，这就是天才和凡人的区别。萧云沉吟道：“这次给我来排名第50的吧。”如你所愿，幻魔淡淡说道。下一刻，萧云面前光芒一闪，一名年轻的外门弟子便出现了。“在下王妃，请指教。”来人朝着萧云点了点头，便不再废话，直接朝着萧云杀来。萧云也知道这些人都只是幻影分身，不是本人，不可能和他们交谈，所以萧云也马上出手。这次萧云没有试探了，他直接挥舞着9转霸拳杀了过去，仅仅2、3拳就把这个王妃给击杀了。这家伙应该是在炼体大成的时候突破到聚气境的，只有25万斤的力量。萧云看着消失的王妃说道。但就在此时，萧云突然收到了系统的消息：宿主晋升乾隆榜第50名，奖励顿悟机会1次。宿主引起惊呼，造成轰动，奖励顿悟机会3次。看到系统的消息，萧云顿时一愣，但随即就释然了。自己这次一下子冲到了第50名，
外面肯定引起了轰动。其实萧云猜的没错，此时幻魔塔外早已经是一片哗然了。因为当萧云这个名字从第100名消失的时候，在场的人便开始搜寻他的名字了。消失了，萧云又提升了名次，快找找看在哪里，不在90名内，也不在80名内。天啊，他这次到底提升了多少个名次？在第50名，我的天啊！一次性冲到第50名，这是何等的实力啊！能够达到第100名的都是聚气境巅峰的强者，排名第50的已经强得变态了，居然还不是一个炼体境的对手。围观的人一片震撼，林小雅也是满脸震惊，不敢置信道：师尊，师兄这也太强了吧！他和第100名的林杰战斗过，知道林杰的战力很强，但是林杰也仅仅排名第100名，和第50名的差距不用想就知道很大。福伯微微笑道：聚气境巅峰仅仅比炼体境多了5倍的力量，像你拥有10万斤的力量，达到聚气境巅峰之后也只有50万斤的力量，到时候依旧不是少主的对手。林小雅恍然大悟。幻魔塔内，萧云又开始挑选对手了，这次他直接挑选了乾隆榜排名第10的对手。只见面前光芒一闪，一个气势不凡的年轻人出现了，他一脸傲然地看了萧云一眼，敢挑战我张云，简直不自量力。萧云一愣，随即问道：幻魔，这家伙有思想吗？幻影分身没有思想，这些话语都是他结束挑战之后自己留下来的，等你挑战结束之后，也可以给自己的幻影分身留下一句话。幻魔淡淡说道。萧云恍然大悟，这样看来，这个叫做张云的外门弟子有些太傲了。不过没关系，他萧云专治各种不服。当下，萧云直接挥舞着9转霸拳，施展着神风步，将面前的张云先给痛扁了一顿，然后才将他给击杀了。宿主晋升乾隆榜第10名，奖励顿悟机会3次。宿主引起惊呼，造成轰动，奖励顿悟机会3次。系统又来消息了。萧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系统，发现自己这次一下子增加了6次顿悟，他的总顿悟次数已经达到24次了。太爽了，以后要多多来幻魔塔闯关，这样就能多收割一些顿悟次数。萧云暗暗想到，他发现幻魔塔真是一个好地方，这里有各种榜单可以闯，只要他能够继续提升排名，就能继续引起轰动，自然也就可以增加顿悟次数了，真是一个好地方。幻魔，给我来乾隆榜排名第3的吧。萧云接着说道。系统任务：击败乾隆榜第3名，可以奖励5次顿悟。萧云这次准备多收割一些顿悟次数，因为他想要修炼混沌经，铸就混沌体，所需要的顿悟次数实在太多了，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如你所愿，幻魔淡淡说道。随即，一个年轻的外门弟子便出现在萧云的面前了。在下卢浩初，请指教。面前的年轻人朝着萧云点了点头，随即便出手杀向萧云。萧云与他试探了一下，发现这个卢浩初拥有45万斤的力量，这说明他是在炼体境圆满时突破到聚气境的，这样的人已经可以称之为天才了。不过比起萧云还是太差了，没过片刻就被萧云给击败了。毕竟70万斤对45万斤，差距实在太大了。萧云非常顺利地晋升到了乾隆榜第3名。萧云击败第10名的张云了，竟然连排名第3的卢浩初也败了，他可是拥有45万斤战力啊！接下来萧云应该会挑战排名第2的张静了，那是炼体极境踏入聚气境的，现在拥有50万斤战力。与此同时，幻魔塔外早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惊呼声接连响起。这是因为萧云挑战乾隆榜的消息已经在混沌圣地内传开了，许多混沌圣地的弟子都过来看热闹，甚至连那些名列乾隆榜的弟子也早就过来了。像人群中的林杰，原本名列乾隆榜第100名，现在已经掉到101名了。他看着石碑上的萧云名字，一脸惊叹道：不愧是令得混沌中享久生的超级妖孽，竟然在炼体境界都有如此强大的战力。人群中还有排名第10的张云，他似乎想到了自己当初留在幻魔塔中的狂妄之语，顿时满脸尴尬。排名第3的卢浩初对旁边排名第2的张静说道：张师兄，你仅仅比我多5万斤战力，恐怕也不是萧师兄的对手。张静淡淡笑道：萧师兄恐怕不会挑战我，他肯定会挑战第1名。说罢，两人都转头看向不远处的一个年轻的紫裙女子，她就是名列乾隆榜第1名的席春雨，如今外门弟子当中鼎鼎大名的存在。而且席春雨不仅天赋强大，还有着一张绝世容颜，所以她在混沌圣地内的名气很大。据说席春雨的倾慕者连在一起都可以绕幻魔塔10圈，而且还有传言，似乎有一位混沌圣地的圣子看上了席春雨，正在追求席春雨，所以席春雨所在的地方便是万众瞩目的地方。不少人看了看席春雨，又看了看面前的石碑，顿时议论纷纷起来。萧云马上就要挑战席春雨了，不知道能不能击败席春雨。应该不可能吧，据说席春雨拥有75万斤的战力，萧云除非踏入了7境领域，否则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若是成功了，那就太震撼了，炼体境界名列乾隆榜第1名，这在我们混沌圣地的历史上能够做到的，恐怕也是屈指可数吧。众人议论纷纷。不远处，席春雨身穿紫色长裙，乌发轻扬，水珠洒落，堪称一代尤物。他眨着美眸，也在紧紧盯着乾隆榜的石碑看去。萧云，
席春雨盯着石碑上萧云的名字，美眸流转异彩。他一张俏脸上肌肤雪白，显得光彩动人。对于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毕竟萧云令的混沌钟响了9声，早已经让他名传整个混沌圣地。更何况在不久前，萧云还踏入了禁忌领域，再次让他扬名整个混沌圣地。对于这个自愿放弃神子身份的年轻人，混沌圣地的弟子对萧云的印象，从一开始的白痴已经变为敬佩，再升级为仰慕了。只有这样的人才值得我跟随，李不凡比他差远了。席春雨似乎想起了什么，随即俏脸上羞红一片。幻魔塔内，萧云击败了排名第3的卢浩初之后，便开始挑战排名第1的外门弟子了。随着一道光芒闪烁而过，一个身穿紫色长裙、容颜绝世的年轻女子便出现在萧云的面前。萧云顿时一愣，他没想到乾隆榜排名第1的外门弟子竟然是个女子，而且还是这么漂亮的女子。我席春雨发过誓，如果谁能够击败我的幻影分身，我就当他的追随者。紫裙女子缓缓说道，她黑发轻舞，容颜如玉，眸子熠熠生辉，光彩动人。萧云听完之后不由得满脸愕然，他没想到这个席春雨竟然在幻魔塔内留下这样的一句话，他难道就不怕一个丑八怪击败了他吗？不过这个席春雨已经达到了聚气境巅峰境界，随时都能突破到神桥境，所以就算有什么人可以击败他，他都能够抢先一步晋升神桥境。届时他的幻影分身就会自动在幻魔塔内消失了。这丫头还真有趣。萧云对这个席春雨不由得产生了一丝好奇，而且这个席春雨实在太漂亮的，如果她师妹林小雅是8分美女的话，那么这个席春雨绝对是10分美女。萧云是个性取向很正常的人，看到这样的绝世美女，说不心动是假的。不知道当我击败她后，她会不会真的选择跟随我？萧云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丝期待。就在这时，席春雨已经朝着萧云杀来了。雨丝！只听席春雨轻喝一声，一根银针便在红色金刚线的牵引下，笔直的朝着萧云击射而来，速度快如闪电。竟然是暗器太极神掌！萧云心中一惊，连忙施展太极神掌，抵挡着席春雨的攻击。咔嚓，银针顿时刺进了萧云的太极图之中，一丝丝裂缝瞬间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出去。萧云瞳孔一缩，一脸震惊道：“居然有75万斤的力量！此女在炼体境界已经超越了极境，差一点迈入了一境领域。”当下，萧云再也不敢大意，他连忙施展另一门防御类超级战技金钟罩。顿时，一座金色的大钟便将萧云给笼罩住了，抵挡住了席春雨的银针攻击。细雨绵绵，席春雨一招无功，再度袭杀而来。他挥舞着仙剑细手，玉指轻轻弹动，顿时一根根银针如同春天的细雨绵绵一样朝着萧云杀来。小李飞刀！萧云知道自己不能被动防御，否则他绝对不是这个席春雨的对手。毕竟对方拥有75万斤的力量，比他还多了5万斤的力量。当然，仅仅5万斤的力量，到了他们这个境界，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这依旧会让席春雨占据一些优势。不过，萧云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他修炼了多门究极战技。这不是席春雨能够比拟的。席春雨只修炼了一门超级战技。刷刷刷，萧云挥手扔出一柄飞刀，将面前的金刚线全部切断，阻止那些银针的袭来。同时，萧云施展太极神掌和金钟罩，抵挡着席春雨的银针攻击。在多门究极战技的配合下，萧云总算是挡住了席春雨的一连串袭击。接下来便是我反攻了。萧云不是一个喜欢被动挨打的人，他大喝一声，施展出音波战技龙威。吼！如同真龙的怒吼声顿时从萧云的嘴中传出，震动整个虚空，令得周围的空间中都席卷出一波波涟漪。对面的席春雨显然被这恐怖的音波给震慑了一下，他冲过来的娇躯微微颤动了一下，手中射出的银针也偏离了攻击路线。好机会！萧云善于抓住战斗时机，立刻施展神风步。这已经被他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的神风步，让他整个人都化作一道闪电，在速度上足以媲美拥有闪电体的谢玉龙。咻！萧云瞬息之间便出现在席春雨身后，然后他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便是运转九转霸拳，狠狠的一拳轰击在席春雨的玉背上面。反正只是幻影分身，又不是他本人。萧云暗暗想到，如果是席春雨本人，他当然不会这么粗暴。宿主名列乾隆榜第1名，奖励顿悟次数10次。宿主引起惊呼，造成轰动，奖励顿悟次数3次。听到系统的声音，萧云顿时查看了一下系统，发现自己的顿悟次数已经达到45次了。这实在太爽了！这些顿悟次数，等他从真龙朝回来之后，必然会让他实力大增。祝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晋升乾隆榜第1名。幻魔塔内传来洪亮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山峰，顿时石碑附近的人全都沸腾了，一双双震惊的目光全都朝着乾隆榜第1排望去，那里有一个萧云的名字闪耀着璀璨的金光。萧云竟然直接去挑战第1名了，而且还成功了，太不可思议了！他竟然打败了席春雨，听说他的力量都已经达到了75万斤，萧云怎么可能会赢？连席春雨这样的高手都能越级打败，萧云恐怕已经踏入了7境领域。7境领域，这太震撼了！即便放眼整个修炼界，这样的天赋也是举世无双，足以和其他5大圣地的圣子们比肩了。众人不断惊呼，一片哗然。
那些外门弟子看到乾隆榜上萧云的名字，都是一阵无力。这个家伙在炼体境就把他们外门弟子中最强的100个聚气境高手都给打败了，这样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大到他们心中都生不起一丝嫉妒。毕竟人往往会嫉妒比自己稍强一些的人，但对于那些比自己强太多的人，他们就只会崇拜了。师尊，师兄他夺得第1名了，太厉害了！乾隆榜石碑前，林小雅一脸兴奋地对福伯说道。福伯也没想到萧云竟然能够打败席春雨，毕竟席春雨拥有的力量比萧云还要强一些，而且一个是聚气境，一个是炼体境，天生就有境界的压制优势。由此可见，萧云不仅修炼速度快，而且战斗能力也非常强大，同样的实力他都能取得胜利。真不愧是令混沌中享了9胜的绝世妖孽，老主人这次真的选对人了，少主他绝对可以铸就混沌体。福伯心中暗暗期待着。就在此时，不远处的人群中忽然传来一声大笑。有意思，萧师兄居然打败了席师姐。席师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当初在幻魔塔内留下话，说是如果谁能够击败你，你便选择追随于他。这句话顿时引爆了全场，周围原本平静下来的人群中不由得再次沸腾起来。而站在人群中原本就万众瞩目的席春雨，此刻更是越发万众瞩目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他望来。席春雨竟然在幻魔塔内留下这样的话，萧云已经打败了席春雨，那岂不是席春雨真的要追随萧云？听说我们混沌圣地有一位圣子看上了席春雨，这下子有意思了。圣子威势无双，地位崇高，萧云现在已经不是神子了，就算他遇到了圣子也要低头吧。这下有好戏看了。众人议论纷纷。人群中，席春雨微微皱起秀眉，他朝着说话的那人看去，发现那人正是乾隆榜排名第10的张云，顿时俏脸一冷，哼了一声。张云这个人他也清楚，在外门弟子当中一直嚣张跋扈，曾经调戏一个外门女弟子，被他教训了一顿，因此怀恨在心。这次张云给他找麻烦，未尝没有报复的心理。不过对于这样的跳梁小丑，席春雨懒得理会，反正他已经决定追随萧云，早晚会被人知道，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张云他是故意的。人群中，乾隆榜排名第3的卢浩初有些厌恶地看了不远处的张云一眼，冷哼道。旁边乾隆榜排名第2的张静冷笑道，他一向嚣张跋扈，心胸狭窄，当初调戏一个女弟子，被席师姐教训了一顿，所以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卢浩初点了点头，随即看向不远处的席春雨，眼中闪过一丝倾慕，感叹道，也不知道席师姐会不会履行诺言。他也经常去幻魔塔挑战席春雨，所以当然知道席春雨在幻魔塔内留下了什么话语。哪个少年不爱慕席春雨这样的绝世美女？所以就因为这句话，卢浩初拼命修炼，提升实力，可是依旧不是席春雨的对手。现在看到萧云击败了席春雨，他心中不酸是不可能的。一旁的张静也有这种心情，他也很倾慕席春雨，不过他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淡淡说道，像席师姐这样的天之娇女，恐怕也只有萧师兄才能配得上她，我们应该祝福她。卢浩初苦涩一笑，但也知道张静说的对，不过此事恐怕不会那么容易，毕竟那位圣子大人可是早就把席师姐视为禁�鸾，以他的身份地位，恐怕不会敬畏萧师兄。卢浩初随即似乎想起了什么，有些担忧地说道。张静面色微微一凝，随即眼中也有一些担忧，毕竟那位圣子的霸道，他是早有耳闻的。乾隆榜石碑前，林小雅听着周围传来的话语，顿时一脸不乐，她看向不远处的席春雨，圆溜溜的大眼睛中闪过一抹嫉妒，嘟嘴道，什么嘛，哪有女儿家发下这样的誓言，简直不知羞耻，一看她那副狐媚的样子，就知道不是个好女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林小雅得知席春雨这样的绝世美女要追随萧云，她心中就隐隐有些发酸。福伯瞥了林小雅一眼，他阅历丰富，自然看得出来林小雅早就对萧云有倾慕之心，只是林小雅年纪还小，又是第一次情动，所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是有些朦胧的感觉而已。福伯对此也不在意，他当初收下林小雅，本来就打算给萧云作伴的，不过福伯还是提醒道，小雅，像少主这样的绝世天才，天生就会吸引一些人追随，现在还只是一个席春雨，等以后少主实力强大了，他身边的追随者恐怕会布满整个地方。林小雅闻言顿时一脸无奈，他也知道自己师兄太优秀了，以后必然会吸引一些人追随。像混沌圣地的那些圣子，哪个不是有几十个追随者，其中排名前10的圣子追随者就更多了。林小雅也无法阻止这些，毕竟这些追随者也会增强萧云的势力，对萧云未来执掌混沌圣地有很大的帮助。祝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名列混沌圣地炼体境历史最强者第100名。突然，幻魔塔内传来一道洪亮的声音，将山峰上的所有人都给惊呆了。随即，幻魔塔旁边的一块黑色石碑上，一个萧云的名字突然出现，并且释放出耀眼的金光。众人见状，纷纷倒吸一口凉气。萧云竟然去挑战炼体境的那些历史最强者了，而且他还成功了。所有人心中顿时震撼不已。人群中，席春雨秀发随风舞动，美眸之中爆发出绚丽的异彩，紧紧盯着不远处那块黑色的石碑。卢浩初和张静也是一脸的目瞪口呆，满脸震惊之色。林小雅和福伯则是一脸惊喜的朝着不远处的黑色石碑跑去。这些石碑上记载的可都是混沌圣地历史上的最强者，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一个绝世天骄，
谁如果能够名列这个石碑，那绝对可以名留青史，哪怕无数岁月以后都会让人敬仰。幻魔塔内，萧云的确是在挑战炼体境的历史最强者了，因为在他击败席春雨夺得乾隆榜第1名之后，系统又给他发布了最新任务。最新任务挑战混沌圣地炼体境历史最强者，晋升第100名，奖励10次顿悟机会；晋升第50名，奖励30次顿悟机会；晋升第10名，奖励50次顿悟机会；晋升第3名，奖励70次顿悟机会；晋升第1名，奖励100次顿悟机会。这次任务的奖励比之前挑战乾隆榜还要丰厚得多，如何能够不让萧云激动？如果能够完成这次任务，说不定我立刻就能将混沌经给修炼到第108层，铸就混沌体。萧云心中激动无比，在击败排名第100的历史最强炼体境之后，他马上就对幻魔说道：“接下来我要挑战排名第50的。”如你所愿，幻魔淡淡说道。下一刻，一股气势不凡、威武霸气的年轻身影出现在萧云的面前。随着他的出现，虚空之中的温度都降低了许多，地面上都出现了许多寒气，让萧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看来这次还是一个特殊体质。萧云眼神顿时一凝，倒也没有惊讶，因为之前他挑战的第100名就已经是特殊体质的天才了，这也很正常，毕竟混沌圣地存在了无数岁月，出过的特殊体质天才肯定超过100个，所以萧云接下来遇到的对手大概率都会是拥有特殊体质的天才。轰！思忖之余，面前那个气势不凡的身影已经一拳轰击过来了，随着他的权势笼罩而来，周围的温度急速下降，就连萧云的身上都覆盖了一层冰霜，欲要冻结他的身体。玄冰体！萧云心中一惊，已经明白这个人的特殊体质是什么了。3阶王体玄冰体，虽然仅仅是3阶王体，但是眼前之人显然把玄冰体开发到了极致，再加上后天的努力，比起那些拥有2阶神体的天才都丝毫不弱。仅仅刚一接触，萧云便发现此人的力量很强，比太初圣地那个同样拥有3阶王体的谢玉龙强太多了。4进领域，此人的力量达到了50万斤。萧云一拳击飞面前这个玄冰体，眼中露出一丝吃惊。同样是3阶王体，谢玉龙这个闪电体仅仅拥有30万斤的力量，而此人却拥有50万斤的力量，孰高孰低，一显无疑。不过50万斤的力量对手萧云的70万斤，差距还是蛮大的。没有花费多少功夫，萧云便击杀了面前这个玄冰体，晋升到了炼体境历史最强第50名。看了一下自己的系统，萧云便发现自己这次足足增加了30次顿悟，他的顿悟次数已经达到了88次了。太爽了，照这样下去，我练成混沌经，铸就混沌体便指日可待。萧云心中激动无比，继续对幻魔说道：“这次我要挑战第10名。”如你所愿，幻魔淡淡说道。下一刻，一个霸气的身影出现在萧云面前，强大的气势席卷出来，令得整个幻魔空间都是一阵颤动。萧云面色一凝，这一次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此人极强。幻魔塔外，炼体境的黑色石碑前围堵着一群人，所有人都盯着第50排的萧云名字，一个个脸上都充满了震惊之色。萧云已经击败排名第50的强者了，太厉害了！这可是历史最强者啊！如此说来，放眼我们混沌圣地的历史，萧云的实力在炼体境之中也足以排进第50名了。如此人物，说不定将来真的可以练成混沌经，铸就混沌体。众人议论纷纷。那些年轻弟子对于萧云更加崇拜了，有些人只恨自己天赋低，否则都想要跟席春雨一样选择追随萧云了。而有些自认为自己天赋不错的人，则一个个目光闪烁，已经在考虑是否要追随萧云了。毕竟追随一个绝世妖孽，那好处是非常多的。首先，绝世妖孽天赋强大，以后成就很高，当他的追随者，以后也会跟着水涨船高。更何况打狗也要看主人，一旦追随了强大的人物，那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大靠山。而且绝世妖孽所拥有的修炼资源太多了，随便从他手缝中露出来的一点点修炼资源，都足以让他的追随者吃饱。此外，萧云如果以后成为了混沌圣地圣主，那他的追随者们肯定也会在混沌圣地身处高位。所以说，追随一个绝世妖孽，好处实在太多了。但是萧云有一个缺点，让这些天才犹豫不决，那就是萧云修炼了混沌经。混沌经的修炼难度那是众所皆知的，几乎没人认为萧云能够成功铸就混沌体。像萧云的师尊帝天，当年号称混沌圣地第一圣子，即便放眼整个修炼界，那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仅次于其他5大圣地的圣子。那时候的帝天非常风光，追随者无数。但是后来帝天被困在超凡境界，即将寿元耗尽，而无法突破天境，他那些的追随者们不是老死，便是一个个离他而去了。所以这些弟子也担心萧云会成为第2个帝天。祝贺太上长老弟子萧云名列混沌圣地炼体境历史最强者第10名。突然，一道洪亮的声音从幻魔塔内传来，传遍了整个山峰。顿时，一声声惊呼响起，如同一片风暴，席卷了全场。第10名了，这可是历史最强的第10名啊！所有人都满脸震撼地看着面前的黑色石碑。此时，萧云的名字已经上升到了第10排。
而在第一排，赫然便是他们混沌圣地的祖师爷。也就是说，萧云和祖师爷之间仅仅相隔8个名字了。如此的接近祖师爷，这是何等的荣耀啊！而且前10名和其他的名字不同，这前10个名字都是金色的，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淡淡的金光，无比的璀璨耀眼，让人一眼就注意到了。如此名留青史，怎能不叫人羡慕和崇拜？人群中，之前一些犹豫不决的人，此刻眼中都露出坚定之色。他们决定追随萧云了，哪怕萧云不能铸就混沌体，仅凭他现在表现出来的天赋，最终也会超越帝天，成为天境大能。这样的实力虽然比不上那些高高在上的圣人，但是依旧可以成为混沌圣地的圣主，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在萧云夺得乾隆榜第1名，挑战历史最强者的时候，他在幻魔塔引起的风暴便已经传遍整个混沌圣地了。天风，天一太上长老早已经闭关冲击天境了。楚金霄和朱平得知了萧云在幻魔塔的消息，两人的脸色都非常难看。没想到那小子居然这么强，这次他进入真龙巢，恐怕收获很大。朱平眼中有些担忧，他担心萧云会在真龙巢里面夺得一些至宝，从而帮助帝天晋升天境。要知道，这些年他没少跟帝天作对，就是欺负帝天寿元不多了，威胁不到他。但如果帝天晋升到了天境，那么寿元就会增加1000年，绝对可以返老还童，重现巅峰，不是超越巅峰。帝天号称混沌圣地第1圣子，早已经铸就了半部混沌体，一旦他达到了天境，那未来说不定都能抗衡圣人，再不济也能够无敌天境。一想到这种情况，朱平心中就非常担心，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天一也保不住他，而且以天一的性格，说不定到时候会直接把他交出去。毕竟朱平跟随天一这么久，知道天一的性格极其自私自利，让他先得意，不过他也得意不了多久。忽然，楚金霄冷哼一声，引起了朱平的好奇。哦，少主，这是为何？朱平意外地看向楚金霄，问道。楚金霄冷笑道：我师尊跟我说了，每次真龙巢之行，太初圣地都会针对我们混沌圣地的弟子，而这一代太初圣地诞生了一位时空之体，他肯定会在真龙巢内击杀萧云的。朱平闻言恍然大悟，随即连连点头，阴森笑道：少主说的不错，我差点把太初圣地给忘记了，他们可不希望我们混沌圣地诞生一些绝世妖孽，所以他们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铲除萧云那个小子。朱平心中顿时松了口气，萧云再强，强得过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吗？要知道，那可是至尊体媲美混沌体的强大特殊体质，所以这次真龙巢之行，萧云一定会死在里面。东域峰，这里是天境大能东域堂的洞府，而东域堂有一个弟子叫做李不凡，是混沌圣地的一位圣子，能够成为圣子，那都是令得混沌中享6生的绝世天才。李不凡便是这样一个绝世天才。年纪轻轻的李不凡早已经超越了神桥境，踏入了洞天境，一身实力横扫整个内门，堪比那些真传弟子。不过此刻的李不凡心情非常的不好，因为他的一个追随者给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席春雨要追随萧云了。李不凡眼神阴鸷，他追求了席春雨这么久，这个贱人居然如此的不识相，选择了萧云那个废人。不错，在李不凡的眼中，萧云就是一个废人。毕竟混沌经的修炼难度是众所皆知的，当年的帝天是何等的耀眼璀璨，结果就是因为修炼了混沌经，被困在了超凡境，被他昔日的一个个手下败将给超越了，成为了一个废人。李不凡相信这个萧云也会跟帝天一样，成为一个废人的，而他李不凡注定会成为天境大能，甚至会踏入圣人境界。贱人，既然你如此不识相，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萧云，你若是没有放弃神子之位，那我还要忌惮你3分，但是现在你已经不是神子了，在我眼里和蝼蚁没什么区别。我李不凡看中的女人，谁也不能抢走。李不凡目光阴鸷，冷笑几声便站了起来，然后他直接踏空冲天而起，朝着幻魔塔所在的山峰飞去。幻魔塔内，萧云有些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满头大汗，正在运转混沌经，恢复刚才消耗的力量。好在混沌经非常恐怖，不过片刻时间，萧云的实力便重新恢复到了巅峰。还要继续挑战吗？幻魔的声音响起。萧云嘴角一抽，随即连忙摆手道：算了，刚才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击败了第10名，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不错，能够击败刚才那个炼体境历史最强者第10名，就已经是萧云的极限了。因为那人拥有着2阶神体，修炼了一门究极战技和一门超级战技，力量达到了75万斤，比萧云还多了5万斤，跟那个席春雨一样。但是那人的实力却比席春雨强多了，75万斤的力量，配合对方的2阶神体，简直如同神灵降世，威势无敌。萧云如果不是修炼了7门究极战技，恐怕根本赢不了。而且就算萧云赢了，也是消耗很大，比他和席春雨的那一战艰难多了。不过这一战也让萧云收获很大，让他真正见识到了2阶神体的恐怖之处。仅仅2阶神体就这么强，那么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该有多么恐怖？萧云此刻心中充满了凝重，
再也没有丝毫大意了。显然，他还要继续努力，否则根本无法和那些至尊体抗衡。不过，只要等他铸就了混沌体，那就能举世无敌了，再也不用忌惮那些至尊体了。一想到混沌体，萧云便马上查看自己的系统，顿时惊喜地发现自己的顿悟次数增加到了141次。哈哈，有这么多顿悟次数，等我从真龙朝回来后，便能够马上铸就混沌体。萧云心中顿时激动不已。如果不是为了去真龙朝，他恐怕现在就开始闭关修炼混沌经。不过，为了达到祖师爷那个层次，萧云觉得还是在炼体境打造出最强的根基，那就是将自己的力量提升到100万斤，比肩祖师爷。只有如此，他才能跟祖师爷一样，成为最强的混沌体。否则的话，混沌体也就跟别的至尊体没什么不同，这可不是萧云想看到的。萧云的野心很大，他觉得既然有了混沌体，那就要达到最强，比肩祖师爷，甚至是超越祖师爷，这样他将来才能够横扫诸天万界，称霸9天10地，举世无敌。该出去了。心中歪歪了片刻，萧云便离开了幻魔塔。此时，幻魔塔外早已经是人山人海，所有人都在盯着幻魔塔内看。当萧云从幻魔塔内走出来的时候，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一双双激动的眼神全都朝着他望来。萧云微微皱了皱眉，被这么多人盯着看，让他略微有些尴尬。不过，当萧云看到人群最前方的一名紫裙年轻女子后，顿时眼中就闪过一抹惊艳，是那个席春雨。萧云在幻魔塔内见过席春雨的幻影分身，所以认识席春雨。不过，此刻见到了席春雨的真身，萧云却发现她比幻影分身还要漂亮许多。那张绝世的容颜，让这座山峰的景色都为之黯然失色。清风吹来，紫裙飘舞，将她曼妙的娇躯勾勒得玲珑起伏，好似月宫飞下的仙子，集天地灵秀于一身。哼！旁边的林小雅看到萧云盯着人家席春雨看，顿时不满地嘟着嘴，冷哼一声。福伯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萧云，心中感慨不已。那可是历史最强者第10名啊，真正的名留青史啊！萧师兄！就在此时，席春雨也轻移连步走上前来，他摇动仙躯，黑发轻舞，如同谪仙凌尘。我曾发誓，谁若是能够击败我的幻影分身，我便追随于他。如今萧师兄击败了我的幻影分身，不知萧师兄可愿收下我这个追随者？席春雨盯着面前的萧云，眸子熠熠生辉，光彩动人。不得不说，面对这样一个绝世美女的青睐，萧云完全想不到什么理由拒绝她。如果他敢拒绝的话，估计万千读者会打爆他的混沌体。所以萧云很诚实地笑着说道：多谢席师妹的青睐，你我日后可互相勉励，一同印证大道。席春雨闻言嫣然一笑，心中略微松了口气，他也担心被萧云拒绝，那就太丢人了。席春雨，我不允许你追随一个废人。就在此时，一声暴喝从天外传来，炸响了整个山峰，令得周围的树木都是一阵摇晃。下一刻，一道赤红的身影便踏空而来，他携带着一股磅礴的威势，降临整个山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众人皆是转头看去，立马就认出了这个人的身份，是圣子李不凡。听说李不凡一直在追求席春雨，如今席春雨却选择追随萧云，看来李不凡这次要撕破脸了。这也很正常，自己看中的女人都要投向别人的怀抱了，以李不凡的傲气，他能够忍受才怪。萧云这下恐怕是要倒霉了，他现在已经不是神子了，无论身份还是实力，都远远不如李不凡。众人一边低声议论，一边纷纷闪身躲开，将场地让给萧云和李不凡他们。无论是萧云还是李不凡，都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人，他们只能站在一旁看戏。人群中，乾隆榜排名第10的张云看到李不凡到来，不由得幸灾乐祸地看了一眼席春雨，暗想：贱人，当初敢教训我，今天我就看你怎么应付这位圣子大人。当初被席春雨教训了一顿，让张云颜面扫地，今天终于找到机会报复席春雨了，他此刻心情非常好。糟了！人群中，卢浩初和张晋看到李不凡到来，两人皆是心中一惊，他们没想到李不凡来得这么快，这下萧云想躲都躲不掉了。毕竟如果等萧云和席春雨回到地峰之后，李不凡即便是圣子也不敢去地峰撒野，但这里是幻魔塔，那就不一样了。在这里，李不凡可不会有什么顾忌。只见天空中，李不凡背负着双手，双眸光芒赤红一片，他浑身沐浴在炙热的火焰之中，如同一尊火神踏空而来。轰！李不凡脚踏地面，令得整个山峰都是一阵摇晃，强大的气势扑面而来，散发着霸绝天地的神威。所有人都骇然色变，李不凡的气势太强大了，也太霸道了，给他们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压力。就连萧云也皱起眉头，眼前这个李不凡的实力非常恐怖，是他前所未见。当然，帝天、福伯、混沌圣地圣主他们都比李不凡要强得多，但是这些人都能够完美的收敛自己的气势，萧云平常根本感受不到他们的强大。但是眼前这个李不凡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收敛，直接将他那一身霸道的气势给释放出来，所以才让萧云感受深刻。不过萧云可是和那些历史最强者战斗过的绝世妖孽，仅凭借李不凡的气势还无法让萧云低头。萧云目光直视着李不凡，神色镇定，目光冷冷说道：我萧云招收追随者，还用不着
你来允许。即便面对混沌圣地的圣子，他也丝毫不惧。毕竟他可是连神子之位都自愿放弃的人，而且他背后有帝天这位强者做靠山，混沌圣地圣主和诸多太上长老也对他赞赏有加。他的地位其实并不比圣子逊色。萧云，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这般说话？你还当你是神子吗？李不凡听到萧云的话语，背负着双手俯视着下面的萧云，他满脸不屑之色，目光中流露出一股毫不掩饰的蔑视。他根本没把萧云放在眼里，一个修炼了混沌经的废人而已，又怎么能跟他堂堂圣子媲美？至于萧云在炼体境的强大，呵呵，炼体境也只是修炼者的第一个境界而已。无论萧云在炼体境有多么强大，他也能够一掌灭之。李不凡对自己充满了自信。那你又算什么东西？我招收追随者，关你什么事？我是吃你家大米了吗？还是说我是你爸爸，你敢管老子的事情？看到李不凡眼中的蔑视，萧云顿时很不爽，直接爆粗口了。自从他进入混沌圣地之后，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敢如此的蔑视他，就算是那个楚金霄，当初也只敢在暗地里搞鬼。但是眼前这个李不凡居然如此的霸道，不把他放在眼里，实在叫人很不爽。萧云可不是什么好脾气，你让老子不爽，那老子也叫你不爽，怕你不成？听到萧云直接爆粗口，周围的人都是一脸目瞪口呆，卢浩初、张静、张云等人都是一脸呆愣的看向萧云。席春雨也是面色古怪的看了萧云一眼，敢如此辱骂一位圣子的人，他们此前可未曾见过，今天简直开眼了。不过他们觉得萧云这次死定了，就算不死也要脱一层皮。放肆！果然，天空中的李不凡暴怒了，他瞳孔骤然一张，眸光无比摄人，如同两道利剑一般刺穿虚空，显露出一种恐怖的气息。你才放肆！萧云冷冷盯着李不凡，同样大喝道，神色一点都不畏惧，根本没把李不凡这个圣子当回事。你简直是找死！李不凡顿时额头青筋暴露，一个小小的太上长老弟子，居然敢如此的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是对他的严重挑衅，简直无法忍受。这小子真以为他还是神子吗？当下，李不凡全身光芒璀璨，强大的气息喷发而出，震动整个虚空。咔嚓，虚空忽然破碎开来，在李不凡的身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黑洞，吞噬着万千灵气，让李不凡看起来非常恐怖。足足有7个黑洞，将周围的天地灵气吞噬得一干二净，似乎连空气都被抽干了，让众人感受到了令人窒息般的恐怖压力。所有人都骇然无比，心中涌起惊涛骇浪。竟然有7个洞天，李不凡居然开启了7个洞天，简直太恐怖了。听说再动天境，开启一个洞天就足够晋升祭灵境了，开启3个洞天便算得上是一个天才了。没想到李不凡居然开启了7个洞天，如此底蕴，一旦迈入祭灵境，那该有多么恐怖啊！围观的人都是满脸震撼的看着李不凡身后的7个黑洞。萧云也是双眸一凝，心中震惊，人居然可以撕裂空间，这该有多么强大！这还仅仅是李不凡，那帝天他们该有多强？那些圣人该有多么恐怖？这一刻，萧云心中对于力量的渴望更加强烈了。当然，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应对这个李不凡。在李不凡展现7个洞天的时候，萧云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都忍不住后退了一步。圣子，我们混沌圣地严禁同门相残，还请住手！福伯脸色一变，连忙挡在萧云的面前，看向李不凡，沉声说道。他知道萧云现在还不是李不凡的对手，毕竟双方的修为差距太大了。李不凡都修炼几十年了，萧云才修炼几个月，这怎么能够相提并论？滚开！然而李不凡根本没给福伯这个强者一点好脸色，他冷冷瞥了福伯一眼，满脸不屑道：你不过是帝天太上长老的追随者，说的难听一些，你就是一个仆人，也敢阻挡我这位堂堂圣子？难道不怕我们混沌圣地的执法者灭了你吗？福伯心中一颤，执法者那可是混沌圣地最恐怖的人，专门惩罚门内犯大错的弟子，是所有人头顶的一把刀。少主，我虽然实力比李不凡强，但他是圣子，我不能对他出手，否则我必死无疑。少主，我会先拖住李不凡，你快速进入幻魔塔，只要进入了幻魔塔，李不凡便奈何不了你，等老主人过来，他就翻不起大浪了。就在这时，萧云脑海中传来了福伯的声音，显然福伯在向他传音。随后萧云便看到福伯站在自己的面前，继续阻挡着李不凡。他朝着李不凡沉声喝道：圣子，你对同门出手，执法者若真是来了，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你。李不凡傲然一笑，不屑道：你当我不知道门规吗？我是圣子，仅仅教训一下普通弟子，又不是杀死他，执法者才不会多管闲事。福伯心中一沉，这的确如此，圣子就是有这样的权力和地位。如果是神子的话，那地位就更高了，直接杀死一名弟子都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可惜萧云当初已经放弃了神子之位，福伯心中暗叹：滚开，我不想再说第3遍。半空中，李不凡非常霸道的喝道，他携带着7个洞天压迫而来，一点都不在乎福伯比他强大，他浑身被火焰包裹，气息摄人，威势不凡。李不凡，是我主动要追随萧师兄的，
你如果不高兴，直接冲我来，没必要欺辱萧师兄。席春雨终于开口了，他觉得这是他惹来的麻烦，不能让萧云独自承担。你这个贱人，给我闭嘴！李不凡冷冷瞥了一眼席春雨，不屑道：你还真以为我喜欢你？我李不凡的眼中只有圣人大道，像你这样的女人，最多成为我的玩物而已。席春雨闻言气得俏脸煞白，浑身发抖。萧云眼睛一眯，这个李不凡实在太张狂了，真以为他萧云是好欺负的吗？与此同时，萧云旁边的林小雅见到席春雨都敢顶撞李不凡这个圣子，她也鼓起勇气，朝着李不凡骄喝道：什么狗屁圣子，就知道以大欺小！你修炼了几十年，我师兄才修炼几个月，若是我师兄也修炼了几十年，他一根手指就能压死你！放肆！李不凡大喝一声，目光射人的盯着林小雅，嘴角泛起一抹冷笑：好好好，你们一个个都敢不把我这位圣子放在眼里，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圣子的威严不容任何人冒犯。话落，李不凡身后的7个洞天都爆发出了炽烈的光芒。少主快走！福伯连忙传音喝道，随即他就准备出手了，哪怕事后被执法者斩杀，他也不能让萧云受到李不凡的欺辱。福伯，你让开，我自有办法对付他。萧云却是突然对福伯说道。福伯一愣，他觉得萧云傻了，仅凭萧云现在炼体境的修为，又怎么可能对抗动天境的李不凡？双方差距实在太大了。然而就在此时，福伯却见到萧云双手掐动印诀，嘴中念叨着一些神秘而又熟悉的经文。顿时整个山峰周围的天地灵气都暴动了，像是一股股恐怖的风暴，朝着萧云的头顶上空汇聚而来。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伴随着萧云掐动神秘的印诀，念叨着神秘的经文，周围虚空之中的灵气彻底狂暴，不断的朝着他的头顶上空汇聚而来。如此异象令得众人震惊莫名，纷纷朝着萧云望来。怎么回事？萧云不过才炼体境界，怎么会弄出这么大的动静？他怎么能够吸纳如此恐怖的灵气？他在掐动印诀，难道是在施展什么神通？不可能啊，他才炼体境，连精神力都没有凝聚，又怎么可能施展神通？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尽皆满脸疑惑。即便是熟悉萧云的福伯、林小雅也是惊讶莫名的看向萧云。少主这一招是什么时候学的？难道是老主人私下传授？不对啊，就算是什么大神通，以少主现在的修为，也不可能施展得出来才对。福伯心中非常好奇。林小雅眼中异彩连连，她觉得师兄藏有什么底牌，这次肯定要爆发了，一举揍趴面前这个狗屁圣子。不远处，席春雨也是眸光熠熠生辉的看着萧云，心中充满了期待。难道萧师兄真的可以抗衡李不凡？可是萧云的修为和李不凡差距实在太大了呀！所有人都聚精会神的看着，等待萧云爆发。他们很想知道萧云能不能翻盘。哼，故弄玄虚而已。你一个炼体境界的蝼蚁，连精神力都没有凝聚，还能施展什么大神通？天空中的李不凡根本没把萧云放在眼里，他只是惊异了一下而已。随即他并没有在萧云身上感受到什么强大的能量波动，便露出不屑之色。他觉得萧云是在吓唬他。区蛆蝼蚁，竟敢跟我抢女人，还敢对我出言不逊！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么巨大。李不凡冷笑一声，他依旧背负着双手，但是却抬起了一只脚掌，从天而降，朝着萧云一脚踩来。众人眼神微微一变，李不凡居然如此羞辱萧云。这一脚或许不会踩死萧云，但是如果被人踩在脚下，那实在太丢人了。这种耻辱一辈子都无法洗刷，让萧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可恶！林小雅捏紧了2只小拳头，气得咬牙切齿。福伯也是眼睛发红，他挡在萧云面前，已经忍不住要出手了。但就在此时，萧云终于掐完了最后一个印诀，他猛地抬起头，瞳孔大放光芒，一阵金光从他双手之间席卷出去。混沌中给我出来！随着萧云的一声大吼，整个虚空都是一颤，无数的金光和萧云头顶上空那些实质化的灵气汇聚在一起，慢慢组成一座古朴的大钟。这口巨大的古钟上有金色的光芒在其中流转，那4面的钟壁上雕刻着千千万万个神秘的符文，像似有千千万万个神邸在其中吟唱一样，使得这口古钟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围观的众人接连惊呼而起。这口大钟的模样，众人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它就是混沌钟。当伴随着混沌钟的出现，一道洪亮的声音顿时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让无数强者都惊愕地抬起头，随即纷纷释放出神念，朝着幻魔塔这里探了过来。与此同时，巨大的混沌钟挡在萧云的身前，抵挡住了李不凡的一脚。在巨大的混沌钟面前，李不凡就渺小的跟蚂蚁一样。李不凡那威力强大的一脚，不仅没有踢飞混沌钟，反而被一股更加强大的反震力将它震飞出去。怎么可能？李不凡在远处的半空中停住身子，他眸光爆射，难以置信地看着萧云，震惊道：这不是真的混沌钟，只是混沌钟的一缕力量凝聚而成。但是你一介凡体，仅仅才炼体境界，怎么可能召唤出混沌钟的力量？就算是你师尊帝天太上长老也做不到。李不凡太震惊了，他没想到萧云居然可以借用混沌钟的一缕力量，这个炼体境的废人怎么可能办得到？周围的人也都露出惊疑和震惊之色。萧云召唤出混沌钟，实在把大家给惊呆了。毕竟
这可是地兵，只有那些圣人才能掌控。而且对于这些普通弟子来说，只有每次开山收徒的时候，他们才能见到混沌钟。平常的时候，可没人有机会见到混沌钟。而现在，萧云居然能够借用混沌钟的力量，他难道是混沌钟的亲儿子吗？要知道，他才仅仅炼体境界啊！就算那些古之大帝在炼体境界，也不可能借用一件地兵的力量。这就跟一个3岁小孩在释放原子弹一样，简直太奇迹了。原来如此，不过却也有明白人，那就是福伯。福伯看着面前的萧云，一只手摸着胡子，此刻他一脸轻松的笑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混沌影。每次开山收徒时，新招收的弟子都需要参悟混沌影，从而敲响混沌钟。谁参悟的越多，敲的响声便越多。少主能够让混沌钟响了9声，可见他已经把混沌影给彻底领悟了。如此一来，只要是在我们混沌圣地内，少主就可以随时借用混沌钟的力量。”此时福伯一点也不担心萧云的安危了，能够借用混沌钟的力量，还怕干不翻一个洞天境的圣子吗？要知道，这可是地兵啊，哪怕只能借用1/1000的力量，那都非常恐怖。居然是混沌影，难怪我刚才看萧云掐动的印诀有些熟悉，原来就是我们当年参悟过的混沌影。没想到混沌影居然还有这种能力，可惜除了当年加入山门敲响混沌钟的时候，我们后来已经没机会再参悟混沌影了。萧云有此神通，在我们混沌圣地内简直无敌了。围观的人听了福伯的话语，顿时纷纷恍然大悟，随即连连惊叹，看向萧云的目光中都充满了羡慕之色。虽然因为混沌钟只在混沌圣地，萧云也就只能在混沌圣地内借用混沌钟的力量，但这已经让人很羡慕了。至少以后在混沌圣地内，谁还敢欺负萧云？不远处，林小雅、席春雨等人都纷纷松了口气。原来萧云还有这一招，难怪萧云一直都很镇定，能够借用地兵的力量，这是何等的威力！该死，居然是混沌影！与此同时，李不凡也听到了福伯的话语，他回忆起当年参悟混沌影的经过，果然发现萧云刚才所掐动的印诀正是混沌影里面记载的印诀。不过，难道就让他这样黯然退去吗？要知道，他来的时候可是傲气冲天，霸道绝伦，可谓是威势滔天。如果这时候他被萧云的混沌钟给吓得灰溜溜的逃走，那他以后在混沌圣地内就再也抬不起头了。当下，李不凡咬牙大喝一声，眸光战战地说道：“再怎么说，你也只是区炼体境界的蝼蚁，我就不信仅靠混沌中的一点力量，你就能击败我。”话落，李不凡彻底爆发了全力，再也不顾忌会不会杀死萧云了。反正有混沌钟保护，萧云不可能会被他杀死，反而是他自己，如果不全力出手的话，万一被萧云给打败了，那才是真的耻辱。轰隆隆，随着李不凡的全力爆发，在他背后的7个黑洞都聚集起来，携带着一股磅礴的威能，朝着萧云压落下来。圣子之威，一时无两。既然你自寻耻辱，那我便成全你。萧云见状，不由得冷冷一笑，他随即便继续掐动印诀，全力催动头顶上空的混沌钟。当，萧云头顶上的混沌钟猛然金光四射，他释放出一股恐怖的能量，如同大海中卷起的滔天巨浪，朝着李不凡席卷而来。给我滚开！李不凡怒吼一声，身子丝毫不退，全力催动7个洞天，汇聚着一股惊天之力，朝着萧云轰杀下来。巨大的混沌钟顿时就与李不凡的7个洞天撞在了一起，天空中爆发出璀璨的火焰，吞噬了整个山峰，让所有人感受到了这股毁天灭地般的威力。轰隆隆！然而混沌中的能量太恐怖了，那恐怖的威能直接像是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出去，当场就把李不凡的7个洞天震碎了，令得他喷血倒飞，再也没有了什么圣子的气势，显得无比狼狈。相反，萧云依旧毫发无损，他头顶着混沌钟，如同天神下凡，威势无双，神威不可冒犯。李不凡，你就这点实力吗？简直太让人失望了。萧云顶着混沌钟踏步而来，满脸不屑地俯视着地上的李不凡。噗！李不凡气得大口喷血，他满脸不甘地瞪着萧云，怒吼道：“如果不是混沌钟，我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蝼蚁那般容易。”萧云冷笑道：“如果我是洞天境，我杀你就跟土狗一样简单。所以别跟我说什么如果，你用高境界压我，就不允许我用混沌钟吗？”哼！李不凡顿时说不出话来，他的确有以大欺小的嫌疑。只是李不凡很不甘心，所以他阴沉地瞪着萧云，咬牙道：“好，等你追上我的修为，我许你与我公平一战。”说罢，李不凡爬了起来，就准备离开。我让你离开了吗？萧云冷笑一声，在李不凡即将踏空而起的时候，再度催动混沌钟砸了过去。萧云、李不凡惊怒交加，他没想到萧云居然还敢对他出手，仓促之际，他来不及防御，就被混沌钟给砸得吐血而飞。这一次，李不凡更加凄惨，摔倒在地上，连吐了3口血，将他的衣衫都给染红了，头发也乱糟糟的，再也没有什么圣子的气势了，就像是一个乞丐一样。萧云一脸冷笑地走向李不凡，冷哼道：“欺人者，人恒欺之。既然你敢对我出手，那今天不让你付出一点代价，别人还以为我萧云是好欺负的。”说罢，萧云再次催动混沌钟，朝着面前的李不凡砸去。他知道李不凡是洞天境，不是一下两下就能砸死的，所以他要多出手几次，
最起码也要把李不凡打得爬不起来。萧云，你这个疯子，杀了我，执法者不会饶过你的。李不凡怒吼连连，但是面对混沌中的袭来，他只能继续布置防御。然而已经受伤惨重的他根本就不是混沌中的对手，被萧云催动着混沌中撞得吐血倒飞出去，就跟一个沙包一样凄惨。周围的人都是一脸目瞪口呆，他们看到了什么？那可是混沌圣地的圣子，居然跟个沙包一样被人揍来揍去，简直太丢人了。而且揍他的人还只是一个炼体境的小修士。如果混沌圣地有最惨圣子排行榜的话，那么今天李不凡的表现绝对能够名列其中第一名，而且还可能是历史最强者第一。现在知道找执法者了，刚才怎么没见你害怕执法者？萧云继续催动着混沌中轰向李不凡，一脸冷笑。李不凡被混沌中撞得大口喷血，他咬牙切齿地瞪着萧云，愤怒道：我是圣子，而你只是一个普通弟子而已，执法者肯定会站在我这边的，你就等着被废除修为吧。是吗？那我今天就先废掉你的修为。萧云冷笑一声，再度催动混沌中将李不凡撞得吐血而飞。这一次李不凡已经没有力气爬起来了，他趴在地上朝着萧云破口大骂，但却已经受伤惨重，失去了一身战力。少主，够了，再打下去他就真的要死了，这会惹起很大的麻烦。就在萧云准备继续出手的时候，福伯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福伯传音道：少主，你现在已经不是神子了，不能杀死李不凡，教训他一顿就足够了。普通弟子杀死圣子，那可是大罪，而且同门相残，那更是罪无可赦。福伯也是担心萧云太冲动了。萧云当然不会冲动，他才不会跟李不凡这杀笔同归于尽了，所以他点了点头，随即便散去了头顶上空的混沌中。随着混沌中的消失，周围的围观者顿时松了口气，毕竟混沌中带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那种地冰的气机，哪怕只有一丝丝，都让他们的灵魂感到惊颤。萧云，你也只敢在混沌圣地内猖狂，等出了混沌圣地，我看你还能不能借用混沌中的力量。到时候，李不凡正在怒骂着萧云，但是没等他骂完，萧云就已经朝着他大步走来了。李不凡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怒视着萧云，大喝道：萧云，你还想干什么？当然是做你没有做完的事情了。萧云冷笑一声，随即便抬起了脚掌，用那大脚丫子直接朝着李不凡的脸颊上用力踩下去。你敢！李不凡瞳孔一缩，大惊失色，这要是被萧云一脚踩下来，他这辈子的耻辱都无法洗刷了。可是他现在失去了战力，伤势惨重，根本无法躲开萧云的攻击。你看看我敢不敢？老子今天就让你尝尝我无敌大脚丫的滋味。萧云冷冷一笑，大脚丫子狠狠地踩在李不凡的脸上，将李不凡的脸颊都给踩歪了，将他的牙齿都给崩碎了几颗。哇！李不凡彻底发疯了，眼睛通红一片，他居然被人一脚踩在脸上，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这辈子都无法洗刷干净。我让你嚣张，叫你给我嚣张，看老子不踩死你！萧云继续脚踩着李不凡，并且还用脚掌在李不凡的脸颊上蹂躏了一番，这才放过了李不凡。此时的李不凡早已经急怒攻心，被气得昏死过去了。周围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他们没想到一直斯斯文文、非常儒雅的萧云，居然也有如此狂暴的一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虽远必诛。萧云留下一句冷哼，便转身离去。今天绝对是混沌圣地沸腾的一天，萧云横扫乾隆榜，名列炼体境历史最强者第10名，暴揍圣子李不凡。这些消息一个比一个更震撼。萧云这个名字再次名扬整个混沌圣地，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与此同时，萧云他们已经回到地峰了。随同萧云回来的还有一个新成员，那就是席春雨。这位容颜绝美的仙子已经成为萧云的追随者了。帝天对萧云这个追随者非常满意，毕竟席春雨不仅长得漂亮，天赋也非常好，未来对萧云肯定有所帮助。师尊，我这次暴揍了一顿李不凡，不会给您带来麻烦吧？萧云询问道。帝天闻言一脸霸气地说道：打了就打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萧云担忧道：可是师尊，听说李不凡那家伙有一个天境大能的师尊。帝天冷笑道：为师知道，就是东玉堂那家伙，曾经是为师的手下败将，如今即便晋升到了天境，那也不是为师的对手。萧云闻言心中震惊，自己师尊果然牛逼，居然可以越级击败天境大能。不过想到对方也修炼了混沌经，他也就释然了。听说帝天都已经练成半部混沌踢了，虽然比不上那些至尊体，但比肩2阶神体还是可以的。要不然帝天当年也不会被称为混沌圣地第一圣子了。显然自己这位便宜师尊还是很牛逼的。萧云顿时就放心了，他就怕打了小的又来了老的。虽说老辈强者一般不会以大欺小，但是瞧瞧李不凡那个德性，萧云就觉得他师尊东玉堂估计也不怎么样。等我以后铸就混沌体，将他们统统都给镇压了。萧云心中冷哼一声，托李不凡的福，萧云这次又增加了3次顿悟，此时他的顿悟次数已经达到了144次，只等他从真龙朝回来就可以铸就混沌踢了。不过对于真龙朝之行，萧云还是非常认真的。接下来的日子，萧云每天都在磨练自己的战绩，一有空就去幻魔塔里面和那些炼体境历史最强者战斗。他的战斗经验在飞速暴涨，同时他也从那些历史最强者身上见识到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王体和神体。
甚至萧云还去挑战了排名第1的祖师爷，也就是混沌体。结果不言而喻，萧云还没出手，就被祖师爷一巴掌给拍得吐血而飞。如果不是幻魔及时的制止了，恐怕他就被祖师爷给直接拍死了。这一战让萧云感受到了混沌体的恐怖，也让他更加渴望铸就混沌踢了。当时祖师爷一出手，周围3000大道共鸣，随随便便一招都发挥出了惊世之威，让萧云无法抵挡。那种场面太震撼了，我一定要铸就混沌体。和祖师爷一战之后，萧云心中的这种信念更加迫切了。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东域峰被萧云暴揍一顿的李不凡，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才修复好了伤势。当然，他之所以伤得这么重，并不是被萧云给一脚踩的。李不凡真正的伤势是被混沌钟给撞碎了7个洞天，这可是他的根基。为了修复好这7个洞天，他花费了无数天才地宝。也幸亏他是混沌圣地的圣子，才能够拥有这么多的修炼资源，否则他想要恢复伤势的话，估计还得等几年才行。不过李不凡的身体伤势虽然已经恢复了，但是他的心灵创伤却是永远也无法恢复。尤其是他每次入定修炼的时候，都会被一个噩梦给惊醒。那个噩梦就是萧云用脚踩在他的脸上，周围还有很多混沌圣地的弟子在观望。李不凡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了嘲笑和幸灾乐祸，这让李不凡无比屈辱。想他堂堂圣子竟然遭受到了如此巨大的耻辱，真是无法忍受啊！这都已经成为李不凡的心魔了。萧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李不凡大吼一声，将面前的鎏金桌子都给推翻了，吓得面前的一众追随者们战战兢兢，非常忐忑。这些李不凡的追随者们此刻都不敢出声，毕竟他们也知道李不凡这次遭受到了莫大的耻辱，谁敢提起这件事情，那绝对会让李不凡暴跳如雷的。我师尊出关了吗？李不凡发泄了一顿，这才看向下面的一个追随者，阴沉问道。以他的实力，在混沌圣地内根本无法找萧云报仇，更别说萧云的背后还有一个帝天。所以李不凡就想到求助自己的师尊，毕竟他的师尊是天境大能，肯定比帝天实力强大。启禀圣子，峰主一直都在闭关。一个追随者恭恭敬敬地说道。李不凡微微皱起了眉头，他师尊经常闭关，1年也只会出来教导他一次，毕竟他师尊还想要成圣，不可能把时间都耗费在他身上。不过如果不报仇的话，李不凡实在没心情修炼，这次的耻辱已经成为他的心魔了，让他一天也忍受不了。走，我要去请师尊他老人家出关。李不凡终于还是决定去找自己师尊了，就算被自己师尊斥责一顿，他也在所不惜。更何况师尊一向对他很好，绝对不会因此而责怪他的。当下李不凡马上就前往了他师尊东玉堂的闭关之地。在一座金碧辉煌、气势恢宏的宫殿前，李不凡恭恭敬敬地拜了下来，满脸委屈地哭泣道：师尊啊，徒儿受委屈了，您老人家赶紧出来为徒儿报仇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李不凡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一定要哭得很惨，这样他师尊才会更加愤怒。远处李不凡的一众追随者见状，都纷纷嘴角抽搐，似乎在强忍着笑。师尊啊！李不凡还在痛哭流涕，将自己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当然他这次的确很委屈，他明明比萧云实力强，结果却被萧云给踩脸了，这让他很不甘心。咯吱！这时宫殿的大门被人推开了，一名鹤发老者走了出来。他的穿着很普通，但是他的眼神非常凌厉，眸子无比的深邃，有丝丝缕缕的神芒射出，神秘符文流转，气息恐怖无比。徒儿，何事让你如此委屈？老者看向李不凡问道。师尊李不凡看到这名老者，顿时扑了上去，一把抱住其大腿，连忙述说起自己的委屈。此人正是天境大能东玉堂。听完李不凡的话语，东玉堂的眸子中猛地射出金芒，像是2轮金色的太阳出现，炽盛的光芒迸发，威势令得虚空隆隆轰鸣，目光无比摄人。好一个萧云，区区太上长老弟子也敢欺辱我混沌圣地圣子，以下犯上，罪无可赦。东玉堂冷哼一声，便对李不凡说道：徒儿，随我来，为师带你去地峰找他报仇，届时为师会帮你挡住混沌钟，让你和他公平一战。是，师尊。李不凡眼中射出一道冷电，如果没有了混沌钟，他能轻而易举的就能镇压萧云，到时候他要狠狠地踩萧云的脸，一雪前耻。地峰，萧云正在和席春雨切磋，不过他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被席春雨教训得很惨。这是因为席春雨已经突破了聚气境，踏入了神桥境。席师妹，到此为止吧。半晌，萧云放下玄铁黑刀，满脸苦笑的对面前的席春雨摆了摆手。神桥境实在太强了，之前他还能击败席春雨，现在却远远不是席春雨的对手了。修为境界差距太大，不是天赋就可以弥补得了的。萧师兄，你的实力比以前更强了，虽然依旧是70万斤的力量，但是你的战斗力比之前却强大了2-3倍。席春雨看着面前的萧云，美眸流转异彩，容颜如玉，光彩动人。和萧云相处了大半年，席春雨因为经常和萧云切磋，所以非常清楚萧云的天赋有多么恐怖。足足有7门超级战技，都已经被萧云给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这放眼整个修炼界，也唯有萧云一个人做得到。就算他们混沌圣地的祖师爷再练体境，也仅仅修炼了3门究极战技。如此强大的炼体境修士，席春雨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认为，即便是其他5大圣地的那些神子们在练体境时，恐怕也就和萧云差不多，再强又如何，还是打不过神桥境。萧云苦笑道。席春雨在踏入神桥境之后，便凝聚了精神力，可以操控飞剑，杀人于千里之外，战力增强了许多倍。在席春雨的飞剑攻击面前，萧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当然，就算不用飞剑，萧云也不是席春雨的对手，因为神桥境的修士在凝聚了精神力之后，是可以修炼神通的。那些神通威力非常强大，远远超越了究极战技。在萧云看来，如果究极战技算是凡人的极限，那么神通就应该相当于仙人的法术了，那根本就已经超越了凡俗的极限。每一种神通都有着翻山倒海的威力，十分恐怖。不过萧云也不在意，他现在毕竟只是练体境，等他踏入了神桥境，肯定比席春雨强得多。毕竟萧云的积累太浑厚了，拥有无上根基。谁是萧云？快给老夫滚出来！就在此时，天际忽然传来一声大喝，如同惊雷炸响，震动虚空，让整个地风都是一阵颤抖。萧云等人不由得抬头看去，只见李不凡和一名鹤发老者踏空而来。这个老者非常恐怖，浑身赤血，汹涌澎湃，宛若一尊涅槃的不死凤凰。他眸子都是金色的，一双眼睛跟2盏金灯似的，摄人至极。当萧云被老者的目光扫中时，他感觉浑身冰冷，如同坠入万丈深渊，心中生不起一丝反抗的心理。太强了，这绝对是一个老怪物。萧云看了看老者旁边的李不凡，心中多少已经猜到这个老者是谁了。果然，旁边的福伯也传音给萧云说道：“少主，这就是李不凡的师尊东玉堂，一位天境大能。”萧云心中震撼，这可是一位大能啊！在圣人不出世的情况下，天境大能便是修炼界的巅峰。像他们混沌圣地的圣主，也仅仅是天境，他师尊更是天境之下的超凡境。面对如此恐怖的强者，萧云感觉到自己很渺小，就算我借助混沌中的力量，现在也无法与他抗衡。萧云心中想到，他毕竟修为还弱小，能够借用混沌中的力量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依靠这点力量就能击败东玉堂这样的天境大能。好在这里是地风，萧云随即庆幸不已，这要是在外面遇到了他们，恐怕他就要倒霉了。毕竟看着不远处那正一脸怨恨望着他的李不凡，萧云就知道这2人来此绝对是来找他报仇的。果然是打了小的就来了老的，古人诚不起我呀！你就是萧云吗？与此同时，东玉堂的目光已经锁定了萧云，因为在他的神念扫视之下，整个地风也只有萧云这一个年轻男子，那他的身份就显而易见了。身处地风，帝天就在这里，萧云也不怕东玉堂，他淡淡说道：“不错，我就是萧云，敢问前辈有何指教？”东玉堂冷哼道：“放肆！知道老夫是前辈，也不马上行礼，一点礼数都没有，难怪敢以下犯上，欺辱我混沌圣地圣子，当真是肆无忌惮。”萧云没有理会东玉堂，而是冷冷地看向李不凡，一脸讽刺道：“我小时候跟隔壁的小孩子打架，他打不过我，就哭鼻子回去找他父母了。没想到等我长大了，居然还会遇到这种事情。李不凡，你真不愧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圣子啊！”李不凡老脸一红，但他随即一脸愤然地瞪着萧云，大吼道：“萧云，你如果不是耍赖，借用混沌中的力量，我一根手指都能压死你。那你有种等我修炼到洞天境，再来与我一战啊！”萧云讥讽道。李不凡恼羞成怒道：“等你修炼到洞天境，我早就踏入寂灵境，你难道还让我等你不成？”萧云一脸傲然地说道：“就算是再洞天境，我也一样可以越级击败你。”大言不惭，李不凡哼了一声，他根本不相信萧云的狂妄之语。旁边的东玉堂摆了摆手，他神情淡漠地看着萧云说道：“修炼界哪有什么同境界公平战斗？既然你以下犯上，冒犯了我们混沌圣地圣子，那今天老夫就替帝天好好的管教你，好叫你知道什么叫做上者为尊，不容冒犯。东玉堂，我帝天的徒弟，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管教了？当我地风无人吗？”不远处，帝天缓缓踏步而来，他虽然走得很慢，但是缩地成寸，眨眼之间便出现在萧云的身边，冷冷看着面前的东玉堂师徒俩。萧云见到自己便遗师尊到来，心中顿时松了口气。老家伙对老家伙，这才算是公平。自己这个小的，还是对付另一个小的吧。萧云不由得一脸冷笑的看着面前的李不凡，既然这家伙自己送上门来，那就让他再在床上躺半年吧。李不凡似乎感受到了萧云的目光，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连忙后退。他可不想再被混沌中撞击了。东玉堂不满地瞪了李不凡一眼，自己的徒弟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炼体境修士给吓住了，真是窝囊废一个。但此刻东玉堂也没时间理会萧云，他的目光早已经锁定了帝天，冷冷说道：“帝天，你出来的正好，当年我惜败于你，今天我便再来领教你的高招。”帝天闻言讽刺道：“什么惜败？你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当年你被我打得跟一条狗一样凄惨，根本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东玉堂闻言勃然大怒，他一飞冲天，朝着下面的帝天怒喝道：“帝天，废话少说，你快给我滚上来，今天我就要一雪前耻。既然你自寻耻辱，那我便成全你。”帝天冷笑一声，踏空而起，如同一道利剑，笔直地冲向高空。像他们这种级别的战斗，也只能在高空中激战，否则恐怕会把周围的几十座山峰都给毁灭了。
地峰上空，两股强大的气息正在高空之中肆意弥漫，如同天威一般，让下面的人心惊胆战。因为地天二人所处的位置太高了，以萧云的肉眼根本看不到他们的战斗场景，只能感受到一声声恐怖的惊雷在天际炸响。萧云心中有些遗憾，这么精彩的战斗却不能亲眼观战，真是太遗憾了。不过没关系，还有另一场战斗在等着自己。萧云看着不远处的李不凡，不由得冷笑一声，对旁边的席春雨说道：“席师妹，你用飞剑载我一程，我要去揍李不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然李不凡主动找上门来了，萧云自然要回敬过去，否则的话，以后谁都敢来欺负他了。”好。席春雨闻言，美眸眨了眨，随即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毕竟以前李不凡经常来烦他，他早就想要教训李不凡一顿，只是奈何实力不够，现在有萧云出手，那他当然乐意的帮忙。当下，席春雨照出一柄飞剑，载着萧云飞向高空。咻！萧云并不是第一次飞行了，所以他显得很镇定，毕竟有席春雨的精神力保护，他根本不怕掉下去。萧云！不远处，李不凡看到萧云御剑飞来，顿时瞳孔一缩，吓得连忙转身就逃。萧云紧紧地追在后面，口中还大喝道：“李不凡，你不是圣子吗？怎么不敢与我公平一战？”李不凡闻言差点憋出内伤：“你特马德那是公平一战吗？借用混沌中的力量，谁还是你的对手啊？”李不凡可不想再在床上躺半年，所以他逃得很快。萧云在后面紧追不舍，并且还大声吼道：“李不凡，你这个废物圣子，连我一个炼体境的修士都不敢迎战，你还有什么资格当我们混沌圣地的圣子？我要是你，就直接找个茅坑跳下去，淹死算了。”萧云的声音很大，周围山峰上的弟子们全都听到了。顿时，一道道身影腾空而起，朝着这里看了过来。李不凡见状，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从很多人的脸上看到了嘲笑和幸灾乐祸。自己堂堂一个圣子，居然被一个普通弟子追杀，而对方还只是炼体境的低级修士，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啊！李不凡根本无法忍受这种羞辱，他怒吼一声，也不管是否能够对抗萧云的混沌中，便掉头杀向了萧云。萧云，我要杀了你！李不凡低吼道，他双眸赤红一片，面容无比狰狞，显然愤怒到了极点。在他的背后有7个洞天显露出来，爆发出恐怖的威能。混沌影！萧云一惊，连忙掐动印诀，借用混沌中的力量。顿时，周围的天地灵气狂暴起来，像是一条条长江大河，朝着萧云这里汇聚而来，凝聚成一口金色的大钟，散发着浩瀚无边的地兵神威。当萧云随即催动混沌钟，朝着对面冲来的李不凡撞去。李不凡吓了一跳，连忙闪躲开来，但是混沌中的威势太恐怖了，仅仅余波横扫出去，便将他轰得吐血而飞。噗！李不凡在远处半空中停住身子，他擦掉嘴角的血液，满脸愤然地瞪着萧云，怒吼道：“借助混沌钟算什么本事？有种跟我公平一战！”公平一战！萧云一脸嘲讽地看着李不凡，冷笑道：“你一个洞天境的修士，我一个炼体境的修士，你让我跟你公平一战？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脑子坏了吗？”说罢，萧云继续催动混沌钟朝着李不凡砸来。够了！就在此时，天际传来一声大喝，如同惊雷在耳边炸响。下一刻，一道霸气的身影出现在李不凡身旁，一掌就把萧云操控的混沌钟给打爆了。萧云心中一惊，随即连忙后退，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太恐怖了，绝对是一个老家伙，不是他现在可以抵挡的。好在福伯及时的赶过来了，将萧云挡在身后。少主，此人是执法者。福伯面色凝重的向萧云传音道。萧云看向对面的那个恐怖的身影，不过对方面容模糊，根本看不清楚他长什么样子。执法者也在冷冷盯着萧云，他声音威严道：“萧云，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下犯上，冒犯圣子！”萧云也不怕他，闻言冷哼道：“人家师徒俩都打上门来了，我难道还不能出手自卫？放肆！”执法者神色威严，朝着萧云呵斥道：“你要搞清楚你的身份，你只是一个太上长老弟子，看到圣子就应该恭敬行礼，如此的不分尊长，本座看你将来就算变强了，也只是一个白眼狼，索性今天本座就废了你，以绝后患。”萧云脸色一变，福伯挡在萧云面前，连忙说道：“执法者大人，我家少主天赋超群，未来铸就混沌体不成问题。你今天若是废了他，将来我们混沌圣地还如何崛起？”执法者冷哼一声，不屑道：“我们混沌圣地的崛起，还需要放在一个炼体境的小孩子身上吗？帝天当年是何等天赋，他可曾铸就了混沌体？想要铸就混沌体，本座看你们是在做梦。”说罢，执法者便抬起了一只手掌，一股强大的威压席卷而来，当场就将福伯和萧云的身体给凝固了，无法动弹。福伯和萧云脸色皆是一变，他们现在连动都动不了，在这位执法者的面前，他们实在太渺小了，简直如同蝼蚁一般，任人揉捏。哈哈，萧云敢冒犯圣子，现在知道后果了吧？李不凡站在执法者身旁，满脸幸灾乐祸地看着萧云，只感觉心中很爽。萧云恨恨地瞪着李不凡，还有旁边的执法者，他发誓，如果今天能够活下来，将来他一定打爆这位执法者。实力
我要实力。在修炼界，强者为尊，只有拥有无敌的力量，才能笑傲天下，众生称尊。这一刻，萧云充满了对力量的渴望。哼！执法者似乎感受到了萧云眼中的敌意，他冷哼一声，抬起的大手便朝着萧云探了过来。此刻，帝天正在上空与东玉堂战斗，根本无法顾及到下面。就在萧云和福伯绝望的时候，一声轻叹从远处传来。下一刻，萧云便感觉自己周围的压力顿时消失了，而他和福伯两个人也瞬间回到了地峰上。同时，在萧云的身前还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正是混沌圣地圣主。萧云看到这位圣主出现，顿时松了口气，看来这次小命暂时保住了。天空中，执法者看到混沌圣地圣主出手就走了萧云，不由得皱起眉头，沉声道：“圣主好手段，看来已经踏入了半步圣人境界，真是可喜可贺。不过，即便您是圣主，也不能包庇一个以下犯上、目无尊长的弟子。”混沌圣地圣主看向执法者叹道：“东神王，只是两个小辈之间的争斗，惹出东玉堂也就算了，没必要连你也出手吧？如此以大欺小，岂是强者风范？不如看在我的面子上，此事就到此为止吧。”身后，福伯听到混沌圣地圣主的话语，顿时脸色大变，他连忙向萧云传音道：“少主，原来这家伙是东神王，他是东玉堂的大哥，曾经是我们混沌圣地排名第2的圣子，也是老主人最大的对手。”萧云恍然大悟，难怪这位执法者一出现就替李不凡出头，感情他们都是一家人啊！马德，萧云心中暗骂，他发誓，等他将来强大了，就把这些混蛋全给镇压了。天空中，执法者听了混沌圣地圣主的话语，顿时散去脸上的迷雾，显露出自己的真容。哼，果然是这个家伙。福伯冷哼一声，传音给萧云。东神王看着地峰上的混沌圣地圣主，面色冰冷，沉声道：“圣主，萧云以下犯上，本就是触犯了我们混沌圣地的门规，本座只是秉公执法，并不是以大欺小，请圣主不要污蔑本座。”混沌圣地圣主皱眉道：“萧云好歹曾经也是神子，令得混沌中响了9声，难道连这点小事也要追究他吗？这若是传了出去，外面的人还以为我们混沌圣地容不下天才。”东神王冷扫了萧云一眼，沉声道：“数月前在幻魔塔，萧云就打伤了李不凡，本座便是看在他曾经是神子的份上，才饶恕他那一次。但是这一次，萧云公然追杀李不凡，还出言诋毁他，让他名誉扫地，这已经严重冒犯了圣子的威严。本座作为执法者，自然要秉公执法，以正视听。”萧云闻言冷哼道：“圣子好大的威严，难道圣子就能随便出手对付我们普通弟子？而我们普通弟子对圣子还手就是大错，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东神王冷冷看着萧云说道：“修炼界强者为尊，圣子代表着强大的潜力，是我们混沌圣地未来的支柱，自然有特殊待遇。如果你当初没有放弃神子之位，就算你杀死了李不凡，也不会有什么大罪。这就是我们混沌圣地的门规。”卧槽！萧云闻言，心中越发后悔当初放弃了神子身份。他立刻看向混沌圣地圣主，出声问道：“请问圣主，要如何才能成为圣子？”他明白了，现在只要他成为了混沌圣地的圣子，那东神王就没有理由再处置他了。东神王显然也明白了萧云的意思，他冷笑一声，嘲讽道：“现在知道身份的重要性了，可惜太迟了。在我们混沌圣地，只有3种方法可以成为圣子：一是有强大的天赋，立了大功；二是开山收徒的时候敲响6声混沌钟；三是拥有特殊体质。”说完，东神王俯视着下面的萧云，讥笑道：“可惜这3种方式，你一样也做不到。”混沌圣地圣主闻言沉声道：“东神王，萧云马上就要去真龙朝了，以他的天赋，只要在真龙朝内为我们混沌圣地扬威，那便算是立了大功，完全有资格晋升为圣子。”东神王冷冷说道：“那也是将来，现在他还不是圣子，那就要承担冒犯圣子的罪责。谁说我现在不能成为圣子？”萧云大吼一声，他指着东神王冷冷喝道：“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区圣子之位，我萧云想要便要。”说罢，萧云就立刻盘膝坐在地上，开始修炼混沌经。而他的举动顿时让周围的人一脸莫名其妙，但是很快就有人猜出萧云的目的了。我知道了，萧云是想要靠修炼混沌经铸就混沌体，这样一来他就有特殊体质了，可以马上成为圣子。白痴，混沌体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能铸就成功？不过若是他能够铸就混沌体雏形，那也算是3阶王体，足以成为圣子了。想要铸就混沌体雏形，那得将混沌经给修炼到了36层圆满境界，当年帝天都耗费了200年才成功，他怎么可能在短短片刻之间就能完成？萧云恐怕是疯了。周围传来一声声议论。此时这里早已经围满了很多人，有混沌圣地的弟子，还有混沌圣地的长老，甚至连一些太上长老都过来了。毕竟能够惹出一位执法者，还有混沌圣地圣主，这个热闹谁都不想错过。哼，真是可笑。天空中，东神王愣了一下，但随即就一脸嘲讽地看着下面的萧云，讥笑道：“真以为混沌经那么容易修炼吗？
想要依靠混沌经在短时间内铸就混沌体雏形，此子怕是已经疯了。混沌圣地圣主看着盘膝闭目的萧云，心中叹了口气，他也觉得萧云是被逼急了，有些手无举措了。不过混沌圣地圣主还是为萧云争取一些时间，他看向东神王说道：“东神王，既然如此，何不给萧云一点时间？这点总不为过吧？”东神王根本不相信萧云能够在短时间内铸就混沌体雏形，所以他冷笑一声，故作大度的说道：“好，那我就给他1个礼拜的时间，看他是否能够铸就混沌体雏形。”东神王一点都不担心会被萧云翻盘，毕竟混沌经的修炼难度他是非常清楚的。当年帝天是何等天赋，把他都给压了下去。结果呢？帝天耗费了200年时间才铸就了混沌体雏形，就这便已经破了前人的记录了。因此，东神王根本不相信萧云能够在短短时间内铸就混沌体雏形，这是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宇宙有至理，难以耳目气。凡可参悟者，即属于元气，气无理不运，理无气莫铸。与此同时，萧云已经物我两忘，进入顿悟状态，开始参悟混沌经。此时，他已经不管自己是否会突破到聚气境，而无法进入真龙巢了。毕竟小命都快没了，还在乎什么真龙巢啊？伴随着萧云进入顿悟状态，混沌经的第10层便已经领悟了一大半，周围的天地灵气像是江河海流一样，朝着他的身体汇聚而来。外界顿时一阵惊呼声：萧云居然突破第10层了，好强大的悟性！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1年前就已经修炼到了第9层，恐怕早就能够突破第10层了。可惜想要铸就混沌体雏形，得将混沌经给修炼到36层，他现在还差得远。1个礼拜内铸就混沌体雏形，这是神仙也办不到的事情。众人议论纷纷，福伯则满脸着急地说道：糟了，少主还要去真龙巢，他现在如果突破到了聚气境，那就没办法再去真龙巢了。旁边的混沌圣地圣主闻言，笑着说道：没关系，我可以压制他的修为，不让他突破到聚气境。说罢，混沌圣地圣主挥了挥手，一个金色的光罩就将萧云给罩住了，将周围汹涌而来的天地灵气都阻挡在了外面。福伯见状，顿时松了口气。天空中，东神王冷哼一声，没有理会，仅仅第10层，距离第36层还差得远呢。这家伙还想要铸就混沌体雏形，简直是做白日梦。旁边李不凡也是一脸冷笑，他觉得萧云这次完蛋了，想要在1个礼拜内铸就混沌体雏形，这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纵使那些大帝在萧云这个年纪，也不可能办得到。没想到修炼第10层混沌经，居然要耗费我2次顿悟。此时，萧云不管外界的喧哗，依旧在顿悟状态中修炼着混沌经。让他没想到的是，前9层混沌经1层只需要1次顿悟就能练成，但是到了第10层1层就需要2次顿悟才能练成了。看来越往后修炼混沌经的难度便越大，需要顿悟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萧云顿时明悟了，这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他原本以为只需要108次顿悟就能将混沌经给修炼到108层，现在看来是他太天真了。不过我只要铸就混沌体雏形，就能媲美3阶王体，足以晋升为圣子了。萧云暗自想到，幸好他这次只需要铸就混沌体雏形即可，不需要立刻铸就混沌体。仅仅是混沌体雏形，萧云已经听帝天说过，只需要将混沌经给修炼到36层便足够了。而现在他还剩下140多次顿悟呢。当下萧云再度耗费顿悟次数，继续修炼混沌经。第10层、第12层、第14层，随着时间的流逝，萧云距离混沌体雏形越来越接近了。在顿悟状态之下，萧云与混沌大道共鸣，修炼混沌经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简直就跟考试有答案抄一样，实在太快了。轰隆隆！当萧云突破1层层混沌经的时候，外界的天地灵气越来越狂暴，如同决了堤的洪水一样，不断的朝着萧云蜂拥而来。不过萧云身体外有金色光罩阻挡，所以这些天地灵气无法进入萧云的身体，否则他恐怕瞬间就能突破到聚气境。而周围的人已经再度惊呼了，太恐怖了，他这到底是突破了多少层？怎么会引来这么多的天地灵气？当初帝天太上长老说他1日9层，难道这是真的吗？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天地灵气，他绝对不是仅仅突破到了第10层。在众人的惊呼中，涌向萧云的天地灵气越来越多了。不远处，东神王眼神无比阴郁，他没想到萧云的悟性这么强大，居然一连突破了好几层，这比当初的帝天强太多了。李不凡也被吓住了，他在旁边低声道：师伯，萧云他不会真的可以铸就混沌体雏形吧？东神王冷哼一声，传音道：放心好了，他就算悟性再强大，也不可能在1个礼拜内将混沌经修炼到了第36层。听到东神王的话语，李不凡这才放心下来。与此同时，朝着萧云蜂拥而来的天地灵气越来越多，但因为被金色光罩阻挡，所以这些天地灵气都聚集在萧云的周围，这就使得萧云周围的天地灵气越来越多，都快要转化为液态了，让在远处的很多人无比震撼。如此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比那些圣人修炼的地方都要浓郁了，如果能够待在其中修炼，修为必然可以进步迅速，
一位太上长老感叹道。这话却是提醒了福伯，他眼神一动，连忙对旁边的席春雨说道：“席姑娘，你快去少主旁边修炼，这些天地灵气少主用不着，你完全可以用来提升修为。”席春雨一愣，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连忙跑到萧云旁边盘膝坐下，开始修炼功法，吸纳周围的天地灵气。对啊，这些天地灵气萧云用不着，但是他可以吸纳，反正不用白不用，总比浪费掉要好得多。福伯看着席春雨进入修炼状态，不由得看向旁边的林小雅，笑着说道：“小雅，你如果不进入真龙巢，现在就是你突破聚气境的好机会，而且说不定你还可以借此机缘，马上修炼到聚气境巅峰，突破到神桥境都很有可能。”林小雅闻言，顿时无比纠结了。一下子达到聚气境巅峰，甚至有可能突破到神桥境，这个诱惑太大了。如果让他自己修炼，恐怕需要10几年才能踏入神桥境，现在却有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这可是省下了他很多时间。但如果他突破到了聚气境，那就没办法再跟萧云去真龙巢了，真是纠结啊。神桥境中期，席春雨突破到了神桥境中期了，他似乎才刚晋升神桥境不久，没想到这么快就突破了。有如此机缘，他不突破才怪事呢。没想到萧云修炼混沌经，却是成全了席春雨。突然，周围传来一声声惊呼，林小雅顿时紧紧盯着盘膝坐在师兄旁边的席春雨，她明显感受到席春雨的气息比刚才更强了，显然是突破到了神桥境中期。可恶，这是师兄的机缘，就算轮也轮不到你。林小雅一阵咬牙切齿，同时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次之后，她和席春雨之间的修为差距便越来越大了，这简直让她无法忍受。尤其是萧云以后的修炼速度肯定很快，到时候如果萧云出去历练，肯定会带着席春雨，而不会带着他这个修为低下的拖油瓶。想到这里，林小雅终于无法忍受了，她抬头对福伯说道：“师尊，我不去真龙巢了。”说罢，林小雅就冲了过去，跑到萧云的另一边盘膝坐下，也开始吸纳周围的天地灵气。轰！没过多久，林小雅就突破到了聚气境，而且她的修为还在继续暴涨。毕竟她修为低下，突破起来比席春雨快多了。福伯满脸笑容地看着这一幕，此番真是大机缘啊！不仅帮助林小雅提升了修为，还能让少主在进入真龙巢时少了一个拖油瓶，真是一举两得呀！哈哈。混沌圣地圣主也是微笑地看着这一幕，对他来说，不管是席春雨还是林小雅，都是混沌圣地的弟子，他们的实力越强，也就是混沌圣地越强。远处那些混沌圣地的弟子们看到席春雨和林小雅两人突破境界，也都是一阵眼热。可惜有混沌圣地圣主站在那里替萧云护法，他们根本不敢过去抢夺机缘，更何况地峰还有护山大阵，不是什么人都能轻易踏足的。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席春雨和林小雅的修为在持续暴涨。轰！突然，周围的天地灵气剧烈暴动起来，越来越疯狂的天地灵气朝着地峰这里汇聚了。下一刻，人们顿时看到，在萧云的头顶上空，有3朵花逐渐凝聚成型，散发着磅礴的灵气波动。天哪，这是3花聚顶萧云的混沌经修炼到了第18层了。1日9层，我现在终于相信帝天的话了。当初萧云就是1日9层，天柱极境，真是太恐怖了。他的悟性怎么会这么强？难道他时时刻刻都能进入顿悟状态？周围顿时一片惊呼，就连混沌圣地的圣主，还有不远处的东神王，都是一脸不敢置信地望着萧云。3花聚顶混沌经第18层，这也太恐怖了吧！这才1天时间都没有过完啊！就算是那些古之大帝，也不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悟性吧？当萧云练成混沌经第18层，显露出3花聚顶的异象，引起了一片惊呼声。不过很快众人就开始眼红林小雅和席春雨了，因为萧云头顶上的3朵花根本无法进入萧云体内，毕竟有混沌圣地圣主亲自布置的封印阻挡，所以这3朵花只能浪费了。但是福伯会让他们浪费吗？怎么可能？福伯几乎立刻出手，将萧云头顶上的3朵花分别打入席春雨和林小雅的体内。其中席春雨因为修为强，分得2朵花，林小雅分得1朵花。这3朵花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机缘。林小雅在吸收了1朵花之后，她的修为就跟坐火箭一样，直接蹿升到了聚气境巅峰境界。席春雨吸收了2朵花后，修为也再次突破，晋升到了神桥境后期。远处的一众混沌圣地的弟子们简直是一脸的羡慕嫉妒恨，无比眼红啊！混沌圣地圣主也微微笑道，倒是成全了这2个小丫头。嘿嘿，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的不过如此吧。福伯也感叹道，很多人选择追随天才，为的便是如此待遇。当年福伯也尝过这种滋味，毕竟他很早就选择了跟随帝天，每次帝天修炼混沌经突破的时候，也都会给他的追随者带来一些好处。福伯也是靠着这种机缘才修炼到了超凡境界，否则以他的天赋根本无法踏入超凡境界。而现在轮到林小雅和席春雨这2个小丫头尝到了这种待遇了，真是2个好运的小丫头。福伯都有些羡慕林小雅和席春雨了。萧云的天赋无疑是远远强过帝天，这2个丫头跟在萧云身边，以后的成就肯定不差。与此同时，正在修炼混沌经的萧云
又遇到烦恼的事情了，因为他发现修炼混沌经第19层居然需要耗费3次顿悟的时间，这是要层层叠加啊！看来我想要铸就混沌体，最起码还得积累几百次顿悟才行。萧云心中很无语，他现在终于明白混沌经的修炼难度有多么巨大了，难怪这么多年以来都没人能练成，实在是这个难度太变态了。萧云如果没有系统帮助的话，那他恐怕这辈子连混沌体雏形都无法铸就。还好老子有系统，萧云暗暗庆幸。接下来，萧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系统，发现自己还有135次顿悟，这个数字似乎有些超出他的估计。不过，萧云很快就明白了，肯定是他修炼混沌经引发了什么异象，从而引起周围人的惊呼，又给他增加了不少顿悟机会。真爽啊！没想到修炼的时候还能引起惊呼，增加顿悟次数，看来我铸就混沌体雏形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了。萧云顿时满脸自信。外界此时已经天黑了，星光璀璨，但是周围的人都没有走，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萧云的修炼速度，觉得萧云很有可能真的能铸就混沌体雏形，所以他们都不想错过这一幕。而随着萧云继续使用顿悟修炼混沌经，周围的天地灵气越来越浓郁了，已经完全液化成了水了，朝着四面八方流淌出去。这可不能浪费！福伯看到这一幕，连忙施展神通，将这些液化的天地灵气聚集起来，送到林小雅和席春雨那里。林小雅和席春雨的修为再度得到了突破，其中林小雅达到了聚气境圆满境界，只等凝聚精神力便可踏入神桥境了，而席春雨更是踏入了神桥境巅峰，实力大增。福伯顿时满意的点了点头，看这个情况，林小雅突破到神桥境的几率非常大，而席春雨的话，最起码也能够达到神桥境圆满境界，说不定还有可能突破到洞天境。不得不说，这次的机缘对他们来说实在太恐怖了，至少帮助他们节省了20-30年的修炼时间。轰隆隆！忽然虚空生雷，电闪雷鸣，在萧云的头顶上空，一朵一朵黄灿灿的云朵开始凝聚而出。有人数了一下，足足有5朵云。一位太上长老一怔，似乎想起了什么，顿时瞪大眼睛，满脸不敢置信道：“是武气朝元，他已经将混沌经给修炼到了第27层了。”这一下，周围的人彻底沸腾了。三花聚顶，武气朝元，太恐怖了！他竟然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接连突破了18层混沌经。此子如果不能练成混沌经，铸就混沌体，那恐怕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成功了。武气朝元啊，只差最后9层，萧云便可以铸就混沌体雏形了。周围惊呼声不断，所有人都震撼不已。这下就连混沌圣地圣主也被惊呆了，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萧云。还有远处的东神王，他的脸色现在难看到了极点，阴郁的跟海底的乌龟一样阴沉。李不凡更是彻底呆愣住了，像个傻子一样，一边看着萧云，还一边低声呢喃道：“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人们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撼了。在此之前，谁能想到萧云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将混沌经给修炼到了第27层？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如此悟性，绝对可以铸就混沌体，我们混沌圣地的崛起有望了。半晌，混沌圣地圣主感慨一声，双眸熠熠生辉地看着盘膝修炼中的萧云。此时他已经决定了，就算萧云最终无法铸就混沌体雏形，他也会保下萧云，绝对不会让东神王伤害到萧云一丝一毫。萧云的恐怖悟性已经彻底打动了混沌圣的圣主了。虽说1年前萧云也是1日9层，但那终究只是帝天说的，不是混沌圣地圣主亲眼目睹，所以他并不相信。但是这一次却是混沌圣地圣主亲眼目睹，他才相信了萧云的恐怖天赋是绝对可以练成混沌经，铸就万古无双的混沌体。这让混沌圣地圣主看到了他们混沌圣地崛起的希望，而这希望就在萧云身上。又是一波大机缘啊！在众人惊呼的时候，福伯看着萧云头顶上空凝聚出来的5朵黄灿灿的云，却是在感慨林小雅和席春雨的好运气。这5朵云不知道又要帮助他们俩提升多少实力，但绝对比之前的那3朵花更强。于是在5朵云凝聚完成之后，福伯马上出手招了过来，将其中的1朵云分给席春雨。至于林小雅，福伯并没有给他，因为林小雅此刻被困在了聚气境圆满，迟迟没有凝聚精神力，一时间无法踏入神桥境，他根本吸收不了天地灵气了。而席春雨在吸收了1朵云之后，修为也晋升到了神桥境圆满，也被卡在了瓶颈了。福伯只好把剩下的4朵云给封印起来，一边看着林小雅和席春雨，一边叹道：“现在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旁边的混沌圣地圣主笑着说道：“也罢，相遇便是缘分，今日我便助他们一臂之力吧。”话落，混沌圣地圣主嘴中开始念叨着一些经文，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任何声音传出。但不远处的林小雅和席春雨却是被一团金色的光芒所包裹。大音希声，这是圣音。福伯一脸震惊，他好歹也是一个超凡境的高手，非常有见识，马上就认出混沌圣地圣主的手段了。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发出的圣音，如同佛门佛陀雷音震耳，可以帮人醍醐灌顶，有豁然开朗之效。说白了就是功效接近顿悟，但并没有顿悟的那种巨大效果，算是1/1000的顿悟吧。但即便如此，也完全可以帮助人突破境界。更何况聚气境和神桥境的瓶颈并不是很困难，
以林小雅和席春雨的天赋，突破也是迟早的。混沌圣地圣主这么做，只是提前帮助他们突破而已。只见随着混沌圣地圣主的圣音传出，林小雅和席春雨顿时身体一震，他们脑海中如同有惊雷炸响，让他们有种窥破瓶颈的感觉。几乎在下一刻，两人就开始冲击瓶颈，开始突破到下一个境界了。其中，林小雅因为修为低，突破的最快，她很快就凝聚了精神力，踏入了神桥境。好！福伯见状，顿时满脸喜色，当即招了招手，送了一朵黄云过去，让林小雅吸收。林小雅的修为顿时跟做了火箭一样，刚刚突破到神桥境初期，便立马迈入了神桥境中期。福伯对自己的徒弟自然不会有什么舍不得，当即再次送了一朵黄云过去。林小雅的修为继续突破，达到了神桥境后期。这下福伯直接将剩下的2朵黄云一起送过去了。林小雅来者不拒，在吸收了这2朵黄云之后，修为一举达到了神桥境圆满，跟席春雨齐平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席春雨也终于突破了瓶颈，踏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洞天境。只见在席春雨的身后，蓦然浮现出了一个黑洞，吞噬着周围的天地灵气，并且迅速扩大。此时林小雅已经达到了神桥境的瓶颈，短时间内根本无法突破，只好睁开眼睛放弃修炼。而周围那些浓郁至极的天地灵气，此刻却都便宜了席春雨，帮助他迅速开辟洞天空间。没过多久，席春雨就开始凝聚第2个洞天了。席师姐真厉害，居然一举踏入了洞天境。此时林小雅已经回到福伯身边，看着席春雨修为大进，她现在倒是没有多少嫉妒了，因为她已经达到了神桥境圆满境界，只差一步就能迈入洞天境了。可以说和席春雨比起来，她才是坐了火箭一样，这次得到的好处太大了，几乎让她一步登天。福伯笑盈盈道：你们2个丫头真是好运，不过也别高兴得太早了，你们这次修为提升的太快了，很不稳固，所以接下来你们要天天去幻魔塔找那些幻影分身切磋，磨砺战斗经验，稳固修为。是，师尊。林小雅乖巧的点了点头，她满脸笑容，因为她已经达到了神桥境，可以御剑飞行了。这一天她可是期盼了很久。轰！突然，萧云的头顶上空又有异象出现了。这次不是三花巨顶，也不是武器朝元，而是一条条彩色的光柱，直通苍穹，像4亿根根天柱在支撑着那巨大的天空和宇宙，并且周围的大地上开始不断的涌现出金色莲花，一阵阵浩瀚的大道之音在虚空之中涌现，响彻整个地方。苍穹之上，夜空中也有无数星辰投下荧光，将整个地方都给照得无比明亮，简直就是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如此异象十分壮观，令得周围的人目瞪口呆，满脸震撼。但是很快，众人看着盘膝闭目中的萧云，眼中的震撼就更多了，因为此刻的萧云身体已经慢慢的漂浮起来，身上释放出金色的光芒，非常的耀眼夺目，就像4亿尊太阳爆发出绚丽的神辉。而萧云背后的彩色光柱此刻已经增加到了30根，如同30根通天神柱支撑着那浩瀚的天穹。更让人震撼的是，这些彩色的神柱之中不断的有浩瀚的大道之音传出。这是大道之音？那些难道是大道投影？肯定是大道投影，我曾经见过帝天的300条大道投影，萧云拥有30条大道投影，难道他已经铸就了混沌体雏形？众人惊呼，许多人倒吸一口凉气，实在太震撼了。萧云竟然真的铸就了混沌体雏形，一举将混沌经给修炼到了第36层，这是何等的震撼啊！一些太上长老们甚至不小心拔掉了自己的胡子，实在是太震撼了。仅仅1天时间，萧云居然就铸就了混沌体雏形，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震撼的了。这若是传到了修炼界，恐怕整个修炼界都会沸腾的。如此悟性真是恐怖，未来铸就混沌体指日可待。混沌圣地圣主满脸震惊地看着漂浮在半空中的萧云，眼中异彩连连。一旁的福伯早已经是满脸笑容了。至于不远处的东神王和李不凡，已经脸色阴沉如水，漆黑无比。他们知道这一次他们失败了，萧云真的铸就了混沌体雏形，成为圣子了。果然，就在下一刻，混沌圣地圣主便朗声说道：太上长老弟子萧云天赋非凡，铸就混沌体雏形，特此晋升他为圣子。洪亮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这一刻，所有的混沌圣地的弟子们都沸腾了。当萧云将混沌经第36层参悟圆满之后，他感觉天降瑞彩，地涌金莲，朵朵莲花绚丽绽放，神霞漫天，龙飞凤舞，紫气东来。足足有30条大道投影在他的背后显露出来，五色神光照耀天上地下，七彩神辉洒落整个混沌圣地，诸多妙相玄玄之门纷纷呈现。大道之音一重接着一重传来，如同佛门高僧当头棒喝，又如那道家仙师醍醐灌顶，在萧云的心中隆隆作响。他神色庄严肃穆，如痴如醉，像似沙漠中遇到天降甘霖，顿时生机勃勃，心灵上的灰尘也在瞬间清扫干净，如同菩提明镜，微尘不沾。这一刻，萧云的肉身彻底发生了蜕变，从原本的凡体进阶到了王体，已经初步拥有混沌体雏形了。这就是混沌体雏形吗？萧云此刻已经停止修炼，
他那时体内发现自己的血肉和脏腑以及骨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个都在散发着彩色的光芒，显得无比神圣。同时，萧云感觉自己的肉身变得比以前更强了，血气汹涌澎湃，生机极其旺盛，充满着使不完的力量，估计至少增加了10万斤力量。也就是说，萧云现在已经拥有80万斤的力量了，踏入了7境领域。这也很正常，拥有3阶王体，本来就会比凡体多10万斤力量。萧云感到非常兴奋，有如此战力，等他进入真龙巢之后，还有谁是他的对手？完全可以横扫一切强敌。当然，这还要感谢混沌圣地圣主帮助他压制了修为，否则的话，他现在恐怕都已经直接升到洞天境了。对于萧云来说，他根本不急着晋升洞天境，他需要的是在每个境界达到最强，造就至高无上的根基。这也是绝世妖孽的共同选择。对于那些绝世妖孽来说，提升修为根本不是难题，他们需要的是打造最强大的根基，这才是他们以后晋升大地的底气。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根基，那就没机会晋升大地。萧云的目标肯定是大地，所以他并不急着提升修为，反正有顿悟，他提升修为也很快，如同水到渠成，非常容易。太上长老弟子萧云天赋非凡，铸就混沌体雏形，特此晋升他为圣子。就在此时，萧云听到了混沌圣地圣主的话语声传来。萧云顿时睁开眼眸，看着面前的混沌圣地圣主，连忙躬身行礼，多谢圣主护法。他知道圣主是站在他这边的，所以对其非常尊敬。混沌圣地圣主非常欣赏萧云，闻言笑着说道：“圣子不必客气，能够看到圣子铸就混沌体雏形，我感到很高兴，这是我们混沌圣地的盛事，还希望圣子继续努力，争取早日铸就混沌体，带领我们混沌圣地崛起。”萧云神色肃穆，眼神坚定地说道：“请圣主放心，弟子一定会铸就混沌体。”混沌圣地圣主点了点头，随即转头看向天空中的东神王，淡淡说道：“东神王，现在萧云也是圣子了，按照门规，圣子之间的争斗，只要不是同门相残，吾等便不可插手。”东神王脸色阴沉如水，他冷冷说道：“帝天倒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希望他以后真的能够铸就混沌体吧。”说完，东神王便踏空离去。李不凡一个人站在那里，顿时有些手足无措。他看着下面的萧云，心中一片悲哀。萧云已经成为圣子了，地位跟他一样，以后他就不能再拿地位来束缚萧云了。而在混沌圣地内，能够借助混沌中力量的萧云，实力绝对比他更强。可想而知，以后他如果不想倒霉的话，见到萧云就要远远的躲开，这让李不凡非常不甘心。萧云此刻也看向了李不凡，他笑着对圣主问道：“圣主，那我只要不废掉李不凡的修为，不杀了他，就可以随便打他了吗？”混沌圣地圣主闻言一脸无语，半晌，他才淡淡说道：“只要不涉及圣子的性命，不废掉圣子的修为，圣子与圣子之间的恩怨，我们不会插手。”说罢，混沌圣地圣主就踏空离开了。萧云顿时一脸冷笑的看向天空中的李不凡，捏了捏拳头说道：“李不凡，你听到了吧？以后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没等萧云说完，天空中的李不凡便已经逃走了，速度非常快，让萧云目瞪口呆。卧槽，看来现在还没办法做这家伙。萧云有些无奈，他虽然可以借助混沌中的力量打败李不凡，但是他毕竟才练体境，还不会飞行，速度根本比不上李不凡。李不凡真要逃走，萧云根本追不上。哼，等我从真龙巢回来之后，提升了修为，再找你算账。萧云冷哼一声，很快就把李不凡抛在脑后。一个小小的李不凡，他还没有放在心上，能够被他视为对手的，至少也得是那些至尊体。至于李不凡，还差远了。师兄，萧师兄。与此同时，福伯、林小雅和席春雨他们3人走了过来。萧云一眼就看出席春雨和林小雅修为大涨，不由得笑道：“恭喜你们修为大进啊！这还要多谢萧师兄赐给我们的机缘。”席春雨眨着美眸，一彩连连的看着萧云，心中非常激动。这次他的修为提升的太多了，一举迈入了洞天境，节省了数十年的苦修。旁边的林小雅也是一脸高兴的说道：“师兄，我现在可是神桥境圆满了哦，已经远远超过你了。”萧云莞尔笑道：“那这样一来，你岂不是就不能跟我去真龙巢了？”林小雅闻言顿时一脸泄气。旁边的福伯笑着说道：“没有他这个拖油瓶，少主你在真龙巢内也能自由一些。”这倒是。萧云闻言不由得哈哈大笑。你们旁边的林小雅鼓着小脸跺了跺脚，一脸不高兴地瞪着他们。唰！就在此时，帝天从天而降，他背负着双手，带着笑容，一脸春风得意地走了过来。萧云看到帝天一脸的笑容，就猜到是自己师尊赢了，顿时笑着恭贺道：“师尊果然厉害，连天境大能都能越级击败。”要知道，帝天只是超凡境，一般的超凡境修士在天境大能面前，那就跟小孩子一样不堪一击。但是帝天却能够越级击败天境大能，由此可见帝天的实力有多么恐怖。区区一个天境初期的废物而已，以我的半部混沌体，如果还不能击败他，那就真的侮辱了混沌体这个排名第1的至尊体了。帝天不在意的摆了摆手，随后他满脸欣慰的看着萧云，感慨道：“徒儿，你可比为师厉害多了，这么快就铸就了混沌体雏形，将来一定可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无敌天下。”虽然他在天上跟东玉堂战斗，
但是他的神念依旧可以看得到下面发生的一切。当东神王现身对付萧云的时候，还是帝天传音请混沌圣地圣主来的，否则你以为混沌圣地圣主会来的那么及时啊？好在后来看到萧云铸就混沌体雏形，让帝天非常激动。现在帝天越看面前的这个弟子就越发满意了，他感到很兴奋，因为他真的是后继有人了。萧云不知道自己师尊所做的一切，他听到帝天的话语，笑着说道：“师尊放心吧，徒儿一定会铸就混沌体的。”他对此非常向往。混沌体10大至尊体排名第一，万古以来号称诸天万界最强的特殊体质。萧云心中有些迫不及待了，待他铸就混沌体，便是神龙笑傲9天之时。5星好评很重要，请大家手下留情，多给5星好评，大刀会努力更新的。半个月后，地峰，萧云和帝天准备出发前往真龙巢，福伯、林小雅和席春雨3人前来送行。少主，这是一枚空间戒指，里面储存着许多灵兽肉，还有玄铁飞刀以及诸多灵石。福伯拿出一枚空间戒指交给萧云，嘱咐道。萧云点了点头，接过了空间戒指，并向福伯道谢。一旁林小雅依依不舍地看着萧云：“师兄，你一定要小心些。”萧云微微一笑，拍了拍林小雅的脑袋，满脸自信道：“你还不相信师兄我的实力吗？祝萧师兄旗开得胜。”席春雨则轻声祝福道。萧云向他微微一笑，随即便和帝天驾云离开了地峰。与此同时，在混沌圣地内的一座座山峰上，也有不少人都朝着萧云他们望去，似乎都知道萧云是去干什么。毕竟真龙巢开启是修炼界的一场盛事，谁人不知萧师兄要去真龙巢了。多年以来，我们前往真龙巢的天才都遭受到太初圣地的伏击，死伤惨重，萧师兄这次恐怕有难了。哼，萧师兄已经达到了7境领域，拥有80万斤的力量，名列炼体境历史最强者第10名，他肯定能够横扫真龙巢。萧师兄的确很强，但是我听说这次太初圣地出了一个至尊体，好像还是排名第4的时空之体，他的实力恐怕还在萧师兄之上。希望萧师兄这次能够旗开得胜，扬我们混沌圣地之威。混沌圣地有很多弟子都在祝福萧云，毕竟萧云这次前去真龙巢，代表的是他们混沌圣地的颜面。如果萧云赢了，他们脸上也都有光；如果萧云输了，那以后他们出去历练都会被人嘲笑。因此，除了个别2个沙比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萧云能够旗开得胜，带着荣耀归来。很多人都在看着我呀。天空中，萧云和帝天站在一朵白云上，也感受到了下面投来一双双目光，在这些目光之中还蕴含着浓烈的期盼。萧云不自觉地感受到了一丝压力，这一次真龙巢之行，他责任重大。帝天在一旁叹道：“我们混沌圣地沉寂太久了，久到外面的修炼者都已经忘记我们混沌圣地是中土6大圣地之一了。”萧云闻言满脸自信，他狠狠地握了一下拳头，眸光战战地说道：“那这一次就让我萧云告诉他们，我们混沌圣地依旧是最强的圣地。”帝天微微一笑，他很满意萧云的自信，作为一个绝世妖孽就该拥有这样的自信。有我无敌，才能一直无敌下去，否则连自己都对自己没有信心，那还怎么打败敌人？所以每一个无敌的天才都拥有我无敌的信念。一路顺风，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萧云和帝天的耳边响起，那就是混沌圣地的圣主。萧云和帝天见状，连忙朝着圣主遥遥行礼。混沌圣地的圣主也朝着他们笑着点了点头。萧云能够感受到混沌圣地圣主眼中的期望，他心中顿时豪气大发，不由得大声吼道：“今日我萧云前往真龙巢，必将横扫所有天才，扬我混沌圣地天威！”洪亮的声音传遍整个混沌圣地。顿时，混沌圣地圣主还有诸多太上长老们闻言，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混沌圣地的那些弟子们也都感到无比振奋，都在心中默默祝福着萧云。离开混沌圣地，帝天便加快速度赶往真龙巢。10几天后，2人便抵达了真龙巢。这是一座巨大的峡谷，被金色的阵法护罩围住，里面云雾翻涌，灵气蒸腾，根本看不清楚有什么景色，只能隐隐约约感受到一股股浩瀚的龙威传来，令人心神震慑。而在峡谷外的入口处，有一座巨大的青石平台，此时一位位年轻的身影穿梭其中，他们正在交头接耳，高谈阔论，非常热闹。徒儿，你自行在这里等待真龙巢开启，为师先去见几位老友。帝天丢下萧云，便踏空离去。萧云眼尖，一眼便发现有一名年轻的少妇忽然出现在白云上，和自己师尊一同离去。有奸情，萧云眼睛微微一眯。不过他也没什么可惊讶的，毕竟帝天曾经是混沌圣地的第一圣子，风光无限，有1、2个红颜知己也很正常。萧云只能感慨一下自己师尊宝刀未老，想必这位就是萧师兄吧。就在此时，旁边走来一名年轻的少女，眨着2只水灵灵的大眼睛，正一脸好奇地打量着萧云。萧云一愣，随即疑惑道：“敢问姑娘芳名，为何认识我？”年轻少女笑盈盈道：“我叫汤云云，来自山水宗。至于为何认识萧师兄你，嘻嘻，刚才和你师尊一起离开的那位美女就是我的师尊。”说罢，汤云云还冲着萧云挤眉弄眼。萧云不禁莞尔一笑，感情这丫头是自己师尊姘头的徒弟啊，那说来也算是自己的师妹了，
毕竟谁知道以后这丫头的师尊会不会成为自己的师母。萧云顿时客气起来，笑着说道：“原来是汤师妹，萧某有礼了。”汤云云打量着萧云，眼中充满了好奇，笑盈盈道：“师尊经常对我说，帝天前辈这次收了一个了不得的弟子，将来一定会名震九霄大陆。今日见到萧师兄，果然不同凡响。汤师妹谬赞了，我观师妹你肉身金光熠熠，端得不凡，想必已经踏入炼体极境了吧？”萧云和汤云云商业互吹着，但就在此时，一辆马车从远处冲来，行驶的方向正好穿过汤云云所在的位置，因此驾驶马车的一名马夫顿时朝着汤云云呵斥道：“霸王宗在此，还不快滚开！”在这名马夫看来，别人一听到霸王宗3个字就得乖乖让开。然而汤云云可不是忍气吞声之辈，他冷哼一声，身子一跃而出，一掌直劈而下，便将拉车的烈马给劈死了。阿马夫惊叫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倒是那辆马车却是青光一闪，稳稳地落在地上。萧云眼睛一眯，他能够感受到马车内有2股强大的气息，实力都在汤云云之上，恐怕都是踏入了禁忌领域的天才，难怪敢如此嚣张跋扈。你竟敢阻拦我们霸王宗的车驾，还敢打死我们的烈马，你活得不耐烦了吗？马夫爬了起来，一脸愤怒地冲着汤云云厉声喝道。汤云云冷哼道：“你们霸王宗好大的威势，撞了人还这么理直气壮。”马夫一脸愤怒地瞪着汤云云。就在此时，马车的车帘掀开，一名穿着艳丽红裙的少女走了下来，她冷冷地看着汤云云问道：“我们撞到你了吗？”汤云云一愣，随即冷哼道：“如果不是我实力强，现在就已经被你们撞到了。”这么说，我们并没有撞到你。红裙少女冷冷说罢，随即身子化作一道残影，人便已经消失在原地。不好，萧云脸色一变，但是等他想出手时，却已经迟了。啪！只听一道清亮的巴掌声响起，萧云立刻便看到汤云云的一边脸涨红，嘴角也带着血液，正咬牙切齿地瞪着对面的红裙少女。萧云眼神很冷，他没想到有人竟敢在此地动手，让他大意之下都没有来得及阻止。此时，只听那红裙少女继续说道：“我们霸王宗不欺负别人，但是别人也别想欺负我们霸王宗。如果撞了你，我们会向你赔礼道歉，但是既然没有撞到，那么你打死我的马，这一巴掌便是代价。”汤云云捂着脸，双眸通红，他怒视着红裙少女，愤然道：“你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红裙少女看着他，淡淡说道：“我们霸王宗一向很讲道理，不信你可以问问周围的人，刚才我到底有没有撞到你？”红裙少女说罢，目光冷冷地扫向周围的人群，周围的人感受到她的冰冷目光，纷纷闪躲开来，没有一个人替汤云云出头。好一个霸道的霸王宗！萧云走到汤云云身边，冷冷地看着对面的红裙少女，眼眸寒光锐利地说道：“立刻自己掌嘴一次，并且向她道歉，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汤云云是自己未来师母的徒弟，所以萧云当然要替她出头，更何况眼前这个红裙少女实在太刁蛮霸道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这么说话？红裙少女听到萧云的话语，冰冷的目光射来，一脸讥笑道：“想要英雄救美吗？就怕你只是一个狗熊。”萧云冷冷盯着他，眸光越发寒冷彻骨，立刻自己掌嘴，并且向他道歉：“同样的话，我不想再说第3次。”好大的口气，那我就先给你一巴掌，成全了你的狗熊救美。红裙少女柳眉倒竖，冷哼一声，便化着一道残影冲向萧云。几乎瞬间，红裙少女便出现在萧云面前，然后狠狠的一巴掌甩来。女人即便再漂亮，但如果心如蛇蝎，也会令人厌恶。萧云声音冰冷彻骨，他本来不屑于对一个女人出手，但既然此女如此霸道刁蛮，那他也不会再客气了。唰！萧云话落，身子陡然激射而出，他明明是后来才出手，但却后发先至，一把就抓住了红裙少女的手腕，另一只手更是扣住了红裙少女的喉咙，令其身形一颤，无法动弹。周围的人顿时惊呼出声，似乎都没想到萧云竟然如此厉害，此人好厉害，竟然一招就制服了张雅琴。可不是吗？霸王宗的张雅琴非常有名，他哥哥张云飞拥有5行神体，是霸王宗的第1真传弟子，他也踏入了一境领域，号称一门双天骄，没想到今天却栽在了一个无名之辈手里。此子既然如此厉害，那肯定也不是无名之辈，只不知道是哪个门派的高徒。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看向萧云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惊讶之色。而被萧云制服的张雅琴此刻却是脸色难看，他没想到此人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至少踏入了3境领域。不过张雅琴依旧不惧，他冷冷盯着萧云，怒喝道：“快放了我！”萧云淡淡说道：“既然你不愿意自己掌嘴，那我便帮你掌嘴，届时我自然会放了你。”张雅琴闻言顿时柳眉倒竖，他眼神凌厉地瞪着萧云，怒喝道：“你敢？有何不敢？”萧云捏住张雅琴的喉咙，一把就将张雅琴提了起来，然后抬起右手便准备一巴掌扇过去。张雅琴瞳孔一缩，满脸愤怒地冲着萧云吼道：“我哥哥是张云飞，你敢对我动手，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萧云冷笑道：“抱歉，我不认识此人，所以你的威胁对我没有用。”萧云抬起手掌，目光冰冷。张雅琴眼中射出怨毒的目光。住手！就在此时，马车内的另一人坐不住了，他娇喝一声，便走出了马车。众人顺着目光看去，只见一道曼妙的身影走了出来，他有着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一株神莲绽放，机体晶莹，
倾城倾国，容貌绝世，竟然是穆千雪！这可是咱们中土年轻一代的第一美女，拥有玄冰体的绝世妖孽。听说她和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还有婚约呢，这下有好戏看了。看到此女，周围的人群顿时沸腾了，就连萧云都失神了一下，因为此女的容貌并不比席春雨逊色。不过萧云并不是靠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对方就算再漂亮，他也不在意，依旧抬起手掌朝着张雅琴扇去。穆千雪看到萧云居然还敢动手，不由得朗声说道：“你不能对他出手。”萧云停住手掌，顿时被气笑了。他一脸冷笑地看着面前的穆千雪，淡淡问道：“为什么？”穆千雪目光清澈地望着萧云，微微一笑，如同百花盛开，就当给我一个面子，如何？萧云神色淡漠地问道：“我们认识吗？”穆千雪一愣，但随即嫣然笑道：“以前不认识，但是现在……既然不认识。”萧云打断穆千雪的话语，冷冷看着他说道：“那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周围的人顿时一愣，随即哗然一片。好家伙，居然敢对穆千雪如此不敬！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敢这么跟穆千雪说话的人。这小子不会是在玩欲擒故纵那一套吧？他其实是想要故意引起穆千雪的注意。周围众人议论纷纷。穆千雪也是愣了一下，想她堂堂中土年轻一代第一仙子，不仅天赋超群，还拥有绝世容颜，以往走到哪里，谁不会给她一分薄面？萧云却是没有理会众人的议论，他已经一巴掌甩了下去。啪！萧云这一巴掌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不仅把张雅琴的脸颊打肿了，还打掉她3颗牙齿，看得周围众人一呆，这家伙还真敢动手。场中顿时安静下来，落针可闻。众人实在太意外了，那可是霸王宗的张雅琴啊，他哥哥可是拥有5行神体的绝世妖孽啊！穆千雪的眸光也有些呆滞，他似乎也没想到萧云真敢动手。滚吧，下次别再这么嚣张！萧云打完之后，便将张雅琴丢了出去。穆千雪连忙接住张雅琴，将其护在身后。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发誓，一定要让我哥哥将你挫骨扬灰，碎尸万段。此刻，张雅琴躲在穆千雪身后，2只眼睛怨毒地瞪着萧云，双目都快要喷出火焰了。他脸色狰狞地吼道：“他张雅琴乃是霸王宗的真传弟子，是踏入禁忌领域的天之骄女，而他的哥哥张云飞更是拥有5行神体的绝世妖孽，有如此身份背景，平常谁敢招惹他？但是今天他居然被人当众打了一巴掌，这简直是天大的耻辱！”张雅琴简直火冒3丈，气得浑身发抖，一张原本还有些姿色的俏脸，此刻已经变得无比狰狞，双眸怨毒地瞪着萧云。好，我等着你哥哥来。对了，我叫做萧云，记得让你哥哥别找错人了。萧云冷漠地看着张雅琴说道。对方如果想要找死，那他也不会手下留情。等进入真龙巢之后，他不介意大开杀戒。你给我等着！张雅琴狠狠瞪了萧云一眼，便立刻纵身远去。旁边的穆千雪此时看着萧云，就像似在看一个死人。他轻轻叹道：“你不该动手的，我其实是想要救你一命，可惜你命该如此。哎，原来如此，穆仙子是想要化解这场恩怨，免除一场杀劫。难怪世人都称穆仙子为菩萨转世，果然有大慈悲啊！”周围顿时有人敬佩道。萧云翻着白眼，他也算是服了这些人的思维了。望着面前一脸圣母婊姿态的穆千雪，萧云冷哼道：“照你这么说，别人打我朋友一巴掌，而我们却不能还手，只能认栽。”穆千雪看着萧云，轻声说道：“我知道你心有不甘，很愤怒，但是你该明白，有时候退一步便是海阔天空。”抱歉，我这个人不喜欢退步。”萧云冷哼道。穆千雪摇了摇头，仿佛是在叹息道：“倔强的冲动，有时候会让你撞得头破血流，何必呢？”萧云冷冷说道：“也许敌人会被我撞死，有自信是好的，但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那只是哗众取宠，自寻耻辱。”穆千雪淡淡摇头。萧云冷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穆千雪轻抚发丝，轻声道：“我不敢说认识天下群英，但是拥有特殊体质的天才，放眼整个中土，年轻一代我基本上也都认识。而在这些人之中，却并没有萧云这个名字。特殊体质很强吗？凡体就一定会输给特殊体质吗？我却不信。”萧云冷哼道。穆千雪看着萧云，摇头道：“凡体终究只是凡体，天生就比特殊体质差很多，这是修炼界公认的事情，不是你说不信就能反驳的。”萧云冷冷说道：“那只是你目光短浅，见识匮乏而已。”此话却是惹怒了周围的观众。好嚣张的家伙，简直太狂妄了，竟敢说穆仙子目光短浅，实在是太放肆了。等张云飞来了，我看他怎么死。不得不说，穆千雪的护花队伍还是蛮多的，令得萧云现在成了千夫所指。萧云则懒得理会这些连作者都不给名字的路人甲，他转身对汤云云说道：“汤师妹，你没事吧？”汤云云看了不远处的穆千雪一眼，随即对萧云小声说道：“萧师兄，是我给你惹麻烦了，你快点走吧。那个张云飞很厉害的。”萧云微微笑道：“我终究要去真龙巢，即便现在逃了，进去后还怎么逃？”汤云云一愣，随即满脸自责道：“都是我害了你。”萧云摇头笑道：“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又谈何害我？”他没有做错，但是你做错了。就在此时，一道冰冷彻骨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众人转头望去，只见一名年轻人踏着龙行虎步走来，他满头黑发如墨，
面如刀削，长眉入鬓，眼眸如同星辰一般耀眼璀璨，浑身上都流露出一股睥睨天下的霸气。在此人的身后还跟着一脸得意洋洋的张雅琴，她骄傲地仰着头，目光蔑视地看着周围的人群，如同一个骄傲的孔雀。只是当张雅琴的目光落在萧云身上后，顿时满脸愤恨，眼神怨毒。张云飞来了。拥有5行神体的张云飞，据说实力已经比肩那些圣地的圣子了，仅次于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这个叫萧云的小子死定了！看到张雅琴身边这个霸气的身影，周围的人都纷纷露出吃惊的神色，惊呼不已。远处一些年轻的天才们也都朝着此地投来了目光。原先他们没把萧云和张雅琴他们放在眼里，但是现在这里不仅有穆千雪，还有张云飞，这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了。毕竟不论是穆千雪还是张云飞，都是最顶尖的一列妖孽，在这群年轻的修士当中，绝对可以排进前10名。是什么人招惹了张云飞？有意思，居然有人敢惹怒了张云飞，是某个圣地的圣子吗？有好戏看了！一些天才们都朝着这里涌来了。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强者，那些路人甲的观众们见状，纷纷让了开来。场中，张云飞眸光如电，眼神冰冷地望着萧云，随着他跨步而来，一股汹涌澎湃的威压之势顿时朝着周围弥漫开来。他并没有刻意地释放出强大的力量，这是他自然而然就散发出来的气势，只有真正的绝世妖孽才能够养成这种无敌的势。此时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无比压抑起来，仿佛空间都被凝固了一样，可怕的气势席卷而出，令人仿佛被一座大山压着似的。张云飞的强大气势让赶过来的年轻天才们纷纷动容，露出震惊之色，而他们在看向萧云时却是一脸愕然之色，因为他们想不明白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凡人怎么有胆子敢得罪张云飞。现在你可后悔了？忽然旁边的穆千雪轻声一叹，他看向萧云，仿佛想要从萧云的眼中看到震惊、恐惧、绝望和会悔恨。这样的人他曾经遇到过很多，然而这一次他却看走眼了，因为此时在萧云的眼中并没有丝毫恐惧和悔恨，他一如既往的平静和自信。而这种神色，穆千雪只在那些绝世妖孽的眼中看到过。张云飞5行神体很强吗？萧云淡漠地看了一眼穆千雪，随即看向面前的张云飞，冷冷说道：我不觉得你很强，我不觉得你很强。靠，这家伙未免也太嚣张吧，竟敢说张云飞不强，他以为他是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吗？狂妄的人我见过多了，但还没有见过如此狂妄的人。论嚣张狂妄，我把我张三愿称他为修炼界最强。随着萧云的话语传出，周围顿时一片喧哗，实在是萧云的话语太狂妄了。张云飞是谁？这可是霸王宗排名第1的真传弟子，拥有2阶神体5行神体，在炼体境战力直追那些圣地的绝世妖孽，谁敢不把他放在眼里？而这个萧云是谁？在场的众人一阵议论，却是谁也不认识有叫萧云的天才，所以这是一个无名之辈。萧云，我没有听说过你，一个无名之辈也敢如此嚣张，当真是狂妄至极。张云飞看着对面的萧云，神色平淡地说道：他真的很强，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便如同一座大山，给人周围的人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但是萧云丝毫不惧，他冷冷地盯着张云飞，讥讽道：论嚣张狂妄，谁比得上你们霸王宗？至于你张云飞，我也不认识，那是不是代表你也只是一个无名之辈？周围的人尽皆无语，这个萧云还真是嚣张狂妄，居然对张云飞如此姿态，简直太目中无人了。他以为他是圣地的绝世妖孽吗？呵呵。张云飞听到萧云的话语，不由得冷笑一声，他那股强大的气势顿时如同一股风暴，席卷全场，逼得周围的众人都在不断后退。而对面的萧云更是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霸气。不认识我吗？很好，但是从今天起，我将永远的印在你的心中。张云飞目光冰冷地盯着萧云，眼眸锐利如同刀锋，一股强烈的肃杀之气顿时弥漫开来，朝萧云冲击而去。此时一股冷到极致的无形寒意将空间都给冻结住了，冷到让人窒息，冷到让人心跳都要停止。抱歉，我的心中只有美女，我对男人没兴趣，请你不要自作多情。萧云蓦然退后一步，一脸厌恶地看向张云飞。张云飞眼神阴郁，你特马德是不是误会了？老子只是想要给你一个教训，让你永远记住，谁特马德对你有兴趣了？周围的人也是一脸无语，原本肃杀凝滞的气氛都被破坏了，这小子也是绝了。噗，旁边的汤云云都忍不住笑了，但随即连忙捂住小嘴。穆千雪也是古怪地看了一眼萧云。轰！张云飞头皮青筋暴露，他终于被激怒了，一拳挥出，朝着萧云轰击过去。这一拳普普通通，平平淡淡，速度也很慢，仿佛没有丝毫力量可言，但却散发着强大的压迫感，如同一座大山从天而降，令人有一种窒息感。此时在张云飞对面的那些天才们全都露出吃惊的神色，因为在张云飞的这一拳下，他们感觉自己的身体都被束缚了，竟然一时无法闪躲。萧云也有这种感觉，他顿时眼神凝重起来，面前这个张云飞的实力的确很强，比他当初击败的谢玉龙都要远远的强大。不过萧云并不畏惧，他同样举起拳头轰了出去。与张云飞的普通一拳不同，萧云的拳势非常霸道，
因为他施展的乃是九转霸拳，本身就霸气非凡。轰！随着萧云的一拳轰出，周围天地灵气暴动，有一抹金光从他的拳头上绽放出来，像似一波波金色的海浪，不断的朝着张云飞冲击过去。这一拳气势无匹，威势赫赫，让人感到不可阻挡。周围的人露出惊容，似乎没想到萧云竟有如此实力。毕竟他们都是天才，自然能够看出萧云这一拳的不凡。砰！就在此时，萧云和张云飞的拳头已经碰撞到了一起，如同一声惊雷炸响，周围的天地灵气都爆炸开来，一片璀璨的光芒席卷出去，照亮了整个平台。这一击之下，双方并没有分出胜负，所以继续彼此交击。两个人的拳头不断的在虚空之中碰撞，完全是在硬碰硬，没有一个人愿意后退。激烈的战斗让此地一片沸腾，周围的人都尽皆变色。张云飞很强，这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但是这个叫萧云的人是谁？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实力？大家都不是白痴，所以都能看出萧云的实力很强，只是不知道他究竟踏入了几境领域。这怎么可能？旁边原本满脸得意的张雅琴，此刻脸色也变了，笑容顿时凝固。原本在他看来，有他大哥出手，萧云肯定会被一拳打败。但是现在，他大哥居然一时间奈何不了萧云。他到底是谁？各大圣地之中可没有此人啊！穆千雪的眼中也露出疑惑之色，他没想到萧云的实力如此强大。轰隆隆，场中大地剧烈颤抖，所有的人都在飞速后退，地面上都崩裂出一道道巨大的裂缝。萧云和张云飞的战斗太激烈了，他们全是碰撞，如同两座大山在对轰。恐怖的力量溢散出来，令得周围卷起一股股惊涛骇浪，金色的风暴席卷全场。忽然，张云飞大喝一声，一团耀眼的五色光环从他身上爆发出来，随着他一拳打出，从天空中压向了萧云。顿时，周围大地龟裂，虚空颤抖，威势不同凡响。这是五行神拳，听说是由5门顶级战技组合而成的超级战技，威力比一般的超级战技都要强大得多。场中有天才顿时认出了这一招，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另有人称赞道：张云飞不愧是拥有五行神体的绝世妖孽，这五行神拳的修炼难度很大，也只有他才能练成。五行神拳和张云飞的五行神体配合，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都堪比究极战技了。周围的人都知道要分出胜负了。张云飞连五行神拳都暴露了，那肯定要击败这个叫萧云的小子了。轰！面对张云飞的五行神拳，萧云也不敢大意，他将九转霸拳运转到了极致，一股强大的力量顿时释放出来，简直粉碎一切，摧枯拉朽，不可阻挡。张云飞的五行神拳更是被萧云正面击破，震得他连连后退。周围的人像是见鬼了一样，全都瞪大眼睛，满脸不敢置信。他们看到了什么？张云飞的五行神拳居然被人给正面击败了。张云飞的五行神拳都施展出来了，居然还被人给正面击退了，这个人真可怕。他到底是谁？怎么会这么强？此人绝对不会是无名之辈。周围观战的众人惊呼而起，一个个都显得非常震撼。萧云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将他们给惊呆了。穆千雪和张雅琴眼中也露出不可置信的光芒，他们没想到萧云竟然这么强，有些出乎意料之外。杀！场中战斗越发激烈了，双方的战力都在全力提升。萧云此刻就如同一尊盖世无敌的战神，他挥动着可怕的光拳，浑身气血沸腾，犹如金色的火焰在他身上燃烧，散发着一股股汹涌澎湃的恐怖气息。张云飞的实力很强，但这让萧云不禁反喜，令他心中升起一股热血沸腾的战意，使得他越战越强。轰！萧云全力催动九转霸拳，他的拳头上爆发出绚丽的金光，这炽烈的金光如同太阳一样璀璨耀眼，散发着恐怖的威能。随后，这些光芒凝聚成9道光拳，并且逐渐汇为一体，于萧云的拳头上瞬间爆发出来了，就像似一颗太阳爆炸了一样。顿时，光芒璀璨，声势惊人，一股股排山倒海般的气浪朝着对面的张云飞冲击过去。张云飞脸色一变，他感受到一股令人窒息般的压力，面前的萧云实在太强了，完全是在硬实力上压服了他。这让张云飞很不甘心，也很愤怒。他张云飞是谁？他可是霸王宗的第一真传弟子，如果霸王宗是圣地的话，那他就是圣地的神子。更何况他还拥有五行神体，这可是位列2阶神体的强大特殊体质，仅次于那些至尊体。有如此耀眼的身份背景，自然也造就了张云飞的骄傲性格，他不愿意败给眼前这个无名之辈，绝对不允许。五行领域，给我开！愤怒之下，张云飞大吼一声，整个人彻底狂暴了。只见在张云飞的身体周围忽然出现了一股五色光域，就像似一片领域将他笼罩住了，并且朝着萧云蔓延过去。当萧云被这个五色光域侵蚀后，他顿时感觉身体有些凝滞，仿佛周围的空间被压缩了，让他的速度减慢了很多。这是什么东西？萧云脸色微变，有些震惊。他感觉这个五色光域还没有彻底成型，否则的话估计威力还会更加强大。是五行领域。传言拥有五行神体的人天生就拥有五行领域，这可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领域。据说祭灵境界的修炼者才能铸就领域，没想到张云飞在炼体境就铸就了领域，真是恐怖啊！
这只是领域雏形，但也非常恐怖了。毕竟在炼体境当中，也只有张云飞一个人才铸就了领域雏形。周围的人不断惊呼。张雅琴终于恢复了自信，她骄傲地仰着头，满脸不屑地看着场中的萧云，无比得意地说道：“我大哥的五行领域一出，除了6大圣地的那些绝世妖孽外，谁能与他抗衡？”周围没人反驳，因为张云飞的确很强，早已经声名在外。轰！场中有五行领域的加成，张云飞此刻变得非常恐怖。他一拳接着一拳轰击过来，强大的力量排山倒海一般，似乎欲要将萧云给吞没了。能够逼得我动用五行领域，你今日也算一战成名了。张云飞傲然地看着萧云，眼中终于恢复了自信。轰！就在此时，萧云的体表上爆发出一阵璀璨的金光，这些金色的光芒凝聚成了一口大钟，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内。轰隆隆，张云飞的拳头不断地轰击在金色的大钟上，但却根本破不了大钟的防御，伤不到萧云分毫。怎么可能？张云飞瞳孔骤缩，顿时脸色大变。场外，张雅琴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住了，她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萧云。旁边的穆千雪美眸之中金光一闪，随即恍然大悟道：“这是金钟罩，是混沌圣地的一门大神通，难道他来自混沌圣地？”周围的众人顿时惊呼四起。混沌圣地，这可是中土最古老的圣地，虽然这些年已经渐渐没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圣地之名依旧令人敬畏。难怪这家伙这么强，原来是来自混沌圣地的天才。众人顿时恍然大悟，正所谓名师出高徒，既然是混沌圣地培养出来的天才，那自然不同凡响。哪怕混圣地已经没落了，也不是一般的门派弟子能够比拟的，毕竟人家底蕴深厚。张雅琴脸色阴沉无比，她没想到自己竟然得罪了圣地的人，心中不由得有些后悔。但很快，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一脸不屑地嘲讽道：“混沌圣地如今在6大圣地之中排名垫底，早就没落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哼，说得不错，混沌圣地这些年的确是没落了，都有好几届没来真龙朝了。之前来的混沌圣地弟子似乎都死在了真龙朝之中，损失惨重，所以这几届混沌圣地就不派人过来了。上一届的6大圣地交流会，混沌圣地的一位圣子居然败给了圣王宗的弟子，他们是真的彻底没落了。是啊，这些年圣王宗的声势越来越旺，听说这一代他们还出了一个神王体，威势直追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如果将来他能够证到大帝的话，那么混沌圣地就会被圣王宗给取而代之。众人议论纷纷，场中的萧云也听到了这些话语，他顿时脸色冰冷，权势越发凶猛，宛如一尊人形暴龙，在张云飞的五行领域之中横冲直撞，霸气无比。所有人都在奚落他们混沌圣地。混沌圣地真的没落了吗？既然如此，那就让我萧云重新打出一片天地吧。萧云低吼一声，不再压制实力，一股股强大的力量从他的体内喷涌出来，让他的九转霸拳威力越来越强大。轰！萧云拳势刚猛，一道道光拳汇于一体，画着至强的攻击，被他打向前方，宛如飞仙神芒击穿天穹。张云飞刚一接触，便立刻身形巨震，他双眸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看着面前陡然狂暴起来的萧云，张云飞满脸惊骇，因为他发现萧云的力量比之前增强了许多，显得不可阻挡。事实上，萧云之前就一直在压制实力与张云飞战斗，否则的话，凭借萧云现在的80万斤力量，他一拳就能重创张云飞。经过了这么久的战斗，萧云已经试探出张云飞的力量只有40万斤，仅有他的一半而已。只是因为好奇五行神体的能力，萧云才与张云飞多打了一会儿。但在听到周围人的嘲讽之后，萧云就懒得再拖延时间了。咔嚓！忽然，在众人的震惊和不敢置信的目光中，萧云一拳就打碎了张云飞的五行领域雏形。他那强大的身形直冲而来，带着摧枯拉朽的无敌气势和一股霸绝天下的无敌之威。不得不说，萧云的拳势太恐怖了，九转霸拳早已经被他催动到了极致，璀璨的光拳汇聚在一起，就仿佛大海中的惊涛骇浪都被他接引了过来，浩浩荡荡地扑向张云飞。在这般恐怖的拳势之下，大地上仿佛有万马奔腾，原本坚硬的青石地面都被萧云力量的余波给震得皲裂碎开。噗！张云飞口喷鲜血，双臂剧烈颤抖，虎口断裂，他被一股强大的力量轰飞出去，脸色煞白。他败了，而且是被人正面击败，连五行领域都被人家打爆了，败得非常彻底。张云飞还从来没有败得这么惨，他心中强烈不甘，情绪激动之下，牵动了体内的伤势，忍不住再次喷出一口鲜血。死！拥有五行神体，不可一世的张云飞败了。围观的人此刻都闭住了呼吸，直到过了片刻，人群中才响起了一道道抽吸声。所有人都朝着萧云看去，这个混沌圣地的弟子竟然这么强，看来混沌圣地沉寂了多年，终于找到了一个厉害的天才了。只是不知道此人是否拥有特殊体质。人们心中猜测。大哥！张雅琴惊呼一声，连忙冲了过去，扶起张云飞。张云飞擦掉嘴角的血液，眼睛看向不远处的萧云，满脸不甘之色。当众被人打败，让他很沮丧。毕竟以前他可是从来没有败过。当然，这也跟他没有和那些圣地的绝世妖孽动手有关。张云飞虽然不可一世，
但也没有傻的去挑战那些圣地的绝世妖孽。只是他没想到，眼前一个没落的混沌圣地弟子，居然就把他给击败了。这就是圣地的底蕴吗？即便是混沌圣地没落了，也依旧不是他们这些宗门能够比拟的。张云飞顿时有些心灰意冷。好强的实力，至少踏入了4境领域，甚至是5境领域。不远处，穆千雪看着场中气势冲天的萧云，美眸之中终于有了一丝凝重。萧师兄，原来你这么强，师尊他说的果然没错。汤云云走来，一脸兴奋地望着萧云，眼眸之中异彩连连。自古以来，有哪个少女不爱慕英雄？更何况还是为自己出头的英雄。从萧云强势击败张云飞的那一刻起，他的伟岸形象便已经深深刻在了汤云云的脑海中，再也无法磨灭。一个张云飞而已，不值得一提。萧云看向汤云云，微微笑道。不远处的张云飞闻言，顿时气得涨红了脸，忍不住再次喷出一口鲜血。大哥，我们快去找师尊帮你疗伤。张雅琴看到自己大哥都败给了萧云，哪里还敢在此地久留，立刻扶起张云飞就离开了，生怕萧云会找他算账一样。其实萧云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他此刻看向对面的穆千雪，冷冷笑道：看来我并没有撞得头破血流，反而是我的敌人被我给撞死了。穆千雪顿时无言以对，这家伙也太小心眼了，居然还记得自己之前所说的话语。不过知道萧云出自混沌圣地之后，穆千雪的态度也变了，他脸色淡漠，声音清冷地说道：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上几届混沌圣地的弟子都死在了真龙巢之中，希望你好自为之。说罢，穆千雪踏着莲步转身离去。萧云眼睛一眯，冲着穆千雪的背影冷哼道：我知道你和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有婚约，不过我劝你还是早点退婚为妙，否则你会提前成为寡妇。哗！萧云的话语声一落，周围顿时一片哗然。只要不是白痴，都听明白了萧云话语中的意思。毕竟穆千雪和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有婚约，想要让穆千雪变成寡妇，只有杀死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这是何等的狂妄之言！周围的人全部惊呆了，他们觉得萧云有些不知死活，仅仅击败了一个张云飞，就敢挑战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实在太嚣张了。虽然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还很年轻，仅仅是炼体境的修士，但是对方天赋超群，已经早早显露出至尊气势，将来必定无敌于天下。萧云虽然和张云飞一战表现得非常亮眼，但是在众人看来，他跟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比起来，还是差距太大了。要知道，张云飞在那位太初圣地的时空之体面前，可是连一招也接不住，而萧云却跟张云飞打了半天，孰胜孰劣，一显无疑。狂妄！即便是穆千雪这样气质优雅的仙子，此刻也被激怒了，她忍不住冷哼了一声，再也不理会萧云，转身便远去。萧云冷冷一笑，对方既然是那位时空之体的未婚妻，那也就是他的敌人。对待敌人，他可不会因为对方长得漂亮就手下留情。轰！就在穆千雪刚离去不久，突然有一道身影从天而降，一脚就踏碎了地面，令得大地都是一阵颤抖。众人望去，发现此人浑身金光四射，简直就像是黄金铸就的身体一样，连他的满头发丝都是金黄色的，流露出万丈神辉。刚才我在天上观战，你很不错，跟随我吧，成为我麾下的第一战将，来日我横扫八荒，无敌天下之时，必将封你为王，称霸一方。这个通体黄金的身影俯视着萧云，说话的语气不容置疑，眼神霸气，犀利摄人。这人好嚣张啊！有人闻言嘀咕道。旁边有人似乎认出了此人，突然惊呼道：这是圣体，是荒古圣体，他是荒古圣地的赵无极。荒古圣体一出，此地顿时一片沸腾。荒古圣体位列10大至尊体之一，号称圣人之体，乃是圣体天成，拥有举世无敌的至尊威势，这才是真正的绝世妖孽。和这个赵无极一比，张云飞就差太远了。顿时此地一片沸腾，越来越多的人都朝着此地涌来，想要瞻仰荒古圣体的绝世风采。而被赵无极注视着的萧云却是眉头一皱，怎么这些天才都这么狂妄，还想要收服他，简直比刚才的张云飞还要嚣张。萧云顿时眼神一冷，阴沉道：你是谁？算什么东西，也配收服我？周围的人没想到萧云竟然敢顶撞荒古圣体，顿时纷纷露出惊容。有人甚至忍不住开口说道：萧云能够当一尊荒古圣体的追随者，并不会辱没你，他日赵圣子无敌天下，你也可以跟着他称霸一方，光耀门楣，岂不快哉？是啊，荒古圣体威势无敌，未来正道大帝也不是不可能。能够跟随一尊荒古圣体，是你8辈子才有的福气。我们想要跟随荒古圣体都没那个资格，你还不满足？这可是天大的机缘，你若是错过了，他日荒古圣体君临天下之时，你必定会后悔万分。周围的人都纷纷开口说道。萧云脸色越发阴沉了，这些混蛋竟敢如此小看他，什么狗屁荒古圣体，他一个人能打100个。不过萧云也没有跟这些人反驳，因为这些路人甲太多了，他才没那个时间，也没必要跟一群废物争论。待他横扫真龙巢之时，天下再无人敢小觑他。我叫赵无极，拥有荒古圣体，乃是荒古圣地的圣子。你虽然出自混沌圣地，但是混沌圣地已经没落了，你跟随于我，并不会辱没了你的身份。赵无极背负着双手，一脸傲然地说道，
仿佛萧云跟随他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萧云翻着白眼，你特马德哪来的自信？他眼神阴沉的哼道：赵无极，没听过荒古圣体算什么？我们混沌圣地的混沌体一出，天下谁敢与之争锋？周围众人闻言皆是觉得萧云太狂妄了，有人忍不住呵斥道：萧云，你太嚣张了，荒古圣体位列10大至尊体之一，不比混沌体逊色。再说你们混沌圣地这么多年，可曾出了第2位混沌体？赵无极摆了摆手，他眸光战战地望着面前的萧云，微笑道：但凡天才都是桀骜不驯之辈，你若是当场跟随于我，那反而会被我给小瞧了。你可以先进入真龙巢，待我横扫真龙巢之时，再决定是否跟随于我。萧云脸色已经漆黑一片，眼前这个王八蛋实在太嚣张狂妄了。他冷哼道：就凭你也妄想横扫真龙巢，我一只手就能镇压你。很好，你越是桀骜不驯，我便越是喜欢，这表明你的天赋很高，绝对可以成为我麾下的第一战将。赵无极没有生气，反而是一脸欣赏的说道。萧云满脸黑线的哼道：神经病。他对此人已经彻底无语了，这混蛋的狂妄已经深刻到了骨子里，他跟对方根本说不清楚，还是等进入了真龙巢后再狠狠教训对方吧。就在此时，萧云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久违的系统声音：最新任务，击败一位特殊体质天才，奖励3次顿悟机会；击杀一位特殊体质天才，奖励10次顿悟机会；收服一尊特殊体质天才，奖励20次顿悟机会。听到系统的声音，萧云显得非常高兴。系统已经很久没有发布任务了，这让他的顿悟次数一直都没有增加多少。当初铸就混沌体雏形之后，他的顿悟次数便只剩下78次，刚才击败张云飞倒是收割了2波惊呼，但目前也只有84次顿悟。看起来很多，但是萧云非常清楚，这些顿悟次数对于修炼混沌经来说还远远的不够。他的混沌经在修炼第27层到第36层之间，每一层都需要耗费4次顿悟。据他推算，修炼36至45层这之间，每一层都需要5次顿悟。以此类推，越往后修炼一层混沌经所需要的顿悟次数还会越来越多。因此，萧云估算没有几百次的顿悟，他是不可能铸就混沌体的。所以，萧云现在非常缺少顿悟次数。这次的系统任务来得太及时了，杀一个特殊体质天才就奖励10次顿悟吗？太爽了！收服一个特殊体质天才奖励20次顿悟，这个难度有点大。但凡超级天才都拥有我无敌的信念，想要让他们臣服非常难。萧云心中暗暗想到。赵无极看着萧云在那里沉默不语，还以为萧云在考虑是否要跟随他，不由得微微笑道：你好好考虑一下，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你跟随于我，待我正道大地之后，你们混沌圣地也会因你而再次腾飞。赵无极非常自信，仿佛一定会正到大地一样。他的2只眼睛像2轮金色的太阳一般，炽盛的光芒令人不敢直视。赵圣子的威势越来越强了。白痴，那是至尊气势，是至尊体的独有气势。传言荒古圣体的战力惊世，越战越强，是真正的战斗圣体。周围的人纷纷称赞着，像赵无极这样的绝世妖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众人的目光，万众瞩目。萧云脸色阴沉的抬起头，他刚才查看系统，却是忽略了赵无极。这王八蛋左一句正道大地，右一句收服他，简直不能忍受。说实话，萧云刚才就想动手扁他一顿，但是接到了系统的任务之后，萧云突然之间就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要收服赵无极，收服这个荒古圣体。一来，收服荒古圣体可以让他获得20次顿悟的奖励；二来，仅仅打败赵无极并不能让萧云解气，但如果收服赵无极，让一尊荒古圣体做他的跟随者，那一定很有面子，什么气都出了。想到这里，萧云不自觉地笑了起来。赵无极见到萧云笑了，还以为萧云同意了，微微点头道：既然你同意了，那你就先进入真龙巢，如果遇到了什么危险，直接报我的名字即可。说罢，赵无极一脸满意的踏步离开了。萧云看着赵无极的背影，气得咬牙切齿。他发誓，等进入了真龙巢，一定要打得此人跪在他面前，让他哭着当自己的跟随者。没想到萧云真的跟随了赵无极，他将来必定名扬一方，闪耀一个时代。不得不说，这个萧云的运气太好了，能被赵无极看中，简直是三生有幸。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萧云黑着脸拉起汤云云，便马上离开了此地。如果再不离开，他怕自己忍不住动手大开杀戒了。先忍耐片刻，等进入了真龙巢后，老子再让你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什么狗屁荒古圣体、时空之体，全都要被老子踩在脚下。萧云和汤云云离开之后，便朝着峡谷入口处靠近，毕竟真龙巢一旦开启，也能早点进去。萧师兄，你真的要跟随那位荒古圣体吗？汤云云跟在萧云身边，满脸好奇地问道。萧云黑着脸咬牙切齿地说道：我要收服他，让他当我的追随者。汤云云顿时目瞪口呆，收服荒古圣体，这话若是传了出去，整个修炼界都会沸腾的。当然，恐怕修炼界的人都会因此而嘲笑萧云的不自量力。汤云云也觉得萧云有些异想天开了，但他还是鼓励道：加油，我相信萧师兄一定能够成功。说完，他就俏脸一红，怎么感觉有点像表白一样？哎呀，羞死人家了。萧云转头看了汤云云一眼，
微微苦笑。毫无疑问，继师妹林小雅之后，她又收获了一个小迷妹。哎，长得帅，天赋好，就是这么受美女欢迎啊。萧云有些无奈，他心中只有正道大帝，可没有开后宫的打算。两人继续前行，在抵达峡谷入口处，发现这里有不少建筑物，有雕梁画栋的阁楼，还有小桥流水的亭台，都修建在峡谷入口的两旁。此时，这里早已经来了许多人，像之前那位嚣张的荒古圣体赵无极，此刻就站在一座阁楼之中，俯视着下面的所有人。他浑身金光璀璨，耀眼夺目，许多修炼者都朝着赵无极投去敬畏的目光。荒古圣地的赵无极来了，不愧是至尊体，即便随意的站在那里，都让人感到无比压抑，好像一座大山压在胸口一样。这一世非常璀璨，不仅出了时空之体，还有荒古圣体。你怕是忘了圣王宗的那位神王体，还有霸天圣地的苍天霸体，足足4位至尊体同处一个时代，简直前所未有。这注定是一个璀璨盛世，我等生在这个时代，是悲哀，也是幸运。周围的人议论纷纷，长叹不已。汤云云也感叹道：和这些绝世妖孽同处一个时代，我们注定沦为配角，非常悲哀。不过能够看到他们争锋，也是一件幸事。旁边的萧云眸光湛湛，眼神之中充满了自信，他心有无敌信念，不管什么荒古圣体、时空之体，还是神王体、苍天霸体，他都要一一击败。这一世有我在，谁敢称无敌？什么狗屁天才，年轻至尊，我要杀得天下无人敢称尊。萧云眼中信念坚定无比，未来的大地之路，他要横扫八荒，威震9天10地，像他们混沌圣地的祖师爷一样，称尊天下，无敌万界。神王体来了！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惊呼声。只见人群中，一位年轻的少年踏步而来，他嘴角微翘，眸中有一种傲视天地的光彩。虽然还年幼，但已经养成一股非常可怕的气势，仿佛未来注定要凌驾于芸芸众生上，俯视诸天万界，如同一尊神王降世。萧云看到此人，也不得不承认，此人的确很强，和赵无极一样，深不可测。但他依旧有信心可以将其镇压。快看，天刀圣地的柳南山和天剑圣地的叶无尘也来了。这两位，一个天生剑体，一个天生刀体，注定是彼此的大敌，刀剑孰强孰弱，必将在他们手中分出一个胜负。远处又有惊呼声传来，萧云抬眼看去，只见2个少年从远处走来，他们一个剑气冲天，一个刀势凌厉，皆是非同一般的天才。天生刀体和天生剑体虽然不是至尊体，但也位列2阶神体，和张云飞的5行神体一样。不过这2人出自圣地，因为圣地底蕴深厚，所以他们的实力都要比张云飞强大。苍天霸体也来了。听说1年前赵无极曾去挑战霸天圣地的炼体境修士，一路横扫，直到遇到了武刚这位苍天霸体，才不分胜负。这一次真龙朝之行，他们必将再有一战。荒古圣体和苍天霸体是宿敌，2人未来的战斗必不可少。惊呼声突然多了起来，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因为又来了一个至尊梯了。萧云也打量着不远处的那位苍天霸体，这个叫做武刚的少年非常强大，他穿着黑金战袍，满头紫发随风舞动，气势不同凡响，宛如一尊太古巨兽行来，带着一股滔天的恐怖威势。周围的人都纷纷让开，生怕触怒了这位强大的苍天霸体。赵无极，这次真龙朝之行，必将斩你于刀下。武刚抬头看着阁楼上的赵无极，双瞳顿时射出2道恐怖的光束，他眼神凌厉至极，无比摄人。阁楼上，赵无极俯视着武刚，眼眸光芒暴涨，如同太阳神一般，令他的气势非常恐怖，简直神威如玉。武刚，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赵无极随即冷冷说道。周围顿时一片沸腾，这2人针锋相对，杀机凌厉，看来这次真龙朝之行必将分出一个胜负。或许这次还真有可能陨落一个至尊体，那绝对是修炼界的大事情。人群中，萧云眼眸中的光芒越发璀璨了，这些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的年轻天骄们，让他心中战意越发沸腾了。人生在世，怕的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怕没有敌人。萧云心有无敌信念，不惧一切大敌。唰！忽然，不远处的一座凉亭之中，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他像是凭空出现，令人感到非常惊异。这个人穿着白色衣衫，脸上带着柔和的笑容，他神色非常灿烂，浑身上下都包裹着一层银色的圣光，像似月光下悟道的圣者，显得无比的超凡脱俗。萧云瞳孔一缩，他刚才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接近，但是就连他也没有察觉到对方是如何进入凉亭的，那种速度太快了，比他都要快了100倍，简直如同瞬移一样，非常恐怖。如此速度让萧云想到了一个人，是李成帝。太初圣地的时空之体终于来了。听说他原本不叫李成帝，是在拜入太初圣地之后才改名为李成帝的。显然他对于正道大帝已经势在必得。猜出此人身份的并不只有萧云一个，周围早已经响起了一片惊呼声，沸腾之势由胜于方才出现的几位至尊体。萧云也深深地打量着面前凉亭之中的李成帝，他知道这就是他在真龙朝之中的大敌，也是此地唯一可以与他一战的对手。李成帝一出现，整个平台上的修炼者都沸腾了，越来越多的人朝着此地挤过来，想要瞻仰时空之体的绝世风采。不得不说，就连荒古圣体、苍天霸体、神王体等绝世天骄，
在李成帝面前都有些黯然失色。排名第4的至尊体，名头实在太大了。而且这个李成帝不光拥有强大的时空之体，他本身的天赋就很强，这两相加之下，自然也就更加恐怖了。人群中，许多年轻的女子在看向李成帝时，美眸之中都闪烁着异彩。无论是天赋还是颜值，这个李成帝都是名列前茅，简直是所有女性修士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萧云很不爽此人，暗暗想到，敢在老子面前装逼，等进入了真龙巢，让你躺着出来。萧师兄，这个李成帝很厉害，你在真龙巢里面遇到了他，一定要万分小心。旁边的汤云云提醒道。李成帝虽然很优秀，但是萧云先入为主，早已经刻在了汤云云的心中。萧云闻言微微笑道，放心吧，我必定当世无敌。萧云的眼中充满了霸气和自信，令得汤云云一下子都看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他一脸娇羞地低下了头。此时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议论之声不绝于耳，全都是谈论李成帝的，这让萧云知道了李成帝不少信息。听说李成帝在炼体境界已经达到了极限，都能越级横扫太初圣地的聚气境修士。聚气境算什么？我可是听说了，李成帝已经打败了太初圣地历代炼体境最强者的投影，名列太初圣地炼体境历史最强者第1名，都超越了他们太初圣地的祖师爷。是啊，我也听说了此事，据说最后连太初圣地的古化石们都被惊动了，当场宣布李成帝为太初圣地的准神子。若非李成帝修为还低，太初圣地还有另外一位神子，恐怕他早已经名列神子之位了。李成帝的光芒太耀眼了，已经成为全场的瞩目的焦点，就连不远处的荒古圣体、苍天霸体、神王体等人绝世天骄，也都朝着李成帝看来，一个个眼中浮现前所未有的凝重。显然不光是萧云一个人把李成帝视为大敌，这些绝世妖孽也都视李成帝为自己的最大对手。好！就在此时，峡谷内传来一道洪亮的吼声，像似9天神雷在天空中爆炸，震耳欲聋的声音压下了在场所有人的议论声。随后一股浩瀚的龙威像似大海中的惊涛骇浪一般，漫天遍野的席卷而来，覆盖整个天地，令得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心神震颤，包括李成帝、赵无极等绝世妖孽都忍不住心中一颤。萧云也是心中一惊，感觉了前所未有的大恐怖。这是龙威，是真龙的怒吼声，看来真龙巢就要开启了。周围有人低声说道。萧云顿时恍然大悟，难怪会这么恐怖，仅仅一道吼声就这么具有威慑力，真龙的实力太强大了，足以比肩大帝。不过这应该是真龙飞升之前留下来的，不然的话，如果是真龙当面一吼，就算是圣人都要立即陨落，化为血雨。真龙巢开启了，大家快进去吧。这次如果能够得到什么宝物，我就能踏入炼体极境了。炼体极境算什么？我的目标是踏入竞技领域。真龙巢100年一遇，我们绝对不能错过这番大机缘。快进去！就在真龙的吼声消失后，前面峡谷入口的金色阵法护罩终于露出了一个口子，众人顿时纷纷涌入。而李成帝、赵无极这些绝世妖孽更是早早化为一道道身影，消失在入口之中。走，汤师妹，哥带你去遨游真龙巢。萧云拉起汤云云，也朝着真龙巢内行去。汤云云一脸羞红的跟在萧云身后。不过萧云并没有注视到，在人群中已经有一些面孔正冷冷地盯着他的背影，其中还有2个熟人，正是太初圣地的谢玉龙和福妙童。当初他们来混沌圣地时，还与萧云战斗了一番。刚才那个就是混沌圣地的萧云吗？旁边一个年轻人眼神轻蔑地问道。解玉龙点头道，就是他，实力很强，据说不久前还击败了张云飞，现在估计更加强大了。张云飞算什么？他虽有5行神体，但毕竟不是圣地弟子，没有圣地的底蕴，他的5行神体根本没有挖掘出来。旁边的年轻人一脸不屑之色，随即傲然道，我拥有长生体，如今已达55万斤力量，张云飞在我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区区一个凡体萧云，我杀他如同土狗一般简单。周师兄说的是，跟周师兄比起来，那个张云飞算什么东西？萧云必定也不是你的对手。一旁的福妙童满脸倾慕地看着这个年轻人，眼中充满了崇拜。走，我们也进入真龙巢吧，跟上萧云，让混沌圣地再一次铩羽而归。随即年轻人带着解玉龙、福妙童他们几个太初圣地的年轻天才纷纷进入了真龙巢。真龙巢内到处都是参天古树，灵草灵花遍地都是。不过这里面空间很大，再加上树木花草茂盛，所以很多修士一进来就马上被分散开来了。萧云和汤云云一路前行，也没有什么方向，反正就是深入真龙巢，因为帝天曾说过，越是价值大的宝物，就越是在真龙巢的核心位置。当然那里有真龙一种出没，肯定非常危险，但是萧云可不惧，他正想抓一头龙将来当坐骑呢。咻！突然有9股强大的气息从后方急速而来，引起了萧云和汤云云的注意。下一刻9个年轻的身影便出现在他们面前，皆是一脸冷意地注视着他们。萧师兄汤云云面色凝重，如临大敌，因为他感受到这些人的实力都非常强大，竟然全部都在他之上。萧云却是认出了其中的解玉龙和福妙童，他脸色冷漠地说道，解玉龙，好久不见，上次败给了我，这次找来帮手了吗？萧云，今天便是你的死期，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你加入了混沌圣地。解玉龙同样冷漠地看着萧云，眼神冰冷彻骨，身上散发着一股冷冽的杀气。太初圣地和混沌圣地是宿敌，往届两大圣地的弟子在真龙朝里面遇到，都要分出一个生死，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好大的口气！萧云闻言看向对面的解玉龙，一脸不屑道：“就凭你手下败将而已，也敢在我面前狂妄？萧云，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但是我们太初圣地阴劫辈出，有的是能够杀你的人。”解玉龙冷冷说道。萧云冷哼道：“是谁？那位时空之体吗？待会儿我就去斩杀他。”萧云，你太狂妄了！解玉龙眼神冰冷地说道。时空之体李成帝是他们太初圣地的天之骄子，也是他崇拜的对象。福妙童在一旁怨毒地瞪着萧云，呵斥道：“跟他废话干什么？直接围杀他！”萧云冷冷地看着他，声音冰冷道：“杀你们如同土狗一样简单，区区一介凡体也敢口出狂言，你们混沌圣地真是越来越堕落了。”为首的一个年轻人看着萧云摇头不屑道。萧云看着他冷哼道：“你又是哪头？”年轻人闻言眼神顿时阴郁下来：“哪头？这是形容人的吗？这是形容畜生的。”周飞鱼的脸色顿时笼罩了一层寒霜，他冰冷的眸子冷冽地盯着萧云，寒声道：“记住，我叫周飞鱼，等你去了阎王爷那里，不要忘记是谁杀的你。”萧云冷冷地看着他，朝他勾了勾手指，一脸不屑道：“区区一条鱼也敢在我面前放肆？你过来，我现在就斩你，鲍鱼头汤喝！”放肆！小子，你实在太狂妄了，竟敢如此对周师兄说话。周师兄，这小子仅仅一个人而已，根本不用劳烦您出手，我们联手就可以斩杀他。剩下的6名太初圣地的弟子全都被萧云的嚣张激怒了，纷纷叫宣道。萧云冷哼一声，扫了他们一眼，满脸不屑道：“一起上吧，我送你们上路。”麻蛋，这小子太狂妄了，大家一起上，杀了他！一位太初圣地的弟子终于忍不住了，手持一把利剑便朝着萧云杀来，顿时剑气激射，寒冷如霜，笼罩整个大地，令得周围的温度都在直降。不得不说，出自太初圣地又能够来真龙朝，的确都是太初圣地之中的精英。这随便一个人就已经踏入了竞技领域，修为还在解玉龙和福妙童之上。小子，我不怕告诉你，我在太初圣地炼体境之中排名第8，但也足够横扫你们混沌圣地了。来人非常嚣张，一点都不把萧云放在眼里，挥洒出一片剑气，就直接刺向萧云的眉心，想要一击毙命。咔嚓！萧云伸手夹住来人刺来的利剑，强大的肉身力量喷涌而出，轻而易举的就夹断了这把利剑，令得来人瞳孔一缩。区区2境领域，比解玉龙也强不了多少，谁给你的自信，让你觉得能够杀我？萧云冷冷地看着他，然后不等对方回应，便已经一拳轰出。住手！不远处，周飞鱼大喝道。萧云傻了才听他的，他师尊帝天之前就已经说了，在真龙朝里面可以随便杀，不会引起2大圣地的大战。所以萧云出手并不留情，直接全力出手，一拳就把面前这个排名第8的太初圣地弟子给轰杀了，鲜血喷涌而出，顿时染红了虚空。远处的解玉龙和福妙童齐齐骇然，比他们还要强一些的师兄，居然连萧云一拳都没有接住，这差距实在太大了。你们都退下，此人不是你们能够抗衡的，他已经踏入了4境领域。周飞鱼挥了挥手，随即走了出来，眼神犀利地盯着萧云，满脸杀气。一位师弟被人斩杀于他面前，而他却没有来得及救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而且这事情传了出去，他也要被太初圣地的高层责备。因此周飞鱼此刻心中杀意汹涌澎湃，他眼神冰冷地看着萧云，语气森然地说道：“萧云，看在同为圣地弟子的份上，我可以给你留下一句遗言的时间，否则我一出手，你便再无开口的机会。”萧云朝着他勾了勾手指，冷冷说道：“过来，我已经等不及要斩你了。”很好，周飞鱼怒极反笑，他浑身血气汹涌澎湃，犹如黄金神火熊熊燃烧，整个人都仿佛变成了一轮金色太阳般璀璨耀眼，一股股恐怖的气势从他身上席卷出来。既然你这么急着找死，那我便成全你。周飞鱼话落，整个人已经激射而来，他速度非常快，不在闪电体的解玉龙之下。杀！长声无量，周飞鱼暴喝一声，携带着一股滔天的磅礴气势，一掌便朝着萧云镇压下来。那炽烈的光掌爆发出恐怖的威能，就像似一座大山从天而降，粉碎虚空，恐怖至极。能够死在我的长生掌之下，你也足以骄傲了。周飞鱼满脸傲然，仿佛已经看到萧云殒命于他掌下的画面。轰！看着面前袭来的周飞鱼，萧云冷哼一声，战力顿时全开，炽烈的金光汇聚在他的身体上面，像是给他穿上了一件黄金战甲，让他看起来如同一尊盖世神邸。九转霸拳，同样是一声暴喝，萧云一拳打出，9道金色的拳影汇聚一体，组成一个巨大的太阳神光，从他的拳头之上彻底爆发开来。轰隆隆！顿时汹涌澎湃的力量如同大海中的惊涛骇浪一般，朝着前方浩浩荡荡推进。这股恐怖的力量摧枯拉朽一般，将周飞鱼的长生掌都给粉碎了。
其余波更是将周飞鱼震得接连后退，撞倒了背后一棵参天古树。这棵大树在力量的余波下都被震得支离破碎。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是我眼花了吗？周师兄的力量居然不如他？远处观战的7位太初圣地弟子们全都瞪大眼睛，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实在太震撼了。拥有长生体、力量达到55万斤的周飞鱼，竟然被萧云一拳打飞了出去。这个萧云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解玉龙和福妙童脸若死灰，他们觉得自己严重低估了萧云的力量，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噩耗。毕竟这一次他们不是切磋，而是生死拼杀，萧云绝对不会再手下留情了。长生体不过如此。萧云眼神睥睨地扫视着面前的8名太初圣地弟子，满脸不屑之色。他浑身金光四射，如同一尊黄金战神，满头黑发无风自动，周身神光缭绕，无尽的神辉将他淹没了。你们太弱了，我没有兴趣再跟你们浪费时间，一起来受死吧！萧云站在场中，俯视着周飞鱼等人，如同一尊高高在上的神灵，气势无匹，蔑视众生。周飞鱼等人脸色阴沉难看，他们太初圣地的弟子，何曾被人这般小觑过？杀！大家一起上，围杀此人！区区一个人，就算实力强大，也敢如此嚣张。太初圣地的弟子们全都被萧云的嚣张激怒了，纷纷朝着萧云杀来。周飞鱼也跟着杀来，没什么可说的，既然萧云实力很强，那就一起围杀他，反正这里没人，他们也不在乎以多欺少。长生掌、金波拳、衡山印，8名太初弟子将萧云围了起来，一个个都施展出自己的绝学，画着一个又一个恐怖的攻击，全都朝着萧云身上招呼过去。没想到太初圣地的人也会以多欺少，你们太可恶了！旁边汤云云看到这一幕，顿时怒极出手，拖住其中的福妙童。区区炼体极境也敢阻拦我，简直找死！福妙童眼神蔑视地看向汤云云，然后变人剑合一，朝着对方杀来。汤云云瞳孔一缩，脸色骇然，对方的实力强得可怕，超乎他的想象。咻！然而就在此时，一柄银色飞刀破空袭来，射进了福妙童的眉心，让他的脑袋瞬间爆炸，成了一具无头尸体。福师妹、解玉龙看到这一幕，顿时惊恐叫道，随即眼睛赤红地盯着萧云。刚才那一刀正是萧云射出去的，可惜飞刀的速度太快了，让解玉龙根本无法阻拦。不要管那个女人，先围杀萧云！周飞鱼大喝道。在他看来，汤云云仅仅炼体极境，等他们杀死萧云之后，轻而易举就能斩杀汤云云。我要杀了你！解玉龙满脸愤怒，双目赤红，像4个疯子一样朝着萧云杀去。福妙童可是他的道侣，竟然被萧云一刀爆头，直接香消玉殒，甚至连尸体都不能保持完整。试问解玉龙如何不怒？其他的太初圣地弟子们也都被彻底激怒了，纷纷全力爆发，杀向萧云。轰！萧云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他体内血气如同沸腾的岩浆，翻滚不止，逆卷苍穹，化作一条血色大河，在天上奔腾不息。一群废物，明年今天便是你们的忌日！萧云此刻战力全开，他一拳轰出去，将周飞鱼砸飞。随后他一掌劈下，将一名冲过来的太初圣地弟子劈杀。噗！鲜血喷溅而出，尸体坠落地面，令得剩下的几名太初圣地的弟子们骇然色变，心中皆是惊悸不已。萧云已经杀了他们3人了，实在是太强势了。萧云，去给福师妹陪葬吧！突然一声大喝传来，是解玉龙冲来了。他没有抵挡萧云的攻击，而是直接催动最强一招，拼命杀向萧云，想要与之同归于尽。闪电体被他催动到了极致，让他的速度非常快，快的人眼睛都看不到了，在原地留下一道道残影。显然福妙童的死让解玉龙遭受到巨大的刺激，他的实力再进一步爆发出了超于平常的攻击力。勇气可嘉，但你终究是太弱了。萧云淡漠地瞥了一眼解玉龙，然后便伸出了手掌，他的手掌晶莹剔透，宛如玉石堆砌而成，宝光闪烁间，血气沸腾，速度快到不可思议。咔嚓！萧云像似截住了一道闪电，将速度奇快的解玉龙抓住了，他的另一只手掌劈了过来，宛如一柄绝世神刀，划出一道优美的轨迹，散发出绝世锋芒，将解玉龙的身躯给直接斩成2半。啊！解玉龙惨叫一声，还没有来得及说遗言，就直接惨死当场。他的身躯被萧云拦腰斩断，鲜血飞溅而出，染红了天空，场面极其血腥恐怖。几个冲上来的太初圣地弟子全都脸色惨白，被吓得硬生生止住了步伐，竟然一时间不敢继续攻向萧云。因为萧云的表现实在太恐怖了，不光实力强大无比，还出手狠辣，招招毙命，完全没有一丝手下留情。萧云，你太残忍了，同为圣地弟子，你竟然如此虐杀我们太初圣地的弟子！周飞鱼看着解玉龙断裂的尸体，也是吓得眼皮直跳，不由得朝着萧云怒喝道。萧云从怀中拿出一块浴巾，擦拭着手上的鲜血，一边淡漠地扫视着对面的周飞鱼，满脸冷笑道：“你们太初圣地连续5届杀进我们混沌圣地来真龙朝的弟子，
竟敢还有脸说我残忍，真是可笑至极。周飞鱼闻言暴怒道：“你杀人也就罢了，为何要毁坏他们的尸体？这简直如同恶魔！你有何颜面再称圣地弟子？”萧云冷哼道：“杀人就杀人，为何非要留下完整的尸体？你们是在搞艺术吗？一群白痴，快过来受死吧！”萧云深知修炼界的残酷，所以他出手都非常狠辣，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否则的话必定后患无穷。就像眼前的这群人，别看他们现在不是萧云的对手，但是他们大多都有特殊体质，一旦将来成长起来了，那一群人围攻之下也会让萧云头疼的。为此，萧云自然要将他们赶尽杀绝，提前免除一些祸患。杀！没什么可说的，萧云不想浪费时间，直接冲向了周飞鱼，挥动炽烈的光拳，狠狠地轰击过来。连续5届真龙朝之行，他们混沌圣地的弟子都被太初圣地的弟子给杀得一干二净，以至于吓得混沌圣地再也不敢派遣弟子过来了。这等耻辱，今天他萧云一定要洗刷干净。混沌圣地没落了，那就让我萧云再撑起一片天空，打出一片新天地。这一届真龙朝之行，我要让你们太初圣地的人全部埋葬于此。什么狗屁时空之体，早晚是我的泉下亡魂！萧云声音寒冷彻骨，双眸冷如刀锋，他如同一尊死神，将周飞鱼逼入绝境，令得剩下的几个太初圣地弟子满脸恐惧。狂妄！萧云，你实在太狂妄了！李师兄拥有时空之体，同阶无敌，你早晚会死在他手里面。周飞鱼一边艰难地抵挡着萧云的攻击，一边怒喝道。他虽然见识到了萧云强大的实力，但他依旧不认为萧云能够敌得过李成帝。毕竟李成帝的强大，他曾经可是亲自体会过。尤其是李成帝的速度快到无法应对，同阶的炼体境修士根本无人能够追得上李成帝的速度。在那种恐怖的速度面前，谁遇到李成帝都只有一个下场败。哼，同阶无敌，就凭他也配？萧云冷哼一声，拳势越发猛烈了，将面前的周飞鱼打得不断吐血，将其肋骨都给打断了。噗！后者顿时喷血倒飞，连周师兄都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剩下的几个太初圣地的弟子看到周飞鱼的惨况，顿时心中更加恐惧了。他们已经萌生了退意，只是周飞鱼没死，他们还不敢退，否则丢弃同门弟子的大罪，他们即便回到了太初圣地，也是一个死字。杀！萧云可不会管那么多，他开始展现神风步的急速，穿梭在虚空之中，挥动金色的拳头，将一位太初圣地的弟子打得吐血倒飞。王师兄其他人惊呼，那是仅次于周飞鱼的强者，在太初圣地炼体境排名第3，居然连萧云的一拳都挡不住。你们太弱了！萧云满脸不屑之色，他肉身金光弥漫，血气沸腾，如同金色汪洋环绕，恐怖的力量汹涌澎湃，汇聚在他的拳头上，展现出一股无敌威能。噗！又有一名太初圣地的弟子被萧云给轰杀了，场中顿时只剩下4人了。萧云如同一尊无敌战神，所向披靡，他冲向剩下的4个太初圣地弟子，欲要将他们全部斩杀。周飞鱼此刻终于明白，自己等人远远不是萧云的对手，继续留在此地肯定会全军覆没。他不由得大喝道：“快跑！大家分头跑！一定要将这个消息告诉李师兄，他会替我们报仇雪恨的。”说完，周飞鱼居然主动冲向了萧云，他准备用自己这条命拖住萧云，给其他人生存的机会。不得不说，就连萧云都有些意外，他看着面前浑身是血的周飞鱼，眼中浮现一抹赞赏之色。虽为敌人，但是你敢殿后的勇气让我非常敬佩，我给你一个留下遗言的机会。萧云，没想到你一介凡体也能够拥有如此战力，难怪你们混沌圣地敢派遣你进入真龙朝。不过凡体终究只是凡体，你永远不知道至尊体有多么恐怖，李师兄一定会替我报仇雪恨的。周飞鱼厉声喝道。萧云脸色冰冷地说道：“这就是你的遗言吗？可惜啊，我虽然很想让你活着看到李成帝被我击杀的一幕，不过我这人怕麻烦，所以你还是先去死吧。等过几天，李成帝自会下去与你团聚。凭你也想杀死李师兄，待你见到他之后，你就会知道你和他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巨大。我周飞鱼就在下面先等着你。”周飞鱼大吼一声，宛如飞蛾扑火一般，朝着萧云冲杀过来。杀！萧云没有继续废话，只是将自己最强的威势展现出来了，再也不继续隐藏实力了。轰轰轰！只见萧云的背后30条彩色天柱出现，这是大道投影，拥有莫测神威，让萧云看起来如同一尊无敌的战神。如此异象，当场就把剩下的几个太初圣地的弟子给震慑住了，包括周飞鱼在内，都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萧云背后的那30条彩色天柱。这是大道投影？他怎么会有大道投影？这可是混沌体才有的异象啊！几个太初圣地的弟子满脸震惊和疑惑，周飞鱼却是想起了什么，他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萧云，瞳孔骤缩，眼神骇然道：“你居然修炼了混沌经，还练到了第36层，铸就了混沌体雏形！”他心中如同卷起一股惊涛骇浪，实在太震撼了。那可是混沌经，号称9天10地最难修炼的功法，除了混沌大帝天生混沌体外，便再无第二人练成这门绝世功法。但是眼前这个萧云才多大？20岁不到吧，竟然就已经将混沌经给修炼到了第36层，
铸就了混沌体雏形，这是何等的悟性，这是何等的天资！错了，万阳辉太上长老错了，原来我们全都错了。周飞鱼看着面前展现恐怖异象的萧云，不由得惨然而笑。当初万阳辉太上长老从你们混沌圣地归来，说你只是有点悟性，靠服用悟神丹才练成了几门超级战技，因此有了不俗的力量。但是悟神丹有副作用，所以我们太初圣地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以为你只是混沌圣地弄出来，想要拼掉我们太初圣地天才的一颗棋子而已。没想到你竟然修炼了混沌经，还有如此可怕的悟性，难怪之前有传言，混沌圣地开山收徒的时候，混沌中出现了9响。周飞鱼一脸惨笑地看着来到他面前的萧云，眼中出现一抹恍然。那人应该就是你吧？能够令得混沌中响了9声，难怪有这等盖世天资，我拜得不冤。这就是你的遗言吗？萧云来到周飞鱼面前，眼神冷漠，他的身躯金光四射，背后30条彩色天柱直通苍穹，如同一尊无敌的战神，威势深不可测。话落，萧云便携带着一股滔天的无敌力量，摧枯拉朽一般将面前的周飞鱼给吞没了。即便你修炼了混沌经，即便你铸就了混沌体雏形，但是你终究没有铸就真正的混沌体，你现在依旧不是李师兄的对手。周飞鱼的声音消失后，他的身体被那股狂暴的力量撕成了碎片，化为一片血雾，染红了这片天地。周师兄，剩下的3个太初圣地弟子都惊呼起来，周飞鱼也死了，这让他们感觉浑身冰冷，一切都发生在电火石花间，没有人可以阻止，也阻止不了。快逃啊！这3个太初圣地的弟子早已经吓得落荒而逃。咻咻咻！萧云看都没看他们，3把银色飞刀便已经激射而出，将那3人一刀毙命。至此，太初圣地的9大天才全部惨死在萧云的手下中，全军覆没。击杀掉太初圣地的9位弟子之后，萧云身上的强大气势逐渐收敛起来，他背后的大道投影异象也随之消失，璀璨的金光也回归躯体之内，不再有光华流转。不远处，汤云云脸色惨白地看着萧云，身体有些僵硬，有些颤抖，一时间他都不敢说话了，因为场面太血腥了，碎尸断体，血肉内脏洒落的到处都是，宛如一片修罗地狱。而萧云便是这座修罗地狱的杀神，让人无比敬畏。哪怕萧云现在已经恢复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脸上还挂着笑容，不再露出杀机，但是依旧让汤云云非常害怕。萧云打扫了一下战场，将这9位太初圣地弟子们的空间戒指给摘了下来，然后来到汤云云面前，淡淡问道：怎么觉得我很残忍？他眼神有些冷淡，眸光略微有些凌厉地看着面前的汤云云。汤云云深吸一口气，随即摇了摇头，轻声道：不是，他们要杀萧师兄，萧师兄杀他们也是应该的。走吧，我们继续赶路。萧云闻言，脸上的冷意顿时消失了，再度恢复原来的满脸笑容，带着汤云云离去。还好汤云云不是穆千雪那种圣母婊，否则的话，哪怕对方是自己未来师母的徒弟，他也会敬而远之，懒得再理会。一边赶路，萧云一边查看自己的系统。之前被他杀死的太初圣地9名弟子当中，足足有6位特殊体质，所以他一共得到了60次顿悟的机会，这实在太爽了。萧云顿时有些期待不已，如果在这里面多杀一些特殊体质天才，那说不定就能够一举铸就混沌梯了。继续赶路了1个时辰，萧云他们便找到了一些天才地宝了。这是千年珠果，服用之后可提升修为。在一棵散发着七彩光芒的小树上，萧云看到了几颗红艳欲滴的果子，顿时满脸吃惊。萧师兄，你快看，这里有万年人参，他竟然会跑！突然，不远处传来汤云云的惊呼声。萧云转头看去，发现一棵老人参正用他的根茎在跑路，速度比人奔跑竟然还要快。不过汤云云毕竟是炼体极境的修士，自然一下子就抓住了这颗老人参。万年人参，这都已经成精了。萧云感慨不已，像这种等级的天才地宝，在外界已经很少了，即便是他们圣地，也只有圣子才有资格获得。不得不说，这里还真是一座宝地。萧云连忙收起面前的千年珠果，然后和汤云云一边赶路一边搜寻宝物。随着深入真龙巢，他们的收获也越来越大，两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笑容。萧师兄，我们这次收获太大了，等出去后，我恐怕马上就能踏入神桥境。汤云云显得非常开心，像个快乐的百灵鸟一样，在萧云身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萧云虽然也很高兴，但却并不是很满意，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混沌圣地的圣子，完全有资格在混沌圣地取得这些提升修为的宝物。而萧云这次进入真龙巢的目的只有2个，一个是获得让自己肉身蜕变的宝物，另一个是获得能够提升寿元的宝物。前者是让他的肉身蜕变达到100万斤力量的极限，后者自然是送给自己那位便宜师尊的，否则100年之后他那位便宜师尊就要死翘翘了。因此萧云对于现在的收获并不满意，他对汤云云说道：走吧，我们加快速度，尽快赶往真龙巢核心。汤云云点了点头，紧跟萧云其后，两人加快速度一路前行，并且继续搜刮沿途见到的天才地宝。不久后之后，他们便深入了真龙巢的核心边缘。萧师兄，你快过来看啊，这是不是传说中的9叶天灵芝？
一棵绿藤旁边，汤云云满脸惊喜的大叫道。正在不远处搜寻宝物的萧云闻言，顿时脸色一变，随即马上化作一道闪电出现在汤云云身边。萧云凝目看向面前的绿色蔓藤，只见上面生长着一颗巨大的灵芝，这个灵芝和普通的灵芝不同，它通体水晶，晶莹剔透，并且常有8片金色叶子，第9片叶子已经凝聚了一半了。在混沌圣地中，萧云也浏览过很多天才地宝的有关书籍，毕竟你都要进入真龙朝了，如果连天才地宝都不认识，那你进去干什么？因此，萧云对于修炼界的天才地宝也都很熟悉。几乎第一眼，萧云就认出这个灵芝了，的确就是汤云云所说的9叶天灵芝，传说中的极品圣物。最重要的是，这是能够让人肉身蜕变的至宝。萧云顿时满脸喜色道：“的确是9叶天灵芝，虽然还没有彻底成熟，但也差不了几天时间了。这可是能够让肉身发生蜕变进化的至宝。”一旁的汤云云闻言也显得很高兴，他笑盈盈说道：“萧师兄，你本来就很强，如果再炼化了这颗9叶天灵芝，那你的实力就会更进一步了。”虽然这颗9叶天灵芝是他先发现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如果没有萧云带着他，他根本走不到这里，更别说得到这颗9叶天灵芝了。所以汤云云还是非常识相的将其让给了萧云。萧云对此也不客气，这种宝物他可不会让出去，更何况他带汤云云一路行来，已经帮助他得到了不少宝物了，他并不欠汤云云的。汤师妹真是我的福星，如果不是你发现，我都遇不到这颗9叶天灵芝。萧云对汤云云笑着点了点头，随即说道：“你先去休息吧，我在这里守着，等这颗9叶天灵芝彻底成熟。”汤云云闻言点了点头，随即到一旁盘膝坐下，静养心神。萧云则守在这颗9叶天灵芝旁边，眼神犀利的扫视周围，神色非常警惕。9叶天灵芝就要成熟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可不想被人给破坏了。不过说来也巧，就在萧云守了1个时辰之后，面前的丛林之中突然传来一股强大的气息，一个身影正在急速接近这里。萧云顿时眼眸一凝，眼神如同刀锋一般射向面前的丛林。不管来人是谁，敢抢他的9叶天灵芝，都只有一个死字。哈哈，我的大机缘到了，竟然让我遇到了传说的9叶天灵芝。有了此宝，叶无尘就再也不是我的对手了。就算是太初圣地的那位时空之体，我也有把握与其一战。人未至，声音便已经传来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走出丛林，他背负着一柄战刀，披肩的长发无风自动，携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凌厉刀意。他是柳南山，天刀圣地圣子，拥有天生刀体。萧云一眼就认出了此人。此时已经是夜晚，皎洁的月光洒落下来，让山林间像似笼罩了一层仙雾，看起来朦朦胧胧。一株娇艳欲滴的蔓藤上，9叶天灵芝的第9片金色叶子已经开始慢慢凝聚成型，散发着淡淡的金光，显得无比的神圣。不远处，柳南山紧紧盯着这颗9叶天灵芝，眼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贪婪。他振奋道：“能够让肉身蜕变的至宝，居然让我遇到了，真是天大的机缘啊！”说完，柳南山才注意到了旁边的萧云，顿时面露不屑之色：“滚吧，看在你为我找到9叶天灵芝的份上，今天我心情好，就不杀你了。”他的语气非常霸道，仿佛是在施舍萧云一样，话语之中充满了不可置疑的味道。不过，作为天刀圣地的圣子，拥有天生刀体的绝世妖孽，柳南山的确有霸道的资格。无论是霸王宗的张云飞，还是太初圣地的周飞宇9人，都远远无法与柳南山比拟。但可惜，他今天遇到了萧云。望着面前嚣张霸道、不可一世的柳南山，萧云手中光芒一闪，一把玄铁战刀便出现在了他的双掌之中。萧云一边抚摸着手中的这把黑色战刀，一边神情淡漠地看着柳南山说道：“天生刀体吗？我也是用刀的，看看是你的刀厉害，还是我的刀更胜一筹。”话落，萧云的眼神顿时变得无比犀利，像似刀锋一样射人。一股狂霸的刀意瞬间从萧云身上席卷而出，似乎将周围的空间都给切割得支离破碎。此时的萧云如同一把开锋的神刀，展现出一股绝世锋芒。对面的柳南山眉头一皱，但随即他依旧满脸不屑之色，一脸傲然道：“敢在我这个天生刀体面前动刀，不得不说，你真是愚蠢至极。”柳南山没把萧云放在眼里，毕竟在他的眼中就只有那几个对手：时空之体李成帝、荒古圣体赵无极、苍天霸体武刚、神王体将浩然，以及他的宿敌天生剑体叶无尘。除此之外，其他人他一个都没有放在眼里。什么周飞鱼、张云飞之流都不是他的对手。而眼前这个萧云，柳南山连见都没见过，恐怕只是个无名之辈，他自然不会放在眼里。天生刀体吗？萧云听着柳南山口中的狂妄之语，他脸色毫不为动，依旧在抚摸着手中的玄铁黑刀，缓缓说道：“这把刀跟随了我师尊数十年，是我师尊用千年玄铁打造而成，重36万斤。我师尊曾用它横扫同阶敌人，今天斩你这位天生刀体，倒也不算辱没了此刀。”说罢，萧云持刀站了起来，他横刀立身，眼神凌厉至极，眸光无比摄人，展现出一股绝世锋芒。36万斤的玄铁战刀被他握在手中，却是如同鹅毛飘絮一般，感受到不到一丝重力。这是因为萧云的力量已经达到了80万斤，
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把刀了。千年玄铁，36万斤。对面的柳南山听完了萧云的话语，像似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他满脸讥讽道：“你在开玩笑吗？就凭你也能够提得起36万斤的刀？你当我是白痴吗？以为靠说大话就能吓退我？吓退你？不，我要杀你！”萧云冷冷看着他，将手中的玄铁战刀举了起来。他没有忘记系统的任务，杀一个特殊体质天才可以获得10次顿悟的机会。既然这个柳南山自己主动送上门来找死，那他萧云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好大的狗胆，区区一个无名之辈也敢在我面前嚣张，简直是找死！柳南山被激怒了，他的气势陡然变得无比凌厉，如同君临天下的王者，一怒之下可服食百万。单单看气势就知道柳南山非常强大，远远超过了周飞鱼和张云飞。不过萧云依旧不惧，手持玄铁战刀的他足以发挥出他最强大的力量，就连周飞鱼都没有逼得他动用玄铁战刀，可见萧云已经非常看重眼前这个柳南山了。杀！柳南山没有继续废话，他立刻一刀朝着萧云劈来，刀势凌厉霸道，笼罩全场。在萧云眼里，这一刀显得很普通，但却非常干净利落，好似斩断了一切技巧变化。所有的躲闪、巧妙招数都在这一刀之间被全部斩断。明明很普通的一刀，但却断绝了萧云的所有退路和躲闪的方式，就连萧云的精气神都被刀势牵引其中，如同坠入幻境，显得不可自拔。好一个天生刀体！萧云也不得不称赞一下，光比刀招的话，他绝对不是眼前这个柳南山的对手。拥有天生刀体的柳南山，在刀道上面的成就绝对同阶无敌，不存在之一。不过萧云并不是单一的刀道修士，他的核心是力量。你刀招再厉害，我只要力量强大就行了，管你什么招数，我自一刀劈之，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唰！萧云挥动着手中的玄铁战刀，朝着柳南山斩杀而去。他没有施展任何战技，就是这么随便一刀斩了过去，显得漏洞百出。柳南山目光一扫，顿时嘲讽道：“就这点实力，在我们天刀圣地，随便一个炼体境的修士都比你更会用刀。”我承认。萧云点了点头，随即他一刀直劈而下，强大的力量瞬间爆发而出，像似一股风暴逆卷苍穹。柳南山顿时骇然色变，他感受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恐怖压力，就像似一座泰山朝着他撞击而来。我不会用刀，我只有强大的力量，超越一切的强大力量。不管你什么招数，我自一刀劈之。我坚信一力降十会。萧云一刀压向柳南山，将对方手中的长刀都给震飞出去，其力量余波更是把柳南山震得口喷鲜血，狠狠地倒飞出去。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柳南山竟然被萧云一刀杀退。如果外面的人看到这一幕，肯定会惊呼不断，因为太震撼了。那可是拥有天生刀体的柳南山，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而是一位真正的绝世妖孽啊！萧师兄太厉害了，等炼化了那颗9叶天灵芝，他或许真的可以斩杀那位时空之体。不远处，汤云云目睹了这一战，心中泛起惊涛骇浪，满脸震撼。一位绝世妖孽竟然被萧云一刀重创，这是何等的力量啊！噗！撞倒了一棵大树之后，柳南山迅速站了起来，但还是忍不住咳出一口鲜血。他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对面的萧云，神色骇然道：“你的刀居然真的有36万斤！”他心中后悔不已，他小觑了萧云，没想到萧云的刀真的是由千年玄铁打造而成，重达36万斤。早知如此，他绝对不会跟萧云这么硬拼，那简直是找死。你到底是谁？柳南山迅速拿出一颗丹药吞下，然后一边调息伤势，一边看着对面的萧云，沉声问道：“一个无名之辈，不可能拥有如此力量，你究竟是谁？想要趁机拖延时间疗伤吗？”萧云一脸戏谑地看向柳南山说道。柳南山顿时脸色微变，他的确有这个打算，毕竟他刚才因为大意了，受到了重创，此时再跟萧云交战就有点吃亏了，却没想到竟然被萧云一眼给看出来了。虽然让你恢复伤势，我也依旧无惧，但是我可不会那么傻，趁你病要你命，这就是修炼界的残酷法则。萧云说罢，便再度挥动玄铁战刀杀向柳南山，让柳南山恢复伤势，然后公平一战。呵呵，萧云可不是那种白痴，都是已经搏命厮杀了，还管什么公平不公平，直接搞死对方就行了。杀！萧云大喝一声，施展出万刀归海这门战技，顿时有无数刀影凝聚出来，如同密集的雨滴，形成一张大网，将柳南山给笼罩在里面。这门万刀归海早已经被他用顿悟系统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所以威力非常强大。当初正是因为修炼这门战技，帝天才把玄铁战刀送给了萧云。虽然萧云一直以来都用拳头战斗，但实际上用刀的他才是最强状态，毕竟赤手空拳又怎么可能比得上刀剑更锋利呢？更何况萧云的这把刀非同一般，它全部由千年玄铁打造而成，重达36万斤，威力十分强大。萧云使用此刀，可以让自己的力量超常发挥出来。该死！柳南山脸色大变，他的伤势还没有全部恢复，一身战力只能发挥出70%，此时战斗对他来说太吃亏了。可是没办法，萧云打定主意不会等他恢复伤势，柳南山也无可奈何，
只能持刀迎了上去。不过这一次柳南山就精明了很多，他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如萧云，所以不会再跟萧云硬碰硬，而是使用身法躲避，并且用巧力卸去萧云的巨大力量。四两拨千斤，柳南山低喝一声，一刀斜劈而出，发出一股莫名的力量，将萧云的玄铁战刀给带偏了方向，而他自己则趁机躲了过去。萧云脸色微变，这个柳南山的刀法太巧妙了，竟然借力打力，化解了他的无敌力量。杀！柳南山却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作为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强者，他立刻人刀合一，精气神在不断的凝聚攀升。这一刻，萧云甚至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人刀合一状态下的柳南山实力暴增了许多，比之前都要远远强大许多。轰！柳南山刀势滚滚，如同山崩海啸，刀锋震荡起来，有炽烈白光喷发而出，令得刀身无比耀眼夺目。这一刀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气势，像是一柄无敌之刀，横扫天下，连山河都被这股气势给崩碎了。不管是谁，在这股凌厉至极的气势面前，都感到心神震慑，灵魂颤抖。这是我最强的一刀，本来是给叶无尘准备的，今天就用来斩杀你！柳南山大喝道，他眼神凌厉，满脸自信，对自己的这一刀充满了信心。这一刀汇聚了他的全部力量，将他的精气神都融入了其中，绝对是超越极限的恐怖一刀。天生刀体的强大，便在这一刀之间完美的展现出来了。这是无敌一刀，也是破灭一切的刀。这一刀摧枯拉朽，一往无前，所向披靡，不可阻挡。萧云看着朝自己杀来的这一刀，只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有些僵硬，他体内的灵魂都要炸裂了，一点也动弹不得。柳南山的这一刀不仅含有强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刀之中还携带着柳南山的精气神冲击。这是物质攻击和精神攻击融入到了一体的最强之刀，果然不能小觑天下英雄。萧云震撼之余，也不免感慨，这个柳南山不愧是绝世妖孽，实力之强超乎他的想象。面对柳南山的这一刀，萧云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像之前的周飞鱼、张云飞都不可能给萧云造成这种威胁，但是柳南山却做到了，可见他的实力有多么强大，不愧是绝世妖孽。你很强，我要以最强的力量来杀你，以示对你的尊敬。没有丝毫犹豫，萧云顿时展露出混沌体雏形异象，30条彩色天柱直通苍穹，大道投影的可怕气息顿时震散了柳南山的精神冲击。什么？柳南山一脸震撼地看着萧云身后的30条大道投影，作为圣地的圣子，他当然认出了这是什么东西。混沌体雏形，30条大道投影。柳南山满脸骇然地看向萧云，眼中震惊道：“你是混沌圣地的人，还修炼混沌经？”答对了，可惜没有奖励。萧云在展现出混沌体雏形之后，立刻就施展了金钟罩和太极神掌这2门强大的防御战技。轰！与此同时，柳南山的最强一刀也狠狠地轰击在萧云体表的金色护罩上面。金钟罩这门强大的防御战技，在这一刻爆发出了强大的防御力，硬生生抵挡着柳南山最强一刀的前进之力。给我碎！柳南山眼中神光爆射，大声吼道，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不能一刀斩杀萧云，他今天就死定了。因为像这样的最强一刀，他根本无法施展第二次。这一刀出，要么敌人死，要么他自己死。就是如此霸道的一刀，否则又怎么被称为最强一刀？杀杀杀杀杀！柳南山不断的怒吼着，想要攻破萧云体表的金色护罩，他彻底拼命了。炽烈的刀光不断的轰击着金色的护罩，让萧云的金钟罩在不断的颤抖着。咔嚓！只听一声脆响，萧云体表的金色护罩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缝，这让柳南山的眼中露出了一抹兴奋的笑容。但是他的笑容很快就凝固了，因为在金钟罩破碎之后，一张巨大的太极图冲了出来，将柳南山连刀带人都给一起震飞出去。不，柳南山惨叫一声，倒飞出去，口喷鲜血，满脸绝望。真是无比强大的一刀啊！萧云看着被太极图撞飞的柳南山，眼中露出一丝惊叹之色。刚才柳南山的最强一刀实在太惊艳了，如同仙神灭世一斩，让他非常震撼。若非他力量强过柳南山，若非他把金钟罩和太极神掌给推演到了究极境界，恐怕他还真不一定能敌得过柳南山。同样是2阶神体，这个柳南山比张云飞和周飞鱼都要强大得多。像这样的强者，萧云也只在幻魔塔里面见过，至少可以排进炼体境历史最强者前20名了。可惜这样的人遇到了萧云。萧云对待敌人不会手下留情，他只是感慨一下，便继续持刀杀向了柳南山。轰！柳南山咬牙挥刀劈来，抵挡着萧云的攻击。然而已经重创的他根本敌不过萧云，被萧云一刀劈的吐血，更是被逼入了绝境。萧云有些意外，柳南山的实力降低的太多了，看来刚才的那最强一刀拥有很大的副作用。萧云看着柳南山笑着说道。柳南山脸色阴沉，随即咬牙说道：“饶我一命，我帮你一起对付李成帝。”他求饶了，这让柳南山感到无比的屈辱，简直是他最大的耻辱。但是他真的不想死在这里，他拥有天生刀体，是天刀圣地的绝世妖孽，拥有成为大帝的潜力。他的璀璨人生才刚刚开始，他还不想就此结束。而且柳南山觉得，如果给他时间的话，未来他一定会击败萧云，洗刷他今天的耻辱。
噗！柳南山话音刚落，就被萧云一刀劈得吐血倒飞。萧云继续挥刀杀向柳南山，一脸冷笑道：“我的实力如果不如你，刚才就已经被你给杀了。现在你输了，就想要求饶？你以为这是在玩过家家游戏吗？抱歉，这是一个残酷的修炼界，既然你输了，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至于李成帝，我自会去斩杀他，根本用不着你一个手下败将来帮忙。”柳南山被萧云逼入绝境，他心生恐惧，连忙大吼道：“你太小看李成帝了，至尊体拥有可怕的威能，根本不是你能够想象的。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但我要告诉你，当初我和李成帝切磋过，我差点被他一招击杀，那还仅仅是切磋。”萧云闻言心中震动，但他依旧挥刀劈向柳南山，冷哼道：“既然李成帝这么强，那我就更加用不着你来帮忙了，毕竟你连他一招都抵挡不住。”萧云的刀势越来越凶猛，他的强大力量让柳南山不断的咳血倒退。柳南山感觉自己已经快支撑不住了，他朝着萧云大吼道：“你这个疯子，杀了我，我们天刀圣地是不会放过你的，我爷爷是。”这是柳南山的最后一句话。没等柳南山说完，萧云的玄铁战刀便已经将柳南山的五脏六腑都给震碎了。柳南山的尸体还保持完好，眼睛依旧睁开着，但是在他的体内早已经是一片碎肉了。萧云的强大力量在玄铁战刀的震服下，一举轰杀了这位拥有天生刀体的绝世妖孽。这也是萧云击杀的第一位绝世妖孽，第一位圣地圣子，又增加了10次顿悟。萧云查看了一下系统，顿时满脸喜色。杀死一位特殊体质天才，奖励10次顿悟机会。就冲这一点，萧云也不会放过柳南山，所以无论他如何求饶，也只是徒劳无功。在萧云摘下柳南山的空间戒指后，便再度回到九叶天灵芝旁边坐下，等待九叶天灵芝成熟。不远处，汤云云看到萧云这里结束了战斗，这才赶了过来，开始在旁边挖坑。萧云一愣，有些迷惑地看着汤云云问道：“汤师妹，你这是在干什么？”汤云云面色严肃道：“萧师兄，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杀死了柳南山，否则会引来麻烦的。”萧云心中一暖，但还是摇头道：“汤师妹，你太大惊小怪了。我师尊曾说过，在真龙朝内，我们可以互相厮杀，各大门派不会因此而结仇。”汤云云闻言，有些古怪地看了一眼萧云，问道：“萧师兄，你怕是不知道柳南山的具体身份吧？”萧云疑惑道：“他不就是天刀圣地的圣子吗？难道还有什么特殊身份不成？”汤云云点了点头，随即面色凝重地说道：“天刀圣地当代神子，有着霸刀之称的柳天都，便是他的爷爷。”萧云闻言有些吃惊，那位霸刀柳天都，他曾经听帝天提过，因为对方是跟帝天同一个时代的绝世妖孽。帝天说此人非常强，已经是半步圣人，而他一旦成圣，那就会成为天刀圣地新任圣主。难怪柳南山临死前会提起他的爷爷。萧云顿时回忆起柳南山死前的言语，但是萧云并不害怕，他是混沌圣地的圣子，那柳天都再强，还能来混沌圣地杀他吗？不过萧云有些好奇地问道：“汤师妹，那柳天都是跟我师尊一个时代的人物，至少1000岁左右了吧？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孙子？”汤云云苦笑道：“我们修炼者一旦踏入超凡境界，寿元便达到1000年，所以在踏入超凡之前，我们一般不会成家。毕竟，万一你的另一半无法踏入超凡境界，那你岂不是要悲伤1000年？”萧云顿时恍然大悟，这么说来，修炼者们成家都很晚了。只听汤云云继续说道：“而且像柳天都这样的绝世妖孽，心中只有正道大帝的追求，他们一般不会有儿女私情，也只有在遇到跟他一样强大的天之娇女后才会动情，所以成婚较晚。”萧云点了点头，换成是他也会这么选择。没办法呀，修炼者的寿命会随着实力增强而增强。你的伴侣如果无法踏入超凡境，那就只有几百年的寿元，你岂不是要守寡好几千年？所以修炼者们找伴侣都会找门当户对的人。这所谓的门当户对，并不是身份，而是修为和潜力。像萧云这样的天才，注定会成圣，甚至成为准帝都是一定的，寿元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拥有这么多的寿元，萧云肯定是不考虑那些只有几百年寿元的女人，至少也要找一个能够成圣的女子才行。当然，这是后话。此时，萧云的目光已经被面前的九叶天灵芝给吸引住了，因为这颗九叶天灵芝的第9片叶子已经彻底凝聚成型了，在散发出淡淡的金光，有沁人心脾的香味弥漫开来，令得周围草木速长，百花盛开。毫无疑问，这株九叶天灵芝彻底成熟了，终于成熟了。萧云顿时满脸激动，只要炼化了这颗九叶天灵芝，他的力量就会再次增加10万斤。届时，拥有90万斤力量的他，还用得着惧怕李成帝吗？萧师兄，赶紧采摘啊！我听师尊说过，九叶天灵芝如果不及时采摘的话，会慢慢消散于天地之间的。旁边的汤云云连忙提醒道。萧云微微笑道：“放心吧，他还要1个礼拜才会慢慢消失呢。”话虽如此，但萧云还是马上出手采摘了这颗九叶天灵芝，将其捧在手掌之中。这颗九叶天灵芝非常巨大，有人的脑袋那么大，通体晶莹剔透，长有9片金色的叶子，散发着绚丽的光芒。萧师兄，你快炼化九叶天灵芝吧，我替你护法。汤云云说罢，便开始在附近转悠起来。一旦发现有人来，他就可以大吼一声提醒萧云。
萧云当即盘膝坐了下来，开始吞服九叶天灵芝。别看它体积很大，但是入口即化，口感凉爽，令他整个人都是精神一振。随后，萧云便感受到一股磅礴的生命精元在他的体内浩荡开来，开始滋养他的肉身，让他的皮肤发出一阵阵晶莹的光芒。果然不愧是至宝。萧云开始运转功法，全力吸取炼化这股磅礴的生命元气。一时间，他整个人的身躯都是霞光万千，光雾氤氲。这片森林都被萧云的光驱给照亮了，如同白昼。一道道绿色的生命元气开始从萧云的毛孔之中钻了出来，缠绕着他的躯体，将他整个人都给包围了。此时此刻，萧云感觉全身上下都是暖洋洋的，通体舒泰无比。他的五脏六腑，还有血肉和骨骼，都仿佛在经历一次蜕变和升华，不断的提升着。九叶天灵芝的生命原力太磅礴了，萧云吸收了半天都没有吸收完，一直到半夜，他的躯体都在发光，在不断的进化变强着。又过去1个时辰，当九叶天灵芝的所有生命原力都被萧云吸收后，他的身上开始涌现出一股金色的神焰，开始燃烧他的肉身，仿佛是在将他回炉重铸。萧云忍受着肉身的煎熬，他知道现在就是蜕变的关键时刻，凡体想要追上那些特殊体质，不经历一番磨砺是不可能的。熊熊的神焰在烧烤着萧云的肉身，摧毁他的旧躯，铸就新生的躯体。如果他之前没有吸收九叶天灵芝的庞大生命原力，此刻肉身早就被神焰给烧毁了。而有了九叶天灵芝的庞大生命原力相助，萧云的肉身就可以抵挡神焰的熬炼，开始提升他的生命本质，让他的肉身进化到更高的层次。一道道金色的光芒逐渐从萧云的血肉和骨骼上释放出来，甚至透散到了他的体外，让他与金色的神焰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朝霞笼罩了整个森林，附近的树叶、花朵上有露珠折射出晶莹剔透的光芒，像似一颗颗透明的水珍珠一样精美。清风更是送来新鲜的空气。萧云已经缓缓睁开眼眸，他发现自己的肉身比以前更加强大了，甚至连身高都长了一点点。而在他的体内更是涌动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如同滚滚长江，又似滔滔大河，想要喷发而出。他的每一个细胞中仿佛都蕴含着强大的能量，整个人的躯体仿佛经历了千锤百炼一样。这就是一次浴火重生，如同不死凤凰涅槃，让萧云的肉身再次蜕变成功。上次发生这种变化，还是他铸就混沌体雏形的时候。此时此刻，他已经拥有了90万斤的力量，已经非常接近100万斤的极限了。有如此实力，在这真龙巢内，谁还是我的对手？萧云眼中露出璀璨的神光，满脸自信，霸气非凡。修！汤云云感应到萧云结束修炼，连忙从远处飞掠而来。萧云对汤云云笑道：“多谢汤师妹为我护法。”萧师兄客气了。对了，萧师兄，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汤云云摆了摆手，随即眨着2只眼眸，满脸好奇地盯着萧云看。他想知道萧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过萧云收敛了所有的气息，仅凭汤云云那点实力，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现在感觉前所未有的好。萧云闻言咧嘴一笑，随即挥了挥手，说道：“走吧，我们继续去真龙巢核心。”汤云云点了点头，随即两人便再次启程，赶往真龙巢的核心。这次没过半日，他们就进入真龙巢的核心。不远处隐隐约约有些吵闹的声音传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萧师兄，那边似乎有很多人，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汤云云倾听了一会儿，看向萧云问道。萧云沉吟道：“去看看也好，万一有什么宝物，我们也可以抢过来。”汤云云有些无语，这位师兄还真是自信。不过说起来，真龙巢里面的宝物都是无主的，既然萧云有实力，那的确是可以抢夺的。强者为尊，弱肉强食，便是这里面的生存法则。郁郁葱葱的森林里，有一条碧绿的长河流向远处，河边长着一棵小树，不过1人高左右，但是树干苍劲有力，散发着一种古朴的沧桑意味。这棵小树的枝叶无比茂盛，其中还夹带着不少白色的花朵，但让人好奇的是，它只结出了一枚果实，金灿灿的，散发着淡金色的光辉，显得无比耀眼。这颗金色的果实一看就知道不同凡响。远处一些年轻的修士们全都满脸贪婪地看着这颗金色的果实，但却谁也不敢上去摘取，因为在这棵小树附近正站着3个互相对持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时空之体李成帝、神王体江浩然以及荒古圣体赵无极。3大绝世妖孽在此，谁敢在他们面前抢夺宝物？这3个绝世妖孽此刻呈现三角形，将那棵小树围在中央，谁敢踏入一步，都会遭受到另外2人的攻击。他们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凝重和警惕。天啊，那是菩提树，传说中的神树。传闻菩提树1000年开花，1000年结果，花落果熟。此果名为菩提果，吃下去可以让人瞬间进入顿悟状态，是天下10大奇珍之一。就算是那些圣人，准帝都要为之疯狂。此宝如果带出去，都能换取1件圣兵了。李成帝、江浩然还有赵无极都在这里，不知道他们谁能够得到这颗菩提果。当萧云和汤云云赶过来的时候，便听到了周围人在议论纷纷。菩提树，菩提果。萧云听着周围的议论声，不由得朝着前方的那条河看去，果然看到了一棵小树，还有树上结出来的一颗金色的果实，大约有拳头大小，通体金黄色，非常璀璨耀眼。不过更吸引萧云目光的还是旁边的那3位绝世妖孽：李成帝、江浩然、赵无极。
这3个绝世妖孽居然齐聚一堂，倒是有些出乎萧云的意料之外。不过萧云很快就高兴起来了，他找李成帝和赵无极已经很久了，现在总算遇到这2个家伙了。杀掉李成帝，收服赵无极，萧云暗暗想到，这就是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如果传了出去，肯定会引起一番轰动。毕竟萧云的打算实在太嚣张狂妄了。李成帝这位时空之体是那么容易斩杀的吗？他已经是真龙朝公认的最强者了。还有荒古圣体赵无极，他的实力也极其强大，毕竟同样拥有至尊体，就算比李成帝逊色，但也不差多少。但是萧云依旧充满了自信，刚刚完成一次蜕变的他，力量已经达到了90万斤，在同阶之中绝对是排名第1的。萧师兄，这是菩提果，一旦服下之后，可以让人瞬间进入顿悟状态，乃是天下10大奇珍之一，对你绝对有很大的帮助。就在此时，旁边传来汤云云满脸激动的声音。萧云这才重新打量着那颗金色的果实，还有那棵小树，看起来的确和书中记载的菩提树、菩提果有些相似。不过萧云对此并不是太感兴趣了，毕竟他现在还有154次顿悟机会呢。拥有顿悟系统的他，顿悟对他来说太不值钱了，远远不如9叶天灵芝那种可以让他肉身发生蜕变的宝物。萧师兄，这颗菩提果太珍贵了，李成帝他们肯定会拼命抢夺，你一定要小心。要知道，这颗菩提果实可以让他们进入顿悟状态，从而帮助他们领悟一门超级战技，提升10万斤力量。汤云云面色凝重地说道，当然在炼体境服用这颗菩提果就太浪费了，他们更大的几率是留在天境瓶颈时服用，届时他们可以借助顿悟状态一举突破成圣。听到汤云云接下来的话语，萧云顿时眼睛一亮，如同被惊雷击中，他整个人都是一怔。对啊，这颗菩提果虽然对我没有用，但是对师尊肯定有用。师尊他老人家已经被困在超凡境界许多年，如果有了这颗菩提果，他肯定可以突破瓶颈，踏入天境。而一旦踏入了天境，就能再增加1000年寿元，那还需要找什么增加寿元的宝物吗？萧云心中连连想到，他刚才只是考虑到他自己，对他这个拥有顿悟系统的人来说，菩提果自然是没什么价值，不被他放在眼里。但是对于帝天来说，却是价值太大了。帝天之所以被困在超凡境，便是因为他的混沌经迟迟无法突破到下一层，但如果有了这颗菩提果相助，他马上就能突破到下一层。届时帝天就会突破瓶颈，晋升到天境。天境强者不仅可以增加1000年寿元，还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一旦帝天成为了天境大能，萧云也就不用担心帝天会陨落了。而且实力更强的帝天也是他弱小时期的大靠山。想罢，萧云眼眸闪亮，紧紧盯着面前的菩提果，目光中充满了势在必得的光芒。这颗菩提果是我的了，萧云轻轻说道，但是眼中充满了自信。几乎瞬间，他就已经决定一定要夺取这颗菩提果，送给自己师尊，帮助他成为天境大能。汤师妹，你在这里稍等片刻，我过去抢夺菩提果。萧云随即对汤云云低声说道。汤云云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自己过去只会拖累萧云，毕竟李成帝等人的实力太强了，可不是周飞鱼能够比拟的。不过汤云云还是提醒道，萧师兄，你小心点，而且菩提果还没有成熟，要等到菩提树上的花全部落下，菩提果才会彻底成熟。萧云点了点头，这些在他们混沌圣地的典籍之中也有记载，要等到菩提花全部落下，菩提果才会彻底成熟。这也是为什么李成帝3人到现在都没有出手的原因，菩提果没有成熟，一旦他们打起来，被战斗余波摧毁了菩提果，那他们就心疼死了。唰，萧云朝着菩提树走去，因为他走出了人群，显得鹤立鸡群，所以他马上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周围都开始议论纷纷起来，一双双目光也都汇聚在萧云的身上。那家伙是谁？不想活了吗？竟敢接近菩提树！哼，有3位绝世妖孽在此，他还敢贪恋菩提果，真是要钱不要命，不知死活。我好像认识他，他叫做萧云，是混沌圣地的弟子，之前还在外面击败了张云飞。咦，混沌圣地这次居然派人来了，他们不怕太初圣地将他们赶尽杀绝吗？区区一个张云飞，又岂能跟3位绝世妖孽媲美？此人就算来自混沌圣地，也不可能敌得过李成帝他们。混沌圣地真是彻底没落了，出来的弟子实力不行也就算了，居然连脑子都不行。后方传来一阵阵议论声，萧云耳朵微动，手中便已经出现了5把银色飞刀，瞬间射了出去，画着一道道银色流星，窜入了人群中。噗噗噗，伴随着5声惨叫响起，人群中顿时倒下了5个年轻修士，众人连忙看去，却发现他们的额头上都插着一柄银色飞刀。众人顿时骇然色变，随即一脸恐惧地看向了萧云，纷纷后退开来。萧云冷冷扫了他们一眼，寒声道：“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否则会死人的。”他的语气非常冰冷，如同冬天的冰雪，寒冷彻骨，令得周围的温度都在直降。众人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纷纷闭嘴，再也不敢谈论萧云了。萧云冷哼一声，转头继续朝着菩提树走去。在这真龙巢里面，他可没有丝毫顾忌，谁敢放肆，那就直接宰了。与此同时，因为萧云的出手，也引起了李成帝3人的注意。这3位绝世妖孽都纷纷朝着萧云看来，一双双目光中皆是充满了摄人的压迫感。萧云也与他们直视过去，眼眸如刀，锋芒毕露，
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终于开启了绝世神威。咦？李成帝打量着面前的萧云，眼中浮现一丝惊疑。他之前也听到周围的议论声，所以知道萧云来自混沌圣地，也就是此人就是万阳辉太上长老所说的那位曾经击败他们太初圣地闪电体蟹玉龙的萧云。这就让李成帝感到奇怪了。进来之前，他们太初圣地高层就给周飞鱼他们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斩杀这个萧云，让混沌圣地再一次铩羽而归。至于李成帝，太初圣地的高层并没有给他命令，因为在太初圣地的那些高层看来，区区一个凡体萧云根本不是周飞鱼等人的对手，用不着劳烦李成帝出手。李成帝一听萧云只是凡体，也就没把萧云放在眼里。此时大家进入真龙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按道理来说，周飞鱼他们应该已经杀死了萧云才对，但是此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李成帝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难不成周飞鱼那几个废物居然连人都没有找到？在李成帝打量萧云的时候，旁边的江浩然和赵无极也都看向了萧云。赵无极一眼就认出了萧云，不由得朗声笑道：“萧云，没想到你也来了，这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赵无极的语气竟然有些关心的意思，让不远处的人群有些惊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萧云已经投靠了赵无极，而赵无极自然也是把萧云当成自己的追随者了，所以才非常关心。毕竟这可是他钦定的麾下第一战将。神经病！萧云瞪了赵无极一眼，如果不是李成帝在这里，他早就一巴掌甩过去了。不过萧云知道自己现在最大的敌人是李成帝，等解决了李成帝，再来收拾赵无极也不迟。当下萧云一边走进菩提树，一边打量着面前的李成帝，猜测着对方的实力。止步！江浩然终于开口了，他眼神犀利地盯着萧云，目光中充满了蔑视，傲然道：“这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赶紧滚远点！凭你还没有资格与我等争夺菩提果。你又是哪条狗，敢在我面前狂吠？”萧云冷冷盯着江浩然。放肆！江浩然没想到区区一个无名之辈也敢对他出言不逊，顿时勃然大怒，就欲要出手。你才放肆！旁边的赵无极见状，不由得冷冷地看向江浩然，冷哼道：“这是我的追随者，我麾下第一大将，我让他来这里，你有何不服？”江浩然脸色阴沉，但却没有继续多言。他虽然也是绝世妖孽，但赵无极是圣地弟子，而他们圣王宗虽然声势赫赫，直追圣地，但论其底蕴，终究不如圣地。不过江浩然深深地看了一眼萧云，眼中冷光一闪而逝，显然是记住了这个人，准备日后再算账。萧云根本没把江浩然放在眼里，他的眼神锁定面前的李成帝，目光闪烁，在推测李成帝的实力。李成帝冷漠地看了一眼萧云，淡淡问道：“你运气不错，居然没有遇到周飞鱼他们。”萧云一愣，虽然洒然一笑，感情李成帝以为他能够活着来此，是没有遇到周飞鱼他们，所以才逃得一命。李成帝还不知道周飞鱼他们早已经被萧云给斩杀殆尽了，毕竟这个消息太震撼了。想到这里，萧云看着李成帝，冷冷笑道：“我的运气一向很好，比如说这颗菩提果居然还没有成熟，似乎是在等着我到来。”吃！旁边的江浩然嗤笑一声，他满脸嘲讽地看着萧云，显然觉得萧云太狂妄，竟然把这颗菩提果视为己有，当他们三个绝世妖孽是摆设吗？赵无极却是没有生气，他抱着双臂，双目炯炯有神，两只金色的眸子看着萧云赞道：“不愧是我麾下的第一战将，果然霸气不凡，我仿佛已经看到来日你随我横扫天下的画面了。”萧云表示懒得理会这个神经病，他开始转移目光，打量着面前的菩提果，发现这棵菩提树上面已经只剩下3朵花了，就快要成熟了。在菩提果没有成熟之前，萧云是不会出手的，否则的话，有3位绝世妖孽在此，他们随便一人都能轻易摧毁菩提果。萧云盯着菩提树上的3朵花，耐心地等待着。其他3位绝世妖孽也在耐心地等待着，他们没有把萧云放在眼里，毕竟萧云除了击败一个张云飞，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了。如果萧云是特殊体质天才，再加上他来自混沌圣地，说不定还能引起李成帝、赵无极他们的重视。但萧云只是一介凡体，那就不被李成帝他们放在眼里了。毕竟凡体和至尊体的差距太大了。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不久之后，菩提树上面掉落下2朵花，落在地面上，融入了泥土之中，化为无形的灵气，滋养着菩提树。菩提树释放出淡淡的光晕，上面的菩提果也变得更加璀璨耀眼了，金色的神辉无比绚丽，有沁人心脾的香味传来。顿时，在场众人的目光都凝重起来，一个个都闭住了呼吸，因为大家都知道菩提果要成熟了，只剩下最后1朵花了。一旦此花落下，便是菩提果成熟的时候。届时，面前的3位绝世妖孽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抢夺。这时候，李成帝3人的目光都变得犀利起来，像肆意柄柄利剑，紧紧盯着菩提果，同时警惕其他2人。萧云则是被他们给无视了。萧云也乐得如此，他眼睛盯了一会儿菩提果，又扫了一下李成帝3人，再考虑等下先对谁出手。现在隐隐是李成帝的实力最强，速度也最快，如果我是赵无极和江浩然，肯定会先联手对付他。萧云心中推算着，眼中光芒闪烁，他已经知道要对谁出手了，那就是李成帝。先干掉李成帝，这家伙的速度太快了，一旦被他抢到了菩提果，他如果想要逃走，谁都追不上。
萧云手中银光一闪，已经有一把银色飞刀被他取了出来，紧握在手心。就在此时，菩提树上的最后一朵花落了下来，无尽的金光顿时汇聚而来，让菩提果变得如同太阳一般璀璨起来。在场的3位绝世妖孽顿时瞳孔一缩，随即他们眼中皆是爆射出璀璨的神光。菩提果终于成熟了，远处观战的人全都瞪大了眼睛，因为他们知道那3位绝世妖孽要打起来了，谁也不想错过如此精彩的一幕。菩提树附近，李成帝和赵无极还有江浩然3位绝世妖孽已经在第一时间动了。咻！不得不说，拥有时空之体的李成帝速度太快了，他就跟瞬移一样，几乎瞬间就出现在菩提树面前，然后伸手摘向菩提果。住手！放肆！江浩然和赵无极看到这一幕，顿时大喝一声，纷纷出手攻向李成帝。一旦李成帝敢摘下这颗菩提果，就要遭受到他们的攻击，这叫围魏救赵。而就在此时，一柄银色的飞刀早已经在赵无极和江浩然出手之前射出去了。飞刀划破虚空，在空中留下不可捉摸的轨迹，瞬间便斩在了李成帝伸向菩提果的手背上。李成帝眉头一皱，转头看向萧云的目光中浮现一抹惊讶之色，似乎没想到萧云竟然会有这一手，而且这柄飞刀所携带的力量太强了，居然把他的手背都给轰飞出去，还带起一丝血液。他却不知道萧云此刻心中的震惊，因为萧云刚才明显感到自己射向李成帝的飞刀在触碰到李成帝的手背时，突然之间就减慢了速度，使得他附加在飞刀上面的力量削弱了一大半。否则的话，以他那90万斤的恐怖力量，足以轰爆李成帝的手掌。这是时间减速，他竟然在炼体境就能掌控时间减速。萧云眼神无比凝重，顿时收起了心中的大意，一脸警惕地盯着李成帝。李成帝的实力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不过现在李成帝的情况并不是很好，因为他虽然挡住了萧云的飞刀，但却遭受到赵无极和江浩然的联手一击。这2位绝世妖孽的实力非常强大，毕竟他们也都有至尊体，2大至尊体联手一击，就算是李成帝也不得不凝重对待。他不得不放弃摘取菩提果，而是转身迎向了赵无极和江浩然。银色的光芒如同流水，从李成帝的体表散发出来，画着一轮璀璨的明月，洁白而又神圣，与他差不多大小，浮现在他的身后，光辉将他笼罩，无比绚丽。不得不说，李成帝的实力太强大了，他矗立在菩提树前，如同一尊神邸，浑身光芒璀璨，银色的明月围绕着他的身体旋转，一股如同大海中的惊涛骇浪席卷向四面八方。轰！江浩然和赵无极的联手一击被李成帝给挡住了，而他仅仅是后退半步，依旧立于菩提树前，显得无比强大。远处观战的众人皆是无比震撼，是海上生明月异象。李成帝的异象原来是海上生明月，这可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异象。李成帝太强了，居然能够毫发无损地挡住2位绝世妖孽的联手一击，众人惊叹连连。但是没人注意到，萧云已经趁着李成帝对抗赵无极和江浩然的时候，悄然潜伏到了李成帝身后。或许李成帝注意到了，但是李成帝并没把萧云放在眼里，在他的心中，面前的赵无极和江浩然才是他最大的敌人。所以尽管已经发现了萧云，李成帝也没有在意，仅仅是在自己的身后布置了一层防御，而他则继续催动自己的异象，也就是海上生明月，朝着对面的江浩然和赵无极轰击过去。因为这2位绝世妖孽已经再次联手杀来了。战神拳！赵无极一声大吼，震动云霄，他气势如虹，眼中闪烁着金色的烈焰，一拳狠狠地轰向前方，携带着一股滔天般的恐怖力量。在他的背后，有一尊盖世战神的异象显露出来，随着他一拳狠狠地冲击而来。君临天下！江浩然一掌拍向李成帝，他背后显露出诸神膜拜的场景，异象极其骇然。他如同一尊真正的神王，高坐在九重天，君临万界，统治诸天，无数神灵都在朝着他跪地膜拜。2位绝世妖孽都展现出自己最强大的攻击，声势极为骇人。李成帝眼中浮现前所未有的凝重，他不敢小觑这2人，马上催动着自己的异象，朝着他们迎击而去。哗啦！大海中浪涛奔涌不断，一轮璀璨的明月缓缓升腾起来，像似一柄绝世弯刀，朝着赵无极和江浩然拦腰斩去，锋芒绝世，气势磅礴。与此同时，赵无极和江浩然2个人的攻击也都倾泻而来。顿时，此地一片璀璨，光辉耀眼夺目，轰隆隆，爆炸声成片的响起，不绝于耳。放肆！突然，在那璀璨的光芒之中，传来了李成帝的一声怒喝。众人定睛看去，却是震惊不已，因为在他们的视线里，萧云竟然不知死活地冲向了李成帝，并且他环手持着一柄黑色战刀，狠狠地斩向李成帝的后背。这个时候，正好是李成帝与赵无极、江浩然他们对抗的激烈的时候。不得不说，萧云对时机把握得太准了。李成帝的8成战力都在应付赵无极和江浩然2个人，能够腾出手来对付萧云的战力很少。不过，李成帝到底是一位绝世妖孽，即便能够调用的力量很少，他也没把萧云放在眼里，翻手一掌便是朝着萧云拍来，就跟拍苍蝇一样，丝毫不认为萧云能够威胁得到他。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萧云嘴角浮起的一抹狞笑。敢小觑我？哼哼，这可是你自找的。萧云眼神冰冷，阴森冷笑，
他手中的玄铁战刀已经高高举了起来，体内涌动的强大力量如同滚滚长江，又似滔滔大河一般，朝着玄铁战刀里面灌注进去。顿时，这把黑色的玄铁战刀似乎活过来一样，散发出乌黑的幽光，在它划破虚空的时候，像似形成了一片黑暗深渊，将周围的光芒全都给吞噬了进去。李成帝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他看向萧云手中的玄铁战刀，瞳孔蓦然一缩。发现了吗？可惜已经来不及了。萧云大笑一声，体内那股90万斤的恐怖力量早已经随着玄铁战刀奔涌而出，朝着李成帝浩浩荡荡的一刀劈下。萧云的这一刀太强大了，当他的90万斤力量彻底爆发之后，李成帝顿时首当其冲，感受到了其中恐怖的杀机。怎么可能？李成帝心中惊骇不已，他没想到萧云会这么强，此时再想提起力量抵挡，却是已经来不及了。仓促之际，李成帝只能调动一小部分力量，施展出自己的绝招——时间减速，空间凝固。李成帝大吼道，时空之体被他催动到了极限，爆发出时间和空间的禁忌之招，周围的空间都凝固起来，抵挡着玄铁战刀的入侵。然而萧云的力量太强大了，仅凭李成帝现在调动的一点点空间之力，根本抵挡不住90万斤的力量攻击。就算李成帝随后施展了时间减速也没有用，因为萧云距离李成帝太近了，玄铁战刀都已经劈到李成帝面前了，他的绝招施展的太晚了。不得不说，萧云看准了出手的绝妙时机，仓促之间，李成帝连自己的意象都没有来得及调动。萧云的力量本就无比强大，现在一个全力出击，一个仓促应对，结果不言而明。咔！只听一声咔嚓声响，空间似乎碎裂了。李成帝的空间凝固没有挡住萧云的玄铁战刀，那黑色的刀锋撕裂层层虚空，斩向了他的胸口。这一刻，李成帝感受到了一股令他窒息般的压力，90万斤的力量彻底爆发了，玄铁战刀的可怕威能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恐怖的能量像似一股惊涛骇浪，朝着李成帝不断的冲击过来。李成帝的掌印被瞬间撕裂，强大的力量摧枯拉朽一般轰击过来，将李成帝整个人都轰得倒飞出去。噗！在倒飞的途中，李成帝大口喷血，脸色惨白，他满脸不敢置信地瞪着菩提树旁边的萧云，心中充满了惊涛骇浪。他实在太震惊了，只有真正接触到萧云的那一刀，他才知道萧云的力量有多么恐怖，就算对方不是偷袭，都足以威胁得到他了。这就是万阳辉太上长老说的一介凡体。李成帝不禁心中骂爹，如果现在万阳辉在他面前说萧云只是一介凡体，那他肯定毫不犹豫的一巴掌甩过去。你特马德的在练体境，见过拥有90万斤力量的凡体吗？李成帝感觉自己被万阳辉给坑惨了，但凡他之前稍微警惕一下萧云，此刻也不会这么惨。天哪，我看到了什么？李成帝居然被那家伙一刀劈得吐血而废！这个叫萧云的混沌圣地弟子有这么厉害吗？怎么可能？李成帝居然被萧云一刀给重创了！不远处，观望此地的人群中传来一片惊呼声，许多人都在倒抽冷气，瞪大眼睛，尽皆满脸不敢置信。就连赵无极和江浩然也都呆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萧云居然真的可以伤到李成帝，而且以他们的眼力，自然也看得出来李成帝这一次受伤惨重。光是看李成帝那惨白的面孔，就知道李成帝这次一定吃了大亏，这让赵无极和江浩然都感到不敢置信。李成帝有多么强悍？刚才他们两人联手，竟然都无法压制李成帝，甚至还被李成帝占据上风。由此可见，李成帝有多么强大。但就是这样一个强大无比的绝世妖孽，竟然被萧云一个无名之辈给重创了。尽管萧云有偷袭的嫌疑，但也表明了萧云的实力很强，毕竟换了一般人过来，就算李成帝站在那里不动，让你出招，你恐怕都伤不到了李成帝。时空之体，看来也不过如此嘛。与此同时，萧云在众人注视下摘取了菩提树上的菩提果，他嘿嘿笑道：“不错，这颗菩提果是我的了。”李成帝在远处吃下丹药，暗暗调息伤势，根本无法阻止萧云摘取菩提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脸色阴沉无比，再也没有之前的处之淡然了。而赵无极和江浩然两人刚才也被李成帝给轰飞了出去，也无法阻止萧云摘取菩提果。萧云一举成为了大赢家。不过赵无极和江浩然还是一前一后将萧云给阻住了，显然他们是不会放弃菩提果这样的至宝。远处的李成帝也在伺机而动，默默恢复伤势。小子，没想到你居然可以伤到李成帝，不过终究只是偷袭罢了，交出菩提果，我可以饶你一命。江浩然冷冷盯着萧云，虽然萧云伤到了李成帝，但他依旧不认为萧云比自己强大。这也是修炼界的常识，特殊体质深入人心，没人认为一介凡体的萧云可以打败特殊体质天才。当然，如果萧云表现出混沌体雏形，那就不一样了。只有在远处疗伤的李成帝才知道萧云有多么恐怖，但他没有傻地提醒江浩然和赵无极，让这两人与跟萧云拼个你死我活，他再来捡便宜，何乐而不为？赵无极此刻也看着萧云，他目光中有些意外，微笑着说道：“萧云，你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把菩提果交给我吧，将来等我证到大帝，你可以做我的代言人，替我巡视万界，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如何？”萧云看了一眼赵无极，
再瞥了一眼江浩然，然后朝着他们勾了勾手指，冷冷说道：“过来吧，跪下，臣服于我，今天我就饶你们一命。”此话可谓是极其狂妄，一连挑衅两位绝世妖孽，简直是不知死活。但有了刚才萧云重创李成帝的一幕，远处的众人也不敢出言嘲讽了，都只是全神贯注地望着此地。场中，江浩然听到萧云大言不惭的话语，不由得冷哼道：“简直是不知死活的东西！看来今天有必要让你认识清楚，你们混沌圣地已经没落了，还在狗吠什么？过来，我现在就斩你！”萧云冷冷看着他，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之色。江浩然忍受不住了，他直接出手杀向萧云，一片金色的掌印顿时覆盖苍穹，将萧云给吞没了。轰！萧云也动了，如同一座火山爆发一般，原本还平静的空间顿时充斥着一股沸腾的能量，顺着他的双拳喷涌而出。一拳出，9道光拳飞舞而出，威势席卷天地。江浩然打过来的掌印被萧云的拳头轰得支离破碎，那恐怖的力量更是透过拳印排山倒海一般轰向了江浩然。咚咚咚，江浩然被接连震退，他满脸骇然地看着对面的萧云，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对方的力量居然远远在他之上，达到了90万斤。天啊！看到江浩然被萧云正面击退，远处观望的人群顿时一片惊呼和沸腾。现在他们可以确定，萧云绝对有着媲美绝世妖孽的实力。这原来是一匹黑马呀！现在终于展现出绝世锋芒了。场中，江浩然脸色阴沉，看着对面的萧云，他沉声道：“倒是小看你了，没想到混沌圣地竟然出了你这样一个妖孽，难怪这次敢派人进来。现在该我出手了。”萧云冷冷说道，随即他施展9转霸拳，9道光拳合为一体，化着金势一击，朝着江浩然奔涌而去。怕你不成？江浩然大喝一声，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底子下，他不愿意躲避，因为那太丢人了。毕竟他是至尊体，而萧云只是一介凡体。面对凡体的攻击，他一个至尊体难道还要躲避？这岂不是让别人看不起至尊体？还有至尊体的威严吗？江浩然全力催动神王体，宛如一尊神王，君临天下，每一掌都气势磅礴，如同一片天穹坠落下来。无尽的光芒从他的掌印之间爆发，铺天盖地般席卷向萧云，如同洪水奔涌不断，发出隆隆声响，倾泻而下，声势惊人至极。这一刻，江浩然的身体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气息，他体表光芒璀璨，神光万丈，恐怖的气息肆虐整个空间。远处的观战者见状，纷纷感慨不已，神王体之强，不愧是位列10大至尊体之一。萧云却是不管不顾，他脸色非常平淡，只是一拳轰击过来，金光交织，宛如金色闪电撕裂苍穹，威势磅礴。轰！两人一时间激斗不断的打得地动山摇，连旁边的一棵棵大树都拔地而起，在天空中爆碎开来。恐怖的力量席卷出去，令得周围的大地一片狼藉，数不清的大树都倒在了地上。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像4只蛛网一样爬满了整个大地，朝着远处延伸出去。杀！江浩然的每一掌都带着恐怖的威势，像4神王一怒，伏尸100万，恐怖至极。但是萧云的拳头更加强大，他那90万斤的力量彻底爆发出来，威力实在太恐怖了，直接就将江浩然的掌印一扫而尽。轰！9道光拳化着一道道璀璨的光芒，将江浩然逼得连连后退。强大的力量震得江浩然嘴角都不断咳血，脸色煞白。远处观战的人全都震撼不已，江浩然居然落入了下风，还被萧云给打伤了。他不是萧云的对手，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萧云已经占据绝对的上风了。神王体也不过如此。萧云一声冷笑，炽烈的拳光喷涌而出，将江浩然给吞噬了。恐怖的力量打得江浩然在不断喷血。不远处的李成帝还有赵无极，此刻都面色严肃起来，神情无比凝重。萧云的实力让他们再也不敢小觑了，而江浩然却是无比愤怒，他居然不敌一介凡体，实在是难以忍受。你太嚣张了，今天我就让你看清楚凡体与神王体的绝对差距，诸神灭世！江浩然猛然大喝，在他的背后显露出诸神殿堂的异象，有无数神灵虚影，伴随着他一起冲向了萧云，仿佛诸天神灵在灭世。比异象吗？当我没有异象吗？萧云冷哼一声，披肩的黑发无风自动，背后赫然显露出30条彩色光柱，直通苍穹，威势不凡。大道投影一出，远处的众人全都惊呼连连。那是什么？是大道投影，他居然修炼了传说中的混沌经，而且还铸就了混沌体雏形。竟然是混沌体雏形，难怪他这么强大。他才多大，居然就已经铸就了混沌体雏形？当年混沌圣地的第一圣子帝天也没有这么恐怖吧？众人议论纷纷，全都震撼不已。混沌体作为诸天万界第一至尊体，实在太耀眼了。哪怕萧云现在只是铸就了混沌体雏形，也足以让众人震撼不已了。就连不远处的李成帝还有赵无极都纷纷瞪直了眼睛，脸上充满了震惊之色。混沌圣地的混沌体名气实在太大了，或者说曾经那位混沌大帝实在太恐怖了，诸天万界第一大帝，万古以来的最强者。这也就造就了混沌体的神话，被诸天万界公认为第一至尊体。原来如此，什么一介凡体，简直是狗屁。李成帝心中再次问候了一遍万阳辉。
这混蛋实在太丢人了！堂堂一个太上长老去混沌圣地试探人家，结果居然都没有看出萧云修炼了混沌经，还铸就了混沌体雏形，他简直就是一个废物。没想到混沌圣地沉寂这么多年，居然又出现一个敢修炼混沌经的疯子，难怪敢不把我放在眼里。不远处，赵无极望着面前威风凛凛的萧云，终于收起了心中想要收服萧云的念头了。在修炼界，谁都知道修炼混沌经的人是一个疯子，这样的人你还指望他们臣服于你，根本不可能。上一代的帝天最为有名，和至尊体搏杀，和重瞳激战，他压根就没有认输过。当然，也没人可以打败帝天，已经铸就半部混沌体的帝天，足以跟那些至尊体媲美，简直同阶无敌。而现在，混沌圣地又出现了一个萧云了。让众人震惊的是，这个萧云才多大，还不超过20岁，就已经铸就了混沌体雏形，有这等悟性，将来铸就半部混沌体是肯定的了。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真有可能铸就那万界无敌的混沌体。噗！就在众人震撼的时候，场中的战斗已经分出了胜负。萧云爆发了混沌体雏形之后，以他那达到90万斤的力量，很快就击溃了江浩然的意象，将他再次打得吐血而飞。这一次，江浩然伤势惨重，倒在地上都在不断的咳血，比刚才的李成帝都要伤势严重几分。杀！萧云可不会手下留情，继续杀向江浩然，他可不想给自己将来留下一个大敌。但就在此时，一道金色的身影挡在了萧云面前，他散发着恐怖的气息，令得萧云不得不停下来。这个人就是赵无极，拥有荒古圣体的绝世妖孽。萧云皱眉看向面前的赵无极，他准备在杀了江浩然之后再去解决赵无极，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这么迫不及待过来送死。赵无极此刻眸光战战地盯着萧云，满脸战意冲天地说道：修炼界难得一遇的混沌体，今天居然让我给遇到了。虽然你还没有彻底铸就混沌体，但也值得让我出手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战狂，一个武痴。赵无极的确非常好战，不然当初也不会一个人去挑战霸天圣地的所有炼体境修士了。要知道，在炼体境的时候，大家都憋在门派内各自修炼，一般不会出去闯荡，唯有到达神桥境，有了御剑飞行的能力之后，才会出去闯荡历练。由此可见，这个赵无极真是一个武痴，为战而生。但是这样的人也非常可怕，因为他们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而且战斗起来非常拼命，为战而生，为战而死。荒古圣体又被称为战斗圣体，可不是开玩笑的。在10大至尊体当中，荒古圣体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有可能很弱，但也有可能很强。弱的时候，荒古圣体在10大至尊体之中垫底，甚至不如一些2阶神体。但是强大的时候，荒古圣体都能挑战混沌体。在太古时期，就有一位大成的荒古圣体挑战混沌大帝，虽然最后被混沌大帝击败，但也成就了荒古圣体的盖世威名。在此之后，荒古圣体一脉都想要挑战混沌体，以便洗刷昔日的战败的耻辱。只可惜，从混沌大帝之后，再也没有第2位混沌梯了。如今好不容易看到一位混沌体雏形，赵无极如何不心动？他心中的战意早已经被激发了。与混沌体一战，是我毕生的追求。赵无极踏步而来，走向萧云，他的身体爆发出炽烈的金色光辉，就像是一尊太阳融入了他的体内，让他看起来光芒璀璨，耀眼夺目。而且在赵无极的身后，还有一尊巨大的金色身影，仿佛太古时期的战神，跨越时空长河而来，征战9天10地，神威如玉，战意冲天。轰隆！赵无极向前一步踏出，巨大的力量令得地面都是一阵下沉，周围都呈现出地动山摇的恐怖景象，仿佛地面都被赵无极给踏破了。在一股狂暴的声音呼啸之中，赵无极的拳头已经出现在萧云的面前。这是一双金色的拳头，像似由黄金铸就，通体金光璀璨，如同一尊太阳，光辉耀眼夺目。战神拳！赵无极暴喝一声，一股滔天的力量从他的拳头之中爆发，似滔滔大河一般，朝着萧云奔涌而来。在他背后的金色战神也跟着一拳轰击过来，强大的威势令人惊骇至极。九转霸拳！萧云冷笑一声，催动九转霸拳，90万斤的战力一举爆发。他这一拳非常恐怖，如同雷霆下击，如同巨斧劈山，如同瀑布洪流，飞流直下，一泻千里。这股气势太强大了，也太霸道了，没有人可以阻挡这股霸道的气势。在萧云的拳势冲击之下，就算是天地鬼神都要臣服。萧云几乎瞬间就将自己的精气神提升到了巅峰状态，他的权势笼罩住了这片天地，令得赵无极无法躲避。当然，赵无极也不会躲避，他心中战意滔天。杀！杀！两人齐齐暴喝，然后互相拼杀起来，就像是2头史前暴龙在不断的搏杀着，无比激烈，无比惨烈。这种拳拳到肉的战斗画面感非常强烈，非常的震撼人心，看得远处的人惊呼不已。不过之前被萧云击伤的神王体江浩然却是趁着这个时机纵身逃向了远处，消失在丛林之中。他非常清楚，如果继续留在此地肯定会倒霉，说不定会被萧云给杀死，还是先离去为妙。萧云也看到江浩然逃走了，可惜他没机会追杀，眼前这个赵无极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既然他逃走了，那就先收服你吧。萧云冷漠地看着赵无极，随即催动背后的30条彩色天柱，
这些大道投影顿时爆发出恐怖的能量，让他的拳头更加炽烈了。在萧云催动背后异象的时候，赵无极就知道情况不妙，因为他早已经动用了异象，却依旧不敌萧云。此刻萧云在催动异象，他还如何抵挡？果不其然，萧云异象一出，那恐怖的权势就跟粉碎天地一般，摧枯拉朽的浩荡而来，仿佛轰爆了世界，威力无与伦比。这一刹那，赵无极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连天空与大地都消失了，一切都陷入了无边的黑暗，只剩下一只拳头威慑天地，朝着他轰杀而来。在这片黑暗世界之中，萧云就是战无不胜的天神，是无可匹敌的绝世霸主，是所向披靡的至尊王者。轰隆隆，随着萧云的权势笼罩下，赵无极只感觉自己的双臂在剧烈颤抖，虎口都崩裂了，身体像似拔地而起的大树，如同炮弹一样被急速甩了出去。噗！在倒飞的途中，赵无极还在大口喷血，脸白如纸。显然，在正面的交战中，他根本不敌萧云，被萧云给击败了。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直待在远处疗伤的李成帝消失了，如同瞬移一样凭空消失。但是萧云却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从自己的背后传来。想要偷袭我吗？哼哼，早就防着你呢。萧云心中冷笑，李成帝想要跟他之前一样进行偷袭，但却太小觑他了。萧云一直在防着李成帝，毕竟这个人的实力还在赵无极和江浩然之上。果然，萧云猜的没错，在这关键时刻，李成帝从他背后偷袭而来，那种速度太快了，比闪电还要更快，如同瞬移一般。然而，就在李成帝接近萧云面前的时候，一股刺眼的光芒从周围升了起来，像似一片领域，笼罩整个大地，将萧云还有李成帝全都覆盖在其中。是阵法！不远处有人惊呼，李成帝也是大惊失色，因为他发现周围的空间似乎凝固了许多，让他的速度减弱了许多，而且还有无数银色的飞刀从四面八方激射而来，将李成帝给覆盖了。早就等着你上当呢！萧云一脸冷笑地盯着面前陷入阵法之中的李成帝。轰！在李成帝的速度减慢之后，又有银色飞刀的牵制，萧云轻而易举地抵挡住了李成帝的攻击，并且将他打退。毕竟90万斤的力量可不是开玩笑的，绝对在李成帝之上。更何况李成帝的伤势并没有全部恢复，只是恢复了一半而已。面对巅峰时期的李成帝，萧云都不惧，更何况还是一个半残的李成帝。在萧云的九转霸拳轰击之下，李成帝在不断的倒退，他嘴角溢出血丝，染红了胸前的衣衫。显然，在力量上，萧云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你什么时候布置的阵法？李成帝脸色阴沉地问道，一边抵挡着萧云的攻击，一边快速后退。此时，在阵法之中，李成帝的速度被严重削弱了，而且这里不止一座阵法，还有另外一座阵法，竟然可以扰乱空间，让他无法动用空间之力。显然，萧云早有准备，专门布置了2座针对他的阵法。哼，在你和江浩然、赵无极他们战斗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布置阵法了。萧云一脸得意地冷笑道，他挥动一双金色的拳头，不断地轰击着面前的李成帝，打得李成帝节节败退。对于李成帝这个人，萧云从一开始就非常警惕，他师尊帝天给他准备了那么多的手段，就是为了针对此人。因此，在李成帝和赵无极、江浩然他们战斗的时候，萧云就已经在暗中布置阵法了。反正就是在关键位置丢下一些灵石，只要做得隐秘一些，很难被人发现。而且练体境的修士根本不可能会涉及阵法，因为他们连修炼超级战技的时间都不够，哪会傻的用来研究阵法？所以压根就没人想到萧云会精通阵法。当时李成帝他们都在战斗，又加上他们当时不重视萧云，也就没有注意到萧云的动作了。随后萧云和重创了李成帝之后，李成帝再疗伤也没时间注意萧云，萧云便趁着和江浩然战斗还有赵无极战斗的时候，终于布置好了2座阵法，都是2座简单的阵法，挺好布置的。他们分别叫做乱空阵和锁龙阵。最厉害的阵法八门困锁阵，因为布置难度太大了，所以萧云就没有使用了。不过光凭乱空阵和锁龙阵，再加上萧云的实力，就已经足以对付李成帝了。乱空阵可以扰乱空间，限制李成帝的空间之力，锁龙阵则能够削弱李成帝的速度。所以现在李成帝的速度已经没有那么快了，威胁不到萧云了。看来你早就在针对我了，我伤得不冤。李成帝脸色阴沉，却也输得心服口服。对方从没有进入真龙巢的时候就在设计对付他了，而他呢，却根本没把萧云放在眼里，根本没有丝毫重视。这样一对比，李成帝输的也就不冤枉了。哼，那个万阳辉说你是时空之体，把你吹得那么厉害，我当然要重视一下。萧云咧嘴笑道，随即一拳轰杀了过去，将李成帝打得口喷鲜血。李成帝擦掉嘴角的血液，心中再次问候一遍万阳辉，那个蠢货没有试探出敌人的深浅也就算了，居然连自己都给暴露了。李成帝这次真的被万阳辉给坑惨了。是阵法，居然是阵法，而且还是2座阵法。萧云什么时候布置的？李成帝这次恐怕要栽在萧云手里面了。没想到萧云还有这一手，他的悟性到底有多强？不仅修炼多门超级战技，还精通阵法。他才20岁不到吧？
这个阵法是专门针对李成帝的时空之体，看来混沌圣地为了这一天准备得很充分啊！太初圣地这次绝对是被算计了。混沌圣地不愧是最为古老的圣地，哪怕没落了，也依旧会爆发出绚丽的光芒。外界早已经议论纷纷，谁都看得出来，在阵法的帮助下，萧云已经彻底占据了上风，打得李成帝节节败退。李成帝原本洁白的衣衫，此刻早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他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势，越来越不敌萧云了。众人非常震撼，那可是时空之体啊，今天居然要败给一个凡体。当然，萧云现在也不能说是凡体了，他已经修炼出了混沌体雏形，相当于3阶王体。只是王体想要击败至尊体，也是一个奇迹。毫无疑问，萧云便创造了这个奇迹。今天过后，萧云这个名字必将响彻整个修炼界。有人感慨道，众人也都纷纷点头。今天萧云接连击败江浩然、赵无极，更是击败了李成帝。他如果再不成名，那修炼界的人就都是瞎子了。阵法之中，李成帝一边抵挡着萧云凶猛攻击，一边思索着逃脱的计策。可是想了半天，他也找不到逃脱的时机，因为萧云的攻击太猛烈了，而且时不时的用飞刀给他一下，让他根本摆脱不了。笼罩住此地的2座阵法虽然有些简单，但是防御力也很强，不是李成帝瞬间就能破解的。除非有人在外面攻击阵法，才能给李成帝制造机会。但是现在谁敢攻击这2座阵法？其他人没有能力也不敢，只有赵无极可以做得到。所以李成帝当即大喝道：“赵无极，快攻破阵法，否则我死了，你也不会好过。”阵法虽然笼罩此地，但这只是简单的2座阵法，还无法阻止李成帝的声音传出去。所以在外面疗伤的赵无极顿时听到了李成帝的话语。赵无极不由得眼眸闪烁，似乎在考虑是否要出手救下李成帝。其实他现在最好的选择，那就是趁机逃离此地，那样一来，萧云就威胁不到他了，更别说是杀他。所以他根本没必要救下李成帝，反而可以借助萧云之手除掉李成帝这个未来大敌。不过最终赵无极还是选择了出手，他不想就这样落荒而逃，那简直太丢脸了。而且赵无极认为萧云更厉害一些，未来绝对是他最大的对手，不如趁此机会和李成帝联手斩杀萧云。轰！赵无极一旦有所决定，便立刻出手。他施展出战神拳，手握无敌拳印，拳光耀眼夺目，璀璨炽烈，狠狠地轰向面前的阵法。阵法中，萧云脸色寒冷彻骨地说道：“赵无极，你这是在找死！”轰！阵法终究是被赵无极给攻破了。毕竟这只是2座简单的阵法，防御力还不是那么强，根本无法挡住赵无极这位绝世妖孽的攻击。唰！阵法一破，萧云眼前顿时失去了李成帝的身影。没有了阵法的限制，李成帝已经可以动用空间之力，施展缩地成寸这种能力，再加上时间加速，顿时就让他拥有了恐怖的速度。萧云甚至都看不到李成帝的身影，他只能感觉到李成帝从后方急速袭击过来。金钟罩，太极神掌，没有丝毫犹豫，在阵法被攻破的时候，萧云便马上施展了这2门防御战技。顿时，一张太极图环绕着他的身躯，一座金色的大钟将他笼罩在里面，将他的躯体层层保护。轰隆隆！与此同时，李成帝也一掌拍在了金色的大钟上面，爆发出一阵汹涌澎湃的力量，震得金光四射，声音如同惊雷炸响。然而，李成帝并没有攻破萧云的金钟罩，因为萧云现在已经有了90万斤的力量，金钟罩的防御力非常强大。更何况，李成帝被萧云打了这么久，早已经伤势惨重，能够发挥出来的力量很有限。战神拳，赵无极也从另外一个方向杀了过来，与李成帝夹击萧云。远处的人纷纷露出惊容，2大绝世妖孽围攻萧云，这在以前他们根本不敢想象。那时候萧云还只是一个无名之辈，谁敢想象他会以1敌2，对决2位绝世妖孽，其中一人还是李成帝。场中，萧云一边抵挡着李成帝的攻击，一边抵挡着赵无极的攻击，脸色无比冷漠，声音寒冷彻骨。很好，以为没了阵法我就奈何不了你们了吗？今天我就斩杀了你们！什么狗屁时空之体、荒古圣体，在我萧云面前都是一群垃圾。萧云的语气非常霸道，狂妄不可一世。但是萧云的确有这样的底气，他拥有90万斤的力量，再加上混沌体雏形，实力之强早已经超过了李成帝、赵无极他们。杀！萧云施展9转霸拳，他猛地向前一拳轰出，气势冲天起，像似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长达10万8千里，连天接地，辉煌磅礴。对面的李成帝和赵无极只感觉有一条天龙朝着他们呼啸而来，磅礴的气势压得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恐怖的力量如同银河之水倾泻而出，将这片天地都给倾覆了。李成帝和赵无极全力抵挡，但是依旧抵挡不住，他们如同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瞬间就被滔天的巨浪给掀翻了。噗噗，2人双双喷血倒飞出去，竟然连手都挡不住萧云的全力，那种恐怖的力量超越了他们的极限。围观的人都在惊呼，2大绝世妖孽都败给了萧云，这个来自混沌圣地的弟子简直是同阶无敌了。好！萧云一击得手，却并没有放松攻势，他大吼一声，整个虚空都震动起来，滚滚音波划破长空，令得四周的参天大树都在摇晃爆炸。
一吼之威，猛烈如丝。萧云朝着李成帝和赵无极追击而来，气势比之前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他好似一尊顶天立地的无上战神，双拳横扫之下，打得赵无极和李成帝节节败退。战神拳，我为战神！赵无极彻底疯狂了，他不甘心被萧云击败，大吼一声，竟然整个人与背后的异象融为一体，化身一尊金色的战神，朝着萧云一拳冲击而来。空间为王，时间为尊，看我一掌破灭时空！李成帝也拼命了，他将时间之力和空间之力调动到了极限，蕴含在他的掌势之间，让他的这一掌看起来就像是穿越了时空长河，携带着时空的伟力，狠狠地杀向萧云。两大绝世妖孽拼命一击，令得周围的一棵棵参天大树都爆炸开来，他们的力量蔓延出去，大地上都出现了许多巨大的裂缝，如同蜘蛛网似的。杀！没什么可说的，萧云挥动九转霸拳，整个人都被金色的光华笼罩，通体神辉璀璨，就像是披上了一件黄金战袍，气势慑人至极。伴随着萧云的拳头打出，虚空都在颤抖，可怕的权势将周围的天地灵气都给抽空了。他那两只金色的拳头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就跟一座巍峨山岳一般，带给人以强大的压迫感。轰隆隆，三人激战之地爆发出恐怖的声爆，令得远处的人都感到震耳欲聋。那绚丽的光芒冲天起，像似一片火光，燃烧了整个天空，让此地如同白昼一般明亮。萧云展现出了无敌的力量，他背后30条大道投影，气势磅礴，随着他一起出手，身影快如闪电，步步紧逼，大开大合，像似追星赶月一般，快速抵达赵无极面前。轰！萧云挥动金色的拳头，爆发出炽烈的光芒，狠狠地砸向赵无极的胸口。强大的力量似乎令得空间都扭曲了，让萧云的身影有些模糊。吼！赵无极大吼一声，举起双拳便是全力抵挡，两人的拳头激烈碰撞，爆发出惊雷般的炸响，随后一阵璀璨的神光汹涌而出，将赵无极轰得吐血而飞。杀！李成帝趁机杀来，一掌拍碎，仿佛拍碎虚空，令得周围的时间流速都减慢了许多，让萧云的动作有些迟缓。好！萧云一声大吼，恐怖的音波轰击出去，顿时令得李成帝身形一震。这是超级战技龙威，已经被萧云推演到了究极境界，此时突然爆发出来，顿时让李成帝有些措手不及。毕竟音波攻击非常稀少，很少有人能够练成。在巨大的龙威冲击之下，李成帝的身形一顿，被萧云抓住了机会，一拳便是轰击过来。无奈之下，李成帝只能跟萧云硬碰硬了，挥拳迎击上去。砰！两人的拳头狠狠地撞在一起，爆发出金属般的锵锵之声，灿烂的光芒闪耀而起，让两人都仿佛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如同两尊战神在激战一般。随后众人便看到李成帝喷血倒飞出去，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萧云以1敌2，还获得了胜利，击败了李成帝和赵无极。这一次他没有依靠阵法，完全是靠自身战力，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撼住了。场中一度鸦雀无声，安静的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像是被捂住了嘴巴，发不出一点声音，因为实在太震撼了，令得所有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李成帝那可是拥有排名第4的至尊体时空之体的名号，响彻古今，而现在却败给了一个才刚刚铸就混沌体雏形的萧云。混沌体的威名再一次深入人心，半晌才有人感叹道，混沌体不愧是排名第1的至尊体，才仅仅是混沌体雏形，竟然就已经这么强大。这话有些偏颇了，萧云的强大不全都是靠混沌体雏形带来的，他的悟性才是真正的厉害。你看他使用的战技都是超级战技，而且都被他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这是何等的悟性，也难怪他会在短短时间内铸就混沌体雏形。是啊，萧云的悟性太强大了，有这样的悟性，我现在还真有些相信，他或许真的可以铸就混沌体，成为万古以来第2位混沌体。混沌体一成，那简直天下无敌，横扫八荒。难道我们这一世要诞生第2位混沌大帝了吗？听说混沌体只要大成，便跟荒古圣体一样，能够叫板大地。而荒古圣体有枷锁限制，几乎很难证到大帝，但混沌体却不一样，它证到大帝的难度反而是最小，一旦混沌体证到大帝，那绝对是大帝之中最强的一个。万古以来，混沌大帝在所有大帝之中排名前10，仅有几位惊才绝艳的天帝神皇才能够与之比肩，可见混沌体有多么恐怖。萧云若是能够铸就真正的混沌体，那这一世混沌圣地恐怕要重新返回巅峰，再一次成为第1圣地了。众人都在感慨议论，而萧云和李成帝、赵无极他们的战斗也到了尾声。被萧云接连重创的两人伤势越来越严重，便越发不是萧云的对手了。随后两人便果断地分头逃向2个方向，显然他们也是怕死的，或者说他们才刚刚踏入修炼界，有着无限潜力的他们可不想死在这里，那太不划算了。萧云瞥了一眼李成帝逃去的方向，没有去追击，而是朝着赵无极追去。因为李成帝虽然伤势严重，但是他的速度依旧在萧云之上，这就让萧云无可奈何了。以后得想办法提升自己的速度，否则对上李成帝太吃亏了。萧云暗自想到，随即对人群中的汤云云使了个眼色，便朝着赵无极追去。赵无极的速度就慢多了，再加上伤势严重，就更加不如萧云了。毕竟萧云早已经将神风步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
在速度上面，除了李成帝之外，同阶之中几乎很少有人能够与他比肩。更何况赵无极还受伤了。没一会儿，赵无极就被萧云给追上了。轰！在一处丛林之中，萧云一拳打得赵无极喷血倒飞出去，后者更是撞倒了一棵棵大树，鲜血染红了地面。萧云冷着脸踏步而来，满脸杀气地说道：“瞧你干的好事，不仅让江浩然逃掉了，还让李成帝逃了。今天不宰了你，简直难消我心头之恨。一个江浩然，一个李成帝，如果将他们杀死，可以获得20次顿悟的机会，就这么被赵无极给弄没了，萧云心中怎能不气？更何况杀死了江浩然和李成帝，也会帮他铲除2位将来的大敌。尤其是李成帝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别看萧云这次击败了李成帝，但是要知道，李成帝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他的时间之力和空间之力只能调动一丁点。一旦李成帝日后修为强大了，那他的时空之力绝对是最可怕的力量。反观江浩然的神王体，虽然也很强大，但是萧云就没有太在意了。萧云要杀便杀，我赵无极为战而生，为战而死，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赵无极大吼一声，浑身血气沸腾，金光四射，他激发出最后的力量，朝着萧云杀来。不得不说，荒古圣体的确是一个战斗圣体，尤其是还碰到赵无极这样的武痴，这便令得荒古圣体更加强大。但是很可惜，萧云的实力比赵无极强太多了。砰！萧云再一次击飞了赵无极，他一脚踏在赵无极的胸口，令得赵无极双目赤红，满脸愤怒地吼道：“要杀便杀，何必羞辱我？这就是你混沌体的胸襟吗？”萧云淡漠地盯着脚下的赵无极，冷哼道：“我现在突然改变主意了，我要让你当我的追随者，将来跟随我征战9天10地，替我巡视诸万界，做我麾下的第一大将。”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赵无极一愣，但随即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他满脸通红，气得浑身发抖。这不正是他先前对萧云说过的话吗？那时候赵无极还不知道萧云会这么强大，觉得萧云有点天赋，所以想要收归麾下。现在却反过来了，萧云竟然要将他收归麾下，这实在是耻辱啊！结结实实的被人给反打脸了。赵无极气得脸色通红，他双眸赤红的朝着萧云吼道：“你做梦！自古以来，只有战死的荒古圣体，没有臣服的荒古圣体。你要杀便杀，想要让我臣服于你，简直痴心妄想。”萧云冷笑道：“别太早下决定，小心真相定律。去死吧！”赵无极怒吼一声，他竟然燃烧了体内的荒古圣血，重新爆发出巅峰时期的战力，震开萧云的脚掌，狠狠的一拳轰向萧云。萧云眼中金光一闪，随即赞赏道：“不愧是荒古圣体，简直是天下第一战斗圣体。你表现得越好，我就越欣赏你。臣服于我吧，跟随我征战诸天万界，将来你也可以称霸一方，名留青史，何乐而不为？”话落，萧云便跟赵无极对拼了一拳，再一次将赵无极击飞出去。就算赵无极恢复到了巅峰时期，也依旧不是萧云的对手。混蛋！赵无极听到萧云的话语，气得愤怒大吼，因为萧云现在所说的话语，当初都是他对萧云说的。如此反转打脸，让赵无极感到无比屈辱。山林之中，战斗还在持续着，不过都是萧云在狠揍赵无极，打得他狼狈不堪。赵无极根本就不是萧云的对手，仅靠燃烧荒古圣血爆发的巅峰力量，根本没有坚持多少时间就恢复原样了。随后便是一边倒的战斗，赵无极被萧云一拳接着一拳打倒在地，非常狼狈。你好好考虑一下，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你跟随于我，待我正道大帝之后，你们荒古圣地也会因你而再次腾飞。我知道天才都是桀骜不驯之辈，你如果同意的太早，反而会被我看轻。你越是反抗，我便越是欢喜，这证明你的意志很强，绝对可以当我的麾下第一大将，做我的追随者。等我将来正道大帝，你便是我的代言人，替我巡视诸天万界，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何乐而不为？萧云一边说着，一边暴揍赵无极，简直把赵无极打成猪头了。赵无极能够忍受身上的疼痛，但却忍受不了心灵上的折磨，因为萧云这家伙所说的话语，全都是他当初对萧云说的话。这还真是讽刺啊！他想要招收萧云为麾下第一大将，现在萧云反过来招收他为麾下第一大将，打脸打得真快啊！赵无极双眸赤红，满脸愤怒大吼道：“我赵无极战天战地，永远不会臣服任何人，只有战死的荒古圣体，没有臣服的荒古圣体。”砰！萧云一拳轰击过来，打得赵无极再次吐血。这一次他伤势太严重了，趴在地上都站不起来了。但是赵无极眼中依旧充满了雄浑的战意和不屈的意志。显然，想要收服赵无极这种绝世妖孽几乎不可能。萧云自己也很清楚，像这种绝世妖孽是不可能臣服别人的。换成是萧云自己，他也宁愿战死，也不会当别人的手下。天才都有自己的骄傲，更何况是这些绝世妖孽，他们有着无敌的意志，坚强不屈，百折不挠，不会轻易折服。再试一次吧，如果不行，那就只能杀了他了。萧云心中暗自想到。随即，萧云蹲在地上，看着面前已经气若游丝的赵无极，沉声道：“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君子约定，我不会臣服你的，你最好死了这条心，给我一个痛快吧，免得我看不起你这个混沌体。”赵无极冷冷说道。萧云微微一笑，
说道：“你先听我说完。”赵无极没有说话，只是一脸嘲弄地看着萧云，想要让他臣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宁愿战死，也不会屈尊别人之下。萧云没有生气，继续说道：“我们来做个约定，我们2个人谁强谁为主。也就是说，现在你被我打败了，那就当我的追随者。等有一天你打败了我，那我就当你的追随者，如何？”赵无极冷哼一声，沉默不语。萧云戏谑一笑，刺激道：“难道你觉得你以后也不如我？要知道，我现在才仅仅铸就混沌体雏形，未来能不能铸就混沌体还不一定呢。你现在败给了我，难道你未来就没有信心打败我吗？”赵无极闻言神色一动，他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未来不如萧云。事实上，他根本就不认为萧云未来会比他强大。毕竟萧云还没有真正铸就混沌体，他现在的强大也仅仅是因为多修炼了几门超级战技，还将超级战技给推演到了究极境界。但是如果等再过几个修炼境界，他们孰强孰弱，那就不一定了。赵无极对自己的荒古圣体很有信心，别说萧云现在还只是混沌体雏形，就算是真正的混沌体，他也不惧。在太古时期，他们荒古圣体的先辈就有人挑战过混沌大帝。看着沉默不语的赵无极，萧云继续说道：“你好好考虑一下，我可以答应你，以后我每突破一个境界，你都有一次挑战我的机会，只要你能够打败我，我就反过来当你的追随者。当然，如果你一直都无法打败我，那当我的追随者又有什么不甘心的？未来我不会输给你的。”赵无极闻言怒吼道。萧云微微一笑，说道：“那我们就定下这个君子决定，我以混沌大道发誓，你可以绝对放心。”你当真敢以混沌大道发誓？赵无极闻言有些吃惊，显得不敢置信地看着萧云。要知道，萧云是要铸就混沌体的，将来只能走混沌大道。但一旦萧云对混沌大道发誓，那他如果违反了誓言，将来就注定无法证到大帝。当然，只要你答应，我马上就向混沌大道发誓。萧云一脸笑容地说道，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可以一直强过赵无极，自然也就不用违反誓言。笑话，有顿悟系统的帮助，如果他还不能打败赵无极，那就真的侮辱了穿越者这个身份，更侮辱了系统。好，你只要发誓，我就答应你。赵无极沉默了片刻，随即点了点头。他对自己有信心，以后再过几个修炼境界，他一定会超越萧云的。更何况，以后萧云能不能铸就真正的混沌体，还不一定呢。到时候，等他们修为越来越高，他的荒古圣体会越来越强大。因此，赵无极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了信心。很好，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萧云闻言，终于露出了笑容，随即他马上向混沌大道发誓。听完萧云的誓言，确定没有问题之后，赵无极便沉声道：“好，我暂时就先当你的追随者，等出了真龙朝，我就会昭告天下。”赵无极却没想到，之前他还扬言死也不会当萧云的追随者呢，真香。萧云点了点头，他不认为赵无极会欺骗他，毕竟这种人连死都不怕，根本没必要欺骗他。当下，萧云就将赵无极扶了起来，让他在一旁恢复伤势，而萧云则在一旁查看自己的系统。果然，在收服了赵无极后，他的系统就增加了20次顿悟机会。这也能够判定赵无极并不会说谎，否则系统也不会奖励萧云20次顿悟机会了。这次真的是赚大了。萧云查看着系统，满脸喜色。这次除了收服赵无极得到20次顿悟机会，之前他击败江浩然和李成帝以及击败赵无极都各自得到3次顿悟机会，这就是9次了。此外，在战斗之中，萧云接连引起几波惊呼，也得到了9次顿悟机会。这次他一共获得了38次顿悟，总顿悟次数达到了192次了，距离铸就混沌体又更进一步了。试问萧云岂能不高兴？这次除却获得了大笔顿悟次数外，萧云最大的收获还是有了赵无极这个追随者，这可是荒古圣体，未来成长到大成境界，那就可以叫板大地，绝对是一个超级战将。此外，还有菩提果，这宝物可以帮助他师尊帝天突破瓶颈，踏入天境，实力和寿元都会大增。可以说，进入真龙朝到现在，萧云的目的大多已经完成了。现在他只剩下一个目的，那就是再找到一种能够让他肉身蜕变的宝物，将他的力量提升到100万斤极限。只要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这次来真龙朝便算是大功圆满了。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趁机在这里面宰了李成帝和江浩然他们，否则等到离开了真龙朝，那就很难再斩杀他们了。毕竟，如果在外面斩杀了李成帝，那肯定会引起太初圣地和混沌圣地的大战，这不是萧云现在能够承担的责任。所以，在真龙朝内是萧云唯一可以斩杀他们的机会。先找宝物要紧，顺便再看看能不能遇到他们。萧云暗自想到，比起斩杀李成帝他们，还是先找到让他肉身蜕变的宝物更重要，这是在打造他的无上根基，对他以后正道大帝帮助很大。萧云当下一边调息身体，一边等待赵无极恢复伤势。不得不说，荒古圣体的确不愧是至尊体，恢复力简直惊人。萧云亲眼看到，在赵无极吞下几颗丹药之后，他的伤势便在急速恢复，脑袋上的大包都已经消失了，身上的伤口也恢复如初。强大的气息，汹涌澎湃的血气再度从赵无极身上弥漫开来，令得他的身体散发出一股金色的光芒，璀璨耀眼。荒古圣体不愧是战斗圣体，萧云暗暗感慨。
何为战斗圣体？就是那种越战越强，而且恢复力还非常恐怖的体质，就是战斗圣体。在这方面，荒古圣体占据绝对的优势，苍天霸体仅次于他，所以两者是宿敌，因为他们都是战斗狂人。到现在还没有碰到那位苍天霸体，如果将他也收服了，那多有面子啊！萧云突然想起了武刚那位苍天霸体，如果他也将武刚给收服了，那以后出去时身后带着一尊荒古圣体和一尊苍天霸体，那简直不要太牛逼了，想想都感觉很爽。不过苍天霸体也不是那么容易收服的，不知道对付赵无极这个方式管不管用，萧云也不敢确定。毕竟据他所知，苍天霸体一脉都非常霸道疯狂，一个个都跟疯魔一样，就和萧云前世看动漫中的赛亚人一个性格。如果说荒古圣体是战斗狂人，是武痴，那么苍天霸体便是战斗疯子，是魔头。两者相似，但却也不尽相同。萧云只能等以后遇到那位苍天霸体，再试试看吧。萧师兄，不久之后，汤云云终于赶过来了。他速度慢，所以过了很久才好不容易追上了萧云他们。萧云看着气喘吁吁的汤云云，笑着说道：“汤师妹，先休息休息吧。”汤云云此刻却一眼就看到了旁边正在恢复伤势的赵无极，顿时满脸愕然问道：“萧师兄，他……”在他看来，萧云应该会杀了赵无极才对，怎么还留着赵无极？放心吧，他现在已经是我的追随者了，是自己人。萧云微笑道。旁边赵无极也睁开眼眸瞥了汤云云一眼，随后便再度闭上了眼眸，显然他根本没把汤云云这种废物放在眼里。汤云云此刻却是满脸震撼，心中翻起滔天巨浪，他眼睛瞪得老大，感觉有些难以置信。赵无极成了萧云的追随者，萧云收服了赵无极。汤云云感觉很不可思议，这个世界疯狂了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堂堂荒古圣体竟然会臣服别人，就算萧云很强，也不可能做得到吧？毕竟杀一个人容易，但是想要人家心甘情愿的臣服于你，那简直不可能。尤其是赵无极这种绝世妖孽，他们的自尊心就跟他们的无敌意志一样强大，连天地都不服，又怎么可能臣服别人？但是看到旁边的赵无极并没有出声反驳萧云的话后，汤云云就算不信也得信了。只是这个消息太令人震撼了。过了半晌，汤云云才感叹道：“萧师兄真是厉害。”萧云微微笑道：“先休息吧，待会儿我们还要去真龙巢的核心地带。”此时他们算是初步踏入了真龙巢的核心，但距离最里面的核心还有一段距离，毕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碰到真龙遗种。汤云云点了点头，随即在旁边坐下调息身体，赶路赶了这么久，他的力量也消耗很大。好在他们身上都有储备丹药和食物，随便吃点就好了。半日之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当清晨的阳光洒落下来，赵无极便猛地睁开了双目，一双金色的眸子顿时射出两道金光，显得金灿灿的，如同两盏神灯，无比璀璨。好了吗？萧云在旁边睁开眼睛，感应到赵无极的动静，顿时问道。赵无极冷声道：“好了，我们现在去哪里？”虽然按照约定，他现在已经是萧云的追随者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会给萧云好脸色。萧云也不在意，只要服从自己的命令就行了。当下说道：“去真龙巢核心地带，找一些让肉身蜕变的宝物，顺便抓几头真龙遗种当坐骑。”赵无极闻言，有些诧异的看了一眼萧云，说道：“以你的天资，你们混沌圣地难道没有赐给你让肉身蜕变的宝物吗？还是说，你们混沌圣地已经没落的连这种宝物都没有了吧？”他有些嘲讽，混沌圣地这些年的确没落得很快，尤其是在帝天之后，都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天才了。我只是一介凡体而已，又不是你这种至尊体，混沌圣地当然不会重视我。”萧云不在意的说道。赵无极却是脸色阴沉难看，他觉得萧云是在侮辱他，一介凡体。你若是一介凡体，那我这个荒古圣体岂不是败给了一个凡体，简直是耻辱啊！赵无极更愿意相信自己败给了混沌体，这传了出去还不丢脸？走吧，别浪费时间了。萧云叫醒汤云云，随即带着赵无极赶往真龙巢的核心地带。此时若是有人看到这一幕，一定会很震惊，因为赵无极像一个追随者一样跟在萧云的身后。真龙巢外的平台上空，一尊尊高大的身影站在一朵朵白云之上，他们的实力都非常强大，一个个体表神光流转，气息格外的摄人，就像是一尊尊神灵站在高空俯视大地。毫无疑问，这些人就是真龙巢内那些天才们的师门长辈。此时距离一众天才们进入真龙巢已经过去5天的时间了。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真龙巢只开放7天时间，到了第7天就必须得离开真龙巢，否则一旦被困在真龙巢内，就会被真龙巢的阵法所斩杀。所以在这第5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人退出了真龙巢，从峡谷入口中走了出来。顿时这些人的师门长辈们便迎了上去，一边关心自家弟子的情况，一边询问真龙巢内的情况。于是一个个惊人的消息便传了出来，时空之体李成帝所向披靡，无人可挡，一路冲杀至真龙巢核心。荒古圣体赵无极和苍天霸体武刚一进去就打了一场，谁也奈何不了谁。最后因为忌惮周围观战的李成帝、江浩然等人，这才双双罢手。柳南山和叶无尘刀剑对决，最终也是不分胜负。消息一个个传了出来，高空中的强者们都在关注。
太初圣地的太上长老万阳辉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满脸得意地看向对面的帝天，笑呵呵道：“帝天，好像没有你们混沌圣地的消息，难不成你的徒弟已经死在里面了吗？我记得你那徒弟名字叫做萧什么？也对，像他这种无名之辈，估计死了也没人知道。”一朵白云上，帝天和一名少妇站在一起，这名少妇叫做吕贤婉，是山水宗的太上长老，同时也是汤云云的师尊。听着万阳辉的冷嘲热讽，帝天冷哼道：“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小心乐极生悲。”他对自己的徒弟有信心，毕竟萧云拥有80万斤的力量，再加上诸多究极战绩在身，在真龙朝内绝对可以横扫一切对手。帝天，你也别嘴硬了，你那徒弟我还不清楚吗？万阳辉看着对面的帝天，满脸嘲讽道：“他不过是你们混沌圣地的一颗棋子而已，有点悟性，再利用悟神丹提高他的修为，学会了几门超级战技，但仅仅如此，也无法与真正的天才抗衡。你们混沌圣地的打算注定会功亏一篑。”帝天一脸无语，他徒弟用了悟神丹，他徒弟萧云片刻之间就能把一门超级战技给修炼到圆满境界，还需要悟神丹那种有副作用的垃圾丹药吗？帝天一脸冷笑的看着对面的万阳辉，他知道万阳辉误会了萧云，嘿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初圣地的弟子这次就要吃大亏了。似乎验证了帝天的话语，就在下一刻，一声惊呼从下面的平台上传来。太初圣地的周飞鱼、谢玉龙等9大弟子已经被神秘强者斩杀，有人看到了他们的尸体，场面极其血腥，谢玉龙被人拦腰斩断，那里简直是一片修罗地狱。当这个惊人的消息传出来之后，顿时令得天空中的一些强者震惊不已。前面的消息也就算了，那些天才们才刚进入真龙朝，肯定会切磋一番，不会傻的马上就开始拼命搏杀，因此不分胜负也很正常。但是这个消息却是把所有人给震撼住了，周飞鱼他们被杀了，还是在真龙朝核心之外斩杀的。咻！天空中一道强大的身影顿时冲了下去，他携带着一股磅礴的气息，令得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压抑。他就是太初圣地的太上长老万阳辉。万阳辉此刻须发皆张，双瞳顿时射出2道惊人的光束，气息如渊似海，摄人心魄。他盯着其中一名少年，大喝道：“说，周飞鱼他们是怎么死的？是你亲眼所见吗？是谁杀了他们？”这个少年只是一个普通门派的弟子，哪里能够承受万阳辉的气势，顿时吓得躲在他师尊之后。他那位师尊也不敢顶撞万阳辉，连忙低声道：“快将你的所见所闻都告知万辈，他老人家是前辈，不会跟你一般见识的。”万阳辉此刻也认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毕竟一个晚辈不可能承受住他的气势，他当即收敛住身上的气势，语气柔和地说道：“年轻人，你不要害怕，老夫只是跟你打听一些事情。”说罢，万阳辉还拿出一件不错的灵宝送给了这个年轻人。少年人这才镇定下来，开始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天空中一道道强大的神念也探视而来，显然大家都很关心太初圣地的情况。毕竟周飞鱼等人不是无名之辈，他们居然死在了真龙朝核心之外，实在是叫人惊讶不已。帝天一脸笑容的对旁边的吕贤婉说道：“我刚才还劝他小心乐极生悲，你看这转眼就出现了。”吕贤婉轻轻抿嘴一笑，目光中也带着一丝幸灾乐祸。帝天笑呵呵的看着下面的少年，其实不用这少年说，他也猜到肯定是他的那位徒弟干的。毕竟换成其他人，就算是有这种实力，也不会轻易将太初圣地给得罪死，只有萧云才会干这种事情。下面的平台上，只听那位少年缓缓说道：“进入真龙朝之后，我就随便找个方向寻找宝物，但是没等多久，我便感受到前面有剧烈的战斗波动传来，因为我发现那里有很多强者，每一个都比我强大，所以我就吓得躲在原地，不敢上前观看。”万阳辉连忙问道：“那后来呢？”少年继续说道：“后来等到前面的气息全部消失了之后，我才小心翼翼地过去查看，然后我就发现了倒在血泊之中的周师兄，以及太初圣地的其他8位师兄。”说罢，少年打开自己的空间戒指，将周飞鱼等人的尸体取了出来，顿时一股刺鼻的血腥气味扑面而来。众人顿时看到地面上有许多残肢断体，还有8颗瞪大眼睛、满脸不甘的脑袋，足足9具尸体，但却只有几具保持完整，其他的不是被拦腰斩断，就是被轰爆脑袋，显得非常狰狞恐怖。万阳辉看到这一幕，顿时瞳孔一缩，随即满脸悲愤地吼道：“飞鱼、玉龙啊，到底是谁杀了他们？我要将他碎尸万段！”万阳辉彻底疯狂了，因为他完全认出来了，这9个人是他们太初圣地炼体境中排名第2到第10的9个人。可以说，除了李成帝之外，这次他们前往真龙朝的人基本上已经死光了。试问万阳辉如何能不愤怒？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太初圣地何曾在真龙朝内受过如此耻辱？也就是当年的帝天让他们太初圣地吃了不小的亏，但也不可能死这么多天才。万阳辉彻底发狂了，须发皆张，怒火冲天，目光射人至极。少年连忙吓得躲在自己师尊身后，颤声道：“前辈，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但从场中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周师兄他们在围攻一个人，因为我在那里只发现2个陌生的脚印，其中一个还是站在远处，没有进入战场，似乎在观战。”众人闻言顿时无比震撼，周飞鱼等人在围攻一个人，而且还输得这么凄惨，那个人到底是谁？是绝世妖孽吗？
万阳辉眸子开合间，神光流转，气息无比摄人。他愤怒的目光扫视着天空中其他5大圣地的人，怒哼道：“好，能够以一敌众，将周飞鱼他们斩杀的，也只有那几个绝世妖孽了。”一瞬间，他就把目标放在了江浩然、赵无极、武刚、柳南山、叶无尘等人身上，因为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将周飞鱼他们击杀。在场的众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就连江浩然、赵无极他们的师门长辈也是这么认为的。其中，来自荒古圣地的一位太上长老沉声说道：“万阳辉，对于周飞鱼他们的死，我感到很遗憾。不过，我们6大圣地早就有约定，只要是在真龙朝里面，可以随便厮杀，谁也不能借此仇恨另一方。技不如人，那就怪不得别人。你们太初圣地难道输不起吗？”万阳辉冷哼道：“放心，我还不会针对几个小辈。不过，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我们太初圣地还有一个李成帝在里面，他一定会替周飞鱼他们报仇的。”说罢，万阳辉再次登上高空，眼睛死死盯着峡谷入口，他希望接下来可以听到关于他们太初圣地的好消息。真龙朝内，萧云带着汤云云、赵无极他们赶了2天的路，终于进入了真龙朝的最核心地带。之所以花费了2天的时间，并不是他们速度太慢了，而是在路上遇到了不少天才地宝，他们得停下来采摘这些天才地宝，所以才耽误了一些时间。可惜让萧云失望的是，他虽然采摘了不少天才地宝，但都没有能够让他肉身蜕变的宝物。可恶，难道这里面就没有第2株类似于9叶天灵芝的宝物吗？萧云看着面前的丛林，满脸愤怒地哼道。旁边的赵无极早已经得知萧云获得了1株9叶天灵芝，心中无比羡慕的同时，嘴上却嘲讽道：“你以为9叶天灵芝这种宝物是大白菜吗？还想要获得第2株？我看你还是做梦吧！这种级别的宝物，你在真龙朝内遇到1株就已经是天大的福运了。师兄，这里有宝贝！”突然，不远处传来汤云云惊喜的叫声。萧云顿时哈哈一笑，对赵无极说道：“不是我有福运，是我师妹有福运。看她这么高兴，肯定是发现了价值很大的宝物，不然她不会这么激动。”哼，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就不信9叶天灵芝这种宝物还能出现第2株。赵无极冷哼一声，也跟了过去。不过片刻，萧云和赵无极便来到了汤云云身边。此时，在他们不远处的一座山洞外的岩石旁边，正常有一根根巨大的碧绿色蔓藤，在这些蔓藤上还结着一颗颗红彤彤的果子，娇艳欲滴，显得格外的诱人。萧云一眼就认出了这种果实，惊喜道：“是传说中的龙涎果。”赵无极也有些惊讶，但随即就幸灾乐祸地笑道：“龙涎果虽然价值不低，但也仅仅只能增加10年寿命，对你我而言只是鸡肋而已。像他们这种绝世妖孽，成圣是一定的，到时候有几千年寿命，还在乎10年寿命吗？”萧云也的确用不着龙涎果，但他却很高兴，因为这东西可以送给福伯呀。他老人家的寿元也到了极限，而且他跟帝天不一样，他没有帝天的那种资质，所以就算给他菩提果也无法突破瓶颈，反而是这龙涎果更适合他。萧云没有理会赵无极的冷嘲热讽，他马上就将龙涎果给收了起来，一共30颗，非常丰厚。汤云云在旁边说道：“萧师兄，这龙涎果每个人只能服用10颗，服用再多就没有用了。”我知道。萧云点了点头，10颗也就是100年寿元，虽然不多，但有100年的时间，足够他成长起来变强了。到时候等到他的实力强大了，再去闯一些禁地，未必就不能帮助福伯找来更好的宝物。这些龙涎果，汤云云并没有跟萧云争夺，他还是很识相的，一旦遇到这种价值很大的宝物，就主动让给萧云。至于赵无极，他根本就对这些龙涎果没有丝毫兴趣。好，就在萧云采摘完龙涎果的时候，旁边的山洞内顿时响起了一道道怒吼声，随即还有2股强大至极的气息从山洞内转了出来，令人感到无比压抑。赵无极顿时脸色一变，眼中金光闪烁道：“是真龙一种，听说有龙涎果的地方就有真龙出没，果然如此。”汤师妹快退后！萧云大喝了一声，便跟赵无极站在一起。他和赵无极一样，虽然知道山洞内有真龙一种，但是2人谁也没有退后，反而皆是战意冲天。他们来真龙朝干什么？除了寻找宝物外，便是想要跟高手切磋战斗，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变强。而真龙一种不仅天赋强大，实力也很强大，一个个都堪比绝世妖孽，简直就是萧云、赵无极他们梦寐以求的对手。有2头真龙一种，赵无极沉声道：“他已经感受到有2股强大至极的气息，正从山洞内冲了出来，正好抓回去当坐骑。”萧云咧嘴一笑，赵无极的眼神也有些异动，拿真龙一种当坐骑，实在太威风了。而且等到真龙一种变强了之后，还能成为战斗伙伴，实在是不可多得。好！与此同时，2头真龙一种已经冲出了山洞，他们就如同2尊庞然大物一般，出现在萧云他们面前，散发着强烈至极的恐怖气息。这是龙？萧云看着面前的庞然大物，有些迷惑。他还以为真龙一种跟他前世神话中的东方神龙一样，但是出现在他面前的2头真龙一种，明显不是他印象中的龙首蛇身，反而和传说中的霸王龙非常相似。他们的躯体并不是很庞大，只有2人多高，
但却通体密布着黑色的鳞片和金色的鳞片，如同钢铁金属铸就而成，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像两只远古凶兽一样压迫人，血气滚滚沸腾，声音吼啸，如同惊雷，摄人心魄。这是一头幼年的黑龙和一头幼年的金龙。赵无极盯着面前的2头真龙异种，满脸振奋道：“的确是真龙异种，他们身上都有浓郁至极的真龙血脉，只不过现在他们还幼小，只有等他们成年后，才能进化为真正的神龙，从而翱翔9天10地。”原来如此，萧云点了点头。他也听说过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也许等这2头真龙异种成年了，才会进化为他印象中的东方神龙的模样。吼吼！就在萧云和赵无极谈话的时候，对面的2头真龙异种已经朝着他们怒吼冲来，如同一道黑色的乌光和一道金灿灿的光芒激射而来。他们带动着2股惨烈的血腥气息，恐怖的凶煞之气瞬间扑面而来。萧云大喝道：“你对付黑龙，我对付金龙！”说完，他便迎向了那头金龙，而赵无极则迎向了那头黑龙。因为萧云发现这头金龙的实力更强一些，所以他对金龙比较感兴趣。轰隆隆，战斗顿时爆发了，无比激烈。汤云云早已经躲得远远的，都不敢接近此地，因为面前的战斗太恐怖了，根本不是他可以涉足的。那2头真龙异种的实力非常可怕，每一个都不输给赵无极这种绝世妖孽，甚至隐隐更强一些。80万斤力量，这些真龙异种还真是厉害。萧云发出一声响亮的长啸，眼中战意更加沸腾了。至于不远处的赵无极，已经没办法再说话了，因为他发现面前的黑龙比他还要隐隐更强一些，让他无法分心说话，只能全力以赴。真龙异种的实力非常强大，赵无极对付的那头黑龙拥有70万斤力量，而萧云对付的这头金龙竟然拥有80万斤力量。要知道，萧云来到真龙巢这么久，遇到的最强者就是李成帝，但是这位时空之体目前也只有70万斤的力量而已。至于赵无极、江浩然他们，只有60万斤的力量。而现在随便遇到2头真龙异种，居然一个就拥有70万斤的力量，另一个拥有80万斤的力量。不得不说，真龙异种的血脉天赋太恐怖了，真不愧是神兽五爪金龙的嫡系后代。好好，只有这样强大的坐骑才能配得上我。萧云发出一声长啸，双眸之中射出惊天的战意。眼前这头金龙越强大，他便越是喜欢。吼！金龙似乎能够听懂萧云的话语，他顿时暴怒了，一双凶残的眸子闪烁着血光，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森森獠牙，便猛地扑向了萧云，带着一股恐怖的煞气。来得好！萧云大吼一声，纵身迎了上去，一拳轰击向面前的金龙，简单而又直接，与金龙的脑袋狠狠地撞在一起，爆发出恐怖的力量波动。周围的参天大树都在一颗颗倒下，地上的落叶都飞舞起来，朝着远处飞去，像似被一股气浪横扫而过，乱石都在全部飞溅出去。萧云的90万斤力量对上了金龙的80万斤力量，简直就是天与地的撞击，响声如同惊雷，在天空中滚滚激荡，场面极其震撼。随后，金龙一声大吼，身体在不断的踉跄后退，他不断甩着脑袋，感觉一阵头昏脑胀，牙齿都掉了一颗，显得很狼狈。反观萧云却是依旧朝着金龙冲击而来，他满脸兴奋道：“爽啊！能够在力量上跟我硬碰硬的，除了李成帝外，也就只有你了。今天你就跟我好好的打上一场吧。”萧云非常兴奋，难得遇到一个可以全力以赴的对手，他感到心中战意滔天，整个人都热血沸腾起来，像似沉绵万载的火山，终于喷发出炙热的岩浆。轰！萧云施展九转霸拳，脚踏神风步，挥动着炽烈的光拳，画着一道道闪电，朝着金龙继续轰杀过去。吼！金龙大吼，他感到非常愤怒。自从出世之后，他即便在真龙一种之中都是最强的几个之一，什么时候被人打败过？眼前这个人类虽然很强，但是金龙依旧无惧一切，他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惊天战意，整个躯体都释放出炽烈的金光，画着一道金色的流星，朝着萧云撞击过来。轰！萧云的拳头发出璀璨的光芒，他像似一道闪电，不断地轰击着金龙的身体，而金龙也用自己坚硬的脑袋还有巨大的利爪连连攻向萧云。他们的战斗非常激烈，炽烈的光芒淹没了这片天地，恐怖的力量席卷出去，将周围的大地都给震得皲裂了，像似毁天灭地一般。萧云心中非常震惊，这头金龙实在太恐怖了，虽然在力量上不如他，但是肉身却非常强大，防御力也非常恐怖。这也很正常，妖兽的肉身本来就比人类强大，而真龙一族更是妖兽中的神兽，所以可以想象这头真龙一种的肉身该有多么强横。打到现在，萧云除了打掉金龙的一颗牙齿和身上的几块鳞片外，根本就没有伤到这头金龙，他的防御力太强大了，而且恢复力非常恐怖。不过萧云也不怕，继续挥动九转霸拳，不断地轰击着面前的金龙。随着他们战斗的余波席卷出去，周围的草木石头全都粉碎，这一片区域都被清空了，只留下破碎的大地。吼！金龙彻底发狂了，战斗被萧云一直压制，让他感到非常的屈辱，忍不住怒吼一声，爆发出恐怖的龙威，声音如同惊雷炸响，令人的灵魂都要出窍了。萧云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恐怖音波攻击，不由得冷笑道：“就你会龙威吗？”说罢，萧云也大吼一声，施展出龙威，
恐怖的音波顿时在天空中浩荡不止，震得虚空都在接连颤抖。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股股金色波纹冲天而起，宛若大海中的惊涛骇浪一般，震得天地都在不断的轰鸣。两股强大的音波彼此冲撞在一起，周围的参天大树都在不断的爆炸。就连远处观战的汤云云都忍受不了传来的恐怖声音，立刻捂着耳朵后退。杀！战斗到了白热化，萧云开始全力出手了。他的背后显露出30条彩色天柱，展现出大道投影之威，双拳包裹着炽烈的光芒，如同2颗恒星一样，狠狠地轰向了面前的金龙。好！金龙也在全力爆发，他抬起巨大的爪子，每一次落下都有山崩地裂般的威势席卷开来，与萧云的拳头狠狠地撞在一起，爆发出恐怖的响声，强大的力量弥漫出，场面极其骇然。不过金龙终究是不敌萧云，被萧云一拳轰碎了利爪，金色的血液喷洒而出，将地上的杂草都给燃烧了起来。杀！萧云大吼一声，继续追击而来。战斗到了现在，他身上的血液彻底沸腾了，双目如同冷电般激射，眸光炽盛无比，气势如虹，挥拳便直逼金龙。咔嚓！金龙的胸口遭受到萧云的狂猛一拳，被打得凹陷了下去。他遭受到了重创，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声，无比的痛苦。臣服于我吧！萧云一跃而起，跳到了金龙的背上，对着他的脑袋便是不断的轰击着，打得金龙头破血流。吼吼吼！金龙愤怒大吼，他竟然被一个人类骑在身上，这个人类还要让他臣服，实在太屈辱了。他剧烈挣扎，想要摆脱掉萧云，然而已经受到重创的金龙根本敌不过萧云，被萧云的拳头打得头冒金星，鲜血飞溅，伤势越来越惨重。臣服，否则死！萧云一边厉声吼道，一边持续轰击金龙，把金龙打得趴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臣服还是死？萧云不断地轰击着身下的金龙，脸色冷漠，声音寒冷彻骨，不带有丝毫感情。不管真龙一种是不是神兽，但他终究是一头畜生，对于畜生说一些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只能用拳头打服他们。但是很显然，这头金龙非常骄傲，他听到萧云的话语，只是怒吼连连，眼中尽是不屈的光芒，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臣服的意思。萧云眼神一冷，这头真龙一种是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不配他臣服吗？看来你是没有经历社会的毒打呀。萧云看着趴在地上的金龙，挥动着炽烈的光拳，再度狠揍了他一番。金龙已经趴在地上抬不起头了，气若游丝，但是他的眼睛里面依旧是充满了不屈和愤怒的光芒。他似乎在对萧云说，要命一条，臣服不可能。萧云叹了口气，随即冷漠地对金龙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完，萧云一拳狠狠地砸向，将金龙的脑袋都给砸得凹陷下去。金龙瞪大眼珠子，嘴中发出一声悲吼，随即眼中也失去了色彩。好！不远处正在和赵无极激战的黑龙也发现了金龙的死亡，顿时无比悲愤，怒吼连连。他甩掉赵无极，就往萧云这里扑杀过来。给你生存的机会不要，那就去死吧！萧云冷哼一声，挥动炽烈的拳头便朝着黑龙轰杀过去。对于斩杀金龙，他没有丝毫不忍，毕竟如果今天他实力不如金龙，那么死的就是他了。在修炼界的记录中，可没有哪头真龙一种会放过被他们打败的人类修炼者，相反，凡是被他们打败的人类修炼者都已经被他们给吃掉了。因此萧云出手毫不留情，打得面前的黑龙不断的吐血倒退。那双炽烈的光拳不断的轰击在黑龙的身上，令得黑龙惨痛悲呼。黑龙的实力比金龙差了一筹，再加上和赵无极战斗了这么久，早已经受了伤，消耗也很大，此刻自然不是萧云的对手，几乎是被萧云压着打。可恶，那是我的对手！赵无极走了过来，一脸愤怒地瞪着萧云。萧云淡淡嘲讽道，你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说完，萧云终于一拳揍趴下了黑龙。他也不尝试收服黑龙了，因为他在黑龙的眼中看到了浓厚的怨恨，显然是不可能收服的。所以萧云直接轰死了这头黑龙。赵无极在一旁看得无比心疼，朝着萧云愤怒道，你真是暴殄天物，这可是2头真龙一种啊，一旦他们成年就会达到圣人级别，这样的坐骑你不要，居然还杀了他们。萧云冷哼道，他们骄傲得很，根本不愿意臣服，留着当仇人吗？赵无极顿时不说话了，既然不臣服，那的确该杀，只是有些心疼啊，毕竟这样的坐骑太难得了，可惜无法将其收服。萧师兄，这2头真龙一种的尸体也是宝贝，可不能浪费啊。汤云云看到2头真龙一种死去，这才跑了过来，对萧云说道。萧云嘿嘿笑道，常言道，地上驴肉，天上龙肉，驴肉我吃过，但是这龙肉我还没有吃过，今天大家有福了，我们来吃烤龙肉。此话一出，赵无极和汤云云都有些心动，他们都吃过不少灵兽，但是这龙肉却还从来没有吃过。不过汤云云有些忐忑地说道，萧师兄，这里是真龙巢，我们就在这里吃龙肉，会不会惹怒那位真龙，触犯这里的阵法？赵无极闻言也是眼神一凝，目光有些凝重。放心吧，那头真龙都已经飞升仙界了，我们不会有事的。萧云才不管那么多呢，马上就开始催促赵无极去寻找干柴，他自己则从空间戒指里面拿出烧烤的设施，这些他早就准备好了。萧师兄，
我去找点蘑菇和野菜、灵果，等下用龙骨熬汤喝。汤云云说完就去忙了。傍晚，三人围着篝火而坐，一边喝着龙骨汤，一边吃着烤龙肉，大快朵颐，好不快活啊！好热啊！吃完一只龙腿之后，汤云云顿时感觉浑身发烫，身上也冒出腾腾热气，体内的血液都在沸腾，血气汹涌澎湃。这龙肉之中竟然蕴含着如此庞大的生命力和能量。萧云此刻也感受到了体内的强烈变化，他感觉这龙肉和那九叶天灵芝有些相似，都在开始升华他的肉身，让他的肉身发生蜕变。只不过仅凭几块龙肉显然是不可能让他的肉身发生蜕变。萧云连忙再拿起一只龙腿，大快朵颐，狼吞虎咽起来。他还一边对汤云云说道：“汤师妹，你再多吃一点，就能让肉身发生蜕变，提升10万斤力量了。”汤云云此刻也发现自己身体的变化是好的一面，当即再度吃起龙肉，还一边喝着龙骨汤。旁边的赵无极一脸羡慕之色，说道：“听说真龙之血能够让肉身发生蜕变，这些真龙遗种的体内也含有真龙之血，没想到真的能够让你们的肉身发生蜕变。”他虽然羡慕，但却无可奈何，因为他是至尊体，肉身早已经开发到了极致，不可能再提升力量了。赵无极现在想要提升力量，就只有修炼超级战技，或是将超级战技推演到究极战技境界。所以对于赵无极、李成帝他们来说，来真龙巢就是找菩提果这种可以提升悟性的宝物，否则其他的宝物以他们在各自圣地中的身份可以轻易获得。我吃不下了，我感觉我的肉身要发生蜕变了。大概将黑龙吃了1/3后，汤云云的身体已经散发出炙热的气息，浑身血气汹涌澎湃，像是一股股炙热的岩浆，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出去。周围的温度都在升高，是因为汤云云的血气太过旺盛了，无尽的天地灵气也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配合着一起滋润他的肉身，开始蜕变进化。汤云云连忙盘膝坐下，屏息凝神，开始蜕变肉身。另一边，萧云在吃了一整头金龙之后，身体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旺盛的血气汹涌澎湃，就跟沸腾的岩浆一样往外直冒，仿佛要烧掉头顶上面的一片天空。此时，萧云的身体神光灿灿，如同一尊永恒神炉在剧烈燃烧，霞光千万道，将周围映照的一片光辉绚烂。无尽的生命力从金龙的肉之中爆发出来，充斥在萧云的体内，精纯的能量源源不断地替萧云洗精法水，滋润他的血肉和骨头。一道道精纯的能量随着萧云运行功法，跟着他的呼吸节奏，在他的体内沿着经脉流转，散发着无限生机，滋养他的血肉、脏腑和骨骼，让萧云的肉身开始发生蜕变。赵无极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瞳孔一缩，心中震惊道：这混蛋又发生了一次蜕变。这次蜕变之后，他的肉身就拥有了100万斤力量，达到了炼体境的极限。看着萧云的肉身在发生蜕变，赵无极显得一脸无奈。他知道自己在炼体境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打败萧云了，甚至在聚气境他也无法打败萧云，因为拥有100万斤力量的萧云，一旦踏入了聚气境，那么最多可以达到500万斤的力量，而他赵无极踏入了聚气境，最多拥有300万斤的力量，足足和萧云差距了200万斤，这还怎么打？绝对会被萧云狠虐的。看来他想要击败萧云，恐怕就只能等踏入神桥境或者洞天境后，才或许有些机会。心中想罢，赵无极开始在附近游逛起来，替萧云和汤云云护法。既然有了和萧云的君子约定，他就要履行自己作为追随者的责任。他赵无极一诺千金，可不会反悔。随着时间的推移，四面八方的天地灵气也开始朝着萧云这里汇聚而来，帮助萧云和汤云云一起蜕变肉身。萧云此刻身处一片璀璨的光芒之中，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还有血肉骨骼都在散发着炽烈的金色光芒，甚至就连他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散发着金色的光芒，这使得他的身体越来越炽烈，就像是一尊金色的太阳，照耀八方，照亮了整片森林。在这个过程之中，萧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血肉变得无比凝实，骨头也变得越来越坚硬，肉身之中汹涌澎湃的力量也突破了90万斤，达到了100万斤，终于达到炼体境的极限了，媲美祖师爷。萧云心中很兴奋，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目标，达到了炼体境的极限，堪比昔日的混沌大帝。也就是说，他已经拥有了和混沌大帝一样的无上根基，等他铸就了真正的混沌体，那么未来达到混沌大帝的境界也不是不可能了。而且有顿悟系统的帮助，未来他超越混沌大帝的几率都非常大。从今天开始，9天10地，我将横推一切敌手。从今天开始，我萧云的名字将会传遍诸天万界。萧云站了起来，眸光无比炽盛，光彩惊世，全身上下都笼罩着耀眼的神环，让人难以直视。他的身体更像似一尊烘炉，散发着炽烈的光芒，每一个细胞都在喷薄神辉，光点一粒又一粒，密密麻麻，像似有无数的神邸在吟唱，神辉耀眼夺目。完成蜕变了吗？赵无极从不远处赶了过来，双眸之中射出金灿灿的光芒，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萧云，顿时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危险气息。现在的萧云比之前给他的危机感更强了，这说明萧云的实力又变强了。真是一个变态，赵无极忍不住心中嘀咕，
以前都是别人称他为变态，没想到现在他也称呼别人为变态了。啊，真舒服，萧师兄，我踏入禁忌领域了。旁边，汤云云也完成了蜕变，突破了炼体境界，踏入了一境领域。汤云云俏脸红彤彤的，显得很激动。毕竟按照他的天赋来看，是不可能踏入禁忌领域的。但是有龙肉的帮助，却令得他的肉身发生了一次蜕变，突破了炼体极境。汤云云心中很感激萧云，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萧云的帮助，他是不可能来到这真龙巢核心地带，更加不可能吃到龙肉。汤云云看向萧云的目光不由得越发炙热了，一双美眸之中充满了异彩，眼神很勾人。萧云有些受不了汤云云的炙热目光，有些尴尬的转过头，对赵无极说道：“接下来我们分头去找李成帝和江浩然，如果你找到了他们，马上发信号给我。”赵无极闻言瞳孔一缩，随即一脸震惊的看向萧云：“你想要在这里面杀死他们？”萧云冷笑道：“既然结仇了，当然得提前除掉，难不成还等他们以后成长起来吗？没想到也会怕他们成长起来。”赵无极闻言嘲讽道。萧云摇头道：“这不是怕，只是不想麻烦而已。”赵无极不再多言，只是问道：“我找到了他们，如何发信号给你？”“这个简单，你放火烧树，自然有烟雾冒起，我离得近就能看见，离得远就算了。”萧云笑道。赵无极点了点头，随即大步离去。萧云看向汤云云，说道：“我们也走吧。”汤云云点了点头，但是跟着萧云走了一段路之后，他不由得一脸愕然道：“萧兄，我们不是要去找李成帝他们吗？但你现在是往回去的方向走啊？”萧云冷笑道：“真龙巢这么大，谁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们？我们还是先回去，直接守住入口，不怕他们不来。”汤云云闻言满脸震撼，直接守住入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何等的霸气！恐怕也只有萧云能够做出这种事情。萧云的目的很简单，直接守住真龙巢的入口。李成帝他们早晚得出去，那就必须得过他这一关。我在入口提前布置好阵法，再加上我如今的实力，击杀李成帝和江浩然绝对不成问题。萧云显得很自信，他现在的实力在真龙巢是无敌的，再加上有阵法限制住李成帝的速度，那就很容易将他击杀了。带着强烈的信心，萧云和汤云云一路急速赶往真龙巢入口。一路上，萧云也见到不少人在往回赶路，毕竟已经是第6天了，再不出去就出不去了。尤其是那些实力弱的人，是不会傻傻等到第7天才出去，万一那时候出现什么意外，那他们就死定了。所以在第5天、第6天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从真龙巢入口离开了，也只有那几个绝世妖孽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才会留到第7天。轰！就在萧云和汤云云急速赶路的时候，突然有一道身影从旁边的大树上面跳了下来，他显得非常霸道，一脚跺在地面上，令得大地崩裂，一道巨大的裂缝朝着萧云和汤云云蔓延而来，阻挡住他们前进的道路。萧师兄！汤云云惊呼一声，差点跌倒，还好旁边的萧云将他抱了起来，闪身躲到了旁边的一块巨石上面。落地后，萧云抬头看向前方，一双目光无比犀利。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在他面前撒野？你就是那个萧云吗？打败张云飞那个萧云，来自混沌圣地，来人眼中光芒炽盛，眸子无比可怕，眼神凌厉摄人。萧云已经认出了此人，冷哼道：“原来是苍天霸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来人正是苍天霸体武刚。武刚看着面前的萧云，咧嘴一笑，语气森然道：“听说赵无极要收你为他麾下第1战将，我偏要阻止他，不让他得逞。你还是跟我走吧，当我的麾下第1战将，将来我带你斩杀赵无极，横扫天下，威震9天10地。”武刚显得很自信，语气非常霸道，浑身光芒璀璨，散发着一股恐怖的力量波动。汤云云却是连忙退后，看向武刚的眼神有些同情，他知道又来一个送死的人了，居然还敢收服萧师兄，不知道赵无极都已经被萧师兄给收服了吗？一处森林中，看着面前嚣张无比的苍天霸体武刚，萧云的脸色早已经阴沉无比，眼神如同刀锋，犀利至极。他紧紧盯着面前的武刚，用冰冷彻骨的声音说道：“不知死活的东西，也敢在我面前嚣张，简直愚蠢至极。”他的心情很不好，刚刚达到了炼体境极限，本以为自己在这个真龙巢已经无敌了，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敢在他面前撒野，真是找死啊！很好，既然敢拒绝我，那么留着你也没有用了。武刚脸色瞬间一冷，他背后的紫发无风自动，漆黑的眸子里浮现出浓烈的杀意，简直如同冰冷的寒气，冻结了虚空。武刚没有把萧云放在眼里，毕竟混沌圣地已经没落了很多年，而且萧云唯一拿得出手的战绩，也只是击败了张云飞。至于萧云击败李成帝、江浩然他们的消息，武刚并不知道，毕竟真龙巢这么大，他不可能刚好遇到那些观战的人。就凭你也妄想杀我？萧云冷哼一声，满脸不屑，讥讽道：“看来我和李成帝、江浩然他们战斗的消息还没有传出去，大言不惭！”武刚根本不相信萧云的胡言乱语，他向前一步踏出，显得盛气凌人，眼神冰冷道：“我和赵无极不同，既然你敢拒绝，那就去死吧！”话落，炽烈的紫色光芒从武刚身上席卷而出，他像似大海中的风暴，瞬息之间便来到了近前，然后狠狠地一拳打向萧云的脑袋，准备一击必杀。武刚对自己很有自信，他相信在这个真龙巢内，
除了那几个绝世妖孽外，没人可以挡住自己的这一拳。萧云只是打败了张云飞而已，能够有多少实力？武刚根本没把萧云放在眼里。杀！萧云看到武刚一拳轰来，没有丝毫犹豫，便是举起拳头轰杀过去。他的脸色非常冰冷，眼中带着一丝不屑。他觉得这个武刚简直不知死活。轰！两个人的拳头狠狠地撞在一起，发出一道震天的巨响声，像是天劫中的惊雷在炸响。武刚的瞳孔顿时骤缩，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已经弯曲的手臂，那是因为他的拳头抵挡不住萧云的拳头，从而被萧云的恐怖力量给硬生生压弯的一幕。咔嚓！随后胳膊碎裂的声音便传入了武刚的耳中，一股剧烈的疼痛也在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让他忍不住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武刚悲呼大吼，拖着弯曲无力的断臂，连忙急速后退。他心中如同涌起惊涛骇浪，看向萧云的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仅仅一拳，他的胳膊居然就已经被萧云给打断了。那种恐怖的力量简直是他前所未见。一个人在练体境，怎么可能拥有那种恐怖的力量？足足100万斤力量，比他多了40万斤力量，近乎差距1倍了，根本不是他能够抗衡的。不知死活的东西，现在尝到了惨痛的教训了吗？萧云冷冷说道。他继续踏步而来，施展神风步，速度快如闪电，瞬间便追上了武刚，挥动一只拳头，包裹着炽烈的光芒，朝着武刚狠狠地砸了过来。轰！武刚单手抵挡，却是被打得节节败退，再次被轰得吐血而飞。武刚的另外一只手掌在颤抖，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他的一只胳膊断了，剧烈的疼痛让他汗流浃背。而现在仅剩下一只胳膊的他，根本不是萧云的对手。萧云的力量太强大了，根本不是他现在可以抗衡的。武刚也不是白痴，转身就逃向远处。现在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萧云冷笑一声，踏着神风步，画着一道闪电，很快就追上了武刚。比起速度，除了李成帝之外，萧云还不惧任何同阶修士。轰！萧云一拳轰击过来，将武刚砸得喷血倒飞出去，后者紫发狂乱，显得狼狈不堪。随后萧云更是一脚踏了过来，将武刚狠狠地踩在地上。如此侮辱，令得武刚双眸赤红，满脸愤怒。武刚仰天大吼，满脸不甘心。他是苍天霸体，是绝世妖孽，是圣帝圣子，何曾被人如此欺压？就算是隐隐有同辈第一人的李成帝，武刚也不惧他，最多稍逊几分，但他依旧有把握保证不败。但是眼前这个萧云却是让武刚感到无能为力，对方实在太强大了，超乎他的想象。真不敢想象，这样的一个绝世妖孽，怎么会到现在还默默无名？该死的混沌圣帝一直在隐藏此人，准备在真龙朝一鸣惊人吗？赵无极那个蠢货居然还要收服此人，马德这次被他给坑惨了。武刚心中怒骂不已，臣服于我，留你一命，将来随我征战天下，横扫诸天万界。萧云一脚踏在武刚的胸口，冷冷说道。武刚冷冷地盯着面前的萧云，眼中充满了沸腾的杀意，寒声道：从来没有人可以侮辱苍天霸体啊！随着武刚的话音落下，一股炽盛的光芒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像似沉绵万载的火山，一下子就将万年的积累全都给喷发了出来。恐怖的力量不断地从武刚体内涌现而出，随即化着一股炙热的洪流，朝着萧云浩荡而来。萧云心中一惊，连忙迅速后退，然后一拳狠狠地打向前方。砰！武刚也是一拳轰击过来，他满脸疯狂，背后的紫发都变成了血红色，滔天的血气逆卷苍穹，散发出一股霸绝天地的强大气息。两人的拳头狠狠地撞在一起，爆发出了惊雷般的炸响，令得虚空震动，周围的大树都在一颗颗爆炸，大地上都出现了许多密密麻麻的裂缝，如同蜘蛛网一样延伸向远处。这一击之后，萧云和武刚竟然双双退后，只不过萧云退了3步而已，但武刚却退后了10几步。尽管萧云依旧占据上风，但无论是萧云还是远处观战的汤云云，都是满脸震惊之色，感到很不可思议。萧师兄的实力比他强了那么多，为什么武刚突然就爆发出了如此惊人的实力？汤云云满脸不解。萧云的心中也充满了疑惑，他眼神犀利如同刀锋，死死盯着面前的武刚，随即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居然自爆了苍天霸体，真是好大的魄力，赵无极都没有你这个决心，难怪都说苍天霸体一脉都是战斗疯子。萧云实在太震撼了，他没想到武刚如此果决，居然自爆了苍天霸体，这是何等的疯狂啊！这就跟萧云自爆了混沌体一样，谁有这个魄力？换成是萧云，他也没有这种魄力。毕竟对于一个绝世妖孽来说，特殊体质就是他们变强的根基，是他们未来成为超级强者的天赋和潜力。而现在武刚居然自爆了苍天霸体，亲手毁掉了这个至尊体，简直太疯狂了。从这一刻开始，武刚已经不再是苍天霸体了，他从一个绝世妖孽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人。萧云，我会记得今天的一切，他日必将100倍奉还。武刚全身战力汹涌澎湃，他的力量还在继续提升着，都要接近100万斤力量的极限了。然而武刚没有继续和萧云战斗，仅仅是丢下一句狠话，便立刻转身逃去，速度快如闪电。因为武刚知道他自爆苍天霸体所获得的力量是短暂的，
最多能够持续1个时辰，根本杀不死同样拥有100万斤力量的萧云。继续留在此地和萧云战斗，最终死的还是他。所以武刚果断地逃向了真龙巢入口的方向。萧云很想去追击，但是看到武刚的速度竟然比他还要快，顿时知道武刚使用了某种具有很大副作用的秘法来提升他自己的速度。算了，就饶你一命吧，反正今后你也只是一个废人了。萧云摇摇头，没有继续追击，而是和汤云云再次赶路。汤云云满脸好奇地问道：萧师兄，为什么武刚一下子变得那么强大？萧云冷笑道：他是自爆了苍天霸体，嘿嘿，从今以后他再也不是绝世妖孽了，没有了苍天霸体，他的天赋也就跟那些普通天才差不多，随便一个特殊体质妖孽都比他强。汤云云闻言恍然大悟，他忍不住咂舌道：武刚的魄力还真是大，苍天霸体可是10大至尊体之一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特殊体质，他竟然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亲手给毁掉了，真是有大魄力。萧云不屑道：为了保住他的小命罢了，不过没关系，没有了苍天霸体，他以后也没什么潜力了，甚至连成圣的几率都很小。汤云云点了点头，武刚这次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牺牲太大了，从绝世妖孽变成了普通天才，简直如同从天上掉到了地面上。对于武刚这种绝世妖孽来说，或许这会比死更加令他难受。真龙巢入口，一些年轻的修士们相继赶到此地，开始离开真龙巢。现在已经是第6天下午了，明天便是第7天了，很多人都不敢再待在里面了。王兄，你这次收获怎么样？张兄，我这次找到了一株千年雪灵芝，哈哈，踏入神桥境有望了。我找到了一枚通天果，将来可以帮助我多开辟一座洞天，嘿嘿。不得不说，真龙巢还真是一座宝地，这里面的宝物实在太多了。可惜我们的实力只能在外面转一转，听说核心地带的宝物更多。核心地带你就不用想了，听说那里出现了7、8头真龙遗种，有许多天才都死在其中。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人抓住一头真龙遗种？众人一边朝着出口走去，一边议论纷纷。就在此时，吼！突然，一道凶兽的怒吼声从不远处浩荡而来，震动虚空，惊得众人耳朵发麻，不由得纷纷转头看去。只见不远处，一个年轻的少年和一头赤红色的真龙遗种并肩而来，令得众人目瞪口呆。天哪，竟然真的有人收服了一头真龙异种！那是江浩然，不愧是拥有神王体的绝世妖孽，居然收服了一头真龙异种。这下他怕是要压过李成帝了。李成帝算什么？你们难道没有听说吗？李成帝和江浩然在核心地带都双双败给了混沌圣地的萧云。有这种事情吗？那萧云是谁？竟然这么厉害！众人一片议论，沸腾不已。江浩然皱了皱眉，他似乎听到了萧云这个名字，脸色略微有些阴沉。毕竟上次他被萧云击败了，实在太丢人了。不过当他看到旁边的真龙异种之后，江浩然顿时满脸笑容。萧云、李成帝，你们肯定想不到我会收服一头真龙异种吧？哼，等这头真龙异种成长起来，到时候集合我们两者之力，足以横扫天下，谁能与我匹敌？江浩然眼中充满了自信，他本人就拥有神王体，现在更是得到了一头潜力无限的真龙异种，将来他们一人一龙联手，放眼天下，谁能与他抗衡？萧云和李成帝都要甘拜下风。江浩然眼中充满了自信，他带着一脸的笑容，和旁边的真龙异种双双离开了真龙巢。真龙巢外，随着一位位年轻的修士出来，早已经热闹无比，喧哗声一片。是江浩然，江浩然居然还带出来了一头真龙异种，不愧是神王体啊！当江浩然出来的时候，顿时引起了一片轰动。毕竟江浩然带着一头真龙异种出来了，这实在太醒目了，简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圣王宗的一位太上长老大笑着踏空而下，满脸赞赏地对江浩然说道：不愧是我们圣王宗的绝世天骄，江浩然，你这次表现很好，回去之后你必然会成为我们圣王宗的神子，会得到我们整个圣王宗的倾力栽培。多谢长老。江浩然也是一脸激动之色，他本身就天赋不凡，被圣王宗所重视，现在他又得到了一头真龙异种，几乎可以确定他就是圣王宗的未来。所以可想而知，接下来圣王宗会如何重视他了，绝对会倾力栽培，把他当成未来大帝而全力培养。江浩然，你放心，我们圣王宗虽然还不是圣地，但是集合我们圣王宗的全部力量来培养你，绝对可以让你超越其他的绝世妖孽。圣王宗的太上长老满脸自信。天空中不少强者都投来羡慕嫉妒的目光，这次圣王宗要发达了，不仅有了神王体，还有了一头真龙异种。就在这时，来自太初圣地的万阳辉出声问道：江贤侄，恭喜你收服了一头真龙异种，请问你是否在真龙巢内遇到了我们太初圣地的李成帝？他有没有找到杀死周飞宇等人的凶手？江浩然看向万阳辉，一脸愕然道：周飞宇他们死了吗？抱歉，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我在核心地带的确遇到了李成帝，他被萧云用阵法困住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什么？万阳辉闻言脸色大变。天空中的那些强者们此刻也都瞪大了眼睛，满脸不敢置信。他们似乎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消息，一片风暴顿时席卷全场。江浩然的话语传出去之后，顿时引起了一股风暴，席卷了整个天空。天空中一道道神念探视而来，
周围的人也都朝着这里投来震惊的目光。萧云困住了李成帝。萧云是谁？谁能告诉我萧云是谁？他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萧云好像是混沌圣地的弟子，还是帝天的徒弟？他一介凡体，怎么能困住李成帝？周围一片惊呼，天空中的那些大人物们也都露出不敢置信的目光，唯有帝天一脸笑容，仿佛早有所料。旁边的吕贤婉笑着说道：“你这个弟子真是了不得，竟然可以镇压时空之体。”帝天微微笑道：“这算什么？他将来必定会登临大帝之位。”吕贤婉有些意外地看向帝天，他曾经跟随了帝天几百年，知道眼前这个男子有多么骄傲和自负，但是如今却如此推崇一个年轻的后辈，可想而知，这个叫做萧云的年轻人究竟有多么厉害了。怎么可能？下方，万阳辉听完了江浩然的话语，顿时眼睛睁大，满脸不敢置信道：“江贤侄，你莫不是在欺骗老夫？李成帝是时空之体，是何等的天赋？你说你们几个绝世妖孽困住了他，那我还有几分相信。但是萧云是谁？他不过是一介凡体而已，是混沌圣地可以随便牺牲的一颗棋子，他怎么可能困得住李成帝？”江浩然闻言，一脸目瞪口呆，他有些不解地看着面前的万阳辉，疑惑道：“前辈，你为何说萧云是混沌圣地可以随便牺牲的一颗棋子？我和他战斗过，他的力量已经达到了90万斤，都快接近炼体境的极限了，我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是随便可以牺牲的棋子？”什么？江浩然的话音一落，周围再度响起一片惊呼声。旁边的圣王宗太上长老连忙开口问道：“江浩然，你也和那个萧云战斗过？”江浩然点了点头，他被萧云击败的事情不可能隐瞒得住，毕竟当时有很多人在观战，所以江浩然也没有选择隐瞒。他一脸苦笑道：“那萧云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当时和李成帝还有赵无极3人正在争夺菩提果，他却是突然冲了出来，先是一刀重创了李成帝，然后又打伤了我。最后我看到李成帝趁机偷袭他，却被他用阵法困住，而我则趁机逃离了那里，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周围的人惊呼不已，他们听到萧云居然一刀重创了李成帝，而且萧云居然在炼体境拥有90万斤的力量，这简直太恐怖了，令人难以置信。炼体境居然可以拥有90万斤的力量，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炼体境？万阳辉也阴沉着脸说道：“江贤侄，你说那萧云的力量达到了90万斤，炼体境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就算是李成帝，也只有70万斤的力量，你们才60万斤吧？”江浩然苦笑道：“前辈，我没有骗你，我是被他打败的，这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我根本没必要骗你。而且当时有很多人在观战，现在应该有人已经出来了吧？”说完，江浩然朝着周围的年轻修士们看去，人群中顿时有年轻的修士点头道：“我可以作证，那个萧云的确很厉害，他修炼了混沌圣地的混沌经，铸就了混沌体雏形，实力非常强大。”“是啊，我也可以作证，我当时就在现场，那个萧云以一己之力打败了李成帝和赵无极，李成帝和赵无极联手都不是萧云的对手，我亲眼看到萧云把他们击败了。李成帝凭借着速度逃走了，萧云去追击赵无极了。”周围的一些年轻修士们说道。显然当时在现场观战的一些人也都出来了，听了他们的言语，场中一片安静，每个人的眼中都充满了震惊之色。不久之后，一片沸腾席卷而起，万阳辉阴沉着脸，眼中尽是难以置信，心中更是如同惊涛骇浪一般翻江倒海。那个萧云居然这么强大，他当初怎么看走眼了？万阳辉顿时有些自责，如果不是他看走眼了，他们太初圣地这次也不会损失这么严重，甚至连李成帝都差点陨落了。幸好李成帝终究是逃了出去。万阳辉不由得抬起头，看向天空中的帝天，冷冷说道：“帝天，你们混沌圣地隐藏的好深啊，竟然连我都看走眼了。”帝天俯视着万阳辉，冷笑道：“是你有眼无珠，小看了我的徒儿，怪得了谁？”万阳辉不由得满脸愤怒，他握紧了拳头，咬牙切齿地说道：“帝天，你别太得意了，那萧云虽然在炼体境厉害，但是他修炼混沌经，迟早也会跟你一样被困在瓶颈，连天境都无法踏入。”帝天冷冷一笑，见识过萧云的恐怖悟性，他对自己的徒弟充满了信心。不过他也不会去解释，就让这些人觉得萧云无法铸就混沌体也好，这样萧云也会安全的成长起来。否则的话，太初圣地或许有人会暗中对萧云出手，这可不是帝天想要看到的。看着帝天沉默不语，万阳辉冷哼一声道：“一时的战败不算什么，只要时空之体依旧在，李成帝迟早会超越萧云，一雪前耻。帝天，我们荒古圣地和你们混沌圣地可没什么仇怨，你那徒弟未免也太狠辣了吧？”这时，荒古圣体的一位太上长老有些脸色难看的朝着帝天说道。帝天瞥了他一眼，冷笑道：“老夫记得你之前说过，我们6大圣地早有约定，但凡在真龙朝里面可以随便厮杀，不能将仇怨带出来，怎么这么快你就忘记了吗？”你荒古圣体的太上长老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这话当时是他对万阳辉说的，没想到现在被帝天送给他了，真是让他有苦说不出。就在这时，峡谷入口处传来一声惊呼，是苍天霸体出来了。武刚全身是血，气若游丝，他的伤势好像很严重。到底是谁打伤了他？
居然让他变成这副模样。峡谷入口处，武刚被一个年轻修士给扶着走出了真龙巢，他脸色苍白如纸，气若游丝，非常虚弱，再无苍天霸体的绝世风采，连满头紫发都变成了黑色。武刚太凄惨了，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的伤势太严重了，像似肉身崩溃了，身上再无一丝力量波动，如同变成了一个凡人。众人震惊不已，这还是那个傲气冲天、霸绝天下的苍天霸体吗？一个绝世妖孽怎么会落得这副模样？武刚！霸天圣地的一位太上长老惊呼一声，立刻从天而落，瞬间就出现在武刚面前，然后急忙探查武刚的情况。他一边探查，还一边向着旁边的年轻修士问道：“贤侄，多谢你送武刚出来。武刚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谁打伤他的？”年轻的修士连忙回道：“前辈，我是在半路上遇到武刚的，当时他就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仅有一丝气息。”霸天圣地的太上长老没有回话，因为他已经探明白武刚的情况了。只见他瞳孔骤缩，一脸难以置信的吼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武刚居然自爆了苍天霸体，到底是谁逼得他做出如此疯狂的事情？”周围的人听完顿时一呆，皆是惊呼不已。这片区域瞬间沸腾一片。不远处，万阳辉听到武刚居然自爆了苍天霸体，莫名的心情好了很多。这或许就是大家一起倒霉的心情吧。白云上，帝天眼睛微微一眯，他觉得这恐怕又是自己的徒儿干的。果然，在霸天圣地太上长老的帮助下，武刚终于恢复了神智。他满脸愤怒地吼道：“萧云，我不会放过你的！”说完，他再度晕了过去。但是众人已经听明白了，武刚肯定是遇到了萧云，然后被萧云差点打死，通过自爆苍天霸体才逃过了一劫。不过，就算逃出来了，没有了苍天霸体，武刚也是个废人了，再也不能成为绝世妖孽了，将来没资格再与江浩然、萧云他们争夺大帝之位了。霸天圣地的太上长老满脸悲愤，他们霸天圣地好不容易出现一个苍天霸体，居然就这样毁了。哼，他实在太狠了。然而，这是在真龙巢里面的厮杀，按照他们六大圣地的约定，真龙巢里面的恩怨不能带出来，至少在明面上，他们霸天圣地占不到什么道理。很好，霸天圣地的太上长老一把抓起武刚，眼神冰冷地看了一眼天空中的帝天，他寒声道：“帝天，你们混沌圣地好得很，我们山不转水转，下一届真龙巢再见。”说罢，他便抓着武刚踏空而去。周围的人群却是议论纷纷起来，所有人的脸上都充满了震撼之色。他们不得不震撼啊！萧云击败了李成帝、江浩然、赵无极，现在又逼得武刚自爆了苍天霸体，此人实在太强大了。而之前的萧云却没有一点名气，这简直是一匹超级黑马呀！现在很多大门派的强者都在祈祷自家子弟不要惹上萧云这个煞星。这个萧云简直太强了，已经横扫了真龙巢，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白云上，帝天眼中含笑，满脸得意之色。旁边的吕贤婉感叹道：“此子年纪轻轻，却已经有了无敌之威，比你当年还要厉害，真不敢想象他以后会达到什么地步。他一定会证到大帝。”帝天的语气充满了自信，他的眼中也充满了自信。他相信自己的徒弟萧云会证到大帝，横扫9天10地，君临诸天万界。吕贤婉微微笑道：“看来你们混沌圣地终于要崛起了。”帝天闻言，眼中充满了期待。萧云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现在，帝天只希望萧云能够快点成长，毕竟他的寿元不多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到萧云君临天下的那一天。如果能够看到，我死也无憾了。帝天暗暗叹息，他觉得这个期望恐怕很难实现，毕竟他只有不到100年的寿元了。而萧云就算天赋再高，也不可能在短短100年内证到大帝。事实上，100年内成圣都很难。在九霄大陆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圣人也有200岁，所以100年证到大帝几乎不可能。真龙巢入口处，萧云和汤云云已经双双抵达此地。萧云看着面前的入口，对汤云云说道：“汤师妹，你先出去吧，我一个人留下来就行了。萧师兄保重，祝你旗开得胜，斩杀李成帝。”汤云云点了点头，他也知道自己这点实力留在此地只会拖累萧云，还不如先出去等待萧云的好消息。目送汤云云离开真龙巢后，萧云便从空间戒指内拿出灵石，开始在真龙巢入口处布置阵法。这一次，他把乱空阵、锁龙阵、八门困锁阵这3种阵法全都布置出来了。有这3座阵法，李成帝这次必死无疑。萧云一脸自信地说道。这时，不远处有一些年轻的修士们赶来，他们正准备离开真龙巢，忽然就看到了正在布置阵法的萧云，顿时齐齐一惊。那是谁？他在干什么？好像是萧云，就是之前击败了李成帝、江浩然和赵无极他们的萧云。他好像是在布置阵法，这都已经要离开真龙巢了，为什么还要布置阵法？我明白了，他要在这里守株待兔，准备一举斩杀李成帝他们。我靠，这家伙太狠辣了，这是要赶尽杀绝啊，一点都不给李成帝他们生机。不远处，那些年轻修士们顿时连连惊呼，他们已经猜出了萧云的心思，心中纷纷震撼不已。萧云扫了他们一眼，冷哼道：“要走快点滚，否则连你们一起宰了。”这话一出，
顿时吓得那些年轻修士们脸色煞白。走，快走！年轻修士们纷纷朝着真龙朝外面冲去。萧云的强大，他们非常清楚，即使有不清楚的，也都听说了萧云击败李成帝的事情，哪里还敢留在此地，纷纷冲出了真龙朝。而真龙朝外，吕贤婉看到汤云云出来后，便马上招了招手，将汤云云带上了帝天的云朵。师尊，师伯。汤云云连忙朝吕贤婉和帝天行礼。帝天笑着问道：萧云怎么样？他没跟你在一起吗？汤云云连忙说道：师兄一直跟我在一起，他现在就在入口处布置阵法，准备将李成帝、江浩然他们灭杀在真龙朝内。哼！不远处的一朵云上面传来一声冷哼。汤云云转头看去，顿时就看到了一位老者，还有老者身边的江浩然。你居然出来了！汤云云有些惊讶，江浩然是绝世妖孽，居然没有待到第7天就出来了。江浩然阴沉着脸，同时也有些心有余悸。如果他不是收服了一头真龙异种，恐怕还真的会待到第7天。到时候他就真的要被萧云堵在入口处了，肯定必死无疑。真是岂有此理！不远处，万阳辉也听到了汤云云的话语，顿时满脸愤怒，同时他心中充满了担忧。真龙朝入口，萧云布置好3座阵法之后，便盘膝待在阵法内，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等待李成帝他们的到来。偶尔有人过来了，萧云便呵斥一声，让他们快点滚蛋。这些天，他萧云的名字也开始在真龙朝内转开，所以倒也没人傻的来挑衅他。实际上，在萧云击败张云飞之后，除了那些绝世妖孽外，就没几个人敢挑衅他了。就这样，萧云一直等到了第7天下午。这时，一名背负着长剑的少年朝着真龙朝入口走来。当他看到盘膝而坐的萧云之后，神情微微一怔。与此同时，萧云也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剑意扑面而来。他微微睁开眼眸，看着面前的少年，顿时认出了此人的身份：天剑圣地叶无尘，天生剑体。萧云继续闭上眼睛，没有理会。他不是杀人狂，只要不是招惹他的人，他便不会理会。叶无尘也没有像武刚那样嚣张霸道，当然，这也跟他听到的一些传闻有关。昨天，他就遇到了一些年轻的修士们在谈论萧云，说此人击败了李成帝，还击败了江浩然和赵无极，已经隐隐有真龙朝第1人的威势了。叶无尘一开始还不相信，后来又向一些人打听了，才确定这个事实。所以，叶无尘也没有傻的去挑衅萧云。叶无尘脸色淡漠的朝着真龙朝入口走去。当来到入口附近，他明显察觉到了阵法的波动，不由得一脸震惊的看向萧云：你居然在这里布置阵法，你想要劫杀李成帝？他不是笨蛋，萧云在这里布置阵法，又在这里堵住出口，肯定是为了杀人。至于杀谁，毫无疑问，肯定就是李成帝了。太初圣地和混沌圣地是宿敌，这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关你什么事？萧云睁开眼眸，淡淡的瞥了叶无尘一眼，便再度闭上了眼睛。叶无尘眼神一凝，目光变得犀利起来，眼中闪过一丝冷意。若是换成别人这样跟他说话，他早就一剑劈了过去。但是想到连李成帝都败给了萧云，他也没有把握对付萧云。更何况这里还有萧云布置的阵法，在这里跟萧云战斗，明显要倒霉。所以叶无尘深吸一口气，看着萧云沉声说道：没想到混沌圣地这一带出了你这样的人物，萧云，我记住你了。他日地路争雄，我在领教阁下高招。说罢，叶无尘便转身离开了真龙朝。萧云没有理会叶无尘，对方虽然天资不差，但比起赵无极、武刚、江浩然来说，还是略逊色一筹。所以萧云没把叶无尘当成是威胁，真正能够对他造成威胁的，也只有一个李成帝。这家伙的速度实在是无解，他总不能每次遇见李成帝都要提前布置阵法吧？哪有这样的好机会？所以萧云准备这次一举铲除李成帝，免得将来成为祸患。不久后，太阳即将落山，夕阳下，2道熟悉的身影从远处踏步而来，其中一人正是李成帝。李成帝一身崭新的白色衣袍，随着微风鼓动，他就像似从画卷之中走出来的谪仙一样，显得气势不凡。在李成帝的旁边，还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宛若画卷中的仙子，明眸皓齿，乌发齐腰，灵动出尘。她正是中土第一美女，素女宗圣女慕千雪。不得不说，这一对年轻男女走在一起，像极了一对金童玉女，非常般配。不过，李成帝和慕千雪2人的脸色并不好看，因为他们发现了堵在出口处的萧云。萧云，李成帝双眸凌厉，眼神摄人。自从他出世以来，在炼体境就没有败给过任何人，包括他们太初圣地老祖宗留在太初圣地的投影分身。但是他却唯独败给了萧云，甚至跟赵无极联手，他都不是萧云的对手，这是他最大的耻辱。这个家伙旁边的慕千雪，一双美眸紧紧盯着不远处的萧云，心中也充满了不可思议。当初萧云虽然打败了张云飞，让他有些意外，但是在他的眼里，萧云还是远远无法和那些绝世妖孽比肩，比起李成帝更是差远了。但是自从得知李成帝败给萧云之后，慕千雪就像似活在梦中，感到这一切都很玄幻，怎么可能有人能在炼体境打败李成帝？慕千雪感觉这一切都是在做梦，太不真实了。他一直以来都相信李成帝是无敌的，至少也是同阶无敌。李成帝，我等你很久了，今天此地便是你的目的。不远处，萧云看到李成帝到来，
顿时双眸射出2道犀利的光束，他的眼神如同刀锋一般冰冷彻骨，令得周围的温度都在急速下降。萧云，你太嚣张了！李成帝冷冷说道，他一身白袍飘动，如同一尊明月静立在那里，气质超凡脱俗，宛如一尊神邸，似有无尽神环笼罩。穆千雪听了萧云的话语，也忍不住大喝道：萧云，同为圣地弟子，你为何要赶尽杀绝？大家在真龙巢里面争锋，是为了抢夺宝物，那也就算了，但现在我们都要出去了，你为何还要阻拦我们？萧云瞥了穆千雪一眼，淡淡说道：前几届真龙巢，太初圣地对我们混沌圣地一直都是赶尽杀绝，那时候你在哪里？穆千雪的嘴唇动了动，萧云顿没等他说话，便继续冷冷说道：别跟我说那时候你还没有出世，既然那时候你管不到，现在你同样也管不到，今天我就要让太初圣地的人全部死在真龙巢。说罢，萧云又看向了李成帝，冷哼道：不怕告诉你，周飞鱼他们几个人全都是我杀的，一个都没有放过，等我再杀了你，太初圣地这次进入真龙巢的弟子便全都死光了。此话一出，李成帝和穆千雪皆是脸色一变，随即李成帝大吼一声，满头发丝狂舞，浑身杀气冲霄而起，眼神狠狠瞪着萧云怒道：萧云，今日不杀你，我便不叫李成帝。穆千雪也冷冷说道：此人手段狠毒，杀人如麻，已经彻底入魔了，今日若不能将他铲除，来日必将威胁到整个修炼界。萧云眼眸里神光激射而出，他冷冷看着穆千雪说道：圣母婊，你当我不敢辣手摧花吗？今天此地便是尔等的目的。话落，萧云已经站了起来，一股强大的威势从他体内爆发而出，如同潮水一般朝着李成帝和穆千雪汹涌而来。萧云的气势太强大了，那种扑面而来的风暴就像4天劫降临时的恐怖的威压，瞬间充斥整片天地，令得穆千雪都有一种想要跪下去的冲动。此人的实力真恐怖。穆千雪脸色一变，他第一次感受到萧云的全部气势实在太强大了，跟张云飞激战时的萧云简直就不像似是同一个人，两者相比简直就是天与地的差距。很显然，那时候萧云隐藏了实力，否则张云飞都承受不住萧云一拳之威。难怪他那时候那般张狂，不将张云飞放在眼里，原来是早有底气，信心十足。穆千雪冷着脸，他觉得萧云这种人不是正道修士，是一个大魔头。毕竟如果是正道修士，就应该光明正大，哪用得着隐藏修为？只有心怀不轨的人才会故意隐藏修为。萧云不知道穆千雪心中所想，否则的话，他就更加确定这个女人是圣母婊了，简直是他最讨厌的人。萧云，受死吧！另一边，李成帝已经朝着萧云大步而来，他脚步明明走得很慢，就跟凡人平常走路一样，在修士的眼中如同蚂蚁行走一般缓慢。然而李成帝的身体就像似跨越了层层空间，从一个点直接出现在另外一个点。李成帝的身体闪烁了几次，几乎就在眨眼之间便已经接近萧云面前了。缩地成寸，萧云眼神一眯，心中无比忌惮李成帝的速度。李成帝的空间力量可以让他缩地成寸，简直媲美弱化版的瞬间移动。而李成帝的时间加速可以让李成帝自身的速度更快一步，还有李成帝的时间减速可以让他触碰的敌人速度减慢。不得不说，时间力量和空间力量的确是天地间最可怕的2种力量。拥有这2种可怕的力量，李成帝的速度简直无与伦比，绝对是同阶无敌。这还仅仅是在炼体境，李成帝因为修为太低了，对时间力量和空间力量的开发还没有那么强大。如果等以后李成帝的实力变强了，他甚至就能直接瞬移，一刹那就能跨越千万里，那就真的很难再击杀此人了。萧云眼神犀利无比，紧紧盯着李成帝的到来，他在准备启动阵法，这次一定要将此人斩杀，否则这个敌人太恐怖了，以后绝对会是他最强大的对手。萧云虽然对自己很有信心，但他不想麻烦，能够早点轻松的解决敌人，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再麻烦？因此萧云继续故意刺激李成帝说道：李成帝，我已经等不及要让你和周飞鱼他们团聚了。这话也的确刺激了李成帝。李成帝顿时火冒三丈，他们太初圣地这次进来的人死的就剩下他一个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吼！李成帝气得怒吼一声，速度更快一步，就要踏入萧云的阵法了。萧云眼睛一眯，他早已经准备好了，阵法即将启动。然而李成帝却突然停住了，就刚好停在了萧云布置的阵法前，只差临门一脚，他就要踏入萧云的阵法了。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成帝停住了脚步。萧云眼神一凝，紧紧盯着面前的李成帝。李成帝嘴角扯起一抹嘲讽的笑容，满脸讥笑道：萧云，你以为我还会上你的当吗？既然知道你精通阵法，我早就在防着你呢。说罢，李成帝退后一步，没有继续踏入萧云的阵法之中。萧云瞳孔一缩，眼中浮现一丝意外，他冷冷说道：竟然被你给看透了。李成帝一脸冷笑道：之前是没把你放在眼里，所以才大意了，落入了你的阵法之中。但是现在我已经把你视为我最大的敌人，又怎么可能会再上你的当？不错，在上次与萧云一战之后，李成帝便已经把萧云视为他最大的敌人了。因此再次面对萧云时，李成帝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大意了。刚才当李成帝看到萧云堵住真龙巢出口后，他马上就料到萧云肯定在这里布置了阵法，
因为萧云既然早就来到了这里，那他肯定有时间布置阵法。更何况萧云也非常忌惮他的速度，必然会再次用阵法对付他。所以，即便不用小心翼翼的去探查，李成帝都能猜到前面肯定被布置了阵法。事实果然如他所料。萧云看着退后的李成帝，冷冷说道：“就算知道了，你又能奈我何？除非你不想从此的出去。”萧云，你太小瞧我了。李成帝闻言冷笑一声，随即身体闪烁之间，便已经出现在不远处。萧云瞳孔一缩，因为他看出那个地方正是他放置灵石、布置阵法的地方。砰！李成帝一拳轰击下去，就将面前的大地崩裂，将藏在其中的灵石震得粉碎。顿时，萧云布置的乱空阵便失去了一角，威力大减，即将支撑不住。刷刷刷！紧接着，李成帝又在周围闪烁起来，将那些被萧云埋在土中的灵石全部震得粉碎。顷刻之间，萧云布置的乱空阵还有锁龙阵便全部被李成帝摧毁了。李成帝还没有停止，他眼中神光激射，继续寻找着被萧云埋在土中的灵石，开始摧毁八门困锁阵。萧云此刻早已经脸色阴沉如水，他冲着李成帝大喝道：“你是怎么发现我藏灵石的地方？你也懂阵法？”李成帝一边摧毁土中的灵石，一边朝着萧云冷哼道：“我虽然不懂阵法，但是你才练体境，布置的阵法无法完全遮掩住灵石的灵气的波动，更无法将灵石和地脉融为一体。我只要调动空间之力，就能探查得一清二楚。”话落，李成帝眼中冒出银色的神光，他的身体再度闪烁了几下，将藏在土中的灵石纷纷摧毁。顿时，整个八门困锁阵都被摧毁了。萧云辛辛苦苦布置的3座阵法，顷刻之间便毁于一旦。萧云阴沉着脸，他没有阻止李成帝，因为那根本没有用。李成帝的速度太快了，他根本追不上。而且阵法已经被李成帝给发现了，便已经无法再对付李成帝了。萧云，没有阵法的帮助，这次我看你还如何跟我斗。李成帝毁掉阵法之后，眼神犀利地看向萧云，目光中充满了自信。李成帝，你以为我只有靠阵法才能对付你吗？笑话，我只是想借助阵法轻松一些罢了。你还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萧云冷冷望着面前的李成帝，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便已经席卷而出。大言不惭，李成帝话音未落，便已经冲到萧云身后，一掌狠狠地轰击过来，炽烈的荧光顿时将萧云淹没了。金钟罩！萧云在看到李成帝出手的时候，便已经施展了金钟罩，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速度比不上李成帝，只能用防御战技来抵挡李成帝的攻击。轰！突然之间，一只光芒炽烈的手掌像似一座大山一样，狠狠地撞在萧云的身上，令得他体表的金色护罩一阵颤抖，就像似大海中席卷而起的波浪一般。萧云暗暗一惊，果然，李成帝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在萧云刚刚施展完金钟罩的时候，他的攻击便已经来临了。不过，这一次李成帝的攻击力似乎变强了。萧云有些意外地看向不远处的李成帝，李成帝此时也瞪大了眼睛，他满脸震惊地看着萧云，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你的金钟罩怎么比以前更强了？要知道，我如今已经拥有了80万斤的力量，不可能打不破你的金钟罩。”萧云闻言恍然大悟，他盯着李成帝冷笑道：“原来你是增加了10万斤力量，难怪敢大言不惭地说要击败我。不过很可惜，我也增加了10万斤了，达到了炼体境的极限。你居然拥有了100万斤力量！”李成帝闻言脸色大变，眼中充满了震惊和不敢置信。100万斤的炼体境极限，这是他们太初圣地祖师爷都没有达到的程度，甚至都没人敢想象这个层次。因为在无数岁月以来，就只有一个人达到了这个程度，那便是混沌圣地的祖师爷，那位横扫9天10地、无敌诸天万界的混沌大帝。而现在，萧云居然也达到了这个境界，难道他真的能够铸就混沌体，成为第2个混沌大帝吗？李成帝心中翻江倒海，对于萧云这个人，他显得更加重视了，他的眼神也更加凝重了。眼前这个人绝对是他未来地路上的大敌。萧云想要提前杀死李成帝，李成帝自然也想要提前杀死萧云。2个人的眼中都充满了绝世杀机，如同绝世神刀出世，展现出最犀利的锋芒。杀！杀！2个人没有再废话，因为他们都从彼此的眼神之中看到了沸腾的杀机，所以也不需要废话，直接上去干就是了。轰隆隆！萧云有金钟罩护体，哪怕速度不如李成帝，他也丝毫不惧，反正李成帝不可能瞬间攻破他的防御。而且他还有太极神掌这门防御战技，就算金钟罩被击碎了，他也能够及时布置防御。至于李成帝，则仗着无敌的速度，不断的挪移身体，从4面8方攻向萧云，占据了绝对的上风。2人打得非常激烈，李成帝的掌势非常刚猛，而且快速，不断的轰击在萧云的金钟罩上面，就像似磅礴大雨一般，密布整个天空，覆盖整个大地，让萧云无处可躲。而萧云却是以不动应万变，撑起自己的最强防御，伺机出手。虽然他很少能够攻击到李成帝，但是他只要一旦攻击到了李成帝，那么他的无敌力量便能一举将李成帝轰飞出去。所以看上去是李成帝占据上风，但实际上李成帝却已经吃了不少亏了。这就是力量的绝对差距，哪怕有无敌的速度也难以改变，除非李成帝可以攻破萧云的防御，才能依仗他那无敌的速度击败萧云。
但是很可惜，萧云早在混沌圣地的时候就已经在防着李成帝的无敌速度了。他师尊帝天帮他参考的金钟罩和太极神掌都是属于防御类的超级战技，如今更是被他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这使得他的防御力在同级别算是最强的。即便是混沌大帝在炼体境，防御力也不如萧云。更何况萧云还有一个杀手锏，那便是小李飞刀。唰！瞧中一个机会，萧云手中不知道何时飞出了一把银色飞刀，如同闪电一般杀向李成帝，在半空中划过流星般的轨迹，显得不可捉摸。这一瞬间，李成帝心中一突，有一股剧烈的危险直觉涌上心头。唰！飞刀激射而来，正对着李成帝的脑袋，速度快如闪电，迅如奔雷。下一刻，飞刀贴着李成帝的头皮飞过，刀身上银光闪烁，如同冰冷的寒芒。李成帝心中一寒，虽然关键时刻他躲避开来了，但是他的额头几根毛发被削掉了，让他心悸不已。哼！萧云看到李成帝躲过一劫，不由得心中有些遗憾。刚才那个时机，他可是好不容易才抓住的，下次再想要抓住这个时机，恐怕就很难了。毕竟李成帝又不是白痴，他知道萧云的飞刀这么厉害，肯定会非常警惕，有所防备了。当然，萧云也没指望自己一个飞刀就能斩杀李成帝，否则这个时空之体就太弱了。萧云有自己的打算，但见他手中飞刀不断的激射而出，像似雨布席卷整个天地，将面前的李成帝淹没了。刷刷刷，一大片飞刀齐刷刷的激射而来，令得李成帝无处可逃。但是李成帝的速度依旧很快，他就像是一个空间精灵一样，在地面上不断的挪移闪烁，躲避着一柄柄射向他的飞刀。不过这么多的飞刀数量太多了，也逼得李成帝不断的后退，根本无法接近萧云。然而这样一来，李成帝虽然无法攻击到萧云，但是萧云也就无法攻击到李成帝了。萧云，我不陪你玩了，等到下一次圣地交流会，我会当众打败你，证明时空之体更胜于混沌体。李成帝见状，知道自己奈何不了萧云，也就不想再跟萧云浪费时间了。毕竟这已经是第7天了，谁知道真龙巢的阵法什么时候关闭？万一忽然关闭了，把他们全部关在这里面，那他们就都死定了。于是李成帝便闪身来到穆千雪身边，带着他一起朝着真龙巢入口处激射而去。想走吗？萧云看着他们的身影，眼中寒光一闪，冷哼道：我允许你们走了吗？话落，一道道银色飞刀被他射向了穆千雪，令得此女脸色大变。李成帝见状，也不由得怒喝道：萧云，你太过分了，这是你我之间的战斗，为何要牵连其他人？萧云冷笑道：战斗？你当时玩过家家吗？抱歉，我不是在和你战斗，我只是想要杀你。说完，萧云射向穆千雪的飞刀更加猛烈了。李成帝急忙拉着穆千雪闪躲，但是带着一个累赘，他的速度也减慢了很多，终于被其中一柄飞刀击中，贯穿了肩膀，带起一片血雾。萧云，你太卑鄙无耻了！李成帝忍着肩膀上的剧烈疼痛，他咬着牙，一脸愤恨地朝着萧云骂道。旁边的穆千雪也是一脸愤怒地瞪着萧云，娇喝道：萧云，你已经彻底入魔了，没救了。像你这样的人，以后绝对会成为我们九霄大陆的祸害，导致生灵涂炭。见女人找死！萧云眼神一冷，他早就想要杀这个圣女婊了，当即再次射出一片飞刀，将李成帝和穆千雪都给吞没了。快走，你先离开这里！李成帝大吼一声，挡在穆千雪身前，替他挡住那些飞刀，并且喝令穆千雪速速离去。成帝！穆千雪惊呼一声，看向李成帝的美眸之中充满了感动。俗话说，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感情才是真正的爱情。穆千雪这一次是彻底感动了，从此以后，他的心中恐怕只有李成帝一个人，再无其他人了。既然你们这么感情深厚，那就一起下地狱去吧，也好结个伴。萧云冷哼一声，他忽然之间有点感觉自己成了大反派了。不过修炼界就是这般残酷，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容不得他手下留情。更何况对敌人的手下留情，便是对自己的残忍。萧云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他射出去的飞刀更加猛烈了，像成片的雨幕席卷而起。在混沌圣地的时候，福伯足足给他打造了10万柄飞刀，他进入真龙巢之后并没有使用多少次，所以还剩下好几万柄，现在才射出去几千柄呢。走，快走！李成帝挡在穆千雪身前，让穆千雪速速离开真龙巢。穆千雪也知道自己留在此地只会拖累李成帝，便忍着心痛，朝着真龙巢入口飞奔而去。他转头看向萧云时，眼中充满了怨毒和愤怒。萧云，你这个大魔头，迟早会人人得而诛之。萧云一脸冷笑道：魔头？等我正道大帝，君临天下的时候，你们的坟头草都有3丈高了。你这样的魔头，永远也别想正道大帝，只有李成帝才能正道大帝，你注定会成为他的踏脚石。穆千雪恨恨地瞪了萧云一眼，便转身朝着真龙巢入口冲了出去。轰！就在此时，一座巨大的阵法升腾起来，将穆千雪给困住了，阻止了他离开真龙巢。什么？李成帝大吃一惊，随即一脸愤怒地瞪着萧云，怒喝道：你居然还有一座阵法！萧云一脸冷笑道：那种明面上的阵法是我故意摆给你看的，这座锁龙阵才是我真正的杀手锏。说罢，萧云一边继续射向李成帝飞刀，一边朝着真龙巢入口飞奔而去。
李成帝，你敢破坏阵法，我就先杀了穆千雪。萧云一边进入阵法之中，一边对李成帝冷笑道。李成帝脸色一变，他现在固然是可以在外面破坏萧云的阵法，但是等他破坏完阵法之后，估计阵法里面的穆千雪就已经被萧云给宰了。毕竟穆千雪和萧云的实力差距太大了，所以李成帝咬了咬牙，就马上跟着萧云进入了阵法，阻止萧云击杀穆千雪。来得好！萧云看到李成帝进入阵法之中，顿时大笑一声，便朝着李成帝一拳轰杀过去。他出手迅若奔雷，身影快如闪电，而李成帝的速度却被阵法削弱了很多，在萧云的步步紧逼之下，显得束手束脚，被萧云打得节节败退。杀！萧云大喝一声，将九转霸拳催动到了巅峰，100万斤的力量彻底爆发出来，就像是火山喷发一般，炙热的能量席卷整个天地。唰！萧云这一拳如同追星赶月一般，快速欺身而进，一拳狠狠地砸向李成帝的胸口，炽烈的拳头绽放出金色的光辉，恐怖的力量如同决了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轰！关键时刻，李成帝身体向左边横移几分，然后一掌迎击了上去，拳掌交击之余，爆发出恐怖的爆炸声，有灿烂的光芒席卷而出，就像是给两人都披上了一层神辉，如同两尊战神在激战一般。一阵激烈的搏杀，当两人快速分开之后，李成帝感觉自己的双臂发麻，手掌都在剧烈颤抖，他心中震惊于萧云的恐怖力量。100万斤极限的恐怖力量，在炼体境绝对是无敌的。李成帝若非达到了80万斤的力量，再加上时空之体的增幅，否则他早就被萧云给一拳打败了。微微调整了一下战斗方式，李成帝不敢再跟萧云硬碰硬，他将他的时空之体发挥到了极致，不断的闪躲萧云的攻击，穿梭于阵法之中，伺机寻找机会离开。因为李成帝非常清楚，他现在还不是萧云的对手，再继续留下来，他必死无疑。好在这时候穆千雪已经离开了阵法，从真龙巢入口出去了，这也使得李成帝再无后顾之忧。只是形势对李成帝越来越不利，因为有锁龙阵的存在，李成帝的速度被限制了很多，他再也无法靠速度来摆脱萧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成帝的伤势便越来越严重，战力也一直在削弱。反观萧云却依旧生龙活虎，精神状态都在巅峰。像这样的战斗，我可以打几天几夜都没事。萧云一脸自信，眼中神光激射，他体内血气汹涌澎湃，如同一头人形真龙，威势无匹。而对面的李成帝却早已经气喘吁吁，双臂剧烈颤抖，肩膀上还有被飞刀洞穿的伤口在不断的流血，使得他越来越虚弱。胜利的天平早已经倾向了萧云这边，李成帝的陨落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萧云没有给李成帝拖延时间的机会，他一个跳跃，狠狠地轰杀向李成帝，恐怖的力量奔涌而出，震得虚空都在烈烈作响。轰！李成帝咬牙一掌迎击上去，炽烈的银色光辉席卷而出，他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都调动起来，对抗着萧云这一拳。砰！在萧云的恐怖力量之下，李成帝终究是挡不住，他只感觉双臂一麻，整个人便被一股汹涌而来的巨大力量给击飞了，并且连连喷血。受死吧，李成帝！萧云大喝一声，挥动着炽烈的光拳，继续杀向李成帝，乘胜追击。李成帝脸色一变，随即他像似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猛地咬了咬牙，两只眼睛猩红地瞪着萧云，怒吼道：萧云，这是你逼我的，今天就算拼着两败俱伤，我也要杀死你！话落，李成帝的体表涌现出一股赤红色的火焰，一股汹涌澎湃的血气从他身上一举爆发，就像是一座大火山被引爆了。萧云眼睛紧紧盯着面前的李成帝，因为他发现李成帝的力量在不断的变强，以那种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强着。仅仅一瞬间，李成帝的力量便增加了10万斤，达到了90万斤，而且他还在继续增强着。是自爆了时空之体吗？萧云眼中金光乍射，他见识过武刚自爆苍天霸体，所以他马上就想到了李成帝也自爆了时空之体。不过看到李成帝体表的火焰，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因为武刚自爆了苍天霸体，一瞬间就增加了40万斤力量，达到了100万斤极限。但是眼前的李成帝却只是增加了10万斤力量，接下来增加的速度也变慢了，估计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100万斤极限，这不如武刚那样猛烈。萧云，你逼得我燃烧时空之体，今日若不杀你，我必定誓不罢休。与此同时，李成帝已经化着一道银色闪电朝着萧云冲来，他速度快到了极致，就算锁龙阵也无法削弱他了。因为此时的李成帝力量已经达到了100万斤，跟萧云一样达到了炼体境的极限。在强大的力量之下，即便阵法都已经无法限制他了，毕竟这只是最简单的阵法。轰！李成帝一掌狠狠地轰击而来，是正面轰击，因为他对自己现在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同样是100万斤的力量，他的时空之体是至尊体，而萧云的混沌体还仅仅是雏形，在同境界根本不如他。砰！萧云微微侧身，他双手挥动九转霸拳迎击上去，同时腰间猛地用力，强大的力量顿时如同火山爆发，又像斯拉满的弓弦，猛地往前一拳轰击过去。轰轰！震耳欲聋的响声传出，萧云的拳头和李成帝的手掌狠狠地撞在一起，两人都是100万斤的力量，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出来了，就像是两座大山狠狠地撞在一起，强大的力量溢散出去，
将他们脚下的大地都给裂开，周围的土地更是不断的翻滚着，显得一片狼藉。与此同时，萧云身后的30条大道头影也携带着一股磅礴的威势，朝着对面的李成帝镇压过去。但是李成帝的背后犹如一片蓝色的海洋席卷开来，在这片海洋之中，还有一轮璀璨的明月缓缓升空，银色的光辉顿时洒遍整个天地，让萧云的大道头影无法再前进一步。仅仅混沌体雏形而已，等你练成真正的混沌体，才能与我的意象抗衡。李成帝冷笑一声，眼中充满了自信。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他背后的璀璨明月便化着一柄银色的神刀，携带着一股绝世锋芒，朝着萧云斩杀过来。轰！萧云的大道头影被神刀斩中，顿时在剧烈颤抖，就像似要崩溃了一般。这一刻，李成帝的海上生明月意象将萧云的大道头影给镇压了下去。显然，在意象上，仅仅是混沌体雏形的萧云，明显要逊色了李成帝一筹。不过，萧云并不在意，他施展出金钟罩，凭借着强大的防御力，以不变应万变，朝着李成帝杀去。李成帝也顺势杀来，两人的动作皆是快如闪电，几乎同时出现在彼此的面前。然后你一掌我一拳，打得越来越激烈。轰！在激烈的搏杀之中，萧云第一次被人给正面击飞出去了。虽然他并没有受伤，甚至连他体表的金色护罩都没有破碎，但这却是他第一次被同阶修士给打飞了。萧云眼中射出冷光，如同寒冷的刀锋一般，死死盯着对面的李成帝。很好，能够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我感到很兴奋，我的体内都开始热血沸腾了。话落，萧云再次冲向了李成帝。这一刻，他眼中充满了惊天的战意，他不再对李成帝敌视，而是把李成帝视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大敌。对于强者，萧云还是非常尊敬的，因为他们值得尊敬。不过，这更加激发了萧的战意，他仰天大吼，浑身血气沸腾，宛如炙热的岩浆在他的体内汹涌激荡。轰轰轰轰轰轰！地面上，两个人不断的激烈搏杀着，强大的力量不断的碰撞着，爆发出一道道震耳欲聋的声音。他们脚下的地面早已经被那一股股溢散出来的力量给轰炸的一片狼藉，就连萧云之前布置的锁龙阵都已经彻底崩溃了。这两个达到炼体境极限的绝世妖孽激战起来，动静比那些聚气境的修士都要可怕，就像4两头幼年的真龙在激烈搏杀一般。轰！萧云战到发狂了，他满头黑发狂舞，一根根发丝都爆发出绚丽的神辉，他的拳头打得越来越猛烈，一道道光拳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与他的拳头一起打向了李成帝。时间减速，时间加速！李成帝对萧云的九转霸拳深有体会，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马上就催动时空之体，将时间的力量完美的给运用了出来。同时，失去了阵法的限制，李成帝的速度更快了，他后发先至，一掌狠狠地拍向萧云的后背。早就等着你呢！萧云头也不回，拳头却已经如同长枪一样甩向了后方，强大的力量震得虚空颤动，与李成帝的掌印狠狠地撞在一起。砰！在激烈的交锋之中，两人的身体皆是倒飞出去了，只是萧云退得更远，但他没有放弃继续攻击，因为在倒飞的途中，他手中射出了一道道银色的飞刀。刷刷刷刷刷！银色的飞刀如同雨滴一般密集，不断的封锁李成帝的闪避路线，逼迫的李成帝只能闪躲后退，无法再继续接近萧云。萧云冷冷盯着李成帝，不屑道：“你的力量只是暂时的，等到时间一到，你的力量就会减弱，而且时间拖得越久，你的时空之体都要被你给烧毁了。”李成帝脸色一变，随即他顾不得再击杀萧云，便朝着真龙巢入口冲去。他想要逃离此地了，否则时空之体被燃烧完了，那他就跟武刚一样，以后再也不是绝世妖孽了，连成圣的几率都变得非常小。这可不是李成帝想要的结果。刷刷刷！没等李成帝飞向真龙巢入口，萧云的飞刀便齐刷刷的杀来，逼得李成帝只能后退。同时，萧云也站在了真龙巢入口前，他冷冷看着李成帝说道：“想走，没那么容易，今天你必死无疑。”萧云站在真龙巢入口前，手中的银色飞刀不断的射出去，不给李成帝靠近这里的机会，也逼得李成帝迅速后退。李成帝，老子的飞刀有的是，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够坚持多久。萧云一脸冷笑，他的100万斤力量是实打实的修炼出来的，而李成帝是燃烧时空之体得来的，但是他的时空之体还很弱小，这时候燃烧也支撑不了多久。而且一旦时空之体被烧毁了，那他就跟武刚一样，以后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天才，再也没资格跟萧云斗了。当然，因为萧云拦在入口处，等到李成帝的时空之体燃烧殆尽后，等待他的便是死亡，他可没有武刚那么幸运能够逃出去。萧云！李成帝咬牙切齿，满脸愤怒地瞪着萧云，他身上炙热的火焰剧烈燃烧，银色的光辉越来越耀眼，有一轮巨大的明月从大海中升腾起来，冲着萧云压去。轰隆隆！萧云全力施展九转霸拳，金钟罩也被他运行到了极致，他攻防一体，全力阻止着李成帝的接近。同时，一柄柄银色飞刀带着炽烈的光芒，朝着李成帝击射而去。吃！李成帝的胳膊上被银色飞刀留下一条血痕，因为他在全速冲刺，所以无法全部避开萧云的飞刀。如果李成帝选择退后的话，那么这些飞刀肯定伤不到他，但是李成帝在前进，
在朝着真龙巢入口前进。时间对他来说非常紧急，如果不能快点逃出去，他的时空之体就要燃烧殆尽了，到时候他就死定了。所以哪怕受伤了，李成帝都不再后退，而是全速前进，冲向真龙巢入口。轰！萧云一手挥动拳头，一手射出飞刀，不断地抵挡着李成帝的接近。刷刷，银色的飞刀在李成帝的身上留下了一道道伤口，鲜血流淌出来，将他那洁白的衣袍都给染红了。去死吧，萧云！突然，李成帝硬生生承受着萧云的一拳，用自己的急速靠近萧云，一掌狠狠地轰在萧云的金钟罩上面。噗！这一掌还没有落下，李成帝自己就先喷出一口鲜血，显然他这一掌用了禁忌招数，有巨大的副作用。不过他这一掌的威力很强大，直接就打碎了萧云体表的金色护罩，连萧云的太极图都被打碎了，震得萧云连连后退。杀！李成帝彻底疯狂了，他不顾自身的伤势，大吼一声，便携带着身后的明月异象，朝着萧云轰杀过去。砰！因为速度太快了，萧云根本来不及躲闪，就被李成帝狠狠一拳击中胸口。噗！这一拳轰得萧云大口喷血，他脸色阴沉，这是他进入真龙巢以来第一次受伤。不过萧云在幻魔塔磨砺了那么久，曾经和无数混沌圣地的昔日天才战斗，他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在这关键时刻，他手中出现了一把黑色战刀，斜劈而上，砍断了李成帝的左臂。啊！李成帝惨叫一声，脸色都扭曲了，显得非常狰狞。毕竟左臂被砍断了，让他实在太疼了，而且令他伤势更加严重。但是李成帝也是一个狠人，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不能退后，否则的话，已经伤势严重的他不可能再是萧云的对手。因此，李成帝咬着牙继续冲向前方，趁着一拳打伤萧云的时候，终于越过了萧云，冲向了真龙巢入口。咔嚓！萧云眼神寒冷无比，他猛地用力将手中的玄铁战刀甩了出去，像似一道流星激射而去。顿时，这把重达36万斤的黑色战刀，在萧云100万斤力量的振幅下，画着恐怖的速度，狠狠地扫向李成帝的双腿。噗！没有丝毫阻挡，李成帝的双腿都被玄铁战刀给斩断了，鲜血喷洒而出，残肢断体抛向远处，剧烈的疼痛，疼得李成帝脸色都扭曲了。萧云李成帝惨嚎一声，这一刻他无比凄惨，左臂被斩断，双腿被斩断，原本潇洒的他，现在近乎成了一根人棍。但是李成帝终究不凡，他竟然凭借着自己的强大意志，硬生生用仅剩下的最后一只右手，在地面狠狠的一抓，借助着这股反作用力，使得他的残躯飞向了真龙巢入口。马德，真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萧云看到这一幕，也不得不佩服李成帝的坚强意志，但他并没有就此放过李成帝，而是挥手射出5柄银色飞刀，这也是他仓促之间能够动用的唯一手段。毕竟他和李成帝还有一段距离，根本不可能及时的赶过去阻止李成帝离开真龙巢，只能用这5柄飞刀斩杀李成帝了。好在这个时候的李成帝早已经用完了身上的力量，时空之体也不再燃烧，整个人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所以他根本无力躲闪掉萧云的飞刀，被5柄飞刀全部射中。在李成帝的残躯飞入真龙巢入口的时候，萧云隐隐看到自己的5柄飞刀，其中有一柄插在了李成帝的心脏之处，还有一柄插在了李成帝的小 JJ 之处。萧云觉得李成帝死定了，而且连小 JJ 都保不住，真是可怜啊！真龙巢外，先前因为汤云云的话语早已经引起了一片沸腾，所有人的眼睛都紧紧盯着真龙巢的入口，因为他们知道萧云正在真龙巢入口处守着李成帝，这2位绝世妖孽恐怕会爆发最惨烈的一战，所以他们都想知道谁才能活着出来。而在穆千雪狼狈不堪地冲出来时，一双双目光都激射而来，紧紧盯着穆千雪。穆姑娘，成帝现在如何？太初圣地的万阳辉一见到穆千雪出来，顿时迎了上去，还有素女宗的一位太上长老也急忙飞了过来。在场其他人的目光也都看向了穆千雪，一双双耳朵都竖了起来，他们非常想知道里面现在是什么情况。穆千雪看到万阳辉，便美眸含怒，一脸愤然地说道：萧云疯了，他是个大魔头，居然用我来威胁成帝。成帝为了救我，现在被他阻在里面。哼！天空中传来一声冷喝，震得穆千雪身体一颤，脸色煞白。万阳辉转头狠狠地盯着帝天，怒斥道：帝天，你竟然以大欺小，欺负一个小辈！刚才那声冷哼正是帝天传出的他。只见他脸色冷漠，眼神冰冷地说道：真龙巢里面的厮杀是我们6大圣地共同商定的，里面的仇恨也不得牵扯出来，所以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小辈就能随意污蔑我们混沌圣地的圣子，再有下次，老夫亲手斩你！穆千雪吓得脸色一白，旁边的素女宗太上长老也不敢顶撞，混沌圣地就算再没落，也要比他们素女宗强大。万阳辉狠狠瞪了帝天一眼，随即连忙朝着穆千雪问道：穆姑娘，李成帝现在是什么实力？他难道还无法打败萧云吗？穆千雪沉声道：成帝虽然已经拥有了80万斤力量，但是那个萧云不仅铸就了混沌体雏形，还拥有100万斤力量，达到了炼体境极限。成帝又因为救我而陷入了他的阵法之中。万阳辉闻言，顿时脸色惨白一片。周围的人听完也都是一片哗然。100万斤的力量，炼体境极限！周围众人听到这话，顿时无比震撼。炼体境居然也能够拥有这般强大的力量，
他们表示自己的认知都被刷新了。而那些人群中的天才们，此刻也都是一脸惭愧之色。他们踏入竞技领域，拥有20万斤的力量，就已经自傲不凡了。但是跟萧云比起来，他们却是差太远了。此人将来必定是我地路上的大敌。天剑圣地的叶无尘眼眸一凝，目光中充满了忌惮之色。他心中已经把萧云视为最大的对手了。另一边，江浩然也是如此。同时，他感到无比庆幸，幸亏自己早离开真龙巢一步，不然他恐怕真的要死在这萧云的手中了。至于曾经败给萧云的张云飞，此刻心中居然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因为他觉得败给这样的绝世妖孽，算不得什么耻辱，反而是他的荣幸。太厉害了，100万斤力量啊！这要是踏入了聚气境，他岂不是可以达到500万斤力量，简直无敌了。没想到混沌圣地这一带，居然出现了一个如此强大的妖孽。当年的帝天同样修炼了混沌经，但也仅仅只有30万斤的力量，比他徒弟差远了。此人未来说不定还真有可能铸就混沌体。混沌圣地这是要重新崛起了吗？天空中那些老辈强者们也都在连连惊叹。100万斤的力量，炼体境的极限，即便是以他们1000年的岁月，也是第一次见到。事实上，在九霄大陆的历史上，除了混沌大帝之外，也就萧云一个能够在炼体境达到这一步了。无图有大帝之姿，哈哈！天空中的一朵白云上，帝天摸着下巴的胡子，满脸得意，内心激动无比。旁边的吕贤婉笑着恭喜道：“你这个徒弟真是了不得，将来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是自然，帝天对萧云充满了信心。他们在上面高兴，下面的万阳辉等人却跟死了爹妈一样，一个个脸色阴沉，漆黑难看。萧云这么强大，那就代表李成帝危险了。再不济，李成帝也会被逼得跟武刚一样，自爆了时空之体，才能逃过一劫。但是如此一来，对于太初圣地来说，却是损失太大了。毕竟太初圣地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位至尊体，而且还是排名第4的至尊体，这可是有着正道大帝的盖世天资啊！万阳辉的心都在滴血。如果李成帝的时空之体真的被毁掉了，他都不知道该如何跟太初圣地的高层交代，恐怕他要自杀谢罪才行。毕竟是他当初带人去混沌圣地试探的，结果他回来后居然说萧云只是一介凡体，是混沌圣地可以随便牺牲的棋子，用不着在意。他简直太愚蠢了。如果这次李成帝出了事，恐怕太初圣地的那些高层估计会让万阳辉陪葬。该死的萧云，该死的混沌圣地，该死的帝天！万阳辉心中暗骂不已，同时目光紧紧盯着真龙巢入口，他希望奇迹可以出现。其他人也都紧紧盯着真龙巢入口，他们现在已经确定萧云肯定赢定了，唯一的问题是萧云能不能成功斩杀掉李成帝。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周围安静无比，谁都不敢说话，近乎落针可闻，大家都在等待着里面战斗的结果。砰！不久之后，一个只剩下半截身躯的血色身影从真龙巢入口内飞了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不知死活。穆千雪和万阳辉眼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李成帝，顿时惊呼道：“成帝！”两人纷纷冲了过去，周围的其他人也都朝着李成帝看去。这一看，所有人都感觉心中一寒，因为李成帝实在太凄惨了，不光左臂被斩断了，双腿也被斩断了，只剩下上半身被血色衣袍包裹着，满头长发也都胡乱披散，身上一片血肉模糊。众人实在难以想象他到底经历过什么，竟然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此外，在李成帝的身上还插着5柄银色飞刀，一柄在李成帝的左脸颊上，一柄在李成帝的右臂上，一柄在李成帝的心脏之处，一柄在李成帝的肚子上，最后一柄在李成帝的额，在他的小 JJ 处。这看得让人心中发冷，背后发凉。这个萧云实在太狠辣了，简直刀刀致命，不给李成帝一丝生机。堂堂时空之体，太初圣地的绝世妖孽，竟然落得这副下场。成帝万阳辉看到李成帝的惨况，忍不住老泪纵横，心疼的都流泪了。他连忙催动灵力，查看着李成帝的身体情况。对于李成帝的残肢，他并不在意，因为修炼界有的是宝物让李成帝恢复手臂和双腿。他担心的是李成帝胸口上插着的一柄银色飞刀，因为这把刀正好插在李成帝的心脏之上。前辈，成帝他没事吧？旁边的穆千雪美眸通红，伤心欲绝。他心中恨死了萧云，如果李成帝死了，他发誓一定会替李成帝报仇雪恨。呀，这不是太初圣地的绝世妖孽李成帝吗？怎么会这么凄惨？是谁干的啊？我萧云愿称他为同辈最强天才。就在此时，一声风凉话传来，众人转头望去，便看到萧云非常悠闲地走出了真龙巢，正一脸笑盈盈地看着倒在地上不知死活的李成帝。羞羞，帝天、吕贤婉、汤云云他们顿时从天而降，落在了萧云身边。萧云，穆千雪一脸愤恨地瞪着萧云，萧云则懒得理他。他看着正在给李成帝治疗的万阳辉，不由得向身旁的帝天问道：“师尊，这位李师兄还有救吗？”帝天眯着眼睛盯着李成帝，缓缓说道：“不好说，这最后一把刀插在他的心脏上，对他非常致命，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现在万阳辉正用他的本源之力治疗李成帝。哎，没想到李师兄年纪轻轻就落得如此下场，真是我们修炼界的一大损失啊！”萧云闻言不由得轻叹一声。穆千雪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怒视着萧云，愤然道：“萧云，
你不要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这还不都是你干的？萧云闻言正色道：穆仙子，你怎么能随意污蔑别人？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杀了李成帝？要知道，我只是一介凡体，这可是众所皆知的事情，我哪有实力斩杀一位时空之体啊？你穆千雪闻言差点气得吐血，你是凡体，你还要不要脸了？你什么你？现在你还有心情大吼大叫，还是先关心一下李师兄的伤势吧。萧云直接无视了穆千雪，随即他看到李成帝的胯下插了一柄刀，不由得惊呼一声：哎呀，这一把刀居然插在李师兄的嗨和血！师尊，李师兄的那啥还能不能保住吗？不然穆仙子岂不是要守活寡了？帝天强忍着笑，眼神盯着李成帝，沉吟道：不得不说，这一刀实在是有些精彩绝艳，正好在李成帝放弃燃烧时空之体的时候插上去的，所以引起了他时空之体的反噬，恐怕他的那啥是不容易恢复了，估计要等到他的时空之体达到小成境界，成圣之后才能彻底恢复了。萧云听完之后，不由得大声惊呼道：天哪，那李师兄岂不是要变成了李姐姐了？周围人闻言不禁面色古怪，嘴角抽搐，一个个都在强忍着笑意。穆千雪更是气得吐血，他指着萧云，双眸通红，愤怒道：萧云，你太可恶了，你这个大魔头！萧云一脸同情地看着穆千雪，轻声安慰道：穆仙子，你也不要太失望了，我自己就是一个男人，我知道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他们都只是贪恋你的身体而已，只有女才是真爱情，所以你和李姐姐一定会幸福的。萧云扑！穆千雪怒视着萧云，气得浑身发抖，忍不住再次喷出一口鲜血。萧云笑着说道：穆仙子，你的身体怎么在发抖？难道你也认为我说的对，在激动吗？哈哈，不要谢我，等你们大婚的时候给我发张请帖，我一定前去喝喜酒，我现在就提前祝福你们姐妹俩幸福快乐，白头到老。噗！穆千雪双眸赤红，急怒攻心，气得喷出一口鲜血，直接晕了过去。千雪，素女宗的太上长老狠狠瞪了萧云一眼，随即急忙带着穆千雪踏空而起，迅速离开此地。萧云也没有理会他们，他继续转头看向李成帝，不是李姐姐，他想知道这位李姐姐能不能活下来。哎，真希望她能够活下来，然后和穆千雪双宿双飞，那多美好啊！萧云觉得自己太有爱了，对自己的敌人都抱有这种仁慈之心，天下谁有？今日之后，我萧云可以被称为仁义圣子了。萧云暗暗嘀咕道。旁边的汤云云明显听到了萧云的嘀咕声，他忍不住扑哧一笑。帝天和吕贤婉也都在强忍着笑，他们毕竟是前辈人物，到底还是要保持一份风范的。当然，就算是前辈人物，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周围的人群中都有不少人忍不住笑了，但又急忙捂住了嘴巴，憋得很难受。真龙朝外的平台上，所有人都在盯着李姐姐。此时，万阳辉已经在全力催动自己的本源之力，只见他身体散发出朦胧的白光，将他和李姐姐包裹在一起。众人可以清晰地看得到，李姐姐的伤势在迅速恢复，气息也在逐渐变强。不过，万阳辉就有些凄惨了，因为他的满头黑发已经逐渐转白，原本红润的面孔也变得越来越苍老，他宛如风中之烛，即将灭去。李成帝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不过万阳辉就惨了，他耗费了90%多的本源之力，这一次他就算不死，也只有几年寿命了。堂堂天境大能就在我们眼前即将陨落，哎，没办法，李成帝拥有时空之体，来可以证到大地，万阳辉也是在保住他们太初圣地强盛的希望。这一次李成帝燃烧了时空之体，恐怕要很久才能恢复过来，而且还需要许多的天才地宝相助才行。这倒是没问题，反正他们太初圣地家大业大，倒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周围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萧云微微皱眉，没想到李姐姐居然还能活下来，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得不说，这家伙还真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不过萧云也不在意，他对自己有信心，这次他能够打败李姐姐，将来他一定会再次打败李姐姐的。更何况李姐姐这次伤势惨重，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恢复过来，他萧云已经领先一步了。徒儿，不要在意，他已经是你的手下败将了，以后依旧不会是你的对手。帝天似乎感受到了萧云的失望，低声安慰道。萧云摇摇头，双眸之中充满了自信。我从来都没有失望，有我无敌，我不惧任何对手，因为他们注定会是我的踏脚石，助我正道大地。帝天闻言欣慰道：徒儿有此心境，吾心甚慰。哼！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一声冷哼，原来是万阳辉的治疗结束了，他终于救回了李成帝，使得李成帝的气息逐渐平稳下来，再无生命危险了。只是万阳辉的情况有些凄惨，因为他的黑发已经变成了白发，原本红润的面孔也变得苍老无比，他脸上的皮肤就跟老树皮一样，看起来简直比帝天还要苍老许多。显然，这位天境大能已经耗费了太多的本源之力，失去了近千年的寿元，已经达到了寿命的极限，估计也没有几年好活了。但是万阳辉的眼睛依旧炯炯有神，目光深邃无比，他冷冷地看向帝天和萧云，眼中没有丝毫愤怒之色，只有一股冰冷的寒意。这一世成道者，唯有李成帝。他没有说太多话，但语气却毋庸置疑，眼神也显得很坚定。显然，他对李成帝充满了信心，认为李成帝将来一定可以正道大地，洗刷今日的耻辱。李姐姐的确不凡，
我萧云很佩服他。萧云眼神嘲弄，满脸不屑之色。万阳辉没有生气，他只是冷漠地扫了萧云一眼，便对帝天说道：我先下去等你，他日你我在九幽之下，再看谁的弟子能够证到大帝。说罢，万阳辉抱着李成帝踏空而去。帝天看着他的背影，轻轻一叹道：他和我争斗了这么多年，结果却没想到会死在我徒儿的手中。以帝天的实力，自然看得出来万阳辉没几年好活了，比他还要早死一步。一位天境大能弄到这一步，可谓是凄惨无比。而万阳辉的死也跟萧云有关，算是间接的被萧云杀死了。徒儿，我们也回去吧。帝天感慨了一句，随即对萧云说道：萧师兄再见。汤云云也跟萧云打了声招呼，便依依不舍地看着他，随即被吕仙婉给带走了。萧云目送汤云云离去之后，对帝天说道：师尊，我在里面收了一个追随者，按照规矩，我是不是可以带他回我们混沌圣地？帝天闻言一愣，随即莞尔笑道：这当然可以，我们混沌圣地海纳百川，只要他愿意跟随你，那便可以跟你去混沌圣地。萧云点了点头，随即看向真龙巢入口，也不知道赵无极那家伙去哪里了，居然还没有出来。此时场上的大多人都已经离去了，只剩下少部分人还在等待着自己的弟子们出来。当然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那死亡率估计也很高了，所以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在这些人当中，还有天刀圣地的太上长老和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他们倒是没有多少担心，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弟子非常自信。毕竟柳南山和赵无极都是绝世妖孽，不可能会死在真龙巢内的。这不，众人等了一个时辰之后，赵无极就浑身是血的走了出来，显得狼狈不堪。无极，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惊呼一声，便连忙冲了下去，扶住了赵无极。师尊，我们也过去吧。萧云对帝天说道，随即就走向了赵无极。我们过去干什么？帝天有些迷惑，他们混沌圣地和荒古圣地没有多少仇怨，但也没有多少交情。萧云却是不管，他走到赵无极面前，笑盈盈的调侃道：啧啧，你怎么落得这副下场？赵无极闻言一脸苦笑道：倒霉，找李成帝的时候碰到了一头真龙异种，我本来想要收服他，没想到他的实力太恐怖了，居然拥有90万斤的力量，差点把我给打死了。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竟然还有这么强的真龙异种。萧云闻言有些惊讶，同时也有些遗憾，这要是抓来吃，那肯定很过瘾。一旁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还有帝天看着萧云和赵无极在那里很熟悉的交谈，显得有些奇怪，似乎没想到这两人的关系竟然挺好的。但就在此时，萧云却对帝天说道：师尊，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赵无极，如今是我的追随者。帝天闻言翻了翻白眼，我不认识赵无极吗？需要你来介绍吗？等等，你小子刚才说什么？帝天瞪大眼睛，一脸不敢置信地看了看赵无极，又看向萧云，震惊道：你说的那个追随者就是他？萧云点了点头。帝天顿时呆愣住了，宛如被石化了一样。不光帝天呆住了，旁边的荒古圣地太上长老也是一脸愤怒地喝道：放肆！萧云，不要以为你能够打败李成帝，就敢在我们荒古圣地面前嚣张。赵无极是他们荒古圣地的绝世妖孽，是圣子，将来甚至可以成为神子，怎么可能追随别人？他觉得萧云肯定是脑子坏掉了，有些异想天开。你可以问赵无极。萧云看着面前的荒古圣地太上长老，冷冷说道：笑话，赵无极是我们荒古圣地的圣子，怎么可能追随你？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根本不相信，他转头看向了赵无极，却发现赵无极脸色阴沉。怎么回事啊？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心中一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连忙问道：无极，你快告诉我，他说的都是假的，像你这样的绝世妖孽，又怎么可能甘心臣服于别人呢？赵无极沉默了片刻，随即沉声道：他说的是真的，我现在就是他的追随者。赵无极一诺千金，他不愿意说谎，而且他相信自己以后一定可以击败萧云，让萧云反过来成为他的追随者。什么？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惊呼一声，他满脸不敢置信地瞪着赵无极，颤颤道：你在开玩笑吗？你是我们荒古圣地的圣子，是拥有荒古圣体的绝世妖孽，你怎么可能追随别人？你是要正道大帝，君临天下的绝世天骄，怎么能追随他人？赵无极沉声道：这是我和萧云的约定，我们两人谁强谁变为主，现在他比我强，那我就是他的追随者，等我打败他之后，他便是我的追随者。旁边的帝天闻言顿时恍然大悟，他本来还在奇怪，像赵无极这样的人，即便是死也不可能会答应做萧云的追随者的，现在听了赵无极的话语，他便明白了一切。赵无极虽然不怕死，但他也不想死，所以听了萧云提出的条件之后，才愿意暂时臣服于萧云，算是给他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同时有萧云在前面压着他，赵无极也就有修炼的动力，能够继续奋发向上，将来未必不可能打败萧云，让萧云反过来成为他的追随者。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也想明白了，但他依旧难以接受，他瞪着赵无极吼道：还从来没有圣地的圣子当别人的追随者，赵无极，你会遗臭万年，成为我们荒古圣地的罪人。赵无极冷冷说道：有我无敌，我相信以后我会打败萧云，正道大帝，君临天下，届时荒古圣地也会求着让我回归。不愧是我的麾下第一大将，果然有志气，待我将来飞升仙界之后，
你便是这九霄大陆的第一强者。一旁的萧云称赞道。赵无极狠狠瞪了萧云一眼，冷哼道：“你别太得意了，早晚我会打败你。”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朝着帝天看去，脸色阴沉道：“帝天，我们荒古圣地是绝对不会允许一位圣子追随你们混沌圣地的弟子，这事情你最好要给我们荒古圣地一个交代。”帝天撇了撇嘴，不屑道：“是否追随别人是赵无极自己的事情，老夫管不着，你也别想管。”你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大恨，他转头看向赵无极，怒喝道：“赵无极，我不允许你追随别人，你现在就跟我回荒古圣地。”赵无极摇头道：“我赵无极一诺千金，岂能自食其言？若是我今日反悔了，我的心境也就留下了破绽，以后再无正道大帝的机会。”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闻言脸色很难看，他也知道赵无极一诺千金，是个极为讲信用的人，如果当众反悔的话，不说名誉扫地，也会留下心境破绽，以后的确很难再冲击地位。不过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依旧劝说道：“赵无极，就算无法正道大帝，但是你的荒古圣体只要达到大成境界，便能够叫板大帝，未必会比大帝逊色。”赵无极摇了摇头，正色道：“如果是在以前的时代，我的荒古圣体大成就能横扫天下，但是这一代是一个璀璨盛世，不仅有时空之体，还有神王体，甚至萧云还有可能练成混沌体。我若是不能正道大帝，他们就会正道大帝，以他们的至尊体，一旦正道大帝，必然会超越一般的大帝，肯定比我强大。”你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闻言无话可说，他恼怒地瞪了赵无极一眼，随即看向帝天寒声道：“帝天，这事情没完，我要先回去禀报圣主，你给我保护好赵无极，他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们荒古圣地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说完，这位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便一飞冲天，快速消失在天际。他必须要尽快将这件事情告知荒古圣地的圣主，因为这已经不是他能够处理的事情了。帝天不屑一笑，随即挥手召出一朵白云，带着萧云和赵无极赶往混沌圣地。这时候周围的一些人才惊呼不已，赵无极居然成为了萧云的追随者，萧云太厉害了，那可是一位荒古圣体啊，将来就算不能正道大帝，也能够叫板大帝，居然被他给收服了。这个萧云实在太逆天了，我感觉他会主掌一个时代，成为媲美混沌大帝一样的绝世人物。这不好说，他如果能够练成真正的混沌体，那的确有可能成为第二位混沌大帝，但如果他无法练成混沌体，那就根本没资格和李成帝、江浩然他们媲美。荒古圣地恐怕不会善罢甘休，这两大圣地不会打起来吧？这一下整个修炼界都要被轰动了，众人议论纷纷。轰！就在此时，一阵璀璨的金光将整个真龙巢都给笼罩住了。随即，众人便看到真龙巢的入口缓缓消失不见，重新变得朦胧一片，被金色的阵法所覆盖。真龙巢关闭了，那我徒弟岂不是死在里面了？啊，我的徒弟！我们门派好不容易才出现一个炼体极境，怎么会死在里面？许多人惊呼起来，纷纷怒吼，满脸的不甘心。而此时，天空中传来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以及一道震天的响声。怎么可能？柳南山居然没有出来，到底是谁杀了他？天空中仅剩下的天刀圣地的太上长老不由得满脸不敢置信，疯狂大吼道。众人也震惊不已，天刀圣地的柳南山居然死了，那可是一位绝世妖孽，是天生刀体的绝世天骄啊！到底是谁杀了柳南山？是萧云吗？混沌圣地，你最好给我们天刀圣地一个交代。天空中那位天刀圣地的太上长老咆哮几声，便化成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下面的众人纷纷震撼，他们感觉修炼界要发生大事情了，因为那个柳南山的来历不凡，身后拥有巨大的靠山。白云之上，萧云一行人正在赶往混沌圣地。除了赵无极心事重重之外，萧云师徒俩都是一脸轻松的笑容，毕竟他们这次混沌圣地大获全胜，扬威天下，值得庆贺。不过萧云想到李成帝的情况，略微有些担心地问道：“师尊，我们修炼界有没有葵花宝典和辟邪剑法这两种功法？”他突然想到李成帝现在的情况和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一个样，万一让他练成了绝世神功，那岂不是要更上一层楼？萧云有点小担心。帝天此刻的心情却是非常好，他听到萧云的话语，不由得朗声笑道：“徒儿，你是要修炼这两门功法吗？你放心，以你这次的大功劳，不管你想要修炼什么功法，我们混沌圣地都会倾尽全部之力为你去寻找。”萧云闻言脸色一黑，连忙摇头道：“师尊，还是算了，我对那两门功法不感兴趣，您就当我没说过，忘了刚才的一切。来，我们讨论一下别的事情，比如我晋升聚气境。”萧云连忙转移话题，他还真怕帝天把葵花宝典和辟邪剑法找来给他修炼。葵花宝典、辟邪剑法，难道是什么绝世神功吗？既然连萧云都这么重视，我若是得到，岂不是能够一举超越他？旁边一直在心事重重的赵无极也听到了萧云他们的谈话，不由得眼睛一亮，心中暗暗想到，他觉得萧云在意的这两门功法肯定不同凡响，一定具有强大的威力。混沌圣地，混沌圣地的圣主早已经在外等候，他旁边还有诸多混沌圣地的太上长老和长老们，这也看得出混沌圣地对这次真龙巢之行的重视。毕竟他们混沌圣地已经好几届没有参加真龙巢之行了，
被修炼界的人所嘲笑。这一次是他们混沌圣地翻身的时候，他们当然很在意。真龙朝开启7天时间，现在都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算上帝天他们来回的时间，也该回来了。一位混沌圣地的太上长老低声说道。混沌圣地圣主眸光湛湛，2只眼睛陡然射出璀璨的神光，朝着远处的天际看去。突然他脸色一动，笑着说道：有人回来了，不过是天一太上长老和楚清霄。众人闻言也都朝着天际看去。这次他们混沌圣地前往真龙朝的一共有2个人，一个是萧云，另一个就是楚清霄了。当然在他们的心中更期待的是萧云，毕竟萧云的实力比楚清霄强多了。咻！一朵白云急速而来，停在了混沌圣地山门外，正是天一太上长老和楚清霄。2人满脸笑容，看得出来楚清霄这次在真龙朝收获不错。不过他们看到混沌圣地圣主一行人之后，连忙迎了上去。见过圣主，天一太上长老躬了躬身，旁边的楚清霄也急忙行礼。混沌圣地圣主笑着说道：不必多礼，这次真龙朝之行，楚清霄有什么收获吗？楚清霄能够活着回来，他非常开心。毕竟以前他们进入真龙朝的弟子都是死伤惨重。托圣主的福，我徒儿这次表现不错，不光自身蜕变了一次，踏入了2境领域，还得到了一颗天地果。天一太上长老满脸笑容，略微有些得意地说道。混沌圣地的众人闻言顿时一片惊呼，居然是天地果，这可是能够帮助天境大能参悟天地之力的圣果，没想到楚清霄竟然能够获得这等宝物。此宝楚清霄用不着，肯定被他送给了天一太上长老。这下天一太上长老有福了，他说不定可以借此果晋升天境巅峰，未来踏入圣人境界也很有可能。没想到楚清霄这次的收获这么大，真是了不起啊！能够踏入2境领域，他将来也可能成为我们混沌圣地的圣子。混沌圣地的众人议论纷纷，一些太上长老们看向天一太上长老时，都充满了羡慕和嫉妒。天地果呀，他们也想要，可惜这种圣果太稀少了，也就真龙朝和一些境地才有。天一太上长老享受着众人的目光，心中非常得意。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超越帝天了，成为混沌圣地的第1太上长老，不，他会成为混沌圣地最强的天境大能。天一太上长老不知道这次萧云表现如何。就在这时，混沌圣地圣主开口问道。众人也都看向了天一，比起楚清霄，他们更加关心萧云。天一闻言脸上笑容一收，他淡淡说道：萧云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徒儿第4天就出来了，这也是我特地提醒过他的，毕竟他的实力在真龙朝内占不到什么便宜，只要得到宝物救出来，不能太过贪心，这样才能保住性命。混沌圣地圣主点了点头，赞赏道：你提醒的对，我们修炼者的确不能太贪心，要小心谨慎，这样才能踏足修炼巅峰。圣主，我知道萧云的一些情况。旁边楚清霄忽然说道。混沌圣地圣主闻言看向了楚清霄，笑着问道：哦，你知道什么？快说来听听。楚清霄恭敬说道：启禀圣主，我在进入真龙朝之后，从他人那里得知太初圣地的周飞宇等9人已经前去围杀萧师兄，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过萧师兄的消息了。此话一出，众人顿时呼吸一滞。混沌圣地的圣主也面露担忧之色，周飞宇的名号他也略有耳闻，听说是太初圣地仅次于李成帝的绝世天骄，更何况那9大弟子也是太初圣地炼体境仅次于李成帝的9个人，他们如果联手起来，就算李成帝也很忌惮吧。混沌圣地圣主心中不由得担心起来。对面的天一太上长老摇了摇头，讥笑道：萧云还是太嚣张了，年纪轻轻便锋芒毕露。我听说他在没有进入真龙朝之前，就当众打败了霸王宗的张云飞，连荒古圣地的赵无极都不放在眼里，行事非常霸道张狂。像这样的人注定活不长久，帝天还是不会教徒弟啊。谁说我帝天不会教徒弟？就在此时，天际传来一声大喝，众人抬头望去，顿时就看到了萧云3人乘云而归。帝天站在白云之上，更是大声吼道：我徒儿萧云这次在真龙朝内斩杀太初圣地9大弟子，重创李成帝，横扫真龙朝，达到炼体境极限，拥有100万斤力量，为我们混沌圣地扬威天下。众人闻言全都瞳孔一缩，满脸震撼。当帝天的话语落下之后，整个混沌圣地都沸腾了，众人都瞪大了眼睛，满脸不敢置信，就连混沌圣地圣主也是满脸惊喜之色。斩杀周飞宇等人，重创李成帝，拥有100万斤力量，达到炼体境极限，这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消息将所有人都给惊呆了，那一双双目光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萧云居然有这么强大，他竟然横扫了真龙朝，100万斤力量，这都能媲美他们混沌圣地的祖师爷了，这是何等的盖世天资啊！难道他真的能炼成混沌体，成为第2位混沌大帝了吗？众人看向萧云的目光都充满了炙热的光芒，他们现在越发相信萧云真的能够铸就混沌体，从而带领他们混沌圣地重新崛起。只有天一太上长老和楚清霄的脸色有些难看，天一太上长老是觉得自己又被帝天给比下去了，楚清霄则是嫉妒萧云。不过现在众人的目光都汇聚在萧云身上，他们2个人已经被边缘化了，成了2个小透明，没有丝毫存在感。哈哈，混沌圣地圣主此刻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看着面前的萧云，满脸赞赏道：“萧云，你这次干得不错，让我们混沌圣地狠狠地出了一口气，对我们混沌圣地有大功劳。我们混沌圣地向来都是有功必赏，说吧，你要什么奖励？”萧云闻言，一脸谦虚地说道：“圣主过奖了，弟子只是做好了分内之事，又岂敢索要奖励。”萧云虽然对外面的敌人心狠手辣，但是对于混沌圣地内的自己人，他还是非常谦逊有礼貌的，是个三好学生。虽然他来到混沌圣地仅仅只有1年时间，但是他早已经把混沌圣地当成自己的家了，哪有为自己家办事还需要奖励的？萧云摇了摇头，随即对混沌圣地圣主说道：“圣主，您随便给点奖励就可以了，不管是什么，弟子都不会嫌弃的。”一旁的帝天闻言，不禁满脸无语的转过头去，他感觉自己的徒弟实在太无耻了，刚才还说不要什么奖励，现在居然把皮球踢到混沌圣地圣主那边去了。以混沌圣地圣主的身份，一般的垃圾宝物他能拿得出手吗？再说弟子立下这么大功劳，你就给人家一个垃圾宝物，以后你在弟子们的心中还有威信吗？所以混沌圣地圣主肯定会给萧云一份不错的宝物，而且让混沌圣地圣主自己给宝物，可比萧云自己亲口索要更为适合。毕竟萧云如果自己亲口说要什么宝物，他要低了不划算，要高了那别人就会说他很贪婪，不管怎么样都很吃亏。但如果是混沌圣地圣主自己送的宝物，不管价值有多大，人家都不会再说萧云贪婪了，毕竟这不是萧云主动索要的。不得不说，萧云实在太精明了。混沌圣地圣主是何等的智慧，他又岂能不知道萧云的那点小心思？但是他并不在意，他只需要萧云天赋强大，并且对混沌圣地忠心耿耿，那就行了。所以混沌圣地圣主沉吟了片刻，便笑着说道：“既然如此，我便赐你一件宝物吧，希望你能够喜欢。”话落，混沌圣地圣主手中便爆发出炽烈的光芒，一柄金色的飞剑凝聚而成，化作一条金龙飞向了面前的萧云。萧云连忙抓在手中，低头看去，发现这是一把金色的5寸飞剑，上面雕刻这神秘的符文，通体金光璀璨，一看就知道不同凡响。竟然是金龙剑！据说这是圣主当年斩杀的一头刚踏入涅槃境界的蛟龙，用其龙骨炼制而成，本来是准备赠送给我们混沌圣地神子的，只是我们混沌圣地这些年来一直都没有诞生一位神子，看来在圣主的心中早已经把萧云视为神子了。也对，萧云本来就是神子，只是他放弃了神子之位，但以他表现出来的强大天赋，早晚还会成为我们混沌圣地的神子，这是圣主对萧云的认可。周围传出一些议论声，所有人都显得很震惊，似乎没想到混沌圣地圣主会把金龙剑送给萧云，这已经不是一把剑的问题了。金龙剑的价值不在其剑，而在其意。帝天在一旁摸着胡子，显得很满意，笑容满面。虽然这把金龙剑并不是很珍贵，但是帝天知道，真正珍贵的是这把金龙剑所代表的含义。它代表圣主的重视，代表圣主已经认可萧云为神子了。这就像帝国皇帝让一位皇子入住东宫，虽然还没有正式册封太子，但已经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了。这不，周围那些太上长老们在看向萧云的目光时，都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之前就算萧云再厉害，他们都将萧云视为一个晚辈，最多以后有点潜力。但是现在，那些太上长老们都开始把萧云视为同层次的人物了，不敢再把萧云视为弟子了。这就是区别。混沌圣地圣主这样做，几乎就已经钦定萧云为混沌圣地第一圣子，或者说是准神子。只要萧云以后修为变强了，打败了其他的混沌圣地圣子，就能真正晋升为混沌圣地神子了。萧云起先还不明白这些，听到帝天的传音解释之后，便恍然大悟，随即连忙朝着混沌圣地拜谢道：“多谢圣主赐剑，以后弟子必将用此剑斩杀大敌，扬我混沌圣地之威。”混沌圣地圣主赞赏的点了点头：“好，这才是我们混沌圣地圣子该有的风范。你心中无敌，才能一直无敌。”继续赞赏勉励了一番，混沌圣地圣主这才打量着萧云身后的赵无极，他眼中突然射出一道神光，一脸震惊道：“此子怎么会拥有荒古圣体？”什么荒古圣体？周围那些太上长老们也都震惊了，纷纷朝着赵无极看去，顿时让赵无极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就连天一太上长老也注意到了赵无极，他惊异道：“这是赵无极，是荒古圣地的圣子，他怎么来我们混沌圣地了？”众人闻言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是赵无极啊！他们也都听说过这个人，不过他来我们混沌圣地干什么？混沌圣地圣主也是一脸疑惑的看向了帝天和萧云。不等萧云说话，帝天便抢先笑着说道：“赵无极已经决定跟随萧云，如今是萧云的追随者。”说完这句话，帝天便感觉心里面很爽，因为他已经能够想象到眼前众人听完他的话后会有怎样的震惊表情了。一旁的萧云不禁撇了撇嘴，师尊也真是的，居然抢在自己前面装逼，您老人家付过版权费了吗？什么？他是萧云的追随者？怎么可能？果然，包括混沌圣地圣主在内，所有人都惊呼不已，感觉到难以置信。混沌圣地的众人实在太震撼了，他们感觉到难以置信。毕竟赵无极可是拥有荒古圣体，而且还是荒古圣地的圣子。像他这样的人，目标都是正道大帝，哪里会成为别人的追随者？就算萧云打败了赵无极，也不可能逼得赵无极当他的追随者。这种绝世妖孽都是宁死不降，
心性意志坚定无比，所以就连混沌圣地圣主都显得很震惊。他看着面前的萧云，有些激动地问道：“萧云，帝天太上长老所言属实吗？”不是他不相信帝天太上长老，实在是这个消息太震撼了。圣主，我师尊说的是真的，赵无极现在就是我的追随者。萧云闻言微微笑道，随即还转头对赵无极说道：“哎，跟我们圣主打个招呼。”赵无极冷哼一声，不过还是朝着混沌圣地圣主躬身行了一礼。晚辈赵无极见过混沌圣地圣主。周围的众人都是一脸目瞪口呆，这下没人再怀疑帝天话语的真实性了。毕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人家赵无极自己都没有反驳，还听从萧云的命令，那还有什么可质疑的？混沌圣地圣主按捺住心中的震撼，他深吸一口气，对着赵无极露出温和的笑容，说道：“赵无极，你不必多礼。虽然你是萧云的追随者，但我们混沌圣地不会埋没你的天赋。以后你在我们混沌圣地地位等同于其他的圣子，享受和那些圣子一样的待遇。”赵无极听完，心中有些感动。毕竟作为萧云的追随者，说的难听一些，他其实就是一个仆人。而现在，混沌圣地圣主居然给他圣子的地位，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好消息，至少他以后的修炼资源不会缺少了。所以，赵无极再次躬身行了一礼，恭敬说道：“多谢圣主。”周围混沌圣地的其他人对此并无异议，毕竟赵无极的天赋太强了，拥有荒古圣体这样的至尊体，未来就算不能证到大地，那一旦荒古圣体大成，也能叫板大地。就算以后赵无极回归荒古圣地，但有了这一段香火之情，等赵无极强大了之后，也会造福混沌圣地，这算是提前投资，而赵无极也值得他们这样投资。安抚好了赵无极之后，混沌圣地圣主便对帝天说道：“帝天太上长老，你先送他们回去，再来与我详谈。”是，圣主。帝天点了点头，他知道萧云收服赵无极这样的大事情，圣主是不可能不过问的，毕竟荒古圣地那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一个大麻烦。帝天随即招来白云，带着萧云和赵无极赶往地峰。与此同时，在天刀圣地的一座神殿门口，一位太上长老重重地跪在地上，他正是护送柳南山前往真龙朝的那位天刀圣地太上长老。此时，这位太上长老跪在地上，朝着面前的神殿拜服道：“启禀神子，老朽惭愧，未能平安带回圣子殿下，还请神子责罚。”神殿之中静悄悄的，过了半晌，才传来一道平淡的声音：“你何错之有？当初我们六大圣地共同决定将弟子送往真龙朝内磨砺，南山死在其中，也只能是他技不如人，怪不得别人。”不过，随着最后两个字传出，神殿的大门猛然打开，一道高大的身影走了出来。他英姿勃发，体魄强健，面容刚毅，30多岁的样子显得很稳重。跪在地上的太上长老不禁抬头看去，刚好对上了一双可怕的眸子。那是怎样的一双瞳孔？如同璀璨星河一般，重重闪耀其中，日月星辰都在虚空之中沉浮，还有一尊上古神人举起神斧，开天辟地。刹那间，这位太上长老就感觉眼前一黑，便再也看不到什么景象了。他的脑海中只有一道响亮的话语声在回荡着。不过，我对那位斩杀南山的年轻人非常好奇，不知道他将来是否够资格成为我地路上的对手。天刀圣地神子，有着霸刀之称的柳天都淡淡说道。他背负着双手站在神殿之前，眺望着远处天际，重瞳开合间，一道道闪电在破碎虚空，令得周围的空间都扭曲了。他的眼眸就跟一座太古深渊一般，令人沉沦其中不可自拔。而跪在地上的太上长老连忙低着头，他心中震撼不已。柳天都仅仅是看了他一眼，就让他这位天境大能近乎失去了反抗力。上古重瞳威名果然名不虚传。地峰，帝天将萧云和赵无极送到地峰之后，便匆匆离去了。前来迎接的福伯、林小雅、席春雨三人都是一脸激动之色。师兄，我就知道你能够横扫真龙朝，不愧是我师兄，你果然是最厉害的一个。林小雅一脸兴奋地说道。福伯也微笑道：“猪祝贺少主凯旋归来，萧师兄真厉害。”席春雨眨着美眸，看向萧云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异彩。之前帝天的声音太响亮了，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所以他们也都知道了萧云的惊人战绩。哈哈，你们都还好吧？萧云哈哈一笑，跟三人打过招呼之后，便将赵无极介绍给他们认识。福伯三人自然又是一番震撼。赵无极则冷冷说道：“没事的话，我先去修炼了，等到了聚气境，我会再次挑战你。”萧云也不在意赵无极的语气，他对福伯笑着说道：“福伯，你给他安排一个地方吧。”是，少主。福伯点了点头，便带着赵无极离开了。哼，都成了我师兄的追随者了，还这么嚣张，真当他还是荒古圣地的圣子吗？林小雅撇嘴道。萧云笑着说道：“那你还真说对了，他虽然是我的追随者，但是在我们混沌圣地的地位依旧等同于圣子，这是圣主亲口说的，所以你没事不要去招惹他。”我知道了，师兄。林小雅点了点头，他只是有些看不惯赵无极对萧云的态度，可没傻的真去招惹赵无极。萧云微微一笑，随即对席春雨说道：“席师妹，劳烦你送我去幻魔塔，我要在晋升聚气境之前先挑战一下幻魔塔。”之前他在炼体境排名第10，这一次他准备打败祖师爷，夺得炼体境排名第1，
那可是能够奖励100次顿悟，这么丰厚的奖励，他可不会错过。混沌圣地，萧云搂着席春雨御剑飞行，非常潇洒自在。他怀中的美女则是一脸娇羞，眸光如春水诱人，霞飞双颊。不过，在他们的身后，有一双嫉妒的眼神正死死地盯着他们，那就是林小雅了。可恶，明明我也会御剑飞行，为什么师兄找席师姐而不找我？难道我比席师姐差吗？林小雅嘟着嘴，咬着银牙，一张俏脸气鼓鼓的，圆溜溜的大眼睛狠狠地瞪着前面的席春雨，显得很不开心。萧云瞥了身后的林小雅一眼，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还仅仅是丫头片子的林小雅，自然不能跟席春雨相提并论，她可不傻。当然，萧云是不会沉迷于温柔乡的，他的目标可是正道大地，横扫诸天万界，成为修炼界的最强者。所以，萧云很快就把心思放在了修炼之上。此时，他正在观看自己的系统，他发现自己的顿悟次数已经增加到了233次了。不得不说，这一次去真龙巢，收获实在太大了。萧云感到很兴奋，如果等他打败祖师爷，夺得炼体境第1名之后，那就能够再次增加100次顿悟。届时，他就算无法铸就真正的混沌体，但也应该足以铸就半部混沌体了。半部混沌体可比混沌体雏形强大多了，本身他就媲美2阶神体，甚至无限接近1阶至尊体。像萧云的师尊帝天便拥有半部混沌体，所以他才能名列混沌圣地第1圣子，曾经更是横扫同辈，跟重瞳争锋。在他那一辈的绝世天骄之中，他都是数1数2的。由此可见，半部混沌体有多么强大。萧云不禁有些期待，催促席春雨加快御剑的速度。继续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幻魔塔便已经出现在萧云的视线里。萧云顿时提起精神，与席春雨、林小雅两女一起降落下去。这御剑飞行还真是方便，等我打败了祖师爷之后，就马上踏入聚气境，冲击神桥境。萧云看着席春雨收起飞剑，不由得暗暗想到，乘坐别人的飞剑，哪有自己踩着飞剑飞行爽？萧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感受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滋味了。当下，萧云便转头对席春雨和林小雅说道：“我先进去，你们稍等片刻。”两女点了点头，随即萧云便进入了幻魔塔。幻魔塔内经常有弟子前来，所以很快就有人发现了萧云，便立马将这个消息传了出去。不用说，以萧云如今在混沌圣地的声望，众人一听到他来幻魔塔，便马上蜂拥而来了。甚至就连一些长老、执事们都匆匆赶来观望，因为他们已经猜到萧云要做什么了。毕竟萧云才刚刚回来，现在还是炼体境的修为，而他这次又达到了炼体境极限，和祖师爷一样拥有100万斤力量。就算是傻子都知道萧云这次要挑战祖师爷了，这可是一件大事情。混沌圣地的祖师爷位列修炼者每个境界第1名，简直就是镇压千万年岁月的无敌人物。如果萧云能够在炼体境击败祖师爷，那就太厉害了，简直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而且还是名留青史的最强历史记录。所以就连一些混沌圣地的太上长老们都纷纷赶到幻魔塔这里了。而此时萧云已经进入了幻魔塔内。幻魔，我要挑战炼体境历史最强者第1名。进入幻魔塔之后，萧云便马上喊道：“如你所愿！”幻魔那熟悉的声音再次在萧云脑海中响起。下一刻，萧云便听到面前的黑暗虚空之中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萧云眯着眼睛，眸光凝重，满脸严肃地朝着前方看去。他知道此人就是混沌圣地的祖师爷，那位曾经无敌诸天万界的混沌大帝，这才是真正的大人物，曾经镇压了一个时代的至强者。老实说，萧云此刻心中非常激动，就像是爆发的火山，沸腾不已。能够与祖师爷在同境界一战，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如果他今天能够击败祖师爷，那就创造了一个最强的奇迹，整个修炼界都要震动。我一定能赢！萧云眸光战战地盯着面前那道若隐若现的身影，眼神之中爆发出一股无敌的信念，如同磐石一般坚定。即便是面对祖师爷，面对曾经的混沌大帝，萧云依旧充满了信心。有我无敌，我才是最强的。给我时间，我将超越祖师爷，横扫9天10地，无敌诸天万界。萧云眼眸越来越亮，宛如一颗流星划开漆黑的夜空，朝着前方的一道身影射去。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身影，看起来跟萧云差不多年纪。他身材修长，体型强健，周身被朦胧的大道符文所包裹，弥漫着一片混沌之光，散发着一股破人的压力。萧云心中一凝，猛地感到有些压抑。他知道这是年轻时候的祖师爷，是祖师爷在炼体境留下的幻魔投影，但即便如此，祖师爷就已经显露出超凡入圣的无敌威势了。不愧是祖师爷，给我的压力远远超过了燃烧时空之体的李成帝。萧云紧紧盯着面前这个年轻的祖师爷，眼神无比的凝重。按道理来说，燃烧了时空之体的李成帝也拥有了100万斤力量，跟他还有祖师爷一样，都达到了炼体境的极限。然而面对李成帝时，萧云并没有太大的压力，最多是李成帝的速度给他造成了一些困扰。但是眼前这个祖师爷却是让萧云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那种强大的压迫感实在太沉重了，让他感觉被一座大山压在身上一样。瞬间，萧云就知道这个祖师爷非常强大，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但是萧云眼中没有露出丝毫胆怯，有的只是一股勇往直前的惊天战意。
他开始展现出自己的混沌体雏形意象，30条大道投影在他的背后显露出来，释放出璀璨的光芒。祖师爷，弟子萧云今天便要打败你。萧云平淡的话语中充满了无敌的自信，在这片黑暗虚空之中回荡着。对面的祖师爷看向萧云，一道电芒从他双眸之中激射而来，带着一种摄人的恐怖气息，就像似一尊神邸在俯视万灵，凌驾于众生之上。轰轰轰轰轰轰！与此同时，在祖师爷的背后，3000条大道投影冲天起，展现出无匹的威势，令得这片虚空都被凝固了。恐怖的压迫感似乎将这里的空气都给抽干了。听说萧云又去挑战炼体境历史最强者了，他都排名第10了，难道还想要挑战第1名吗？你猜对了，萧云这次达到了炼体境极限，拥有了100万斤力量，都能媲美咱们祖师爷当年了。他肯定是奔着挑战我们祖师爷去的。什么？这家伙也太疯狂了吧！难道他还想要打败祖师爷吗？那可是天生混沌体，无敌万界的混沌大帝啊！在萧云挑战祖师爷的时候，消息便已经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顿时引起了一片沸腾。许多的混沌圣地弟子都开始御剑赶往幻魔塔，一些太上长老和执事们也都纷纷驾云而来。幻魔塔外早已经堆满了拥挤的人群，一眼望去，黑压压的人头一大片，简直人山人海。估计小半个混沌圣地的修炼者都赶过来了，甚至还有不少鼎鼎有名的年轻天骄都来了。那是圣子楚一剑，据说他快要踏入涅槃境界了，在我们混沌圣地的圣子当中排名第3。排名第1的圣子孙爵也来了，他是我们这一代最有希望成为神子的天骄。没想到半路突然杀出了个萧云来，他心里肯定不甘心。那是赵无极，是拥有荒古圣体的绝世妖孽，没想到他会成为萧云的追随者，简直令人不敢置信。众人张头四顾，议论纷纷。人群中一些混沌圣地的天骄们都紧紧盯着前面的幻魔塔，他们的心情有些沉重，毕竟萧云带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而且萧云的声望也越来越大，几乎已经压过了他们这些老辈圣子，让这些绝世天骄们感到非常无奈。不过这也没办法，谁叫萧云的战绩太彪悍了？什么神王体、时空之体，还有荒古圣体、苍天霸体等等至尊体，全都在同境界败给了萧云。这样的战绩举世瞩目，即便放眼整个修炼界的历史，也只有混沌大帝做到过。而现在萧云更是要挑战他们的祖师爷，也就是混沌大帝了，这如何能够不让人震撼？不过看着前方的幻魔塔，有人郁闷地说道：可惜不能观战，真是一场遗憾。其他人也都点了点头，表示深有同感。毕竟这无数岁月以来，只有萧云和混沌大帝2个人在炼体境达到了极限，拥有100万斤力量，所以他们在炼体境的战斗可以说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乃是开天辟地后第一次炼体境的极限之战。这样的战斗就算是对那些太上长老们来说都非常的具有吸引力。我听说幻魔塔是被我们混沌圣地的一位老祖所掌控，如果他出手的话，或许应该可以让我们观战。一位长老低声说道。就在此时，一道刺目的神光从幻魔塔之中激射而出，涌向了整个天穹，在高空中显露出一片巨大的灰色空间。众人震惊地抬起头，顿时就看到了萧云和祖师爷站在那片灰色空间内，他们正在互相对持着。是萧云和祖师爷！哈哈，那位老祖果然出手了，这下我们有福了，可以亲眼目睹这千古未有的炼体境极限之战。看来这一战连圣人都被惊动了，估计我们混沌圣地的老祖们也都在观战。众人顿时兴奋不已，能够亲眼目睹这场战斗，对于他们来说实在太激动了。人群中那些绝世天骄们还有赵无极也都紧紧盯着那片灰色空间，他们的眸子里爆发出耀眼的光辉。对于他们来说，萧云就是他们未来的竞争对手，而这一战是他们能够判断出萧云实力和潜力的机会。幻魔塔内，萧云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幕，也不知道自己和祖师爷的战斗会被幻魔塔给公开了。当然就算知道了，他也不在意，毕竟引起几波惊呼声还能给他带来一些顿悟次数。此时萧云的心神已经全都放在对面的祖师爷身上，因为萧云感到非常震撼，看着面前祖师爷背后的那3000条大道投影，他感受到了一股无敌的威势，比李成帝的海上生明月异象还要令人震撼。而他自己的30条大道投影和祖师爷的3000条大道投影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蚂蚁与大象的巨大差距。这就是真正的混沌体吗？萧云眼中射出炽烈的神光，混沌体的强大让他非常激动，毕竟早晚有一天他也会铸就真正的混沌体。萧兄，怎么会是你？就在萧云震撼的时候，一道声音突兀的在这片灰色空间内响了起来。萧云瞳孔骤缩，一脸惊愕的看着对面的祖师爷，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祖师爷，是您在说话？他心中非常震撼。修炼者留在幻魔塔之中的幻魔投影并没有任何主导意识，只能留下一句机械的话语。但是祖师爷刚才说的话明显带着主动的疑问。当然让萧云更震撼的是，祖师爷为什么会叫我萧兄？萧云心中非常震惊，双眸紧紧盯着对面的祖师爷，他感觉祖师爷的这个幻魔投影明显带着主导意识，不像其他人的幻魔投影那样呆滞和木讷。此时对面的年轻祖师爷也在看着萧云，
他眼中露出一丝迷惑：“祖师爷，你叫我祖师爷？难道原来如此？哈哈，时间还真是奇妙。”年轻的祖师爷一脸恍然大悟，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显得非常的高兴。萧云满脸疑惑不解地问道：“祖师爷，您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会有自己的意识？”年轻的祖师爷看向萧云，微微笑道：“这座幻魔塔是我幼年捡到的一件圣兵，原本我留在其中的幻魔投影是没有意识的，后来我证到大地之后，便在其中留下了意识。”萧云恍然大悟。不过让萧云有些不解的是，祖师爷跟他说话的语气并没有像他的身份那样高高在上，反而带着很亲切的感觉，像极了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这就古怪了，他可是地球穿越过来的，可不认识这个世界千万年以前的混沌大地啊！萧云心中非常疑惑。幻魔塔外，一群人在那里抬头看着天空中的那片灰色空间，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疑惑，因为他们发现萧云和祖师爷在那里对峙了很久，却始终没有动手，像是在说话聊天一样。可是幻魔投影不都是只能留下一句话吗？然后就直接开打吗？众人心中疑惑不解，就连那些太上长老还有暗中观看的老祖们也都充满了疑问。还没开打吗？看来我们来得很及时啊！帝天大笑一声，跟混沌圣地圣主一起到来。混沌圣地圣主看着面前的灰色空间，眼中露出一丝疑惑。萧云似乎在跟祖师爷对话，难道祖师爷留在幻魔塔之中的幻魔投影有自己的意识？帝天一愣，随即摇头苦笑道：“这我也不知道，毕竟这么多年以来，也就萧云有资格挑战祖师爷，其他人可没资格挑战祖师爷。”混沌圣地圣主点了点头，没有资格挑战祖师爷，也就不知道祖师爷留在幻魔塔内的幻魔投影是否有意识。幻魔塔内，萧云看着对面的祖师爷，连忙问道：“祖师爷，你怎么会认识我？”这是他心中最不解的问题。祖师爷可是千万年以前的人物，就算他是大帝，也不可能算到千万年以后的事情吧？哈哈，这个以后你自会知道。现在让我看看你在炼体境的实力。当初你可是跟我吹嘘过，说你在炼体境万古第一，今天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在吹牛。祖师爷大笑一声，便朝着萧云一拳轰击过来，炽烈的拳光笼罩大地，令得虚空都在震颤。我什么时候跟您吹过牛？萧云心中埋汰，不过这个时候他也没机会再跟祖师爷交谈了，对方已经出手了，而且一拳就展现出恐怖的力量，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哪敢再分心说话。轰！萧云当即就迎击上去，携带着恐怖滔天的力量，100万斤的力量全部爆发，使得他的身体就像是一颗导弹激射而出。面对祖师爷，萧云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对方的实力比李成帝强大多了。他们终于动手了！幻魔塔外，一群人惊呼而起。他们看到天空中那片灰色空间里，萧云和祖师爷画着2道璀璨的光束，就像是2颗巨大的流星一样，狠狠地撞在一起，爆发出刺目的光芒，声音如同惊雷一般炸响。轰！这不是一般的对决，而像是2尊太古战神在搏杀，巨大的力量溢散出来，令得周围的虚空都在震颤，让这片天地都在轰鸣，能量波动无比剧烈，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而随着萧云和祖师爷的激烈战斗，他们背后的意象也在剧烈碰撞着，一道道大道投影镇压虚空，洞穿苍穹，神光汹涌澎湃，如同一片浩瀚汪洋席卷而来。观战的人都是一脸骇然，萧云和祖师爷2人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太过恐怖了，根本不像是2个炼体境的修炼者在战斗。一些聚气境的修炼者扪心自问，如果他们身处那片灰色空间，恐怕光是萧云和祖师爷激战的余波都能将他们瞬间秒杀。可以说，无论是萧云还是祖师爷，都是可以越级杀敌的超级妖孽。这2个人都已经踏入了9境领域。一个太上长老感叹道：“竞技领域1境最弱，9境最强，万古以来能够踏入这个境界的天骄简直屈指可数。”另一位太上长老也是感慨连连。传说9境领域又被称之为神魔禁忌，意思就是凡人难以踏入，只有神魔才有资格位列其中。人们议论纷纷，都被萧云和祖师爷的战力给震撼住了。而在幻魔塔内，萧云和祖师爷的战斗也越来越激烈了。主要是祖师爷的实力太强了，逼得萧云不得不全力以赴，爆发出自己的全部战力。但即便如此，萧云依旧被祖师爷压着打，仅靠金钟罩和太极神掌的强大防御力才能勉强支撑。不错，竟然将多门战技给推演到了究极战技境界，单论悟性，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难怪曾经连那位大帝都对你的悟性很赞赏。祖师爷一边说着，一边纵身而来，挥拳轰向萧云，拳势刚猛无敌，拳意霸道绝伦，一往无前，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气势。这是9转霸拳。萧云一眼就认出来了，看来这门超级战技就是祖师爷创出来的，而祖师爷施展出来的9转霸拳自然也属于究极战技境界。好在萧云同样已经把这门战技给推演到了究极境界，所以他也施展9转霸拳迎击了过去。轰！2人拳光爆发，力量都是同样的强大，但是祖师爷背后的3000条大道投影镇压而来，立马就击溃了萧云的混沌体雏形，轰得他连连倒退。萧云感到很憋屈，他的力量跟祖师爷一样强大，但是在体质上，他的混沌体雏形明显比不上祖师爷那真正的混沌体。不过想到祖师爷刚才的话语，萧云还是惊疑地问道：“祖师爷，
你说的那位大帝是谁？难道在你的时代还有一位大帝存在吗？他可是听说过大帝无法同处一世，一世只能出现一位大帝，因为一旦有人证道大帝，那么他的道就会凌驾于万道之上，所以也就压得别人无法证道大帝了。除非等这位大帝飞升仙界或是陨落，才会出现第二位大帝，那是一位禁忌大帝，我不能提起他的名号，待你日后自会知晓。祖师爷脸色肃然，没有回答萧云的问题，他依旧挥动着炽烈的光拳，不断的轰向萧云。轰！萧云挥拳迎击，心中却很震撼。那位大帝到底是谁？就连祖师爷都似乎很尊敬，但为什么这样强大的大帝却没有留下一点传说？因为在修炼界最古老的大帝便是混沌大帝，而在混沌大帝之前还有什么大帝，修炼界的人便不知道了，也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仿佛在混沌大帝之前是一片空白的历史，也好像那篇历史被一只黑手给抹除了。两人虽然在对话，但是他们之间的搏杀却并没有减轻，反而越发激烈了。轰！突然，萧云身如利剑，撕裂虚空，化作一道闪电冲向了祖师爷。他一拳狠狠地砸来，就像是一座火山突然爆发了，展现出炙热沸腾的恐怖力量。不错，祖师爷面露赞赏之色，除了体质的差距，萧云的实力跟他已经不相上下，绝对称得上炼体境第一。然而接下来萧云还是再一次倒飞出去，祖师爷的异象太恐怖了，3000条大道投影封锁虚空，携带着磅礴的威势，令得萧云难以抵挡。这比李成帝时空之体的异象强大多了，难怪混沌体会被称为诸天万界第一至尊体。但是萧云心中依旧充满了无敌的信念。只见萧云眼中射出璀璨的神光，他体内力量汹涌澎湃，宛如炙热的岩浆流淌在他的全身经脉之中，使得他的身体释放出炽烈的光芒。祖师爷，我承认您很强，是我遇到的最强大的炼体境修炼者，但是这次我不会败。萧云大吼一声，再次冲向了祖师爷。他开始激发自己的潜力，爆发出120%的强大战力。萧云的气势在不断的往上攀升着，变得越来越恐怖了。他衣衫猎猎作响，身体光芒璀璨，宛如一尊神灵在复苏。萧云开始激发自己的潜力了，他不想败给祖师爷，他要成为炼体境第一人。祖师爷又如何？混沌大帝又如何？我萧云才是最强的！萧云大吼着，眼中涌现滔天的战意，他浑身上下的毛孔全部张开，喷发出一道道璀璨的神辉，在他身后的30条大道投影都开始融入他的体内，与他合为一体。这使得萧云的战力更加强大了，每一击都携带着异象的增幅之力，宛如真龙出击，笑傲9天。战！萧云信心大增，他主动向前冲了出去，再度挥动9转霸拳，爆发出惊世战力，与面前的祖师爷激烈搏杀。你很聪明，祖师爷挥拳抵挡着萧云的攻击，满脸赞赏之色，但他并没有学习萧云那样融入异象，因为萧云的异象弱一些，被他的异象完全克制住了，所以留着也没有用，反而融入自身，更加能够增强萧云的实力。但是祖师爷的异象非常强大，能够封锁虚空，形成一片强大的领域，让祖师爷的战力更加强大。这样的异象释放出来，比融入自身更加的能够增幅祖师爷的实力。轰！萧云挥动拳头砸向面前的祖师爷，他拳光无比炽烈，喷发出璀璨的神辉，就像似一尊太阳爆炸了，释放出恐怖滔天的威力。这一刻，萧云显得神威如雨，气势无匹，不可阻挡，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无敌气势，就连幻魔塔外的观战者们都感到灵魂在战栗，非常惊悚。轰！祖师爷明显感受到萧云的力量在变强，他眼神凝重起来，挥拳迎击上去，如同鹰击长空，带着迅疾而又刚猛的气势杀向前方。一拳轰出，强大的力量如同一条长江大河般浩荡而来，排山倒海的威能席卷了天空与大地。而在他的背后，3000条大道投影也陪着一起轰杀过来。轰隆隆，神光迸发，宛如天穹炸开，虚空似乎都要破碎了。这两个人的激烈交锋，令得幻魔塔外的所有人都在震撼。他们原本以为这两人的实力已经全部爆发出来了，但是没想到他们居然还在继续提升战力。轰轰轰轰轰！灰色空间内，萧云和祖师爷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了，他们的双拳不断的碰撞着，就像是一颗颗彗星彼此撞击，展现出毁灭般的恐怖力量。最后，一片刺眼的光芒席卷出来，将他们的身体都给覆盖了。光芒之中有恐怖的声响传出，就像似一道道惊雷在轰炸大地。萧云和祖师爷已经战到疯狂了，两个人的力量都被他们给催动到了极致，他们的每一拳都带着自身的最强力量，每一次碰撞都震得虚空动荡不安。他们就好似两尊太古战神在激烈的战斗着，那种冲天的气势几乎撕裂了云霄，强大的战斗意志令所有人都感到惊颤。这场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双方都开始拼命了。两人的搏杀也越来越凶险了，每一拳都携带着的致命的威胁。杀！萧云大吼一声，汹涌澎湃的神光自他身上爆发，势若燎原的狂扫而出，炽烈的光芒仿佛连虚空都要扭曲了。砰！忽然，萧云狠狠的一拳打在祖师爷的胸口，震得祖师爷大口喷血，这是他第一次伤到了祖师爷。不过祖师爷的拳头也狠狠地击中了萧云，那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就让萧云像炮弹一样倒飞了出去，口中连连喷血。
然而两人在停住身子之后，便立刻再次纵身杀去，谁也没有继续后退。轰！祖师爷举起拳头，恐怖的拳意冲天起，他的气势瞬间攀升到了巅峰，周围空间之中的力量都被他吸取而来，顺着他的拳头狠狠地砸向萧云。砰！萧云挥拳迎击而上，硬拼祖师爷的拳头，但却被祖师爷的意象给轰击得连连后退，最后更是被祖师爷一拳打得吐血倒飞出去。杀！祖师爷再度纵身而来，乘胜追击，而萧云也没有丝毫畏惧，他直接冲了上去，挥拳迎击祖师爷，他的眼眸无比炽烈，目光中充满了沸腾的战意。这一刻，萧云心中没有丝毫畏惧，没有丝毫害怕，有的只是一股无敌的信念以及必胜的决心。祖师爷也是一样，他早已经将自己的全部战力给释放出来了，陪着他背后的混沌体意象与萧云激烈的拼杀着。战斗进入白热化之后，战况也越来越惨烈了，无论是萧云还是祖师爷都开始负伤了，而且他们的伤势也越来越严重。但是相反，他们的战斗显得更加激烈了，他们的体内似乎拥有着无尽的力量，哪怕负伤了也没有丝毫减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祖师爷，我一定会击败你！萧云突然大吼一声，只见他体表的金钟罩顿时溃散，环绕着他的太极图也化作星光散去，然而他身上爆发出来的气势却越来越强大了。对面的祖师爷感受到萧云的力量在不断的提升着，他眼中顿时露出凝重之色。你居然放弃所有的防御，准备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为攻击吗？只有如此，我才能击败你。萧云眸光湛湛，眼中神光激射而出，他猛地挥动拳头，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可怕气势，朝着祖师爷轰杀过去。这一刻，萧云放弃了防御，把全部的力量都凝聚为攻击，他的眼中充满了决心。这一战他不会败，只能赢。真是一个疯子啊！这么疯狂的人，我只在苍天霸体和荒古圣体的身上感受到过。祖师爷感叹一声，也提起了全部的战力，挥动着九转霸拳，朝着萧云迎击而去。两人都展现出自己最强的力量，准备一决雌雄。轰隆隆！当他们两人的拳头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周围的声音却瞬间消失了，仿佛时间和空间都陷入了静止。一股玄之又玄的力量在他们周围溢散着。萧云和祖师爷对视一眼，两人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不可思议，他们同时心神俱震。紧跟着，一片浩瀚的世界在他们的脑海中展现出来，那是一片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世界，简直太庞大了。一座座神山耸立苍穹，一条条长江大河贯通宇宙虚空，有仙人在九重天炼丹，有战神在苍穹之上战斗。这是一座波澜壮阔的浩瀚世界。这一刻，刹那永恒，时间完全停止了，空间也被凝固了。只有那片浩瀚的世界形成一幅又一幅壮观的画面，在萧云和祖师爷的脑海中闪现着。这是什么？萧云看着对面的祖师爷，虽然他说不出来话，但他知道对面的祖师爷明白他的意思，这是一种很神奇的心灵感应。这是佛门说的彼岸，也是我们修炼者的终极目标仙界。祖师爷看着对面的萧云，眼中也充满了不敢置信。我们两个人的最强一击彻底超越了炼体境的极限，与大道形成共鸣，开启了阿赖耶识，看到了未来仙界的一些画面。什么？萧云闻言无比震撼。萧云心中非常震撼，那片浩瀚的世界竟然就是传说中的仙界。也对，只有仙界才会那么的波澜壮阔。萧云心中不禁升起一股向往，那样的世界实在太具有吸引力了。不过让萧云好奇的是，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周围的时间和空间全部静止了，但是他们的思维还能够运用，而且他们还能够感受到彼此心中的想法。就像此时，祖师爷就明显接收到了萧云心中的疑问，他笑着说道：这是一次大机缘，你我的至强一击超越了炼体境的极限，与大道形成共鸣，开启了我们的阿赖耶识。当然，我这只是幻魔投影，真正开启阿赖耶识的只有你。阿赖耶识？萧云闻言有些疑惑，这是什么东西？是某种境界吗？祖师爷笑着说道：不错，阿赖耶识就是一种境界，不过它是属于佛门中的某个境界。佛门有80，眼、耳、鼻、舌、身，意为前60，第70为莫那识，第80便是阿赖耶识。似乎知道萧云对这些不懂，祖师爷继续解释道：阿赖耶识心乃是万法之根本故，乃是含藏着能令人成就佛果自信之唯一心体故，出世间无漏法亦皆含藏在阿赖耶识心中故，成佛之功德亦含藏在阿赖耶识心中故。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在干什么？萧云听着祖师爷的解释，一脸目瞪口呆，他表示对这些佛门知识一窍不通。祖师爷摇了摇头，对萧云说道：简单的来说，阿赖耶识就是万法之源，就是大道的中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不管你懂还是不懂，你只要知道这是一个大机缘，你赶紧修炼一门战技，说不定可以借此突破到大道战技境界。萧云这下明白了，他没有丝毫犹豫，马上开始推演转霸拳，毕竟这是最能够发挥出他肉身战力的战技，而且这门战技如果变强了，还能够滋养他的肉身。系统开始使用顿悟，萧云不知道这个阿赖耶识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他自己的悟性肯定不够用，还是先开挂吧。下一刻，萧云就在阿赖耶识的静止空间内进入了顿悟状态，他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毕竟无论是开启阿赖耶识还是进入顿悟状态，
那都是千载难逢的大机缘。而在阿赖耶识中进入顿悟状态，那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也就萧云开挂了才能做到。祖师爷不是说究极战绩最强吗？怎么上面还有一个大道战绩？开挂了就是不一样。萧云一边推演着九转霸权，还一边询问道。祖师爷有些无语，这时候你不好好推演战绩，问那么多废话干什么？简直是在浪费机缘。不过祖师爷还是解释道，大道战绩是只有正道之后才能展现出来，像我如果是在大地境界使用九转霸权，那这九转霸权便是大道战绩，因此在大地境界之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大道战绩，所以究极战绩便是最强的战绩。祖师爷看着萧云继续说道，而你运气不错，竟然在正到大地之前就开启了阿赖耶识，进入了只有大地才能进入的万道之源，这是你唯一可以练成大道战绩的机会。当然能不能练成，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你的悟性。悟性？萧云微微一笑，满脸自信，拥有顿悟系统的他表示这东西根本就不成问题，毕竟他是直接开挂了。萧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如果他练成了大道战绩，是否能够令得他的肉身再次蜕变，再次增加力量？当然可以蜕变。祖师爷感受到萧云心中的疑问，笑着说道，如果你能够练成大道战绩，至少可以增加50万斤到100万斤的力量。什么？萧云闻言满脸震撼，能够增加这么多，这岂不是翻倍了？他还以为只能增加10万斤力量呢。大道战绩蕴含着道的纹理，哪怕是一片树叶、一根杂草，在蕴含了道的纹理之后，都能瞬间变得跟刀剑一样锋利。祖师爷感叹道，这是正到大地后才能够拥有的手段，所以大地才能天下无敌。你若是练成了大道战绩，那就会得到大道的馈赠，肉身自然能够蜕变，而且这次蜕变会让你的肉身变得非常强大。具体能够增加多少力量，还得看你的悟性以及你渡的天劫威力。天劫？萧云闻言惊疑道，不是只有圣人才会有成圣劫吗？祖师摇头笑道，除了成圣劫之外，你若是在某个境界打破了极限，那就会能引来天劫。你这次若是领悟了大道战绩，那我估计以后你每次突破到下一个境界都会引来天劫，这不是要天天被雷劈了吗？萧云闻言一脸郁闷。祖师爷看着萧云的表情，在知道萧云的想法之后，不由得摇了摇头，一脸无语。这种机缘别人渴望而不可求，他居然还嫌弃，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轰隆隆！就在此时，萧云的身体忽然爆发出一阵璀璨的光芒，沸腾的血气升腾起来，赤霞如火焰般灿烂。远远望去，萧云的体内就好似有一尊神炉在燃烧，炙热的火焰将他整个人都给吞没了，在虚空之中熊熊燃烧，磨砺着他的肉身，让他的肉身开始发生蜕变。与此同时，天地间有神秘的经文声响起，大道垂落下千万缕道纹，古老的符文围绕着萧云的身体在旋转，而后全部没入了萧云的体内。下一刻，一股更加炽烈的神光从萧云身上爆发出来，席卷了整个天地。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停手了？我怎么听到有神灵在吟唱？萧云怎么忽然闭上了眼睛？幻魔塔外，无数观战的人都露出了惊疑之色，因为在他们的视线中，萧云和祖师爷打出最强一击之后，便再度分开。然后萧云就盘膝坐在地上，身体开始释放出炽烈的光芒，仿佛在修炼什么大神通一样。而祖师爷则站在不远处，一脸赞赏地看着盘膝闭目的萧云。显然，对于外界的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萧云和祖师爷发生在阿赖耶识中的事情。虽然在阿赖耶识之中，萧云和祖师爷聊了很长时间，但因为那段时间是处于静止状态，所以相对于外界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感受到那段时间的存在。幻魔塔内，萧云盘膝而坐，无数光芒汇聚在他的身体之中，炙热的神焰正在熬炼他的躯体，一缕缕大道之光将他环绕，衬托的他如同一尊仙神。此时的萧云已经超凡入圣，他像似彻底脱离了凡躯，飞升成仙了。那些大道之光都开始冲进了萧云的身体之内，被他全部吞没，融入了他的血肉之中。这是大道的馈赠，大道在滋养萧云的肉身，他的每一寸血肉都在蜕变，他的身体在进化。炼体境的极限已经被突破，100万斤力量也被萧云给突破了。萧云正在朝着一个未知的境界冲击，这是道之境界。万古以来，能够在炼体境踏入其中，恐怕也只有萧云一个人，就连混沌大帝当年都没有踏足这个境界，这才是真正的无上根基。而此刻，在萧云的意识空间中，他正在施展着九转霸权，一拳演化宇宙初始，一拳轰开亿万里星河，无尽的闪电顺着他的权势笼罩这片天地，一拳拳如同惊雷炸响，声音震耳欲聋。这已经不是究极战绩所能够拥有的威力了，正如祖师爷所言，这是大道战绩。萧云的每一拳都携带着大道的纹理，交织着大道的神韵，展现出一缕大道之威，拥有着惊世之力。比起究极战绩，这大道战绩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我这一拳恐怕就能打死李成帝。萧云眼中充满了自信，大道战绩的强大威力让他的无敌信念更加强大了。别说李成帝，现在就算是祖师爷，恐怕都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轰隆隆，推演完大道战绩，
萧云的意识也开始回归了身躯，退出了阿赖耶识境界。那片浩瀚的仙界也消失在萧云的脑海中，让他感到有些失落。不过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亲自踏入那片永恒的世界。与此同时，萧云的蜕变也进行到了尾声，他的身体正在逐渐发光，是金色的光芒，如同太阳一般耀眼，璀璨的光束一道接着一道从他的体内喷发而出。萧云浑身舒泰，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他有一种感觉，就仿佛体内的某种禁锢被打破了，他冲破了炼体境的桎梏，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蜕变。咔嚓，萧云的骨节在响动，骨骼在剧烈震颤，他体内的骨头变成了金黄色，散发着耀眼的神辉，血肉之中的一个个细胞也如同一颗颗星辰一样光芒璀璨。萧云仿佛浴火重生了一般，蜕变之后的他体内涌动着无比强盛的力量，如同滚滚长江，又似滔滔大河，想要喷发而出。他的每一个细胞之中都似乎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他的身体像似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金刚神铁一般，变得更加强大了。好，体内涌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让萧云忍不住发泄出来，他长啸一声，声音震耳欲聋，滚滚音波划破长空，震得虚空都在颤抖。萧云站了起来，他挺拔的身躯显得更加伟岸了，那种超凡的气质让人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不凡。即便是没有练成真正的混沌体，此刻也不会再有人说他是凡体了，他已经突破了极限，超越了凡体。祖师爷，我们再来一战。萧云看着对面的祖师爷，满脸自信地进行邀战。他的长发都开始飘舞了起来，带着金色的光泽，两道恐怖的光束从他的瞳孔之中激射而出，他就像是一尊神魔，跨越时空长河而来，散发着令人感到惊悚的无敌气势。对面的祖师爷打量着萧云，眼中也露出炽盛的神光，他赞叹道：打破极限，超越极限，万古以来除了那位大帝之外，你恐怕是第二人了。昔日我无法与那位大帝对决，今日便让我看看这无上道境有何神妙之处。话落，祖师爷便携带着混沌体的恐怖异象急速冲来，磅礴的威势如同一片瀚海，将面前的萧云给淹没了。没有多余的话，萧云纵身而起，没有丝毫退后的打算，他直接一拳轰向前方，那恐怖的拳芒突然暴涨，像似一片银河倾泻而下。这是新生的九转霸拳，是大道战技。这一拳交织着大道纹理，各种神秘符文都包裹着萧云的拳头，让他这一拳爆发出了强大至极的力量。祖师爷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眼神无比凝重，他提起全部的战力，与他背后的异象一起轰杀过来。砰！两拳相交，爆发出雷霆之音，强大的力量猛地炸开，令得祖师爷身形巨震，他脚下的大地都崩碎了，整个人在不断的倒退，每一脚落下去都令得地面皲裂。唰！萧云再度一拳轰击过来，这次他的拳光更加炽烈了，承载着大道的恐怖威压，狠狠地轰向了祖师爷。噗！祖师爷直接喷血倒飞，根本挡不住萧云的全力，那种力量太恐怖了，已经超越他太多了。就连祖师爷背后的异象都被萧云的这一拳给轰爆了，那种无敌的力量太可怕了，已经超越祖师爷太多了，这绝对不止增加了10万、20万斤力量。祖师爷，你败了。萧云止住步伐，没有继续攻杀了，因为他知道祖师爷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祖师爷眼中射出璀璨的神光，看着面前的萧云，他满脸惊叹道：不愧是大道战技，你的力量最起码翻倍了。萧云点了点头，随即咧嘴笑道：足足增加了90万斤力量，差点就翻倍了。这次蜕变对他的提升实在太恐怖了，足足增加了90万斤力量，让萧云的力量达到了190万斤。正因为如此，萧云才能一拳就击溃了祖师爷，第二拳就打伤了祖师爷，因为他们之间的差距已经太大了。超越极限竟然如此恐怖，难怪那位大帝能够打穿仙路。祖师爷感慨道。萧云闻言有些震撼，这位祖师爷已经不止一次提起那位大帝，那位大帝到底是谁？怎么会让万古无敌的混沌大帝都这么敬畏？轰！就在此时，一股磅礴的威压从天而降，压得萧云有些喘不过气来。怎么回事？萧云惊愕地抬起头，但因为在幻魔塔内，他并不能看到什么，只能感受到一股强大至极的恐怖威压，将他牢牢锁定。这是天劫！祖师爷看着萧云笑着说道：你的天劫来了，快出去渡劫吧，我这道意识也要消失了。不过我会在仙路上等着你，萧兄，混沌圣地就拜托你了。说完，祖师爷便消失了，而萧云也退出了幻魔塔。在外界，幻魔塔上空，一团团恐怖的劫云已经汇聚而来，散发着强大至极的可怕威压。混沌圣地的人都被惊呆了，怎么会有天劫？难道他们混沌圣地有人成圣了吗？那也不可能啊，毕竟成圣劫太恐怖了，若是在混沌圣地内渡劫，那岂不是将整个混沌圣地都给毁灭了？到时候那些老祖们非得扒了他的皮不可。不过不管是谁渡劫，在幻魔塔附近的修炼者们都纷纷吓得向远处逃去，因为天劫可不管你是谁，谁敢踏入其中，那就会成为他攻击的对象。就算是混沌圣地圣主，还有帝天这些太上长老们，也都朝着远处退去。天劫会根据修炼者的实力提升威力，所以越是强者被天劫锁定了，那天劫的威力便越是强大。到底是谁在渡劫？帝天退后的同时，看着天空中的劫云，满脸疑惑。旁边的混沌圣地圣主看着面前的劫云，
沉吟道：“这劫云好像是在针对幻魔塔，难道？”两人相视一眼，彼此心中都有一个猜测，因为之前他们明显看到了萧云已经击败了祖师爷。很显然，萧云在幻魔塔内发生了一些变化，使得他的实力更强了。但是100万斤力量便是炼体境的极限，连混沌大帝都在这个极限之中，难道萧云还能突破这个极限吗？他们两人没有混沌大帝的见识，自然不知道大道战绩。实际上，现在的修炼界已经几乎没人知道大道战绩了。毕竟这么多年以来，能够达到100万斤极限的就只有萧云一个人，更别说是突破这个极限了。恐怕就连一些古老的典籍之中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是萧云出来了，快看，幻魔塔前的石碑上出现了萧云的名字，他击败了祖师爷，位列炼体境历史最强者第1名。他居然真的创造了一个奇迹，简直不敢置信。他已经超越祖师爷，这家伙真的是逆天了。与此同时，萧云已经走出了幻魔塔，引起了所有人的惊呼。因为在炼体境历史最强者的石碑上，萧云的名字压过了祖师爷，位列第1名。这可是历史最强者第1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混沌大帝的名字在这块石碑上镇压了千万年岁月，被无数后人所膜拜。而现在，萧云却击败了混沌大帝，今后的岁月里，恐怕再无人可以打败他了。估计萧云的名字会一直占据这个第1名。轰隆隆，萧云刚刚走出幻魔塔，天空中的劫云便越发浓郁了，像似一片汪洋大海，有无数的雷霆在其中汇聚着，散发着恐怖的气息，令人感到无比的惊悚。萧云抬起头，看向天空中的恐怖劫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这天劫的威力恐怕不会小。轰！一道恐怖的雷电随即从天而降，狠狠地轰击在萧云身上，浩瀚的雷电之力汹涌澎湃，将他整个人都给淹没了。萧云一阵龇牙咧嘴，他没有闪躲，用肉身硬抗着雷电之力。因为雷霆代表着毁灭，也代表着新生，所以只要抗住了雷霆的洗礼，那雷电之力就会帮助萧云褪去身体中的杂质，让他的肉身变得更加完美无瑕。这不是蜕变，但却是一种升华，让萧云的身体更加接近无漏之境。轰隆隆，惊雷炸响，雷霆滚滚，幻魔塔附近电光交织，如同一片片雷电银河垂落而下，将萧云轰击的口喷鲜血，他整个人都被轰进了地底。一波接着一波的雷劫轰击下来，让萧云也开始受伤了，他的肉身上出现了一些裂缝，但随即又恢复了过来。雷霆的毁灭与新生不断的在萧云的肉身上面交替着，磨砺着他的身躯。远处观望的修炼者们纷纷骇然，他们没想到渡劫的竟然是萧云，顿时惊呼四起。怎么会是萧云？为什么炼体境也能有天劫？谁能告诉我？真是天下奇闻，区区炼体境竟然可以引来天劫，这是遭受到老天爷的妒忌了吗？没准还真是这样，萧云都能打败祖师爷了，他的天赋恐怕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所以才降临了天劫。这就是所谓的天妒英才吗？一群人在那里议论纷纷，当然他们都是胡乱瞎猜，谁也不知道萧云为何会引来天劫，就算是一些长老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也有太上长老感慨道，这天劫既是考验，也是机缘，度过了天劫便能够让萧云变得更强，如果渡不过，那就生死道消，一切都要看萧云自己的本事。众人都点了点头，天劫一向如此，只要能够渡过就能获得很多好处，渡不过自然是生死道消。因此一些强大的天才，有自信的天才都喜欢天劫，唯有那些对自己不自信的修炼者才会惧怕天劫，而萧云显然是属于前者。帝天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满脸自信的笑道，看来是我徒弟打破了炼体境的极限，引来了天劫的考验，我相信他一定会度过天劫，铸就真正的无上根基。他虽然不知道大道战绩，但也能够猜到一些情况。混沌圣地圣主也感慨道，连祖师爷都在炼体境败给了他，可见在根基上他已经超越了祖师爷，如果他将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那么未来正道大帝便指日可待了。两人都感到很兴奋，他们一个考虑的是自己的徒弟，一个考虑的是混沌圣地的未来，但所有的一切都系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面前这个渡劫的人，是萧云。轰隆隆，此时天空中已经降临下第9波雷劫了，这也是最后一波雷劫，那无尽的雷电像是一片瀚海倾覆而下，将萧云整个人都给淹没了。远远望去，萧云沐浴着雷电的洗礼，他周身霞光闪耀，雷光炽盛，雷电游走在他的身体之中，将他体内的杂质全部排出。当所有的雷电都散去之后，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萧云体内爆发而出，令得他脚下的地面都皲裂开来了。200万斤力量，我居然又增加了100万斤力量，打破极限，原来会这么强大。萧云感受着自己的身体情况，顿时满脸激动和兴奋，他没想到这次蜕变竟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好处。200万斤力量比祖师爷都增加了1倍，如果现在李成帝在他面前，他一拳就能将其打死。在炼体境，萧云已经是无敌的，而且还是古今未来的最强炼体境。随着天劫散去，幻魔塔周围一双双目光激射而来，全都汇聚在萧云的身上。一些老辈强者们都在仔细打量着萧云，他们想知道萧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可以在炼体境引来天劫的考验。
而且萧云击败祖师爷的事情也令得所有人震撼。咻！帝天从天而降，落在萧云身边，他满脸大笑道：“徒儿，我这才刚走没一会儿，你就又弄出来一个大动静了。”圣主，萧云刚想和师尊说话，便看到混沌圣地圣主也降落下来，连忙躬身行礼。混沌圣地圣主挥了挥手，在周围布置一道隔音结界，随即他脸色严肃地看着萧云，询问道：“之前你在幻魔塔内似乎在跟祖师爷交流，难道祖师爷留在幻魔塔内的幻魔投影竟然有自主的意识？”一旁的帝天闻言也满脸好奇地看向萧云。萧云点了点头，说道：“我也没想到祖师爷的幻魔投影会有自己的意识，当时吓了我一大跳。”混沌圣地圣主和帝天闻言满脸震惊。那祖师爷有没有向你交代什么？混沌圣地圣主连忙问道。他心中有些惭愧，这些年混沌圣地日益没落，岂不是被祖师爷看在眼里？那祖师爷对自己得有多失望啊？萧云此刻却觉得不能把祖师爷跟自己称兄道弟的事情说出来，毕竟这事情连他自己都感到很震撼，他若是说出来，估计别人会把他当成白痴。所以萧云便撒谎道：“祖师爷说我天资盖世，他觉得很欣慰，并且嘱咐我未来一定要带领混沌圣地强盛，早日前往仙界与他会合。”撒谎也要讲究方式，萧云自然会衬托自己一下，好让混沌圣地更加重视自己。当然，他也不是胡编乱造，毕竟他的天赋有目共睹，都能击败祖师爷了，所以他这么说也有几分可信度。果然，混沌圣地圣主和帝天都相信了，因为他们和祖师爷一样，都觉得萧云将来会带领混沌圣地强盛。混沌圣地圣主看着面前的萧云，满脸赞赏地说道：“祖师爷说的不错，你的天资的确举世无敌，从今日起，我便册封你为准神子，在外可代表我混沌圣地。”多谢圣主。萧云连忙躬身行礼，他心中一阵暗爽，果然圣主都被他给忽悠瘸了。圣主还是很英明神武的，人家只是看中他萧云而已。打发了混沌圣地圣主之后，萧云便跟随帝天返回地峰了。赵无极也跟着福伯他们回来了，一看到萧云，赵无极便紧紧盯着他，眸光凝重，沉声问道：“你现在到底拥有多少力量？”老实说，亲眼目睹了萧云击败混沌大帝，赵无极心中也感到很震撼，所以他迫切想要知道萧云现在的情况。想知道吗？我偏偏不告诉你。萧云瞥了赵无极一眼，随即便跟着帝天走向天殿。赵无极闻言气得差点喷出一口老血，他眼睛死死瞪着萧云，这混蛋太可恶了。他不禁朝着萧云的背影大吼道：“你给我等着，等我踏入了聚气境再来挑战你，到时候我一根手指就能弹飞你。”萧云随意的摆了摆手，便进入了天殿。赵无极一脸愤怒，他堂堂荒古圣地圣子，荒古圣体的绝世妖孽，何曾被人如此小觑过？他承认萧云很强，甚至他觉得自己踏入聚气境后也可能不是萧云的对手，但是萧云想要一根手指弹飞他，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真当萧云是大地转世啊？就算是大地转世也做不到。赵无极冷哼一声，转身便离去，他准备继续冲击聚气境。先前他就准备冲击聚气境了，但是突然听到萧云要去挑战混沌圣地的祖师爷，他才忍不住去观战的。天殿内，萧云和帝天师徒俩相对坐，对于自己的师尊，萧云除了顿悟系统外便没有任何隐瞒，他老老实实的将真龙朝内发生的事情详细的告知帝天。帝天听到萧云心狠手辣的斩杀了周飞宇等人，没有丝毫怪罪，反而很赞赏道：“徒儿，你做的不错，这个修炼界非常残酷，讲究的便是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规则，谁敢杀你，你便杀他，别管他是谁。”“是，师尊。”萧云点了点头，随即继续叙述着真龙朝里面的事情。得知萧云击杀了柳南山，帝天眉头微微一皱，沉声道：“柳南山的爷爷是柳天都，是天刀圣地的神子，当年和我一个等级的绝世天骄，有着霸刀之称，身具上古重瞳，天资盖世。而且他和我不一样，我因为修炼了混沌经，从而被困在超凡境，而他却早已经踏入了天境，现在估计都要成圣了，实力已经远远超越了我。”帝天看向萧云，叹道：“徒儿，都怪师尊无能，无法突破到天境，这个柳天都为师也无能为力。不过你现在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在公开场合他还不敢对付你，你只要小心点，别去天刀圣地那边的地盘就行了。师尊天赋无敌，铸就了半部混沌体，区一个柳天都算得了什么？”萧云不屑道。帝天闻言满脸苦笑：“我若是能够晋升到天境，倒也不惧那柳天都，但我现在寿元不多，恐怕是没机会再踏入天境了。”萧云闻言微微一笑，他将空间戒指里面的菩提果拿了出来，递给帝天笑道：“师尊，这是菩提果，可以让人进入顿悟状态，足以助您突破瓶颈，踏入天境。”帝天看着面前的菩提果，眼中闪过一丝渴望，但他最终还是摇头道：“算了，我就算突破到了天境，此生也无法铸就真正的混沌体，更无法证到大地。与其让我浪费了它，还不如你拿去服用。以你的悟性，如果再加上这颗菩提果，你铸就混沌体的几率便更大了。”萧云心中很感动，帝天能够忍住菩提果的诱惑，可见是真心把他当成传承人来对待。不过萧云向来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100倍，你对我坏，我就对你坏100倍的人。因此萧云直接将手中的菩提果丢给帝天，他目光坚定地说道：“师尊，以徒儿的悟性，根本用不着菩提果，还是师尊拿去用吧。”
如果师尊不要，那我就去送给赵无极。对了，接下来我要闭关突破聚气境，师尊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说完，萧云不给帝天回话的机会，便转身进入屋子，关上门，开始冲击聚气境。帝天愣愣地看着萧云的背影，心中非常感动。自己这个徒弟表面上大大咧咧，脾气古怪，但是却非常尊师重道。也罢，既然如此，那就让为师护你成道。毕竟为师也很想看到你证到大帝的那一刻。帝天深吸一口气，随即收起菩提果，离开了天殿。屋子内，萧云感受到帝天的离开，顿时微微一笑。随即，他拿出一堆灵石，开始冲击聚气境。在炼体境憋了1年多的时间，萧云已经等不及想要提升修为了。毕竟炼体境再强，那也只是炼体境，只有他的修为更高了，他的实力才会更加强大。修炼者在炼体境有2种选择，一种是有钱人的选择，那便是炼化各种天材地宝，提取天地精华淬炼肉身，让自己的身体蜕变和进化。而穷人的话，就只能通过吸纳天地灵气，慢慢滋养肉身，无论是功效还是修炼速度都远远慢了很多。但不管是哪种方式，炼体境的修炼者们都无法聚集灵力，他们吸收的灵力都只是用来滋养肉身的，大部分还是被浪费了。只有踏入聚气境，才能够积累灵力。所谓的聚气，便是聚集天地灵气，用来贯穿体内的360条经脉，打通体内的7200个窍穴，最后形成一个大周天，在丹田之处汇聚起来。所以，在聚气境，经脉越强大，窍穴越强大，所能够储藏的天地灵气便越多，实力自然也就越强大。而修炼者们在炼体境之所以要打熬肉身，便是让肉身变强，让自己体内的经脉变得更宽阔，让体内的窍穴也变得更加强大。这一切都是在夯实根基，将基础打牢固。如此一来，修炼者们以后才会越来越强大，并且拥有巨大的潜力。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根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萧云显然拥有着诸天万界最强大的根基，毕竟他在炼体境都已经打败了祖师爷，领悟了大道战技，超越了炼体境的极限。所以萧云体内的经脉非常宽阔，那一个个窍穴也如同星辰一般耀眼，好像一片璀璨的星空。此时萧云正在运转功法，吸纳灵石之中蕴含的天地灵气，开始冲击第一条经脉。他的经脉非常宽阔，所以需要的天地灵气也就非常庞大。如果是普通人，肯定要为此而感到头疼。但是萧云不需要，他现在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各种资源完全是无限量的供足，灵石都是一堆一堆的送来，他根本不缺灵石用。在庞大灵石的帮助下，萧云贯穿经脉的时候非常顺利，几乎就是水到渠成，根本没有一丝难处。这也是因为他的积累太浑厚了，突破到聚气境自然没有丝毫难度。日升月落，1个月的时间转眼即逝。这一天，萧云所在的天殿内突然传来了轰隆隆的响声，如同一阵惊雷在炸响，又好像巨大的海啸声响彻天地，震耳欲聋。帝天和福伯等人都被惊动了，纷纷赶过来观望，但他们都不敢进去打扰萧云修炼。福伯看着面前的天殿，一脸震惊道：“少主晋升聚气境的动静竟然这么大，难道是一举达到了聚气境圆满境界？”这种可能性很大。帝天点了点头，毕竟萧云的根基太浑厚了，正所谓积累的越多，爆发的也越大。轰！就在这一刻，一股强大的气息突然爆发出来，令得整个天殿都在摇晃颤抖，像是一座火山喷发了一般，无匹的血气冲破云霄，在地峰上空浩荡不止。帝天他们抬头看去，只看到那些血气凝聚成一条血色神龙，在天空中翱翔咆哮，散发着一股股磅礴的威势。少主的血气竟然如此恐怖！福伯满脸震撼，别说是聚气境了，就算是神桥境、洞天境，也没有这么强大的血气啊！帝天眸光熠熠生辉，一脸激动地说道：“这才是真正的无上根基，萧云超越了祖师爷，果然不同凡响。”与此同时，在天殿的一间屋子里面，萧云已经睁开了眼睛，2道无匹的神光如同匹练一般闪电射出，在半空中格外的璀璨。同时，萧云的身体也释放出炽烈的光华，他浑身上下都在喷发出炽盛的光辉，如同黄金神火在他的体表熊熊燃烧。萧云猛地站了起来，携带着一股磅礴的威势，朝着周围席卷出去，震得整个屋子都在颤抖，周围的桌椅都在粉碎。这就是聚气境吗？我的力量竟然增强了这么多！萧云感受着体内汹涌不断的恐怖力量，心中也有些震惊，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在炼体境，他的力量达到了200万斤，但是现在他怕是已经拥有了1000万斤的力量了。萧云对此并不意外，因为一旦达到聚气境圆满境界，力量就会达到炼体境的5倍，所以他拥有1000万斤的力量也就很正常了。只是相比于其他人的聚气境，他的力量就显得很恐怖了。毕竟就算是李成帝这样的时空之体，在炼体境也只有80万斤力量，哪怕他晋升到聚气境圆满境界，也只有400万斤力量。1000万斤力量对比400万斤力量，这是绝对的力量差距。果然，根基越强，以后便越强。萧云满脸兴奋，打造了无上根基之后，将来李成帝、赵无极、江浩然他们都无法与他媲美，已经被他给甩得很远了。又过了一会儿，萧云在掌握了体内的强大力量之后，便缓缓收敛起自己的气势，走出了天殿。外面，
帝天、福伯他们都紧紧盯着萧云，在仔细打量着他。两人都是强者，早已经开启了慧眼，他们一眼就看出了萧云的实力变化。那种恐怖的力量虽然已经隐藏在萧云的体内，但是依旧散发着令人惊悚的波动，好强，就像是体内藏着一头真龙。福伯惊叹道。帝天则笑着说道：“我觉得更像是沉绵万载的火山，只待爆发的瞬间便会惊天动地，排山倒海。”世尊，荒古圣地那边有什么动静吗？萧云笑着走来，询问道。他收服赵无极的事情，荒古圣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有所动作。已经过去1个月的时间了，该有的动作也应该出现了才对。萧云对此非常好奇。帝天闻言脸色严肃，他看着萧云，沉声说道：“这事情我正想跟你说，经过我们和荒古圣地的初步谈判，已经有了结盟的倾向。但是在决定是否结盟之前，你得出使一趟荒古圣地，让他们看看我们混沌圣地的诚意。”结盟？萧云一听，觉得这应该是好事情，毕竟荒古圣地非常强盛，可不是他们混沌圣地现在所能够比拟的。不过他一个小小的聚气境去出使荒古圣地，能有什么作用？得知萧云的疑惑，帝天微微一笑，对萧云说道：“你到了荒古圣地，只需要将他们的天才狠揍一顿，展现出你强大的实力和天赋就行了。至于剩下的一切，自然会由我们混沌圣地的长辈去谈。”原来如此，师尊，我明白了。萧云恍然大悟，感情是让他去装逼的，只要荒古圣地的那些人知道他的天赋很强，未来成就不可限量，荒古圣地自然会跟他们结盟，毕竟这对双方都有好处。轰！就在此时，不远处的一座大殿内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血气波动，一道刺目的金光顿时直通苍穹，斗破云霄。那是赵无极居住的大殿，众人都转头看了过去。下一刻，赵无极走出了大殿，带着一股强横的气息，朝着萧云走来。他肉身金光激射，双眸之中射出2道闪电，紧紧盯着萧云，大喝道：“萧云，我要挑战你！”哎，萧云闻言轻叹，他是真的不想欺负赵无极，可是这家伙偏偏要自寻耻辱。赵无极真的很强，拥有荒古圣体的他早已经积累浑厚，因此他在突破到聚气境之后，跟萧云一样，立刻就达到了聚气境圆满境界。这也是他有信心挑战萧云的原因，不然你真当他傻呀？当然，他这次还是试探居多，主要是想看看自己在聚气境和萧云的差距有多大。毕竟修炼界的人都知道，在炼体境越强大，在聚气境便更加强大。萧云在炼体境的强大，赵无极是非常清楚的，连混沌圣地的祖师爷都在炼体境败给了萧云，可见萧云在炼体境有多么强大。赵无极想要摸清楚萧云的实力，以便日后打败萧云，所以刚出关他就马上来挑战萧云了。帝天和福伯他们都没有阻止，只是在一旁笑盈盈的看着。萧云和赵无极都是年轻气盛的天之骄子，彼此争斗在他们看来很正常。帝天在年轻的时候可是打遍了整个混沌圣地年轻一代，相比起来，萧云已经很和气了。来吧，让我看看你突破到聚气境后提升了多少力量。不怕告诉你，我已经达到了聚气境圆满境界。赵无极走向萧云，一脸严肃地说道：“还是你先出手吧，免得我出手后你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萧云看着面前的赵无极，笑盈盈地说道：“卧槽，这不能忍！”赵无极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是拥有荒古圣体的绝世妖孽，什么时候被人给如此小觑了？简直狂妄至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小觑荒古圣体的人会有什么后果。赵无极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萧云，咬牙切齿地说道。下一刻，一股璀璨的金色光芒从他的身上爆发出来，周围的天地灵气都汹涌澎湃起来，化作一条条长江大河，朝着他的身体聚集而来。赵无极体表灵气波动剧烈，像是给他披上了一副金色战甲，让他全身上下都看起来金灿灿的，如同一尊战神，威势凛然。不远处的帝天和福伯见状，都是赞叹不已。不愧是荒古圣体，赵无极的一身力量最起码达到了300万斤，这种血气波动太剧烈了。帝天称赞道：“他的确很强，但比起少主来，还差得远了。”福伯笑着说道。帝天闻言微微一笑，不可置否。以他们的境界，自然能够看得出萧云比赵无极强大很多。战神拳。与此同时，赵无极已经朝着萧云冲了过来，他的身子化作一道闪电，瞬息之间便来到了萧云面前，然后举起拳头狠狠地砸来。顿时，一阵璀璨的金光像是一条浩荡不止的长河，顺着赵无极的一拳猛地冲刺而来。这威力足以排山倒海，轰爆一座大山。枪！如同金属般的声音响起，萧云举起一根手指便抵挡住了赵无极的拳头，令得赵无极的冲天气势顿时一滞。赵无极那恐怖的力量就像是突然遇到了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壁，瞬间被止住了，无法再前进一步。什么？赵无极瞪大眼睛，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萧云，他竟然真的只用了一根手指就挡住了自己，这怎么可能？不远处的帝天和福伯也震惊不已，他们知道萧云很强，但是没想到萧云会强到这个地步。赵无极是拥有荒古圣体的绝世妖孽，这可是至尊体啊！他现在更是达到了聚气境圆满境界，一身战力绝对横扫同阶。即便放眼整个修炼界，赵无极在聚气境都是最强大的几个人之一，
恐怕也只有萧云和李成帝才能够压他一筹。但是萧云即便再强，也不可能一根手指就挡住了赵无极的力量。他们之间的差距有这么巨大吗？这不可能！赵无极无法接受自己和萧云的差距竟然这么大，他忍不住怒吼一声，继续挥拳砸向萧云。砰砰砰！金色的拳光普照大地，炽烈的拳芒吞噬一切，无敌的拳意在这里汹涌澎湃。赵无极将自己的最强力量都展现出来了，他不断地轰击着面前的萧云，但是无论他轰出多少拳，都被萧云的一根手指给挡住了。刷刷刷！萧云站在赵无极面前，一手附在身后，另一只手伸出一根手指，将赵无极的所有攻势给挡住了，显得风轻云淡。实力差距太大了，赵无极那仅仅300万斤的力量，对上他的1000万斤力量，差的实在太远了。战神合体！赵无极大吼一声，背后的异象出现，一尊金色的战神顶天立地，屹立在苍穹之下，渐渐与他的身躯合为一体。顿时，赵无极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了，他一拳轰出，就像是一道神虹爆射而来，那股强大的力量震得虚空都在颤抖，大地都在不断的摇晃。远远望去，就像是一股金色洪流浩荡而来，一举便将萧云给淹没了。然而，等到所有的光芒散去之后，帝天和福伯便看到萧云仅仅是伸出了一根手指，就将赵无极的强大攻击力给挡住了。望着面前瞪大眼睛、满脸不敢置信的赵无极，萧云轻轻一笑，说道：“打了这么久，该我出手了。”话落，萧云屈指一弹，一股无敌的力量顿时汹涌而出，就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带着气吞山河的恐怖气势，将赵无极给淹没了。咻！几乎瞬间，赵无极的身体就像是脱弓的利箭，朝着远处激射而去，狠狠地砸塌了一座宫殿，被活埋在乱石之中。萧云懒得理会赵无极，他知道赵无极不会这么轻易死去，否则荒古圣体就太菜了。师尊，我还要继续闭关修炼，一鼓作气冲到神桥境。萧云转身对帝天说道。帝天微微沉吟道：“你的力量提升的太多了，最好先适应一下，不要突破的太快，否则一旦你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力量，反而会留下后患。”萧云知道帝天是过来人，肯定比自己懂得多，所以他很认真的听着。随后，萧云点头道：“既然如此，我就先去幻魔塔，挑战那些聚气境的历史最强者，熟悉一下自己的力量。”如此甚好。帝天笑着点头。接下来，萧云就让福伯送自己去幻魔塔，并且将他从真龙巢中得到的龙涎果也拿了10颗送给了福伯。福伯自然是一番推辞，但是在萧云的强硬态度之下，也不得不收了起来。只是他心中很感动。等萧云进入了幻魔塔之后，又引来了一群人围观，因为大家都已经看出萧云晋升到了聚气境，按照萧云的习惯，肯定是来挑战那些历史最强者的。大家都想知道，这一次萧云是否还能够击败祖师爷。不过这一次，大家都站在了萧云这一边，而不是站在祖师爷那边了。萧师兄既然在炼体境打败了祖师爷，那他在聚气境就肯定能够打败祖师爷。不错，但凡在炼体境越强，在聚气境便越强。聚气境是炼体境的延伸，如果不能在炼体境变得很强，在聚气境便无法翻盘。萧师兄看来又要夺得第1名了。众人议论纷纷，一双双目光也都盯着幻魔塔前的聚气境历史最强者石碑上。随后，他们就看到萧云的名字出现在了第100名、第99名、第98名、第97名。众人表示震惊的都已经麻木了。萧云这次并没有越级挑战了，而是一个个的挑战，他把聚气境历史最强者的100名天才全部给打败了。最后，他才打败了祖师爷，夺得了第1名。经过这么一番战斗，萧云对自己的力量掌握得更加熟练了，他这才明白帝天的意思。打个比方，原来的萧云虽然拥有1000万斤力量，但是他发挥出来的力量却并没有1000万斤，而现在他才能完完全全的发挥出1000万斤的力量，因为他已经彻底掌握了自己所拥有的力量。不能一味的提升力量，还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萧云走出幻魔塔，心中顿时有些明悟，力量越强大，就越需要强大的控制力。就好像原子弹一样，你若是无法操控，那爆炸后只会伤到自己。唯有制造导弹，装上核弹头，才能控制这种恐怖的力量。力量加上控制，才等于战力。理解清楚之后，萧云并没有马上冲击神桥境，而是准备回到地峰闭关一段时间，再度熟练自己的力量。他不希望自己的境界有一丝一毫的缺陷，那会对他的未来有所影响。数日后，在混沌圣地的山门外，一双可怕的瞳孔蓦然出现在苍穹之上，射出2道璀璨的神光，撕裂了空间，显露出漆黑的空间裂缝。下一刻，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从空间裂缝之中走了出来，出现在混沌圣地山门外。这是一个年轻的男子，身姿雄伟，气息迫人，他浑身上下都被朦胧的符文所包裹，看不见真容，只有一双可怕的眸子闪现着摄人的电芒。他的这双眼睛非常可怕，就像是一对日月一样，释放出不朽的光辉，恐怖的能量波动顿时就惊动了混沌圣地内的高手。轰！一条金色大道从混沌圣地内延伸而来，混沌圣地圣主踏着金光大道来到山门外，看着面前的朦胧身影，他不禁瞳孔猛然一缩，原来是天刀圣地的神子。混沌圣地圣主看着面前之人的一双可怕瞳孔，心中顿时知道来人是谁，不由得沉声问道：“柳天都，
你来我们混沌圣地有何指教？”对面的朦胧身影终于露出了真容，正是天刀圣得当代神子柳天都。柳天都背负着双手，看着对面的混沌圣地圣主，眼中没有丝毫敬畏，淡淡说道：“我来此只是想看看你们混沌圣地到底是哪位高徒在真龙朝内杀了我的孙子。”混沌圣地圣主闻言脸色一沉，他冷冷盯着柳天都说道：“我们6大圣地有协议，真龙朝里面的恩怨一切不允许带出来。圣主不必紧张，我柳天都还没有沦落到要欺负一个小辈，就算要报仇，我也会等他成长起来，而不是提前扼杀他。”柳天都淡淡一笑，显得云清风淡，似乎没把萧云放在眼里，他的眼中充满了无敌的自信。他也的确有这种自信，因为在他那一代，他便是无敌的，便是眼前这个混沌圣地的圣主都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在他那一代，唯有帝天能够与他争锋，但是帝天因为修炼混沌经无法突破到天境，早已经被给他甩在了身后。正因为在一代人之中无敌，才养成了柳天都的无敌信心，哪怕是面对打败多位至尊体的萧云，他也不认为自己将来会败给萧云。志在成帝者信念无敌，若是他认为自己将来不敌萧云，那他还正个什么道？心有破绽是无法正道大帝的。柳天都，既然你想要见萧云，那我便成全你。不过我并没有听萧云说柳南山是他所杀，也许你找错对象了。混沌圣地圣主看着面前的柳天都冷冷说道。在他们混沌圣地这里，他倒也不怕柳天都，毕竟混沌圣地的老祖宗一大堆，就算10个柳天都过来都是死路一条。在这里，混沌圣地圣主有绝对的把握能够保住萧云，因此也就不介意让柳天都见一见萧云。呵呵，柳天都轻轻一笑，深邃的眸子看着面前的混沌圣地圣主，可怕的重瞳在其中闪耀着不朽的光辉。他淡淡说道：“柳南山技不如人，他死了也就死了，我来此只想见一见打败时空之体的萧云，看看他将来是否有资格成为我的磨刀石。”哼！混沌圣地圣主闻言冷哼一声，这个柳天都还是一如既往的狂妄，既然把萧云当成磨刀石，借此冲击地位，你就等着找死吧。李成帝我已经见过了，不过他的无敌心境已经破了，空有一身时空之体，将来成就也很有限，我没把他放在眼里。柳天都看着面前的混沌圣地圣主，继续说道：“希望你们混沌圣地的萧云不会让我失望，否则这一世若无一个对手，那就真的太无趣了。”柳天都，你还是这么嚣张，忘了我帝天了吗？当年的你可没少在我的拳下吃亏，现在居然敢狂妄地说没有对手。就在此时，混沌圣地内传来一声大吼，下一刻，帝天携带着萧云踏空而来。实际上，在柳天都出现的时候，帝天便有所感应，在接到圣主的传音之后，他便马上带着萧云赶过来了。有着霸刀之称的柳天都是天刀圣地的当代神子，并且拥有一双重瞳，在修炼界的名气很大。萧云早有耳闻，不过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柳天都，不得不说，对方的实力深不可测，不是他现在能够看透的。尤其是那一双重瞳，里面闪烁着宇宙星辰毁灭的可怕景象，让萧云都有些不敢与之对视。帝天，好久不见。柳天都的目光落在帝天身上，并没有在意旁边的萧云。他看着面前这个昔日的老对手，满头白发，满脸沧桑，不由得面露叹息之色。自从你沉寂之后，我已经多年未逢敌手，每每想起当年与你争锋的日子，真是有些遗憾。萧云看得出来，柳天都并不是在惺惺作态，他是真的在怀念帝天，而不是在说风凉话。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柳天都拥有无敌的信念，他根本不惧帝天变强，反而因为失去了帝天这个对手而感到悲伤。这是何等的无敌信念？萧云自问自己就做不到，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真龙朝内杀掉柳南山，还想要杀掉武刚、李成帝等人了。因为萧云担心他们将来会给自己造成麻烦，所以想要提前解决他们。而这个柳天都却不惧自己的对手强大，他只怕没有对手。这让萧云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前世看武侠小说时在《神雕侠侣》之中看到的独孤求败。那位孤独终老的绝世剑客，就曾在晚年感慨没有对手而悲伤。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求一个对手，这才是真正的无敌心境。这种无敌的心境，就连萧云现在也没有达到。丁，最新任务，打败柳天都，奖励50次顿悟。突然，一个机械的声音在萧云的脑海中响起。萧云嘴角一抽，这次的系统任务没有让他高兴，反而让他感觉很无语。打败柳天都，大哥，你当我是神王转世吗？他现在才区区具气境，而柳天都恐怕都接近圣人境界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就算萧云现在借助混沌中的力量，也不可能击败柳天都。这不是天赋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修为差距太大了。萧云不禁心中摇头，没有理会系统这次的任务。与此同时，萧云听到身旁师尊的话语声。帝天眼眸如刀的看着对面的柳天都，脸色冰冷，沉声道：“柳天都，你不用担心会没有对手，我的徒儿萧云迟早会追上你的，他必定会打败你。”哼，你说的就是他吗？柳天都闻言轻笑一声，他目光终于落在了萧云的身上，那双可怕的瞳孔之中，竟然每只都有2个眸子，这就是重瞳。修炼界有传言，重瞳者乃上古神人转世，而且在九霄大陆的历史上，但凡拥有重瞳的人，最后都能够成为准帝，甚至还有正道大帝的强者。可以说，重瞳虽然只是2阶神体，
但却已经非常接近至尊体。尤其是柳天都这个人，修为早已经深不可测，他的重瞳非常恐怖，蕴含着强大的压迫感，令得萧云不敢与其直视。此时，在柳天都的目光中，萧云就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全身上下都被柳天都给看透了。不愧是打败时空之体的人，真是了不起的天赋，我在聚气境比你都差远了。柳天都打量了一会儿萧云，便收回了目光，他看向帝天，轻声笑道：我承认你的徒弟天赋很强，未来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你好好培养他，将来好作为我成帝的磨刀石。萧云和帝天这对师徒俩听完，脸色都阴沉了下来。柳天都太自负了，根本没把萧云放在眼里。当然，现在的萧云也的确不是柳天都的对手。帝天眯着眼睛，他当年就看柳天都很不爽，所以经常去找柳天都的麻烦。可惜他现在实力不如柳天都，不然他真想一拳砸过去。突然，帝天眼睛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他看着面前的柳天都，冷笑道：柳天都，你既然人都来了，不如就跟我的弟子打一场，如何？此话一出，混沌圣地圣主和萧云都是一脸震惊的看向帝天。萧云心想：师尊，您老这不是在坑弟子吗？柳天都现在都快要成圣了，人家吹口气都能灭了我，还怎么打？果然，柳天都也是一愣，随即他哈哈笑道：帝天，你莫不是老糊涂了？你徒弟才去气境，我就算站着不动让他打，他也伤不到我。帝天笑盈盈的说道：很简单，你们可以在大地擂台上较量，这就很公平了。混沌圣地圣主闻言顿时恍然大悟，一旁的萧云却是满脸迷惑，不由得询问道：师尊，大地擂台什么东西？帝天笑着解释道：大地擂台是只有大帝才能炼制的一件宝物，每位大帝在飞升之前都会挑选几个天资不凡的弟子，届时无数天才汇聚而来，在大地擂台上切磋。这种擂台有一个特殊的作用，那就是能够将两个人的修为压制在同一个境界，以修为最低的人为限。萧云顿时明白了，只要他跟柳天都进入了大地擂台，柳天都的修为就会被压制在聚气境，跟他同一个境界。如果是这样的话，萧云就有绝对的把握。他不由得一脸挑衅地看向柳天都：柳前辈，可敢与我一战？柳天都淡淡瞥了萧云一眼，他转头看向帝天，摇头道：你不必用这种方式打压我，你的弟子天资不凡，我承认他在聚气境无敌，但那又如何？修炼者的强大并不只看一个境界，再聚气境无敌，并不代表以后也会无敌。帝天冷笑道：你怕了？他是在刺激柳天都。不错，他就是要打压柳天都，顺便给萧云增加无敌信念。反正萧云拥有1000万斤的力量，在聚气境绝对是无敌的。帝天相信萧云不会战败，不是怕，只是没有这个必要。柳天都又不是白痴，哪里会上帝天的当？这时，旁边的混沌圣地圣主开口说道：柳天都，虽说萧云在聚气境的力量很强，但你就算被压制了修为，但是你的战斗经验还有对各种战技的运用技巧，这是无法被压制的。所以，即便是在大地擂台上战斗，对你也有优势，你为何要怯战？显然，混沌圣地圣主也知道了帝天的目的，他在配合着故意刺激柳天都。柳天都微微皱起眉头，他虽然知道这是帝天和混沌圣地圣主的激将法，但是依旧有些不舒服。不过，柳天都不会傻的跟萧云再聚气境一战，他眼中光芒一闪，突然对帝天说道：聚气境就算了，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让我与他一战，可以等他踏入神桥境，我想以他的天赋，踏入神桥境应该不需要多久。柳天都的话音一落，帝天和混沌圣地圣主几乎同时开口喝道：不行！萧云愣愣地看着他们，难道师尊和圣主就这么对自己没有信心吗？就算是在神桥境，他也相信自己是无敌的。只见帝天脸色阴沉地盯着柳天都，冷哼道：修炼者到了神桥境，力量便不再是绝对的制胜关键了，到时候最关键的是精神力，尤其是你这双重瞳，一旦配合你的精神力，绝对可以发挥出超越极境的战力。在神桥境，你的优势太大了，这不公平。归根结底，还是萧云没有练成真正的混沌体，不然的话，随便柳天都选哪个境界，帝天都不担心。但是柳天都的重瞳在神桥境能够发挥出来的威力太强大了，而且经过1000多年的修炼，柳天都对重瞳的控制更加得心应手了，这对萧云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哼，是你们希望我与他同阶一战，又不是我强求你们。既然你们害怕他会输，那就算了。柳天都听了帝天的话语，不由得轻蔑一笑，这也是他故意在挑衅萧云。论激将法，他柳天都也会。帝天阴沉着脸说道：萧云不会怕，既然你不敢与他在聚气境一战，那就等他成长起来，他会在地路上打败你。是他不敢与我在神桥境一战，既然如此，我会在地路上等着他，到时候斩他正道。柳天都说得很平淡，但双眸之中却充满了无敌的自信，仿佛萧云天生就是给他做磨刀石的。这话刺激了萧云，他忍不住站了出来，冷冷盯着柳天都说道：神桥境就神桥境，烦请柳前辈在我们混沌圣地做客1个月，1个月之内，我必定会踏入神桥境，再与你一战。萧云，不可！混沌圣地圣主连忙开口阻止。柳天都却是抢先一步，双眸熠熠生辉地盯着萧云，说道：很好，我答应你的挑战。帝天脸色难看，阴沉道：不行，要么在聚气境一战，要么等以后在地路上一决雌雄。
柳天都看向帝天笑道：“帝天，你的徒弟都已经答应了，你现在让他反悔，他的心境恐怕会落下破绽。”帝天闻言，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但凡成帝者，心境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破绽，否则不仅无法证到大帝，还会陨落在地劫之下。这也是为什么天才都很自负，因为他们从小就养成无敌的信念，心中无敌，不惧一切，才能证到大帝。否则的话，一旦你害怕了，心中就有了畏惧，在渡地劫的时候，这种畏惧会被无限放大，最终引发心魔，让你陨落在地劫之下。帝天对萧云的天赋不担心，却很担心萧云的心境。混沌圣地圣主也有这种担心，他看向萧云，严肃道：“萧云，虽然大地擂台会压制你们的修为，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柳天都毕竟修炼了1000多年，无论是战斗经验还是战斗技巧，他都远超于你，这是无法被压制的。”帝天点了点头，对萧云说道：“不仅如此，柳天都的重瞳已经被开发到了极致，虽然大地擂台也会压制重瞳的威力，但是他对重瞳的使用经验却是无法被压制的。更何况到了神桥境，战技的用处也就不大了，因为神桥境的修炼者凝聚了精神力，可以修炼神通，而柳天都的神通都已经修炼到了圆满境界，你刚刚踏入神桥境，还没有修炼神通，如何与他战斗？”帝天和混沌圣地圣主将柳天都的优势告知萧云，劝说萧云不要因此而不甘心，以免萧云落下心境破绽。一旁的柳天都背负着双手，并没有阻止帝天和混沌圣地圣主的劝说，他只是淡淡说道：“心有无敌者，自当无所畏惧。萧云，你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听你师尊和圣主的话，回去好好修炼吧。”帝天和混沌圣地圣主闻言，脸色都阴沉难看，他们知道柳天都这是在施展激将法，故意刺激萧云。果然，萧云年轻气盛，顿时就被刺激了。他冷冷盯着面前的柳天都，沉声道：“重瞳而已，败给我的至尊体都有不少，即便是在神桥境，我也不惧你。”“很好，你的无敌信念非常强大了，这才有资格做我的磨刀石。”柳天都闻言，一脸赞赏地看着萧云说道。萧云，帝天和混沌圣地圣主还想要再阻止，萧云摇了摇头，目光坚定地说道：“师尊，圣主，你们不用再劝说了，我一定要跟柳天都一战，否则我的心境难免会留下破绽。”帝天和混沌圣地圣主闻言，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尤其是帝天，心中自责不已，若非他提起大地擂台，也就不会有这件事情。哎，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帝天心中郁闷不已。萧云却是一脸自信，他心中冷笑，自己正着急怎么完成系统任务，没想到竟然还有大地擂台这个东西，这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否则他还不知道该如何才能打败柳天都，好完成系统发布的最新任务。想罢，萧云对帝天说道：“劳烦师尊送我回去闭关，1个月后我一定会打败柳天都。”既然是对手，萧云也就直呼其名了。柳天都也不在意，他笑着对帝天说道：“你先送他回去闭关，待会儿再来陪我下棋，你我也好久没聚了。”哼，帝天懒得理他，照来一朵云，便带着萧云离去。柳天都也不在意，转头对混沌圣地圣主说道：“圣主，接下来就打扰了。”混沌圣地圣主冷冷说道：“你拔刀前来做客，是我们混沌圣地的荣幸，请吧。”话落，混沌圣地圣主自行踏空离去。柳天都哈哈一笑，跟着混沌圣地圣主进入了混沌圣地内。混沌圣地内的修炼者们顿时就看到了柳天都，他们也认出了柳天都，毕竟柳天都的名气太大了。柳天都看着周围那些混沌圣地的修炼者们，不由得朗声说道：“诸位混沌圣地的道友，今日我柳天都前来与萧云约战大地擂台，1个月后还请诸位前来观战。”柳天都，混沌圣地圣主顿时转头，一脸难看地瞪着柳天都。柳天都这句话简直挑起了整个混沌圣地的情绪。到时候如果萧云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柳天都击败，那无疑会破坏萧云的无敌信念，同时也会影响到萧云在混沌圣地内的声望。柳天都的险恶用心可想而知。柳天都的话音一落，整个混沌圣地顿时就沸腾了。柳天都和萧云约战大地擂台，萧云他疯了吗？柳天都可是天刀圣地的神子，而且已经1000多岁，一身修为早已经深不可测，就算萧云的天赋再强大，也不可能击败柳天都。萧师兄恐怕是糊涂了，竟然挑战柳天都。一个聚气境的弟子摇头道：“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如果说萧师兄未来能够打败柳天都，那我肯定相信，但是现在他们之间的修为差距如同天地之别。”一个神桥境的弟子也开口说道。这时候一位长老呵斥说道：“你们懂什么？他们是在大地擂台战斗，大地擂台是当年祖师爷炼制的宝物，具有压制境界的能力，2个修炼者进入大地擂台都会被压制在同一个境界。”众人闻言顿时恍然大悟。一个聚气境的弟子满脸自信道：“萧师兄在聚气境无敌，都打败了祖师爷，那个柳天都肯定不会是他的对手。”那位长老却是摇了摇头，一脸担忧道：“如果是在聚气境，萧云肯定能赢，但是这次他们约的是在神桥境一战，时间定于1个月后，就算萧云可以在这1个月内晋升神桥境，但他还没有修炼一门神通，如何能够与柳天都的重瞳一战？”众人闻言顿时脸色大变，尤其是那些神桥境的修士都感到无比担心。一个神桥境的弟子脸色沉重道：“
修士一旦踏入了神桥境，就会凝聚精神力，可以修炼神通。神通之威远超于战技，仓促之间，萧师兄根本无法练成神通。而那柳天都却早已经将各种神通给修炼到了大圆满境界，而且他的战斗经验还远胜于萧师兄。这场战斗对萧师兄来说根本就不公平。众人闻言顿时忧心忡忡。萧云约战柳天都在神桥境战于大地擂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到处都有弟子长老在谈论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地方、傅伯、林小雅、赵无极他们也都听闻消息，纷纷赶到萧云这里来了。萧云，你疯了吗？居然跟柳天都约战神桥境，你这简直是自寻耻辱！赵无极冷冷说道。萧云淡淡说道，连你们这些至尊体都败给我了，他区区一个二阶重瞳而已，我又有何惧？赵无极冷哼道，你真是一个白痴，他如果跟我们是同辈之人，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但他已经修炼1000多年，各种神通都已经修炼到了圆满境界，战斗经验也远胜于你，重瞳也被他开发到了极致，就算是10个你，也不可能在神桥境敌得过他。萧云看着赵无极，不屑道，不要把你的弱者思维用在我的身上，你们对上他会败，不代表我会败。我萧云在同阶无敌，无论是对上谁，我都是无敌的。赵无极脸色难看，他冷冷说道，既然你自寻耻辱，我到时候就等着看好戏了。等你被他击败，你的无敌心境也会留下破绽，我看你日后如何正道。说罢，赵无极便转身离去了。福伯忧心忡忡地看向萧云说道，少主，赵无极说的话虽然很难听，但也有几分道理，你没有修炼神通，仅凭战技根本不可能是柳天都的对手。萧云微微笑道，福伯放心，待我晋升神桥境之后便立刻修炼神通，难道您还不知道我的悟性吗？福伯闻言一脸苦笑，他知道萧云的悟性很强大，但是神通的修炼难度可是比战技难了千百倍。很多修炼者从神桥境开始修炼神通，一直到死都未必可以将一门神通给修炼到圆满境界，就算是一些天才，一生也就修炼几门神通而已。萧云天赋再强，难道还能在短短几天之内练成一门神通？更何况这1个月内，萧云还要冲击神桥境，到时候留给他修炼神通的时间就更加稀少了。不过看萧云一脸坚定的样子，福伯就知道自己再怎么劝说也没有用，只能叹息一声离开了。林小雅看着面前的萧云，俏脸上布满了担心之色。师兄，师尊他老人家说的没错，神通真的很难修炼，我选的中品神通都修炼几个月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入门。你那点天赋岂能跟师兄我比？萧云摇头道。林小雅嘟着嘴道，行，我知道我的天赋不如你，但是那个李不凡的天赋还可以吧？他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圣子，早已经达到了洞天境圆满境界，但是听人说他到现在都没有将一门神通给修炼到圆满境界。萧云闻言不屑道，李不凡那个废物，手下败将而已，他更加不能跟我比。师兄林小雅一脸无语，自己的师兄实在太自负了，尤其是从真龙朝回来之后，那种无敌信念越来越强大了，简直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好了好了，你赶紧一边玩去，师兄我要冲击神桥境了。萧云将林小雅打发走了，他准备开挂了。不错，如果没有顿悟系统的话，他肯定不会答应在1个月后与柳天都一战，但是有了顿悟系统，那就不一样了。你柳天都再厉害，能够比得上老子开挂吗？1个月后，我萧云打的你妈妈都不认识你。萧云进入自己的屋子，开始闭关。首先他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系统，发现自己一共还有300次顿悟。实际上在他打败祖师爷之后，应该不止300次顿悟，但是在阿赖耶识的境界中，他为了领悟大道战技了，用掉了几十次顿悟，所以才只剩下300次顿悟。毕竟大道战技不是那么容易练成的。先用顿悟冲击神桥境，一鼓作气将修为提升到神桥境圆满境界。萧云暗暗想到，他要把修为提升到神桥境最强，就跟他在炼体境、聚气境一样，只有如此，他才能击败柳天都。系统使用顿悟，萧云盘膝而坐，在系统的帮助下，瞬间就进入了顿悟状态，然后开始凝聚精神力。在他的脑海中，一团团雾气状的意识逐渐开始凝固成液态，初步形成精神力。在神桥境，最重要的便是精神力，精神力越强，战力便会越强。精神力和肉身力量是2个不同的力量，肉身力量是属于物质攻击，它所造成的破坏力是看得见的，而精神力则是精神攻击，精神力无影无形，造成的破坏力也看不见。神桥境的修士操控飞剑，虽然是用灵力灌入飞剑之中，但真正来操控飞剑的还是修士的精神力。如果把飞剑比作风筝，那么精神力就是手中的线，没有线的控制，风筝就会乱飞，然后掉下来。而且飞剑的速度也跟精神力的强弱有关，精神力越强大，飞剑所能够携带的力量便越强大，而且速度也会越快。因此无论你在炼体境、聚气境有多强，但在神桥境的用处都不是很大，你必须得拥有强大的精神力才行。更何况神桥境的修士还能修炼神通，而想要发挥出神通的威力，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如果把战技比作武林高手的招数，那么神通就是修仙人的法术，神通之强远远超过了战技。先提升精神力，再修炼神通。萧云规划好一切之后，便开始凝聚自己的精神力。
其实每个人都有精神力，在精神力的最初状态就是人的意识思维，用科学来解释就是脑电波，用玄学来解释就是念力。但是普通人的精神力都是散乱的、弱小的，如同一团雾气，没有丝毫力量可言。想要踏入神桥境，就是要将这团雾气凝实，化为液态的精神力。此刻，萧云就在顿悟的状态下开始凝聚精神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一般人需要数年功夫才能完成，但是萧云有顿悟相助，只用了片刻时间就凝聚成功了。不过，萧云的精神力还很弱小，压缩凝实之后，仅仅有一个水滴那么大。这点精神力，恐怕只能控制100万斤的力量。萧云皱起眉头，暗暗想到，其实他的精神力已经很强大了，毕竟就算是一些天才，在炼体境也只能达到10万斤力量，进入聚气境后也最多拥有50万斤力量。萧云才刚刚凝聚精神力，就能控制100万斤力量，他的起步阶段已经远远强过那些天才了。不过，对比萧云现在拥有的1000万斤力量，这个精神力的确有些弱。也就是说，我现在的精神力只能发挥出我1/10的力量。萧云有些无语，这就是柳天都选择在神桥境与他一战的原因。柳天都知道萧云在聚气境很强大，但在进入了神桥境之后，你精神力太弱了，即便力量再强大，也无法发挥出来。至于说近身战斗，哼，人家站在远处控制飞剑杀来，你就只能当靶子了。所以精神力非常重要。好在有顿悟系统帮助，萧云并不担心，他开始提升自己的精神力。至于怎么提升精神力，其实在萧云修炼的混沌经之中，就有一篇专门用来提升精神力的功法，叫做炼神篇。炼神篇有9炼，每一炼都能提升1倍的精神力。如果萧云能够达到9炼境界，那便可以让自己的精神力增加9倍，足以操控1000万斤的力量。不过，这炼神篇的修炼难度很大，就算是帝天到现在都没有将其修炼到9炼境界。当然，这并不代表帝天无法操控1000万斤的力量，因为除了炼神篇可以增加精神力之外，修士们每次突破境界之后，精神力也会增强。所以，越是强者的精神力便越是强大。但是炼神篇的增幅却是一直存在，哪怕晋升大帝之后都存在。也就是说，就算以后萧云的精神力变强了，他依旧会增幅9倍。这就注定在同一个境界，萧云的精神力会超越普通修士的9倍。如此厉害的功法，萧云自然不会放过，马上进入顿悟状态修炼。心随意行，火炼神元，精气化神，神我反虚。萧云沉浸在顿悟的状态下，不断的锤炼自己的精神力，这使得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来自精神层面的疼痛也非常剧烈。炼神可不是那么容易，不仅艰难，还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这不是肉身上的疼痛，而是精神上的折磨，哪怕是萧云都很难忍受，只能咬牙坚持。这比锻炼肉身还要恐怖，因为精神层次的疼痛比肉身的疼痛还要强烈1000倍100倍，所以疼痛感也非常剧烈。现在萧云就是把自己刚刚凝聚的精神力用心火烧炼，然后用锤子敲打磨砺，使之变得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萧云在真龙巢内还得到了许多补充精神力的天才地宝，这时候就用得到了。在萧云精神力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他就炼化这些天才地宝，提升精神力，然后再继续磨砺。就这样来来回回的折磨，萧云的精神力也在不断的壮大着。不过，修炼炼神篇所需要的顿悟次数太多了，再加上萧云还需要炼化一些天才地宝，经常退出顿悟状态，这也就浪费了很多顿悟次数。萧云储藏的300次顿悟几乎在飞速消耗着，这让萧云有些心疼，毕竟这是他存了这么久用来修炼混沌经、铸就混沌体的。不过，为了变得更加强大，萧云也不得不如此，反正以后还能再赚回来。他在炼体境和聚气境已经达到了最强，所以在神桥境他也要做到最强。不光是神桥境，以后接下来的境界他都要做到最强。唯有如此，他才能超越所有人，挣到大帝。混沌圣地某处，帝天正在和柳天都下棋，不过他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因为他已经连输3盘棋了。柳天都抬眼看了一下帝天，摇头笑道：“你的心已经乱了，这样下去，你永远也赢不了我。我徒弟能赢你就行了。”帝天冷冷说道。柳天都瞥了帝风的方向，摇头道：“不说未来，但在神桥境，他不可能赢我。神桥境的关键是精神力和神通，他就算可以在1个月内凝聚精神力，但是这么弱的精神力根本无法操控他那强大的力量，最多能够操控1/10。其次，在神通上，我早已经把各种神通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而且还拥有丰富的使用经验和战斗经验，所以他打败我的几率为0。”柳天都侃侃而谈，语气平淡，但却充满了不可置疑的味道，非常的自信。哼，我们走着瞧，我相信我的徒弟，他一定可以打败你。帝天冷哼道，只是心中有些担心，因为他知道柳天都说的都是对的。帝风，9天时间转眼即过，萧云依旧在修炼炼神篇，他识海中的精神力已经从一个小水滴变成了鸽子蛋那么大了。毫无疑问，萧云的精神力进步很大，他现在已经完成了8炼境界，即将完成9炼境界。在萧云的识海之中，那鸽子蛋大的精神力已经近乎实质化，非常的强韧，隐隐有淡金色的光芒散发出来，照亮了他整个识海。
通过这股强大的精神力，萧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体内的一切，这叫做内视。只要达到神桥境，凝聚了精神力，就能内视。而萧云的精神力已经远超过那些神桥境的修士，所以他内视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不需要用眼睛观看，萧云就能通过精神力看得到他体内的一条条经脉，还有血肉以及骨头。不光是看，萧云甚至还能听到他体内血液奔涌流动的声音，那汹涌澎湃的血气就跟炙热的岩浆一样，在他的体内不断的翻滚沸腾。此时此刻，萧云才知道自己的肉身有多么强大，几乎每一个细胞之中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那一根根金色的骨头也坚硬无比，散发着不朽的光辉。而在他一条条宽阔的经脉之中，更是充斥着浓厚的灵力，一颗颗闪亮的窍穴如同天上的星辰一样，光芒璀璨，布满了他的整个身躯。这绝对是一尊无上宝铁。萧云知道自己在炼体境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的这具躯体绝对是最强大的根基，连祖师爷都无法与他媲美。轰！就在此时，萧云的识海中，那鸽子蛋大小的精神力忽然猛地压缩了一下，再扩大，形成了一颗拳头大小的金丹，释放着璀璨的金色光芒，就如同佛门高僧圆寂后的舍利子。顿时，萧云就感觉自己的精神力再度变得精纯了，而且也增强了1倍，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显然，他的9炼已经完成了。按照炼神篇中的记载，只有达到超凡境界，或是完成了9炼境界，才能凝聚出精神力金丹。萧云回忆着炼神篇中的内容，他现在仅仅是神桥境，距离超凡境还很远，所以他是通过完成9炼才铸就了精神力金丹。如此强大的精神力，别说在神桥境无敌了，比起那些洞天境的修士都要强大许多。萧云顿时满脸笑容，完成了9炼境界，在神桥境，那个柳天都的精神力肯定不如他强横了。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倾向于他了。不过，在查看了一下系统之后，萧云的嘴角就忍不住一触，感到无比心疼。因为这9天的时间，他足足耗费了100次顿悟，现在就只剩下200次顿悟了。不得不说，这炼神篇实在太难修炼了，也难怪连一些圣人级别的强者都没有达到9炼境界，萧云是直接开挂炼成的，否则再过1000年他都无法炼成。9炼完成，现在该祭炼飞剑了。萧云没有继续心疼自己的顿悟次数，这些他迟早都会赚回来的。现在他要祭炼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把飞剑。作为神桥境的修士，飞剑是必需品，毕竟无论是用来战斗还是用来御剑飞行，都少不了飞剑的帮助。而萧云早已经拥有了2把飞剑，一把是金龙剑，也就是他从真龙朝回来之后，混沌圣地圣主赐给他的，代表着圣主对他的认可。同时，这也是一把质量非常好的飞剑，用涅槃境的蛟龙龙骨炼制而成，威力强大无比，绝对是一把极品飞剑。而萧云的第2把飞剑是一把3寸长的黑色飞剑，这是他师尊帝天送给他的，叫做黑魔剑。别小看了这把飞剑，这是用万年玄铁打造而成，也是一把极品飞剑。当初帝天送给萧云的黑刀，仅仅用1000年玄铁炼制而成，就已经重达36万斤，而这把黑魔剑用的乃是万年玄铁炼制而成，重达100万斤。帝天年轻的时候就用这把黑魔剑横扫同阶，一鸣惊人，晋升为混沌圣地的圣子。此刻，萧云打量着面前的这2把飞剑，心中陷入沉思。金龙剑的重量轻一些，仅有1万斤，可以用来御剑飞行，速度应该很快。黑魔剑坚不可摧，重量又大，适合用来当攻击的飞剑。心中有所决定之后，萧云马上开始祭炼这2把飞剑。祭炼飞剑就是分出一些精神力，在飞剑之中打下自己的精神力烙印。如此之后，修士就跟飞剑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感觉，操控起来也如臂驱使，非常轻松。这也叫做本命飞剑。如果用精神力包裹着飞剑飞行，那就不叫本命飞剑。本命飞剑的威力无疑要强大许多，操控起来也很顺手，但若是被人摧毁了本命飞剑，那么修士的精神力也会遭受到反噬。所以修士在选择本命飞剑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质量好的飞剑。当然，萧云的金龙剑和黑魔剑都是极品飞剑，在质量上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咻！随着萧云祭炼成功，他的2把本命飞剑顿时激射而出，化作一道金色的长虹和一道黑色的长虹，在屋子里射来射去，比闪电还要快。萧大爷，我终于能飞了！哈哈哈！萧云顿时大笑一声，将金龙剑召来，随即一脚踏了上去，整个人便化着一道炽烈的金色神虹飞出了屋子。地峰上，福伯一边指点林小雅和席春雨修炼神通，一边看向天殿的方向，眼中充满了忧心。林小雅感受到师尊的担心，也是满脸担忧道：“师兄他已经闭关9天了，距离1个月的时间只剩下21天了，他还没有晋升神桥境吗？留给他修炼神通的时间可不多了。”福伯心中叹息，别说只剩下21天了，就算把1个月时间都给萧云修炼神通，又能练成几门神通？恐怕连1门神通都无法练成。林小雅和席春雨的天赋也不错，但是修炼了几个月，他们2人连入门都没有入，这还是最简单的那种神通。而那柳天都所会的神通，肯定都是最难的，威力最强大的神通。咻！就在福伯忧心忡忡的时候，一道金色的神虹从天殿内激射而出，飞向了高空。林小雅顿时惊呼道：“是师兄！萧师兄晋升到神桥境了！”
一旁的席春雨也是眼眸一亮，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萧云踏着金龙剑穿梭在高空之中，罡风将他的衣衫吹得猎猎作响。他俯视着下面的一座座山峰，心中顿时有一种摆脱了束缚、自由自在的感觉。虽然以前萧云也被帝天、福伯等人带着飞行过，但那是站在别人的云朵上，而不是自己飞行。只有自己在天空中飞行，才能够体会到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萧云飞在高空中，视野广阔，极目远眺，感受非常深刻。他猛地冲上苍穹，俯视着曾经生活的大地，内心充满了震撼。壮丽的山河，苍茫的大地，一切都尽收眼底。甚至当萧云的精神力蔓延下去，地上的一草一木，一些虫子和蚂蚁，都在他的感应之中，这让他有一种掌握天地的感觉。爽啊！难怪都说只有踏入神桥境，才算是一名真正的修士。炼体境和聚气境，无论再强大，都跟凡人一样，只能在地上行走。只有踏入了神桥境，才能摆脱天地的束缚，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空之上。萧云乘风御剑，好不潇洒。他心情激荡，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啸，音波在天空中浩荡不止，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顿时，混沌圣地的一些修炼者都朝着萧云看来。是萧师兄，是准神子大人。萧云已经晋升神桥境了，果然是绝世妖孽。这才短短1个多月，他就接连跨越聚气境，抵达神桥境。混沌圣地的修士们惊叹不已。从炼体境突破到聚气境很容易，就算是普通的天才，1-2年时间也足够了。但是神桥境需要凝聚精神力，突破起来就很难了。就算是天才，也需要5-6年。而现在，萧云却只用了短短9天时间，如此天赋和悟性，实在太强大了。萧师兄天赋盖世，没准这次还真能够打败那个柳天都。有弟子对萧云恢复了信心。萧师兄的天赋没得说，但在神桥境，他和柳天都还差远了。但我相信他将来一定可以击败柳天都。也有性格冷静的弟子说道。萧云的天赋很强，这点没人可以否认。但是在神桥境，柳天都的优势太大了，就算萧云天赋不凡，也不是短短1个月就能缩小的差距。混沌圣地某处，正在下棋的帝天和柳天都也朝着天空中的萧云看去。他们俩的神念很强，直接就越过了层层虚空，看到了萧云御剑飞行。区9天时间就能凝聚精神力，放眼天下，谁能比得上我的徒儿？帝天摸着胡子，一脸得意地看向柳天都。柳天都淡淡一笑，说道：父师很强，我现在越发期待他快点起来，助我正道大地。平淡的话语却显露出柳天都的无敌信念。帝天冷哼道：还是你快点变强一些，届时我徒儿必将在地路助你正道，我们拭目以待。柳天都说罢，忽然有些遗憾地看向对面的帝天，叹息道：可惜你看不到我正道大地的那一天了，否则我必将赐你地血，祝你再活千年岁月，见证我开创的盛世。放心吧，就算你死了，我也不会死，我还要见证我徒弟正道大地的那一刻。帝天冷冷说道：他已经有了菩提果，只待闭关一次就能踏入天境。天境大能可再延长寿元1000年。帝天相信有1000年的时间，萧云一定可以正道大地，而且他有了1000年的时间，也未必不可能踏足圣人境界。一旦成圣，寿元就会再次延长1000年。混沌圣地上空，萧云御剑飞行，纵横天地间，时而像一道璀璨的神虹穿梭于虚空之中，时而像流星一般划破苍穹，时而像彗星撞击大地，玩得不亦乐乎。这也很正常，基本上第一次踏入神桥境的修士都会像萧云一样激动兴奋。毕竟像鸟儿一样在高空中飞翔，俯视整个大地，这种心情是凡人很难理解的。萧云在天上飞了1个时辰之后，才彻底平静下来，随后回到了地峰，感受着清风的吹拂。他满头黑发随风飘扬，眼中闪烁着金光，双眸熠熠生辉，流露出一种超凡的气质。萧云开始放出自己的精神力，顿时整个地峰都在他的感应之中。赵无极正在一座大殿内闭关修炼，估计是在凝聚精神力，冲击神桥境。福伯正带着林小雅和席春雨赶过来。萧云尝试着全力催动自己的精神力，发现他的精神力可以笼罩整个地峰，但往前就很难了。萧云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力究竟有多强，刚好看到福伯带着林小雅和席春雨过来，他不由得看向两女问道：师妹，席师妹，你们晋升神桥境后，精神力可以探索多大的范围？师兄，我的精神力很强，能够笼罩整个大殿。林小雅脱口而出。我也差不多，席春雨也说道。萧云不由得面色古怪，这也叫很强？要知道，在这座地峰上可是有几百座大殿，而这些大殿所占据的地方只是地峰的一个角落而已。由此可见，林小雅和席春雨他们的精神力有多么弱小了。萧云不由得摇了摇头，看来参考林小雅和席春雨是不行了，等赵无极晋升神桥境后问问。这家伙好歹也是至尊体，晋升神桥境后精神力应该不会太弱。少主，您的精神力能够探索多大的范围？此时福伯不由得好奇问道。林小雅和席春雨也是一脸好奇地看了过来。萧云的根基很强大，天赋超群，他晋升神桥境后精神力会有多强？恐怕很多人都很好奇。萧云瞥了一眼林小雅和席春雨，觉得还是不要打击他们的信心，便摇头道：其实也没有多大，仅仅能够探索整个地峰而已。嘶！福伯闻言倒吸一口凉气。
林小雅和席春雨顿时呆愣住了。整个地峰有多大？那可是高达万米，长达数千米，雄伟壮观，巍峨磅礴，可不是一般的小山坡所能比的。两女被萧云的强大精神力给彻底惊呆了，随即她们感受到一阵郁闷和无奈。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萧云摇头一叹，我真的不想打击你们，你们非要多问。咻！就在萧云和福伯三人交谈的时候，帝天已经驾云而来，落在了萧云身边。师尊！萧云连忙上前见礼。帝天认真打量着面前萧云，过了一会儿，才双眸炯炯有神地盯着萧云问道：“徒儿，你晋升神桥境后，精神力大概能够笼罩多大的范围？”师尊，弟子的精神力刚好可以笼罩整个地峰。萧云说道。什么？帝天闻言瞪大眼睛，随即一指点向萧云的眉心。他一边说道：“徒儿不要抵挡，让为师看看你的识海。”一般来说，修士是不愿意让别人查看自己的识海，但是帝天是自己师尊，萧云也就没有抵挡。而帝天此刻也通过自己的精神力看到了萧云识海中的那一颗闪亮的精神力金丹，顿时瞳孔骤缩，满脸不敢置信道：“居然是精神力金丹！你才刚刚踏足神桥境，怎么可能将精神力凝聚成金丹？”精神力金丹！福伯在旁边闻言，顿时惊呼，满脸不敢置信。林小雅和席春雨则满脸疑惑，他们并不理解精神力金丹。师尊，什么是精神力金丹？林小雅好奇地询问福伯。福伯吸了口气，一脸惊喜地看着面前的萧云，兴奋道：“精神力金丹是高品质的精神力，修士只有踏入超凡境才能凝聚精神力金丹。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久炼。”帝天接过话茬，双眸熠熠生辉地看着面前的萧云，他满脸激动地问道：“徒儿，你是不是修炼了混沌经中的炼神篇，而且还达到了久炼的境界？”是。萧云点了点头，没有隐瞒，毕竟这些人都是他最亲的人。听到萧云的话语，帝天顿时兴奋大笑，满脸激动。一旁的福伯也是无比振奋，眼中充满了激动。原本他们对萧云击败柳天都还没有多少信心，但是现在他们却有了些信心了。至少在精神力上，萧云绝对比神桥境的柳天都要强大许多。只听帝天一脸高兴地说道：“就算是为师，到现在也才达到7炼的境界，那个柳天都跟为师差不多。所以，当你们的修为被压制在神桥境时，你的精神力已经强过他了。少主的悟性简直匪夷所思，老主人您修炼了近1000年，也才达到7炼境界，而少主居然只用了9天的时间便完成了9炼，恐怕混沌大帝在年轻时候也没有这种恐怖的悟性。”福伯在一旁感慨道。帝天点头道：“别说混沌大帝了，在修炼界的历史上就没人有比萧云悟性更强的了，简直就跟天天吃菩提果一样。”萧云闻言，难得老脸一红，他可没什么悟性，都是靠着顿悟系统帮助，而顿悟系统的作用不正是跟天天吃菩提果一样吗？师尊，我现在精神力已经足够强大了，也晋升到了神桥境，接下来便是修炼神通了，只是我不知道该修炼哪些神通。萧云随即岔开话题，询问道。帝天闻言微微一笑，满脸自信地说道：“这你就找对人了，为师和那柳天都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对他没人会比为师更了解，所以为师早就想好了一些神通，专门用来克制他。”萧云闻言顿时大喜，连忙说道：“师尊快说，我马上就去星辰阁去挑选神通。”帝天面色严肃道：“为师说的这些神通，可都是现阶段你所能学习的最强神通，不过修炼难度也非常大，若非你悟性惊人，为师也不会推荐你修炼他们。”萧云嘿嘿一笑，满脸自信道：“师尊但说无妨，悟性方面您不用担心，弟子绝对没问题。”帝天点了点头，在知道萧云仅仅用了9天时间便完成了9炼之后，他已经不怀疑萧云的悟性了。当下，帝天面色凝重地说道：“要克制柳天都，首先就要克制他的重瞳，他这个人的实力有一半都是在这双重瞳上面。所以，只要克制了重瞳，就能削弱他一半的战力。”萧云点了点头，认真听着。帝天背负着双手，继续说道：“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师就先跟你说说他的重瞳有哪些能力，如此一来，你也能够有所警惕。”萧云一脸赞同，他虽然知道重瞳很强，但到底有哪些能力，他确实不知道。但是帝天就清楚了，毕竟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跟柳天都打了很多次，曾经多次领教过重瞳的威力，对重瞳自然很了解。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萧云感到很庆幸，当初去真龙朝的时候，帝天就帮助他制定修炼的战绩，克制李成帝那个时空之体。现在帝天又帮助他对付柳天都，如果没有帝天的帮助，让萧云自己去随便修炼神通，那就未必是柳天都的对手了。这是一种战术上的优势，有帝天的帮助，可以让萧云充分了解柳天都，并且提前修炼克制柳天都重瞳的神通。而反观柳天都，他现在对萧云根本一点都不了解，这就已经落了下风了。徒儿，重瞳有3种最强的能力。帝天看着萧云，面色凝重地说道：“第一是幻境能力，重瞳可以释放出幻境，将敌人拖入幻境。要知道，在战斗的时候，一旦你被拖入幻境之中，哪怕只是一时的分心，都足以让柳天都击败你了。”萧云心中凛然，这不是跟火影忍者中的写轮眼一样吗？这该怎么抵挡？
幻境可是无形的攻击，任凭你的力量再强，也无法打破幻境。而只要你陷入幻境之中，哪怕只是一个恍惚的时间，都足以让柳天都将你斩杀了。第二是开天之力。帝天面色严肃道：传言众统者是上古神人转世，众统一争，可开天辟地。这种力量不仅是物质攻击，还附加着强大的精神攻击，异常的难缠。帝天语气凝重，继续说道：第三是神火之力。柳天都的众统能够释放出温度很高的神火，比我们修士修炼的3位真火还要强大的多，简直无物不焚，无物不毁。萧云闻言一脸无语，这不是万花筒写轮眼中的天照技能吗？这个众统不会就是写轮眼吧？听完帝天的叙述，萧云对柳天都的众统能力有了大致的了解。接下来帝天便对萧云指点修炼的神通，他面色严肃地说道：神通贵在精而不在多，为师给你挑选的第一门神通就是金钟罩。你之前修炼的金钟罩乃是初级版，而高级版的则是神通，还有顶级版的，那就是大神通了。你现在还不能修炼。有了金钟罩的防御，接下来就是攻击，为师给你挑选了2门神通。帝天看着面前的萧云，笑着说道：你的悟性很强，那就用最厉害的攻击神通，他们是万剑流和4象剑阵。这2门神通可以说是最难修炼的神通之一，任何一个练成都能爆发出至强的威能。萧云点了点头，用心记下来了。帝天继续说道：还有覆海印和玄冰剑印，这2大神通配合起来使用，便足以克制众统的神火之力。师尊，那如何才能克制众统的幻境能力？萧云不禁问道。他对这种能力很忌惮，毕竟想想写轮眼的恐怖就知道了。帝天微笑道：还有一门神通叫做不动明王印，乃是一门佛门神通，可以震慑敌人的心神，摧毁敌人的幻境。有了它，你就不惧众统的幻境了。萧云听完顿时大喜，果然自己师尊早有准备，帮助他计划好了一切。这次柳天都输定了。当下萧云便告别帝天，御剑飞天，朝着星辰阁的方向激射而去。过了混沌圣地的收徒大典时期，星辰阁来往的人倒是不多了，只有10几个人而已。萧云进来之后，自然是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大家都纷纷朝着他行礼。毕竟萧云现在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地位与那些太上长老平起平坐。萧师兄晋升到了神桥境，这次来肯定是为了挑选神通，不知道萧师兄会挑选哪些神通？以他的性格，肯定是挑选最强的神通。不过现在他与柳天都的约战只剩下21天了，恐怕没多少时间给他修炼神通。我觉得萧师兄应该只会挑选1门神通，毕竟挑选多了，他短时间内也学不会。众人在角落里议论纷纷。萧云则直接开口向星辰阁索要道：星辰阁，给我万剑流、不动明王印、覆海印、玄冰剑印、4象剑阵、金钟罩这6门神通。不远处的众人闻言全都呆愣住了。他们原本还以为萧云只会挑选1门神通，毕竟短短21天，你能不能练成1门神通还不一定，哪有时间再修炼第2门神通啊？结果萧云却是一口气说出6门神通，令得众人很无语。别人用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才能练成1门神通，你却想要在21天内练成6门神通，3天练成1门神通吗？就算是大帝转世也不可能做得到。刷刷刷！随着萧云的话音落下，天空中顿时降落下6颗星辰，在萧云的面前显露出6门神通。萧云一扫而尽，将其收了起来。不过萧云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问道：星辰阁有没有跟九转霸权同一种风格，最好也是祖师爷创出的拳法神通，要最强的。他在阿赖耶识之中领悟了大道战技，这可不仅仅适用于九转霸权，只要是同一种风格的神通，也可以附加大道道纹，威力绝对会振幅很大。而且金钟罩这种战技都有升级版的神通，那么祖师爷创出的九转霸权没道理没有升级版啊！萧云顿时有些期待。咻！就在此时，一道璀璨的星辰降临而下，落在了萧云的面前。萧云探出精神力看去，顿时脑海中印入了4个大字：无敌拳印。萧云顿时眼睛一亮，不愧是祖师爷，取名就是霸气。这门神通一听名字就知道跟九转霸权是同一个风格，而且能以无敌为名，这门神通的威力肯定非常强大。就他了！萧云收起无敌拳印，便离开了星辰阁，御剑飞天而去。众人看着萧云的背影，皆是目瞪口呆。萧师兄居然选择了7门神通，他难道真的想要3天就练成1门神通？开玩笑，哪有人的悟性能够强到这种程度？天天吃菩提果还差不多。而且萧师兄所选择的神通可都是难度很大的神通。什么叫难度很大？那7门神通分明就是我们混沌圣地内最难修炼的10大神通之7，简直就是难度超级大。混沌圣地某处，帝天指点完萧云之后，便再次回来与柳天都博弈了。而且帝天这次明显棋艺大进，一上来就杀得柳天都丢盔弃甲，一举获胜。柳天都没想到帝天的棋艺会突然爆发，大意之下被帝天强得先筹，后来便无法再力挽狂澜了。不过只是一局棋而已，
柳天都也不在意。看着面前满脸春风得意，宛如换了一个人的帝天，柳天都不禁好奇问道：帝天，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难不成是你那徒弟练成了真正的混沌体？他这明显属于打趣，毕竟真正的混沌体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帝天闻言冷笑道：我徒儿以后必定会铸就真正的混沌体，你还是好好准备一下，免得半个月后输给我徒弟，那就太丢人现眼了。柳天都淡淡一笑，看来你徒弟这次晋升神桥境让你信心倍增，以我的推算，他天赋强大，晋升神桥境后精神力应该很强。不过即便是他的精神力能够与我抗衡，但是在神通上面他却是差远了。我们拭目以待。帝天满脸自信，摆弄棋盘，继续与柳天都博弈。柳天都一边下着棋，一边心中狐疑，这帝天怎么突然这么自信？以他的修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与萧云的绝对差距，萧云能有什么胜率？柳天都思考了一会儿，觉得帝天是在故弄玄虚，想要吓得自己毁约停战，那样萧云就能保持不败的战绩了。想清楚之后，柳天都便不再多想，继续与帝天博弈。他对自己有着绝对的自信，在神桥境，萧云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时间如同掌心的沙子，从指缝中悄然而逝，1月之期转瞬即到。这一天，混沌圣地的无数修炼者，还有一位位太上长老和长老、执事们，都急匆匆地朝着广场上赶来，因为萧云和柳天都的约战就在今天。地峰天殿的一间屋子里，萧云缓缓睁开眼眸，2道璀璨的神光顿时激射而出，宛如激光一般，穿透了层层空间。终于练成了最后一门神通了，萧云眼中露出自信的光芒。这21天的时间，他已经将7门神通都给练成了。不过消耗的顿悟次数也非常多，平均一门神通就耗费15次顿悟，一共消耗了105次顿悟。现在他还剩下95次顿悟。虽然消耗了很多的顿悟次数，但是萧云的收获也非常巨大。7大神通练成，他的实力增强的太可怕了，现在就连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强大。柳天都，这次你输定了。萧云嘴角带着一缕冷笑，缓缓站了起来，他就像是一尊巨龙冲天而起，携带着一股磅礴的气势，压得屋子里面的桌椅都在咯吱作响。这一刻的萧云精神状态前所未有的好，简直就是最佳状态。毕竟为了今天的这一战，他耗费了太多的顿悟次数，准备的也非常充分，可谓是信心十足。混沌圣地的广场上，也就是当初萧云拜入混沌圣地，敲响混沌钟的广场。此时这里早已经是人山人海了，不过广场上却是空荡荡的，因为混沌圣地的修炼者们都在天上观战，有御剑飞行的，有直接踏空而立的，也有驾云腾雾的，黑压压的一大片，简直遮蔽了整个天空。而在下面的广场上，只有一座巨大的灰色擂台，被一层金色的光幕所包裹，显露出一道道可怕的大道符文。这就是大地擂台。咻！天空中忽然激射下一道身影，落在了广场上。众人望去，发现此人正是柳天都。跟着柳天都一起来的还有帝天、混沌圣地的圣主，还有一位太上长老们也随之赶来，在天上观战。不愧是大帝炼制的宝物，果然非比寻常，以后我也要炼制一座这样的擂台，寻找能够继承我毕生绝学的弟子。柳天都背负着双手，双眸熠熠生辉地打量着面前的大地擂台，缓缓说道。只是他的话语令得混沌圣地的所有人都很不爽，因为柳天都竟敢扬言以后也要炼制一座这样的擂台，这岂不是直接说他自己以后能够正道成帝？毕竟只有大帝级别的强者才能炼制这种擂台，混沌圣地的人自然是不希望柳天都成帝。只见帝天冷哼道：柳天都，大话不要说得太早了，小心风大闪了舌头。柳天都瞥了帝天一眼，没有反驳，而是背负着双手，一步踏上了大地擂台，进入了金色的光幕之中。随后一道霸气的话语从大地擂台中传出：我来了，我征服，我无敌。柳天都站在大地擂台上，他背负着双手，衣袂飞扬，他的2只重瞳散发着炽烈的神光，有一种无敌的霸气笼罩全场。混沌圣地的众人脸色都非常难看，一个外人竟敢在他们混沌圣地内这么狂妄，这实在太嚣张了。众人都恨不得一起上去杀了柳天都，不过大家还是克制住了，因为今天的这一战属于萧云。这一刻，混沌圣地的所有人都希望萧云能够击败柳天都，扬混沌圣地之威。咻！似乎听到了众人的内心呼唤，萧云踏着金龙剑，像似一道金色的神虹，从天际激射而来，落在了大地擂台前。傅伯、赵无极、林小雅、席春雨等人也都在天空上观战。柳天都，萧云看向大地擂台上面的柳天都，眼中神光激射而出，带着无敌的自信和必胜的决心。上来吧，你已经浪费了我1个月的时间，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柳天都背负着双手站在大地擂台上，俯视着萧云，神情淡漠地说道：既然你这么急着输，那我便成全你。萧云冷哼一声，双脚一踏地面，整个人顿时跃上了大地擂台。轰隆隆！随着萧云进入大地擂台，那片笼罩住擂台的金色光幕顿时更加刺眼了，
一个个金色的符文，一缕缕玄妙的道纹在其中闪烁不断。萧云只感觉一股庞大的气息从那些符文和道纹之中爆发出来，充斥整个大地擂台。在这股强大的气息面前，萧云感觉到自己无比的渺小，因为这股气息实在太浩瀚无边了，这就是大地的气息。萧云无比惊叹，心中越发向往正道大地了。而此时，对面的柳天都却是忽然脸色一变，因为他身上的气息正在不断的降低，一转眼就降低到了神桥境。就连柳天都原本那神光璀璨的重瞳都被压制了许多，显得光芒暗淡下来。萧云知道柳天都已经被压制了修为，和他现在一样都处于神桥境。大地擂台，同阶一战，这是最公平的较量。萧云看着对面的柳天都，眸光战战的说道：柳天都，今日拜你，正我无敌道心。天空中正在观战的混沌圣地众人也似乎被萧云的自信给感染了，纷纷露出了笑容。大地擂台上，柳天都看着对面的萧云，一双漆黑的瞳孔再度爆发出璀璨的神光，其中重瞳闪耀，有日月沉浮、宇宙毁灭的恐怖场景。过来，斩你！柳天都只说了4个字，但却充满了霸气，眼中同样是无敌信心。枪！在柳天都说话的同时，2柄恐怖的黑色天刀从他的重瞳之中激射而出，劈向了对面的萧云。众人眼眸一凝，因为这2柄黑色天刀太恐怖了，就像是开天辟地一般，威力无与伦比。那股强大的刀意蕴含着开天意境，直接冲天起，弥漫在整个苍穹之上，令得观战的人心悸不已。轰！萧云对此早有准备，只见他双手掐动印诀，一口金色的大钟如同一座小山那么大，将他整个人都包裹在里面，释放出璀璨的金光。与萧云在炼体境和聚气境施展的金钟罩不同，现在他的金钟罩不仅体积变大了，而且体表的金色护罩也近乎实质化，不像以前的气态护罩，所以防御力也就大大增强了。柳天都的2柄黑色天刀虽然威力很强大，但也仅仅是让萧云体表的金色护罩露出一丝裂缝而已，并没有将其彻底击破。虽然用金钟罩挡住了柳天都的第一次试探性的攻击，但萧云却并不是很轻松，因为对方的重瞳真的很强大，仅仅是瞳力的攻击竟然就如此恐怖，甚至还携带着精神力的冲击。若非他的金钟罩被他用顿悟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还未必可以挡得住对方的攻击。这就是师尊说的开天之力吧？那种开天意境的确很强，就像是上古神人手持巨斧劈碎天地一般。萧云看着对面的柳天都，眼神变得无比凝重。对方的实力有些超乎他的想象，是升级版的金钟罩，已经是神通层次了。没想到萧师兄居然真的只用了短短21天就练成了一门神通，真是可怕的悟性啊！不仅仅如此，萧云就已经将这门金钟罩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否则根本挡不住柳天都的开天之力。我的天，圆满境界，萧师兄的悟性这么恐怖吗？观战的人议论纷纷，早已经被萧云施展的金钟罩给震撼住了。这可是金钟罩神通，不是战技，即便在混沌圣地的诸多神通之中，也是防御力最强大的一门神通。这门神通的修炼难度那是众所皆知的。萧云居然只用了21天就练成了金钟罩，还将其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这种悟性简直太恐怖了。就连亲自给萧云选择神通的帝天都有些不敢置信，他满脸惊喜道：萧云居然可以将金钟罩给修炼到圆满境界，这悟性太强了，将来绝对可以练成混沌经，铸就真正的混沌体。一旁的混沌圣地圣主也是满脸喜色，激动道：如此悟性，铸就混沌体有望啊！他们考虑的并不是这一战的胜败，而是萧云能否铸就混沌体，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以前他们都只是猜测，但是现在见证了萧云的恐怖悟性之后，他们就对萧云充满了信心了，相信萧云未来一定可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轰！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大地擂台上的2道身影经过最初的试探之后，已经开始正式的对决了。他们像似2道无匹的光束，狠狠地撞在一起，如同彗星撞击大地一般，爆发出璀璨的光芒，耀眼夺目，响声如同雷霆。砰！这一击太强大了，就像似2座大陆撞在一起，爆炸的光辉照亮了整个混沌圣地，恐怖的能量波动如同瀚海一般淹没了整个天地。待得光芒散尽之后，萧云站在原地不动，柳天都却被萧云一拳打飞出去，止步在大地擂台边缘。混沌圣地的众人看得非常振奋，至少在力量上面，萧云是占据优势的。只有帝天、混沌圣地圣主等人知道，这只是柳天都的试探，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对决。居然有1000万斤力量，这么说，你在炼体境拥有200万斤力量，比混沌大帝当年还要强大。柳天都看着对面的萧云，眼神也变得凝重起来。他已经预料到萧云的力量很强，但是没想到会强大到这种程度。要知道，他当年再炼体境，也不过只有60万斤力量而已。但这并没有让柳天都露出惬意，他的一双瞳孔光芒闪烁，有毁灭之光在其中浮现。他冷冷说道：很好，你越是强大，等我击败你之后，我的无敌道心便越发坚定了。萧云盯着柳天都，冷哼道：大言不惭。话音一落，一道黑色的乌光激射而出，速度太快了，如同闪电一般射向柳天都。在天空中观战的帝天顿时眼睛一亮，因为他认出来了，这正是他送给萧云的黑魔剑。
认出黑魔剑的不仅仅是帝天一个人，柳天都也认出来了。毕竟他当年和帝天不止战斗过一次，对这把飞剑实在太熟悉了。帝天果然将黑魔剑传给你了，但是仅凭你刚刚晋升神桥境的精神力，又能够操控多少力量？柳天都冷笑一声，也祭出一把飞剑，朝着萧云的黑魔剑杀去。他的精神力非常强大，可以发挥出他的全部力量，足足300万斤的力量被他操控着劈向黑魔剑。柳天都满脸自信，他觉得以萧云的精神力，最多可以操控100万斤的力量，绝对会被他给一剑劈飞。轰！两把飞剑在半空中狠狠地撞在一起，爆发出恐怖的力量波动，一阵刺眼的火光激射而出，令得虚空都扭曲了。随后，柳天都的飞剑哀鸣一声，被萧云的黑魔剑一举击溃。柳天都的瞳孔一缩，满脸色变。唰！萧云的黑魔剑携带着强大的力量，继续朝着柳天都斩杀过来。吃！关键时刻，柳天都双瞳之中射出2柄黑色的天刀，狠狠地与黑魔剑撞在一起，终于挡住了黑魔剑的凌厉攻势。虽然挡住了黑魔剑的攻势，但是柳天都的脸色依旧很难看，因为刚才黑魔剑上面冷飕飕的寒光实在是摄人心魄，让他感受到了昔日帝天凌厉攻法之势。1000万斤的力量！柳天都看着对面的萧云，脸色阴沉无比，有些不敢置信道：“你居然可以完全操控自己的力量，你的精神力怎么会这么强大？关你什么事？”萧云冷笑一声，继续操控着黑魔剑斩杀过来。那炽烈的乌光携带着惊人的威能，狠狠地劈在柳天都原先站立的地方。轰！火星四射，虚空都是一阵颤抖，地面上留下了一条漆黑的痕迹。而萧云的黑魔剑再度被他操控着，朝着退后的柳天都追杀过去。不得不说，用精神力来操控飞剑，速度实在太快了，简直比闪电还要快。犀利的黑魔剑一闪之间便已经抵达到柳天都面前了。森然的寒光令得柳天都脸色一沉：“小子，你太嚣张了，真以为力量强大就能战胜我吗？今天我就替帝天教导一下你，什么才是真正的神桥境修士。”柳天都冷冷说道。随即他掐动印诀，一座大山拔地而起，挡在他的面前，阻挡住了黑魔剑的攻击，并且还朝着对面的萧云撞去。柳天都凝聚出来的大山非常高大，就像一座真实的山峰一样，山上花草茂盛，参天大树林立，气势巍峨，雄伟壮观，散发着浩瀚的威压。萧云顿时感受到一股令人窒息般的力量扑面而来，这一门神通太强大了，绝对顶级神通，而且他还被柳天都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给我劈开！萧云不敢大意，全力操控着黑魔剑，不断地劈砍着面前的大山，将山体崩碎，滚落下一块块巨大的石头。然而让萧云震惊的是，面前的大山在破碎之后，居然还能再度恢复原样。凡是被他劈砍掉的地方，都很快就恢复了。我这一招大地印，只要是在地面上战斗，力量便会源源不绝，不杀死敌人，便誓不罢休。柳天都看向对面的萧云，冷冷笑道。话落之余，大山的磅礴之威更加强盛了，已经将萧云笼罩在里面。恐怖的威严牢牢地将萧云锁定，令他无处躲闪。毕竟大地擂台就这么大，你想躲也躲不掉。轰！关键时刻，萧云施展出金钟罩，那巨大的金色大钟再度出现，将他的身体守护在里面。炽烈的金色护罩抵挡着大山的挤压，恐怖的力量在不断的碰撞着，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出去，震天撼地，虚空都在颤抖，空间都要扭曲了。萧云身处金色护罩里面，被对面的大山给挤压到了大地擂台的边缘，笼罩住他的金色大钟也被挤压的变形了。而柳天都操控的大山居然还在不断的变大，这家伙的力量居然还在不断的变强着。萧云看着面前的大山，眼中有些难以置信。突然他想到了柳天都之前说的话，只要是在地面上战斗，他这一招大地印就能拥有源源不绝的力量。萧云不由得朝着面前大山的底部看去，果然看到一道道土黄色的光晕不断的朝着大山之中汇聚，增加着大山的力量。这门神通居然可以吸收大地的力量，难怪会源源不绝，还能够迅速恢复。萧云脸色一变，他终于明白这招大地印的强大之处了。同时萧云也明白，不能再让柳天都继续施展这门神通了，必须要尽快击毁面前这座大山，否则的话，随着时间延长，柳天都这门神通的威力会越来越强大，这对萧云很不利。萧师兄要输了，这招大地印一旦修炼到了圆满境界，就能吸取大地的力量，能够源源不断的变强，只要一开始不能击毁它，后面便很难将其击毁了。如果不是在大地擂台上战斗，萧师兄就能躲开了，但是大地擂台的面积令得萧师兄无处可躲。这话不现实，如果没有大地擂台压制柳天都的境界，萧师兄都没资格跟柳天都一战。天空中观战的混沌圣地众人不由得露出担忧的目光，他们都觉得萧云要败了，柳天都的大地印实在太强大了，这也是萧云的劣势。萧云虽然力量强大，但是在神通上面比起柳天都来说就差得远了。毕竟柳天都修炼了1000年多年，什么神通都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这种巨大的劣势，萧云在短时间内很难弥补。萧云此败非战之罪。混沌圣地圣主叹息道。只有旁边的帝天睁着眼睛紧紧盯着下面的萧云，他双眸熠熠生辉，目光中充满了期待。
他给萧云指点的神通都是克制柳天都的，只要萧云能够练成，就能够打败柳天都。但是萧云能够练成吗？就像是金钟罩一样，把其他的神通也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这是一个奇迹，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奇迹。毕竟想要在短短21天的时间内将7门神通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这简直不可能，大帝转世也不可能做得到，所以才说是奇迹。帝天的眼中充满了期待，他的徒儿萧云能够完成这个奇迹吗？轰隆隆，大地擂台上，萧云体表的金色大钟都已经被对面的大山给压扁了，金色护罩里面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如果再继续持续下去，萧云整个人就都要被压扁了。认输吧，现阶段的你还不是我的对手。柳天都背负着双手，看着对面被逼入绝境的萧云，他的眼中充满了傲然与自信。输给我并不可耻，毕竟我是和你师尊争锋的前辈。你回去努力修炼，以后我会在地路上等着你，希望下次你能够给我带来一点点惊喜。柳天都用高高在上的语气在指点着萧云。你废话说完了吗？就在此时，萧云抬起头看着对面的柳天都，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你是不是撸管撸多了，单身单久了，哪来这么多废话？哼，既然你冥顽不灵，那我打到你跪下认输。柳天都眼神一冷，他虽然不知道撸管是什么意思，但直觉告诉他这是骂人的话。轰！随着柳天都加大力度，面前这座大山吸收大地之力的速度更快了，一下子就长高了10几米，像似一座庞然大物，携带一股磅礴的威势，朝着萧云压塌下来。柳天都，你太自信了，真以为我会在神通上面输给你吗？萧云看着对面的柳天都，身上的气势在不断的攀升着，他散发出来的力量波动变得越来越恐怖了，宛如深渊之中沉寂的战神正在黑暗之中缓缓复苏。对面的柳天都眯着眼睛，重瞳之中闪烁着毁灭之光，他有些好奇，为什么萧云到现在都还有自信？万剑流！萧云迎着柳天都的目光大声吼道。下一刻，一道黑色的乌光就从天外射来，朝着面前的大山轰击过去，正是萧云操控的黑魔剑。柳天都见状，不由得嘲讽道：万剑流，这门神通的确很强，但你最多能够修炼成一道流，仅仅一把剑的攻击力，比起我的大地印实在太渺小了，如同浮游撼树，不堪一击。萧云闻言暴喝道：一把剑不够，那就1万把剑。话落，那射向大山的黑魔剑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像似在阵战一样，陡然化作上万道剑影，汇聚成一条黑色的剑光长河，携带着无匹的力量，浩浩荡荡地冲向了大山。什么？柳天都瞳孔一缩，他没想到萧云居然将万剑流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达到了万道流的层次，这怎么可能？天空中，当混沌圣地的众人看到萧云施展万剑流之后，顿时露出震惊和不敢置信的目光。这难道是那门号称神通之中攻击力最强的万剑流吗？有神桥境的弟子惊呼道。一位长老也是瞪大了眼睛，满脸震惊道：不错，这就是万剑流，除了祖师爷自创的无敌拳印外，这门神通便是我们混沌圣地的诸多神通之中攻击力第一的神通。话虽如此，但是万剑流也要修炼到圆满境界才能发挥出最强的攻击力，不知道萧云修炼到了哪一个层次。一位太上长老刚刚说完，便看到下方的黑魔剑突然震荡出1万道剑影，汇聚成一条黑色的洪流，朝着柳天都的大地印轰杀过去。这位太上长老顿时瞳孔一缩，满脸不敢置信道：这是万道流，怎么可能？萧云怎么可能在短短半个月内就将万剑流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什么？圆满境界？我的天啊！周围顿时传来一片惊呼声。高空中，混沌圣地圣主和帝天等人也是一脸的震撼和难以置信。混沌圣地圣主轻声道：万剑流是依靠强大的精神力，使得飞剑剧烈震荡，制造出剑影。刚入门的话，只能震荡出10道剑影，小成境界可以震荡出100道剑影，大成境界可以震荡出1000道剑影，只有达到圆满境界才能震荡出这1万道剑影。不得不说，混沌圣地圣主这次真的是被萧云的悟性给惊呆了。他曾经也修炼过万剑流，所以非常清楚这门神通的修炼难度有多么巨大。他可是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将其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而萧云呢，这才过去短短不到半个月而已。由此可见，萧云的悟性有多么恐怖。拥有如此强大的悟性，他将来必定可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混沌圣地圣主眼中充满了期待，他仿佛已经看到萧云将来铸就混沌体，正道大地，带领混沌圣地崛起的画面了。至于旁边的帝天，早已经兴奋地大笑起来，哈哈，有此家图，这辈子老夫已经没有遗憾了。帝天感慨不已。帝天的笑声很大，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周围许多人都朝着帝天投来羡慕和嫉妒的目光，一些太上长老都后悔不已，早知道当初自己也去抢着收下萧云了。大地擂台上的柳天都也听到了帝天的笑声，他觉得这是帝天在嘲笑他，让他感到无比的屈辱。轰隆隆！与此同时，对面的黑色洪流已经摧毁了柳天都的大山，携带着一股气势磅礴的威能和浩浩荡荡的惊世之力，朝着柳天都继续轰杀过来。柳天都的脸色阴沉无比，他看着对面的萧云，眼中射出炽烈的神光，冷声道：很好，
你终于挑起了我的一丝兴趣，接下来我会用最强的力量击败你，这是你最大的荣幸。话落，柳天都的重瞳之中射出一道道璀璨的光束，将面前的黑色洪流击溃了，并且他的双眸光芒璀璨，就像是2颗太阳爆炸了一样，释放出了炽烈的光芒。这一刻，柳天都的眸子可怕的非常摄人，如同漆黑无比的太古深渊，吞噬着一切的光芒，仿佛要将人的灵魂都给吞噬进去。但是让人奇怪的是，柳天都的双眸明明是在绽放光明，应该让人感到温暖才对，然而众人却感到浑身无比冰冷，就仿佛站在太古深渊的旁边，再向前一步踏出，就要坠入无尽的黑暗之中。这还仅仅是外面观战众人的感受，而与柳天都正对着的萧云，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坠入了太古深渊之中，周围都是一片黑暗，整个世界都没有一丝光明，这就仿佛是一座漆黑的无底井一样。萧云的身体在不断的坠落着，似乎永远都没有尽头。萧云，欢迎来到我的黑暗世界，你就永远的在黑暗之中沉沦吧。柳天都的声音忽然在黑暗之中响了起来。萧云顿时明白，这就是重瞳制造的幻境，但他却发现周围的一切非常真实，哪怕他拥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都难以摆脱这片幻境。与此同时，在外界混沌圣地的众人顿时发现萧云闭上了眼睛，整个人就像是昏睡过去一样。怎么回事？萧师兄怎么闭上眼睛了？这可是在战斗啊！有弟子惊呼道，满脸着急。是柳天都的幻境，他的重瞳非常恐怖，听说可以制造一座黑暗世界，能够让人沉沦其中而不可自拔。某位混沌圣地的长老眼神凝重道，萧师兄的精神力那般强大，都能被这黑暗世界所吞噬，这重瞳制造的幻境未免也太恐怖了吧。柳天都能够无敌一个时代，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前也只有地天太上长老才能跟他争锋。萧云这下麻烦大了。在众人一脸担心的议论中，身为萧云的师尊地天却显得很平淡。他已经见识到萧云的恐怖悟性，所以他相信萧云可以练成不动明王印这门神通，到时候自然可以击破柳天都的黑暗世界。一旁的混沌圣地圣主似乎也留意到了地天轻松的样子，不由得疑惑道，你就一点不担心吗？这可是黑暗世界，除非萧云铸就了半部混沌体，以混沌领域破之，否则难以化解。你忘了我们混沌圣地的不动明王印了吗？地天笑着说道。什么？萧云还修炼了不动明王印？这可是佛门神通，萧云没有一点佛性，又没有修炼佛门功法，他怎么可能练成这门神通？混沌圣地圣主满脸震惊。但就在此时，混沌圣地圣主却感受到下面的大地擂台中爆发出一股汹涌澎湃的浩瀚佛力。萧云，任凭你实力再强大，与我比起来还是不堪一击，接下来我轻轻松松就能击败你。柳天都看着对面闭上眼睛的萧云，不由得大笑一声，朝着萧云走了过去，一掌狠狠地拍来。此时的萧云已经沉浸在幻境之中，毫无还手之力。然而就在柳天都的掌印即将落下的时候，萧云却猛地睁开了双眸，2道璀璨的神光顿时激射而出。怎么可能？你怎么能这么快就摆脱了幻境？柳天都瞳孔一缩，不过他马上加快了掌印的攻击速度，想要趁机解决萧云。柳天都，你以为你的幻境很厉害吗？我让你见识一下佛之愤怒不动明王印！萧云大吼一声，周身金光冲天起，化作一尊金色的大佛，正是佛门之中的不动明王。他周身光芒闪烁，围绕着一个个金色的万字，散发着磅礴的气息，就像四佛祖降临一般，佛威如玉。柳天都的黑暗世界在这尊不动明王面前就跟纸片一样瞬间破碎，而且不动明王的恐怖怒火更是如同一片火焰烈雨，将对面的柳天都一举吞没了。不动明王是佛门5大明王之主尊，他盘卧石座，通身青黑，左眼细闭，下齿颞上唇，现愤怒相，背负猛火，光焰如迦楼罗之势，火海沸腾，佛威如玉。在萧云的浑厚灵力催动之下，这尊不动明王顿时朝着柳天都镇压下来。他双手合十，怒目圆睁，通体金焰四射，携带着愤怒的毁灭之力。虚空之中更有洪亮的佛音浩荡而出，见我身者发菩提心，闻我名者断恶修善，闻我法者得大智能，知我心者即身成佛。这是不动明王之誓言。此佛言一出，不动明王的威势就更加恐怖了。他背后的金色火焰沸腾暴涨，就跟大海中的惊涛骇浪一般，淹没了整个大地擂台。真应了那一句，我佛虽然慈悲，但亦有怒目金刚。不动明王能够慈悲救人，行善天下，但同样也能怒火冲霄，燃烧9重天，除魔卫道。轰隆隆！在不动明王的磅礴威势之下，整个大地擂台都在剧烈颤抖，仿佛无法承受这股强大的力量一样。而柳天都的身体也是跟着随之颤抖，他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不动明王的誓言，那浩大洪亮的佛音不断地冲击着他的识海，震得他的耳鼻口眼都在流血。不动明王印这门神通不仅有强大的攻击力，还附带着火焰的伤害力。当然，真正厉害的还是不动明王的怒火。这是佛之愤怒，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攻击，它会在你的脑海中凝聚出一尊不动明王，镇压你的识海，摧毁你的精神力。柳天都显然没想到萧云会练成这种强大的神通，大意之下，不仅被萧云摧毁了黑暗世界，更是被他的不动明王印给伤到了。噗！柳天都第一次受伤喷血倒退，他快速与萧云拉开距离，
双眸之中立刻射出漆黑的神光，向4两柄天刀斩杀过来。显然，他动用了重瞳之力。锵锵！黑色的天刀斩在不动明王的身上，发出金属般的恐怖声响。开天意境冲天起，强大的力量仿佛撕裂天地，但是却依旧无法撼动不动明王的威势。怒目金刚，不坏之身。萧云一脸嘲讽地看着对面的柳天都，冷笑道：“你的开天之力虽然很厉害，但还无法摧毁我的不动明王印。乖乖接受佛之怒火的洗礼，放下屠刀，皈依我佛吧。”施展不动明王印之后，萧云显得很神圣，就跟一尊真正的大佛一样。他浑身金光四射，有一个个巨大的金色万字在他的身体周围环绕，甚至在萧云的脑后还有9道彩色的光环，显得非常的耀眼和璀璨。混沌圣地的人都看呆了，如果不是认识萧云，他们还以为这是一尊佛陀驾临他们混沌圣地了。什么不坏之身，在我的重瞳面前，谁敢称无敌？大地擂台上，柳天都擦掉嘴角的血液，他突然大吼一声，双眸射出璀璨的神光，有恐怖的黑色火焰席卷而出，笼罩整个大地擂台。众人瞳孔一缩，这种黑色火焰太可怕了，那种炙热的温度将周围的空间都烧得扭曲起来，就跟绝世焚炎一般恐怖。萧云的不动明王在这种恐怖的黑色火焰燃烧之下，都开始融化了，就好像冰块遇到了火焰，迅速化为了水，最后消失不见。是重瞳神火，比3昧真火还要恐怖的火焰，就连佛门的不动明王都难以抵挡，真是恐怖啊！一旦被这种火焰沾身，任凭你有多强，都无法抵挡，连神佛都要被活活烧死。天空中观战的众人议论纷纷，而大地擂台上，萧云也感受到了这种黑色火焰的恐怖威力，他脑海中顿时响起了帝天的提醒，这应该就是重瞳者所拥有的强大火焰能力了，跟火影忍者万花筒写轮眼中的天照一样，威力也非常强大。不过萧云早有准备，所以他并没有太慌张，依旧神情镇定。萧云，没想到除了万剑流之外，你还能练成不动明王印，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你依旧无法击败我，终究要败给我。柳天都乘着火浪朝着萧云杀来，他像似一尊火焰神灵，神威如玉，难以阻挡，那恐怖的气息令人感到惊悚。而周围的黑色火焰在柳天都的操控下，也都朝着萧云扑杀过来，欲将萧云吞没。覆海印！忽然萧云低喝一声，令得对面的柳天都脸色一变，紧接着随着萧云掐动印诀，一片浩瀚的汪洋顿时从天空中倾泻而下，像似9天银河决了堤，汹涌澎湃的洪水倒灌下来，扑灭了下面的黑色火焰。又是一门圆满境界的神通，你的悟性怎么可能这么强？才短短20几天，你怎么可能练成这么多神通，而且还能将其修炼到了圆满境界？柳天都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心中如同翻江倒海一般。接连几次他表现出胜利的趋势，结果就被萧云的新神通给扑灭了，这让他感到很难受，也很难以置信。萧云怎么会这么强？他不是才刚刚晋升神桥境不久吗？而且萧云的神通居然还全部都克制他的能力，让他很不解。这注定是柳天都心中最大的疑问。轰隆隆赤赤，大地擂台上，洪水与黑色的火焰不断的冲击着，一会儿洪水扑灭了黑色火焰，一会儿黑色火焰蒸发了洪水，水火不容，正在进行一场巅峰较量。阿柳天都大吼，他在源源不绝地催动自己的重瞳，快速释放着黑色的火焰，想要一举压过对面的洪水。萧云冷哼一声，也在全力催动灵力，让洪水变得越来越猛烈。他的力量强大，灵力浑厚，使得洪水越来越猛。在他们两人的僵持之下，最终还是萧云更胜一筹，使得洪水一举冲破了柳天都的阻挡。比起力量，你还差得远。萧云看着对面脸色阴沉的柳天都，冷笑一声，随即再次掐动印诀。此印诀一出，对面的柳天都脸色一变，因为他明显感受到了一股绝世锋芒和极冷的寒气正在萧云那里爆发而出，周围的温度都在迅速降低。玄冰剑印似乎验证了柳天都的猜想，只听萧云大吼一声，一柄蓝色的神剑顿时从他体内激射而出，携带着极冷的寒气，从虚空之中遥遥斩向了柳天都。在这柄蓝色神剑的所过之处，所有的洪水都被冻结了，那恐怖的寒气令得黑色火焰也慢慢减弱了下去，最后被冰块封死在里面，成了无根之瓶，缓缓熄灭。高空中，混沌圣地的众人已经震惊的麻木了。萧云已经接连展现出好几门神通了，而且还都是威力强大的神通，甚至还将他们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这才仅仅20几天啊，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连大帝都无法完成的奇迹。萧云，我承认你有资格与我一战。大地擂台上，柳天都看着对面杀来的蓝色剑印，他眼神变得凌厉无比，一股霸绝天下的刀意忽然从他体内爆发，那恐怖的气势令得虚空都在战栗。唰，柳天都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把巨大的神刀，光芒璀璨，气势慑人。那蓝色的神剑直接就被柳天都一刀粉碎，周围的冰块也都被这一刀撕裂，磅礴的刀意冲天起，震散了云层。柳天都看向对面的萧云，眼中光芒无比炽烈，就跟2盏神灯一样，爆发出璀璨的神辉。霸刀柳天都，他终于要展现他最强的力量了。萧云眼神无比凝重，
他感觉对面的柳天都的气息变得很强，就跟一柄神剑洞穿苍穹，展现出无匹的绝世锋芒。这才是柳天都真正的实力。作为天刀圣地的神子，柳天都的实力可不仅仅只有重瞳，还有他的刀。霸刀的威名可不都是靠重瞳创出来的，关键是柳天都的刀。在萧云的感应之中，面前的柳天都就像似一座火山，突然就爆发了。那股磅礴的刀意蕴含着无匹的霸气，像似要撕裂整个天地。在这股绝世锋芒面前，萧云都感到有些头皮发麻，仿佛如芒刺背，忍不住想要后退。柳天都终于出刀了，今天可以见识一下霸刀之威，希望萧师兄能够挡住。这才是最强状态下的柳天都，只要萧云能够挡住这一战，他就有胜利的希望。高空中，混沌圣地的众人也都面色一紧，神情忍不住凝重起来。他们知道这一战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大地擂台上，柳天都手持一柄神刀，整个人的气质变得无匹犀利，他的眼中眸光暴涨，霸道的刀意汹涌澎湃，席卷整个天地。唰！忽然，柳天都动了，他身体如同蛟龙，横空而来，一刀劈向萧云，刚猛霸气，带着一股一往无前、唯我独尊的强大气势。一刀天下，柳天都冷喝道，他手中的神刀绚丽璀璨，恐怖的刀光暴涨近100丈，欲要将萧云吞噬进去。轰隆隆！萧云没有后退，他操控着黑魔剑，施展出万剑流，带着浩浩荡荡的黑色剑气风暴，狠狠地轰击过去，迎向柳天都的这一刀。两股力量顿时撞在了一起。刹那间，大地擂台上像似有一颗太阳爆炸了，无数的光羽飞溅出去，席卷向四面八方。汹涌澎湃的能量就跟决了堤的洪水，不断的肆虐整个大地擂台。这一次的对决非常恐怖，仅仅一瞬间而已，那包裹住大地擂台的金色护罩都狠狠地震颤了一下。而大地擂台之中更是光辉炽盛，耀眼的如同太阳，根本看不清楚里面有什么。刀卷苍穹！大地擂台中，柳天都的话语再度传来，同时跟着升起的是一股沸腾的刀意以及绚丽的刀芒。那恐怖的刀光冲天起，像似一柄绝世神刀，从天空中狠狠地切割下来，仿佛把空间都给展开了。咔嚓！萧云操控的黑色剑盒都被这一刀给撕裂了，那恐怖的刀芒直劈下来，狠狠地撞在萧云体表的金色护罩上。这是金钟罩！萧云感受到对面的柳天都的刀势太霸道了，所以提前布置了防御，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哼，我看你还能够挡我几刀！刀笑沧海，柳天都眼中射出冷电，紧紧盯着对面的萧云，再度大喝出手，一刀斜劈而出。轰隆隆！刹那间，无数海浪逆卷苍穹，就跟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无数的刀芒如同海浪一样汇聚在一起，朝着萧云浩浩荡荡的奔涌过去，一下子就把萧云给淹没了。天空中观战的人纷纷惊呼，柳天都的刀势太霸道和凌厉了，简直无敌。玄冰剑印，萧云大喝一声，掐动印诀，一柄蓝色的神剑激射而出，顿时将对面的刀芒海浪给冻结了。柳天都冷笑一声，刀势没有停止，而是继续持刀劈来。纵霸天下！这一刀非常恐怖，直接就撕裂了冰层，带着浩大无匹的威能，将萧云的剑印粉碎，狠狠斩向萧云。咔嚓！保护萧云的金钟罩也都被这一刀给劈碎了，那炽烈的刀芒瞬间将萧云给吞没了进去。砰！关键时刻，萧云一拳打出，恐怖的拳印光芒万丈，爆发出一股无敌的意境，从他面前炸开，击毁了柳天都的强势一刀。你这是什么神通？柳天都瞳孔一缩，有些震惊地看着对面的萧云。是杀你的神通。萧云冷冷说道。他的身体开始泛金，有炽烈的金光喷涌而出，像似有一座神炉在他体内爆发，璀璨的神焰弥漫出，展现出一种令人惊悚的恐怖气息。萧云双手掐动印诀，恐怖的拳印再度爆发起来，他血气滚滚，气贯长虹，如同一颗彗星撞击而来。柳天都的眼神无比凝重，不由得催动全力，大喝道：天狗吞月！随着声音落下，他手中的神刀猛地挥舞起来，恐怖的刀光暴涨而出，在天空中形成一只天狗，龇牙咧嘴，张开血盆大口，将萧云吞了进去。看我打死你这只狗！萧云大吼一声，就跟一头真龙一样，他高高跃起，一拳打破虚空，满头黑发披散，眸光炽烈，气息强大无匹。这一刻的萧云就跟一尊战神在与柳天都激烈搏杀。轰隆隆！又是一阵激烈的大碰撞，萧云和柳天都两个人都已经爆发出了神桥境极限的力量，战力都比一般的洞天境更加强大了。嗷呜！天狗仰天大吼，携带着吞天噬地的恐怖威力，令得虚空都扭曲了。而萧云的全力无匹，那炽烈的拳印光芒炸开，金光璀璨耀眼，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天空中浩荡不止，像似一片金色雷霆在那里爆炸了。他们的力量太强大了，强大的让人难以想象。这是无敌拳印，居然是祖师爷自创的无敌拳印，这可是神通之中最强大的神通啊！萧云已经将这门神通修炼到了圆满境界，威力直逼大神通，太恐怖了！这已经是萧云展现的第6门神通了吧？竟然全都被他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他的悟性究竟有多么强大？天空中随着萧云施展出无敌拳印，混沌圣地的众人全部沸腾了，一些太上长老们都瞪大了眼睛，满脸不敢置信。
混沌圣地圣主和帝天也都是一脸吃惊之色。这小子居然偷偷学会了无敌拳印，帝天心中感慨不已。他也知道这门神通威力很强大，但是自从祖师爷之后就从来没人练成过，所以他也就没有给萧云推荐了。岂料萧云居然自己选择了这门神通，还将其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这份天资，这份悟性，当真不愧是超越了祖师爷的存在。沉寂多年的最强神通终于出现了，这是祖师爷在保佑我们混沌圣地吗？混沌圣地圣主暗暗想到，盯着下面擂台上的萧云，眼中充满了异彩。他觉得萧云就是祖师爷给他们混沌圣地送来，带领他们混沌圣地崛起，重新站在九霄大陆的巅峰。轰！大地擂台上，萧云急速俯冲，居高临下，挥舞着炽烈的拳印，狠狠地轰向柳天都。他的拳光璀璨耀眼，仿佛有金色火焰在熊熊燃烧，爆发出炽烈的霞光，喷涌出无敌的威能。嗷呜！天狗一声悲鸣，被萧云一拳狠狠地砸碎了。那炽烈的拳光再度暴涨，将柳天都笼罩在其内。唰！柳天都一刀猛地挥出，与萧云的拳印猛烈地撞在一起，爆发出万道神光，将虚空都给炸开了。随后，柳天都闷哼一声，被萧云的无敌拳印给硬生生地击退了。但是柳天都不退反进，他猛地冲向前方，如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举起了手中的神刀，朝着萧云当头劈下。日月无光！柳天都大喝一声，恐怖的刀光顿时暴涨300丈，就像是一片璀璨的刀河，将天空都给遮蔽了，使得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日月都没有了光彩。这是柳天都的最强一刀，他的精气神都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就像是一尊魔神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力，爆发出灭世一击。观战的所有人都是心中凛然，面色大变，他们感觉到这一刀的恐怖力量实在太可怕了，这才是真正的霸刀，有人感慨道。而在柳天都对面的萧云也感受到这一刀的恐怖，他发现自己又陷入了黑暗世界，失去了柳天都的身影。显然柳天都的这一刀不仅蕴含了强大的物质攻击，还携带着精神力的冲击以及幻境的攻击，三者合一，威力无匹。不得不说，这个柳天都能够无敌一代人，的确是名至实归。无敌拳印！萧云不敢有丝毫大意，再度催动无敌拳印，但是这一次他动用了大道道纹，附加在这门神通之中。顿时萧云的各身体都在发光，气息汹涌澎湃，宛如一片炽烈的光海，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出去。在大道道纹的包裹下，萧云的身体越来越炽烈，就像是一尊太阳，爆发出绚丽的火光，神焰燃烧了9重天。众人远远望去，只感觉有一头真龙在萧云的体内咆哮着冲了出来，突破了9重天的限制，翱翔在天穹之上。萧云的无敌拳印似乎有些不一样，有人低声说道，面露疑惑之色。混沌圣地圣主和帝天都瞪大了眼睛，两人随即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撼。是道纹，大道道纹！混沌圣地圣主和帝天心中无比震撼，没有成帝，怎么可能领悟出大道道纹？这简直就是奇迹。而大地擂台上，柳天都也是瞳孔一缩，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一拳轰击过来的萧云，他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轰！萧云的无敌拳印太恐怖了，在大道道纹的包裹下，简直横扫一切，摧枯拉朽一般的轰碎了柳天都的绝世神刀。大道道纹，你怎么可能领悟大道道纹？柳天都有些颤抖地问道。他的眼中第一次露出了畏惧，自信心都有些消退了。实在是萧云的大道道纹让他太震撼了，那可是只有大帝才能动用的道纹。因为我无敌。萧云一步步走向柳天都，嘴中缓缓说道，他双眸神光炽烈，璀璨如同恒星。他龙行虎步，气质看起来非常超然，有种超脱于这个世界的意境。他的每一步落下，都令得大地擂台在震颤与轰鸣，仿佛大道都跟他融为了一体。这是比天人合一更强的境界，叫做入道。此刻萧云就是大道，大道亦是萧云，所以萧云才展现出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气势。他慢慢走进柳天都，但却像是裹挟了整个宇宙天地，朝着柳天都压迫过去。噔噔噔噗！柳天都被这股强大的压力给震退了，那种强大的大道冲击令他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脸色都是一片煞白。是大道在镇压他的识海，让他的精神力受到重创。这一刻，包裹着大地擂台的金色护罩都在剧烈颤抖，那些金色的大地符文都在连连震颤，仿佛承受不住大道的冲击。柳天都，你败了！萧云走向柳天都，再度掐动无敌拳印，携带着一股恐怖的威能，朝着柳天都轰杀过来。轰！萧云的身上金光流转，无匹的威能汹涌澎湃，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吞噬了整个大地擂台。随后，一只金色的拳头从海洋之中升腾起来，扶摇直上9万里，冲向域外的璀璨星空。恐怖的力量令得周围的宇宙星辰都破碎了。这是大道之拳，它蕴含着大道的威能，有着一股无敌之威，仿佛整个宇宙都容不下这只拳头，被轰击的支离破碎。日月无光！柳天都的重瞳之中爆发出璀璨的神光，他大口喷血，在燃烧本源之力，继续爆发出最强一刀。然而这一次他的黑暗世界并没有淹没萧云了，而是在接近萧云身前的时候就被一只金色的拳头给粉碎了。砰！萧云的拳光撕裂黑暗世界，
恐怖的力量直接打向了柳天都，将对方的身体都给轰得倒飞出去，狠狠地摔在大地擂台的金色光幕上。噗！柳天都从地上爬了起来，脸色一阵潮红，再度喷出一口鲜血，都染红了他的衣衫。随后，柳天都的脸色便更加苍白了。他的精神力被大道冲击的重伤，现在就连肉身也被萧云的无敌拳打的重伤，他的战力已经大大减弱了，不可能再敌得过萧云。显然，这一战是他败了。柳天都，你输了。萧云一步步走来，他没有将大道道纹收起来，那种可怕的威能就像40万大山镇压过来，压得柳天都有些喘不过气，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一种浩瀚无边的恐怖威压。此时此刻的柳天都在萧云的身上感受到了无边的浩瀚，就像是在面对一片璀璨的宇宙星空一样。他的身体是那样的渺小，如同小小的蜉蝣。噗！柳天都深深看了萧云一眼，然后再度喷出一口鲜血，直接晕死了过去。萧云不由得皱起眉头，这家伙也太不经打了吧，怎么就晕过去了？没道理啊！萧云，他的无敌道心已经被你破了，遭受到了反噬，只能依靠昏迷来压制这股反噬之力。就在此时，混沌圣地圣主从天而降，满脸笑容地对萧云说道。一旁的帝天也走了过来，他扫了地上的柳天都一眼，满脸兴奋地说道：“徒儿，你干得好！这家伙被你破了道心，短时间内是无法成圣了，刚好给为师创造了一个追上他的时间。原本他就算服用了菩提果，也不可能追上柳天都，毕竟柳天都距离圣人境界只差半步之遥，甚至随时都能迈入这个境界。帝天想要追上柳天都，难度实在太大了。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柳天都的无敌道心被萧云打破了，他想要恢复，那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是无法成圣的。而帝天就可以趁着这个时间迅速提升修为，直到追上柳天都。帝天毕竟和柳天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他还是想要亲手打败柳天都，而不是交给他的徒弟萧云。师尊，我相信您一定会打败柳天都的。萧云看向帝天，对自己的师尊他也充满了信心。有了菩提果的帮助，等帝天踏入天境之后，追上柳天都也指日可待。你们师徒俩这是要轮流吊打柳天都吗？如果让他听到了，估计会被活活气死。一旁的混沌圣地圣主笑着说道。萧云和帝天对视一眼，也都哈哈大笑起来。朝霞四射，晨露绽放彩光，地峰上雾霭缭绕，清新的草木气迎面扑来。天殿之中，萧云盘膝而坐，缓缓睁开了双眸，迎着朝阳看去。与柳天都的一战让他收获很大，不仅增加了战斗经验，更是让他圆满了自己的神桥境境界。此时萧云已经在神桥境达到了极境，他感觉自己随时都能突破到下一个境界。但是萧云没有这样做，他觉得神桥境还能继续挖掘，说不定可以像在炼体境一样打破极限，超越极限。在聚气境他没有打破极限，那是因为身体的限制，人类的肉身已经被他修炼到了极致，只能容纳那么多的天地灵气。毕竟在聚气境已经没有哪个修士会比他的肉身更加强大了，就算混沌大帝都比不上萧云。因此想要在聚气境打破极限，除非你不是人类，拥有神兽的躯体才行。但是在神桥境就不一样了，神桥境最重要的便是精神力。虽然萧云已经完成了9炼，精神力振幅了9倍，比一些洞天境的精神力都要强大，但是萧云觉得这应该还不是极限。肉身有实体的限制，精神力却没有这个限制，我的识海庞大无比，没道理会限制住精神力的变强。萧云眼中金光闪烁，直觉告诉他，神桥境的精神力是可以继续突破的。尽管他现在还找不到方法，但他不介意多花一些时间来推演和验证。毕竟他的修炼速度已经很快了，随时都能突破到下一个境界，所以他也不急着突破。萧云的目标是在每个境界达到最强，超越所有人，甚至是超越那些历史上的超级天才。因为萧云的野心极大，他不仅仅是要证到大帝，他还要成为最强的大帝。祖师爷能够无敌诸天世界，那我就要成为古今未来的最强者。萧云眼中眸光炽盛，充满了自信。尤其是在萧云打败柳天都之后，他的无敌道心变得更加坚固了。结束了一天的修炼，萧云开始查看自己的系统。与柳天都的那一战，帮助他增加了不少的顿悟次数。首先是打败柳天都的奖励，一共奖励了50次顿悟。在与柳天都战斗的期间，还引发了几次惊呼，又得到了15次顿悟。所以萧云现在一共拥有160次顿悟。练成混沌体还不够，甚至连铸就半部混沌体都不够，得继续积累才行。萧云皱起眉头，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这一次为了变强，他才用掉了那么多的顿悟次数，但这完全是值得的。毕竟这些顿悟次数，无论是用来铸就混沌体，还是修炼神通，都是为了增强实力。丁，最新任务，什么叫做超级天才？超级天才能够越级杀人，从现在开始，每杀死一个神桥境之上的修士，便奖励10次顿悟，上限10人。忽然，萧云的脑海中响起了冰冷的机械声音。萧云嘴角微微翘起，不禁笑道：“知道我无法铸就混沌体，马上就给我送顿悟次数来了吗？果然是贴心的好系统，给你赞一个。”萧云很开心，这次的任务奖励非常丰厚，越级杀1人就能获得10次顿悟，上限10人，那就是一共可以获得100次顿悟。这可是比打败柳天都的奖励还要丰厚。等完成了这次任务，
应该足够我铸就半部混沌梯了。萧云暗暗想到，他顿时迫不及待地离开天殿，准备去向帝天道别，出山历练。毕竟只有出去才能杀人，他总不能在混沌圣地内大开杀戒吧？师兄，有你的信。萧云刚刚踏出天殿，林小雅便急切地跑了过来，将一封信递给萧云。同时，林小雅还一脸着急地说道：“师兄，这是你们萧家的一个护卫送来了，他连夜赶路几个月，送完信就因为疲累而死。”萧云闻言，脸色顿时一变，随即连忙拆开信封，凝目望去。萧云心里非常着急，他们萧家距离混沌圣地也不是很远，普通人赶路只需要1年时间就能抵达，他们萧家的护卫至少是聚气境的修士，半年时间就足以赶到混沌圣地。但现在那名护卫为了加急赶路，被活活累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萧家发生了大事情，需要尽快通知他，时间已经非常紧急了。打开信封，萧云目光急忙扫去，几乎瞬间，萧云就认出来了，这是他父亲萧恒的笔记。萧云阅读信的内容，很快就明白了一切。原来是他们萧家的一个矿区之中出现了宝光和阵法，疑是有强者的遗迹或者洞府，当然也有可能是某个宝物。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萧家的矿区之中出现了宝光，这事情根本瞒不住，很快就引起了周边势力的注意。根据他父亲萧恒所言，已经有强大势力在逼迫他们萧家交出这座矿区了，甚至还封锁了他们萧家所在的城池，阻止他们萧家人出去，这让萧恒感觉到了危险。还好萧恒聪明，提前安排了一名护卫将消息传了出来，命其带到混沌圣地来。毕竟萧家没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只能指望加入混沌圣地的萧云。唰，萧云看完信之后就收了起来，他皱起眉头看向林小雅，疑惑道：“师妹，我成为混沌圣地圣子的消息没有传回我们萧家吗？”他有些疑惑，以他混沌圣地圣子的身份，在他们萧家所在的那片区域，谁敢冒犯他们萧家？不想活了吗？混沌圣地就算再没落，那也是九霄大陆最顶尖的势力之一，就算是同样的其他圣地，也不敢随便对付一个混沌圣地圣子的家族。更何况萧云现在还成为了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地位就更高了。师兄，事情是这样的。林小雅看着萧云解释道：“本来按照我们混沌圣地的规矩，只要成为圣子，就要派人去你的家乡宣告。但是因为你进入了真龙朝，有太上长老担心你会陨落在真龙朝内，到时候如果去你家乡宣告了，那岂不是就造成了乌龙？所以他们就决定等你从真龙朝回来之后，再派人去你的家乡宣告此事。”哼，居然还有人怀疑我的实力。萧云冷哼道，心中有些不爽。林小雅摇头道：“那名太上长老也是为了保险起见，而且在他们看来，迟一点宣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他们都活了上千年的时间，根本不在意1年2年的时间。”萧云问道：“那后来呢？我回到混沌圣地也有2个月了，怎么没人去宣告？”“有啊。”林小雅一脸苦笑道：“前不久就有一位长老去你家乡了，但是在半路上又被一名太上长老给追回来了，因为那时候你击败了祖师爷，被圣主册封为准神子。按照规定，不能派遣长老去宣告，得派遣一位太上长老去，才配得上的你身份。这群家伙还真是麻烦事一堆。”萧云闻言一脸无语。林小雅继续说道：“后来就发生了柳天都的事情，这件事就暂时耽搁了。听说今天圣主就召集太上长老们，正在准备礼物，派人去你的家乡宣告。等他们赶去，黄花菜都凉了。”萧云知道混沌圣地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规矩和程序，尤其是他成为准神子后，规矩一大堆。因为按照准神子的身份，首先得派遣1名太上长老，还有3名普通长老以及10名执事，这是去宣告的队伍人员。在礼物方面也非常丰厚，各种天才地宝一大堆，作为他们萧家培养出萧云的功劳。等混沌圣地安排好一切后，估计得3、5月了，就算是加速也得1个月。萧云可等不了那么久，还是自己先回去一趟，解决萧家的麻烦。虽然他是一个穿越者，但他是从出生时就穿越过来的，和这个世界的父母生活了10几年，感情不比前世的父母差多少。所以萧云很着急，必须得尽快赶回去。师妹，你帮我去找赵无极来，我要出山历练，返回萧家一趟。萧云随即对林小雅说完，便马上转身前往帝天的住处了。他要跟自己师尊打个招呼。帝天在湖泊边的一座简陋竹屋之中修炼，随着寿元的将近，他早已经斩断了红尘，不再留念任何的荣誉，一切都回归古朴。此时萧云就看到帝天盘膝坐在湖泊边，正在静心养神，他雪白的长发随风飘荡，显露出一种仙气。萧云走了过去，一脸好奇地问道：“师尊，为什么这么久您都没有使用菩提果？”帝天缓缓睁开眼睛，看着面前这个优秀的徒弟，不由得笑着说道：“菩提果就在我的手中，又不会跑掉，何必急于一时？再者，为师很喜欢现在这种接近寿元极限、接近死亡的感觉，他会逼迫为师增加一些感悟。”萧云心中震动，自己这个师尊还真是牛逼，这是在玩走钢丝啊！正所谓生死之间有大恐怖，也有大机遇，他师尊就是在这中间徘徊，感受这种恐怖和机遇，这玩的就是一个心跳。一般人可不敢这么干，也只有帝天这样的绝世妖孽才敢这么做。徒儿所来何事？帝天笑着问道。萧云这才想起自己的事情，连忙向帝天道来。帝天听完沉吟道：“你现在已经达到了神桥境，按规矩也有资格出去历练了，而且
你的实力比一些动天境的修士都要强大，出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为师还是先给你种下一枚拳印，在你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会爆发出为师的全力一击。”萧云闻言连忙拜谢道：“多谢师尊。”帝天是超凡境极限强者，都能打败天境大能，他的拳印绝对可以灭杀天境以下的修士，而天境以上的修士，那就能认出帝天的拳印，不敢再对付萧云了。当然，也不是绝对，毕竟有些隐世的强者可不在乎什么混沌圣地，但是这种几率很小，真要碰上了，那萧云的运气就太糟糕了。在帝天给萧云种下拳印之后，萧云就告辞离去了。赵无极、林小雅、席春雨他们都早已经在天殿等着他，这次他们也要跟随萧云一起出山历练。当然，赵无极是不乐意的，但是他作为萧云的追随者，必须得跟在萧云后面。四人随即便踏着飞剑，化作4道长虹，消失在天际。萧家位于大威王国的凤灵城，距离混沌圣地并不是很远。当然，这是对于神桥境的修士而言，普通人从凤灵城赶到混沌圣地，至少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不过，萧云4人都是神桥境以上的强者，都会御剑飞行，赶路的速度非常快，仅仅1个礼拜，他们就抵达了凤灵城。凤灵城很大，雄伟壮观，是大威王国的一座名城。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每一条主道都是由青钢岩铺设而成，约有10米宽，足以容纳兽车横行。此时大街上人很多，而且到处都是修士的身影，看起来非常热闹。萧云皱起眉头，对赵无极他们说道：“凤灵城以前没有这么多修士，而且这些修士都不属于凤灵城的3大修士家族。他从小就生活在凤灵城，对这座城池当然很了解。凤灵城有3大修士家族，除了他们萧家之外，还有2家，分别是张家和叶家。这3大修士家族实力相差不大，在凤灵城3足鼎立，算是勉强保持平衡。3大家族的修士其实也不多，萧云大多都认识，就算不认识名字，也能够看个眼熟，或是认识他们所穿的服装。但是现在凤灵城街道上的这些修士们，却一个个都是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服饰，一看就知道是外来者。看来都是为了你们萧家的那个矿区宝物而来的。赵无极冷哼一声，有些无语地看向萧云说道：“凭你现在的身份，随便派个混沌圣地的长老过来，谁还敢欺辱你们萧家？你居然还亲自过来，简直是多此一举。”他觉得萧云是在浪费时间，这个时候应该努力修炼，提升实力，而不是把时间都浪费在这种小事情上面。哼，你不要总是想着修炼，有时候出来散散心，反而能够提升心境。萧云摇头一笑，朝着记忆中的萧府走去。的确，只要他派遣1名混沌圣地的长老过来，就能解决他们萧家的问题。不过，萧云刚刚接到了系统的任务，这么好的机会，他当然不会错过。原本萧云还不知道要杀谁呢，毕竟他又不是疯子，逮谁就杀谁。现在好了，竟敢有人欺辱他们萧家，那简直是过来送死，正好帮助他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4人继续前行，沿着热闹的街道，最后抵达一座豪华的府邸前。这就是萧府。萧府的大厅之中，萧恒和几位萧家的长老们此刻正一脸铁青地站在大内，看着面前的一名青年。这青年坐在大厅正上方的位置上，那是萧家家主的位子，现在却被他占据了，而且还是当着萧恒和萧家几位长老的面，可见是非常的霸道和嚣张。叶奇风，你不要太过分了，这里是萧家，不是你们叶家，你给我马上滚下来！萧恒阴沉着脸，朝着面前的青年呵斥道。叶奇风坐在椅子上，大腿夹2腿，眼神蔑视地俯视着下面的萧恒，满脸不屑道：“萧家，我劝你们还是识相点，交出那座矿区，否则这凤灵城便再无萧家之名了。”萧恒闻言厉声喝道：“叶奇风，你太嚣张了，真以为你拜入了圣王宗，就能让你们叶家压过我们萧家吗？我儿萧云已经拜入了混沌圣地，那可是6大圣地之一，比你们圣王宗强大多了。混沌圣地，好大的名头啊！”叶奇风冷笑一声，嘲讽道：“混沌圣地早已经没落了，而我们圣王宗却蒸蒸日上，早晚会超越混沌圣地，取而代之。而且我哥叶大刀已经成为圣王宗的圣子，地位尊崇，又岂是萧云一个混沌圣地的普通弟子能够媲美的？”萧恒闻言脸色一变，那个叶大刀他也认识，比萧云大7、8岁，早些年拜入了圣王宗，没想到居然已经成为了圣王宗的圣子，难怪叶家最近多了那么多神桥境的强者，应该都是那个叶大刀的追随者。是谁在我们萧家撒野？就在此时，一道冰冷的喝声从外面传来，众人回头看去，顿时就看到了萧云一行人走来。萧云，萧恒顿时眼睛一亮，满脸惊喜。叶奇风看向走进来的萧云，嘴角扯起一抹冷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废物回来了，怎么？你是被混沌圣地给赶回来了吗？呵呵，你16年不修行，现在又被混沌圣地给赶出来了，我看你这辈子算是完了，还是赶紧乖乖劝劝你父亲，让他将那座矿区交给我们叶家，否则你们萧家就要在凤灵城除名了。”萧云以前为了完成系统的任务前往混沌圣地，而不得不憋着16年不修行，这就让外人以为他是废物，没有天赋踏入修行界。就算后来人们知道他是为了进入混沌圣地才暂时不修行的，但依旧改变不了人们对他的印象。父亲，萧云压根就没有理会叶奇风，而是先向自己的父亲萧恒走去。伯父，
林小雅和席春雨也纷纷向萧恒行礼。萧恒看着面前的两女，眼中浮现一抹惊艳之色，随即一脸暧昧地看向萧云，朝着她挤眉弄眼，好似在说：不愧是我儿子，一下子就带2个美女回来，有我当年风范。萧云心中苦笑了一下，连忙给萧恒介绍道：父亲，她们都是我的师妹。师妹好，不仅青梅竹马，而且也门当户对。萧恒摸着胡子，满脸笑容地说道。一旁的席春雨和林小雅全都脸红了，娇羞地低着头。坐在上方的叶奇峰这时候注意到席春雨的容貌，顿时满脸惊艳，连忙朝着席春雨说道：这位师妹原来是混沌圣地的高徒，我叫叶奇峰，是圣王宗的弟子，我哥叶大刀是圣王宗的圣子，有着圣人之姿，将来必定成圣，敢问师妹芳名？赵无极，给我将他扔出去！萧云在一旁冷冷地说道。轰！一股强大的血气如同火山爆发一般从赵无极的身上席卷而出，下一刻他便已经出现在了叶奇峰的身边，一把将他抓住，朝着外面拖去，就跟拖一条死狗一样。叶奇峰仅具气劲的实力，在赵无极的面前根本没有丝毫还手之力。他一边挣扎，一边朝着萧云怒吼道：萧云，不要以为你成为混沌圣地的弟子就敢这么张狂！我哥叶大刀已经成为圣王宗的圣子，长老们都说他将来会成圣，我们叶家早晚会成为圣人世家。你们萧家如果不想灭亡的话，最好给我住手！他还没有说完，就被赵无极一脚踹飞，化作一道流星，飞出萧家大院了。萧云，这位是……萧恒也是神桥境的修士，他能够感受到爆发后的赵无极有多么恐怖，简直跟一头人形真龙一样，让他感到无比的压抑和窒息，所以心中很震撼，连忙看向萧云问道。萧云微微笑道：他是荒古圣地的圣子，同时也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圣子，如今是我的追随者，叫做赵无极。哼！赵无极冷哼一声，懒得理会萧云的装逼行为。萧恒还有大厅内的几位萧家长老们却是一个个满脸震撼，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了萧云。萧云，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难道你不是混沌圣地的普通弟子吗？萧恒有些急切地看向萧云问道，眼中充满了期待。连赵无极这样的人都只是萧云的追随者，那么萧云在混沌圣地该是什么地位？用脚趾头想也能够想得到。萧云微微一笑，这种时候应该让别人来说，他也不好自卖自夸，不由得朝着林小雅使了个眼色。林小雅仿佛跟萧云心灵相通，收到萧云的眼色之后，连忙对萧恒说道：伯父，师兄他现在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如今我们混沌圣地已经在准备礼物了，不日就会有太上长老前来宣告此事。准神子！萧恒和萧家的几位长老们顿时惊呼而起，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满脸不敢置信。萧云看着父亲他们震惊的脸色，顿时心中暗爽不已，在自己的亲人们面前装逼，那种感觉实在太爽了。这也是所有人的思维，基本上发达的人都喜欢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装逼，这可比在外人面前装逼爽多了。正所谓衣锦不还乡，便如同锦衣夜行。君不见某位脸盲的东哥在发达后就回到家乡给老人们发钱，你还真以为他是做慈善装逼而已。当然，萧云虽然心中暗爽不已，但脸上还是一片淡然，他微微笑着摆手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准神子吗？待得再过几年，我一定会成为混沌圣地的神子。赵无极在一旁转过身，他觉得跟萧云这种装逼狂在一起待久了，早晚会被他给传染了。赵无极现在很想击败萧云，早点摆脱追随者的身份，但是见识了萧云和柳天都的一战，他就知道自己现在还不是萧云的对手。不知道荒古圣地的那帮人是否为我找到了葵花宝典和辟邪剑法这2门绝世功法，连萧云都忌惮李成帝学会这2门功法，我若是一旦练成，绝对可以打败萧云。赵无极心中暗暗想到，而且他已经打听消息，似乎帝天也通知了混沌圣地的人在暗中寻找这2门功法，万一被混沌圣地的人给先找到了，那他还怎么跟萧云争锋？赵无极觉得该写信催一催荒古圣地了。在赵无极沉思的时候，萧云已经跟着父亲萧恒去拜见他的母亲了。凤灵城叶府，叶府最近很风光，因为他们叶家的少主叶大刀成为了圣王宗的圣子，这个好消息让整个叶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圣王宗那可是九霄大陆上顶尖的大门派，虽然不如圣地，但却是圣地之下第一宗门，隐隐有晋升圣地的趋势。毫无疑问，叶家有叶大刀在，早晚会变得很强盛，这小小的凤灵城恐怕已经容不下叶家了。听说他们都有了搬迁到皇城的心思，凤灵城的居民们也都对叶大刀称赞不已。叶家少主不光人长得帅，没想到天赋还这么好，据说他有着圣人之姿，未来注定会成圣，那可是圣人啊，是无敌的存在。那可不是嘛，听说叶大刀在出世的时候，他们叶家就地涌金莲，百花盛开，千鸟来朝，这绝对是天才将士。听说上古圣人出世就跟叶大刀出世的时候异象一样，他将来绝对会成圣。长得帅，天赋还好，这简直就是天之骄子。可惜我身份卑微，否则我一定会把我那宝贝女儿如花嫁给他，就算做个小都行。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叶府之中，叶奇峰满身是伤的躺在床上，周围还有叶家的家主叶璇以及他哥叶大刀。不得不说，叶大刀的确长得很帅，他的身躯魁梧挺拔，面容刚毅，显得非常的英武，有一种不凡的气度。大刀，
你弟弟怎么样了？叶璇看着面前这个最优秀的儿子，连忙问道。叶大刀收起探向叶奇风的手指，一双剑眉星目之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气，冷冷说道：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断了10几根骨头，就算有我给的丹药治疗，也要在床上躺1个月才能完好如初。叶璇闻言顿时愤怒道：这萧云竟然如此心狠手辣，让他的追随者下手这么狠，真以为他是混沌圣地的弟子，就能在我们叶家面前狂妄吗？叶大刀背负着双手，背后长发飘散，散发着一股脱尘的超凡气质，但他眸子却冰冷无比。他看着萧家的方向，冷冷说道：混沌圣地早已经没落，更何况他还只是区一个普通弟子而已。齐风，你放心，这口气为兄替你出。大哥，要我说，早就应该铲除萧家，夺取那座矿区，你非要跟他们购买，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叶奇风躺在床上，满脸埋怨地说道。叶大刀淡淡说道：齐风，你还小，不明白修炼界的残酷。我之所以那么做，甚至故意放萧家的护卫去混沌圣地传递消息，就是想要探清楚他们萧家的底牌。要知道，万一萧云那小子运气好，成为了混沌圣地的圣子，那我们再灭掉萧家，混沌圣地也不会放过我们的。叶璇在一旁点了点头，一脸赞同道：正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大刀你能够想到这一点，可见行事非常谨慎稳重，如此才能排除万难，登临修炼界巅峰。齐风，你要多学学你大哥。叶奇风自小纨绔惯了，哪里能够听得进这些话？他随意的糊弄一下，便催促道：大哥，你现在也知道了，那萧云就是混沌圣地一个普通弟子，如果他真的成为了混沌圣地的圣子，早就有混沌圣地的长老来宣告此事了。叶大刀闻言点了点头，淡淡笑道：之前我听闻有一个叫做萧云的人，在真龙朝内连败诸多天骄，闯下了赫赫威名，我还以为就是咱们凤灵城的萧云，所以才如此谨慎。不过现在看来，他并不是我们认识的这个萧云，否则早该有混沌圣地的长老来萧家宣告了。叶奇风一脸不屑道：大哥，你还真看得起萧云那个废物，他怎么可能在真龙朝内横扫诸多天骄？我们九霄大陆广阔无边，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去，像我的朋友之中就有好几个张伟呢。大哥，你的朋友之中也有叫张伟的吧？我有一个同期的师弟，就叫做张伟。叶大刀点了点头，一旁的叶璇也点头道：为父昔日有一个好友，也叫张伟。叶奇风笑道：这就对了，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去了，那个横扫真龙朝的萧云，肯定不会是咱们凤灵城的那个废物萧云。为兄这就去替你报仇。叶大刀随即龙行虎步，带着几个追随者离开了叶府，前往萧家。萧府，萧云满头大汗的从母亲的屋子里面冲出来，跟逃跑一样，急忙离开这片院子。至于席春雨和林小雅，则被萧云的母亲给留下来了，正在那里问长问短，甚至连人家的生辰八字都打听得清清楚楚，摆明了早已经把他们当成未来的儿媳了。臭小子，你妈又不是母老虎，你跑那么快干什么？萧恒从后面追上来，满脸威严的指着萧云，一阵数落道。萧云撇嘴道：咱家的搓衣板被您老给跪碎了多少？您老心里就没点逼数吗？嘘！萧恒瞪了萧云一眼，随即朝着四周看了一眼，发现赵无极正在远处抬头望天，不由得低声道：家丑不可外扬，在外人面前多少给为父一点面子。萧云很想说，以赵无极的实力，您老声音就算再小，人家也能够听得见。好了，您老还是赶紧带我去矿区看看，到底是什么宝贝，都引起家族危机了。萧云随即扯开话题。萧恒闻言一脸愤怒道：现在那座矿区早已经被叶家的强者给封锁了，我们根本进不去。这次叶大刀那家伙足足带回来上百个神桥境修士，其中还有10多个洞天境的强者，我们萧家连一个洞天境的修士都没有，根本敌不过他们。叶家这么拽吗？父亲你快带路，我这就去宰了他们。萧云一听到有10多个洞天境的修士，顿时眼睛一亮，斩杀了这些人，刚好就可以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了。萧恒看向萧云，有些担心道：那可是洞天境的修士，还是10多个，你现在也只是神桥境，有把握对付他们？萧云闻言哈哈笑道：父亲，你不要把外面那些垃圾跟我相提并论，你难道不知道天才是能够越级杀敌的吗？那群人既然跟随了叶大刀，估计都没什么天赋，这些废物洞天境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哼！不远处的赵无极冷哼一声，满脸不爽地瞪着萧云，似乎在说他也是追随者，难道他的天赋也很废物吗？萧云有些无语，赵无极最近越来越敏感了，难道是更年期到了，还是大姨妈来了？听说他还在暗中打听葵花宝典和辟邪剑法的下落，难道他是准备跟李成帝联手？萧云心中有些警惕，表面上却是满脸笑容，对赵无极说道：你和那些废物不同，你好歹也是2大圣地的圣子，走，我们现在就去矿区，让那些废物明白他们与天才之间的差距，这次不许抢我的对手。赵无极冷哼一声，走了过来。你还真是小心眼。萧云一脸无语，不就上次在真龙巢抢先杀了你的一头真龙异种吗？都记到现在，跟个女人似的。一旁的萧恒看到萧云和赵无极这么自信，顿时放心下来，带着他们前往矿区。就在他们走后不久，叶大刀就带着几个追随者气势汹汹地抵达了萧府。让萧云滚出来！叶大刀手下的一个追随者朝着萧府大喝道，非常骄横，根本没把萧府放在眼里。至于叶大刀，他并没有说话，只是背负着双手，脸色淡然地看着面前的萧府，
他长发披肩，随风飘扬，一双剑眉星目，闪烁着星辰之光，气质英武不凡。就连萧家看门的2个护卫见到了叶大刀，都不由自主地被折服了，小心翼翼地说道：“叶公子，我们家主和少主他们刚刚去矿区了。”哪座矿区？叶大刀手下的追随者继续喝问道。萧家护卫不敢得罪他们，连忙说道：“就是发现宝物的那座矿区。”走！叶大刀闻言，轻轻地吐了一个字，便踏空而起，朝着矿区的方向飞去。他身后的几个追随者也都踏空而起，飞向天空。他们都没有御剑飞行，可见修为都已经超越了神桥境，达到了洞天境。位于凤林城郊外的某座矿区，这里本来是萧家的产业，现在却被叶家给抢走了。这在修炼界很正常，没有实力就守不住产业，这里的法律便是拳头。拳头大师老大。当萧云来到这座矿区之后，便马上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阵法，在矿区之中闪烁着炽烈的光芒，显得非常醒目和耀眼。在这座阵法外面，还有几个修士正在研究，似乎在寻找着破阵的方法。这几个是叶大刀带回来的阵法师，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破解这座阵法。萧恒在一旁说道。萧云眯着眼睛，眸中神光如电，紧紧盯着面前的阵法。他在炼体境的时候学习过阵法，所以要了解一些，虽然比不上那些阵法宗师，但在同辈之中，恐怕没有人会比他的阵法强。萧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一座护山大阵，估计里面还真有可能隐藏着某位强者的洞府。据说很多散修在死前都会把自己的洞府给隐藏起来，留下传承，以待有缘人。这估计就是某个散修的洞府。毕竟萧云已经看出来，这座护山大阵并不是很难懂，跟混沌圣地的护山大阵比起来，简直一个在宇宙中，一个在地底。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忽然，旁边的赵无极开口说道，他眼神疑惑地看着面前的阵法。萧云翻着白眼说道：“你是不是很想说，这里面的东西与你们西方有缘？”西方？我们荒古圣地不在西方。赵无极疑惑地看向萧云。没事，这只是一个梗。萧云摆了摆手，随即朝着前方的阵法走去。咻！一把飞剑激射而来，落在了萧云3人的面前，显露出森然的寒光。不远处，一名神桥境的中年男子朝着他们呵斥道：“这里是我们叶家的地盘，再敢踏进一步，便让尔等死在此地。”宰了他们！萧云淡淡说道：“抢了他们萧家的产业，还敢这般对他说话？不杀他们，真以为他萧云是活菩萨吗？”轰！赵无极闻言，直接如同火山爆发，一股强大的气息顿时冲天而起。与此同时，萧云操控着黑魔剑，仅仅一个照面便秒杀面前这个中年修士。虽然都是神桥境，但是他们的差距太大了。跟在萧云后面的萧恒简直被惊呆了，瞪大了眼睛，满脸不敢置信。一个神桥境的修士，竟然眨眼之间就被萧云给秒杀了。萧云真的只是神桥境吗？萧恒只是一个普通修士，根本不知道绝世天才和普通修士之间的差距。更何况，萧云还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神桥境修士。不好，他们的实力很强，敢杀我们的人，简直找死！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叶大刀的追随者，他是圣王宗的圣子。杀了他们！随着萧云和赵无极的出手，不远处顿时传来一道道怒喝声，随即一道道身影从矿区之中激射而来，有御剑飞行的，也有踏空飞行的，转瞬之间就把萧云他们给围困住了。1、2、3、4、5，萧云眯着眼睛，冰冷的眼神扫视着周围的那些洞天境强者，只要杀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就能得到10次顿悟的奖励。咻咻咻！一道道飞剑携带着炽烈的光芒，已经从周围激射而来，想要将萧云和赵无极2人斩杀。显然，那些叶大刀的追随者们已经出手了。万剑流！萧云低喝一声，控制着黑魔剑化作一道恐怖的黑色剑河，朝着周围席卷出去。轰隆隆！剑光耀眼夺目，剑气激荡，将这片天地都给撕裂成碎片。那些神桥境的修士直接就被萧云给秒杀了，就算那些洞天境的修士也被萧云的这一招给震得吐血而飞。该死，他怎么会这么强？明明只是神桥境，怎么会这么强？他到底是谁？这种小地方怎么会有这种天才？几个洞天境的修士吓得齐齐后退，一个个脸色煞白地望着萧云，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神桥境修士。你又抢我的对手！赵无极一脸愤怒地瞪了萧云一眼，随即立刻踏着飞剑冲了出去，锁定其中一个洞天境的修士。他担心自己再不出手，敌人就会被萧云给杀光了。别抢洞天境的修士！萧云大吼一声，也踏着飞剑冲了出去。那些叶大刀的追随者们一愣，随即尽皆无语。他们洞天境的修士居然会被2个神桥境的修士追杀，这简直就是天下奇闻。不过很快他们就顾不得这些了，纷纷朝着远处逃去。因为萧云和赵无极2个人太猛了，竟然可以越级对战洞天境修士。赵无极还一些只能压制洞天境修士，杀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得需要一段时间。而萧云就猛多了，不过片刻时间就斩杀了一位洞天境的修士。你们真的是洞天境吗？也太弱了吧！萧云操控着黑魔剑，将一位洞天境修士的洞天撕裂，然后飞了过去，挥舞着无敌拳印，3两拳就将此人轰杀，实在太轻松了。几个逃跑的洞天境修士一脸悲愤，
敌人追杀他们不说，还嫌弃他们太弱。他们堂堂动天境的修士，居然沦落到这个份上，实在太憋屈了。别跑，快回来与我战斗！萧云杀死几个动天境的修士之中，继续御剑飞行，追向剩下几个动天境的修士。那几个动天境的修士听到萧云的话语，跑到就更快了。他们又不傻，明知道自己不是萧云的对手，难道还留下来等死？可惜他们的速度比起来萧云来说还是太慢了。萧云的精神力非常强大，都超越了动天境的修士，御剑飞行的速度比动天境的飞行速度要快多了。不一会儿，萧云又杀了几个动天境，他简直化身成一尊杀神，所向无敌。最后剩下的一个动天境修士彻底被吓得崩溃了，疯狂地向着前方逃去，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他都开始埋怨自己爹妈少给他生了2条腿。玄冰剑印，萧云看着前面那个逃跑的动天境修士，顿时掐动印诀，激发出一道蓝色的神剑，朝着对方的鸡舍而去。住手！就在此时，一道怒喝声从远处天际浩荡而来，震动整个虚空。萧云抬头看去，顿时看到一个年轻人裹挟着一道金色的神虹从远处激射而来，速度奇快无比。同样是动天境的修士，这个家伙的实力倒是不错，都跟李不凡差不多了。萧云心中暗道，不过他并没有住手，而是继续催动玄冰剑印。唰！玄冰剑印带着璀璨的光芒，将前面那个逃跑的动天境修士击中，一股冰冷的寒气爆发而出，将此人直接给冻结了。唰！黑魔剑在萧云的操控下，朝着此人一斩而下，将其一剑销手。萧云随即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系统，顿时露出满脸的笑容。这次他一共杀死了7个动天境的修士，获得了70次顿悟，再差3个就能完成任务了。我让你住手，你没听到吗？一道金色长虹激射而来，显露出叶大刀的伟岸身躯。他高大的身体散发着一股磅礴的威压，英俊潇洒的面容此刻却布满了煞气，眼神冰冷地盯着萧云。萧云抬眼看了一下叶大刀，冷哼道：听到了又怎么样？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命令我？他已经猜出来了，眼前这个人恐怕就是叶家的叶大刀。他小时候见过对方几面，但是没想到这家伙长大后居然这么帅，比他都略强几分，这让萧云心里面很不爽。很好，叶大刀眼神冰冷地盯着萧云，冷冷说道：你就是萧云吧？本来看在同属凤鸣城的份上，我还准备饶你们萧家一次，但是现在你居然杀死了我的追随者，那你们整个萧家就准备给他们陪葬吧。至于你，看在混沌圣地的份上，我也不杀你，就废了你的修为吧。想必混沌圣地也不会因为你一个普通弟子而为难我这个圣王宗的圣子。叶大刀非常强势，话音刚落，便抬起手掌，画着一只遮天掌印，朝着萧云震杀过来。想要废我修为？萧云冷冷一笑，随即大喝道：你也配！轰隆隆，在萧云的操控下，黑魔剑携带着一股恐怖的黑色剑核，浩浩荡荡地冲向苍穹，将那只镇压下来的遮天掌印给轰击得支离破碎。一股强大的气势顿时从萧云身上弥漫出，恐怖的力量波动，令得对面的叶大刀瞳孔一缩，脸色大变。你居然仅仅是神桥境？叶大刀瞪大了眼睛，看着对面的萧云，满脸不敢置信道：神桥境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实力？他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难道那个曾经横扫真龙朝的萧云，真的就是眼前这个萧云吗？而不是同名同姓的人。萧云的实力太强大了，当他展现出自己的强大力量之后，顿时就让叶大刀感到心惊胆战，那种恐怖的力量波动，让他感觉自己好像是在面对一头人形真龙。然而，让叶大刀震惊的是，萧云居然还只是一个神桥境的修士。之前他看到萧云在追杀他的追随者，还以为萧云是动天境的修士，没想到居然只是一个神桥境的修士。一个神桥境的修士却接连斩杀他手下好几个动天境的追随者，这种天赋和实力让他非常震撼。所以叶大刀马上就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曾经横扫真龙朝，打败他们圣王宗神子江浩然的萧云。想到这里，叶大刀满脸凝重地看着面前的萧云，出言试探道：萧云，你就是那个横扫真龙朝，打败李成帝的萧云？萧云眉头一挑，冷笑道：没想到你也听说了我的名号，是江浩然那个废物告知你的吗？他最近怎么样？是否有所变强？希望下次圣地交流会，他能够接住我一拳之威。竟然真的是你！叶大刀闻言眼神一凝，心中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自己这次踢到铁板了，眼前这个萧云居然真的就是那个横扫真龙朝的萧云。毫无疑问，有那样的天赋和实力，萧云肯定不会只是混沌圣地的普通弟子，成为圣子是最起码的，甚至还有可能会成为混沌圣地的神子。但就算萧云只是混沌圣地的圣子，那也是圣地的圣子，比他这个圣王宗的圣子地位要高多了。不过即便如此，叶大刀也咽不下这口气，他冷冷看着萧云，沉声道：既然如此，看在混沌圣地的份上，我今天就饶你一次，但是你得跪下，给我的追随者磕头道歉。白痴！萧云盯着叶大刀，满脸嘲讽，让他跪下道歉？就算江浩然来了，也不敢这么对他说话。眼前这个叶大刀真是找死！萧云眼中寒光闪烁，对方虽然是圣王宗的圣子，但他不准备手下留情，毕竟圣王宗又不是圣地，他们混沌圣地还不惧。与此同时，叶大刀也被萧云的嘲讽给激怒了，他冷着脸，眼中寒光激射而出，
声音冰冷彻骨道：“既然你不愿意跪下道歉，那我就打得你跪下道歉。”话落，叶大刀背后突然展现出7个黑洞，吞噬着周围的天地灵气，显露出恐怖的威势。萧云冷笑一声，这个叶大刀跟李不凡一样，都在洞天境修炼出了7个洞天，难怪有资格名列圣王宗的圣子。但是即便如此，萧云也不惧，圣子又如何？他萧云的天赋早已经超越了祖师爷，区圣子又算得了什么？轰！萧云此刻彻底爆发出自己的强大力量，他催动强大的精神力，操控着黑魔剑，画着4道剑影，顿时分布在叶大刀的四周。叶大刀没当回事，他眼神不屑地盯着萧云，冷冷说道：“就算你天赋再强，你也比我差了一个境界，真以为我跟那些追随者一样吗？你是天才，我也是天才，你想要在我这里越级杀敌，简直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叶大刀催动背后的7个洞天，那7个黑洞顿时爆发出磅礴的威势，像似一座大山一般，朝着萧云镇压过来。轰轰轰轰！就在此时，4道璀璨的神光从叶大刀身体周围激射而出，组成一座巨大的光牢，将其封锁在里面。叶大刀，在我眼里，你跟你的那些追随者一样，都是废物。萧云看着面前的叶大刀，眼中眸光无比冷冽，大喝道：“4象剑阵！”随着萧云的话音落下，那分布在叶大刀周围的4道剑影上，顿时凝聚出一个又一个庞然大物，带着恐怖的能量波动以及惊天的怒吼声，朝着叶大刀扑杀过去。此时，叶大刀的几个追随者已经抵达了此地，他们看到叶大刀被围困住了，顿时大惊失色。是白虎、青龙、朱雀和玄武4大神兽，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最强神通之一4象剑阵？一位叶大刀的追随者惊呼道。萧云冷冷地扫向他们，眼神顿时一亮：“来得好，就差你们几个人，我就能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了。”当下，萧云便踏着金龙剑飞了过去，一拳轰向叶大刀的几名追随者们。萧云，你的对手是我，给我住手！叶大刀顿时着急了，他知道萧云的实力很强，不是他那几个追随者所能够匹敌的。但是萧云的4象剑阵太厉害了，那4只神兽虚影跟实质化一样，都拥有着恐怖的力量，正在围杀叶大刀，令得叶大刀竟然一时间无法脱身。杀！另一边，萧云已经化身一尊杀神，挥舞着无敌拳印，展露出大道道纹，将面前的一位洞天境修士击杀。剩下几个洞天境的修士顿时吓得脸色惨白，但是叶大刀还在这里，他们都不敢逃走。一起上，我们联手对付他！其中一个洞天境的修士大喝道。其他人顿时联合起来，纷纷爆发出自己最强的攻击，画着一道恐怖的洪流，朝着萧云轰杀过来。螳臂挡车，不堪一击！萧云冷笑一声，催动着无敌拳印，携带着大道道纹，就跟一尊无敌的战神，全身金光四射，一拳打破虚空，粉碎天地。叶大刀的那几个追随者们很快就被萧云给轰杀了。在萧云这样的无敌天才面前，即便比他高了一个境界，也跟一群废物没什么区别。这就是天才与凡人的差距。萧云，我要杀你！一声怒吼震动天地。不远处，叶大刀终于击杀了那4只神兽虚影，冲出了光牢。他看着自己的追随者被萧云尽皆杀死，眼睛顿时彻底变红了。他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带着一股惊天的煞气，朝着萧云冲杀过来。轰！萧云挥舞着无敌拳印，带着一股恐怖沸腾的力量，画着一道璀璨的神虹，朝着叶大刀迎击而去，与对方狠狠地撞在一起。轰隆隆！虚空颤抖，这片天地都在颤栗。恐怖的能量倾泻而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宛如9天神雷在咆哮。天地间被一片炽烈的光芒所充斥，天空中能量如同瀚海巨浪一般翻滚沸腾，炽烈的光芒席卷诸天，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云霄。萧云和叶大刀在高空中激烈搏杀着，两个人都展现出了无匹的实力。萧云是在神桥境无敌，可以越级杀死洞天境的强者，但是叶大刀可不是一般的洞天境修士，他是圣王宗的圣子，本身就有着超凡的天赋，同样也是一名天才。如果换成是赵无极的话，肯定不是叶大刀的对手，毕竟相差了一个大境界。但是萧云不一样，萧云在神桥境达到了极境，而且无论是精神力还是神通，他都比叶大刀强，仅仅是灵力不如叶大刀浑厚而已。所以两人激战起来，竟然势均力敌，叶大刀根本奈何不了萧云。洞天境就这样弱吗？萧云一边与叶大刀搏杀，一边满脸不屑地嘲讽道：“我若是洞天境，杀你如同土狗一般轻而易举，你还真是一个废物。”叶大刀怒吼连连，他是圣王宗的圣子，何曾遭受到过这种耻辱，简直太愤怒了，怒吼燃烧了9重天。嗡！突然，叶大刀的嘴中猛地喷出一道巨大的光束，那是一柄金色的圣刀，展现出急速，携带着一股绝世锋芒，粉碎虚空，杀向了萧云。轰！萧云操控的黑色剑河直接就被这一刀给撕裂开来了，那恐怖的绝世锋芒斩入了他的金钟罩之中，在他胸口留下一道血痕，差点将他一刀两断。萧云脸色微变，急速后退，有些震惊地看着面前的那把金色的圣刀。他没想到叶大刀居然还有如此可怕的神兵利刃。怎么样，没想到吧？叶大刀遥遥望着对面的萧云，满脸得意道：“我出世的时候，除了展现出上古圣人异象外，
还有一柄半生的圣刀，便是这柄刀。这是一件圣兵，只是暂时没有解封，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让我的战力大增。萧云闻言心惊，既然是圣兵，那岂不是跟幻魔塔一个级别的？他可是听说过圣人使用幻魔塔可以轻轻松松毁灭一个王国，那简直就是核武器。还好叶大刀的这柄半生圣刀并没有解封，看来还是叶大刀的修为不够，估计只有等他成圣子才能解封这把圣刀。萧云心中顿时镇定下来，他看着对面得意洋洋的叶大刀，不由得冷笑道：很好，等杀了你后，这把刀就是我的了。不得不说，你还真是我的福星，不仅帮助我完成了系统发布的任务，还给我送了一把圣刀，善财童子也不过如此。叶大刀闻言脸色一黑，萧云的话语实在太狂妄了，竟然还想要杀他夺刀，他顿时愤怒至极，手握金色圣刀，催动7个洞天之力，朝着萧云斩杀过来。轰隆隆！萧云不敢大意，掐动无敌拳印，提起全身力量，使得他的拳光照亮了整个世界，让天地一片炽烈，重重的迎击向叶大刀的圣刀。两者碰撞，宛如一道惊雷在天际炸响，震得周围一阵地动山摇，恐怖的能量如同瀚海之中的滔天巨浪，汹涌澎湃的席卷向四面八方。轰隆隆！整个天空都在震动不安，好似空间都破碎了。萧云和叶大刀激战的下方，一棵棵大树拔地而起，在半空中炸得粉碎，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在地面上像4蜘蛛网一样蔓延出去，显露出末日般的恐怖景象。他们两人的战斗力量实在太恐怖了，近乎摧枯拉朽一般，差点把地面都给削平了。嗡！叶大刀眼神冷冽，英俊潇洒的面孔上笼罩着一片寒意，他全身光芒炽盛，身体像似一根利剑一样激射出去，在天空中划过一道金色的神虹。杀！叶大刀猛地举起手中的圣刀，刀身爆发出璀璨的金光，激荡出一道长达1000丈的绝世刀芒，狠狠地劈向了萧云。这一刀非常恐怖，仿佛将天地都给撕裂开来了，那股绝世锋芒形成可怕的刀气风暴，席卷向四面八方，将周围的地面都给切成豆腐块一样。无敌拳印！萧云大吼一声，感受到叶大刀的战力惊人，他不再隐藏实力，直接催动大道道纹，使得金色的拳印更加无匹，宛如一座金色的太古神山镇压下来。轰！当叶大刀的金色圣刀劈在萧云的金色拳印之上，竟然被震得颤抖倒退，那璀璨的拳印像似一尊太阳冲了过来，然后猛地炸开，无匹的能量顿时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来。啊！叶大刀惨叫一声，被这股强大的能量给轰得倒飞出去，手中的金色圣刀都脱手飞了出去，他脸色煞白，大口喷血，狠狠地摔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唰！萧云踩着金龙剑，速度非常快，一下子就把那柄金色圣刀给抓在手中，精神力猛地冲了出去，想要镇压这柄金色圣刀，夺取这把强大的武器。给我滚开！那是我的圣刀！地面上，叶大刀看到这一幕，顿时瞳孔骤缩，目眦欲裂，愤怒大吼道。萧云俯视着叶大刀，催动精神力继续镇压手中的金色圣刀，冷笑道：不好意思，他现在属于我了，感谢你千里迢迢为我送刀来。等我将来正道大帝之后，你功不可没，会有人给你著书立传，让你成为主角。叶大刀闻言气得吐血，他大吼道：想要正道大帝，你简直做梦，给我去死吧！话音刚落，他猛地引爆金色圣刀之中的精神印记，化作一股恐怖的精神力风暴，朝着萧云轰击过去。不过在引爆了金色圣刀之中的精神印记之后，叶大刀也遭受到了严重的反噬，他的精神力受创严重，脸色更加苍白了，口中也连连喷血，神色萎靡。哼！高空中，萧云冷哼一声，他也感受到金色圣刀内冲击而来的强大精神力，的确非常恐怖，换成赵无极那种天才被突然袭击，恐怕都会被重创精神力，甚至有可能直接变成白痴。可惜这股强大的精神力在萧云的精神力面前却如同长江和大海的区别，根本无法撼动他的精神力。萧云不过片刻时间就摧毁了这股冲击过来的精神力，然后将这柄金色的圣刀压制住了，开始种下自己的精神印记。自此这把金色圣刀便属于他了。在金色圣刀被萧云种下精神印记的时候，地面上的叶大刀立刻就感应到了，因为那柄半生的圣刀和他有一种血肉相连的感觉，但是现在他却失去了这种感觉。显然那把刀已经属于萧云了。该死，你这个混蛋，我不会放过你的！叶大刀简直怒火冲天，他直接引爆了背后的7大洞天，带着一股恐怖的力量朝着天上的萧云轰杀过去。萧云，今天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也要将你斩杀！叶大刀怒喝道。自爆了7大洞天，他的实力虽然会突飞猛进，但随后也会跌落到神桥境，损失很大。不过他已经彻底被萧云给激怒了，管不了那么多，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他今天也要将萧云给杀死。自爆洞天吗？有魄力。萧云看看面前气势汹汹冲杀过来的叶大刀，不由得冷笑一声，可惜你的实力还是不够强大。话落，萧云便举起手中的金色圣刀，将自己的灵力灌入其中，然后猛地甩了出去，用精神力操控它。万剑流！萧云大喝道。虽然这是一把刀，不是剑，但同样可以使用万剑流，毕竟刀和剑只是外形不同而已，万道同源，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在萧云掐动印诀，施展万剑流之后，那柄金色的圣刀顿时化着1万把金色的刀影，
浩浩荡荡地冲向了叶大刀，如同一股金色的恐怖洪流。给我去死吧！叶大刀愤怒大吼，他自爆了7大洞天，汇聚了他最强大的一击，像4亿颗彗星在撞击天地，令得虚空都在颤抖。而萧云操控的金色圣刀就跟一片金色的流星雨划破苍穹一样，携带着无匹的能量，与叶大刀狠狠地撞在一起。轰隆隆，天地间顿时一片璀璨，金色的光芒汹涌而出，照亮了整个天地。那震耳欲聋的声音也如同一道道天雷在虚空之中炸响，惊动了9重天。啊！忽然一道惨叫声传来，萧云凝目看去，只见那个气势汹汹的叶大刀正遭受到1万把金色圣刀的袭击，被一举摧毁了防御。那些恐怖的刀影不断地冲进了他的体内。叶大刀的身体在剧烈颤抖，他整个人就像似一尊破碎的神炉，体内有炙热的火光冲击出来，像似要爆炸了一样。甚至连叶大刀那英俊潇洒的面孔上都露出了一丝丝裂缝，他神情也变得狰狞起来，痛苦地发出凄厉的嚎叫声。萧云，我们圣王宗不会放过你的，我诅咒你将来厄运临头。随着一道凄厉的怒吼声，叶大刀的身体被炸裂了，无数金色的刀影冲击出来，将他的身体撕裂成碎片。轰！萧云施展金钟罩，撑起金色的护罩，抵挡着扑面而来的那些残肢碎体，面色冷漠。圣王宗又如何？今天若非他实力强大，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恐怕他们萧家就要被叶家给一举灭亡了。所以在修炼界千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仁慈，否则不光你会死，你的家族也会灭亡。此番之后得将我们萧家迁移到混沌圣地附近，这样我才能安心。萧云暗暗想到，以他现在的身份，在混沌圣地附近划一片区域给萧家，没人敢反对的。甚至混沌圣地附近的帝国都会抢着让萧家入住，毕竟这可是教好混沌圣地未来神子的好机会。咻！解决了叶大刀之后，萧云便抓着金色圣刀朝着下面的矿区飞去。此时赵无极已经解决了他那个洞天境的对手，不过他并没有去帮助萧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和叶大刀差距很大，去帮助萧云反而会帮倒忙。赵无极和萧恒现在正在研究矿区之中的阵法，两人居然还在激烈的讨论着。怎么样，你们有什么发现？萧云走了过去，笑着问道。萧恒看到萧云过来，顿时一脸惊喜的问道：萧云，那个叶大刀呢？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之前他是有些担心的，不过当赵无极说萧云占据上风之后，他才放心下来。父亲放心，叶大刀已经死了，等我们回去之后就灭了叶家。萧云笑着说道。萧恒闻言却是一脸担忧道：叶大刀好歹也是圣王宗的圣子，你就这样杀了他，不会有事吧？那圣王宗能够善罢甘休吗？赵无极在一旁淡淡说道：伯父放心，区区一个圣王宗而已，就算混沌圣地没落了，底蕴也不是圣王宗可以抗衡的，他们还不敢来混沌圣地撒野。不错，赵无极说的对，区区一个圣王宗，我还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萧云点了点头，随即看向赵无极问道：你有什么发现？赵无极眯着眼睛盯着面前的阵法，脸上露出一丝迷惑之色。越是靠近这座阵法，我便越发感觉到这里面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在呼唤我，好像里面真的有什么东西与我有缘。滚！你又不是准提，见到好东西就说跟你有缘。萧云翻了翻白眼，随即举起金色圣刀，对他们说道：你们退远一些，我来直接破开阵法。先前他还没有把握破开这座阵法，但是现在有了这把圣刀之后，他就有把握了。咔嚓！萧云灌注体内的雄魂灵力，令得手中的圣刀金光璀璨，爆发出一道金色光柱，直冲苍穹，破碎云霄。那恐怖的磅礴刀意就跟魔神的灭世一击一般，带动着毁灭一切的盖世威能，狠狠地斩向面前的阵法护罩。砰！在这恐怖的刀光之下，金色的护罩顿时应声而裂，显露出阵法里面的真实场景。萧云、赵无极和萧恒三人不由自主地朝着阵法里面看去，顿时发现了一具金色的尸骨，盘膝坐在一座简陋的洞府之中，散发着万丈金光。当萧云破开阵法的时候，这具金色尸骨身上还涌现出一尊金色的战神虚影，朝着萧云三人扑面而来，带起一片狂风怒卷。萧云三人顿时被震得后退，齐齐喷出一口鲜血。然而赵无极却是满脸兴奋的大吼道：居然是荒古圣体！这位前辈也是一尊荒古圣体，难怪我会有一种被呼唤的感觉。这个人不知道已经死去了多久，浑身血肉早已经风化，只剩下一具金色的尸骨，却依旧散发着璀璨的金光。不得不说，荒古圣体是真的很强，简直可以称之为绝世宝体。即便死去了多年，此人的尸骨也非常坚硬，金光四射，如同黄金铸就一般，神辉缭绕。这位前辈的修为应该不是很强，还没有成圣，甚至连天境都没有踏入。萧云盯着面前的金色尸骨说道。赵无极冷哼道：那是当然，如果荒古圣体成圣了，那就天下无敌，可以越级轰杀大圣，仅次于准帝。试问谁能杀得了他？我估计他应该是在涅槃境界被人杀死的。萧云闻言疑惑道：怎么说？赵无极沉声道：我们修炼者的各大境界之中，唯有涅槃境是最特殊的一个境界，踏入这个境界之后要度9次劫难，这个劫难不是天劫，而是自然劫和人劫。自然劫、人劫？萧云满脸疑惑。赵无极解释道：
自然劫是天地自然赐予的劫难，比如说你在赶路的时候，突然有闪电劈向你，或是有洪水爆发淹没你，或是大山倒塌等等，只要是这些自然界的劫难，就属于自然劫。而人劫就是人为造成的劫难了。萧云闻言不由得疑惑道：既然如此，这位前辈完全可以躲在宗门内渡劫，那就不会有什么自然劫和人劫了。呵呵，你太天真了。赵无极冷笑一声，随即摇头道：想要跨过涅槃境，晋升超凡境，你就必须得渡劫。躲在宗门内，虽然可以避开所有的劫难，但是没有渡劫，你就会被永远的困在涅槃境。萧云恍然大悟，这么说，就算他到了涅槃境，也得出来历练，乖乖渡劫。这还不是涅槃境最恐怖的地方。赵无极眼神凝重，有些忌惮的说道：涅槃境就是涅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你的修为会时高时低。高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对抗超凡境强者，但是低的时候，你甚至会跌落到炼体境和聚气境，这才是真正的危险。萧云闻言脸色一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真的太危险了。首先，你踏入了涅槃境，就必须得在外面历练，才能跨过涅槃境，晋升超凡境。但是在外面历练就会有危险，当你的修为跌落到炼体境的时候，敌人也许会趁机来杀你，或者是在你跟敌人战斗的时候，你的修为突然降落下去，那你就死定了。难怪有很多修士都被阻在涅槃境，而无法寸进。实在是这个境界太过凶险了，就算是天才都有可能会陨落在这个境界。算了，现在想这些不合适，我们距离涅槃境还差得远呢。半晌，萧云摇摇头，重新打量着面前的金色尸骨。这具尸骨非常诡异，它虽然只是一具尸骨，但却盘膝坐在洞府之中，仿佛在参悟什么古经一样。而且在这具尸骨的脑袋之中，两只金色的眸子一如既往的璀璨耀眼，跟两颗小太阳一样。除此之外，还有赤红色的光球隐藏在他的脑袋之中，散发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波动。赵无极眯着眼睛盯着面前的金色尸骨，说道：我们搞错了，此人应该不是被敌人杀死的，而是他先杀死了敌人，但也遭受到敌人的重创，所以才油尽灯枯而亡。萧云沉吟了片刻，点头道：也对，荒古圣体好歹是一尊宝体，如果他是被敌人杀死，那个敌人没道理会放过这尊荒古圣体，毕竟带回去研究也有价值。赵无极闻言有些不爽，毕竟他也是荒古圣体，不过他也懒得理会萧云，他双眸熠熠生辉地盯着面前的金色尸骨，说道：这具尸骨对我有妙用，我和他都是荒古圣体，我完全可以融入这具尸骨，让我的荒古圣体变得更加强大。萧云闻言看向赵无极，撇嘴道：别忘了，这里是我们萧家的矿区，而且你是我的追随者。言下之意，这东西是他的，跟你赵无极没有半点关系。赵无极阴沉着脸，他和萧云的关系有些特殊，对方也没理由把这具荒古圣体送给他。毕竟等赵无极实力变强了，如果打败了萧云，那萧云岂不是反过来成为了赵无极的追随者？萧云可不傻，不会干这种白痴事情。我们可以交换。赵无极沉吟了片刻，看向萧云说道。萧云抱着双臂，饶有兴趣地盯着赵无极，戏谑地笑道：这可是一尊荒古圣体，价值无限，你拿什么与我交换？拿你们荒古圣地的地精吗？赵无极闻言摇头道：我们其他圣地的地精跟你们混沌圣地的混沌精不一样，需要达到圣人境界才能修炼，在此之前我都没资格观看。那就没办法了，就算你是我的追随者，我也不可能把这么好的宝物送给你，更何况你跟我还是竞争者。萧云摊手道。赵无极咬牙说道：我知道你随时都能晋升洞天境，但你却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你想要在神桥境超越极境，对不对？你很聪明，但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萧云嗤笑道。赵无极伸手指着旁边那具金色尸骨的脑袋，眸光战战地说道：这具荒古圣体保存得非常完整，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荒古圣体，还有他脑海中的精神元力，只要我能够融合这具荒古圣体，就能助你吸收这颗精神元力，届时必然会让你的精神力大增。他之前是没准备让出这颗精神元力的，毕竟这东西能够提升他的精神力，但是现在他也只能让出来了，否则萧云是不可能把这具荒古圣体送给他。精神元力。萧云盯着面前的荒古圣体，对方的脑袋之中的赤红光源的确有庞大的精神力波动。既然如此，我完全可以自己吸收，根本不需要你的帮助。萧云看向赵无极说道。赵无极冷哼道：你以为精神元力这么容易吸收？不同的体质，精神元力是无法契合的，你若是强行吸收，只会让他的精神元力排斥你，从而发生自爆。只有同样拥有荒古圣体，才能操控这颗精神元力，也就是说，没有我的帮助，你也最多把这具荒古圣体拿回去研究一下，或是打造什么兵器。好吧，你赢了。萧云闻言有些无奈地说道。萧云最终还是妥协了，只要能够打破神桥境极境，这具荒古圣体就送给赵无极吧，反正他也不认为赵无极融合这具荒古圣体后就能超越自己。矿区之中，洞府之内，赵无极盘膝而坐，身体散发着金光，正在与那具金色的尸骨融合。萧云和萧恒在一旁看得很惊奇，他们没想到一具尸骨竟然也可以融入人体之中，这实在太奇妙了。轰！随着赵无极融入这具金色尸骨，他体内的血气顿时冲天起，宛如一道道真龙，一条又一条，
不断地冲出他的身体，如同潮汐一般在天空中汹涌澎湃。就是现在，赵无极突然睁开眼眸，对萧云喝道。萧云点了点头，随即盘膝坐在赵无极的对面。唰，一道赤红色的光柱顿时从赵无极的天灵盖处激射而来，这是金色尸骨脑海中的精神元力被赵无极投送而来。萧云不敢大意，连忙放开自己的识海，开始吸收这股庞大的精神元力。同时，在萧云的识海之中，那颗被他凝聚出来的精神力金丹也在迅速运转，炼化这股庞大的精神元力。此刻，萧云识海中的精神力金丹宛如一轮烈日，释放着璀璨的金光，并且这光芒越来越炽烈，耀眼夺目。这颗精神力金丹的体积也在迅速变大着，那具金色尸骨脑海中的精神元力简直就是一种精神力大补药，帮助萧云的精神力变强。如此纯正的精神力，恐怕也只有荒古圣体这种至尊体才能拥有，可遇而不可求，真是大机缘啊！萧云内心感慨不已，他这次回来不过是解救萧家罢了，没想到竟然还能获得如此大机缘。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元力都能够被吸收，因为普通修士的精神元力非常驳杂，一旦吸收这种驳杂的精神元力，那简直就是污染了自己的精神力，反而会遭受到反噬。只有荒古圣体这种至尊体诞生的精神元力，才是最精纯的精神元力，炼化吸收之后才能增加自己的精神力。然而，修炼界又有几个至尊体？这些至尊体哪一个不是被各大圣地当成宝贝？就算他们死了，那也是战死了，不可能会保存精神元力的。像眼前这具金色尸骨，他是在击杀敌人之后，因为伤势严重，自己作化而亡，所以身体才能保持完整。这样的几率实在太小了。这次不光是赵无极的大机缘，也是萧云的大机缘。在吸收完金色尸骨脑海中的精神元力之后，萧云的精神力一举突破了9炼境界，达到了前无古人的10炼境界。萧云的精神力足足提升了1倍，他原本的精神力便已经很强大了，超越了洞天境的修士，现在直接翻倍，那就更加恐怖了。轰隆隆！此时此刻，在萧云的识海之中，那颗巨大的精神力金丹正在释放出最为璀璨夺目的金光。萧云的识海在剧烈震颤，仿佛有大道之音响彻整个识海，如同一尊大帝在吟唱经文，阐释大道真理。而在萧云的身体周围，枯木逢春，草木发芽，老藤吐绿，一片勃勃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旁边萧恒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草木快速生长，遍布勃勃生机，仿佛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如同一片新生的世界。这实在太神奇了！轰隆隆！萧云识海之中的大道之音，此时却传出了体外，与这片天地交织在一起，令得这片区域迸发出了无尽的生机。萧云只感觉身体一颤，一直被困在神桥境后期的他，在聆听这股大道之音后，竟然破开了瓶颈，直接晋升到了神桥境巅峰，而且还在继续提升。萧云心中一喜，不愿意错过这番机缘，连忙盘膝而坐，开始参悟大道之音。旁边的赵无极此时也彻底融合了金色尸骨，当他听到这股大道之音后，不由得满脸震惊地看向盘膝闭目中的萧云。这家伙果然打破了极限，再次超越了极限，竟然还能引来大道之音，赵无极心中都有些嫉妒和羡慕了。试问修士之中能够有几人达到极限？混沌大帝也只是在炼体境和聚气境达到极限而已，而萧云却是在炼体境超越了极限。现在萧云又在神桥境超越了极限，如此天赋，放眼古今未来，恐怕都没人能够比得上他了。不过赵无极并没有就此颓废，他眼中迸射出炽烈的光芒，心中有旺盛的战意涌现出来。你越强，便越能激发我的动力，总有一天我会超越你。赵无极深深看了萧云一眼，随即闭上眼睛，也开始参悟大道之音，毕竟这对他也有好处。尤其是刚刚融入那具荒古圣体之后，他还得到了一门威力强大的神通，此刻正好借着大道之音修炼。轰！盘膝闭目中的萧云，识海中的精神力金丹剧烈震颤，一道道璀璨的精神光辉早已经挥洒了他整具身体，让他的血肉细胞都沐浴在金色的神辉之中。四周的天地灵气都随着萧云的精神力金丹震颤而吸引过来，开始洗涤他的肉身，让他通体璀璨，一片晶莹剔透，宛如一尊神灵在悟道，令人不敢亵渎。萧云的身体都在随着大道之音进行一种轻颤，如同和大道共鸣。海量的天地灵气被他的肉身所吸收，让他的肉身变得更加强大了，连他体内的灵力都在突飞猛进，变得更加浑厚了。萧云依旧在神桥境，但是他的实力却已经增强了许多。如果现在让他与神桥境的柳天都一战，他完全可以轻松的击败柳天都。超越极限，还是这么爽啊！轰！随着一声感慨，虚空都是一阵颤抖，周围的大道之音也随之消失不见。萧云缓缓睁开眼睛，双眸璀璨炽烈，有金光激射而出，化作2柄金色神剑，刺穿了面前的虚空。他的肉身晶莹剔透，光芒闪耀，周身毛孔都舒张起来，有无尽的光华不断的进出，这让萧云整个人看起来就如同一尊复苏的神王，全身上下都被染上了一层炫目的色彩。洞府之中，萧云缓缓站了起来，他双手握拳的刹那间，只感觉将整个天地都抓在了手中，眼中迸射出炽烈的神光。这是一种强大至极的自信，是一种源自于他内心的无敌的信念。
这一刻，萧云与天地融合，与大道共鸣，宇宙混沌、自然法则都仿佛和他的身体交织在一起。萧云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超凡了，仿佛摆脱了3000红尘，如同一尊谪仙降临凡间。此刻我已无敌，谁能与我一战？感受到体内蕴含着的强大力量，萧云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啸，宣泄着内心的激动和振奋。他再次打破极限，超越极限了。放眼古今未来，谁能做得到？就连混沌大地都做不到。轰隆隆，天空中突然乌云滚滚，遮天蔽日，令得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昏暗之中。磅礴的雷霆在乌云之中迅速汇聚，闪电撕裂苍穹，让天地一闪一闪的，可怕的威压随之降临。正所谓装必遭雷劈。萧云刚刚潇洒完，马上天劫就来教他做人了。这是打破极限的天劫，快退！赵无极已经醒来，拉着萧恒迅速后退，离开天劫的笼罩区域。天空中乌云滚滚，如同沸腾的海浪，在天空中激荡起来万丈雷光。恐怖的威压变得越来越强大，让远处的赵无极和萧恒都感到有些窒息。好恐怖的天劫！萧恒惊呼一声，便满脸担忧地看向赵无极。萧云他不会有事吧？赵无极淡淡说道：“放心，古话说得好，正所谓祸害1000年，他不会死的。”萧恒脸色一僵，这话怎么听着这么不舒服呢？算了，老夫不跟晚辈一般见识。远处，萧云站在天劫之下，他运转混沌经，身体释放出炽烈的光辉，背后显露30条大道投影，有混沌气垂落，将他的身体团团围住，让他显得超凡入圣。狂风席卷而来，将萧云的衣袍都吹得猎猎作响。他长发飞舞，肉身晶莹剔透，眼中金光闪耀，有一种近乎入道的圣人气韵。天劫而已，正好给我的肉身洗一下澡。萧云抬头看着天空中的劫云，背负着双手，一脸淡然地说道。那磅礴的雷霆仿佛根本吓不到他，被他给直接无视了。远处的赵无极显然听到了萧云的话语，他不由得脸色一黑，心中暗骂：这混蛋实在太会装逼了，你一天不装逼会死吗？萧恒也是一脸苦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赶紧防御天劫，装啥逼啊？都是一家人，你装个鸡毛啊！轰！天空中的劫云似乎也看不过去了，对着下面装逼的萧云便是狠狠地降下一道天雷，炽烈的闪电照亮了整个世界，天地间一片光明。萧云淡淡一笑，没有像萧恒所料的那样施展防御手段，而是任凭天雷轰击在他的身上，被一片炽烈的雷海所淹没了。这仅仅是第一道天雷，萧云根本不惧，他对自己的肉身有着绝对的自信，完全可以挡得住这样的天雷。萧云要借着天雷之力锻造自己的肉身，打磨自己的身体，让他的宝体变得更加强大。太弱了，天劫，你就这点本事吗？待得雷光散去之后，萧云身体保持无恙，他继续抬头看向天空中的劫云，一脸不屑和嘲讽。远处的赵无极和萧恒齐齐无语，装逼装到天劫头上，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轰轰轰！天劫似乎也被激怒了，一连降落下3道天雷，炽烈的闪电如同雷海，将萧云给吞没了。天地间一片紫茫茫的，这是雷电化成的瀚海，恐怖至极。在这片紫色的雷电海洋中，萧云的身体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那一道道可怕的闪电就像是一条条光龙一样，朝着萧云的身体撕咬而来。萧云的衣衫都被撕裂了，他光着屁股迎接天雷的洗礼，肉身光芒越发璀璨，血肉细胞都在天雷之中毁灭与新生。远处，赵无极盯了萧云一会儿，眼中露出自信，嘀咕道：“比我的略短一些。”萧恒脸色一黑：“你丫的在看什么？”不过他也看了看萧云的某处，皱眉道：“怎么没有继承我的优势？”萧云的精神力是何等强大，他瞬间就听到了赵无极和萧恒的声音，不由得一手捂住某个不可描述之处，一手指着远处的赵无极和恒怒喝道：“你们混蛋，有种拿出来比一比！”轰！炽烈的天雷再次降落，将萧云的身体都给劈得焦黑无比，让他的头发都根根竖立起来了。此时此刻，萧云身上都有一股肉香味传了出来，跟烤熟的乳猪一样。糊了！赵无极有些同情地看向萧云，低声说道：“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我萧恒就这一脉单传啊！”萧恒满脸单地望着萧云，萧云已经懒得理会他们了，因为到了第6道天雷之后，天劫的威力就越来越恐怖了，简直是成倍的提升，令得他也不得不谨慎对待。轰轰轰轰轰轰！一道道天雷不断的降落下来，虚空都被击穿了，大地都被撕裂了，周围的山川都被摧毁了，耀眼夺目的雷电光芒充斥整个世界。紫色的雷海淹没了萧云的渡劫之地，恐怖的威压越来越令人窒息，那是代表天道的强大意志，可以磨灭世间一切生灵，让人的灵魂都忍不住颤抖和战栗。无尽的雷电，炽烈的神焰，让天地间亮如白昼，光芒炽烈，像是有熊熊大火在燃烧9重天，虚空都被烧得塌陷了。轰！当最后一道天雷降落下来的时候，天地颤抖，万丈紫色电芒撕裂层层虚空，贯穿天地九幽，如同一条横贯3界的神龙，在虚无天地间愤怒咆哮。无敌拳印！沸腾的雷海之中，突然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随即一个伟岸的身影冲上了天空，一拳打破苍穹，一拳轰碎了雷劫，在天地间怒啸嘶吼。那是萧云，他已经度过了天劫，身体上有清脆的响声传来，
那是他的体表皲裂开来了。他脱去了旧皮，绽放出新生的机体，肉身晶莹剔透，神光内敛，宝体精实。萧云沐浴雷劫而得新生，肉身变得更加强大了，仿佛每一个细胞之中都蕴含着无敌的力量，像4亿尊尊神灵盘卧其中，正在为他供给能量。凤灵城，叶府，叶大刀迟迟未归，令得叶璇和叶奇风父子俩有些担心。毕竟在他们看来，有叶大刀出手，瞬间就能斩杀萧云，怎么可能拖延到现在？都已经过去1天1夜了，叶大刀还没有回来，甚至连一个传消息的都没有。这让叶璇和叶奇风父子俩非常紧张，内心忐忑不已。父亲，不会有事情吧？叶奇风到底是年轻人，时间久了便越发紧张了，脸色有些慌张。叶璇道是镇定一下，他沉声道：“我已经派你二叔去打探消息了，他应该就快回来了。”砰！叶璇话音刚落，一道焦急的身影便从外面御剑飞来，直接破门而进，吓了叶璇父子俩人一大跳。待看清楚来人之后，叶璇不由得愕然道：“老二，你怎么这么慌张？”来人正是他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叶家二长老。叶家二长老此刻满脸惶恐，眼中充满了恐惧，他急忙对叶璇说道：“大哥，不好了，大刀侄儿被萧云给杀了，他的那些跟随者也都死了。”什么？叶璇眼睛一瞪，随即便感觉体内怒火攻心，脸色一阵潮红，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晕倒了过去。父亲！叶奇风吓了一跳，连忙去扶起叶璇。大哥！叶家二长老也急忙跑过去。叶璇悠悠醒来，看着近在眼前的叶家二长老，有些虚弱的说道：“是你亲眼所见吗？如果是这样，你怎么可能逃得回来？不是亲眼所见，那大刀就不会有事，区区萧云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他还是不相信这个消息，心中抱着一丝期待。大哥，虽非我亲眼所见，但是我有证据。叶家二长老说罢，打开空间戒指，从里面取出一块玉佩，连忙递给叶璇。我在矿区附近看到了许多尸体，都是大刀侄儿的追随者，还有一些大刀侄儿的残破衣服，这块玉佩也是在那里找到的。叶家二长老对叶璇说道。叶璇此刻却是老脸颤抖，眼神绝望地盯着面前的玉佩，声音颤颤地说道：“这块玉佩是大刀随身携带的，从小到大都不曾离身，因为这块玉佩是他那死去外公送给他的。我还记得大刀10岁的时候便已经展露出惊人的天赋，被圣王宗招收为长老弟子，而且他的外貌英俊潇洒，冠绝整个凤灵城。他外公称他为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因此送他这块玉佩。若非生死道消，大刀绝对不会舍弃这块玉佩。大刀，我的儿阿扑！”叶璇悲伤过度，再度喷出一口鲜血，便昏迷了过去。父亲！叶奇风满脸慌张，大叫了几声，随后又看向面前的叶家二长老，连忙问道：“二叔，现在我们该怎么办？那萧云现在在哪里？他如果回来后，肯定不会放过我们叶家的。”叶家二长老也很着急，他心中迅速思索办法，阴沉道：“未经之计，只能离开凤灵城了。我马上去召集家族精英子弟，你也去告知你母亲，带上你父亲，赶紧离开凤灵城。”说罢，叶家二长老便匆匆离去了。待得叶家二长老离去之后，叶璇却醒了过来。叶奇风顿时一喜，刚要开口，但却被叶璇给阻止了。叶璇看着叶奇风，沉声道：“老二他们跑不掉的，萧云既然可以斩杀你大哥，那他的御剑飞行速度肯定很快，我们根本逃不掉。”叶奇风闻言，顿时满脸绝望和恐惧。父亲，难道我们就只能等死吗？叶璇看着叶奇风，叹了口气道：“傻孩子，为父刚才故意昏迷，就是想要为你争一条生路。”叶奇风顿时满脸喜色，他像似沙漠中遇到绿洲一般，连忙催问道：“父亲，你有什么办法吗？”叶璇沉声道：“让老二他们带着大部队逃跑，去吸引萧云和萧家的注意。你一个人带上家族的1/3财物，前往东荒。”那二叔他们叶奇风闻言，心中一颤。叶璇淡漠道：“总有一些人该为我们叶家牺牲，大刀已经走了，你是我们叶家的唯一希望，也是将来为大刀报仇的希望。”叶奇风苦笑道：“父亲，我就算活下来，也没资格替大哥报仇。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连叶大刀都不是萧云的对手，何况是他这个废物。你有的，这块大地令你收下，你前往东荒之后，去一个叫做天地山的地方，出示这块令牌，告知他们一切，他们自然会安排好你。”叶璇说罢，手中光芒一闪，一块古朴的令牌便出现在他的掌心。叶奇风仔细打量着这块令牌，发现这块令牌很普通，但上面雕刻着一个叶字，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让他不自觉的心神沉浸其中。不要长时间注意这个叶字。叶璇见他入迷，顿时大喝一声。叶奇风这才反应过来，连忙移开眼睛，再也不敢看这块令牌了。他心中好奇无比，询问道：“父亲，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会这么古怪？”叶璇叹道：“我们叶家来头很大，在东荒，我们叶家就是大帝世家，曾经出过2位大帝，势力强大，比混沌圣地还要恐怖。而这块令牌便是我们叶家的大帝令。”叶奇风闻言，顿时满脸振奋，说道：“既然如此，我们还怕萧云干什么？”叶璇苦笑道：“叶家是很强，但那是宗家强大，我们凤灵城这个叶家和东荒那个叶家，不知道隔了多少代。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块大帝令，还是因为你哥大刀他天赋惊人，被圣王宗册封为圣子，所以才引起了宗家的注意，赏赐了他一块大帝令。否则的话，对方连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
叶奇风顿时一脸落寞，他看着父亲苍老的面孔，说道：“父亲，那我们一起去东荒吧。”叶璇摇头道：“我不能走，萧家不会放过我的。你若是带着我，你也逃不掉。”父亲叶奇风眼睛顿时红了。叶璇摇了摇头，摆手道：“快走吧，不要带上任何人，就你一个人走，因为这块大地令只能掩盖你一个人的气息。记住了，到了东荒天地山，将此事告知宗家，他们一定会替大刀报仇的。”是，父亲。叶奇风咬着牙收起大地令，最后看了一眼叶璇，便转身离去。叶璇望着叶奇风的背影，叹了口气，本以为这次可以借大刀之力回归宗家，没想到萧家竟然出了萧云这样的人物，当真是天要亡我呀。不过萧云，你也别想好过，我们叶家宗家一门双弟，其中一位还是一代天帝，和混沌大帝比肩，实力之强远超混沌圣地，他们保不住你。叶璇缓缓闭上眼睛，自爆了识海，失去了声息。与此同时，已经渡劫完毕的萧云正和萧恒、赵无极他们回到了凤灵城。萧云一回来就对萧恒说道：“父亲，叶家的事情就交给你处理了，赵无极会帮你的，我则坐镇萧府。放心吧，为父会处理好的。”萧恒眼中寒光一闪，这一天注定让整个凤灵城记忆犹新，因为最近强势无比的叶家居然在一天之内灭亡了，而出手的正是凤灵城的萧家，这让很多人感到吃惊和不敢置信。毕竟最近因为叶大刀的回归，令得叶家蒸蒸日上，很多人都知道萧家要完蛋了，肯定会被叶家给灭掉。但是谁能料到事情竟然反过来了，萧家不仅没事，还反过来灭掉了叶家，彻底震惊了凤灵城的修炼者。大街上到处都在议论纷纷，萧家怎么会变得这么强？叶家居然被萧家给灭门了，据说连叶璇都死了。叶大刀呢？他不是圣王宗的圣子吗？而且他还是洞天境的强者，萧家的家主也只是神桥境，谁能杀得了他？我听说是萧家的少主回来了，就是曾经那个10几年不修炼的萧云。那个废物，怎么可能？我知道他10几年不修炼是为了拜入混沌圣地，但就算他拜入了混沌圣地，如今也只是过去1、2年的时间，他怎么会拥有击杀叶大刀的实力？在凤灵城沸腾的时候，萧云却盘膝坐在屋子里，感受着识海中的精神力金丹，还有他肉身的状况。融合那具荒古圣地的精神元力之后，他的精神力金丹变得更加强大了，实炼的精神力非常恐怖，他现在释放出精神力几乎可以笼罩整个凤灵城。正因为如此，萧云才没有亲自去动手灭掉叶家，因为有他的精神力监视，整个叶家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掉。谁御剑飞走，在哪个方向，他都能通过庞大的精神力第一时间告知赵无极。叶家已经没有洞天境强者了，以赵无极的实力，在叶家几乎是横扫，而且还是秒杀。再加上萧家的那些神桥境强者，自然是轻而易举就灭掉了叶家。咚咚咚，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萧云通过精神力已经得知是萧恒和赵无极回来了，不由得招了招手，顿时房门自动打开。萧恒和赵无极走了进来。哈哈，叶家完了，他们没有一个人逃走。萧恒笑着说道，只是身上依旧带着冷冽的杀气，显然这次他杀了不少人。至于旁边的赵无极，那就更加恐怖了，宛如一尊杀神，煞气冲天，令得周围的温度都降低了。既然如此，那就安排族人开始迁徙吧。萧云闻言说道。萧恒眼中有些不舍，我们真的要飞走不可吗？现在叶家已经完蛋了，圣王宗不可能为了一个消失的叶家，与你这位混沌圣地的准神子为敌吧？萧云摇头道，我将来正道大帝，就注定少不了敌人。你们待在这里我很不放心，还是去混沌圣地附近吧，我也好有个照应。萧恒闻言不再反驳，他也不希望自己以后被敌人抓住，然后用来威胁萧云，便叹道，好吧，我这就去安排族人。哎，我们萧家在这里居住了这么多年，现在离开还真有些不舍。萧云笑着说道，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将来我正道大帝后，我们萧家便是大帝世家，这小小的凤灵城可容不下一座大帝世家。哼！旁边的赵无极冷哼一声，满脸自信地说道，你不要太得意了，正道大帝非我莫属。萧云瞥了他一眼，摇头道，你不行，你们荒古圣体很难正道大帝。一具荒古圣体很难正道大帝，但是我已经融入了第2具荒古圣体，2大至尊体合为一体，他日我必将超越你，正道大帝。赵无极眼中充满了自信。萧云笑盈盈地看着赵无极，眼神略带挑衅地说道，融合了第2具荒古圣体后，你觉得你很强吗？要不要挑战我一下？哼，等下一个境界，我一定会挑战你的。赵无极冷哼一声，转身离去。他又不傻，知道萧云在神桥境超越极限之后，他才不会挑战萧云，那是纯粹找虐。下一个境界，你依旧不会是我的对手。萧云笑罢，目送赵无极离去，这才转头看向萧恒，说道，父亲，我有一些东西要送给你。话落，萧云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面拿出来一些东西，有一些天材地宝，还有就是最重要的龙涎果，一共20颗，都是他在真龙巢里面获得的宝物。萧恒见状，不由得摇头道，为父没有什么资质，有这些也提升不了多少实力，还不如你拿去提升实力。萧云哑然一笑，父亲，以我现在的身份，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混沌圣地就会为我提供足够的修炼资源。萧恒闻言一愣，
他差点忘了萧云准神子的身份有多么尊贵，的确不需要这些东西。这是龙涎果，一人只能吃10颗，一颗可以增加10年寿元。这里有20颗龙涎果，你和母亲一人10颗，足以增加100年寿元。萧云随即指着龙涎果说道。萧恒闻言一脸震撼，增加100年寿元，这是何等的宝物，一旦传了出去，势必会引起很多人的疯狂。萧恒刚想推辞，萧云便摇头道：父亲，以我的天赋，早晚会成圣的，到时候我就有几千年的寿元，这些东西对我没有用。好吧，萧恒闻言便不再多言，收下了这些东西。轰！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股恐怖的威压，以及一道洪亮的声音覆盖了整个凤灵城。是谁杀了我的徒儿？是谁？给我出来！洪亮的声音像似一道惊雷在天际炸响，声音响彻云霄，震动整个凤灵城。许多修为低下的修炼者都感觉耳朵发麻，被这股音波给震得头昏脑胀。怎么回事？萧恒和萧云对视一眼，两人随即连忙冲出屋子，抬头朝着天空中看去。刚刚离去的赵无极也在屋外抬头看向天空，只见凤灵城的上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虚影，散发着炽烈的光芒，如同一尊白色太阳，照亮了整个凤灵城，耀眼夺目。无图叶大刀有圣人之姿，英武不凡，到底是谁狠心杀了他？如果不说，本座今日便血祭整个凤灵城。高空中那个白色的虚影俯视着下面的凤灵城，神色阴寒，厉声喝道：不好，这是某位强者的神魂出窍而来。赵无极看向萧云，面色无比凝重。当修炼者达到觉醒境的时候，就会觉醒神魂，而当修炼者达到出窍境的时候，就能神魂出窍。出窍的神魂拥有本体的一部分战力，可以跨越层层虚空，去千里之外击杀敌人。当然，如果距离隔得越来越远，神魂所能够展现出本体的战力便也会越来越弱。很显然，此人的修为最起码也是出窍境以上，比萧云现在足高了4个大境界以上。没想到叶大刀的师尊居然反应得这么快。萧云低声说道：他才杀死叶大刀1天，对方的师尊就找来了，这速度的确很快。赵无极面色凝重地走了过来，沉声道：叶大刀是圣子，曾经是长老弟子，那么此人肯定是圣王宗的长老，修为不是涅槃境便是超凡境。萧云抬头看着天空中的那道白色虚影，眼中涌现出一股炽盛的战意，说道：圣王宗距离凤灵城万里之外，此人又不是圣人，他的神魂跨越了这么远，恐怕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有把握与之一战。你最好小心点，毕竟他有可能是超凡境的强者，哪怕无法发挥出本尊的实力，也不可小觑。赵无极摇摇头，觉得萧云这是在玩火。萧云却毫不在意，他有帝天种下的拳印，关键时刻足以灭杀叶大刀师尊的神魂，所以他根本没有丝毫担心。本座再说一遍，如果你们不说出是谁杀死了无图叶大刀，今天你们全城的人都给他陪葬吧。高空中，叶大刀的师尊再度厉声喝道，声音冰冷至极，充满了冷冽的杀气。萧云闻言就知道这一战躲不掉了，毕竟他们萧家的人还没有离开凤灵城。当下，萧云发出一声长啸，朝着天空中激射而去。老家伙，你徒弟叶大刀就是我杀的！萧云踩着金龙剑，乘风破浪，冲向高空。高空中，叶大刀的师尊双目之中喷出炽烈的神光，如同2道白色匹链，朝着萧云激射而来。区神桥境，给无图叶大刀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凭你也配杀无图儿？叶大刀的师尊目光扫过萧云之后，顿时一脸不屑之色。萧云冷哼道：叶大刀的半生圣刀就在我手中，你说他是不是我杀的？话落，萧云手中金光一闪，一把炽烈的圣刀便显露出绝世锋芒，令得虚空之中的温度都降低了很多。果真是无图圣刀！叶大刀的师尊瞳孔一缩，眼睛死死盯着萧云手中的金色圣刀，满脸不敢置信道：怎么可能？你一个小小的神桥境修士，怎么可能杀得了无知徒儿？快说，你到底是谁？出自哪个门派？萧云一脸傲然道：老家伙，你听好了，我叫萧云，是混沌圣地当代准神子。竟然是你！叶大刀的师尊眼神一凝，一双可怕的眸子紧紧盯着面前的萧云，震惊道：就是你在真龙朝横扫诸多天骄，击败了李成帝，击败了我们圣王宗的神子江浩然。李成帝、江浩然手下败将而已，不值得一提。萧云一脸不屑地说道。叶大刀的师尊脸色凝重起来，他没想到竟然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杀了叶大刀，这就有些麻烦了。不过叶大刀是他这辈子收的最优秀的徒弟，有望击圣人境界，就这样被人给杀了，这让他很不甘心。而且叶大刀是他们圣王宗的圣子，如果被人杀了，他们圣王宗都不敢出声，那也太丢脸了吧。想到这里，叶大刀的师尊眼神一狠，眸子里浮现一抹杀意，他冷冷盯着萧云，寒声道：很好，既然你天赋这么好，那么今天本座就宰了你，替我们圣王宗以除后患。萧云眼眸炽烈地盯着对面的叶大刀师尊，冷冷说道：区神魂也敢在我面前放肆，今日本神子便斩了你。对了，你叫什么名字？今日我先斩你神魂，他日再斩你本体。小辈，你简直大言不惭，本座段德乃是圣王宗大长老，超凡境强者，若是本座本体在这里，一根手指都能灭了你，凭你也妄想击杀本座的本体？
段德怒喝道：“哦，原来是缺德大长老啊！很好，我记住了，他日必将斩你本体，送你们师徒地下团聚。”萧云讽刺道：“放肆！”段德大怒，长啸一声，便朝着萧云杀去，带动恐怖的能量波动，震动虚空，让天地一片战栗。小辈，就算你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今天本座也要斩了你。大不了等杀了你之后，本座再灭掉整个凤灵城的修炼者，你们混沌圣地也未必查得到是本座杀了你。段德说罢，手中掐动印诀，展现出一片绚丽的光芒，画着恐怖的光束，朝着萧云轰杀过来。天空震动，能量汹涌澎湃，宛如一片瀚海浪涛，吞天噬地而来。怒海龙腾！段德大喝道。一条神龙顿时从瀚海之中冲天起，张牙舞爪，携带着一股惊世威能，朝着萧云扑杀过来。万剑流！萧云冷哼一声，操控着黑魔剑，画着一道璀璨的黑色剑河，朝着面前的神龙浩荡冲去。轰隆隆！天空中顿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令得整个凤灵城都在震战连连。待得光芒消散之后，萧云的黑色剑河崩溃了，但是对面的神龙也被撕裂成碎片，双方不分上下。段德瞳孔一缩，满脸震惊道：“你的实力怎么会这么强？就算无图夜大刀英武不凡，有着盖世天资，在洞天境都没有这等实力。你一个小小的神桥境，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因为我是天才，是无敌的天才。你们这群废物注定无法理解我的强大。”萧云一脸自信地说道，眼眸之中神光璀璨炽盛，爆发出一股无敌的信念。段德脸色难看，他须发皆张，眸蕴雷电，浑身发光，从他的体内冲出一只太古凶兽，漆黑无比，布满了鳞片，散发出冲天的血气，朝着萧云扑杀过来。就算你天赋再高，也只是神桥境，尝尝本座祭灵的厉害。段德声音冷冽，充满了杀气。萧云天赋越高，便越发让他杀意浓烈。此子不死，未来他们圣王宗谈何崛起？谈何取代混沌圣地？修士达到祭灵境界，便能够在洞天之中祭炼真灵，用来杀敌，威力很强大。萧云没想到这个段德祭炼的真灵竟然是一只太古凶兽，一看那恐怖的血气和气势，就知道他实力非凡。他不敢大意，连忙施展金钟罩护住身体，手中挥舞着金色圣刀，朝着面前扑杀而来的太古凶兽斩去。嗷呜！这只太古凶兽怒吼一声，张开血盆大口，朝着萧云的脑袋咬来，与萧云体表的金色护罩狠狠地撞在一起。咔嚓！萧云体表的金色护罩顿时出现了一丝裂缝，可见这只太古凶兽的实力有多么强大。不过萧云并没有惊慌失措，他脸色镇定无比，一刀狠狠地劈在了这只太古凶兽身上，炽烈的金色刀芒暴涨几百丈，展现出一股绝世锋芒。太古凶兽顿时被萧云一刀斩杀掉了，但随后又有一只太古凶兽从段德的体内冲出，继续朝着萧云扑杀过来。没用的，只要我不死，祭灵便不死不灭，你是杀不死他的。段德冷笑道。与此同时，段德也在掐动印诀，爆发出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显然是在施展什么大招。只见周围的天地灵气都在疯狂地涌向段德双手之间，凝聚出3只金光璀璨的掌印，朝着萧云镇压而来。三光回元掌，段德大喝一声，眸光更炽盛了，如2盏神灯点燃，流动出的气息让很多人阵阵心悸，感觉很恐惧。3只巨大的金色掌印，仿佛遮天蔽日的太古神山，从天空中降临而下，狠狠地镇压向萧云。一时间，整个凤灵城的修炼者们都有一种窒息般的感觉。好强！萧家的萧云恐怕不是此人的对手。这可是圣王宗的长老，修炼了几百年上千年，哪里是萧云一个毛头小子能够抗衡的？希望这位前辈杀了萧云之后，不会牵连我们凤灵城的修炼者。凤灵城的修炼者们议论纷纷，而萧府之中，萧恒等人却是担心不已。天空中，萧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对方的实力的确很强，远不是叶大刀能够比拟的。幸好这里距离圣王宗很远，否则的话，他恐怕没有半点胜利的希望。不动明王翼！萧云大吼一声，双目喷薄出无尽的炽盛电芒，他满头发丝狂舞，沐浴在炽盛的金光中，双手掐动印诀，大步向前冲去，仿佛无人能与之争锋。轰！一尊金色的大佛顿时出现在天空中，携带着滔天的恐怖佛力和一片璀璨的金色浪涛，朝着对面的3座大山轰击过去。轰隆隆！一时间，整个天空都在震荡不安，虚空接连颤抖。洪亮的佛音响彻整个天地，恐怖的精神力冲击令得对面的段德都是脸色一变。你的精神力居然这般强大！他心中非常震撼，若非他是超凡境的强者，恐怕刚才就已经被那股精神力冲击给重创了。也难怪此人能够在神桥境就击杀了叶大刀，真是天资盖世啊！段德心中的杀意更加汹涌澎湃了，他全力催动着3只金色的掌印，继续朝着萧云镇压下来，想要压他面前的金色大佛。杀！萧云一时大吼，挥舞着无敌拳印冲杀出去，他威势滔天，满头发丝刹那暴涨，晶莹剔透，散发着黄金神光，像是一尊无敌战神，神威如玉。砰！不动明王和3只金色掌印撞得粉碎。萧云挥动着炽烈的光拳，带着一股无敌之力，轰杀掉段德的真灵，
朝着他的神魂杀来。此时，萧云浑身杀气冲霄，眸子中的光芒惊得段德都是一阵战栗，忍不住后退，不敢与萧云硬碰硬。小贝，你真是好本事，不过今天你依旧要死。段德有些恼羞成怒，他不再后退，而是主动杀向萧云。哗啦，段德快速掐动印诀，爆发出一片火焰神刀，朝着萧云轰杀过来。这些火焰神刀光辉灿烂，照亮了整个天空，火焰炙热沸腾，像似由岩浆凝聚而出，令得虚空都燃烧起来了。覆海印，萧云掐动印诀，猛然长啸一声，带动一片惊涛骇浪席卷而来，将面前的火焰神刀全部覆灭。随后，萧云再次掐动印诀，击出一柄蓝色的神剑，朝着段德击射而去。玄冰剑印，萧云冷哼一声，催动蓝色神剑斩向段德，剑光所过之处，周围的一切都被冻结了。段德脸色一变，他五指猛地撕裂虚空，带起一片璀璨的闪电，朝着萧云轰杀过来。此刻，就连天空中都有雷鸣在响起，一道道炽烈的闪电撕裂苍穹。五雷轰天印，段德大喝道，双眸之中电芒激射而出。这一门神通非常可怕，5道巨大的雷柱就跟5条紫色的巨龙一样，从四面八方扑杀而来，将萧云封锁其中，令他无路可逃。无敌拳印，萧云感受到了剧烈的威胁，他彻底爆发了，催动大道道纹，祭出无敌的拳印。轰！大道道纹一出，无敌拳印顿时威力倍增，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面前的5条闪电巨龙轰杀，然后一拳狠狠地轰向了段德。什么？段德瞪大了眼睛，似乎没想到萧云居然会爆发出如此强大威力的攻击，一时间来不及反应，就被萧云一拳打飞出去。噗！在倒飞的途中，段德大口喷血，脸色萎靡，就连他的神魂都是一阵暗淡无光。显然，在这一拳之下，段德受了不轻的伤势。老家伙，这就是你的实力吗？也不过如此而已，待我涅槃之后，便能轻而易举地斩杀掉你的本体。萧云长笑一声，满脸不屑地看向对面的段德，眼中展现出一股无敌的信念。小贝，你不要太得意了，我的本体正在迅速赶过来，到时候你必死无疑。段德脸色阴沉无比，他狠狠地瞪了萧云一眼，便马上掉头离去。既然发现自己暂时无法击杀萧云，那他就要先逃走了，否则陨落了这尊神魂也会让他的本体受伤。现在想走，太迟了。萧云冷笑一声，猛地甩出手中的金色圣刀，画着4道金光，竖立在段德的身体周围，形成一座金色的光牢，将他团团围住。4象剑阵，段德瞳孔一缩，马上就认出了这门神通。而此时，萧云已经催动这门神通，一只巨大的神兽便从4个方向扑杀而来，携带着恐怖滔天的能量，将段德给淹没了。既然来了，那你这具神魂就彻底留下吧！萧云大吼一声，挥动着无敌拳印，冲进了金色光牢之中，与4大神兽一起围杀段德。小贝，我的本体不会放过你的！段德惨叫一声，被萧云和4大神兽给轰成了稀巴烂，化着一阵光雨，消失在天空中。与此同时，在某处高空中，一位正朝着凤灵城急速赶来的老者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脸色瞬间苍白如纸。竟然杀死了我的一道神魂！萧云，就算你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我段德也要斩你，替大刀陪葬！此人正是段德本体，他擦掉嘴角的血液，眼神阴冷，满脸杀气，加速赶往凤灵城。没想到你居然真的可以斩杀他的神魂！当萧云回到萧府之后，赵无极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他。噗！萧云张嘴就喷出一口鲜血，差点跌倒在地上，脸色一阵惨白。萧恒脸色一变，连忙跑过来扶住他。萧云摆了摆手，沉声道：“那老家伙的实力很强，我也是拼命才杀了他。父亲，你马上召集族人，今天我们就得出发，离开凤灵城。”好。萧恒连忙点头，他刚才也听到了，叶大刀的师尊正在赶来的路上，一旦对方赶到凤灵城，他们绝对死无葬身之地。毕竟对方的一道神魂隔着万里之遥都能够有这么强的实力，如果等对方的本体到来，那估计真的一巴掌就能灭掉他们了。你的伤势怎么样？赵无极目送萧恒远去，随即转头看向了萧云。萧云擦掉嘴角的血液，吞下几颗疗伤丹药，冷哼道：“超凡境的强者果然恐怖，仅仅那老家伙的一道神魂就有祭灵境界的实力，我若不是拼命也杀不了他。”赵无极感叹道：“以神桥杀祭灵，你足以自傲了，整个修炼界恐怕也只有你做得到，真是一个变态。所以你跟对人了。”萧云咧嘴一笑，这次能够斩杀段德的一道神魂，让他也感到非常自豪。毕竟那可是超凡境强者的一道神魂，换成一般的神桥境修士，哪怕是赵无极这样的绝世妖孽，都不可能敌得过段德的一道神魂。普天之下，也只有他萧云才能在神桥境如此强大。哼，等我踏入了洞天境，必定能够击败你。赵无极冷哼一声，转身离去。他要回去修炼。萧云的强大对他的刺激很大，让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着变强。萧云则回屋继续服用丹药，恢复伤势。傍晚，萧恒召集了所有族人之后，前来与萧云商议。屋子中，萧恒一脸大惊失色地望着面前的萧云，惊呼道：“你要一个人留下来？”刚才萧云居然说要一个人留在凤灵城等段德，这让萧恒不淡定了。只听萧云沉声道：“父亲，超凡境强者的速度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更何况我们萧家还有很多人都无法飞行，
根本不可能摆脱掉段德的追击。只有我留下来拖延住他，你们才有机会赶到混沌圣地。萧恒急忙摇头道：“这不行，你绝对不是段德的对手，你们的修为差距太大了，还是你先走吧。至于我们这些人，直接分散朝着四面八方逃去，总能够逃出一部分。”萧云心中苦笑，这的确是一个好计策。不过谁知道段德会追到他们萧家的什么人呢？那些旁系子弟，萧云还不在乎，但如果段德刚好追击到他的父母呢？这个几率就算再小，萧云也不敢去赌。所以萧云摇了摇头，继续劝说道：“父亲，你放心，我在离开混沌圣地的时候，师尊就给我种下了一枚拳印，关键时刻可以爆发出我师尊的全力一击，绝对可以击杀那个段德，所以我是不会有危险的。你们若是不走，反而会拖累我。”真的？萧恒闻言一喜，但又有些狐疑地看着萧云，说道：“你不会骗我吧？”萧云莞尔笑道：“父亲，我是你儿子，我又怎么会骗你？你小时候骗的还少吗？我只要有什么地方没有满足你，你就去你母亲那里告状，说我勾搭家中的侍女。”萧恒瞪着萧云埋怨道。萧云尴尬一笑，有些无语地说道：“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您到现在还记得呢？放心吧，父亲，我绝对不会有事的。好歹我也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你以为混沌圣地会随便让我出山吗？他们现在是把我当成宝贝，又怎么可能不给我一点保护的手段？”说的有点道理。萧恒闻言点了点头，这话倒是在理，让他安心了一些。于是萧恒看向萧云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带人赶去混沌圣地，你尽快到来与我们会合。”没问题。萧云笑着点了点头。随后萧云就叫来林小雅和席春雨两人，让他们和萧家的人一起赶往混沌圣地。有他们两人在，这一路上萧云也能够安心。毕竟席春雨是洞天境的修士，在凡俗之中也算是顶尖强者了。数日之后的清晨，整个萧府之中一片安静，巨大的府邸内此时只剩下萧云和赵无极两个人。他们在一座凉亭之中彼此饮着茶水。“你不走不怕死吗？”萧云看向对面的赵无极，笑着问道。他其实也让赵无极先回混沌圣地，但是这家伙居然不走。赵无极看着对面的萧云，冷冷说道：“你们混沌圣地没落了，所以段德敢杀你，但是我们荒古圣地还在巅峰，给他段德10个胆子也不敢杀我。”萧云撇嘴道：“我们混沌圣地迟早会在我的手中崛起，成为9天10地第一势力。”赵无极一脸赞同的点了点头，这让萧云有些欣慰，心想这家伙总算认同自己了。不过就在萧云得意的时候，赵无极却一脸自信的说道：“我现在好歹也是混沌圣地的挂名圣子，等我将来正道大帝后，也会顺便提携一下混沌圣地，让你们混沌圣地重现巅峰。”萧云有些无语，他一脸认真看着面前的赵无极，过了好久才缓缓说道：“看来融合了一具荒古圣体之后，没有增强你的实力，却反而增厚了你的脸皮。我懒得与你做口舌之争，待我踏入洞天境之后，你就准备乖乖当我的追随者吧。”赵无极瞪了萧云一眼：“你不行。”萧云淡淡说道。刚说完，他就脸色一变。与此同时，赵无极也满脸凝重地看向了天空，一个小黑点飞速从天际射来，很快就出现在凤灵城的上空。随着而来的还有一股磅礴的威压，令得凤灵城内的修炼者们都纷纷跪倒下去，感到一阵窒息，像似一座大山压在他们的身上。段德来了。萧云冷笑一声，看向出现在凤灵城上空的那道身影。这是一个灰袍老者，鹤发童颜，气质脱尘，一双深邃的目光宛如一片瀚海，深不可测，令人不敢与之对视。萧云，出来受死！段德本体出现之后，神念扫视之下，顿时就锁定了萧府之中的萧云，不由得厉声喝道。毕竟他的神魂跟萧云交过手，还认得萧云的气息。萧云，没想到你居然还敢留下来，真以为你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本座就不敢杀你了吗？段德站在萧府上空，背负着双手，俯视着下面的萧云，他眸光冷冽，眼神寒冷，气息摄人，身上灵光一缕缕，气息如渊似海，摄人心魄，身上流淌着神光，有着不怒自威的恐怖威势。萧云和赵无极顿时感受到一股磅礴的威压，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双腿都在弯曲。不过无论是萧云还是赵无极，都是绝世妖孽，心中的无敌信念都非常坚定，哪怕面对段德这样的超凡境强者，他们依旧无惧一切，在咬着牙努力支撑着。原来是圣王宗的缺德大长老，好久不见，您老是来找你的那道神魂吗？抱歉，那已经被我给打爆了。萧云直视着天上的段德，冷冷说道。赵无极则冷冷说道：“我是荒古圣地的赵无极，敢杀我，你们圣王宗等着灭门吧。”段德听到萧云的话语，先是一怒，再听到赵无极的话语，不由得冷哼一声，看向赵无极冷冷说道：“我跟荒古圣地无冤无仇，还犯不着对付你一个小辈，滚吧！”话落，段德一挥手，赵无极的身体便倒飞出去，离开了他的气势笼罩之内。显然他是真的顾忌荒古圣地，毕竟荒古圣地还在巅峰，完全有实力灭掉他们圣王宗。至于混沌圣地虽然也很强大，但最多压他们圣王宗一筹，却不是那种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他还不惧。给我跪下吧！段德送走赵无极之后，顿时双眸瞪着下面的萧云，大喝一声，
身上的气势再度暴涨，像似一股恐怖的风暴将这片区域笼罩。轰隆隆，在段德的磅礴威势压迫之下，萧府内的房屋、亭台楼阁、假山等等建筑物全都被压得倒塌下去。顷刻之间，整个萧府都变成了一片废墟。超凡境强者的实力一显无疑，而萧云更是被压迫的差点跪了下去。他身上好像背负着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近乎窒息。但是萧云眼神无比坚定，目光之中流露出无敌的信念。他冷冷望着天上的段德，不屑道：“手下败将也敢在我面前嚣张？上次我能够斩杀你的神魂，下次我就会斩杀你的本体。”狂妄！段德一声怒喝，眼中光芒射人，他双眸紧紧盯着萧云，语气阴寒地说道：“虽然你的天赋是很不错，但是今天你就得死，你已经没有将来了。”说罢，段德没有继续跟萧云废话，而是抬起一只手掌，散发出朦胧的光芒，像似裹挟着一片大世界，朝着萧云镇压而下。但就在此时，段德像似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突然吓得收起掌势，连忙朝着天际远遁而去。砰！没等段德冲上高空，他就像四处碰到一股无形的劲质，撞得头昏脑胀，被狠狠地震飞回来。晚辈圣王宗大长老段德，有所冒犯之处，还请前辈恕罪。段德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此刻脸色苍白，眼神惶恐，连忙对着四周求饶道。下面的萧云和赵无极一愣，但随即就明白，定有什么强者来了，而且很可能就是混沌圣地的强者。看来除了师尊给我的拳印之外，混沌圣地也另有人在暗中保护我。萧云心中暗暗想到，虽然有些意外，但也没有太过惊讶，毕竟他在真龙朝还有击败柳天都时表现出来的天赋实在太强大了。尽管自古以来都没人能够练成混沌经，但是萧云能够超越祖师爷，那就代表他有这个机会练成混沌经，铸就真正的混沌体。所以混沌圣地一定会保护他，不会让他被敌人扼杀在摇篮之中。思忖之间，一道朦胧的虚影忽然出现在萧云的身边，淡漠地望着天空中的段德，双眸如同炽烈的闪电，喷吐出两道璀璨的光束。就是你要杀我混沌圣地准神子！在此人的目光凝视之下，天空中的段德惨叫一声，顿时就摔落下来，双膝跪在了萧云面前。萧云此刻感受到周围的压迫消失了，他不由得转头看去，顿时就认出了来人，连忙躬身行礼道：“弟子萧云拜见雷祖。”来人竟然是雷祖，这让萧云有些震撼。当初他刚拜入混沌圣地的时候，就见过这位雷祖，知道此人是混沌圣地的一位老祖，修为在大圣境界，可以说放眼整个修炼界都是最顶尖的强者。后来他师尊帝天还曾告诉过他，这位雷祖在大圣之中都是最强者之一，实力仅次于准帝。萧云没想到这样的绝顶强者竟然在暗中保护自己，真是荣幸之至啊。雷祖对萧云笑着点了点头，但是在看向段德之后，脸色便寒冷无比，眸光射人的说道：“连我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都敢杀，你们圣王宗真是越来越嚣张了。前辈恕罪，刚才是晚辈糊涂了，晚辈以后再也不敢了。”段德连忙求饶：“雷祖啊，此人竟然是混沌圣地的雷祖，这可是九霄大陆最顶尖的大人物，杀他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他可不敢顶撞。”萧云有些鄙视地看着面前的段德，此人还真是欺软怕硬，一点气节都没有，换成是他，就算死也不会向敌人求饶。萧云却是搞错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拥有无敌的信念，毕竟只有一路无敌才能养成这种信念。不敢吗？雷祖俯视着段德，冷冷说道：“你不敢，但是你们圣王宗敢。带我去你们圣王宗，我倒要看看你们圣王宗有多么狂妄，竟敢连我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都敢扼杀，真以为我们混沌圣地无人了吗？”段德有些愣愣地看向雷祖，他没想到雷祖竟然还要去他们圣王宗，这是要把事情给弄大。他额头顿时冷汗滴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带路，否则死！雷祖冷冷盯着段德，眸光射人。是，晚辈这就带路。段德无奈，吓得只能在前面带路，朝着天空中飞去。雷祖挥了挥手，带着萧云和赵无极一起跟在段德身后。段德飞在前面，满头大汗，心里面非常慌张，毕竟身后跟着一位绝顶强者，彼此还是敌人，实在让他轻松不下来。萧云现在却轻松了，站在雷祖身旁，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安全。不过萧云心中很疑惑，雷祖为什么要去圣王宗？直接宰了段德不就完了吗？难不成雷祖还要打上圣王宗？这有些不可能吧，毕竟在圣王宗的大本营，雷祖一个人能够占到便宜吗？数日之后，一片广阔的山脉显露在几人的视线之中。这座山脉气势雄浑，巍峨磅礴，高达万仞，远远望去，就像似一条巨龙趴伏在地面上，身躯很长，仿佛没有尽头。山脉之中，每一座山峰都非常高大，一个个高耸入云，像似一柄柄利剑倒插在地面上，直刺云霄。而在这些山峰上，有许多建筑物，各种宫殿，琼楼玉宇，重峦叠嶂，散发着一片片璀璨的光芒。这里便是圣王宗，不愧是圣地之下第一宗派，的确很有气派，难怪有胆子挑战我们混沌圣地。萧云看着面前的圣王宗，冷哼道。就在此时，一股恐怖的神念从圣王宗内探出，覆盖虚空，扫视而来。哼！雷祖冷哼一声，强大的威势爆发，
双眸之中射出2道雷电，将这股神念给直接撕成了碎片。萧云隐隐听到圣王宗内传来一声惨叫，显然那人被雷族给伤到了。段德在前吓得不敢动弹，虽然这里已经是他们圣王宗的大本营，但是他心里面非常清楚，只要雷祖动了一个念头，他就会马上陨落。圣人之下皆是蝼蚁，更何况雷祖还是最顶尖的大圣，在这等绝世强者面前，圣人之下的修为根本没有自保的能力。原来是混沌圣地的雷祖大驾光临，我们圣王宗真是蓬荜生辉。圣王宗内一道洪亮的声音传来，下一刻，圣王宗的圣主踏着虚空而来，朝着雷祖微微躬了躬身。雷祖却冷冷说道：“滚，让你家长辈出来说话。”噗！萧云在旁边笑出声，对面的可是圣王宗的圣主，虽然不是圣人，但却已经是天境大能，而且还是宗派之主，论地位也不比圣人差了。但是雷祖却像教训小孩子一样，根本没把圣王宗的圣主放在眼里。当然，在雷祖这样的大人物面前，圣王宗圣主也的确只是一个小孩子。毕竟雷祖横扫修炼界的时候，圣王宗圣主都还没有出世呢。只是圣王宗圣主好歹也是一派之主，雷祖如此的不给面子，让他心里面非常不爽，脸色顿时阴沉了下去。只是雷祖的实力很强，圣王宗圣主也只能忍着，暗中连忙通知宗派内的老祖们。轰！一股强大的气息顿时从圣王宗内升腾起来，冲上苍穹，撕裂了云层，宛如一座太古神山，巍峨磅礴。萧云看向远处，只见圣王宗上空的虚空之中，一道朦胧的身影显露出来。他双眸开合之际，2道璀璨的光束激射而来。张大雷，你来此所为何事？朦胧的虚影，惜字如金，声音冰冷，毫无感情，像似冰冷的机器人一般。萧云闻言差点笑出声。张大雷，这就是雷祖的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违和呢？陈鲁德，你们圣王宗大长老杀我们混沌圣地准神子，是想要挑战我们混沌圣地吗？雷祖冷冷凝视着此人，语气冰冷，满脸杀气。虚空之中，陈鲁德瞥了一眼段德，顿时让段德浑身冰冷，吓得跪在地上。陈鲁德没有理会段德，而是看向了雷祖旁边的萧云，眸光闪烁，如同黑暗深渊，摄人心魄。张大雷，这就是你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吧？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你怎么污蔑我们圣王宗的大长老？陈鲁德冷冷说道。轰！此人话音刚落，雷祖便抬起手掌，携带着一股无敌的威能，朝着不远处的圣王宗圣主拍去。张大雷，你太嚣张了！陈鲁德大怒，当即出手挡住雷祖的掌印，否则让他们圣王宗的圣主死了，那就太丢人了。轰隆隆，2人碰撞之间爆发出恐怖的威能，湮灭了万里虚空。圣王宗圣主身体一片僵硬冰凉，他感觉自己刚才在鬼门关走了一遍。雷祖冷冷盯着陈鲁德，淡淡说道：“他不是没死吗？你阻止我干什么？”毫无疑问，雷祖是在讽刺陈鲁德之前的话语。陈鲁德知道不好糊弄雷祖了，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此事本座知道了，我会处置段德的，务必给你们混沌圣地一个交代。这样就想要打发我？你当我雷祖是什么人？”雷祖闻言冷哼一声，一股强大的气息顿时冲天起，磅礴的威势像是排山倒海一般，朝着圣王宗压迫过去。轰！顿时，整个圣王宗的护山大阵都被激发了，形成一片金色的光幕，将眼前巨大的山脉给笼罩住了。虚空之中，陈鲁德冷冷盯着雷祖，大喝道：“张大雷，你想要干什么？灭你们圣王宗！”雷祖冷冷说道，随即大手一挥，天空中顿时乌云笼罩，遮天蔽日，一片炽烈的闪电从乌云之中激射而下，像似紫色的瀑布倾泻而下，劈向了圣王宗的护山大阵。轰隆隆，雷声震耳欲聋，闪电如同密密麻麻的雨幕，笼罩了整个圣王宗，令得这片天地都是一片璀璨。圣王宗的护山大阵也在剧烈震荡着，遭受到可怕的攻击。张大雷，你想要找死吗？陈鲁德顿时愤怒的大喝道，对方居然一个人就想要灭掉他们圣王宗，简直太嚣张了！当他们圣王宗无人吗？找死的是你们圣王宗！雷祖冷笑一声，一拳便打破面前的虚空，在黑暗的空间裂缝之中，古朴大钟缓缓现身，他像似一尊大帝在复苏，释放出一股可怕的极道地威。在这股强大的威势面前，不远处的圣王宗圣主还有段德直接就跪倒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而陈鲁德也是瞳孔一缩，面色大变。混沌钟，这是萧云第2次看到混沌钟了，但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混沌钟彻底复苏了，不再让人轻易靠近。它像是一座神钟，散发着恐怖的气息，令人感到无比的惊悚。嗤嗤，周围的空间像似玻璃一样支离破碎，虚空都容纳不下混沌钟。它吞吐着日月星辰，内部如同一个无底洞，可以吞纳整个宇宙星空，而后化着一座黑洞，吞噬天地万物。恐怖的极道地威从混沌钟上散发出来，让人心中生出一股臣服之意，就好似在面对一尊复苏的大帝，忍不住想要跪下去对其顶礼膜拜。当然，萧云和赵无极站在雷祖身边，有雷祖的庇护，所以还能保持战力，只是灵魂有些颤动。这就是极道地兵，而且还是诸天万界最可怕的地兵之一。赵无极双眸炽烈，满脸激动，因为这是他第1次见到混沌钟。萧云内心也是震撼无比，当初见到混沌钟时，他除了感受到混沌钟的不凡，便什么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一次，
混沌中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实在太恐怖了，让他真正见识到了威震诸天万界的地兵神威。当然，此刻感受最深的还是圣王宗的人。轰！混沌中携带着恐怖的威能，瞬间出现在圣王宗上空，将整个圣王宗山脉都笼罩在内，散发着一股让人难以承受的恐怖威压。圣王宗内的修炼者们有许多都趴伏在地上，吓得浑身发抖，脸色煞白。虚空之中，陈鲁德大吼道：“张大雷，快住手！”他心中有些着急，那可是地兵之威，一旦轰开圣王宗的护山大阵，恐怕除了圣人之外，没人可以活得下来。哼！雷祖冷哼一声，却是不理会陈鲁德，他继续催动混沌中，浩瀚的地威覆盖下来，令得圣王宗的护山大阵都在颤抖。在极道地兵的威势之下，圣王宗的护山大阵都要崩溃了。撕天掌！陈鲁德大吼，他双手撕裂苍穹，将面前的虚空都给撕开一条巨大的裂缝。裂缝之中是黑暗的空间，像似恶魔的血盆大口，对着混沌中吞噬过去。这是一门可怕的大神通，展现出陈鲁德这位大圣的强横实力。哼，凭你也妄想撼动地兵？雷祖见状，却是一脸冷笑，他眼中充满了嘲讽之色。下一刻，混沌中轻轻晃动了一下，有无数混沌气垂落而下，如同3000大道化形而出，凝聚出一柄柄大道之剑，朝着陈鲁德轰杀下去。陈鲁德脸色大变，他的大神通被这些大道之剑轻松击破了，根本不是对手。轰隆隆，无数的大道之剑将陈鲁德给淹没了，虚空都在支离破碎，恐怖的地威笼罩住这方天地，像似在进行着灭世之战。噗！不知道过了多久，陈鲁德口喷鲜血的冲出了破碎的虚空，他躲进了圣王宗的护山大阵之中，脸色惨白，显然受伤惨重。轰！雷祖眼神冰冷，他继续催动混沌中，恐怖的地威继续释放出来，朝着圣王宗轰击过去。这是一股磅礴的威压，如同宇宙之中的亿万星辰汇聚在一起，齐齐爆发出恐怖的毁灭光束，撕裂了黑暗的宇宙星空，贯穿天地和九幽，令得诸天万界都在战栗。这一击非常可怕，圣王宗内的修炼者齐齐色变，一个个都被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圣王宗的护山大阵都被压得凹陷下去，仿佛即将崩溃。哎，住手吧！就在此时，一声轻叹穿过层层虚空传递而来，压过了天地之间的所有声音。一时间，整个天地都仿佛陷入了静止状态，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就连圣王宗上空的混沌中都微微一顿，随后倒飞回来。哼！雷祖冷哼一声，全力催动混沌中，使得这件地兵再度爆发出一股惊世威能，将圣王宗上面的虚空给洞穿了。那是谁？萧云一惊，他在那片破碎的虚空之中看到了一道朦胧的身影。这个身影非常的伟岸，盘膝坐在虚空之中，璀璨的光辉将他的全身上下都笼罩在里面，威严的气息铺天盖地般的席卷而来。他仿佛与天地万道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让万物众生都想要顶礼膜拜的气势。一道道仙光从他身上席卷出来，将整个圣王宗都笼罩在内。轰隆隆！混沌中在雷祖的催动之下，爆发出至强的一击，攻破了宇宙洪荒，仿佛从太古时代浩荡而来，压得诸天万界都在崩溃。这件极道地兵像似彻底复苏了，将宇宙之中的无数星辰都纳入了其中，汇聚成恐怖的光束，朝着那道虚空之中的伟岸身影激射而去。地兵虽强，但你终究不是大地。那道伟岸的声音轻轻开口，声音与大道共鸣，仿佛从远古洪荒划破时空浩荡而来，如同黄钟大吕一般在众人的耳中震颤。只见他缓缓伸出手掌，掌印从天而降，硬生生挡住了混沌中的极道威压，并且将这破碎的天地都给硬生生压制住了。徒手撼动地兵，萧云和赵无极对视一眼，两人心中惊骇不已。同时，他们也猜到此人的修为究竟达到什么等级了。是准帝，这绝对是一位准帝，只有准帝才能如此强大，否则在大圣境界，没有人是手持混沌中的雷祖的对手。木七，原来是你这个老家伙，你还没死吗？雷祖冷哼一声，眼神冷冽地盯着远处的朦胧身影。旁边的赵无极闻言一怔，随即向萧云传音道：“这个人叫做木七，是圣王宗的一位准帝，据说已经活了4000多年了，是修炼界最古老的强者之一。”放肆！与此同时，圣王宗内，陈鲁德怒视着雷祖，大喝道：“张大雷，准帝名讳，岂是你能够直呼的？还不快向穆祖行礼道歉！”轰！雷祖直接催动混沌中，再度打出一道恐怖的光束，朝着圣王宗内的陈鲁德轰击过去。住手吧！圣王宗上空，那位名叫木七的准帝抬起手掌，轻轻按下，便将混沌中再度给逼退了。雷祖双眸之中射出2道闪电，大吼道：“准帝算个几吧！惹怒了老子，今天说灭你圣王宗，就灭你圣王宗！”话音一落，雷祖全力催动混沌中，一缕朦胧的虚影，仿佛从太古时代跨越时空而来，缓缓从混沌中映照出来。那是祖师爷。萧云顿时认出了这道身影，因为他在幻魔塔之中和祖师爷战斗过，所以非常熟悉。混沌大地，虚空之中，木七脸色微变，他感受到一股让诸天万界都臣服的恐怖威压横扫而来，令他的准帝道心都在颤抖。混沌大地从混沌中之中凝聚出来，映照在这片天地虚空之中，神辉璀璨，耀眼夺目。他的身体朦胧，显得很虚幻，周围有日月轮转，有星辰环绕，
还有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4大神兽护卫。他的目光穿透了诸天万界，穿梭了万载时空，绽放出可怕的秩序神链，将天地万道都给压制下去了。这一刻，诸天万界都在震颤，天地万道都在轰隆作响，整个九霄大陆都在震动。修炼界的圣人们，还有一个个老祖们，全都被惊动了，从沉睡之中苏醒，睁开一双双璀璨的眸子，朝着圣王宗的方向看来。是极道帝兵的威势！有人复苏极道帝兵，这是哪位圣地强者在复苏帝兵？是混沌宗。这一日，九霄大陆沸腾不已，修炼界各地都知道混沌圣地有人手持帝兵在攻击圣王宗了。而在圣王宗上空，木七的脸色变得无比凝重，他看着远处站在混沌宗上的朦胧虚影，眼神阴郁道：“雷祖，你寿元本就不多，如果再复苏帝兵，这一战之后你必死无疑。老子死也要拉你垫背，不服吗？”雷祖冷笑道，全力催动混沌宗继续复苏这件帝兵。而在混沌宗上，混沌大帝的那道身影显得越来越真实了，仿佛混沌大帝真的从太古时代跨越时空长河而来。轰！周围的空间都全部毁灭了，恐怖的气息从混沌大帝身上席卷出来。这位曾经无敌诸天万界的大帝，竟然真的要在临世间了。这一刻，时间和空间都仿佛凝固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剩下那道朦胧的虚影从时空长河之中缓缓踏步而来，携带着一股滔天的恐怖气势。住手！快住手！我们圣王宗给你一个交代便是了。木七感觉头皮炸裂，如果真的让这位大帝从时空长河内走了出来，搞不好他这位准帝今天就真的要交代在这里，这绝对不划算。毕竟他这位准帝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修为高深莫测，还能再活1000年多的岁月，而雷祖的寿元却是已经到了极限，最多能再活100-200年了，和他同归于尽，实在是他们圣王宗的巨大损失。所以木七很干脆的认栽了。哼！雷祖见状也不再催动混沌钟，而是召回了混沌钟，顶在头顶上空，守护着他们。他这次来就是为了震慑圣王宗以及给修炼界其他的门派一个警告，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们混沌圣地虽然没落了，但是他雷祖还没死，还能继续拼命，而且敢于拼命。谁若是再敢挑衅混沌圣地，那就等着他们拼命吧。临死之前的人非常疯狂，更何况是雷祖这样的强者，一旦发起疯了，拉人垫背绝对很容易。而雷祖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护萧云，让别人不敢再扼杀萧云。说吧，到底是什么事情？木七看到混沌大帝的身影消失，心中顿时松了口气，也缓缓收起了自己的威压，望着对面的雷祖说道。雷祖指着圣王宗内的段德，冷哼道：“此人对我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出手。”木七闻言，转头看向了圣王宗内的段德。段德吓得连忙跪地求饶道：“启禀木祖，是他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先杀死我们圣王宗的圣子，老夫为了替徒儿报仇，才不得不如此。”雷祖冷冷说道：“年轻一代的事情，你一个老家伙插手干什么？如果是你们圣王宗年轻一代的弟子来报仇，就算杀死了萧云，本座也不会插手。”段德顿时哑口无言，在修炼界，这的确是不成文的规矩，老辈强者不得插手年轻一辈的争斗。如果大家都是你杀我家天才，我灭你家妖孽，到最后就只有两败俱伤，谁也落不得一个好。因此才有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同时让年轻辈们争斗，也能够磨砺他们，刺激他们成长变强。此事是我们圣王宗理亏，我给你一个交代。木七沉吟一声，双目之中猛地射出2道神光，撕裂层层虚空，将圣王宗内的段德的身体给洞穿了。木祖段德满脸绝望地看向木祖，有些不敢置信，有些不甘心，随即倒在了地上，失去了声息。木七转头看向雷祖，冷冷说道：“可以了吧？”不够。雷祖冷哼一声，继续说道：“此人只是一个小辈，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圣王宗的高层指使他的？”木七瞳孔之中爆射出犀利的神芒，他冷冷说道：“你不要得寸进尺。”得寸进尺？好，等你们圣王宗的江浩然出来历练，本座也会安排一个超凡境的强者扼杀他，然后再杀了这个超凡境的强者。这个交代你们圣王宗满不满意？雷祖冷笑道。木七盯着雷祖，阴沉道：“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听说你们圣王宗内有一棵天地树，本座也不多要，你给我10颗天地果就行了。”雷祖淡淡说道。木七眼神凌厉，阴冷的说道：“你的胃口太大了，10颗不行，最多只能3颗。3颗也行，但你得再答应我一个要求。”雷祖冷哼道。木七阴沉道：“说，你们不是想要报仇吗？让你们圣王宗的神桥境弟子都出来，与萧云一战，不论生死。”雷祖说罢，看向木七的眼中充满了不屑之色，继续说道：“当然，本座知道你们圣王宗的人都是一群废物，所以我们混沌圣地也不欺负你们。只要是在神桥境，随便你们圣王宗出多少人，我们混沌圣地都只出萧云一个人。”好，木七寒声说道，他眼中冷光闪烁，被雷祖勒索了3颗天地果，逼他杀死段德，已经让他很不爽了，正好拿萧云来出气。如果能够杀死萧云，那就再好不过了。虽然木七也知道这个萧云在神桥境肯定很强，不然雷祖不会这么狂妄，但是如果不限制人数，他们圣王宗的人完全可以组成阵法，难道100个人、1000个人还不能杀死萧云吗？陈鲁德，你来安排人手，一定要杀死这个萧云，
木七对下面的陈鲁德传音道：“是。”陈鲁德也是一脸阴沉，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寒光。他觉得雷祖太过自傲了，真以为这个萧云在神桥境无敌，就能以一敌万吗？再说，他们圣王宗也是有天才了，一个人不如萧云，10个人也不如吗？他们毕竟没有见过萧云在神桥境的实力，唯一知道萧云强大的段德已经被木七给亲手宰了。雷祖，弟子不会给您丢脸的。萧云听到雷祖和木七的约定，眼中浮现一抹无敌的信念，他脚踏着飞剑便从天空中落了下去，站在一座大山上，看向对面的圣王宗。圣王宗的废物，赶紧过来受死！萧云站在山峰之巅，望着对面的圣王宗，满脸挑衅之色。圣王宗内的修炼者们全都眼神阴郁，面色难看。先前他们被雷祖镇压也就算了，毕竟雷祖是当世至强者，而且还携带着混沌钟，就算准地木七都得低头。但是萧云算什么？虽然萧云的天赋不错，又是混沌圣地的准神子，但是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不过只是一个神桥境的低阶修士而已。一个低阶修士也敢在他们圣王宗山门前这么嚣张，实在太狂妄了。很多圣王宗的修炼者都愤怒不已，满脸阴狠地瞪着远处山巅的萧云，一个个都在咬牙切齿。老祖，让我出去杀了他！一位圣王宗的神桥境弟子对陈鲁德行礼道：“老祖，让我去吧，我一定手刃此子。”又有一个神桥境的修士要求出战：“老祖，让我上！老祖，我去杀了他！”接下来，越来越多的神桥境修士开口请战。被人打上山门，还只是一个神桥境的修士，这对于圣王宗来说简直是天大的耻辱。所以，圣王宗的弟子们都有些同仇敌忾，纷纷出列请战。陈鲁德摸着胡子，满脸欣慰的笑容。他看到弟子们士气高涨，觉得军心可用，此战必胜无疑。不过，陈鲁德也不敢小觑萧云，毕竟这是曾经打败李成帝、打败他们圣王宗神子江浩然的绝世妖孽。而且，雷祖既然敢这么狂妄，那就说明他有绝对的底气。所以，陈鲁德沉吟了片刻，便在人群之中一连点了10个人，沉声道：“任子期，你们10个人出战吧，用你们的10绝剑阵斩杀此子。”是。任子期为首的10位神桥境修士顿时一脸振奋的应道，他们显得很高兴，一个个都激动不已。毕竟能够在准地老祖在大圣级别的强者面前为圣王宗夺取荣誉，那绝对是天大的功劳，完全可以进入圣王宗高层的视线中，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而且万一准地老祖和大圣老祖高兴了，或许会奖励他们一些宝贝，那就赚大了。至于能不能杀死萧云，任子期10个人都显得很自信。如果单对单，他们的确没有把握，毕竟萧云横扫真龙巢早已经威名在外。但是他们10个人一起出手，那就拥有绝对的把握。当下，任子期10个人踩着飞剑飞出了圣王宗，朝着萧云所在的山峰激射而去。老祖竟然派任师兄他们出战，看来没我们出手的机会了。任师兄他们10个人不仅是同一批的天才，而且彼此的感情还非常好，经常一起外出历练，闯下了我们圣王宗10剑仙的美名。修炼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这个萧云死定了。是啊，任师兄他们10个人组成的10绝剑阵，听说连我们神子大人都不是对手。神子大人还年幼，暂时还没有成长起来，这个萧云恐怕也是一样，他根本无法以一敌10，此战他必败无疑。斩杀此子，便可替我们神子大人解决一个未来大敌，可以增加神子大人正道大帝的几率。就连周围的众人都对任子期10个人非常自信，一个个都在议论纷纷。圣王宗的山门外，一座大山巅峰之上，萧云背负着双手，俯视着不远处激射而来的任子期10人，淡淡说道：“只有10个人吗？你们圣王宗竟然看不起我，看来我有必要给你们圣王宗一个教训了。”任子期等人一呆，什么叫只有10个人？马德，你区1个人，我们派10个人，已经很看得起你了，居然还嫌弃，简直太狂妄了。一瞬间，任子期10人都被激怒了。任子期更是大怒道：“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真是可笑至极。任师兄，跟他废话干什么？直接布阵斩杀他！”一个弟子朝着萧云叫嚣道：“不错，任师兄，您下命令吧，早点斩杀此子，我们也好回去喝酒。听说吴师妹最近酿制了一批新酒，我们正好去检验一番。”一个弟子笑着说道，他一脸轻松，显然是没把萧云放在眼里。萧云冷哼一声说道：“你们快过来受死，我还等着杀下一批。今天我要让你们圣王宗山门前血流成河！”狂妄，简直太嚣张了！死到临头竟然还敢口出狂言，真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任子期等人大怒：“过来，杀你们！”萧云朝着任子期等人勾了勾手指，满脸不屑和嘲讽。任子期大喝一声，吼道：“诸位师兄弟布阵，斩杀此子！”话落，任子期10个人便组成一座剑阵，将萧云封锁在其中。巨大的剑阵之中，有灿烂的剑气冲天起，宛如一片剑幕覆盖苍穹，压得乌云都在颤抖。无尽的杀机蕴含在这座剑阵之中，令得远处观望的人都感到惊颤。10绝剑阵，同阶无人可破之。单对单，任师兄他们10个人在我们圣王宗并不是最强的，但是他们10个人联手，就算神子大人也要暂避锋芒。这个萧云死定了。圣王宗内，
一群熟知任子期的弟子们不由得露出满脸自信的笑容，他们仿佛已经看到萧云被任子期等人斩杀的画面了。此阵颇为不凡，在神桥境应当无敌。陈鲁德也笑着称赞道：“哼，一座垃圾阵法也想要杀我混沌圣地的准神子，简直不知死活！”天空中，雷族冷笑连连。轰！就在此时，一股恐怖的血气从十绝剑阵之中冲天起，像似一条血色神龙在苍穹之上大声咆哮着。众人的目光顿时被吸引了。只见十绝剑阵之中，萧云身上光芒璀璨，如同有一股炙热的火焰燃烧起来，将他整个人都衬托得如同一颗恒星，散发着耀眼的光辉。就这破阵法也想要杀我，你们真是太可笑了！萧云犀利的目光穿透虚空，扫视着任子期等人，摄人心魄的眼神让他们心中一颤。万剑流！萧云随即大喝一声，操控着黑魔剑化作一片浩荡的黑色剑河，携带着一股惊天动地的威能，顿时冲击整个十绝剑阵。不好！任子期脸色大变，他从这条浩荡的黑色剑河之中感受到了一股无匹的力量。杀！快催动阵法杀死他！十绝剑阵之中，任子期满脸着急的大吼道，直觉告诉他，萧云的这一招神通很厉害，必须得先下手为强。轰轰轰！一道道犀利的剑气从四面八方升腾起来，足足有上千道，汇聚在一起，朝着萧云斩杀过去。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柄惊天巨剑，携带着磅礴的杀气，从萧云的头顶上空斩落下来，仿佛要将他给劈成两半。然而，这一切在萧云的黑色剑河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如同皮肤撼树一般，难以撼动他的黑色剑河。轰隆隆！浩荡的黑色剑河像似一条黑色巨龙，在虚空之中摇头摆尾，吞噬着袭击过来的无数剑气，反而使得他的身躯更加壮大了。吼！随后，黑色巨龙怒吼一声，朝着任子期他们冲击过去。磅礴的黑色剑河激荡虚空，令得这方天地都在颤抖。十绝剑阵在这股强大的力量面前，都开始摇摇欲坠，即将崩溃。坚持住！任子期大声怒吼，口喷鲜血，他提起全身力量，维持着十绝剑阵的运转。其他9个圣王宗的弟子也都在拼命支撑着阵法，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一旦阵法被萧云给破掉了，那么等待他们的便只有死路一条。萧云的实力实在太强大了，有些超乎他们的预料之外。萤火之光又岂能与皓月争辉？萧云冰冷的目光扫视着任子期等人，满脸不屑之色，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只见一股更加恐怖的力量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就像是火山彻底爆发了一样，激荡出沸腾的能量。顿时，黑色的剑河再度暴涨，无数剑气激射而出，将整个十绝剑阵都给淹没了。啊！惨叫声接连响起，不绝于耳。巨大的十绝剑阵终于被黑色剑河击溃了，那无数剑气席卷出来，将任子期等人的身体全部给洞穿了。那无穷无尽的剑气随后更是将他们的身体给撕成了碎片，化为一片血雨，洒落在圣王宗的山门前，染红了这片大地。圣王宗的弟子们全都瞳孔一缩，骇然色变。任子期他们败了，而且败得如此凄惨，连尸体都没有留下来。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萧云仅仅只出了一招就灭了他们圣王宗的10剑仙，这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他真的是神桥境吗？是不是故意隐瞒了修为？其实他早已经达到了洞天境，刚刚达到洞天境也不可能这么强吧？他是不是已经踏入祭灵境界了？居然连10剑仙都败给他了，神桥境谁还是他的对手？圣王宗的弟子们议论纷纷，一个个脸色难看，目光之中都生出一些忌惮和恐惧。原本士气高涨的他们，顿时吓得不敢再出战了。陈鲁德和圣王宗的圣主不由得脸色阴沉下来。高空中的准地木七眼中也浮现一抹阴郁之色，他看向萧云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杀意。他们都是顶尖强者，自然看出了萧云的不凡。那一招万剑流是修炼界非常有名的神通，却被萧云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这份悟性太恐怖了。要知道，在修炼界有很多洞天境、祭灵境的修士都还没有将神通给修炼到圆满境界，萧云才晋升神桥境不久，居然就已经将一门神通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这份天资悟性未免也太恐怖了。以此子的天赋，再加上这等神通，神桥境怕是没人是他的对手。圣王宗的圣主感慨不已，只是眸光非常冰冷，隐隐有杀意流露出来，因为他从萧云的身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此子未来必定会成为他们圣王宗的大敌。轰！突然，一道洪亮的钟声从天际浩荡而来，巨大的音波在天空中浩荡不止，令得整个天地都是一阵颤抖。圣王宗的人不由得看向远处，在那里，雷祖头顶混沌中正冷冷地盯着他们，眼神犀利如刀锋，目光之中充满了疯狂的杀意和决绝。圣王宗的圣主心中一颤，几乎立刻就收起了眼中的杀意。他沉声道：“雷祖的寿元不多了，一旦杀死了萧云，他绝对会拼命的。”陈鲁德点了点头，阴沉道：“这混蛋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战斗疯子，到处找人决斗，而且一旦战斗，他就会拼命，不死不休，无比疯狂。依我看，他是绝对不会甘心默默死去，他很有可能会在死前找一个大敌战斗，拉人垫背。”圣王宗圣主沉声道：“上次在真龙朝，萧云差点打死了李成帝，而且还杀死了柳天都的孙子柳南山，废了霸天圣地的苍天霸体武刚。
现在这三大圣地都在针对混沌圣地，我们根本没必要插手进去，以免引火烧身。陈鲁德点了点头，赞同道：我们圣王宗这段时间休养生息即可，让他们跟混沌圣地拼命，我们坐山观虎斗，等到混沌圣地的老辈强者都死光了，便是我们圣王宗取而代之晋升圣地的时候。两人商量之后，由圣王宗的圣主踏空而出，对着不远处的萧云说道：萧神子，你在神桥境已经无敌，我们圣王宗甘拜下风，此番就到此为止吧。他不是白痴，既然知道萧云很强，那就没必要再派遣弟子出来送死了，毕竟那都是精英，是圣王宗未来的支柱，就这样被萧云杀死，实在太浪费了。像刚才的石剑仙被杀，就已经让他很心疼了，这就完了。萧云闻言，看向对面的圣王宗圣主，满脸嘲讽道：你们圣王宗未免也太懦弱了吧，这才第一场，你们就认输了？他故意刺激圣王宗圣主，想要激怒他们，好再杀一批圣王宗的弟子。然而圣王宗的圣主活了几百年，哪里会看不出萧云的心思？所以圣王宗的圣主虽然心中很愤怒，但是他脸色依旧平平淡淡的说道：神桥境无敌并不算什么，未来正道大帝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我们圣王宗的神子江浩然会在地路上等着你。江浩然那个废物吗？萧云闻言不屑一笑，讥讽道：抱歉，我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区区一个手下败将而已，在我的心中李成帝还能勉强过得去，江浩然就算了，差太远了。他如此贬低江浩然，令得圣王宗内的弟子们都是满脸愤然，一个个都瞪大眼睛怒视着这萧云。这个混蛋实在太狂妄了，他以为他是谁，竟然不把我们神子大人放在眼里。我们神子大人不仅自身天赋强大，而且上次在真龙朝内还获得了一头真龙异种，将来他们一人一龙联手，天下谁能与之抗衡？圣王宗的人都被萧云给激怒了，一个个满脸愤怒地瞪着萧云，出口叫骂着。至于圣王宗圣主，终究沉稳老练，根本没有被萧云激怒，他凝视着面前的萧云，眸光深邃，语气淡淡说道：一时的成败算不了什么，历史上也有多位大帝曾经在年轻的时候被人打败过，但是最后他们都是正道大帝，而那些打败他们的人，却还有谁能够记得？圣王宗内，陈鲁德也冷冷说道：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小子，你还差得远，不要给你们的失败找借口，真正无敌的人，正道大帝的几率才会最大。高空中，雷祖冷哼道。山巅之上，萧云看着对面的圣王宗圣主，冷笑道：你说的那些大帝都只是普通的大帝，而那些天帝，还有我们混沌圣地的祖师爷混沌大帝，这些强大的大帝，谁不是一路无敌走过来的？说罢，萧云深吸一口气，运气浑厚的灵力，朝着天穹吼道：我萧云的目标可不是成为普通的大帝，我要正道大帝，而且还要成为最强的大帝。轰！一道闪电划破苍穹，随后而来的便是一声恐怖的雷鸣声，雷声非常响亮，震动虚空。高空中，雷祖满脸赞赏地说道：萧云，你不愧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你的誓言竟然引动了天道感应，导致神雷降临，这说明你的天赋已经得到了天道的认可，将来正道大帝有望。萧云有些无语地看向雷祖，心想：你当我不知道刚才那道神雷是你召唤来的吗？这样骗小孩有意思吗？对面的圣王宗圣主还有陈鲁德他们都是一脸阴郁，看向雷祖的眼中充满了厌恶。圣王宗的那些弟子们倒是不明所以，还以为萧云的誓言真的引动了天道感应，心中非常震惊。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圣王宗不欢迎你们，还请你们赶紧离开。圣王宗圣主冷哼一声，转身回到圣王宗内。陈鲁德遥遥看向高空中的雷祖，冷冷说道：你的寿元不多了，等你死的时候，本座会亲自去祭奠你。不用了，死前我会来找你论道，我们携手一起共赴九幽黄泉。雷祖冲他咧嘴一笑。陈鲁德有些牙疼，他瞪了雷祖一眼，冷冷说道：不要再来找我们圣王宗的麻烦，你们混沌圣地的敌人是太初圣地，那些老家伙可是巴不得你早点死。放心吧，算你一个，还有太初圣地的那些老不死，到时候我一个个将你们带到地府。雷祖冷笑道。陈鲁德神色难看，心中暗骂不已，尼克马德是不是要碰瓷啊？总是纠缠老子不放干什么？你要拼命找他们去，别找老子。话虽如此，陈鲁德却是不敢再刺激雷祖了，他连忙挥手关闭护山大阵，遁入虚空之中，消失不见。那位准地木七也早早离开了。圣王宗外顿时一片静悄悄的。真没趣，你们圣王宗再多派一些神桥境过来啊，实在不行，我允许你们派几个洞天境的弟子过来。萧云还在那里继续叫嚣道，但是圣王宗内没人理会他，当他不存在一样。萧云满脸无语，人家像乌龟一样缩着头，他也没办法了，只能返回到雷祖身边。雷祖看着面前的萧云，满脸欣慰的笑道：好小子，干得不错，没让老子失望，以后继续努力，争取正道大帝，我们混沌圣地的崛起就靠你了。雷祖请放心，弟子必定会正道大帝。萧云满脸自信。旁边的赵无极撇嘴道：正道大帝的会是我。雷祖莞尔一笑，看向赵无极说道：荒古圣体很难成道，不过你就算不正道，待得圣体大成之后，照样可以抗衡大帝。雷祖心中很开心，如果萧云正道大帝，赵无极圣体大成，那他们混沌圣地就拥有2位大帝强者，
绝对是当世无敌，足够强盛10万年了。雷祖，刚才那个老家伙说您寿元不多，难道是真的吗？萧云忽然问道，有些担忧地看着雷祖。雷祖闻言轻轻一叹，不光是我，还有我们混沌圣地的其他顶尖强者，寿元都不多了。尤其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准地是修炼界最古老的准地，比刚才那个木期都高了1个辈分。这些年都是通过假死来延长寿元，但也支撑不了多久了。说罢，雷祖挥了挥手，驾云带着萧云和赵无极赶回混沌圣地。在路上，萧云的脸色有些沉重，他没想到混沌圣地的那群强者竟然寿元都不多了。这些人如果一旦陨落了，那么混沌圣地的整体实力就连圣王宗都不如了。到时候混沌圣地恐怕就无法占据圣地之名了。更何况太初圣地、霸天圣地和天刀圣地还都对混沌圣地虎视眈眈，万一他们到时候趁火打劫，那混沌圣地绝对很惨。你也不要太过担心，我们这些老家伙强撑几百年还是可以的，你只要在这段时间内成圣就行了。雷祖看着脸色沉重的萧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道，以你的天赋，只要成圣了，斩杀大圣都不成问题。而且你还学会了混沌影，到时候你手持混沌钟，抗衡准地独行，足以护住我们混沌圣地了。萧云闻言，眼神坚定地说道，雷祖放心，我有把握100年内成圣。呵呵。赵无极冷笑一声，讥讽道，你当成圣很简单吗？光是一个涅槃境都能拦你100年时间，更别说成圣一关的难度了，不经历圣路的磨练，几乎很难成圣。从古至今，还没人能够在100年内成圣。你们不能，不代表我也不能。我萧云这一世注定就要打破所有记录，成为诸天万界最强的大帝。萧云一脸自信地说道，眼中神光激射，尽显无敌信念。雷祖对此很欣赏，他不认为萧云很狂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无敌者就该有这样的自信。有我无敌，此物只对天境有帮助，你先留着，以后晋升天境时再用也不迟。混沌圣地山门前，雷祖将3颗天地果交给萧云之后，便转身离开了。萧云看着手中的3颗天地果，心中暗想，自己师尊很快就要晋升天境了，到时候正好给他使用。至于萧云自己，他有顿悟系统帮助，对这类宝物却是没什么在意。走吧，先回地峰。萧云收起天地果，对赵无极点了点头，便踏着飞剑前往地峰。一路上，不少混沌圣地的弟子在见到萧云时都纷纷恭敬行礼，毕竟萧云准神子的身份在混沌圣地已经很高了。地峰，当萧云回到地峰之后，立马就看到了一个熟人，正是他的父亲萧恒。此时萧恒正在和福伯聊天。父亲，你怎么会在这里？萧云降落下来，满脸好奇问道。两人也注意到了萧云，纷纷迎了上来。福伯笑着说道，少主，您现在是准神子，所以您的父母也有资格入住地峰。原来如此。萧云闻言顿时心中一定，在地峰他父母的安全是绝对有保证的，以后他就不需要再担心了。萧恒笑着说道，我们萧家现在被安置在混沌圣地附近的云海国国都，也有混沌圣地的太上长老去宣告了你晋升准神子的消息，所以我们萧家现在是云海国的新贵，以后你不用再担心了。他不希望萧云因为俗事而拖累修为的提升，混沌圣地这么帮助萧家，也是为了解决萧云的后患。如此一来，萧云就能把心思彻底放在修炼上面，再无丝毫顾忌了。萧云听完之后，心中非常感动，混沌圣地现在已经成为他第2个家了，他们荣辱与共，血脉相连。而混沌圣地崛起的任务，也将是萧云毕生的目标。父亲，福伯，你们先聊，我先去见师尊了。萧云随即前往地天的屋子。湖泊旁灵气浓郁，如同一片仙雾缭绕。一位白发老人正提着茶壶倒了一杯茶。地天早就感应到了萧云的回归，已经提前布置好了茶具，等待萧云上门。师尊，萧云躬身行礼。地天摆了摆手，笑着问道，坐下吧，圣王宗那边的事情解决了吗？萧云咧嘴笑道，我没想到雷祖会一直在暗中保护我，老人家这次带我打上了圣王宗，可谓是狠狠地震慑了他们一下。对了，师尊，雷祖还从圣王宗那里要来了3颗天地果，您马上就要晋升天境了，这东西刚好给您使用。说罢，萧云就把3颗天地果丢给了地天。地天拿着天地果，眉头紧皱，似乎没有多少高兴。师尊，您怎么了？萧云疑惑地看着地天。地天叹了口气，神情凝重地说道，我们混沌圣地现在的形势不容乐观，雷祖这次强势出手，表面上是震慑了一下外面的敌人，但实际上也显露出他寿元不多的信息，否则他不会这么急着出手震慑敌人。萧云闻言沉默了，雷祖已经跟他说过了，混沌圣地的顶尖强者们寿元都不多了，这才是混沌圣地真正的危机。否则的话，只要有这些高手在，哪怕混沌圣地没有天才弟子，混沌圣地也依旧会是最强大的势力之一。都怪我们这一批人没能力，无法承接前辈们的重担。地天一脸自责地说道。随后，地天看着对面的萧云，脸色严肃地说道，这3颗天地果，为师就不跟你客气了，这次托你的福，为师才能有机会晋升天境，到时候再用这3颗天地果晋升半圣也不成问题。届时为师会去圣路磨砺，不成圣不回。一旦为师成圣，就能勉强保住我们混沌圣地的一丝元气，为你争取成长的时间。萧云闻言，
眼中的光芒无比坚定。他满脸自信道：“师尊放心，弟子一定会尽快变强的。”帝天点了点头，眼中露出欣慰之色，笑着说道：“为师对你很放心，我会提前在地路上等着你，到时候我们师徒俩一起征战9天10地。”萧云重重的点了点头。和帝天聊了一会儿，萧云就离开了。而帝天也从今天开始正式闭关，冲击天境。萧云回到天殿之后，也开始修身养性，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准备晋升下一个境界洞天境。他已经在神桥境超越了极限，那就没必要再在这个境界耗费时间了。而且混沌圣地的危机也逼得萧云想要快速提升修为，只有早日成圣，他才能扛起混沌圣地的大旗，帮助混沌圣地重新崛起。轰！数日之后，一股强大的气息从萧云附近的一座宫殿内转了出来，激荡天穹，浩荡虚空。萧云转头看去，顿时一乐，这家伙现在就开始冲击洞天境了吗？还真是忍耐不住啊！那是赵无极的宫殿，显然是赵无极在冲击洞天境了。原本赵无极是不准备这么快冲击洞天境的，但是这次他意外地融合了一具荒古圣体，让他的根基变得浑厚无比，所以就有了冲击洞天境的资格。这家伙在修炼一途勇猛刚劲，如今又融合了一具荒古圣体，未来成就不可限量。萧云暗暗想到，在他的心中，能够被他视为对手的其实只有2个人，一个是李成帝，对方的时空之体的确非常强大，还有一个就是赵无极。2具荒古圣体融为一体后的他，天赋已经不在李成帝之下了。真的很期待你们变强，否则这个世界岂不是太无趣了？萧云眼中露出自信的光芒。自从上次击败柳天都之后，他的无敌信念更加强大了。他现在不怕有对手，就怕没有对手。他已经能够体会到柳天都当时的无敌心境，真正的无敌者不是要提前解决对手，而是在对手最强的时候打败他，这才是真正的无敌。所以萧云现在很期待李成帝和赵无极能够成长起来，成为他正道大帝的磨刀石。也是时候铸就半部混沌体了。我现在有260次顿悟，应该足够了吧？萧云眼中神光迸射而出，察觉到赵无极在冲击洞天境之后，萧云也准备铸就半部混沌体，冲击洞天境了。融合了一具荒古圣体之后，赵无极的根基变得无比浑厚，他此番冲击洞天境所显露出来的动静也非常巨大，磅礴的血气直冲苍穹，金色的战神异象也随之冲天起，站在地峰之上，顶天立地，散发着刺目的光辉。他就像4亿尊神灵在俯视万物众生，威严不可亵渎。如此巨大的动静顿时就引起了混沌圣地内修炼者们的注意。这是谁在突破境界吗？动静竟然如此之大，好像是地峰那边传来的。难道是神子大人晋升洞天境了？的确有人在冲击洞天境，但不是神子大人，而是神子大人的追随者赵无极。赵无极虽然败于神子大人之手，但他拥有荒古圣体这样的至尊体，本身天赋非常强大，难怪冲击洞天境时会有如此巨大的动静。我们快过去看看。混沌圣地的修炼者们纷纷朝着地峰涌来，观望赵无极冲击洞天境。他们很想知道这个拥有至尊体的绝世妖孽在冲击洞天境后会有什么不凡之处。就连一些混沌圣地的长老们也都早早赶来，站在虚空之中，朝着地峰看去。地峰上除了帝天和萧云在闭关，福伯他们也都出来了，遥遥看着赵无极所在的宫殿。这座宫殿内的血气汹涌澎湃，宛如一片炙热的岩浆在滚动沸腾，那恐怖的气息让林小雅等人感到无比心悸。更有一尊金色的战神虚影傲立在苍穹之下，释放出不朽的神辉，让整个地峰都沐浴在金光之中。如此场景看得众人震撼不已。福伯感慨道：不愧是荒古圣体，这冲击洞天境的动静竟然比别人涅槃时的动静还要巨大。林小雅和席春雨也都是一脸震撼，尤其是席春雨，他当初在冲击洞天境的时候，那可是连一点水花都没有溅起。而赵无极这还没有开始开辟洞天，就已经引起了整个混沌圣地的注意，因为那种冲击境界时的磅礴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再加上赵无极的荒古圣体意象，自然引得万众瞩目。轰！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赵无极所在的宫殿内冲天起，下一刻众人便看到赵无极一拳轰开了天空，整个空间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裂缝。在破碎的虚空之中，一座巨大的黑洞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吞噬着周围的天地灵气，迅速扩张。开辟洞天了，不知道赵无极能够一次性开辟几个洞天？以他的天赋，至少能够开辟7个吧，否则至尊体就空有其名，徒有其表了。我现在反而期待神子大人在冲击洞天境的时候能够开辟几个洞天。等等吧，神子大人到现在都还没出来，恐怕已经在闭关冲击洞天境了。地峰周围一些观望的人议论纷纷，而在地峰上，赵无极开辟出来的黑洞已经变得有一座屋子那么巨大，源源不断的天地灵气被他吞噬进去。再来，赵无极大吼一声，已经开辟一个洞天的他，实力更加强大了，气息也更加恐怖了。赵无极双眸金光激射，浑身上下都笼罩在金色的光辉之中，他挥舞着炽烈的金色拳头，再度破开虚空，继续开辟第2座洞天。轰隆隆，虚空震颤，第2个黑洞缓缓出现，和第1个黑洞一样，立刻就开始吞噬周围的天地灵气。赵无极并没有就此停止，等第2座洞天圆满之后，他马上开辟第3座洞天。
随着开辟的洞天越来越多，赵无极的气息也越来越强大了。他就像似一尊太古战神，正在与魔神交战，打得天崩地裂。一座又一座黑暗的洞天在赵无极的背后显露出来，吞噬着周围的天地灵气，让地峰上空的虚空都变得扭曲起来。人们甚至可以看到，那近乎实质化的天地灵气汇聚成一条条巨大的瀑布，从天外浩荡而来，涌入了赵无极的洞天之中。已经是第5座洞天了，第6座了。赵无极要开辟第7座洞天了。地峰周围观望的人都震撼不已。赵无极已经开辟了第7座洞天了，那7个巨大的黑洞就像是7个发动机一样，源源不断的给他供给力量，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这一刻，赵无极觉得自己无敌了，就算萧云也晋升到了洞天境，他也相信自己可以击败萧云。这还不够，我要继续开辟洞天，这一次我要彻底超越萧云。赵无极眼中金光爆射，他突然冷静下来，没有被暴增的力量所迷失。他能够在晋升洞天境后变得这么强大，那么比他更强的萧云肯定也能够做得到，所以他还要变得更加强大才行。第8座洞天也给我轰开吧！赵无极大吼一声，双拳砸破虚空，开辟第8座洞天。周围观望的人倒吸一口凉气，第8座洞天了，这已经非常接近洞天境的极限了。而且赵无极居然在1天之内开辟了8个洞天，这种天资和根基实在太恐怖了。轰！就在此时，赵无极已经在开辟第9座洞天了。9大洞天耀眼无比，他们显露在赵无极的身后，衬托的他如同一尊盖世战神，威势无匹。我的天！9大洞天，洞天极境，不愧是荒古圣体，简直太强大了。周围的人再度被惊呆了，一些混沌圣地的长老们都露出震撼的目光。他们现在有些担心，萧云在晋升洞天境之后，能不能再次打败赵无极？万一打不过，那萧云岂不是反过来要变成赵无极的追随者？哈哈，9大洞天，我终于成功了！地峰上，赵无极满脸兴奋，心情非常激动。他猜的没有错，融合了一具荒古圣体之后，他的根基变得浑厚无比，一踏入洞天境就达到了洞天境的极境。在这个境界，我注定无敌！赵无极眼中充满了自信。随后，赵无极看向萧云所在的天殿，大声吼道：“萧云，我知道你在冲击洞天境，快点晋升！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打败你了。宇宙有治理，难以耳目气，万物非万物，与我同一体。”洪亮的大道之音忽然从虚空深处传来，浩大又玄奥的声音，仿佛穿越了宇宙洪荒，从那天地初开时浩荡而来，如同黄钟大吕一般在众人心中响起。下一刻，一道道巨大的灰色气流从天空中垂落下来，将萧云所在的天殿淹没了。竟然是大道之音！萧云在修炼混沌经，难道他要铸就半部混沌梯了吗？现在就要铸就半部混沌梯了吗？这也太快了吧！周围众人的目光顿时朝着天殿汇聚而去，一个个眼中都充满了期待。比起萧云冲击洞天境，他们更加期待萧云铸就混沌体。只要混沌体一成，那就早晚会天下无敌，正道大地都指日可待。天殿之中，萧云的确在参悟混沌经。随着顿悟次数飞速消失，他脑海中的灵感不断闪现，原本晦涩难懂的经文，此刻却变得通俗易懂。萧云的心中溅起一丝涟漪，思想在和大道共鸣，脑海中涌现出的一个个灵感，交织出一条条宇宙真理，在他的心中浮现。这一刻，萧云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他好像来到了一片广阔无垠的宇宙之中，周围的虚空之中布满一颗颗闪亮的星星。这是他的思想和大道共鸣，进而延伸到了宇宙虚空之中，让他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与壮观。宇宙有治理，难以耳目气，万物非万物，与我同一体。混沌经的经文继续在萧云的心中响起，浩瀚的大道之音震耳欲聋，像似道家仙人对他醍醐灌顶，又像似佛门高僧对他当头棒喝，让萧云精神一振，瞬间明悟了这些经文的哲理。而在外界，一道道灰色的气流从天空中垂落下来，将盘膝而坐的萧云给淹没了。这些都是混沌气，从宇宙万道之中凝聚出来，从混沌大道之中诞生出来，此刻在不断的洗涤萧云的身躯，让他的体质在进化。萧云距离铸就半部混沌体越来越近了，虚空之中传来的大道之音还在继续着，神秘的玄奥天音宛如宇宙虚空那般浩瀚无垠，又像四大海一样广阔无边。混沌圣地的众人就仿佛看到了一尊古神在吟唱，又像似听到了远古先民在祈祷上天。这声音似乎跨越了时空长河，从太古洪荒时代传递而来，让人心海震动，思潮起伏，不知身在何方。大道之音悠远而又浩大，蕴含着无尽的哲理，让一些混沌圣地的修炼者们都听得如痴如醉，像似久旱的沙漠行者突遇甘霖，心中瞬间涌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很多人的脑海中都有许多灵感出现，但是等他们想要捕获这些灵感的时候，却又发现这些灵感从他们的指缝中钻走，根本抓不住。这让很多人非常郁闷，在那里急得抓耳挠腮，却无可奈何。唯有少数几个天才，像赵无极这样绝世妖孽，才能借助大道之音获取了一些灵感，导致修为精进。当然，身处顿悟之中的萧云收获才是最大的。混沌经被他一层层突破，从36层到45层，又到了54层，再到72层。经文随着大道之音升华，凝聚出一个又一个大道符文，烙印在萧云的心灵上，
无数混沌气充斥在他的躯体之中，让他的肉身变得越来越强大。整个地峰上此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得周围的人惊呼不已。天降瑞彩，霞光万千，璀璨的神辉淹没了整个地峰。福伯等人甚至看到天殿周围地涌神泉，莲花朵朵绽放，草木飞速生长，一片生机勃勃。而在天殿上空，有霞光凝聚成青龙、玄武、白虎和朱雀4大神兽，他们仰天嘶吼，神威如玉，坐镇四方，守护着萧云。萧云铸就半部混沌梯了。一个混沌圣地的太上长老看着天空中的4大神兽，满脸兴奋地说道。旁边另一位太上长老摸着下巴上的胡子，满脸欣慰地笑道：当年帝天铸就半部混沌体的时候，也是有4大神兽来贺，看这异象，半部混沌体是成了。周围的人闻言全都露出惊容，心中震撼不已。半部混沌体啊，帝天那等绝代天骄都耗费了600-700年才成功，而萧云才多大？好像还不到20岁吧。这样的年纪就已经铸就了半部混沌体，未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谁还有怀疑？此刻恐怕没人再怀疑萧云是否能够铸就真正的混沌体了。萧云的强大悟性、无敌的天赋已经征服了混沌圣地的所有人。半部混沌体，少主铸就半部混沌体了。师兄他成功了，和帝天太上长老一样的半部混沌体。地峰上，福伯、林小雅等人激动不已，一个个都满脸兴奋。旁边赵无极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他看着不远处的天殿，眼中充满了惊天战意。很好，你越是强大，等我打败你后，你才会心服口服。赵无极心中暗想，满脸自信。虽然萧云已经铸就了半部混沌体，但是他对自己依旧充满了信心。毕竟他本身荒古圣体就是至尊体，比半部混沌体的等级高。现在他更是融合了一具荒古圣体，相当于2具至尊体，还怕一个半部混沌体吗？我已经在洞天境达到了极境，凝聚了9大洞天，萧云就算也开辟了9座洞天，我也有把握能够打败他。赵无极神色极为自信，他看向天殿的方向，目光中充满了熊熊战意。从今天开始，他赵无极就要翻身了，他要萧云当他的追随者。天殿之中，萧云已经将混沌经修炼到了第72层，终于铸就了半部混沌体。此刻有诸多妙相、无尽法则纷纷呈现在他的心中，就好像打开了传说中的玄妙之门，无数经文汇聚成一条真理，阐述着大道至简。那一个又一个大道符文早已经刻印在萧云的灵魂与血肉之中，让他的心灵和肉身再一次升华了。这是蜕变，但更超越于一般的蜕变，简直如同再次重生了一次。萧云感觉自己从里到外，从灵魂到精神力，全都得到了一种极致的升华。他的身体像似打开了一座宝藏，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萧云的识海之中，充斥着各种大道符文，精神力金丹也变大了许多。他那强大的精神力就像是一片惊涛骇浪一般，在识海之中翻滚沸腾。轰轰轰轰轰轰！当萧云睁开双眸的时候，他的背后虚空突然崩裂，一道又一道彩色天柱冲天起，那是大道投影。但是这一次，萧云不再只有30条大道投影，而是拥有了300条大道投影。这些大道投影形成一片混沌领域，笼罩了整个天殿，让周围的空间都被凝固了。混沌领域万法不侵，果然很强大。萧云感受了一下自己的混沌领域，顿时满脸喜色。一般的修炼者在达到寂灵境后才能拥有领域，但是萧云还在神桥境就已经拥有了领域，而且还是非常强大的混沌领域，这起点就比别人高了许多。此外，混沌领域的能力也让萧云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的混沌领域不仅可以削弱敌人的神通法术威力，还能禁锢时间和空间，这领域简直无敌了。以后再遇到李成帝，萧云就不需要依靠阵法了，只要混沌领域一出，就能限制李成帝的时空之力。难怪师尊仅靠一个半部混沌体就能镇压许多绝世妖孽，与至尊体都不分上下。这个混沌领域实在太强大了，足以让半部混沌体比肩那些至尊体。我现在越来越期待真正的混沌体，那该有多么强大？萧云暗暗想到。不过萧云一查看自己的顿悟系统，就马上放弃了继续修炼混沌经，因为他已经只剩下26次顿悟了。这次铸就半部混沌体，他一下子用掉了234次顿悟，把他的积累都给耗光了。当然萧云也不会因此心疼，毕竟铸就半部混沌体之后所带来的强大力量让他感到非常满意。混沌体不愧是10大至尊体排名第1的特殊体质，仅仅半部混沌体就这般强大，那等他将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该有多么强大。萧云准备接下来多赚取一些顿悟次数，早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现在该开辟洞天了。萧云收拾心情，抬头看向天空，双眸之中浮现璀璨的神光，宛如一片星辰倒映在虚空之中。他已经在神桥境超越了极境，现如今更是铸就了半部混沌体，接下来便是冲击洞天境，开辟洞天。赵无极都能开辟9大洞天，我要开辟10大洞天。萧云心中涌起无限豪情，他双目之中充满了自信。轰！没有丝毫犹豫，萧云一拳打破虚空，整个人都冲出了天殿，出现在高空中。是萧云，神子大人已经铸就了半部混沌体，接下来就要开辟洞天了。不知道神子大人能够开辟多少个洞天？肯定也是9个，神子大人不会比赵无极逊色的。地峰周围
混沌圣地的众人全都将目光投向了萧云，一个个都在议论纷纷，眼中尽皆充满了期待。赵无极也死死盯着萧云，眼中充满了熊熊战意。咔嚓！天殿上空，虚空碎裂，一个巨大的黑洞缓缓浮现，像似恶魔居住的黑暗深渊在不断地吞噬着周围的天地灵气。萧云非常强势，一拳就打开一座洞天，并且还将其开辟到了圆满境界。轰隆隆！在萧云的头顶上空，汹涌澎湃的血气冲天起，如同一头血色真龙，笑傲九天，发挥出无尽的潜能。在萧云的背后，更是有300条大道投影显露出来，带着一股浩瀚苍茫的悠远气息，仿佛是道的归宿，是天地法则的本源。这一刻的萧云无疑是最强大的，他的精气神都达到了巅峰状态。一道道混沌气锤落下来，犹如3000大道化形而出，将萧云整个人都给淹没了，让他看起来越发的神圣而又超然。萧云站在天空中，衣袍鼓动，长发飞舞，发丝根根闪亮，他的身躯机体光芒万丈，浑身上下都流露出一股神邸所独有的气韵。轰！虚空破碎，萧云挥舞着金色的拳头，继续开辟着洞天，一个又一个黑洞在他的周围出现，吞噬着无尽的天地灵气。而从洞天之中反馈过来的强大力量，让萧云的气息变得越来越恐怖，他的肉身上开始荡漾出一缕缕神性光辉，如同一尊无敌的战神。天上地下，有我无敌！萧云仰天大吼，双拳上弥漫出金色的能量，汹涌澎湃，浩荡而出，席卷了整个天空。悠扬洪亮的声音从地峰上空响起，随后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一个又一个洞天被萧云开辟出来，他仿佛跨越了一段岁月，跨过了一个个境界。萧云蓦然回首，已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片新的天地。这是洞天境，修炼者在洞天境开辟洞天，继而祭炼真灵，觉醒本命神通，拥有无敌的威能。而开辟的洞天越多，便代表修炼者的潜力越大，在洞天境便越强。萧云一连开辟了9个洞天，灿烂的神光从他身上涌现出来，将整个地峰都给淹没了。众人远远望去，只觉得萧云的身躯挺拔，如同崇山峻岭般屹立，俊秀而又年轻的面孔上具有神灵般不可侵犯的威严。果然是9大洞天，我就知道神子大人不会比赵无极逊色，真是厉害，不愧是我们混沌圣地的神子。混沌圣地的人看到萧云开辟出9大洞天，顿时激动不已，无比兴奋。赵无极的眼神凝重起来，但他并不畏惧，迈动步伐，正准备上前挑战萧云，却陡然听到萧云大喝一声：“这还不够，我要开辟第10座洞天，超越极境！”萧云大吼着，披肩的黑发随风飘舞，他的眼中有一种傲视天地的光彩，双眸中流转着绚丽的神光，眼神锐利摄人，流露出一股恐怖的气息。这种恐怖的气息摄人的目光，令得周围的众人都感到浑身冰冷，从心底升起一股惊悚感。一些实力低下的人甚至忍不住骇然后退，不敢再直视萧云的目光。轰！天空中，萧云融合9大洞天之力，半部混沌体也被他催动到了极限，挥舞着金色的拳头，爆发出一股无敌的惊世战力。他像似一尊无敌战神，双目喷薄出无尽的炽盛电芒，像是一片雷霆在天空中炸裂。下一刻，萧云挥舞着金色的拳头，裹挟着大道纹理，打破虚无，粉碎真空。轰隆隆！在震耳欲聋的声音中，一座巨大的黑洞在天空中若隐若现，散发着恐怖至极的气息。这是第10洞天，竟然真的有第10洞天！不是说洞天境9为极，怎么会还有第10洞天？神子大人，这是要创造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啊！地峰周围的人全都惊呆了，他们没想到萧云竟然真的开辟出第10座洞天了。地峰上，赵无极也无法淡定了，他眼睛死死盯着天空中的萧云，此刻他心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赵无极没想到萧云竟然开辟出了前所未有的第10洞天，这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好在这第10洞天不是那么容易开辟出来的，萧云轰击了半天，也只是显露出一缕虚影，并没有完全开辟出来，这让赵无极暗暗松了口气，因为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得到这座第10洞天非常强大，似乎比前面的9个洞天加起来还要恐怖。毫无疑问，一旦萧云开辟出了第10个洞天，那他绝对不是萧云的对手。轰轰轰！天空中，萧云依旧在轰击着虚空，想要将第10洞天开辟出来。然而，这第10洞天周围的空间非常坚固，一层比一层坚固，任凭他如何轰击，都无法让这第10洞天完全显露出来。给我开！萧云大吼，满头发丝狂舞，根根晶莹剔透，散发着绚丽的神辉，衬托的他如同一尊神灵，光辉耀眼夺目。无敌拳印被萧云催动到了巅峰，他的拳头散发着金色的光芒，一个又一个大道纹理在拳光之中交织着，画着炽烈的神芒，想要洞穿虚空。轰隆隆！虚空剧烈颤抖，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像是神龙在天空中咆哮，隆隆而鸣，整个地峰都似乎在摇晃。萧云的身躯散发着赤霞，如同一尊战神，强大的肉身喷薄神辉，无敌的拳印撕裂苍穹，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波动，令这片天地都黯然失色。咔嚓！虚空之中传来破碎的声音，
有人眼尖，立马就看到萧云终于撕裂了虚空，让那第10座洞天彻底显露出来了。神子真的要开辟第10座洞天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第10座洞天吗？修炼界都没有记载，只是传说，没想到真的有人能够开辟出来。地峰周围一片惊呼声，赵无极捏紧了拳头，眼神之中充满了忌惮，眸子紧紧盯着天空中那道霸气的身影。他没想到萧云真的开辟出第10座洞天了，这是何等的天资啊！这一刻，赵无极觉得压力很大。轰隆隆，天空中传来剧烈的震荡声响，周围的天地灵气彻底狂暴起来，就像是决了堤的洪水一样，不断的朝着萧云的第10洞天汇聚而去。人们震惊的发现，萧云的第10洞天非常恐怖，比其他洞天大了3倍之多，而且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也非常强势，简直就像是喝水吃饭一样简单。周围的那些天地灵气被萧云的第10洞天轻而易举的给吞噬了。不愧是第10洞天，竟然如此恐怖，以这般吞噬天地灵气的速度，以后萧云在战斗的时候补充灵力都方便多了，几乎源源不断，无法耗尽。一位混沌圣地的太上长老赞叹道。众人也都点头，萧云的第10洞天实在太恐怖了，简直跟一座真的黑洞一样，吞噬天地灵气的方式非常霸道，直接掠夺一大片。如此一来，萧云以后补充灵力的速度就快多了，而敌人想要耗死萧云，那也不可能做得到，因为只要这片天地还有灵气存在，萧云的灵力几乎就可以源源不绝，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想要打败他，必须得尽快，否则时间拖长了，我反而会被他给耗死。地峰上，赵无极目睹了萧云的第10洞天的能力，顿时心中一沉。然而，他真的能够快速打败萧云吗？这根本不可能。萧云本来就强大无比，想要快速打败他，那绝对是痴人说梦。但如果时间拖长了，萧云依靠第10洞天依旧能够保持巅峰状态，但是敌人的灵力恐怕就耗费光了，这注定会成为萧云敌人的一个难解之题。10大洞天，我终于成功了！天空中，萧云感受着体内汹涌不断的强大力量，顿时豪气干云，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啸，震动虚空。他的声音很洪亮，将天上的云朵都给震散了。恐怖的力量汹涌澎湃，仿佛在随着他胸口而起伏，四周的大山都在轰鸣，仿佛要爆碎了一样。萧云就像是一尊太古神灵，跨过无尽的时空长河而来。他黑发如墨，发丝飘舞，一双眸子格外的灿烂，显得风神俊朗，气质无双。在他的背后，有300条大道投影贯穿天地虚空，有10座黑暗洞天吞噬天地灵气，衬托的他神武不凡。很多混沌圣地的女性修炼者都双眸炙热地盯着萧云，看得如痴如醉，一个个眼中都充满了异彩。你装逼装够了吗？赵无极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天空中继续装逼的萧云，冷冷说道：快下来与我一战。萧云俯视着下面的赵无极，不由得摇头说道：还是算了吧，我已经开辟出第10座洞天，你不是我的对手。赵无极咬着牙大吼道：少废话，快下来一战。他当然知道自己很可能不如萧云，但是他是荒古圣体，他不会不战而退，而且他很想知道自己和萧云的差距有多大，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赵无极的长远目标就是打败萧云，在此之前，他当然要更加了解萧云，只有这样他才能成功打败萧云。好，我成全你。萧云也知道无法说服赵无极，便不再多言，直接挥动金色的拳头，朝着下方的赵无极轰杀过去。轰！金色的拳光席卷八荒，恐怖滔天的能量在萧云那10座洞天的振幅下，就跟一片瀚海倾泻而下，剧烈的能量淹没了整个地方。快退！福伯连忙带着林小雅他们后退，并且出手布置出一片防御，抵挡着萧云逸散出来的力量。那种恐怖的力量就跟毁灭魔神的灭世之力一般，摧枯拉朽一般席卷出去，轰得周围的虚空都在动荡不安。这一拳之力绝对可以轰爆一座大山。好！赵无极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压得他有些窒息，他拼命催动极限战力，大吼一声，震动云霄。下一刻，他背后的金色战神意象跟他合为一体，化作一道璀璨的金色光束，朝着萧云狠狠地迎击过去。轰！剧烈的碰撞顿时令得虚空都塌陷了，恐怖的爆炸声像是一片雷霆在洗礼整个地方。萧云和赵无极2个人实在太强大了，他们碰撞的恐怖能量将地峰的山头都给削平了。若非不远处那些宫殿都有阵法守护，恐怕早就被摧毁了，整个地峰都会一片狼藉，变成废墟。福伯有些无奈，连忙大喝道：少主，你们还是去天上战斗，否则地峰就完了。咻咻！萧云和赵无极听到福伯的话语，都是朝着天穹之上激射而去，他们像4两颗璀璨的流星，带着优美的轨迹划破虚空。混沌圣地的修炼者们也都飞上高空，在一旁观战。轰！赵无极非常猛，他双拳凶狠地砸了过来，带起一片璀璨的符文，宛如一片神之光雨洒落下来，淹没了萧云的身躯。这些光雨非常恐怖，像似一根根金色的利剑，撕裂层层虚空，想要将萧云的身躯给洞穿。让我看看混沌领域的力量吧！萧云大喝一声，催动半部混沌体意象，一座巨大的混沌领域顿时就笼罩这片天地。
砰砰砰！那些光雨在进入萧云的混沌领域之后，顿时烟消云散，消失不见，根本威胁不到萧云的身体。萧云身处混沌领域之中，如同一尊盖世神王，万法不侵，神威如玉。你竟然提前拥有了领域之力！对面的赵无极瞳孔一缩，有些难以置信，眼神顿时变得更加凝重了。这是混沌领域，只要铸就了半部混沌体，就能拥有混沌领域。萧云笑着说道。同时，他操控着混沌领域，将周围的虚空禁锢。顿时，赵无极就感觉周围的空间仿佛被冻结了，让他的速度被严重削弱了。这领域居然这么强！赵无极大惊失色，连忙催动荒古圣体意象，叠加金色战魂之力，轰开冻结的空间，继续杀向萧云。然而，赵无极的速度依旧被萧云的混沌领域给削弱了。萧云只需要一闪身，就躲过了赵无极的攻击。你太慢了！萧云在躲过赵无极的攻击之后，一拳狠狠地冲击过来，炽烈的光辉凝聚在一起，像似一条金色的神龙，狠狠地撞在赵无极的胸口上。噗！赵无极闷哼一声，被萧云的这一拳打飞出去，口中也喷出一口鲜血，遭受到不轻的伤势。轰隆隆！萧云催动着混沌领域，继续朝着赵无极压迫过来。他背后的10座洞天更是源源不断地给混沌领域供给能量，让这座领域之力越来越强大，虚空之中的禁锢之力也越来越强大了。竟然是混沌领域！也对，铸就了半部混沌体，就能拥有混沌领域。当年地天太上长老便依靠混沌领域横扫无数天骄，称霸一个时代。如今神子大人也达到这一步了，神子大人注定会超越地天太上长老，毕竟神子大人才不到20岁，这般年纪就能铸就半部混沌体，将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也指日可待。周围的人议论纷纷，看到萧云非常轻松的就压制住了赵无极，他们显得很开心，毕竟在他们的心中，萧云才是他们混沌圣地的自己人，他们当然希望萧云能够获胜。至于赵无极，就继续当萧云的追随者，将来好成为他们混沌圣地的一员大将。该死！赵无极深陷混沌领域，感觉周围到处都是阻力，他的速度被严重削弱了，而且他施展出来的神通也会被混沌领域给削弱了威力，让他的实力大大减弱了。反观萧云，在混沌领域和10大洞天的帮助下，几乎是在压着赵无极打。认输吧，你不是我的对手。萧云看着面前的赵无极，淡淡说道。赵无极已经很强大了，否则也不可能支撑到现在，但和他的差距还是非常大。萧云，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今天一定要打败你。赵无极闻言怒吼一声，浑身金光万丈，像似有一股金色的火焰从他的体表燃烧起来，熊熊大火漫天而起。轰！下一刻，一尊金色的战神虚影出现在他的背后，再度与他的身体融合了，使得他的战力更加强大了。萧云眼神微微一凝，随即恍然大悟道：你融合了一具荒古圣体，等于现在拥有2具荒古圣体的意象，不过这也说明你没有彻底融合那具荒古圣体，否则2大意象合为一体，才会让你的实力更上一层楼。赵无极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想要彻底融合那具荒古圣体，还需要一段时间，毕竟他没有萧云的顿悟系统帮助，一切都只能靠他自己的悟性。萧云这种有系统的人，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轰！赵无极一拳出，叠加了2尊战神虚影的他，实力更上一层楼，战力达到了极致。这一拳轰出后，金色的符号漫天飞舞，包裹着他的拳头，展现出至强的绝世一击，仿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这一拳被摧枯拉朽一样击溃。你的战力已经很强了，再努力一下，说不定也可以开辟出第10洞天。萧云眼中露出赞叹之色，但是手中却掐动无敌拳印，裹挟着大道纹理，化为最璀璨的攻击，狠狠地迎击而上。轰隆隆！这是惊天动地的恐怖一击，如同2股金色的洪流狠狠地撞在一起，随后冲向四面八方，将附近的虚空都给震碎了。强大的冲击波在虚空之中溅起涟漪，令得四周观战的人都在骇然倒退。噗！最后，众人看到赵无极喷血倒飞出去，而萧云却站在原处，浑身金光渐渐收敛，露出一种超然于外的出尘气质，宛如谪仙下凡。你败了。萧云看向赵无极，淡淡笑道。赵无极擦掉嘴角的血液，冷哼道：你等着，最多3个月，我就能够开辟出第10洞天，那我估计能够踏入寂灵境了。萧云笑道。赵无极，萧云还是一向这么欠扁啊，可惜自己打不过他，否则非揍他一顿。就在赵无极内心非常郁闷的时候，一道洪亮的声音忽然传遍了整个混沌圣地。明日开启万灵秘境，凡是洞天境、寂灵境的修士，皆可进入其中寻获真灵。一道金色的法旨在天空中飞过，携带着混沌圣地圣主的洪亮声音。众人顿时一片沸腾。圣主下令开启万灵秘境了，好像还没有到达开启万灵秘境的时间吧？这你都不明白？白痴啊！圣主肯定是特地为神子大人开启的。原来如此，神子大人晋升到洞天境了，而且还是极境。他想要晋升寂灵境，就需要祭炼真灵，所以圣主才特地开启万灵秘境。神子大人是我们混沌圣地的未来，圣主这么做也是应该的。混沌圣地的修炼者们议论纷纷。
萧云和赵无极也回到了地峰上，和福伯他们讨论万灵秘境。福伯是老资格，他笑着对萧云他们说道：“万灵秘境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那里面有很多真灵，都是我们混沌圣地历代强者斩杀的妖兽真灵，其中甚至还有神兽的真灵，专门留给后辈弟子在踏入祭灵境所用。”萧云点了点头，想要踏入祭灵境，就必须得在洞天之中祭炼一个真灵。一个洞天可以祭炼一个真灵，祭炼的真灵越多，实力自然也就越强。所以在祭灵境最重要的便是真灵了。很多外界的散修一旦到了祭灵境，就会跟大门派弟子拉开巨大的差距，原因便是散修们很难获得强大的真灵。而在大门派内都有类似于混沌圣地万灵秘境这种地方，所以这些大门派的弟子们都能获得一些强大的真灵，实力自然很强。圣主还是蛮照顾我的，知道我晋升洞天境了，就马上开启了万灵秘境。萧云随即笑着说道。福伯微微一笑，心想不照顾你照顾谁啊？萧云这次不仅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第10洞天，还铸就了半部混沌体，有如此强大的天赋和潜力，随便在哪个门派都会当成宝贝来培养。可以说现在萧云想要什么，他们混沌圣地都会尽量帮助萧云找来。就连之前萧云在真龙朝回来的路上随便提到的葵花宝典和辟邪剑谱这2门功法，混沌圣地就已经在安排大量人手帮他寻找了，只是至今没有找到罢了。福伯，这万灵秘境你去过吗？里面是什么情况？萧云忽然问道。其他人也都看向了福伯，毕竟多了解一下万灵秘境，到时候也方便他们寻获一些强大的真灵。万灵秘境自成一片空间，据说是混沌圣地某个准地开辟出来的独立空间。福伯闻言缓缓说道，这个空间不是很大，但也不小，里面和外界一样，有山川大地河流，只是没有太阳月亮星辰，一片阴暗，如同一座亡灵死境。在万灵秘境之中生活着许多真灵，这些真灵没有肉身，只有残缺的灵魂，还有一些残缺的记忆，他们非常凶狠，见人就杀，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而在万灵秘境的核心有一座万灵洞，那里面充斥着无尽的魂能，是一些强大真灵最喜欢的地方。你们若想要捕获强大的真灵，就需要去闯万灵洞。万灵洞一共有9层，第1层中的真灵最弱，第9层中的真灵最强。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一旦被阻在万灵洞内，被那些真灵围攻，那你们就死定了。福伯侃侃而谈，讲述着万灵秘境的情况，让萧云他们对万灵秘境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几人都点了点头，感到受益匪浅。提前了解一下万灵秘境，总比他们进去之后乱闯一趟要强得多。萧云继续询问道，福伯，这些真灵都是如何划分等级的？我怎么才能知道他们的等级最高？难道要一个个试探他们的实力吗？福伯还没有说话，旁边的赵无极就嘲讽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平常不看书吗？没文化真可怕。滚，手下败将。萧云瞪了他一眼，赵无极顿时气得咬牙切齿地瞪着他。福伯笑呵呵道，少主，真灵的强弱很容易看出来，因为他们的魂体颜色不一样，从赤、橙、黄、绿、青、蓝、紫、白、金9种颜色，越往后等级便越高，实力也越强。原来如此，那倒是容易区分，我到时候直接找金色的真灵就行了。萧云顿时笑道。福伯提醒道，少主，金色的真灵都是神兽真灵，一个个实力都非常强大，他们生前至少都是圣人级别，虽然现在只剩下残缺的真灵，但也不可小觑。明白，我会小心的。萧云点点头应道。随后萧云就告别几人，回天殿闭关了。刚刚突破境界，他还需要稳固一下，顺便调整状态，准备明日的万灵秘境之行。东域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忽然大门开启，从里面走出一位气质不凡、威势凛然的年轻人，他就是混沌圣地的圣子李不凡。万灵秘境居然提前开启了，这次我一定要捕获一尊神兽真灵。李不凡抬头看着天空中的那道金色的法旨，双眸之中射出2道璀璨的神光，一股强大的气息顿时冲天而起，席卷了整个东域峰。恭贺圣子大人晋升洞天境！恭贺圣子！李不凡的追随者们顿时高呼起来，一个个振奋不已。对他们来说，李不凡越强，他们的待遇就越好，所以他们非常希望李不凡能够越来越强大。李不凡听着耳边的欢呼，淡淡一笑，背负着双手看向面前的追随者们，冷笑道，萧云那小子已经死在真龙朝了吧？是谁杀了他？将来见到我必要感谢一番。刚说完，李不凡便接着说道，应该是李成帝吧，他这位时空之体的确很不凡，萧云必定不是他的对手。一众追随者们顿时低着头，谁也不敢出声，怕刺激到李不凡，继而被李不凡发现怒火。怎么回事？李不凡看着面前这些低着头的追随者们，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沉声道，难道萧云那小子居然还活着？他从真龙朝内逃出来了吗？启禀圣子大人，萧云的确还活着，而且他一个声音低声应道，结结巴巴，显得非常紧张。李不凡怒喝道，还不快告诉我，萧云那小子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圣子大人，萧云晋升为准神子了，而且刚刚已经晋升到了洞天境，并且还开辟了史无前例的10大洞天。那个追随者吓得连忙说道。李不凡闻言顿时瞳孔一缩。地峰天殿，萧云盘膝而坐，
背后显露出10大洞天。他催动自己庞大的精神力，感受这10个洞天的情况。第10洞天非常大，是其他洞天的3倍，其他9个洞天都围绕在第10洞天周围，把它当成中心。萧云发现第10洞天可以吸收其他洞天的能量，但其他洞天却无法调动第10洞天的能量。萧云仔细摸索，认真思考，觉得有点奇怪。如果说赵无极的9大洞天是洞天境极境，那我这个10大洞天应该已经超越了极境。萧云低声自语，让他感到奇怪的地方就是天劫没有天劫降临。按道理来说，超越极境会有天劫降临的，除非他还没有超越极境。难道是跟炼体境一样，炼体境的极境是10万斤力量，但是真正的极境却是100万斤力量？萧云想到炼体境的情况，不由得眼睛一亮。9大洞天只是表面上的极境，10大洞天才是真正的极境，这就说明还能超越10大洞天。难道还有第11个洞天？萧云皱起眉头，他在开辟第9洞天的时候，诞生了一种很强烈的直觉，认为还有第10洞天，所以他跟随自己的直觉开辟出了第10洞天。但是他在开辟第10洞天的时候，却并没有感受到第11洞天的直觉。而且在开辟第10洞天之后，萧云发现10个洞天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不可能再出现第11洞天。更何况他仔细感受自己的10个洞天之后，发现这10个洞天已经处于一种很平衡的状态。如果再多出一个洞天，不仅不能增强萧云的实力，反而会打破这种平衡，导致萧云的10大洞天矩阵崩溃。所以萧云推算不应该还有第11洞天。但如果没有第11洞天，该如何超越极境呢？萧云认真思考着，仔细研究着，甚至开始使用顿悟次数，推演如何超越洞天境的极境。在顿悟的状态下，萧云的脑海中迸现出了许多灵感，整个大脑都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快速推演着超越洞天境极境的方式。不存在第11个洞天，9为数之极，10为圆满，10个洞天已经是极境。也许可以融合洞天，其他9个洞天全部融合进第10洞天之中，形成唯一洞天。正所谓不破不立，或许可以毁灭洞天，再重新开辟洞天，新生的洞天会变得更加强大。也许可以将洞天融入到我的混沌领域之中，形成一片领域世界，威力肯定很强大。在顿悟状态之中，萧云迸现出了许多灵感，一个又一个闪光点划过他的脑海，浮现在他的心中。不过很快，萧云就不得不退出顿悟状态了，因为他耗费的顿悟次数太多了。原本萧云有26次顿悟，之前开辟洞天的时候引发了几波惊呼，增加了12次顿悟，一共38次顿悟。但是刚才一推算，他就用掉了30次顿悟，就剩下可怜巴巴的8次顿悟了。这种推演属于高频率的挖掘潜能，和修炼功法不一样，耗费的顿悟次数非常多。尤其是这种超越极境的推演，耗费的顿悟次数非常快和多。毕竟极境自古以来就存在，还有迹可循，推演起来并不是很难。但是超越极境，那就是再重新开辟一条新的道路，难度自然很大。极境属于追寻前人的脚步走，超越极境是自己创造一条新的道路走，后者的难度自然是最大的。看来得想办法多赚取一些顿悟次数了，也不知道现在再去闯幻魔塔还能不能引发一些惊呼。萧云暗自想到，他刚才推演到了几种超越洞天境极境的方法，但还没有验证过，必须得继续推演才行。但是顿悟次数不够了，现在没有系统任务，就只能靠装币来赚取顿悟次数了。但是装币是有限制的，在你不够强的时候，你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会引发别人的惊呼。然而当你很强的时候，你再做出一些事情，别人就会认为很正常了，不会再觉得很惊讶了。就好比打赵无极一样，在赵无极没来混沌圣地之前，萧云打败了赵无极，能够引起人们的震惊。但是现在赵无极都已经成为了萧云的追随者，而且还多次被萧云打败。萧云再去打败赵无极，别人就觉得很正常了，本来就是预料中的事情，还怎么惊讶？闯幻魔塔也是一样的，萧云这次开辟了第10洞天，再加上他之前多次打败了祖师爷，现在混沌圣地的人都知道萧云肯定还会打败祖师爷。既然早已经知道了结果，他们还会惊讶吗？萧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真是头疼啊，怎么系统还不发布任务？这该死的系统就不能简单一些吗？别人的系统都是直接签到就有混沌体，老子还要辛辛苦苦的完成任务。萧云有些郁闷的想着。师兄，万灵秘境就要开启了，你还不快出来？忽然林小雅的声音从屋外传来，萧云顿时一惊，转头看向窗外的天色，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原来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2天了。算了，先去抓真灵，也许抓10个神兽真灵放在洞天之中祭炼，就能超越洞天境极境呢。萧云想罢，朝着外面走去。天殿外，傅伯、林小雅、席春雨、赵无极等人早已经等在这里。看到萧云出来，赵无极双眸金光直射而来，眼中充满了战意。萧云，我有把握在1个月内开辟出第10洞天，到时候我一定会打败你。哦，萧云淡淡的应了一声，他已经懒得再揍赵无极了，毕竟再打败赵无极也不会赚取顿悟次数，简直是在白白浪费力气。你什么态度？看不起我吗？你不要太嚣张了，等我也开辟出了第10洞天，你就没有优势了，到时候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赵无极看到萧云平淡的无视他，顿时一脸不爽的说道：“我们走吧。”萧云直接无视了赵无极，踏空而起，朝着混沌圣地的主峰飞去。席春雨也紧随其后。林小雅还没有踏入洞天境，只能无奈的目送自己师兄离去。这家伙又无视了自己。赵无极狠狠瞪了萧云的背影一眼，握紧了拳头，跟了上去。混沌圣地的主峰叫做混沌峰，高耸入云，笔直陡峭，像似一把倒插天空的神剑，被无数白云环绕，如同一座仙山。这里是混沌圣地圣主居住的地方，属于禁地，平常是不允许弟子们随便踏足的。今日混沌圣地圣主要开启万灵秘境，所以才允许一些弟子们前来。在混沌峰的山顶平台上，此时早已经聚集了数百名弟子，而且数量还在继续增加。恭迎神子！当萧云他们赶过来的时候，数量已经超过1000人了。1000多个混沌圣地的弟子们尽皆朝着萧云行礼，面露恭敬之色，齐声恭贺。这也是准神子的待遇，圣子可没有这种超然的待遇。诸位师弟们不必多礼。萧云看着面前的弟子们，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这些都是祖国，哦不，是咱们混沌圣地未来的花朵啊！当然，花朵也不全都是美丽的，也有长残的。比如说前面那个角落，那家伙是谁？躲在那里干什么？怎么不过来拜见本神子大人？萧云朝着那人看去，精神力探了出去，顿时就认出了那人的身份，不由得嘴角一翘，满脸戏谑的笑道：“李不凡，你躲在那里干什么？放心吧，本神子现在已经是神子了，我大人有大量，不会再计较你当初的那点小事了。”躲在前面角落里的人，正是跟萧云有一些过节的圣子李不凡。李不凡非常痛恨萧云，自然不想来拜见萧云，但是按照混沌圣地的规矩，他又不得不行礼，所以就只好躲在远处，眼不见为净了。但他却没想到萧云竟然这么无聊，居然会注意到他。李不凡只好阴沉着脸走了出来，冷巴巴地看着萧云，随意地抱了抱拳，冷冷道：“见过萧准神子。”他故意把准字咬得很重，意思不言而喻。萧云眯着眼睛盯着面前的李不凡，这家伙居然还敢嘲讽自己，真是欠缺社会的毒打呀！李不凡，我记得我当初说过，以后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萧云随即说道，眼中带着冷意，寒光乍射，杀气逼人。李不凡嘴角一抽：“你特马的刚才不是说大人有大量吗？这翻脸比翻书还快！”李不凡咬牙瞪着萧云，冷哼道：“萧云，你不要太嚣张了，这里是混沌峰，禁止动武，就算你是神子，也不得在此无礼放肆。是你先无礼放肆的，见到本神子大人也不赶紧过来拜见，居然还躲在远处，怎么的？你小子是不是对本神子大人有什么意见？”萧云冷冷说道。“不错，我就是对你有意见，不行吗？”李不凡冷冷回应道，让他向萧云低头，那是不可能的，这辈子也不可能。萧云看着面前一脸倔强的李不凡，脸上的冷色突然收了起来，露出温和的笑容，有意见也没关系，等进入万灵秘境后，本神子会跟你好好的探讨一下，争取让你满意。威胁，十足的威胁。李不凡听出了萧云的话中之意，但他并不畏惧，冷笑道：“好，我也期待在万灵秘境里面与你见面。”说完，李不凡就走到旁边去了，懒得再理会萧云。萧云有些疑惑地看着李不凡的背影，心中感到很奇怪，这家伙哪里来的底气？看他的样子，似乎还想在万灵秘境内跟自己打一场，难道他以为他晋升到了寂灵境就是自己的对手了吗？萧云摇摇头，李不凡的天赋虽然还不错，但也只是才刚刚晋升寂灵境而已，实力还没有达到寂灵境的巅峰。而萧云当初在神桥境时就能斩杀拥有堪比寂灵境实力的断德神魂，现在萧云晋升到了洞天境，而且还铸就了半部混沌体，开辟了10大洞天，战力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越级打败寂灵境的修士，对于萧云来说简直不要太容易了。除非像赵无极这种级别的绝世妖孽，如果在境界上面比萧云高了一个层次，那萧云越级起来就不容易了。但是李不凡可没有赵无极那种天赋，放眼整个修炼界，在年轻一辈当中，也就李成帝能够跟赵无极有的一比了，江浩然加上他那条龙，估计也能跟赵无极比一比。而他萧云早已经超越了这些人，将他们甩在身后了。嗨嗨！突然一声轻咳传来，众人不由得转头看去，发现是混沌圣地圣主来了，顿时纷纷躬身行礼，拜见圣主。众人齐声高呼。混沌圣地圣主微微一笑，摆手道：“都不用多礼了，既然你们人已经来齐了，那就准备进入万灵秘境吧。”微微停顿一下，混沌圣地圣主看向萧云，笑着说道：“万灵秘境的情况，你们大概也都跟你们师门长辈询问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给你们一个提醒，那就是量力而为。”混沌圣地圣主从萧云身上移开目光，看向面前的众人，面色严肃地说道：“什么叫做量力而为？就是有多少实力就抓捕什么等级的真灵，千万不能鲁莽地去抓捕一些强大的真灵，否则的话很容易会被这些真灵给杀死。别以为这些真灵只是残魂就小觑了他们。”是。众人闻言再次齐声应道。混沌圣地圣主的提醒还是有用的，人群中有不少人都面色凝重起来，不敢再大意了。虽说每次万灵秘境的死亡率都不是很高，但终究会有一些死伤，他们也不想自己运气不好成为死亡中的一员，当然得万分小心一些。只有萧云、赵无极这些实力强大有自信的人才没有在意。万灵秘境是一个特殊的小世界，
它藏在层层虚空之中，唯有特殊炼制的钥匙才能将它开启。混沌圣地圣主这时候拿出一把巴掌大的小刀，朝着头顶上面的虚空轻轻一划，顿时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就出现了，显露出一片阴暗的世界。这就是万灵秘境，你们进去吧，记得3天内一定要出来，否则万灵秘境关闭，你们就死定了。混沌圣地圣主对众人大喝道。萧云等人顿时踏空而起，朝着上空那道空间裂缝之中飞去。通过巨大的空间裂缝进入万灵秘境后，萧云顿时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阴冷煞气，就像似来到了地府一样。天空灰蒙蒙的，像似被乌云遮蔽了整个苍穹，只有朦朦胧胧的光芒洒落下来，让这片小世界看起来非常昏暗。地面上是一些干枯的杂草和乱石，不远处有黑色的森林，里面闪烁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光芒，看起来像似一个个黑暗精灵。这里居然没有天地灵气！忽然，萧云眉头一皱，露出一抹惊讶之色。他感受到周围的天地之中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气存在，只有无尽的煞气。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修士们战斗时需要补充灵气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天地灵气，等修士们消耗完灵力之后，那一身实力就会大大减弱了。当然，对萧云这种绝世妖孽来说，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他的肉身非常强大，即便没有了灵力，单单凭借肉身战力，他也能够越级搏杀敌人。更何况，萧云的空间戒指中还储存了许多灵石，短时间内倒也不用担心灵力会耗光。咻！突然，一道寒光激射而来，冰冷的杀气随即席卷了整个天地，将萧云笼罩其中，令得周围的温度都在降低。那是一道紫色的飞剑，撕裂层层虚空，以一种肉眼看不见的速度，便已经抵达到了萧云的面前。这把飞剑非常锋利，速度快到了极致，它在空气之中飞行，仿佛没有遭受到一丝一毫的阻力。当这把紫色飞剑接近萧云的时候，便朝着萧云的喉咙斩杀过来，似乎想要将萧云给直接消手。李不凡，你以为凭借一把飞剑就能杀我吗？你也太天真了。萧云面对这一剑并没有丝毫在意，他伸出一根手指，以极快的速度挡住了飞剑前进的方向，逼得飞剑朝着旁边斜飞出去。而飞剑在与萧云手指碰撞的时候，爆发出一阵璀璨的火花，就跟和金铁撞击了一样。由此可见，萧云的肉身有多么强大，连飞剑都无法轻易割开。萧云，你不要太狂妄了，这里是万灵秘境，是独立的空间，在这里，你根本无法借助混沌中的力量，看我今天如何打得你下跪求饶。李不凡踏空而来，黑色的长发随风舞动，一双凌厉的眸子狠狠瞪着萧云，满脸寒意。咻！话落，那把紫色的飞剑在李不凡的操控下，在半空中划过美丽的轨迹，继续朝着萧云斩杀而来。原来如此，你觉得我无法借助混沌中的力量，就不是你的对手吗？萧云看着对面的李不凡，不由得满脸冷笑。他手掌晶莹剔透，看起来如玉石一般脆弱，但却蕴含着恐怖的惊世威能。轰！在紫色飞剑杀来的时候，萧云的手掌轻轻一拍，便令得紫色飞剑剧烈颤抖，爆发出一道穿金裂石的声音，简直要撕裂人的耳膜。紫色飞剑随即倒飞回去，朝着李不凡杀去。哼！李不凡冷哼一声，催动自己的精神力，瞬间就控制住了紫色飞剑。不过他没有继续操控飞剑对付萧云了，因为萧云的肉身太强大了，防御力太强了，根本不是他的飞剑可以抗衡的。不过李不凡也不担心，这里是万灵秘境，是独立的空间，萧云是无法借助混沌中的力量，而没有了混沌中的力量，萧云就只是一个洞天境的修士，并且还是一个刚刚才晋升洞天境修士，这样的修为比他足足低了一个大境界。李不凡如果还没有信心，那就太窝囊了。当下，李不凡冷冷盯着面前的萧云，背后缓缓浮现出7个黑洞，带着一股磅礴的威势压迫而来。萧云，没有混沌中的相助，你终究只是才刚刚晋升洞天境，而我却已经踏入了寂灵境，比你高了一个境界，你如何是我的对手？李不凡满脸自信地说道。萧云一只手背负在身后，另一只手朝着李不凡勾了勾手指，他满脸不屑道：过来，我一只手就能镇压你。大言不惭，李不凡怒极反笑，携带着7个洞天，像似一座黑暗深渊，朝着萧云笼罩下来。轰隆隆，天空都在震动，虚空动荡不安。远处一些随后进来的混沌圣地弟子们纷纷被引起了好奇心，朝着这里飞来进行观望。赵无极、席春雨也飞来了，一看到萧云正在和李不凡战斗，赵无极不由得摇头道：这家伙真是到哪里哪里就有敌人，像他这种绝世妖孽，在他们荒古圣地的时候几乎是没人敢得罪的，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众人尊敬，谁敢小觑他？但是萧云都已经成为准神子了，居然在混沌圣地内还有敌人，这混得真够差的。赵圣子，您一出世就是荒古圣体，所以是天之骄子，无人敢得罪。但是我们萧师兄一开始只是普通体质，后来又修炼了混沌经，自然不被人看重，所以才有人不服他。席春雨在一旁说道。轰！席春雨话音刚刚落下，一道狼狈的身影便从天空中摔落下来，狠狠地砸在旁边的地面上，都砸出一个深坑。这个人正是李不凡。此刻的李不凡非常的狼狈，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一个巴掌印，看样子是被人给一巴掌打飞出去的。李不凡，你太弱了，
弱到我都没兴趣继续揍你了，你好自为之吧。半空中，萧云俯视着地面上的李不凡，一脸淡漠地说道。1年前那个高高在上，实力比他强了无数倍的李不凡，他萧云需要借助混沌中的力量才能对付。但是如今，李不凡在他的面前已经变得如此不堪一击了。对于这种小人物，萧云已经懒得理会了。他朝着下面的赵无极和席春雨招了招手，说道：“走，我们直接去万灵洞，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赵无极和席春雨随即跟着萧云离去。可恶，萧云！李不凡瞪着猩红的眼睛，满脸怨毒地看着萧云的背影，心中充满了屈辱感。他没想到萧云的实力竟然会这么强，明明他比萧云高了一个境界，但在萧云面前却如此的不堪一击。这样下去，他还怎么报仇？李不凡很不甘心，心中孕育着恶毒的计划。他咬着牙，瞪着萧云的背影，阴森道：“萧云，我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教训了李不凡一顿之后，萧云便和赵无极、席春雨他们前往万灵秘境的核心，寻找万灵洞的位置。萧云和赵无极的目标都非常明确，要抓就抓最顶级的真灵，也就是金色的真灵，神兽级别。只有这个级别的真灵，才能配得上他们绝世妖孽的身份。而这种顶级的真灵，必然会在万灵洞的第9层，外界肯定找不到，所以他们就直接前往万灵洞。每个洞天都能祭炼一个真灵，你我2人加起来有19个洞天，这里面会有19个神兽级别的真灵吗？在路上，萧云嘀咕道：“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不可能。你以为神兽级别的真灵是大白菜吗？你们混沌圣地又不是养了一群神兽，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神兽真灵？”赵无极翻了翻白眼说道。萧云也觉得不可能，毕竟想要诞生真灵，至少都是超凡境以上的修为。这个级别的修为，再加上神兽的天赋，都能够越级击杀天境大能了，哪里会这么容易被混沌圣地的强者斩杀？更何况这天地间神兽的数量少得可怜，神兽级别的真灵就更加稀少了。无论哪个门派，也不可能拥有10几个神兽级别的真灵。混沌圣地若非很久之前实力强大，恐怕也不可能有神兽级别的真灵。为什么非要选神兽真灵？我们人类修士达到超凡境以上，也能够诞生真灵，怎么没人祭炼人类真灵？萧云忽然说道。你还真是孤陋寡闻，有空多看看书，没文化真可怕。赵无极讽刺一句，便当先朝着前方飞去，不再理会萧云。喂，你是我的追随者，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萧云指着赵无极训斥道。赵无极反而飞得更快了，气得萧云一阵龇牙咧嘴。一旁的席春雨笑着说道：“萧师兄，我们修士之所以要祭炼真灵，为的便是在觉醒境觉醒这些真灵所蕴含的天赋神通。而我们人类天生平凡，没有什么天赋神通可以让我们继承，所以也就没人会祭炼人类真灵。但是那些妖兽不一样，妖兽们都有血脉传承的神通，越是强大的妖兽，其血脉传承神通便越强，这就是我们人类修士选择妖兽真灵祭炼的原因。”听了席春雨的话语，萧云顿时恍然大悟，感情祭炼真灵是为了祭灵境的下一个境界觉醒境，提前在做准备啊。可惜了，在真龙巢内被我杀死的那2条真灵遗种只是炼体境，还没有诞生真灵，否则抓一头真龙真灵祭炼，我就能拥有他们龙族的传承神通了。萧云随即有些遗憾地说道。席春雨闻言一脸无语，要知道只有超凡境的妖兽才会诞生真灵，真龙巢内的那2头真龙遗种若是超凡境，你还能对付他们吗？席春雨轻挽秀发，眼神清亮，笑得很动人。他嘴角微翘道：“萧师兄，其实你现在根本没必要找那么多真灵，先抓一只神兽级别的真灵，早点踏入祭灵境就行了。以后等你实力强大了，再去补足剩下的真灵祭炼也不迟。”萧云点了点头，他明白了，先抓一只真灵是为了早点晋升祭灵境，没有了修为的限制，等他以后修为强大了，甚至自己就可以去猎杀一些强大的妖兽，获取他们的真灵。反正只要洞天存在，他迟早能够祭炼剩下的真灵。想到这里，萧云不由得豪气干云，大声说道：“等我将来成圣了，就亲手宰杀几头神兽，夺取他们的真灵。”哼！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从旁边传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冷冽的杀气，像似一团寒冷的风暴，将这片天地覆盖。谁？萧云大喝一声，朝着那道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眼中射出2道冷电，气势也开始提升起来。旁边的席春雨也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显得非常谨慎。轰！不远处的一棵参天大树上，白色的光芒忽然爆发出来，一头体型巨大的飞禽拍打着金铁一般的寒冷羽翼，朝着天空中的萧云、席春雨2人飞来。好一个狂妄的小子！这头飞禽的身躯非常健壮，它的外貌看起来像一头老鹰，巨大的翅膀上面布满了钢铁一般的羽毛，像似一柄柄倒插的利剑，寒光闪烁，锋利无比。本尊在这里观察了这么多年，发现你们混沌圣地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不过像你这样狂妄的小子，本尊却是第一个见到。这头老鹰停在萧云的身躯不远处，2只锐利的眸子带着森冷的寒光，将萧云紧紧锁定。萧云顿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扑面而来，比李不凡都要强大许多。显然这头老鹰的实力很强，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从对方全身都笼罩着白光来看，就知道他是排名第2等级的真灵，是仅次于神兽的圣兽。
萧师兄，这是圣兽闪电鹰，在飞禽中，它的速度仅次于神兽金翅大鹏，所以它的传承神通极有可能是速度一类的，非常珍惜，是一只不可多得的珍贵真灵。旁边传来席春雨略带兴奋的话语声。萧云对圣兽没兴趣，他的目标是神兽，所以闻言笑着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把它抓住，送给师妹你了。”多谢萧师兄。席春雨点了点头，满脸感激地向萧云道谢。他没有客气，因为他也知道萧云的目标是神兽。师妹不必客气。萧云摆了摆手，这两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可把对面的闪电鹰激怒了。闪电鹰眼神锐利地盯着萧云，眸子里流露出冰冷的杀气，寒声道：“你们两个小辈，竟敢还想要抓本尊当祭灵，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至极。今天本尊就让你们知道，圣兽的力量有多么可怕。”咻！闪电鹰的话音刚落，便化作一道白色闪电，朝着萧云扑杀而来。砰！萧云早有准备，几乎瞬间就发动了金钟罩，刺目的金色护罩席卷而出，顿时就把冲过来的闪电鹰震飞出去。你一个洞天境的小修士，竟然把金钟罩这门神通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闪电鹰在不远处停住身子，满脸震惊地望着金色护罩内的萧云，他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这头闪电鹰非常震惊，他刚才出手并没有手下留情，绝对可以一击杀死一个洞天境的修士。然而萧云仅凭一门金钟罩就把他给反震了回去，那种强大的防御力令得闪电鹰心中震撼不已。咦，你居然也认识这门神通？萧云闻言有些意外地看向对面的闪电鹰。闪电鹰咬牙切齿地瞪着萧云，用愤怒到了极点的语气吼道：“本尊当年就是被创出这门神通的那人所杀。”原来如此。萧云恍然大悟，随即咧嘴笑道：“创出金钟罩的那位前辈，可是我们混沌圣地的一位准帝，你败在他老人家手里，也算是理所当然。”闪电鹰冷哼一声，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说到底，他终究还是没有争到大帝，打败了本尊又有什么样？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恐怕离死也不远了吧？至少那位前辈曾经无敌的了一个时代，现在还是天下至强者。你一个死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萧云一脸不屑地看着闪电鹰说道。闪电鹰冷笑道：“本尊的确是他的手下败将，但是本尊也曾杀死了你们混沌圣地的一位神子，让你们混沌圣地绝后。哈哈，这么多年下来，根据本尊的观察，你们混沌圣地的弟子是一代不如一代，恐怕已经彻底没落了，在六大圣地之中垫底，对吧？”闪电鹰一脸的幸灾乐祸，笑得很开心，仿佛在发泄着心中的怨气。他们这些真灵本就怨气浓郁，早已经没有了生前的完整意识了。这头闪电鹰因为实力强大，勉强还能保持正常，否则换成其他的真灵，恐怕心中就只剩下疯狂的杀意了。没想到你的来头这么大，看来我杀你也不算是辱没了我的身份。萧云闻言眼眸一冷，他没想到这头闪电鹰曾经还杀死过他们混沌圣地的神子，可见他生前是有多么强大，最起码也是圣人级别的强者。生前强大，天赋强大，哪怕只剩下一丝真灵，实力也非常强大。萧云没有大意，开始催动自己的半部混沌体，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朝着对面的闪电鹰镇压过去。小子，看你的实力，恐怕也是混沌圣地的一位圣子吧？闪电鹰看着对面的萧云，冷笑一声，眼中充满了沸腾的杀意。本尊在这里前前后后3000年，一共杀死了你们混沌圣地2位圣子，今天你有幸成为被本尊杀死的第3位圣子。话落，虚空剧烈震颤了一下，闪电鹰已经出手了，他的速度果然很快，像似一道神光激射而来。咔嚓！闪电鹰的翅膀直接撕裂了空间，带着一股绝世锋芒，朝着萧云扑来，似乎想要把萧云给撕成2半。轰！萧云一拳轰出，炽烈的金色光芒顿时照亮了整个天地，恐怖的无敌拳印如同一座金色的太古神山，朝着闪电鹰镇压而下。轰隆隆，虚空都在颤抖不安。萧云的无敌拳印直接就把空间磨灭了，将闪电鹰轰得吐血倒飞，并且还余威不减地继续镇压向闪电鹰。在萧云的背后，300条大道投影显露出来，衬托的萧云威武不凡，神威如玉。此时的萧云极为强大，展现出一种无敌的意境，虚空都仿佛容不下萧云，他身体周围的空间都扭曲起来，强大的气息席卷向四面八方。半部混沌体，闪电鹰瞳孔一缩，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萧云，震惊道：“你居然修炼了混沌经，而且这么年轻就铸就了半部混沌体，这怎么可能？本尊记得你们混沌圣地最年轻的天才，也是在900多岁的时候才铸就了半部混沌体。你今年才多大？有50岁吗？”萧云的半部混沌体把闪电鹰给惊住了。50岁？萧云看着对面的闪电鹰，冷哼道：“本神子年轻的很，才17岁，没你说的那么老。”17岁？闪电鹰闻言瞳孔骤缩，满脸不敢置信的吼道：“怎么可能？你就算从娘胎内开始参悟混沌经，也没有20年，怎么可能这么快就铸就了混沌体？本神子是天才，是混沌圣地无数岁月以来最强的天才，就连我们混沌圣地的祖师爷混沌大帝都在同境界败给了我。”萧云看着闪电鹰，一脸自信的说道：“区区混沌经而已，我轻轻松松能练成。”闪电鹰阴沉着脸，混沌经容易修炼，他还是第一次听人说混沌经容易修炼。
若是混沌经容易修炼，那修炼界到现在也不会只有混沌大帝一个混沌体了，就连半部混沌体在历史上出现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既然你天赋这么强，那本尊就更要将你斩杀了，免得真让你铸就了混沌体，带领你们混沌圣地重新崛起。闪电鹰随即眼中杀气暴涨，再度化作一道闪电激射而来。这一次，闪电鹰施展了一门强大的神通，它拍打着巨大的翅膀，一个个羽毛激射而出，化为一道道巨大的闪电劈向萧云。无尽的闪电，刺眼的光芒，顿时就将萧云给淹没了。轰！萧云很快就冲了出来，他沐浴着闪电的洗礼，挥舞着金色的拳印，携带着一股无敌之势，朝着闪电鹰狠狠地轰击过来。你闪电鹰瞳孔骤缩，眼中充满了震惊和不敢置信。萧云的实力远远超乎了他的预料之外，一个死去的残魂，即便你生前再强大，也不是我的对手。萧云冷漠地俯视着闪电鹰，金色的无敌拳印狠狠地轰击下来，可怕的力量顿时就将闪电鹰给轰得吐血而飞。小子，你给我等着，本尊一定会杀了你！闪电鹰被萧云打飞之后，趁机朝着远处逃去。他怨毒地瞪了一眼萧云，留下一句狠话：萧师兄，你为什么放他走？一旁的席春雨满脸疑惑地看向萧云，他知道萧云的实力不止如此，毕竟萧云连10大洞天都没有展现出来，否则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闪电鹰，所以他判定萧云是故意选择放走闪电鹰的。嘿嘿，不放他走，怎么让他帮我引来神兽真灵？萧云闻言不由得微微一笑。萧云看着渐渐远去的闪电鹰，冷笑道：他不是我的对手，对我们混沌圣地又非常怨恨，现在知道了我的天赋，他肯定想要杀死我，但他又不是我的对手，那就只能请神兽真灵来对付我了，而我就可以守株待兔，不费一丝一毫的力气便能抓住一只神兽真灵，何乐而不为？席春雨恍然大悟，不得不说萧云这个计策绝对可行，就是有点危险了。毕竟谁知道那头闪电鹰会邀来多少个强大的真灵，万一数量太多了，恐怕萧云也撑不住吧。席春雨有些担心地看向萧云，轻声道：萧师兄，我先去找赵无极，到时候你们联手，把握也大一些。不用了，让他自个一边玩去吧，我一个人也有把握对付那些真灵。萧云摆了摆手，一脸自信地说道。席春雨无奈地叹了口气，萧云还是太傲气了，当然这种一路无敌横扫一切的绝世妖孽本来就有傲气，而萧云连祖师爷都给打败了，如果没点傲气，那还是正常人吗？既然有了计划，萧云就没有急着去找万灵洞了，他待在原地等闪电鹰找援兵过来。盘膝坐在半空中，萧云继续推演如何才能超越洞天境极境的方法。这次他没有过多地消耗顿悟次数了，而是在关键的时候才使用一次。然而即便将剩下的8次顿悟全部消耗完了，他也没有什么收获。我的悟性就这么垃圾吗？萧云有些无语地睁开眼睛，没有系统的帮助，他的悟性实在太差了，随便拉出一个修炼者估计都比他强，得想办法赚取一些顿悟次数了。这该死的系统任务什么时候才来任务啊？萧云心中暗骂。叮！突然一道冰冷的机械声音在萧云脑海中响起，让萧云兴奋地想要跳起来，因为这是系统发布任务的提示音。最新任务：斩杀一只金色真灵，奖励100次顿悟；斩杀一只白色真灵，奖励30次顿悟；斩杀一只紫色真灵，奖励10次顿悟。系统终于发布任务了，萧云兴奋地直接站起来，大笑3声，把旁边的席春雨都吓了一跳。哈哈，爽啊！本神子又要牛逼了！萧云一脸兴奋，这次任务的奖励非常丰厚，多杀一些真灵，说不定就能直接铸就混沌梯了。不过洞天境需要祭炼真灵，自己直接给杀了，那岂不是太浪费了？萧云顿时有些纠结了，他还需要祭炼真灵，晋升祭灵境呢。如果遇到了金色级别的真灵，那到底是杀还是不杀呢？杀了，奖励100次顿悟，太爽了。但是金色的真灵是神兽级别的真灵，一旦祭炼这种级别的真灵，那等他踏入祭灵境之后，实力就会很强，真的是无法取舍呀。萧云有些苦恼，这次系统给了他一个很大的难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该怎么办？算了，顿悟次数以后还有机会再赚，神兽级别的真灵确实不多。萧云是一个果决的人，很快就有所决定。他决定抓捕神兽级别的真灵，至于剩下的真灵就直接杀了，赚取顿悟次数。这样一来，他来万灵秘境的目的也实现了，还能赚一些顿悟次数，推演超越洞天境极境的方法。小子，没想到你居然还敢留在这里，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天你死定了！突然一道熟悉的吼声从远处天际传来，是闪电鹰。萧云抬头看去，发现一大群飞禽妖兽铺天盖地的飞来，它们数量很多，遮蔽了天穹，一个个气息都很强大。显然闪电鹰真的去搬援兵了，为萧云带来了不少强大的真灵，其中光是白色的真灵加上闪电鹰一共就有9个，还有一个金色的真灵散发着炽烈的金光，身躯庞大，遮天蔽日，双眸冰冷如电，气质非常的霸气。这是神兽级别的真灵。萧云顿时眼睛一亮，这头闪电鹰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不仅带来了8个白色真灵，竟然还有一个金色的神兽真灵，这下赚大了。不仅他晋升祭灵境的真灵不用愁了，
而且他还能趁机赚一大笔顿悟次数了。萧云顿时兴奋地大笑起来，他看着对面的闪电鹰，笑着说道：“闪电鹰，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居然给我带来了这么多强大的真灵，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闪电鹰听明白了萧云的意思，不由得怒极反笑：“小子，你还真是狂妄至极！本尊知道你实力很强，但是你一个人能够对付我们这么多兽吗？而且我们的皇也来了，此番你必死无疑。”在闪电鹰说话的时候，那只金色的真灵也拍打着翅膀飞了过来，它睁着一双冰冷的眸子打量着面前的萧云，阴冷说道：“你就是混沌圣地的神子吗？很好，我就是被你们混沌圣地的强者给杀死的，今天杀了你，以解心头之恨。”皇，跟他废话干什么？直接杀了他！对，让我去杀了他吧。在黄和闪电鹰的身后，一群真灵气势汹汹地说道，他们眼神之中蕴含着疯狂的杀意，一个个都杀气冲天。很显然，除了金色真灵和白色真灵外，其他等级的真灵已经无法保持自主的意识，早已经沦为杀戮的棋子。金翅大鹏，萧云此刻没有理会其他的垃圾真灵，而是将目光放在对面的那只金色真灵身上。他终于看出来这只神兽真灵的本体是什么了。金翅大鹏，飞禽类神兽，非常有名，拥有比闪电鹰还要快的极速。曾有诗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由此可见，金翅大鹏的速度有多么快。不错，你的传承神通应该是极速，我很喜欢，你就当我的祭灵吧。萧云看着面前的金翅大鹏，满意的点了点头。金翅大鹏的脸色顿时阴冷到了极致，他双眸寒光森然的盯着萧云，一字一句的说道：“给我将它撕成碎片！”轰！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后面的飞禽妖兽真灵们铺天盖地般的飞了过来，朝着萧云扑杀过去。无数妖兽真灵杀了过来，气势非常恐怖，就像4000军万马奔腾而来，那股摧枯拉朽一般的气势足以摧毁一切敌人。然而萧云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丝毫的害怕与畏惧之色，他背负着双手，冷冷看着扑杀而来的妖兽真灵们，眼中透露出一种傲视天地的色彩。师妹，害怕吗？萧云没有回头，淡淡问道。害怕？席春雨苦笑道，不是他胆小，而是对面扑来的妖兽真灵有很多实力都比他强大，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哈哈！萧云莞尔一笑，背后长发飞舞，眼中射出炽烈的神光，他豪气干云的大笑道：“放心，有师兄在，这些真灵就是一群垃圾，伤害不了你的。”席春雨看着萧云霸气身影，眼中异彩纷争，不得不说，这一刻的萧云实在太吸引人了。刷刷刷！天空中无数飞禽扑杀而来，带动一片虚空都在摇晃。秦鸣声此起彼伏，让这片小世界无比热闹与喧嚣。附近的一些妖兽真灵和混沌圣地的弟子都被惊动，一群垃圾，不堪一击。萧云迈动步伐，迎着狂风，他满头黑发随风舞动，双目炯炯有神，有2道神光激射而出，惊起一片冰冷的杀意。纵使一个人面对无数妖兽真灵，但是萧云却无所畏惧，他不仅没有后退，反而朝着面前的无数飞禽冲去。哼，狂妄的家伙！闪电鹰看到萧云居然还不知死活的冲上来，顿时冷笑连连，认为萧云是在找死。金翅大鹏盘旋在高空中，他俯视着萧云，满脸冷意，并没有出手，毕竟他是这些飞禽的皇，怎么能冲在前面？而且金翅大鹏觉得萧云根本挡不住这么多的妖兽真灵，也就没必要出手了。去死吧！就在此时，一头紫色的飞禽已经朝着萧云扑了过来，他眼冒凶光，尖锐的利爪寒光闪烁，带着一股撕裂的飓风呼啸而来。轰！萧云挥动着金色的拳印，直接就将这头飞禽给轰杀了，强大的力量席卷出去，令得虚空之中都溅起一丝丝涟漪。杀！他只是一个人而已。飞禽们并没有害怕，继续朝着萧云扑来。这些妖兽真灵们早已经失去了自主的意识，心中只剩下疯狂的杀意，想要杀戮眼前的一切生灵。几个白色的妖兽真灵也出手了，他们都拥有自主的意识，能够施展神通，而不是像低级妖兽真灵那样凭借本能战斗。不得不说，这一群妖兽真灵齐齐出手之后，那威势实在太恐怖了，浩荡的力量如同排山倒海一般，将萧云整个人都给淹没了。万剑流！突然，一道冰冷的喝声响彻天地。下一刻，黑魔剑化作无数剑影，撕裂层层虚空，如同一条浩荡不止的黑色剑河，朝着这些飞禽汹涌澎湃斩杀而来。嘶！惨叫声顿时连绵不绝，许多低级的妖兽真灵几乎被秒杀，就连一些强大的妖兽真灵在抵挡了几波攻击之后，就被无数剑气给撕成了碎片。天空中像是放起了烟火，许多妖兽真灵被杀，带着他们自身的光彩在高空中爆炸，各种颜色的光芒充斥整个天空。仅仅一会儿，原本气势浩荡的飞禽群便只剩下几个白色真灵，还有那唯一的一只金色真灵了。萧云站在高空中，收起黑魔剑，看着对面的金翅大鹏，冷冷说道：“解决了这些废物，接下来便轮到你了。”金翅大鹏阴沉着脸，目光中充满了杀意，还有一丝震惊。他没想到萧云的实力竟然会如此强大，那么多的飞禽居然被萧云短短片刻之间就斩杀殆尽了，这是何等的实力！你们一起上，杀了他！金翅大鹏随即阴冷喝道。咻！下一刻，包括闪电鹰在内的9个白色真灵全都朝着萧云杀来，
将萧云围困在其中。我们一起组成阵法杀了他！闪电鹰高喝道。他们白色真灵都有自主的意识，不仅拥有生前的神通，还能布置一些合击的阵法。9个白色真灵组成的阵法，能够让他们发挥出强大的实力。然而萧云依旧不惧，他挥动着金色的拳印，背后300条大道投影镇压而来，一片混沌领域顿时就将这片区域给笼罩住了。怎么回事？我的速度变慢了。我也是。闪电鹰他们陷入混沌领域之后，顿时就惊慌失措起来，一个个脸色大变。这些飞禽类妖兽真灵最擅长的便是速度，但是混沌领域禁锢虚空，就将他们的速度给限制了，令得他们的实力被严重削弱了。杀！萧云趁机杀来，他挥动金色的拳印，展现大道纹理，将无敌拳印的攻击力提升到了极致。轰！一个白色真灵顿时就被萧云给轰杀了。脑海中系统提示他增加了30次顿悟，让萧云感到非常振奋。他先前已经击杀了17个紫色真灵，一共获得了170次顿悟，现在击杀了一个白色真灵，直接就获得了30次顿悟，他已经拥有200次顿悟了。这次的任务还真是爽，居然给了我这么多顿悟次数。萧云满脸振奋，挥动着金色的拳头，继续朝着附近的一个白色真灵杀去。马上，这个白色真灵也被萧云给轰杀了。快退！闪电鹰大瞳孔骤缩，继而大吼道。他此刻才感受到萧云的真正实力，远比他之前感受到的更加恐怖。现在想走？萧云冷笑一声，挥拳杀向第3个白色真灵。他背后的10大洞天此刻也展现出来了，再配合他的混沌领域，几乎轻轻松松就秒杀了这个白色真灵。剩下的几个白色真灵已经被吓得满脸恐惧，想要逃走，但是在混沌领域之中，他们的速度被严重削弱了，根本摆脱不了萧云的追击。现在想走已经太迟了。萧云一连轰杀数个白色真灵，只留下了闪电鹰和另外一个闪电雕，被他给封印了，将他们扔给席春雨。为何不阻止我？萧云在解决了这些白色真灵之后，微微抬起头，凝目看向对面的金翅大鹏，眼中有些疑惑。以对方的实力，完全可以阻止他击杀这些白色真灵，但是对方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手。正如你所言，都是一群废物，要他们有何用？金翅大鹏冷冷地盯着萧云，淡淡说道。更何况他们早已经死了，留下真灵干什么？还不如直接解脱算了。那接下来我就送你解脱吧。萧云冷笑一声，挥动着金色的拳印，朝着金翅大鹏杀来。咻！金翅大鹏展现急速，瞬间就消失在萧云的视线里。这种可怕的速度，竟然比闪电还要快，快到萧云都看不见金翅大鹏的身体了。好快的速度！萧云撑开混沌领域，背后显露10大洞天和300条大道投影，满脸警惕地扫视四周，感应着金翅大鹏的气息。金翅大鹏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他的肉眼都看不见。论速度的话，他曾经只见过一个人可以比得上金翅大鹏，那便是拥有时空之体的李成帝。不过李成帝靠的是时间和空间之力才能拥有那般速度，而金翅大鹏却是最纯粹的速度。轰！突然金翅大鹏出手了，以极快的速度冲进了混沌领域之中，画着一道璀璨的光束，将虚空都给冲破了。吃了！金翅大鹏那尖锐的利爪像4锋利的刀刃，朝着萧云的背后撕扯而来。轰！萧云冷笑一声，转身便是一拳轰击出去，金色的拳光无比炽烈，可怕的拳势将金翅大鹏彻底笼罩，无敌的拳印展现出至强的威能。轰隆隆！像4天地大冲撞一样，恐怖的声响震耳欲聋，灿烂的火光燃烧天穹，可怕的能量像4潮水一样席卷向4面八方。地面上许多大树被这股能量波及到，瞬间化为粉碎。金翅大鹏被萧云一击打退，迅速退出混沌领域，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萧云。萧云冷笑道：你的速度是很快，但是在我的混沌领域之中，依旧被我给限制了，是吗？金翅大鹏眼中光芒炽烈，他的身体像似一道利剑猛地击射而来。咔嚓！金翅大鹏的尖锐的利爪仿佛撕裂了空间，在虚空之中掀出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像似一片黑暗深渊，将萧云给吞噬了进去。轰！一片灿烂的金光从萧云身上升腾起来，这是一口金色的大钟，将他笼罩在里面，抵挡着黑暗空间的侵蚀。砰砰砰！金翅大鹏展现急速冲刺而来，尖锐的利爪不断地撕扯着萧云体表的金色护罩，令得金钟罩外层的金色能量都汹涌澎湃起来。然而金钟罩的防御力非常强大，竟然挡住了金翅大鹏的凌厉攻击。万剑流！萧云冷哼一声，他立身在金色护罩之中，运用强大的精神力操控黑魔剑，带着一片璀璨的黑色剑河浩荡而来，一下子就把金翅大鹏给淹没了。唰！金翅大鹏展开急速，竟然摆脱了黑色剑河，再次消失在萧云的肉眼之中。萧云皱起眉头，这家伙的速度太可怕了，想要杀他几乎很难。有了，试试这招看看。萧云忽然想到了什么，眼睛突然一亮，随即立刻掐动印诀，不动明王印。随后萧云大喝一声，一尊金光璀璨的大佛便在他背后凝聚出来，带着一股炙热的怒火烈焰，朝着面前的一片虚空镇压过去。威力不错，但是速度太慢了。金翅大鹏一脸冷笑，但紧接着他脸色顿时一变，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怎么可能？金翅大鹏震惊地看向萧云，不敢置信道：
竟然蕴含着精神攻击。萧云冷笑，他的确跟不上金翅大鹏的速度，但是精神力的速度就快多了，金翅大鹏根本躲不开。去死吧！萧云知道不动冥王印有用之后，便继续施展这一招对付金翅大鹏，只把金翅大鹏轰击得连连吐血。金翅大鹏的速度是很快，但是精神力的攻击是直接无视了空间的限制，近乎瞬移一般，根本不是他可以能够躲闪的。哈哈，你终究只是真灵，连残魂都算不上，所以你的弱点就是精神力。萧云大笑一声，继续催动不动冥王印，杀向金翅大鹏。佛音浩荡，可怕的精神力攻击令得金翅大鹏连连咳血，倒飞出去。若是生前，我杀你轻而易举。金翅大鹏擦掉嘴角的血液，满脸不甘地瞪着萧云。萧云冷哼道：同境界，我杀你也轻而易举。一个死人，就不要废话了，乖乖当我的祭灵吧。萧云重创金翅大鹏之后，以4象剑阵封锁了金翅大鹏的所有退路，慢慢将其镇压。想要我做你的祭灵？金翅大鹏眼睛一瞪，目光赤红一片，他随即大吼道：做梦吧！萧云看到金翅大鹏眼中的疯狂之意，顿时脸色大变。轰！已经太迟了。萧云根本来不及反应，金翅大鹏便自爆了，那恐怖的威能横扫而出，将萧云都炸得吐血倒飞出去。萧师兄！席春雨惊呼一声，连忙飞来扶起萧云。我没事。萧云摆了摆手，拿出一些灵石炼化，恢复自己体内的灵力。看着远处已经化为飞灰的金翅大鹏，萧云脸色有些阴，冷哼道：这王八蛋竟然自爆的这么决绝，刚才差点就能抓住他了。一尊神兽真灵就这么没了，让萧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好在金翅大鹏也算是被他给杀死的，所以他虽然失去了一只神兽真灵，但却得到了系统奖励的100次顿悟。萧云查看了一下系统，马上发现自己一共拥有了480次顿悟，真是大丰收啊！看到这么多顿悟次数后，萧云的心情顿时好了很多，也不再为金翅大鹏的自爆而感到遗憾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此时，一道金光从远处激射而来，正是赵无极。萧云看向赵无极，笑着说道：你完美的错过了一场好戏。就在刚才，我杀死了1只神兽真灵，7只白色真灵，17只紫色真灵。什么？赵无极瞳孔一缩，随即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瞪着萧云，怒吼道：你居然杀死了神兽真灵！你知道那东西有多么珍贵吗？你这个疯子！赵圣子，那只神兽真灵自己自爆了，怪不得萧师兄。席春雨在旁边解释道。赵无极一脸肉疼，闷哼道：你们应该早点通知我，你我2人联手，绝对可以制服那只神兽真灵。萧云一脸鄙夷地看着他道：不是我打击你，你还真不是那只神兽真灵的对手，他是金翅大鹏，拥有极速，也只有我的混沌领域才能限制住他。你厉害，行了吧？赵无极恼羞成怒地瞪了萧云一眼，随即说道：走吧，我已经发现万灵洞了，我们现在就过去，联手杀到第9层，抓获神兽真灵。万灵洞！听到赵无极提起万灵洞，萧云顿时来了兴趣，连忙说道：走，我们现在就去万灵洞。他急着抓捕神兽真灵，顺便赚取一些顿悟次数，这次的任务太爽快了，当然要多弄一些顿悟，不然的话，以后谁知道还有没有这么爽快的任务。萧师兄，我就不去拖累你们了。席春雨在一旁忽然说道。他来到万灵秘境到现在，基本上都属于打酱油的，根本帮不了萧云。如果再去万灵洞，说不定会连累萧云，所以他准备先出去了。萧云看着面前的美人师妹，脸色温和的笑道：既然如此，你就先出去吧，那2只白色真灵，你和小雅一人一个。他之前故意留下闪电鹰和闪电雕，就是为席春雨和林小雅准备的。白色真灵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珍贵了，一般的圣子都不一定能够获得。多谢萧师兄。席春雨道了声谢，随即眨着美眸，轻声提醒道：萧师兄，你也要小心一点，万灵洞内可能不止一只神兽真灵。萧云点了点头，随即目送席春雨离去，眼睛色眯眯的，心想师妹这身段真是越来越好了，得找个机会跟她探讨一下人生真谛。赵无极在一旁抱着双臂，冷冷说道：我劝你最好还是远离女人，对我们这些志在成帝的天才来说，女人就是毒药，要不得。萧云脸色古怪的看了赵无极一眼，尤其是看了一眼赵无极的下身，忍不住问道：你难道跟李成帝一样也变成姐姐了吗？赵无极下意识的双腿一夹，随即有些恼羞成怒的瞪着萧云，怒吼道：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的意思指女人是个麻烦，感情只会耽误我们的修炼时间，更何况等我们证到大帝之后，至少可以活1万岁，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些红颜知己早已经是一捧黄土，红粉骷髅而已。萧云摆摆手道：没有女人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你爸要是没有女人，你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吗？将来我的孩子还会继承我的混沌体，等我飞升仙界之后，他会证到大帝，跟我一样君临天下。哼，你以为混沌体那么容易继承？做梦吧！赵无极冷笑道：千百万年都难出的混沌体，不是靠血脉就能传承的，反而是我们荒古圣体最容易传承给下一代。等我飞升仙界之后，我儿子一定会打败你儿子，成为新的大帝。萧云冷哼道：你现在不如我，你儿子以后肯定也不如我儿子，他注定是我儿子的手下败将。
一时的成败算不了什么，将来我必定会打败你。而我的儿子天生就会拥有荒古圣体，一定能够打败你儿子。赵无极针锋相对地反驳道。萧云冷笑一声，满脸不屑道：荒古圣体很强吗？还不是我的手下败将。我儿子就算跟我一样只是凡体，照样可以登临帝位，君临天下。不对，你儿子会成为我儿子的追随者，只有我儿子才能正道大帝，我们荒古圣体一族注定是无敌的。赵无极瞪着萧云说道。萧云也瞪着赵无极，怒喝道：我儿子一定比你儿子强。赵无极反驳道：我儿子肯定比你儿子厉害。我儿子强，我儿子厉害。两人争论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萧云忍不住讥讽道：你现在有儿子吗？说那么多废话。赵无极冷哼道：你现在也没儿子，还不是照样那么多废话？至少我有2个师妹，你只是一个单身狗而已。萧云不屑道。赵无极一脸傲然道：凭借我的身份，随便勾勾手指，就有一大群美女主动凑过来。你刚才不是说女人是毒药吗？萧云讽刺道。赵无极冷哼道：我的意思是指在正道之前不找女人，等我正道大帝之后再找个女人也不迟。抱歉，你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只有我才能正道大帝，你注定要做一辈子处男。当然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李姐姐，我觉得你们挺适合的。萧云笑着说道。滚，你还去不去万灵洞了？赵无极满脸恼怒地瞪了萧云一眼。是你在这里净说废话，还不快带路，本神子又不认识去万灵洞的路。萧云哼道。在经过比儿子之后，两人终于结束了无聊的对话，开始前往万灵洞。万灵洞就位于这片黑暗森林的中心位置，当萧云抵达此地的时候，便看到地面上有一个黑黝黝的深渊通向地底深处，就好像一张巨大的嘴巴吞噬着一切，里面没有一丝光亮，全部都是黑暗。下去吧。萧云和赵无极两人艺高胆大，一点也不惧，便踏空进入万灵洞。虽然洞内一片黑暗，但是他们通过精神力还是能够清晰地感应到周围的情况。在这黑暗中有许许多多的尸骨，全都是那些真灵们生前的尸体，有不少尸骨都是金色的，散发着淡淡的光晕，给这片黑暗的空间带来了一丝丝光明。当年的前辈们杀了不少强大的妖兽啊！萧云看着满地的尸骨，感慨不已。一旁的赵无极也赞叹道：你们混沌圣地在太古时代号称天下最强势力，即便到了上古时代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势力，所以这期间出了很多强大的人物。我听说在你们混沌圣地的最巅峰时期，甚至出现了7位准帝，大圣都有上百个，非常恐怖。萧云也知道这件事情，心中震撼不已。7位准帝同处一室，还是出自同一个门派，简直太恐怖了。可惜现在的混沌圣地就只剩下1位准帝了，而且这位准帝的寿元还不多了。在萧云和赵无极进入万灵洞的时候，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万灵洞前，他正是李不凡。萧云，这里就是你的覆灭之地。李不凡黑黝黝的眸子盯着面前的黑暗深渊，脸色有些狰狞，神情阴森恐怖。万灵洞内，萧云和赵无极继续深入，前往第9层。不过这一路上他们并没有见到一个真灵，这倒是有些奇怪。萧云疑惑道：万灵洞内不应该有许多真灵吗？这些真灵呢？低级的真灵没有自主的意识，他们在感受到混沌圣地的弟子进来后，便已经冲出去追杀混沌圣地的弟子们了。赵无极淡淡说道。萧云一愣，他这才想起那些低级的真灵因为没有自主意识，脑海中只有杀戮，所以恐怕早就出去找混沌圣地的弟子杀戮了。甚至一些高级真灵都出去了，毕竟这里的真灵都是被混沌圣地的强者所杀，他们对混沌圣地的弟子们都充满了恨意。像那个闪电鹰是白色真灵，都早早去了外面，准备杀戮混沌圣地的弟子。那我们岂不是白来了？这里面还有真灵吗？萧云有些担心道。赵无极淡淡说道：放心吧，真正强大的真灵是不会离开万灵洞的，因为这里面有特殊能量能够蕴养他们的真灵，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所以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出去猎杀混沌圣地的弟子，除非是遇到什么强大的混沌圣地弟子，才会有真灵过来通知他们。就比如你击败了闪电鹰，闪电鹰就来万灵洞找一只神兽真灵去帮忙对付你了。听完赵无极的话语，萧云这才恍然大悟。当下两人加快速度前往第9层。赵无极说的没错，一直到第7层的时候，他们才遇到了一些白色真灵。不用废话，两人直接出手攻击。一番激斗之后，赵无极抓获了2只白色真灵，他满脸笑容地走向萧云，却发现萧云已经杀死了5只白色真灵了。你怎么把他们都给杀了？赵无极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萧云。不杀他们，留着干什么？我的目标可是神兽真灵，又不是这些白色真灵。萧云一副理所当然地说道，暗地里却在查看系统。他发现自己又增加了150次顿悟，一共拥有630次顿悟了，真是爽啊！你这是暴殄天物！赵无极看着萧云，一脸无语地说道：这些白色真灵，你就算拿出去卖，都价值无限。更何况，就算你用不着，还可以留给你们萧家的人。你父亲不是神桥境巅峰吗？等他踏入洞天境的时候，正好用得着。萧云眼睛一亮，点头道：你说的不错，等会儿再遇到白色真灵的时候，就留2只。赵无极觉得跟这种人没得交流，转身便前往第8层。
萧云也一脸振奋地赶往第8层，这次系统任务真是丰厚啊，一下子就赚了几百次顿悟，等再杀一批白色真灵，说不定就能拥有1000次顿悟了。到时候混沌体都能直接铸就成功了，还能超越洞天境极境，届时他的实力就会更加强大了。两人继续赶路，在进入第8层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数十个强大的气息，竟然有30个白色真灵。萧云眼睛一瞪，看着不远处的白色真灵，顿时满脸惊喜。30个白色真灵，这要是全部给杀了，那就一下子得到了900次顿悟啊！还有一个神兽真灵，一旁的赵无极却是两眼发亮的盯着其中的一个金色真灵。一共31个真灵，30个白色的，一个金色的，正虎视眈眈的盯着萧云与赵无极这两个不速之客。是混沌圣地的弟子，竟然跑到万灵洞来了，真是找死！杀了他们！一群妖兽真灵们盯着萧云和赵无极二人，也是满脸杀气，眸光猩红，煞气冲天。萧云和赵无极也双眸发光的盯着这些真灵，他们一个想要获得顿悟次数，一个想要抓获神兽真灵，同样煞气冲天。杀！萧云大喝一声，便化着一道璀璨的光束，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那些白色真灵。将那只神兽真灵留给我！赵无极大吼道，也冲了过去，但是他的速度却比不上萧云。不过萧云并没有对付那只神兽真灵，因为这只神兽真灵的形态竟然是一只蚂蚁。一只蚂蚁神兽能有多强？还是留给赵无极吧。萧云摇摇头，他根本看不上这只蚂蚁神兽，毕竟蚂蚁是最弱的虫类，就算是神兽能有多强？相反，先杀这些白色真灵，获得顿悟次数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至于神兽真灵，不是还有第9层吗？那里肯定不止一只神兽，到时候挑个最强大的抓获，那才符合萧云的利益。当下，萧云像似虎入羊群一样，朝着面前的一群白色真灵杀去，而赵无极则冲向了那只金色的神兽真灵。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应该是传说中的黄金蚁，10强神兽之一。赵无极盯着面前的金色神兽真灵，目光无比炙热，就像似在看一件绝世珍品。眼前这只神兽真灵的形态跟蚂蚁一样，只是通体金色，似由黄金浇铸而成，非常神武。这就是10强神兽之一的黄金蚁，据说拥有力之极境的盖世战力。荒古圣体。黄金蚁看着面前浑身金光万丈的赵无极，眼神微微一凝，随即露出一抹惊讶之色。生前没有看到这样的特殊体质，没想到死后却能够遇到。听说你们这种特殊体质号称战斗圣体，而我们黄金蚁也被称为战斗神兽，今天就看看是你们人类的战斗圣体强，还是我们妖兽的战斗神兽更厉害。黄金蚁浑身释放出璀璨的金光，和对面的赵无极就像似2颗金色的太阳，光芒无比炽烈，照亮了整个第8层空间。你输了，做我的祭灵，如何？赵无极看着对面的黄金蚁，眼中充满了雄浑的战意。黄金蚁冷笑道，好，但如果你输了，就只有死路一条。一言为定。杀！两人话落，便如同2道金色的流星，划破黑暗的虚空，狠狠地撞在一起。不远处，正在杀戮白色真灵的萧云听到他们的谈话，不由得脸色一惊，竟然是10强神兽之一的黄金蚁。马德，亏大了，便宜赵无极这王八蛋呢。萧云心中有些后悔，他没想到那个看起来并不是很牛逼的蚂蚁神兽，居然是传说中的10强神兽黄金蚁。这下真是看走眼了。在妖兽中，神兽无疑是最强一列的妖兽，而神兽中最强大的10个神兽号称10强神兽。这些10强神兽的天赋足以跟人类中的10大至尊体相提并论，都是拥有成为大帝的潜力。这10强神兽分别是真龙、不死凤凰、鲲鹏、吞天鼠、黄金蚁、火麒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其中真龙又叫五爪金龙，是龙族的皇者，而普通的龙族只有3爪，青龙拥有4爪，所以才跻身进10强神兽。龙族都是神兽，号称最强神兽一族，光是10强神兽的名额就占了2个。凤族与龙族不相上下，在10强神兽之中有不死凤凰和朱雀2个，龙凤也是妖兽中最强大的2个族群。我的目标就是10强神兽啊，没想到居然看走眼了，被赵无极这小子抢先了一手。萧云有些郁闷，自己现在去抢赵无极的黄金蚁吗？那岂不是让赵无极怀恨在心？要知道赵无极未来可是他征战诸天的大将啊。萧云考虑了片刻，还是决定算了，就把这个黄金蚁先让给赵无极吧。等下去第9层再看看有没有10强神兽。这第8层就有10强神兽，第9层肯定也有。萧云这样想到，继续挥动无敌拳印，轰杀着面前的白色真灵。300条大道投影，再加上10大洞天以及混沌领域，还有萧云的无敌拳印和大道纹理，将他的战力催动到了最强状态。即便是以白色真灵的强大，都挡不住萧云几拳，就被他给轰杀了。30个白色真灵没过多久就被萧云给杀光了。第8层空间之中，便只剩下赵无极还在跟黄金蚁战斗。他们的实力相差不大，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都在拼命搏杀，都已经各自负伤了。萧云想要过来帮忙，赵无极顿时大喝道：“你别过来，这是我与他的战斗，必须要公平。”赵无极想要让黄金蚁当他的真灵，所以才不要萧云出手，否则让黄金蚁给自爆了，那就要白忙活一场了。你悠着点，别死了，
我还等着你跟随我征战诸天，称霸9天10地呢。萧云挥了挥手，没有过去帮忙了，到一旁观战去了。黄金乙瞥了萧云一眼，他觉得这小子太狂妄了，竟然还想要称霸9天10地，当他是大帝吗？而且萧云居然敢扬言让荒古圣体当他的追随者，这是白痴吗？黄金乙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有至尊体会当别人追随者的。当下，黄金乙一边攻击着赵无极，一边冷笑道：“此人侮辱你，要不我给你一点时间，先宰了此人。”赵无极一愣，随即才明白了黄金乙的意思。黄金乙是觉得萧云刚才的话语是对他的侮辱，毕竟没人会相信一个荒古圣体竟然是另外一个人的追随者，从古至今都没有过这种例子。但是赵无极确实是萧云的追随者。想到这里，赵无极忍不住老脸一红，随即闷哼道：“我跟他有约定，弱的一方便追随强的一方，现在他的确比我更强，但是早晚有一天我会打败他，让他当我的追随者。”什么？黄金乙闻言满脸吃惊，随即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不远处的萧云，他感觉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眼前这尊荒古圣体竟然真的是那小子追随者。老天，这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连荒古圣体都跟随别人了？难道本尊死了这么多年，外面又出现新的最强特殊体质了吗？他是什么体质？黄金乙随即一脸好奇地问道。他感觉能够让荒古圣体追随的人一定拥有强大的特殊体质。然而听到黄金乙的询问，赵无极的脸色更黑了。他阴沉道：“他没有特殊体质，但他现在修炼了混沌圣地的混沌经，并且已经铸就了半部混沌体。”什么？凡体？半部混沌体？你居然连一个凡体都打不过？荒古圣体这么弱吗？难怪在10大至尊体中垫底。黄金乙顿时一脸鄙夷地看向赵无极。赵无极闻言勃然大怒，嘶吼道：“你一个死人也敢嘲笑我？谁敢说我们荒古圣体弱了？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为什么我们荒古圣体会被称之为战斗圣体。”赵无极彻底被激怒了，2尊金色的战神虚影出现在他的身后，渐渐与他的身体融合在一起，让他的战力更上一层楼，爆发出了惊世之威。你怎么会有2个异象？黄金乙一惊，连忙大吼一声，浑身金光万丈，顶着一根金色的独角就朝着赵无极轰撞过去。杀！赵无极融合2尊战神虚影之后，实力增强了许多，竟然一举压制住了黄金乙。不远处，萧云一边观看着面前精彩的战斗，一边清点着自己的收获。那30个白色真灵，一不小心被他给全部杀光了。本来他还准备给自己的父母留下2个呢，不过他这次获得的顿悟次数就非常多了。原先的630次顿悟，加上30个白色真灵900次顿悟，一共拥有了1530次顿悟。萧云看着系统中显示的顿悟次数，不由得满脸得意，因为他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多的顿悟次数，真是太爽了。这下不光我能够铸就混沌体，还能推演出超越洞天境极境的方法。萧云兴奋道。紧接着，萧云看了一下不远处正在战斗的赵无极和黄金乙，他觉得他们还得继续战斗一会儿，不是短时间内能够结束的。于是萧云便在周围布置了一座防御阵法，开始推演超越洞天境极境的方法。现在他已经有了足够的顿悟次数，消耗起来完全不心疼，而且不像当初那样节省顿悟次数，现在萧云是直接就使用顿悟次数，一点时间都不节省。下一刻，在萧云顿悟次数的飞速消耗中，他脑海中的灵感也越来越多。渐渐的，一条超越洞天境极境的道路便被萧云给推演出来了。萧云这次一共消耗了150次顿悟，终于推演出超越洞天境极境的方法，那就是将10大洞天全部融入他的体内，在他的体内融为一个内天地。只有圣人才能凝聚内天地，没想到我在洞天境就能凝聚内天地，难怪这种方法可以超越洞天境极境。萧云缓缓睁开眼眸，眼中光芒闪烁，心中激动不已。圣人境界的强者可以在体内凝聚一个内天地，相当于一座小型的空间。内天地妙用无穷，不仅可以储存物品，吸纳天地灵气，还能藏身在其中，躲避敌人的攻击，甚至可以把敌人抓到内天地内，让敌人无处可逃，简直是杀人越货的必备物品。而达到准地层次，内天地还会进化为小世界，像眼前这座万灵秘境便是混沌圣地一位准地的小世界。圣人的内天地无法保存，但是小世界却能够永远保存，哪怕准地死了，他的小世界都会依旧存在。萧云有些激动，他竟然在洞天境就能凝聚内天地，这若是以后遇到敌人，直接躲进内天地内，恐怕圣人之下的强者都很难杀死他。而用内天地去抓捕敌人，敌人想逃都逃不掉，这种能力太强大了，可攻可防，几乎没有缺点。萧云没有丝毫犹豫，马上闭上眼睛，继续使用顿悟次数，开始融合10大洞天。轰隆隆，在萧云的背后，10个黑黝黝的洞天显露出来，散发着黑暗的光芒，仿佛与周围的黑暗都融为一体了。随后，一个黑洞开始与萧云的身体重合，就仿佛萧云整个人都进入了黑洞之中，被黑暗所吞噬。但紧接着，这片黑暗就开始压缩进了萧云的体内，萧云自身好似变成了一座黑洞，将他的一个洞天给吞噬了。居然耗费了50次顿悟！萧云睁开眼眸，眼中充满了震惊。他没想到，仅仅融合一个洞天，居然就耗费了50次顿悟。那如果融合10个洞天，
岂不是要耗费500次顿悟？这难度都快比得上修炼混沌经了。看来超越极境的难度很大，越往后想要超越极境便越难。毕竟就连祖师爷混沌大帝都没有超越极境，万古以来能够超越极境的人太少了。而像萧云这样在炼体境、神桥境、洞天境接连超越极境的人几乎没有出现过。幸好这次赚了1000多次顿悟，足够我融合10大洞天了。萧云查看了一下系统，有些庆幸的想到，他现在还有1480次顿悟，足够融合剩下的9大洞天了。没有浪费时间，萧云闭上眼睛，继续融合洞天。一座又一座洞天被他融入体内，在他的体内逐渐凝聚出一个内天地的雏形，继而开始往真正的内天地蜕变。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萧云忽然身上光芒大盛，体内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声音。萧云连忙催动精神力内视肉身，他发现自己的体内冲出无尽神辉，一片炽烈的光芒非常璀璨，绚烂如虹，像似有混沌海浪在涌动，天地法则交织之间，雷声震耳欲聋，闪电撕裂虚空。萧云知道自己的内天地蜕变成功了，他的内天地就像似一个小世界雏形，里面神华绽放，绚烂夺目，光辉闪耀，雷电轰鸣，轰隆隆。萧云开始尝试催动自己的内天地，顿时虚空爆碎，一条巨大的空间裂缝将他吞噬了进去，直接消失在这第8层空间。这就是我的内天地吗？萧云此刻身处一片奇异的空间之中，周围到处都是滔天的海啸与雷光交织在一起，令得天地间一片炽烈，海天相连，光芒璀璨，耀眼夺目。萧云仔细观察，发现眼前的一幕就像似回到了天地未开，一片混沌之时。紧接着盘古开天辟地，演化洪荒世界。嗡！萧云不自觉地陷入了这开天辟地、演化世界的玄妙之境中，他的顿悟次数在飞速消耗着。然而萧云并没有在意，他此刻沉浸在这种玄而又玄的境界中，只觉得心中一片空灵。他身上开始溢出缕缕神光，流转向四肢百骸，让他通体舒泰，血肉与脏腑以及骨骼都在被滋润。在这一刻，他像是有着用不完的力量。而萧云的内天地中更是千变万化，一会儿星海漫天，一会儿天塌地陷，生长于死亡，鼎盛与灭亡，周而复始，不断交替轮回。最终一个全新的世界雏形出现了。萧云的内天地彻底稳定下来了。只见萧云放眼望去，他发现自己的内天地之中已经开始长出一些嫩芽，那是在雷电轰击过的黑土之中诞生出来的。远处的一条条河流也开始流动起来，一切都开始生机勃勃。我这个内天地感觉就像似一座真实的世界。萧云瞪大了眼睛，显得非常吃惊，刚才经历的一幕实在太神奇了，他居然和盘古大神一样开辟了一座世界。当然萧云的内天地非常小，大概只有10个足球场那么大，别说和真正的世界比了，就算是万灵秘境都比他的内天地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但就算再小，那也是内天地，是圣人才有能力开辟的内天地。而萧云在洞天境就做到了这一步，这要是传了出去，整个修炼界都会震撼的。现在的我应该算是超越洞天境极境了。萧云眼中神光爆射，身上光滑如烈日，爆发出璀璨炽烈的金光，旺盛的血气如同一头真龙在他的背后显露出来。萧云感受到自己体内拥有的强大力量，比之前强大了不止10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超越了极境的恐怖之处。这800次顿悟没有白花，萧云微微一笑，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感到非常满意。这次他花费了很多次顿悟，光是融合10大洞天就花费了500次顿悟，随后开辟内天地，稳固内天地，参悟开天辟地的意境，又耗费了300次顿悟。但是萧云并不心疼，因为他这次的收获太大了，不光超越了洞天境极境，还拥有了内天地。同时参悟开天辟地的意境，也让萧云的自身境界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些好处足以让萧云受益无穷。咻！在萧云心念移动的时候，他的身体便已经离开了内天地，出现在万灵洞第8层空间内。不远处正在盘膝而坐的赵无极突然睁开眼睛，看向了萧云。他皱眉问道：“你刚才去哪里了？”萧云打量了一下赵无极，发现赵无极浑身是血，气息有些萎靡，正在恢复伤势。至于那只黄金蚁，显然已经被赵无极给打败了，成了赵无极的祭灵。我刚才感应到第7层有点异动，便去转了转，发现只是一个白色真灵回来了，就将其斩杀了。萧云撒了个谎，关于内天地的事情，他暂时还不想暴露，因为这是一个大杀器，同时也是他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底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准备将其暴露出来。是吗？赵无极闻言有些狐疑地盯着萧云，脸上有些不信。他冷哼道：“我怎么感觉你刚才的速度有点快，我都没有发现你是怎么来的？”萧云心想，要是被你发现了，那就怪了。他从内天地里面出来就跟瞬移一样，当然不会被赵无极提前感应到。不过萧云也发现了内天地的一个缺点，那就是内天地无法移动，至少他现在无法移动自己的内天地。萧云虽然可以随时的进出自己的内天地，但却无法让自己的内天地移动。也就是说，萧云可以藏身进内天地之中，但是等他出来的时候，依旧会出现在原地。如果这个时候有敌人守在原地，那对萧云来说是极其不利的。这恐怕跟我的精神力有关，或是跟我的境界有关，
等我以后修为提高了，或许就能移动自己的内天地了。萧云暗暗想到。赵无极不知道萧云在想些什么，他淡淡说道：“我先恢复一下伤势，你帮我护法。”喂，别搞错了，你才是我的追随者。萧云翻了翻白眼，但是赵无极已经闭眼恢复伤势了。萧云懒得理他，继续在旁边研究自己的内天地，不时的进进出出，摸索着内天地的优点和缺点。很快，萧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祭灵的问题。他现在已经没有洞天了，只有内天地，该如何祭炼真灵？一般洞天境的修士都是将真灵抓获之后，放在自己的洞天之中祭炼，成为自己的真灵。但是现在，萧云的10大洞天已经蜕变为内天地了，他还能继续祭灵真灵吗？等下抓一个真灵试试看。萧云有些担心，决定待会儿试验一次看看。时间飞速流逝，1天1夜之后，赵无极终于恢复了伤势，体内血气汹涌澎湃，宛如一头血龙冲向苍穹，令得整个第8层空间都在震动不安。萧云打量着赵无极，极为满意的点了点头。这家伙融合了一具荒古圣体之后，天赋和实力越来越强了，将来一定会成为他麾下的最强战将。赵无极不知道萧云心中所想，他并没有睁开眼睛，还在继续修炼。轰隆隆！忽然，在赵无极的背后逐渐显露出9大洞天，在其中一个洞天之中，隐隐有一只金色的蚂蚁，在黑暗的洞天之中咆哮着，经受着洞天之力的祭炼。这家伙想要在此祭炼真灵吗？萧云顿时明白了，赵无极这是准备一鼓作气晋升祭灵境。随即，萧云仔细盯着那只黄金蚁，他想看看赵无极是如何祭炼真灵的，以便作为参照。很快，萧云就发现赵无极是运用洞天之力在祭炼黄金蚁，这让他皱起了眉头。我没有洞天，只有内天地，我的内天地是世界雏形，没有洞天之力，只有世界之力，也能祭炼真灵吗？萧云心中升起一个疑问。他看着不远处那只黄金蚁在黑暗的洞天之中惨叫连连，便知道这个洞天之力非常强大，连神兽真灵都在艰难支撑。那如果是换成他的世界之力，神兽真灵能够支撑得住吗？要知道，世界之力可比洞天之力高了好几个层次，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力量。而一旦连神兽真灵都无法承受世界之力的祭炼，萧云还能找什么东西当自己的祭灵？没有祭灵，我该如何晋升祭灵境？以后还怎么踏入觉醒境？萧云有些忧心忡忡。轰！就在此时，一股炽烈的金光从赵无极身上席卷而出，像似一片金色的海浪，淹没了整个第8层空间。萧云隐隐看到，在赵无极的身后出现了一只金色的蚂蚁，正朝着天空咆哮，散发着一股不屈的狂霸意志。黄金蚁是战斗神兽，荒古圣体是战斗圣体。赵无极集合两者于一身，在炽烈金光的衬托下，他就好像真的化身成为了一尊无敌战神，威势凛然，气势磅礴。萧云都感到一阵心悸，因为此时的赵无极已经拥有了威胁到他的实力了。当然，这跟萧云没有晋升祭灵境有关。赵无极已经晋升祭灵境了，而萧云还在洞天境。等萧云也踏入了祭灵境，自然不是赵无极能够比拟的。力之极境，不愧是10强神兽黄金蚁，跟我简直是绝配。赵无极哈哈一笑，随即看向萧云，满脸自信地说道：“走，去第9层帮你抓一只神兽真灵，等你晋升祭灵境之后，我们再战一次。”赵无极此刻信心满满，他觉得这次再祭灵境，他一定可以击败萧云。毕竟荒古圣体和黄金蚁简直是绝配，他们两者集合在一起，所发挥出来的力量太恐怖了。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你都被我打败，我劝你还是省点心吧。萧云望着面前的赵无极，摇头笑道。赵无极脸色一黑，咬牙切齿地看着萧云：“你别太得意了，这次我一定可以打败你。年轻人，你缺少社会的毒打。”萧云摇头道：“滚！”赵无极瞪了萧云一眼，转身前往第9层。萧云也跟着前往第9层，他准备先抓一个神兽真灵，试试看看能不能在他的内天地之中祭炼。万灵洞的前面8层都非常的阴暗，但是这第9层却是充斥着炽烈的金光，照亮了整个空间。因为在这一层内，足足有5个神兽真灵，尽皆散发着璀璨的金光，像似一尊尊太阳，让这片空间一片明亮。这5个神兽真灵分别是火麒麟、混世魔猿、末日天狼、九幽雀、鲲。当萧云和赵无极进入第9层的时候，这5只神兽真灵都第一时间看向了他们，眼神凌厉，虎视眈眈。10强神兽火麒麟，萧云看着其中一只浑身冒着腾腾火焰的麒麟，顿时满脸振奋。他猜的没错，这里果然有一只10强神兽。混世魔猿、末日天狼、九幽雀、鲲，这4只也是神兽真灵，而且实力非常强大。赵无极的脸上露出凝重之色。与此同时，第9层的5只神兽真灵也在打量着他们2人。是人类修炼者，混沌圣地的人又开启万灵秘境了。哼，混沌圣地的人把我们困在此地，不时的派弟子进来抓获我们，成为他们的祭灵，真是不可饶恕！杀了他们！5只神兽真灵虎视眈眈地盯着萧云和赵无极2人，一个个都满脸杀气，眼中冒着凶狠的光芒，仿佛择人而噬的老虎。这些神兽真灵们的实力非常强大，所以保留的生前记忆也非常多，对于杀死他们的混沌圣地自然怀恨在心。嗷吼！
兽吼震天，腥风扑鼻，5只神兽真灵朝着萧云与赵无极两人压迫过来。他们的身躯巨大，面孔狰狞，如同5座大山，势不可阻。为首的火麒麟浑身上下布满了赤红色的鳞片，一根独角是金色的，恐怖的火焰自他身上升腾起来，令得这方空间内的温度都在迅速提升。混沌圣地的人都得死！火麒麟大吼道，庞大的身躯在摇动，虚空都在颤抖，他的眼睛如同大磨盘一样，恐怖的眸光凝视着萧云和赵无极二人。一股强大的气势顿时扑面而来，萧云和赵无极心中凛然，这只火麒麟比他们之前遇到的黄金蚁明显要强大得多，显然对方不仅是10强神兽，本身修为也超越了黄金蚁。麒麟皇不过是混沌圣地的2个弟子而已，还不用劳烦您出手，让我来对付他们就行了。一只蓝色的巨狼走了出来，他是末日天狼，据说有他存在的地方就会有末日般的天灾出现。这个人是荒古圣体，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黄金蚁的气息，他肯定击败了黄金蚁，让我来对付他。火麒麟的目光从萧云的身上移开，凌厉的眼神看向了旁边的赵无极。萧云顿时一脸不爽，他明显被眼前这只火麒麟给小觑了，不由得大喝道：小伙，你的对手是我！说罢，萧云还让赵无极帮他拖住剩下的4只神兽真灵，赵无极自然没有意见。小伙！火麒麟被萧云叫得一愣，随即眼中凶光暴涨，他眼神凶残地盯着萧云，满脸狰狞地吼道：小子，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找死，那我就先宰了你！话落，火麒麟便抬起爪子朝着萧云拍落下去，他的爪子非常巨大，跟一座小山头一样，而且遍布着恐怖的火焰，如同一座火山镇压下来。然而萧云一点都不惧，他大喝一声，浑身光芒万丈，挥动着金色的拳头，狠狠地与火麒麟的巨爪撞在一起。轰隆隆，两者交击，一团炽烈的光芒绽放出来，宛若一轮烈日，巨大无比，在虚空之中爆炸开来，光芒照亮了整个第9层空间。恐怖的能量像似一片海洋，从这个地方爆发出来，淹没了整个天地。轰！震耳欲聋的声音响彻天地。随后，萧云和火麒麟都是后退几步，竟然不分胜负。火麒麟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萧云，他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平平凡凡的年轻人，居然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以肉身跟他抗衡。要知道，他刚才一眼就看出了赵无极拥有荒古圣体，而萧云只是普通体质而已，所以他才会认为赵无极比萧云强，从而小觑了萧云。这小子居然可以跟麒麟皇抗衡，怎么可能？麒麟皇居然没有一巴掌拍死那小子！这家伙明明只是一介凡体，怎么会这么强？难道他有一种隐藏的特殊体质吗？身后的4只神兽真灵也都露出震撼的目光，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萧云。赵无极眼中也射出震惊的光芒，他没想到萧云的实力居然这么强，这家伙还在洞天境吗？这若是踏入了寂灵境，还得了？小伙，不错嘛，再来！萧云看着对面的火麒麟，满脸戏谑地挑衅道，并且展现半部混沌体的意象，混沌领域也朝着火麒麟笼罩而来。轰轰轰！300条大道投影顿时出现在萧云的背后，令得虚空都有些扭曲，恐怖的混沌气垂落下来，如同万千利剑杀向火麒麟。你竟然修炼了混沌经，而且还铸就了半部混沌体，难怪这么强！火麒麟瞳孔一缩，这一刻他总算明白为何萧云一介凡体会这么强了。杀！萧云操控着黑魔剑杀来，黑色的剑河浩浩荡荡地冲向火麒麟，一道道绝世锋芒刺穿了苍穹。轰隆隆！火麒麟被混沌领域压制，根本躲闪不开，被萧云的万剑流给轰击的不断倒退。一起上，杀了这个人，他一定是混沌圣地的神子，不能放他离开！末日天狼大吼一声，冲向了萧云。其他3只神兽真灵也都扑杀而来。轰！一片金色的光芒席卷而来，如同一尊烈日，光芒璀璨，能量汹涌澎湃，将这4只神兽真灵给阻拦住了。你们的对手是我！赵无极冷冷扫视着面前的4只神兽真灵，帮助萧云将他们拖住。一尊荒古圣体而已，你还能拦得住我们4尊神兽？混世魔猿大吼一声，挥舞着一根巨大的黑棒，朝着赵无极当头砸来。那就先宰了你！末日天狼、九幽雀、鲲3只神兽真灵全都杀向了赵无极。轰！另一边有恐怖的能量席卷而来，是萧云在跟火麒麟激烈搏杀。他们的实力很强，恐怖的威势令得整个第9层空间都在震颤。很好，你这个10强神兽勉强有资格当我的祭灵。萧云双眸如电地盯着面前的火麒麟，满意的点了点头。火麒麟勃然大怒，怒喝道：小子，你真是不知死活！火麒麟真的很强大，他身上光芒璀璨，布满了赤红色的鳞片，像似由赤金神铁铸就而成，通体缭绕着可怕的符文，炙热的火焰燃烧了9重天，散发着一股无可匹敌的强大气势。但是萧云更加强大，他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尊神灵屹立虚空，光辉笼罩，黑发披散，瞳孔有令人心悸的光芒闪耀，背后300条大道投影如同浩浩荡荡，展现无敌威能。半部混沌体果然名不虚传，不过你今天依旧得死。火麒麟阴沉说道，眼中凶光射人，恐怖的火焰能量翻滚不止，烧得虚空都在扭曲。萧云肉身晶莹剔透，有宝光闪耀，他的眸子中激射出2道璀璨的神光，盯着对面的火麒麟冷冷说道：
乖乖当我的灵吧！轰！没什么可说的，火麒麟大吼一声，猛地冲向了萧云。金色的符号弥漫了整个天空，组成一片炙热的火焰光幕笼罩而来。远远望去，就跟一片火海侵蚀过来一样，想要将萧云给淹没在里面。轰！面对火麒麟的攻击，萧云直接挥动金色的拳头，体表有黄金神火在燃烧，汹涌澎湃的力量汇聚在他的拳头上，使得拳光无比炽烈，一下子就轰爆了面前的火焰光幕。受死吧！火麒麟大吼一声，从火海之中冲了出来，朝着萧云扑杀而来。他施展出可怕的神通，恐怖的气息滔天，像是一尊火焰巨神震杀过来。你不是我的对手！萧云满脸不屑之色，他站在原地，挥动金色的拳头，无敌的力量令得周围的虚空都扭曲了，炽烈的光拳与火麒麟拼杀在一起，璀璨的金光席卷苍穹。杀！火麒麟越战越疯狂了，他如同一座大山，狠狠地冲击过来，想要凭借巨大的身躯直接撞死萧云。然而萧云丝毫不惧，他主动向前冲击过去，竟然后发先至，与火麒麟那庞大的身躯狠狠地撞在一起。这一幕如果被人看见，绝对会认为萧云是在找死。毕竟火麒麟的身躯太庞大了，跟一座大山而已，萧云在他的面前就跟一只蚂蚁一样。轰！巨大的响声震耳欲聋，仿佛9天神雷在苍穹之上不断的轰鸣。这一大一小两具身体狠狠地撞在一起，爆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明明身躯很小的萧云，却将身躯庞大的火麒麟撞飞出去，后者更是满口喷血，魂光飞溅，真灵之体都差点被撞碎了。你太弱了！萧云摇头，满脸不屑地看着对面的火麒麟，跟他比肉身，他在炼体境可是超越了极境，连真龙遗种都被他杀了，连祖师爷混沌大帝都不是他的对手。眼前这只火麒麟虽然是10强神兽，但毕竟已经死了，没有生前的全部威能，又怎么能跟他抗衡？就算是火麒麟生前，如果在同一个境界，萧云也有必胜的把握。你该死！嗷呜！火麒麟仰天怒吼，萧云的嘲讽将他彻底给激怒了。作为10强神兽，作为万灵秘境的皇，他何曾受到过如此屈辱？火麒麟眼中爆发出疯狂的杀意，他双眸里面射出2道火焰光束，朝着萧云击射而来。随后，他头顶的金色独角也爆发出可怕的符文光芒，凝聚出一片紫色的雷电，轰向了萧云。轰！萧云一拳轰出，虚空颤抖，他这一拳将周围的空气都给抽干了。金色的拳头如同山岳一般，气势巍峨，给人一股强大的压迫感。火麒麟的攻击被萧云的这一拳直接击碎了，没有奈何得了他。随后，萧云更是冲天起，如同一道金色的长虹，一下子冲到了火麒麟面前，拳意滔天，拳印无匹，金色的拳头摧枯拉朽一般轰击下来。他表现得非常恐怖，如同一头太古战神一般，举手抬足间毁灭万物，覆灭天地，气势滔天。咔嚓！火麒麟遭受到萧云的攻击，身体骨骼都被打碎了，那恐怖的金色拳光笼罩下来，将他身上的炙热火焰都给扑灭了。无敌的力量不断的冲击着他的身体，让他的魂光不断的崩散。乖乖做我的祭灵吧！萧云冷笑一声，一边催动无敌拳印镇压火麒麟，一边出手封印火麒麟。火麒麟惊惧，其后满脸愤怒，他怒吼道：我死也不会当你的祭灵！他想要自爆，身上火光再度暴起，就跟一座火山喷发了一样，想要冲开萧云。覆海印、玄冰剑印，萧云接连施展神通，掌心光芒璀璨，一片大海将火麒麟淹没，随即寒气爆发，将火麒麟冻结。大功告成，萧云成功封印了火麒麟，将其扔在了自己的内天地之中。随后，萧云看向赵无极那边，发现赵无极晋升祭灵境后，实力变得非常强大，竟然真的帮他挡住了那4只神兽真灵。什么？麒麟皇居然被他给打败了！该死，他怎么会这么强？远处与赵无极搏杀的那4只神兽真灵，看到萧云封印了火麒麟之后，顿时大惊失色，一个个脸色惨白。一起封印他们，萧云没有废话，跟赵无极打了声招呼，便冲了过去，挥动金色的拳头杀向九幽雀。九幽雀惊惧，他展翅飞翔，黑色的魔光汹涌澎湃，朝着萧云扑杀而来，想要将萧云绞杀。然而萧云太强了，直接一拳轰的九幽雀倒飞出去，狠狠地砸在地上。后者身上魂光暗淡，显然是被萧云重创了。嗷呜！末日天狼怒吼一声，扑杀向萧云，但却被萧云一脚踹出，将他的肋骨都给踢碎了。杀！萧云非常强势，挥动无敌拳印，很快就封印了末日天狼和九幽雀。另一边，赵无极也很快就封印了鲲和混世魔猿。晋升祭灵境后的他，实力不比萧云弱。很好，这4只神兽真灵，我们一人2只。萧云对赵无极点了点头，随即便盘膝而坐，开始祭炼真灵。赵无极提醒道：我们已经来此2天了，只剩下最后1天了，我觉得你还是等出去后再祭炼真灵。没关系，我祭炼真灵很快的。萧云摇头，他是准备试验一下自己现在是否还能祭炼真灵。萧云很担心自己现在还能不能祭炼真灵，所以在得到几只神兽真灵之后，他马上就拿出1只准备试验一下。内天地中，萧云调动世界之力，开始祭炼火麒麟。火麒麟刚刚脱离了封印，但马上就被世界之力给包裹了，那恐怖的力量冲击着他的身躯，令他的躯体都扭曲了，疼得他惨叫连连。
这是什么东西？竟然是世界之力！你一个洞天境的小鬼，竟然练成了圣人才能练成的内天地，你到底是谁？难道是某位大帝的转世之身？火麒麟惨叫，看向萧云的眼中充满了震撼和恐惧。旁边的九幽雀和末日天狼也吓得浑身发抖，看着萧云就跟看魔神一样。萧云懒得跟他们废话，直接催动内天地，不断的祭炼火麒麟。而在外界，萧云的内天地第一次显露出来，和别人的洞天不一样，他的内天地呈现白茫茫的，看起来像一个白洞。这什么东西？旁边的赵无极瞪大眼睛，满脸惊疑的盯着萧云头顶上空的那个白洞。你的10大洞天呢？这个白洞是什么？赵无极满脸不解，询问萧云。萧云没有理会赵无极，他现在正在祭炼火麒麟的关键时刻。白洞之中，火麒麟惨叫的声音逐渐虚弱下去，身上的魂光也暗淡无比，仿佛随时就要消散了一样。别啊，小伙，你再坚持一下，我马上就要成功了。萧云一惊，连忙传音刺激火麒麟。然而火麒麟实在太虚弱了，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算我求求你了，小伙，再坚持一下。萧云急了，火麒麟可是10强神兽啊，如果连他都无法坚持，那九幽雀和末日天狼就不用再试了。那他该如何才能晋升寂灵境？砰！无论萧云再怎么着急也没有用，火麒麟最终没有坚持住，被世界之力给冲击的崩溃了，化着一片散乱的魂光消失在那天地中。宿主杀死神兽真灵，奖励100次顿悟。系统的声音在萧云的脑海中响起。萧云睁开眼睛，看着头顶上空慢慢散去的那天地，顿时一脸无语和失望。虽然获得了100次顿悟，但对他来说，跟火麒麟的价值比起来，却是差太远了。而且连10强神兽都无法作为他的祭灵，那他还能找什么东西去祭炼？怎么回事？火麒麟怎么死了？赵无极一脸发愣的看着天空中消散的白洞，随即满脸不解的看向萧云问道。萧云撇嘴道：我怎么知道火麒麟竟然这么弱，居然无法承受我的洞天之力？赵无极闻言一脸无语，火麒麟弱？那只火麒麟的实力比他都差不了多少，而且还是10强神兽，怎么可能弱？赵无极不是白痴，他盯着萧云，眼中眸光湛湛，沉声道：不要骗我，你的洞天肯定有古怪，你的10大洞天怎么变成了一个白洞？时间不早了，先离开万灵秘境吧。萧云没有回答，朝着第8层空间飞去。不要转移话题，你到底发生了什么？赵无极追了上去，继续追问道。我发现你的废话真多。萧云瞥了赵无极一眼，随即加快速度。这家伙到底发生了什么？赵无极盯着萧云的背影，皱起眉头，他感觉萧云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萧云和赵无极离开第9层之后，便赶往第1层出口，准备离开万灵洞。然而当他们赶到万灵洞出口后，却发现万灵洞出口被一座大阵给封闭了。怎么回事？赵无极眼神一凝，当即一拳轰击出去，然而一阵璀璨的光芒升腾起来，将他给震得后退几步。萧云眼睛一眯，赵无极的实力很强，然而却连撼动这座阵法都无法做到，可见这座阵法非常强大。有人布置阵法，想要把我们阻在万灵洞内，等3天时间一过，我们就必死无疑。赵无极阴沉着脸，眼中充满了杀气，这是有人在谋害他们，而且这绝对不是那些真灵，因为那些真灵只有生前的残缺记忆，连神通都很难施展出来，更别说是记得那些晦涩难懂的阵法了。所以只能是混沌圣地的弟子中有人想要谋害他们。现在距离3天时间还有多久？萧云脸色阴沉地问道。他脑海中闪过一个身影，李不凡。在进来的这群混沌圣地弟子之中，也只有李不凡和他有仇，最有可能对他出手。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人，毕竟混沌圣地内部也有龌龊，有人跟帝天结仇，不想看到他成长起来，那也是很正常的。托你的福，本来我们还剩下1天时间，现在就只剩下半天了。赵无极瞪了萧云一眼说道。萧云苦笑一下，他祭炼真灵用去了半天时间，结果还失败了。啧啧，这不是我们的神子大人吗？就在此时，一道戏谑的声音突然从外面传来。萧云和赵无极顿时凝目望去，只见面前的阵法光幕一闪，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此人正是李不凡。果然是你！萧云盯着李不凡，眼中寒光闪烁，满脸杀气。赵无极更是指着李不凡怒喝道：你胆大包天，竟敢把我们阻在这里，等出去后，你以为混沌圣地会放过你？连我们荒古圣地都不会放过你。李不凡背负着双手，满脸冷笑地看着赵无极说道：没有证据，我们混沌圣地不会对付一个圣子。当然我这次只是为了斩杀萧云，至于你，呵呵，算你倒霉，谁叫你跟萧云在一块。轰！赵无极大怒，浑身金光暴涨，他极具强大的力量，挥动金色的掌印，狠狠地拍向面前的阵法光幕。砰！恐怖的能量席卷出去，炽烈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第1层空间。然而面前的阵法光幕依旧存在，甚至连动弹一下都没有。李不凡眸光蔑视地看向赵无极，冷笑道：我劝你还是不要浪费力气了，这是我师尊炼制的阵盘，虽然有我布置出来，威力减弱了很多，但就算是出窍境的修士，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攻破。李不凡残害同门，这是死罪。萧云盯着李不凡，脸若寒冰，眼中杀气腾腾暴涨。以前看在同门的份上，
萧云最多教训一下李不凡，但是这一次，萧云决定要斩杀李不凡了。死罪！李不凡背负着双手，眼神戏谑地看着萧云，嘴角微微翘起，嘲讽道：“进来这么多弟子，谁会知道是我杀了你们？再说，我的实力也不如你们，谁会相信是我杀了你们？”萧云冷冷地看着他，寒声道：“这里的阵法是你布置的，肯定有你留下的气息。等到圣主再次开启万灵秘境，你以为你能够逃得掉？”李不凡嗤笑一声，一脸得意地说道：“让你们失望了，这座阵法会在3天之后自动毁灭，到时候一点东西都不会留下，甚至不会有人发现这里曾经被人布置过阵法。”萧云瞳孔一缩，眼中寒光爆射，他死死盯着李不凡，冷声道：“看来要杀我的不只是你，真正的幕后黑手是你的师尊东玉堂，否则他不会提前准备这种一次性的阵盘。”李不凡此刻早已经把萧云当成死人了，他不认为萧云还能够活着出来，所以也就没有丝毫隐瞒，笑盈盈地说道：“你猜对了，这一切都是我师尊布置的，要怪就怪你的天赋太好了，这么年轻就铸就了半部混沌体，未来铸就真正的混沌体也指日可待。”一旁的赵无极满脸疑惑地开口问道：“你们混沌圣地已经没落了，都快要被6大圣的除名了，这时候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超级天才，怎么你师尊还如此目光短浅？”李不凡冷哼道：“混沌圣地没不没落，跟我有什么关系？就算混沌圣地被6大圣地除名了，我依旧是混沌圣地的圣子，我师尊依旧是天境大能，我师伯依旧是执法者。但是如果让萧云崛起了，我们师徒以后在混沌圣地恐怕就抬不起头了，甚至他到时候借机对我们出手都很容易，我们可不想把生命交给别人掌控。”赵无极闻言一愣，随即摇头道：“没想到混沌圣地的圣子和天境大能就这点见识，如此的目光短浅，难怪混沌圣地会一年不如一年。”萧云望着面前的李不凡，眼中寒光越发的浓郁了，他冷冷说道：“混沌圣地的没落，不光是没有天才诞生，更多的是让一群废物占据了高位，如果不将这些尸位素餐的人给清理掉，混沌圣地很难重新崛起。”李不凡阴冷地盯着萧云，讥讽道：“都死到临头了，还在关心混沌圣地的崛起，你还真是大公无私啊，实在叫人讨厌。我告诉你，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修炼界，修炼者就应该自私自利，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赵无极看向萧云，一脸嘲笑道：“这就是你们混沌圣地培养出来的圣子，如此的自私自利，比散修还要散修。”萧云冷冷看着李不凡，沉声道：“没有宗门的庇护，你以为太初圣地会放过你吗？我敢肯定，等我们混沌圣地彻底没落了，便是太初圣地摧毁我们混沌圣地的时候。”李不凡淡淡说道：“这就不劳你一个将死之人费心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会里应外合，帮助太初圣地覆灭混沌圣地，而我会成为太初圣地的圣子。”萧云眼中寒光猛地爆射而出，他紧紧盯着李不凡，目光射人，怒斥道：“你们居然已经勾结了太初圣地！”李不凡一脸淡漠地说道：“谈不上勾结，只是为了自保，提前下注而已。毕竟混沌圣地已经是一艘即将沉没的破船，我可不想跟他一起沉没。古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一定要杀了你！”萧云看向李不凡的眼中充满了杀气，他没想到李不凡不光是自私自利，竟然还出卖宗门利益，勾结太初圣地，简直不能饶恕！一起出手轰爆这座阵法！赵无极大喝一声，展现出荒古圣体的意象，背后2尊战神虚影出现，与他的身体合为一体。与此同时，在赵无极的周围还出现了9个黑洞，其中一个黑洞之中走出了一只体型巨大的金黄色蚂蚁，顶天立地，散发着强无敌的可怕气息。杀！赵无极出手攻向面前的阵法，金色的掌印轰击在虚空之中，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炸。他背后的黄金蚁怒吼一声，挥动着2只金色的拳头，砸得虚空颤抖，仿佛空间都要崩碎了。然而面前的阵法依旧无法撼动，坚不可摧。李不凡看，萧云与赵无极一脸得意的笑道：“看着你们在死前的挣扎，真是令人赏心悦目啊！荒古圣体，混沌体，哈，到头来还不是要死在我的手中？千百年以后，你们早已经化为了一捧黄土，没人再记得你们，而我李不凡却会成圣，被无数人敬畏。萧云，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对了，萧云，你就安心去吧，我会帮你照顾好席春雨和林小雅这2位好师妹。”哈哈哈！随着笑声的落下，李不凡早已经离开了万灵洞。萧云望着万灵洞外的黑暗虚空，脸上笼罩了一片寒霜，冷冷说道：“帮我护法，我要闭关一次。”赵无极一愣，随即苦笑道：“你这时候闭什么关啊？就只剩下半天时间了，就算你晋升到了寂灵境，也不可能打破这座阵法，还是趁着有时间，我们联手打破这座阵法吧。”萧云摇头道：“我现在的实力比你强不了多少，即便你我联手，也无法撼动这座阵法，只有等我提升了实力，才有可能打破这座阵法。”说罢，萧云盘膝而坐，开始使用顿悟次数，进入顿悟状态。10强神兽都无法承受住世界之力，我该如何晋升寂灵境？萧云在顿悟状态中推演晋升寂灵境的方法，心中一个个灵感出现，让他获得了很多感悟。与此同时，他之前观看那天地中开天辟地的意境，也在这一刻显露在他的脑海中，与这些灵感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新的火花。10次、30次、50次、100次、150次。
萧云的顿悟次数在飞速消耗着，但是他心中的灵感也越来越多。终于，这些灵感汇聚成了8个字，浮现在萧云的心中：有我无敌，我即既灵；有我无敌，我即既灵。在使用了230次顿悟之后，萧云得到了这个答案，顿时让他心中一震。这一刻，萧云恍然大悟，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理解了。从一开始，他走的便是无敌路，有我无敌，所向披靡，横扫一切敌手。既然如此，那么借用别人的力量，还算是无敌吗？无论是神兽真灵，还是10强神兽，都属于别人的力量，这不符合他的无敌之道。就好比究极战绩，别人创出的究极战绩，对你来说只是超级战绩，唯有自己领悟出新的东西，才能算是究极战绩。别人的终究是别人的，自己创造的才最适合自己。我不需要祭炼神兽真灵，也不需要继承那些神兽的血脉神通，因为我坚信我自己就是最强的，有我无敌。萧云彻底明悟了，瞬间睁开眼眸，2道璀璨的金光从他双目之中激射而出，划破虚空，无比灿烂。轰隆隆，下一刻，萧云的头顶上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洞，那是他的内天地。开始祭炼真灵了吗？但是连火麒麟都承受不住，他还要祭炼什么？赵无极顿时被萧云的异动给吸引了，转头看来。就在此时，萧云做出了一个让赵无极目瞪口呆的举动。唰！只见萧云纵身跃起，一下子就跳进了那个白洞之中，无数世界之力汇聚而来，开始祭炼萧云的肉身。什么？赵无极瞪大眼睛，满脸不敢置信，他居然祭炼自己，这怎么可能？祭炼自身？这种情况，赵无极前所未闻，连听都没有听过。而且，他们人类并没有什么血脉传承神通，就算可以祭炼，又有什么用处？等到了觉醒境，如果不能觉醒神通，那么实力就会大大减弱了。赵无极想不通萧云为何这么做，难道是被逼无奈？是了，连火麒麟都无法承受他的祭炼，看来也只能祭炼他自己了。赵无极暗自想到。萧云在炼体境超越了极境，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承受他的祭炼，那就只剩下他自己了。天空中，白洞光芒璀璨，像4亿轮璀璨的烈日，光辉席卷出来，充斥整个第1层空间，驱散了无边的黑暗。虚空中一片光明，如同白昼。萧云盘膝坐在内天地中，经受着世界之力的祭炼，他的肉身承受着剧烈的疼痛，让他体会到了先前火麒麟所经历的痛苦。不过，萧云咬牙忍住了，他可不想在赵无极面前丢人。有我无敌，我才是无敌的。什么神兽真灵，什么10强神兽，都不是我的对手，我才是天地间最强的。萧云心中信念坚定无比，这一次祭炼真灵，让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敌之道。无敌者最为根本便是自身，其他一切外物都不能当作根本，因为外物始终是外物，只有自身才是根本。就算是混沌经，等我铸就混沌体之后，也要将之抛弃，创出一门属于自己的大道宝典才行。萧云心中有所明悟。轰隆隆，随着世界之力的不断祭炼，萧云的体表渐渐脱出一个朦胧的金色虚影，而且这个金色虚影的外形和容貌，简直就像跟萧云一个模子刻印出来的一样。是祭灵，他居然成功了！只是这种以自我为祭灵，以后能够觉醒本命神通吗？赵无极一直在观察着萧云，当看到萧云内天地之中诞生的金色虚影之后，顿时露出惊容。以自我为祭灵，这是修炼界前所未有的例子，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演变为什么情况。最重要的是，祭灵境的下一个境界便是觉醒境。觉醒境便是觉醒祭灵的传承神通，又叫本命神通。像赵无极的祭灵是黄金蚁，所以他以后觉醒的便是黄金蚁一族的传承神通，威力非常强大。但是萧云以自我为祭灵，以后会觉醒什么神通？他们人类可没有什么传承神通，人类刚开始只是普通人而已，哪有什么传承神通？人类先天比妖兽弱，这是不争的事实。只是人类的悟性高、智慧高，才能追上妖兽，甚至是超越妖兽。但是人类没有传承神通，这也是常识。赵无极不知道萧云以后的道路怎么样，萧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此刻，萧云真的完成了祭灵，一举踏入了祭灵境。轰！顿时，一股强大至极的恐怖气势从萧云身上爆发出来，就好像沉绵万载的火山猛地喷发而起，炙热的岩浆席卷整个天地。这一刻的萧云非常强大，他肉身光芒万丈，每一个细胞都在喷薄神辉，无数光点密密麻麻，就像是有无数的神邸盘膝坐在细胞之中。这些神邸在吟唱，在诵经，大道之光照耀青天，大道之音响彻诸天世界。唰！萧云猛地睁开眼眸，原本漆黑的眸子陡然变成了金色，如同2轮金色的太阳迸发出炽烈的光芒，撕裂虚空，摄人至极。赵无极心中凛然，他感受到萧云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压迫感，那种压力让他都有些心悸。毫无疑问，萧云晋升祭灵境之后，实力变得深不可测了。难道我又要输给他？赵无极心中浮现一个念头，有些不甘心。轰！萧云没有理会赵无极，晋升祭灵境之后，他立刻画着一道璀璨的金色光束，朝着面前的阵法撞去。无敌拳印！萧云大吼，浑身金光璀璨，大道纹理包裹着他的双拳，展现出无敌之威，粉碎真空，轰击在阵法光幕之上。
轰隆隆，虚空震颤，阵法光幕上溅起了一丝涟漪，终于被撼动了。然而，阵法的防御力非常强大，在一片灿烂的光芒之中，萧云被震退了。这座阵法依旧坚不可摧，怎么办？赵无极皱起眉头，有些担忧。萧云这么强，都无法打破阵法，那他们该怎么办？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过，萧云似乎并不担心，他淡淡笑道：“放心吧，既然可以撼动阵法，那么破解阵法就容易了。忘了告诉你，我还是一位杰出的阵法师。”说罢，萧云再度进入顿悟状态，双眸如电地打量着面前的阵法，开始参悟这座阵法，寻找阵法的弱点。3天时间将近，在混沌峰上空的巨大裂缝之中，一个个混沌圣地的弟子们已经逐渐离开了万灵秘境。每个弟子都很兴奋，显然大家都有收获。嗷呜！突然一声大吼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所有人都转头看向了万灵秘境的入口。只见李不凡踏空而出，浑身光芒璀璨，显得很不凡。当然，更加不凡的是，李不凡背后显露出来的一只祭灵，那是一只体型巨大的妖兽，仰天怒吼，散发着恐怖狰狞的气息，一看就知道很不凡。竟然是神兽饕餮！虽然不是10强神兽，但也是一只强大的神兽。李不凡居然抓到了一只神兽真灵，真不愧是我们混沌圣地的圣子。李不凡拥有烈焰神体，本就强大无比，现在得到了一只神兽真灵，更是如虎添翼。混沌圣地的弟子们议论纷纷，许多人都朝着李不凡投去羡慕和敬畏的目光。李不凡背负着双手，踏空而下，感受到众人的目光，他非常享受，满脸微笑，眼中露出一抹傲视天地的色彩。见过圣主，李不凡下来之后，朝着混沌圣地圣主恭敬地行了一礼。不错，混沌圣地圣主对李不凡笑着点头。虽然李不凡和萧云有些矛盾，但是在他的眼里，都是混沌圣地的弟子，都是混沌圣地的未来。至于矛盾，年轻人热血沸腾，年轻气盛，有点矛盾也很正常。他当年还被帝天给揍过呢。李不凡听到混沌圣地圣主的话语，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了。虽然圣主只说了2个字，但也表明了对他的赞赏。李不凡不由得看向了头顶上空的空间裂缝，眼中露出一丝冷笑。萧云，从今天开始，你的时代便结束了，接下来将是我李不凡的时代。万灵洞，萧云在顿悟状态之中，很快就发现了面前这座阵法的奥妙。随即，他通过各种攻击试探，便明悟了这座阵法的运转原理。同时，萧云也找到了这座阵法的一个个弱点所在。当然，就算知道弱点也没有用，毕竟阵法威力太强，有时候也会掩盖弱点。不过，萧云现在实力大增，能够撼动这座阵法，所以只要找到弱点，就能放大伤害力，一举摧毁阵法。赵无极，你在这个点攻击，等我的指令。消耗了50次顿悟之后，萧云指向阵法的某一个点，对赵无极说道。赵无极有些狐疑地看向萧云，这才多久，你就弄清楚这座阵法的弱点了吗？要知道，这可是一位天境大能布置的阵法。他觉得萧云有点扯淡，毕竟萧云才多大年纪，才修炼多久？要知道，阵法一道非常浩瀚，且晦涩难懂，不是一般人可以研究的。而且，研究阵法极为耗费时间，一般的天才都不愿意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萧云修炼的速度那么快，哪来的时间研究阵法？而且赵无极跟随萧云有一阵子了，他也没见过萧云研究阵法呀。放心吧，听我的准没错。萧云笑着摆了摆手，随即说道：难道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赵无极顿时哑口无言。是啊，现在除了听萧云的，他也没什么其他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听我的口令，开始攻击。准备了一下之后，萧云猛然大喝道。同一时间，萧云和赵无极全部爆发出最强的力量，朝着阵法中的2个点狠狠地打出最强的攻击。咔嚓！下一刻，清脆的响声传出，一道细小的裂缝从这2个点之间蔓延而出，将这2个点连接在一起。竟然是真的！赵无极瞪大眼睛，满脸不敢置信。他之前全力出击都无法撼动这座阵法，但是现在他和萧云2人的攻击竟然打出了一条裂缝。虽然这条裂缝很小，还不足以摧毁眼前这座阵法，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继续，这次是这个点。萧云大喝一声，再度指向阵法上的一个点。没问题。赵无极点了点头，眼中充满了光芒。他现在算是真正相信萧云在阵法上的修为了。轰！2道璀璨的光束从萧云和赵无极手中激射而出，再度狠狠地击中阵法上面的2个点。咔嚓！这2个点之间再度衍生出一条细小的裂缝，而这条裂缝随即跟之前那条裂缝交汇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星。萧云指着十字星的中心点，眼中神光爆射而出，猛然大喝道：就是这里，最后一击！轰！没什么可说的，赵无极直接全力出手，连他的祭灵黄金蚁都催动了，爆发出最强的战力，狠狠地打向前方。唯我独尊，无敌全印！萧云眼眸之中射出璀璨的金光，他的内天地之中显露出一道金色的身影。这个金色身影跟他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气势不凡，看起来如同一尊神灵，与萧云融合在一起，打出最强的一拳。轰隆隆！随着萧云和赵无极的攻击落在十字星的中心点上，一条条巨大的裂缝顿时朝着4面8方蔓延出去，瞬间便密布了整个阵法光幕。砰！
下一刻，整个阵法光幕便崩裂了。好，赵无极忍不住兴奋地发出一声长啸，心中激动不已。他们竟然成功了，这可真是绝处逢生。走吧，该找李不凡算账了。萧云冷冷说道，踏步而出，他眼中寒光闪烁，像似2道冷电激射而出，撕裂面前的黑暗虚空。对，一定不能放过他。赵无极也很愤怒，满脸阴沉地跟在萧云后面，朝着万灵秘境的出口飞去。混沌风，众人露出迷惑之色，因为距离出口关闭只剩下1个时辰了。但是萧云和赵无极这2个万众瞩目的天才还没有出来。要说他们在里面遇到危险，没人会相信，毕竟这2人的实力太强大了。怎么回事？混沌圣地圣主也皱起眉头，有点无法淡定了。毕竟萧云和赵无极代表着混沌圣地的未来，一旦陨落在万灵秘境之中，那损失就太大了。哼！李不凡背负着双手，看着天空中逐渐关闭的空间裂缝，嘴角微微上扬，心中冷笑。然而就在此时，2道金色的身影从空间裂缝之中冲出，就像似2道流星出现在高空中，散发着炽烈的光芒。什么？李不凡看清楚那2个人的容貌，顿时瞳孔一缩，满脸不敢置信。毫无疑问，出现在天空中的2道身影正是萧云和赵无极。他们浑身金光万丈，就像是2轮烈日当空而照，如日中天，释放着璀璨的神辉，令人不敢直视。是神子大人和赵无极。我就说嘛，以他们的实力怎么可能出不来？他们好像都晋升到了纪灵境，一身实力深不可测，不知道增强了多少。众人议论纷纷。混沌圣地圣主也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在他的观察中，萧云和赵无极的实力都提升了很多，这让他很满意。只有李不凡一个人脸色僵硬，眼神慌张，心中充满了不敢置信。他们居然还活着，李不凡心中非常惶恐。他当时觉得萧云他们死定了，所以什么事情都说了。但现在萧云他们居然活着出来了，什么破阵盘啊！师尊还说万无一失，李不凡心中暗骂不已。他这次算是被他师尊东玉堂给坑死了。谁知道堂堂天境大能炼制的阵盘，居然连2个低阶修士都杀不死，简直太出人意料了。李不凡，你这个混蛋！就在此时，天空中的萧云和赵无极已经锁定了李不凡，顿时2道愤怒的目光的激射而来，带着冷冽的杀气。萧云和赵无极都是一脸杀气腾腾的盯着李不凡，这让众人感到有些意外和疑惑。李不凡，你没想到我们还活着吧？萧云眼神冰冷，目光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杀气。今天不管如何，他都要斩杀此人。竟敢用阵法把我们困在万灵洞，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赵无极也是满脸杀气。他们2个人通体神辉笼罩，金光璀璨，就好像2尊神邸站在高空中，俯视着下方的李不凡，神威如玉。他们的话语响彻整个混沌圣地，令得无数人震惊不已。李不凡、赵无极所言可属实。混沌圣地圣主目光一冷，朝着李不凡看去。李不凡到底不是一般人，此刻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连忙对混沌圣地圣主说道：“启禀圣主，是他们在污蔑我，以我的实力，怎么可能对付得了他们？他们随便一个人都能轻松打败我。”为了洗刷嫌疑，李不凡也不惜自贬自己了。当然，他也没有说错，无论是萧云还是赵无极，的确可以轻松打败他。但是混沌圣地圣主也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他神色威严地盯着李不凡，沉声道：“赵无极说你用了阵法，把他们阻在万灵洞。”李不凡打死也不承认，连忙摇头道：“圣主，我根本不会阵法。”天空中，赵无极大喝道：“李不凡，你当时以为我们死定了，说那阵盘是你师尊所炼制，而且你还勾结了太初圣地。”此话一出，周围惊起一片喧哗，所有人都朝着李不凡看去。李不凡心中有些慌乱，但脸上还是充满了冷静之色。他怒视着赵无极，呵斥道：“赵无极，你不要含血喷人，你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你一个外人，只是萧云的追随者而已，也敢污蔑我？你赵无极！”这李不凡却是无可奈何，的确，他们没有证据。李不凡不再理会赵无极，转头对混沌圣地圣主恭敬说道：“圣主，赵无极污蔑弟子，对弟子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希望圣主能够替弟子主持公道，还弟子一个清白。”高空中，赵无极听到李不凡的话语，简直被气得火冒三丈，2只眼睛都快喷火了。若非下面有混沌圣地圣主在，他早就冲下去宰了李不凡了。萧云一脸冷漠地看着下面的李不凡，淡淡说道：“李不凡，你以为没有证据我就不敢杀你了吗？”李不凡闻言，不由得满脸愤然地对混沌圣地圣主说道：“圣主，您听到了吗？即便没有证据，他们也要杀我。圣主，他们已经彻底无法无天了，还请圣主为我主持公道。”混沌圣地圣主皱起眉头，他抬头看向萧云，沉声道：“萧云，此事我会严查，你不要冲动。”萧云摇头道：“圣主，此人不光是把我们阻在万灵洞，还说等太初圣地攻打我们混沌圣地的时候，他会帮助太初圣地里应外合。今天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放过此人。”混沌圣地圣主闻言，眼神锐利地看向李不凡。李不凡心中惊恐，连忙怒视着萧云，大吼道：“萧云，你不要含血喷人！你说这些都有证据吗？你以为你是准神子就能够随便污蔑别人吗？我李不凡也是圣子，不是谁都能污蔑的。”萧云冷漠地盯着李不凡，
眼神冰冷地说道：“我不需要污蔑你，我只要杀你就行了。圣主，您听听，这就是我们的准神子大人，没有证据就要杀我这个圣子，如此的无法无天，有什么资格再当我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李不凡看向混沌圣地圣主说道。唰！与此同时，一道长虹贯穿虚空，从远处激射而来。待得光芒散尽，一名鹤发童颜的老者出现在高空上，他两只眼睛射出两道冷光，阴森地盯着萧云，冷冷说道：“好一个准神子，老夫今天倒要看看你如何在老夫面前杀老夫徒。”师尊！李不凡看到来人是自己师尊东玉堂，顿时心中大喜，连忙拜道：“师尊，他们污蔑弟子，求师尊替弟子主持公道。”来人的确是东玉堂，他散发着恐怖的气息，一身修为深不可测，令得周围的虚空都扭曲了，释放出恐怖的压迫感。然而萧云一脸无惧地盯着东玉堂，冷冷说道：“好，我今天就当着你的面斩杀李不凡。”东玉堂闻言，满脸嘲讽之色，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在他这位天境大能面前，一个小小的寂灵境还能逆天了不成？就在此时，一道闪电撕裂苍穹，轰隆隆，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而下。众人抬头，只看到一片劫云聚集而来，无数闪电撕裂苍穹，雷声震耳欲聋，响彻整个混沌圣地。是天劫！有人惊呼道。东玉堂也一脸惊愕地抬起头，顿时就看到那天劫汇聚在萧云的头顶上空，释放出恐怖的威压。你东玉堂一脸震惊地看着对面的萧云。萧云冷冷说道：“要么跟我一起渡劫，要么你就亲眼看着杀死李不凡吧。”话落，萧云不再理会东玉堂，朝着下面的混沌峰走去。萧云超越洞天境极境，自然会有天劫降临，只是先前他在万灵秘境，那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所以隔绝了他的气息，没有让天劫感应到。但是当萧云离开万灵秘境之后，天劫马上就感应到了，所以天劫也就来临了。此刻萧云踏空而下，走向混沌峰，在他的头顶上空，天劫随之而来，散发着一股庞大的威压，笼罩住萧云所在的区域。快走，是天劫，让天劫笼罩到了，我们都要跟神子大人一起渡劫。走啊，危险！混沌峰上，混沌圣地的弟子们齐齐飞出混沌峰，不敢再待在这里，否则的话，一旦被天劫锁定了，对方可不管你是不是萧云，照样会劈你。而且修为越强的人一旦被笼罩，天劫的威力也会随之变强。就连混沌圣地圣主也被吓得身子一闪，直接退出了混沌峰。李不凡也想走，但却被一只金色的掌印镇压下来，没有来得及逃走。想走没门！萧云冷冷注视着下面的李不凡，金色的掌印镇压而下，令得李不凡无法脱身。李不凡心中惊恐不安，他满脸愤怒地瞪着萧云，怒吼道：“萧云，你简直太无法无天了！我是混沌圣地的圣子，你没有任何证据，凭什么杀我？”萧云冷冷说道：“我说了，我不需要证据，我今天就要杀你，你又能奈我何？”你李不凡心中气得吐血，满脸憋屈。萧云太霸道了，根本不和他讲道理，这让他能怎么办？李不凡只好求助似的看向天空中的东玉堂，连忙大声喊道：“师尊，快救我！”东玉堂此刻也远离了萧云，毕竟那天劫之威让他不敢踏入其中。当他听到李不凡的求救，不由得朝着萧云射出两道冷电，大声呵斥道：“萧云，你快住手！你虽然是准神子，但还没有资格杀一位圣子，否则定要剥夺你准神子的身份。”萧云瞥了东玉堂一眼，淡淡说道：“你这条老狗算什么东西？我现在是准神子，地位不在你之下，你有什么资格剥夺我准神子的身份？放肆！”东玉堂听到萧云竟敢辱骂自己，顿时气得满脸青筋暴露，他两只眼睛赤红的盯着萧云，厉声喝道：“萧云，你太放肆了，竟敢辱骂师门长辈，简直欺师灭祖，不容饶恕！”萧云淡淡说道：“我师尊是帝天，不是你这条老狗，请你搞清楚。还有，我是准神子，地位仅次于圣主和那些圣人，所以你也不是我的长辈。”你东玉堂闻言满脸暴怒，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萧云，但是萧云头顶的劫云越来越浓郁了，那恐怖的天威浩浩荡荡，吓得他不敢靠近萧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萧云降落到了混沌峰。砰！混沌峰上，萧云从天而降，一脚踩下，直接踩在了李不凡的胸口，强大的力量直接震得李不凡口喷鲜血。萧云，我是混沌圣地的圣子，你不能杀我！李不凡怒视着萧云，嘴里叫宣道。萧云冷冷地看着他，摇了摇头，满脸不屑道：“修炼界弱肉强食，这还是你告诉我的？这么快就忘记了吗？”李不凡闻言瞳孔一缩，他本以为萧云这次死定了，没想到萧云居然活着出来了，这翻转的太快了，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杀你，我不需要证据，就好比捏死一只蚂蚁。萧云冷冷说道，踩在李不凡胸口的脚掌也越来越用力，令得李不凡身体颤抖，肉身都好像要崩溃了一样。师尊救我！李不凡看向天空，颤抖的叫道。天空中，东玉堂满脸愤怒的呵斥道：“萧云，你快给老夫住手！今天没有人能够救你。”萧云根本理会东玉堂，继续慢慢蹂躏李不凡，逐渐让李不凡感受到死亡的临近，让他心中非常恐惧。天空中，东玉堂看到萧云竟然不理会自己，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他望向混沌圣地圣主，愤然喝道：“圣主，您快看看，这个萧云实在太无法无天了，
这样的人还能再当我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吗？我提议剥夺他准神子的身份。混沌圣地圣主望了望萧云，又看了看东玉堂，只感觉一阵头疼。这事情的确是萧云不占理，毕竟萧云没有证据就要杀死李不凡，实在太霸道了。不过萧云的天赋和潜力是混沌圣地圣主所看重的，因此他自然是站在萧云这边，而且他也相信萧云不会说谎。只是东玉堂毕竟是天境大能，混沌圣地圣主也不能无视，所以，哎呀，头好疼！混沌圣地圣主突然捂着胸口，身体摇晃，脸色发白，像似喝醉了一样，就快要倒在地上了。快扶我回去休息！混沌圣地圣主连忙对着旁边一位执事说道。那执事一愣，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连忙飞了过来，扶着混沌圣地圣主远去，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天空中。周围一众人都是目瞪口呆。天空中，东玉堂也是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气得胡子发抖，满脸涨红。你特马德还能再假一点吗？你堂堂一个半圣会头疼？再说，你头疼，你捂着胸口干什么？东玉堂知道混沌圣地圣主是铁了心要维护萧云，心中气得火冒三丈。他转头怒视着萧云，两只眼睛里面射出阴冷的光芒，厉声喝道：萧云，你敢杀老夫徒儿，等到劫云散去，老夫必定将你挫骨扬灰！咔嚓！在东玉堂话音落下的时候，萧云的脚掌猛地一用力，强大的力量喷涌而出，直接震碎了李不凡的全身骨头。啊！李不凡感受到剧烈的疼痛，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萧云抬头看向天空中的东玉堂，冷笑道：老匹夫，你声音太大了，吓了我一跳，差点踩死你徒弟了。萧云！天空中，东玉堂满脸愤怒，双眸喷火，大声咆哮，怒气冲天，浑身杀气暴涨，恨不得马上冲来杀死萧云。轰！一道炽烈的天雷降临而下，轰向了萧云，也吓得东玉堂不敢再前进一步。轰！天雷降临，炽烈的闪电撕裂虚空，爆发出璀璨的光芒。浩瀚的雷电之力像似一片恐怖的光束，狠狠地冲击在混沌峰上。萧云和他脚下的李不凡瞬间就被这片炽烈的雷海给淹没了，虚空破碎，大地震动不安，整个混沌峰都在摇晃。无尽的雷电在这里席卷开来，像似要淹没整个世界，天地间一片紫茫茫，恐怖至极。这是一片雷电的海洋，闪电像似一条条巨蛇在其中游走，雷霆声震耳欲聋，像似天地在咆哮。紫色的雷海光芒万丈，可怕的天雷代表着天地的强大意志，可以磨灭世间一切生灵，让人的灵魂都忍不住颤抖和战栗。远处观望的混沌圣地众人都纷纷露出惊容，如此可怕的天劫，简直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寂灵境的修士了，就连觉醒境的修士都很难抵挡。天劫的威力也足以证明了萧云的天赋和潜力，只有他这种让老天爷都妒忌的妖孽，才会引来如此可怕的天劫。这家伙在洞天境超越了极境，实力变得更强了。赵无极眼神紧紧盯着雷海中的那道身影，脸色变得无比凝重，他知道自己又落后于萧云了，最好劈死这小子。天空中，东玉堂也在观望着下面渡劫的萧云，感受到天劫威力的强大，他心下暗暗咒骂着。他猜对了，天劫的确劈死了一个人，但不是萧云，而是萧云脚下的李不凡。李不凡本就受伤惨重，被萧云震碎了骨头，哪里还能够抵挡如此可怕的天劫，瞬间就被那片炽烈的雷海给摧毁了。萧云，老夫发誓，一定会将你挫骨扬灰！东玉堂感受到李不凡气息的消失，顿时双目一红，满脸愤怒的吼道。混沌峰上，萧云沐浴着雷海的洗礼，屹立在半空中，周身环绕着无数星辰，眸光射穿宇宙，宛如一尊开天辟地的绝世神王。在他的背后，有300条大道投影显露出来，呈现一片混沌海景象，有大道符文和秩序在其中交织，一幅幅可怕的意象显露出来，伴随着无匹的威能，令得萧云越发神武不凡了。最后，这些意象甚至要融为一体，画着一片混沌，在萧云的双目之中呈现出来。轰！无尽的雷电，万丈紫芒，巨大的闪电，愤怒的雷霆，彻底淹没了这片天地。这已经不是单一的雷电了，而是一片雷海倾泻而下，虚空都被轰击的塌陷下去，巍峨的混沌峰在剧烈颤抖。然而，即便是如此恐怖的天劫，依旧无法撼动萧云。他身体金光璀璨，头顶上空冲出一道金色的身影，在雷电的洗礼下变得越发凝实了。这是萧云的祭灵，是他以自我祭炼出来的祭灵，象征着他的无敌信念。此时，在天劫的洗礼下，萧云的祭灵变得越来越强大。那金色的身影就像似一尊战神，被万丈紫芒所缠绕，可怕的雷电贯穿天地九幽，像似一条神龙在咆哮。萧云的本体和祭灵都在经历着天劫的磨砺，变得越来越强大，他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也越来越恐怖。天空中，东玉堂咬着牙，脸色阴沉，眼神冰冷。感受到萧云的气息越来越强，他就知道这天劫奈何不了萧云，反而会帮助萧云变强。而萧云的实力越强，天赋越强，那么混沌圣地就必然会越发重视萧云，肯定不会让他轻易杀死萧云。待会儿等他渡劫之后，我就立刻杀死他，不给别人救他的机会。东玉堂暗暗想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他不敢杀死萧云，毕竟萧云是准神子，谁敢在混沌圣地内杀死混沌圣地的准神子？至于先前东玉堂说要将萧云挫骨扬灰，别人都当他是怒火攻心说出来的气话。
谁也不认为东玉堂真的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萧云，但是东玉堂就准备这么做。老夫是天境大能，就算杀死了这小子，最多被责罚一下，不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放任这小子继续成长下去，以后混沌圣地还有老夫的立足之地吗？东玉堂眼神冰冷，心中杀意强烈。考虑好了得失后，他已经准备好向萧云动手了，只待天劫落幕的那一刻。轰！无尽的雷电轰击下来，炽烈的闪电让天地间亮如白昼，璀璨的光芒耀眼夺目，像似无边的大火在天穹燃烧。萧云的天劫已经进入最后一波了，那无尽的雷海如同一尊神炉，让他的肉身在炉火之中锻造。萧云的肉身在不断的蜕变，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都在闪烁着炽烈的宝光，每一个细胞都爆发出绚丽的光芒。他轻轻一震肉身，顿时神辉万丈，光芒璀璨，晶莹剔透，明净污垢，无缺无瑕，绝对是一尊无上宝体。此时此刻，萧云能够感受到自己体内蕴含的恐怖力量，就像似隐藏了10万条神龙一样，充满了无限的力量感。而在萧云的内天地之中，那尊金色的祭灵也变得更加强大了，全身光芒宛如实质化，看起来像似金色的琉璃一样，通体无瑕，一片璀璨。不错，萧云感到很满意，每次天劫都会帮助他洗礼一次肉身，让他变得更强，而且还能提升他的根基，这对他以后的修炼之路有非常巨大的好处。这也是萧云想尽一切办法都要超越极境的原因。一般来说，根基在炼体境打造好了之后已经很难提升了，但是超越极境却能够继续提升根基，这才是最大的好处。根基越强，你以后的成就才会越高，这代表着你的上限。萧云！就在萧云感受到体内情况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怒喝。萧云抬起头，顿时就看到东玉堂俯冲而下，他的手掌晶莹剔透，散发出炽烈的金光，像是一座金色的大山镇压下来，磅礴的威势压得虚空都在颤抖。周围一片惊呼，谁也没想到东玉堂竟然会真的对萧云出手，这可是一位天境大能，萧云现在怎么可能挡得住？轰！危急时刻，萧云眉心冲出一道金色的身影，化着一尊战神，朝着东玉堂迎击上去。东玉堂，敢欺我徒儿，不想活了吗？这是帝天留在萧云眉心的拳印，在感受到萧云的危机时，瞬间爆发出帝天的最强一击。帝天的最强一击非常强大，他爆发出来的金色拳印散发着恐怖至极的气息，就像是一尊大帝挥拳而出，隐隐有至强的帝威弥漫出来，令得这片天地都在战栗。萧云甚至看到帝天身后的300条大道投影都跟他这一拳融合在一起，那种混沌拳意让他感受深刻，因为他曾经在祖师爷的身上感受到过，这是模仿祖师爷的一拳。这到底是什么神通？萧云心中好奇，直觉告诉他，这种神通非常适合他。帝天，东玉堂眼神一变，他没想到帝天竟然出现了。但是很快，东玉堂就发现面前的人并不是帝天，而只是帝天留在萧云体内的一枚拳印。原来如此，你还真是宝贝你的徒弟啊！不过老夫已经突破到了天境中期，就算是你本体来了，老夫也不惧，更何况只是你的区区一枚拳印。哼！东玉堂冷哼一声，催动金色的掌印，朝着帝天镇压下来。周围虚空破碎，声音震耳欲聋，宛如开天辟地，一片浩瀚的能量激荡苍穹。这是惊天动地的一击，金色的掌印覆盖苍穹，宛如一片世界降临。然而帝天的权势更加威猛，他就像是一尊金色的战神，挥动金色的拳印，冲破了天地的束缚，打破了宇宙的壁障。轰！两人碰撞之际，恐怖的金色能量席卷向四面八方，将周围的空间都给震碎了，附近的一座座大山都在摇晃颤抖。这一击之后，帝天的身影消失了，毕竟他只是一枚拳印，一击之后能量耗尽，自然会消失。不过帝天的这一拳的确非常强大，不愧是他的最强一击。因为东玉堂在帝天的这一拳轰击之下，直接被轰飞了1000米远，脸色一阵潮红，气血翻涌，嘴角有一丝血迹溢出，但瞬间就被他蒸发了。半部混沌体果然厉害，可惜今天你依旧阻止不了我杀你徒弟。东玉堂心中大恨，帝天的实力超乎他的想象，但是这让他越发想要杀死萧云了。当下不敢浪费时间，便再度朝着萧云冲去。住手！东玉堂，你太过分了！远处传来混沌圣地圣主威严的呵斥声，一股磅礴的圣威浩荡而来，让这片天地都在震颤。东玉堂感受到可怕的压力，但他咬了咬牙，继续冲向萧云，面色狰狞的吼道：“圣主，萧云无故杀我徒儿，我这个做师尊不能不报仇。”说罢，东玉堂俯冲而下，凝聚掌印，金色的符号弥漫苍穹，一股可怕的威能顿时降临而下。放肆！远处一条金光大道急速延伸而来，混沌圣地圣主动怒了，就要赶到此地。但就在此时，一道身影挡在了混沌圣地圣主面前，阻止了混沌圣地圣主前进的步伐。东神王！混沌圣地圣主盯着面前之人，瞳孔一缩，随即寒声道：“你知道斩杀神子的罪名吗？”东神王淡淡说道：“萧云只是准神子，他无故杀害我们混沌圣地的圣子，已经犯了门规。东玉堂为图报仇心切，情有可原。让开！”混沌圣地圣主闻言大怒，直接动手攻向东神王。但是东神王也是一位半圣，足以在短时间内拖住混沌圣地圣主了。混沌峰上空，东玉堂携带着惊世之威镇压下来，
令得这座巍峨大山都在颤抖。萧云，今天谁也阻止不了老夫杀你！东玉堂盯着混沌峰上的萧云，满脸狰狞，阴森冷笑。萧云此刻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将他的身体都给束缚住了，让他无法躲闪。但是萧云一点也不害怕，他抬头看这天空中的东玉堂，眼中露出嘲讽的目光。老匹夫，你还杀不死我！话落，萧云整个人直接就消失了，是凭空消失了。怎么回事？东玉堂顿时瞳孔一缩，在他的神念感应之中，萧云的气息直接消失在了这片天地之中，就好像之前的萧云是假的，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萧云明明在这里渡劫啊，怎么可能是假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东玉堂降临在混沌峰上，随同他一起降临的还是那璀璨的掌印，磅礴的威能令得混沌峰都被削平了一层。然而在东玉堂的神念感应之中，混沌峰上根本没有萧云的身影，一点萧云的气息都没有。萧云，给老夫出来！东玉堂无法接受这一切，仰天愤怒吼道。他那庞大的神念也朝着四面八方探索出去，但是却感受到不到萧云的气息，仿佛萧云压根就不在混沌圣地之中。远处一些观望的人都露出吃惊和意外的神色，谁也没想到萧云居然会突然消失了。而跟东神王战斗的混沌圣地圣主却露出一脸的惊喜，因为他知道萧云是为何消失的。那天地怎么可能？东神王眼神一凝，心中一片翻江倒海。他是半圣，当然也感受到了萧云的那天地，但是一个小小的寂灵境怎么可能凝聚那天地？要知道，就连他们半圣都没有凝聚出那天地啊，那是圣人才有的能力。轰！就在众人因为萧云的突然消失而感到惊讶和意外时，一股强大至极的气息突然从地峰的方向传来，而且这股气息还在继续增强着，仿佛突破了某种限制，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下一刻，虚空破碎，一片恐怖的天地之力浩荡而来，令得整个混沌圣地都感到了窒息般的压迫感。如此强大的天地之力，这是有人突破到了天境，是谁？混沌圣地内一些强者都从闭关之中醒来，纷纷朝着地峰的方向看去。混沌圣地圣主一脸惊喜地看向地峰的方向，面露笑容道：“地天晋升天境了。”一旁的东神王阴沉着脸，地天晋升天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坏消息。他曾经被地天压制了几百年，好不容易熬到地天寿元将近，现在地天却突然晋升到了天境，又有了1000年的寿元，他岂不是又要被地天压制了？怎么可能？地天怎么会晋升天境？他寿元将近，哪来的潜力晋升天境？东玉堂看向地峰的方向，瞳孔骤缩，满脸不敢置信。东玉堂，敢杀我徒儿，你简直找死！地峰那里突然传来一声怒吼，下一刻，一道金色的身影携带着一股磅礴的气息，快速接近此地。地峰的方向，一道金色的身影瞬息即至，带的光芒洒落，显露出此人的面容，正是混沌圣地的太上长老地天。不过，此时的地天已经晋升到了天境，是一位天境大能了。地天的气势非常强大，他眸子开合间，神光流转，摄人心魄，身上流淌着神光，有着不怒自威的恐怖威势，气息如渊似海。在场的所有人都从地天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压迫感，仿佛一座大山压在心头，近乎窒息。地天，东玉堂看着面前的地天，感受着地天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威势，他心中顿时凛然。地天还在超凡境时都比他强大，现在晋升到了天境，那实力就更加可怕了。毕竟像地天这样的天才都是拥有越级而战的天赋。东玉堂，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出手！今天若不杀你，我地天誓不为人！地天须发皆张，怒火汹涌，瞳孔中的金光更盛了。地天，是你徒弟先杀死我徒弟的，难道准神子就能杀死圣子吗？是你徒弟先违反门规的！东玉堂怒视着地天，你那个废物徒弟怎么可能跟我徒弟比？我徒弟早早便铸就了半部混沌体，未来铸就混沌体也指日可待，届时便可带领混沌圣地崛起。地天气势如虹，眸光蕴雷电，逼视着东玉堂，一脸不屑道：“至于你那个废物徒弟，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混沌圣地有的是圣子，但准神子就只有一个。”地天，东玉堂闻言差点气得吐血，他怒吼一声，瞪着地天，满脸愤怒道：“自古以来都没人可以铸就混沌体，你凭什么认为你徒弟可以铸就混沌体？他这辈子注定无法成圣，而我徒弟李不凡是有成圣的资质，就凭他是我徒弟。”地天冷哼一声，抬起一只脚掌便朝着东玉堂踩去。这一脚踏破了虚空，将东玉堂从天上压到了混沌峰，强大的力量席卷出去，令得混沌峰都是一阵颤抖。地天，东玉堂愤怒大吼，地天竟然一脚把他踩下去了，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而且还是当众侮辱。东玉堂怒火冲天，催动全身战力，施展大神通，展现出一片金色的掌印，朝着地天轰击过去。轰！地天挥动一双金色的拳头，爆发出混沌拳意，带着一片混沌海镇压下来，将东玉堂打得喷血倒飞出去。年轻一辈的厮杀我不管，但是东玉堂你竟然以大欺小，那今日我就陪你玩一玩。地天冷声道，他眸子无比的深邃，有丝丝缕缕的神芒射出，神秘力量流转，恐怖至极。他运转一双金色的拳头，
如同2轮太阳一般，光芒璀璨，耀眼夺目，爆发出恐怖绝伦的威能。轰！在帝天的金色拳头轰击之下，东玉堂步步后退，口喷鲜血，根本不是帝天的对手。住手！不远处，东神王见到东玉堂不是帝天的对手，顿时怒喝道。但是帝天根本不理会他，继续轰杀着东玉堂，打得东玉堂满口喷血，身上的衣袍都给染红了。破天指！忽然，帝天拉近与东玉堂的距离，一指点出，晶莹剔透的手指顿时光芒炽烈，爆发出一道恐怖的光束，将东玉堂的胸口一穿而过。嗨嗨！东玉堂遭受到惨烈的重创，大口咳血，整个人都飞了出去。帝天冷笑一声，继续追击。但就在此时，一道身影急速赶来，挡住了帝天。轰！东神王携带着半圣的气息冲击而来，将帝天阻挡住了。他满头发丝舞动，气势冲天。帝天，我让你住手，你没有听到吗？东神王面色威严，怒火汹涌，双眸之中蕴含着炽烈的金光。祝你麻痹！刚才他杀我徒弟时，怎么没见你让他住手？帝天怒骂一声，双眸之中光芒更加炽盛了，如2轮神灯点燃，流动出的气息让很多人阵阵心悸，感到惊悚。你东神王没想到帝天竟敢当众辱骂自己，顿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帝天怒斥道：放肆！我是执法者，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执法者算个屁！老子认你很久了，当年你就是老子的手下败将，今天老子依旧打得你哭爹喊娘！帝天暴喝一声，双目射出电芒，催动大神通，朝着东神王阵杀过去。轰隆隆，2大强者交战开来，爆发出比之前还要恐怖的威能，余波横扫出去，令得远处观望的混沌圣地弟子们都纷纷吐血倒飞。你们2个混蛋，要打滚到天上去打！混沌圣地圣主怒喝一声，他连忙出手，禁锢四周，防止帝天和东神王的战斗余波继续外泄。与此同时，混沌圣地深处一股真正的圣威弥漫而来，令得帝天和东神王脸色一变。随即，帝天冲天起，朝着苍穹之上飞去。他俯视着东神王，冷喝道：东神王，有种上来一战！怕你不成！东神王怒喝一声，跟着帝天冲向苍穹。他是半圣，帝天才刚刚晋升天境，他还不惧帝天。随着这2人的离去，远处众人才松了口气，毕竟刚才他们所爆发出来的威能实在太恐怖了。若非混沌圣地圣主及时的出手制止，恐怕他们都要死伤遍地。萧云，你可以出来了，现在没人可以杀你。混沌圣地圣主踏空而来，出现在混沌峰上喝道。半空中光芒一闪，萧云显露出来。圣主！萧云向混沌圣地圣主恭敬地行了一礼。萧云！远处东玉堂看到萧云出现，顿时双眸赤红，满脸愤怒地冲了过来。轰！混沌圣地圣主抬手，展现出恐怖的威势，一掌就将靠近的东玉堂轰飞了出去。东玉堂，你不要太放肆了！混沌圣地圣主阴沉着脸，眼神冰冷地望着东玉堂。东神王是执法者，又是半圣，敢阻止他也就算了，但是东玉堂只是天境大能，也敢冒犯他，当他圣主的威严不存在吗？圣主，萧云无故杀我徒儿，难道就这么算了吗？东玉堂一脸愤怒地瞪着混沌圣地圣主。混沌圣地圣主淡淡说道：萧云的确有错，就罚他在地封面壁1个月，半年之内停工他的修炼资源。东玉堂闻言气得吐血，这算什么处罚？东玉堂算是看出来了，混沌圣地圣主是彻底站在萧云这边，他想要杀萧云注定不可能。更何况现在帝天晋升到了天境，有这样一个大靠山，他在混沌圣地内是根本奈何不了萧云的。不过东玉堂也不会就此放弃，他眼神阴冷地瞪了萧云一眼，寒声道：萧云，杀我徒儿之仇，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说罢，东玉堂便转身离去。萧云瞥了东玉堂的背影一眼，看向混沌圣地圣主说道：圣主，在万灵洞的时候，李不凡亲口跟我承认了，他和东玉堂已经准备勾结太初圣地了。混沌圣地圣主沉声道：我相信你的话，但是东玉堂是天境大能，他哥哥东神王更是我们混沌圣地的执法者，没有真凭实据，我也奈何不了他们。不过我会注意的，以他们的实力还翻不起大浪。是。萧云点了点头，既然圣主相信他的话，心中有了警惕，那以东玉堂的实力的确翻不起大浪。混沌圣地圣主看着萧云，继续说道：你现在也知道我们混沌圣地的危机，所以你不要管那些外事，全心全意提升修为即可。只要你变强了，成圣了，我们混沌圣地便立于不败之地。是。萧云点了点头，他也明白一切阴谋诡计都是虚妄，只有实力才是根本。如果他有大圣的实力，手持混沌钟都能对抗准地，还怕什么太初圣地？想到这里，萧云便告别混沌圣地圣主，和赵无极赶往地峰。地峰上，福伯他们见到萧云回来，连忙迎了上来。少主，您没事吧？福伯一脸心悸地打量着萧云，发现萧云毫发无损，这才松了口气。萧云笑着说道：放心吧，我没事，东玉堂那个老匹夫还杀不了我。福伯闻言一脸苦笑，东玉堂可是天境大能啊，换成别的祭灵境修士，早就被东玉堂给杀了，也就萧云这个妖孽才能躲过这一劫。刚才你突然消失，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赵无极在一旁满脸好奇地问道。萧云瞥了他一眼，淡淡说道：
这是本神子的瞬移神通，可以瞬间跨越无数距离，圣人之下很难再杀死本神子。瞬移，你当你是大帝啊？赵无极翻了翻白眼，转身离去，边走还边哼道：“不想说就别说。”萧云冲着他的背影喊道：“刚刚晋升纪灵境，你不准备挑战我吗？”赵无极装着没听见，赶紧踏步离去。毕竟光看萧云渡劫时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他就知道自己依旧不是萧云的对手。更何况萧云还有那种突然消失的能力，光是这一样就足以让萧云立于不败之地。赵无极心中有些悲哀，他觉得自己短时间内很难再追上萧云了，除非成圣。他们荒古圣体一旦成圣，战力便强大无比，到时候未必不能打败萧云。我一定要尽快成圣。赵无极暗暗下定决心，尽快提升修为。萧云没有继续理会赵无极，他一边和福伯闲聊，一边关注着天上的战斗。以前他没资格观看帝天这种级别高手的战斗，但是如今萧云已经有了精神力，而且他的精神力还非常强大，所以就有资格观看天上的战斗了。在萧云的精神力探视之下，混沌圣地的上空早已经是一片沸腾，恐怖的能量如同一片瀚海般在汹涌澎湃，激荡不断。萧云看到他师尊帝天和东神王激烈搏杀，竟然不落下风，心中非常震撼。毕竟东神王是一位半圣，实力深不可测，和柳天都一样，已经半只脚踏入圣人境界了。但是帝天才刚刚晋升天境不久，竟然就已经拥有了如此战力，这就非常恐怖了。似乎感受到萧云的震撼，旁边的福伯一脸傲然地说道：“老主人被困在超凡境极限这么多年，这次突破到天境，可谓是厚积薄发，再加上天地果的相助，便一举达到了天境巅峰。他的战力之强，绝对不会比那些半圣差。”萧云点了点头，帝天也铸就了半部混沌体，天赋超强，现在修为达到了天境巅峰，战力自然很强，越级战斗根本不成问题。事实也正如萧云所料，没过多久，东神王便吃了大亏，被帝天一拳打得狂喷鲜血，狼狈不已。半圣也不过如此。帝天站在苍穹之上，满脸不屑地看着对面的东神王，眼中带着讥讽。东神王脸色阴沉，他擦掉嘴角的血液，冷冷盯着帝天，寒声道：“帝天，本座距离成圣不远了，届时我看你还如何嚣张。”丢下一句狠话，东神王便转身离去。既然打不过帝天，那再继续留下来就只能丢脸了。哼，成圣，我一样会成圣。帝天冷哼一声，踏空而下，回到地峰。师尊，萧云连忙迎了上来。帝天看着面前的萧云，微笑道：“徒儿放心，从今日起，在你成圣之前，为师替你护道，便是圣人来犯，为师也替你斩之。”帝天此刻意气风发，晋升天境之后，一举达到天境巅峰，还多了1000年的寿元。他现在对未来充满了自信，他相信自己能够成圣，未来正道大帝也不是没有机会，至少也能够成为一尊准帝。萧云能够感受到帝天的自信，他知道帝天的无敌信念又回来了，不由得笑着祝贺道：“恭喜师尊修为大进，弟子祝师尊早日成圣。”哈哈，你也快点提升修为，到时候我们师徒俩一起成圣，成就一番佳话。帝天朗声笑道。一旁的福伯也笑着开口说道：“老主人和少主都铸就了半部混沌体，如果都能成圣，那的确是一番佳话，当流传千万年。”萧云和帝天相视一笑：“可不是嘛，这么多年以来，能够铸就半部混沌体的都屈指可数，能够以半部混沌体成圣的更是没有出现过。如果一下子出现了2尊半部混沌体圣人，而且还是师徒俩，那当然是千古佳话，流传千万年都不会被人们忘记。”地峰天殿，萧云盘膝而坐，精神力流转周身上下，感悟着寂灵境的奥妙。在他的内天地之中，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金色寂灵也在盘膝而坐。对于这个金色的寂灵，萧云感到很神奇，因为这个寂灵就好像是他的第二具身体，可以如臂驱使。不过到了寂灵境之后，就要考虑下一个修炼境界了。寂灵境的下一个境界是觉醒境。按照修炼界的常识，觉醒境就是觉醒寂灵的传承神通。因为修士们的寂灵都是妖兽真灵，妖兽都是有血脉传承神通的，只要挖掘血脉基因，觉醒传承神通，修士们就能晋升觉醒境，并且还能拥有一门强大的本命神通。但萧云却遇到了难题，因为他的寂灵并不是妖兽真灵，而是他以自我祭炼的寂灵，这该如何觉醒？他哪来的传承神通？连师尊也无法解答，修炼界的历史上都没有过这种例子，只能靠我自己摸索。萧云睁开眼眸，眉头紧皱。他已经询问过帝天了，但是帝天对此也无能为力。毕竟萧云以自我祭炼寂灵，开创了一个星河，一个奇迹。这条路只有萧云一个人踏上了，也只能依靠他自己摸索，再无前人给他做参照了。看来还得靠系统解决了。萧云沉思了片刻，随即查看系统，发现自己的顿悟次数还有550次。这是他准备铸就混沌体的，但是现在如果不解决传承神通这个难题，他就没办法晋升觉醒境，就算拥有了混沌体也没用。天赋再强，修为无法提升，那也只是一个弱者。萧云现在已经拥有了半部混沌体，又多次超越极境，他的天赋已经不比那些至尊体逊色了，甚至超越了那些至尊体。所以萧云现在并不急着铸就混沌体，他需要的是提升修为。混沌圣地危机将近，想要带领混沌圣地崛起，靠的不是天赋，而是实力。天才也会陨落，
强者才能立足世界。萧云非常清楚实力的重要性，所以他不再犹豫，马上动用顿悟次数，开始推演传承神通。嗡！在顿悟的状态之中，萧云的脑袋像似变成了一部超级计算机，思绪极度发达跳跃，一个个灵感在他的心中不断的闪现。相比于人类，妖兽们的智慧偏低，因此人类用文字传承知识，妖兽便用血脉基因传承知识。萧云的祭灵是他自己，但他是人类，人类的血脉没有传承神通，也就无法觉醒神通。不对，人类的血脉也有传承性，但传承的并不是神通，而是……忽然，萧云猛地睁开眼睛，眸光战战地说道：“人类不能传承神通，但却可以传承特殊体质，无论是荒古圣体还是时空之体，在很久之前都曾经出现过。这就足以证明这些特殊体质是可以传承的。而这些特殊体质本身就能传承知识，像之前的赵无极，在吸收了一具荒古圣体之后，便能得到那具荒古圣体所拥有的神通。我的半部混沌体，按道理也可以传承神通，只要我也能够吸收一具半部混沌体。”在使用了100次顿悟之后，萧云终于找到了答案。不过现在又出现一个难题，那就是他得先找到一具半部混沌体的完整躯体。他师尊帝天倒是符合要求，但他总不能让师尊自杀来成全他吧？我们混沌圣地以前也出过半部混沌体，不知道是否有尸体保存下来。萧云起身朝着帝天的住处走去，他要询问帝天，毕竟帝天在混沌圣地待了1000多年，知道的比他多。湖泊边，帝天盘膝坐在竹屋之中，他刚刚晋升天境，正在稳固修为，暂时不需要继续闭关了。感应到萧云的到来，帝天睁开眼睛，看着面前的宝贝徒弟，笑着说道：“看你一脸轻松的样子，似乎是找到踏入觉醒境的方法了。”“是的，师尊。”萧云点了点头，随即将自己的推演结果告诉帝天。帝天听完沉思了片刻，随即凝视着萧云，点头道：“你的推演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半部遁体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一门大神通，我们修炼起来都非常轻松，都能很快的将其修炼到圆满境界。”“什么神通？”萧云闻言好奇的问道。帝天微笑道：“就是为师之前打败东玉堂东神王的神通，叫做混沌拳，这是祖师爷传下来的一门大神通。这个大神通非常奇怪，别人无论天赋有多高都无法练成，唯有我们这些铸就半部混沌体的人才能练成这门大神通，而且修炼起来非常轻松，一点难度都没有。”帝天看着萧云继续说道：“为师推测，这门神通恐怕就是为我们混沌体所量身定制的，所以如果混沌体有什么传承神通的话，那就最有可能是这门神通了。”萧云沉吟道：“混沌拳是大神通，只有达到超凡境才能修炼，我若是能够提前拥有这门大神通，那么战力就会增强许多。问题是，我们混沌圣地还有保存完好的半部混沌体吗？”帝天摇头道：“虽然我们混沌圣地的历史上有几位铸就了半部混沌体的强者，但是他们最终都死在了圣路上，要么被敌人斩杀，被摧毁躯体，要么就是被敌人当成战利品给带回去了。其他地方也没有吗？”萧云不死心地问道。帝天沉吟道：“现在的6大圣地之中，排名第1的是太初圣地，排名第2的是荒古圣地。如果谁有半部混沌体的话，这2家最有可能。而且我认为太初圣地有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以往我们混沌圣地的强者进入圣路都会被他们重点针对。”萧云闻言皱起眉头，太初圣地手里面的东西他是不可能得到的，对方是混沌圣地为大敌，怎么可能成全他？徒儿，正好你要出使荒古圣地，就先去荒古圣地打探一下吧，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帝天看着萧云沉默不语，建议道。萧云点了点头，现在也只能先去荒古圣地碰碰运气了。如果荒古圣地没有的话，那他就准备找机会抓住李成帝，到时候用这个时空之体来交换太初圣地的半部混沌体。想必太初圣地肯定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半部混沌体而放弃李成帝这个时空之体。1个月后，萧云一行人便开始前往荒古圣地，带队的正是他师尊帝天。原本混沌圣地安排的是另外一位天境大能，但是既然帝天晋升到了天境，那么他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帝天在修炼界的声望很高，是曾经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之前帝天是寿元将近，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帝天既然已经晋升到了天境，又有了1000年寿元，那么他的未来便不可限量，成圣的机会还是很大的。所以由帝天这样的强者出使荒古圣地，也更加能够代表混沌圣地的诚意，同时也让荒古圣地知道，他们混沌圣地虽然没落了，但新生代还是有强者的。中年一代，帝天足以跟柳天都比肩，是数一数二的。一旦成圣，那就是圣人中的绝顶强者。年轻一辈，萧云横扫无敌，潜力无限，拥有正道大帝的绝世天资。有着师徒2人，混沌圣地未来崛起的机会很大。想必荒古圣地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圣城与其他的圣地把山门总部建造在名山大川之中不同，荒古圣地的总部是一座城池，叫做圣城。其根本原因便是因为荒古圣地原本是一个家族，也就是杨家。杨家在很久以前被称为荒古圣体家族，圣城便是他们家族的发源地。只是后来杨家开枝散叶，越来越强盛，
甚至有很多分支当中都出现了荒古圣体，所以他们索性改家族为圣地。这就是圣城吗？还真是大啊，比我们萧家以前所在的凤灵城大的太多了。2个月后，萧云看着眼前的宏伟城池，不由得满脸震撼。一旁的赵无极满脸自豪，傲然说道：“我们圣城是天下3大超级城池之一，自然雄伟壮观。”萧云好奇问道：“还有另外2大超级城池是哪2座？”呵呵，另外2座超级城池分别是天地城以及万妖城。这时，旁边的帝天开口笑着说道。赵无极点头道：“万妖城位于南岭100万大山，是妖族唯一和我们人类通商的城池，所以非常雄伟。而天地城则是天下最古老的城池，而且历史上有多位天帝都曾在天地城居住过一段时间，因此天地城非常热闹，很多修士都去那里沾染地狱。”萧云闻言满脸好奇，笑着说道：“有机会去看看。”帝天在旁边提醒道：“天地城就在咱们中土，你随时可以去，但是万妖城位于南岭100万大山，那里有很多强大的妖兽出没，你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轻易招惹他们，毕竟妖族和我们人类还是属于敌对的。”萧云点了点头。咻！就在此时，圣城之中射来一道金光，画着一名中年男子，瞬间出现在3人面前。此人非常英武，身躯伟岸，风神俊朗，气质无双，如同一尊神奇凌尘。赵无极显然认识此人，连忙恭敬行礼道：“赵无极见过神子。”萧云心中一惊，连忙打量着面前这个英武不凡的中年男子。他没想到此人竟然是荒古圣地的神子，难怪有如此不凡的气势。无极不必多礼，荒古圣地的神子对赵无极笑着点了点头，随即目光便很快就转到了帝天的身上。他的眼眸非常闪亮，隐隐有金光激射而出。帝天、杨战2人几乎同时开口，随即相视一笑。荒古圣地的神子杨战看着面前的帝天，满脸感慨道：“他们跟我说你晋升到了天境，起初我还不相信，没想到居然是真的。”哈哈，老友，欢迎你回归。帝天嘴角微微一翘，戏谑道：“欢迎我？我这个竞争对手重新崛起了，你就不怕吗？”杨战微笑道：“我怕什么？要怕也是他柳天都。你不知道，自从你沉寂之后，这家伙就狂得没边了，整天一副天下无敌的样子，就跟他已经挣到大地一样。不过说来也奇怪，这家伙不知道受到了什么打击，最近一直闭关未出，连上次我们神子聚会他都没去。”帝天闻言哈哈笑道：“这个我知道，当初他孙子死在了真龙巢里面，他怀疑凶手是我徒弟，于是就找到了我们混沌圣地，并且和我徒弟约战大地擂台，最后反而被我徒弟给击败了，破了他的无敌道心。”什么？竟有此事？杨战闻言满脸震惊，随即眼中射出一道金光，转头朝着旁边的萧云看去。他早就知道萧云是混沌圣地的那位准神子了，只是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小辈竟然如此厉害，在同境界击败了柳天都。要知道，柳天都毕竟是半圣，无论是战斗经验还是神通，都远远不是萧云这个年纪的修士能够比拟的。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结果萧云居然赢了，这让杨战心中感到很震撼。萧云见过神子大人。萧云见到杨战望来，微微躬了躬身：“不必多礼，我跟你师尊同辈，以后叫我师叔即可。”杨战打量着萧云，眸光湛湛，仿佛要将他给看透。只是萧云的半部混沌体隔绝一切，根本不是杨战能够看透的。杨战看了半天，也只感觉是雾里看花，不由得叹道：“又是一个半部混沌体，而且比你更强，难怪连太初圣地的时空之体都败了。”帝天非常骄傲自豪，他得意的笑道：“我徒弟有大帝之姿，未来正道大帝指日可待。”哼，你也别太得意了，这一世有多位至尊体，是一个璀璨盛世。你徒弟虽然厉害，但是他的竞争对手有很多，未来可不好说。杨战撇嘴道。旁边的赵无极连忙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大声说道：“这一世我赵无极一定正道大帝。”杨战欣慰的点了点头，随即对几人笑道：“走吧，我先安排你们住下，明日再带你们游览圣城。”哼，好久没来了，你们圣城的圣酒我可是想念的很。帝天笑着说道。杨战微笑道：“放心，圣酒绝对管够。”哈哈，那就好。帝天笑着跟杨战一起进入圣城，萧云和赵无极则紧跟在后面。不过在进入圣城的时候，有一名荒古圣地的执事来到赵无极身边，对着他耳朵小声说了些什么。萧云脸色有些古怪地看向赵无极，他精神力强大，听到了一些话语，似乎是关于葵花宝典和辟邪剑谱的。这家伙想干嘛？难道要走李姐姐的路？萧云心中无比迷惑。听说了吗？混沌圣地的萧云已经来到我们圣城了，就是那个打败了我们圣子赵无极的萧云。哼，赵无极有什么资格再当我们荒古圣地的圣子？他身为荒古圣体，身为我们荒古圣地的圣子，居然甘心追随萧云，实在是我们荒古圣地的耻辱。说得不错，荒古圣体君临天下，横扫八荒，从来就只有战死的荒古圣体，还没有出现过追随别人的荒古圣体。赵无极已经彻底堕落了。听说这次混沌圣地是来跟我们结盟的，就他们也配？一个没落的混沌圣地，有什么资格跟我们结盟？走，我们一起去，让他们滚出圣城。萧云一行人进入圣城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荒古圣地的弟子们耳中，顿时引起了一片群情激愤。主要是赵无极追随萧云，
实在是他们荒古圣地的耻辱，连带着他们荒古圣地的弟子，在这段时间内也经常被外人嘲讽，连累的荒古圣地都成为修炼界的笑话了。毕竟荒古圣体是至尊体，赵无极又是荒古圣地的圣子，从来没有这样的人会追随别人，简直太耻辱了。所以现在荒古圣地的弟子们不光痛恨萧云，更加痛恨赵无极这个没有羞耻心的叛徒。荒古圣地的那些老家伙们或许不会得罪赵无极，毕竟赵无极的未来潜力不可限量，将来他们还等着赵无极回归荒古圣地呢，就算不回来也会照顾一下他们荒古圣地。但是荒古圣地的弟子们却管不了那么多，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身为荒古圣地弟子，以前出去都是受人敬仰，现在却被人嘲讽，心里面自然恨死了萧云和赵无极这两个始作俑者。于是在萧云一行人进入圣城不久后，一群荒古圣地的弟子们便浩浩荡荡地朝着他们住处行去，准备找事情。此时萧云他们已经被杨战安排好了住处，刚才帝天就和杨战去见荒古圣地的高层，谈论结盟的事情了。至于萧云和赵无极这两个小辈，自然是没资格参与进去，只能留在住处进修。不过萧云现在的修为被卡住了，进修也没什么用，所以他准备出去转转。对于圣城，萧云还很陌生，当然得找赵无极这个熟人带路。只是在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群荒古圣地的弟子们便气势汹汹地赶过来了，将他们团团围住。就是这个人，张执事说了，他就是萧云。哼，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凡之处，不会是动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才打败了赵无极和李成帝吧？听说他是用阵法击败了李成帝，胜之不武。一群荒古圣地的弟子们对萧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萧云面色冷漠，心情很不爽，毕竟被这么多人围着当猴看，心情高兴才怪。不过考虑到混沌圣地要跟荒古圣地结盟，他也就忍了，总不能现在就出手暴打这些人一顿吧？就算要打，也得找个理由，让荒古圣地没话说。旁边的赵无极倒是没有那么多顾忌，他脸色阴沉地扫视着面前这些荒古圣地的弟子们，沉声喝道：“你们想干什么？萧云是混沌圣地的使者，是我们荒古圣地的客人，你们这般行径，简直是在破坏我们两大圣地的关系，还不快快退去！”赵无极，你对你的主人还真是忠心耿耿啊！人群中走出一名气质不凡的年轻人，他大约20岁的样子，剑眉星目，长发披肩，只是嘴角带着一抹嘲弄的笑容，看向赵无极的目光中充满了讽刺。赵无极盯着此人，声音冰冷道：“杨威，你这个手下败将也敢出现在我面前？听说你现在已经成为圣子了，如果不是我离开，恐怕你还没有这个机会。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放肆？当初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眼前这个人叫做杨威，是杨家嫡系子弟，跟赵无极是同一辈的年轻俊杰，天赋很强，曾经跟赵无极一起争夺圣子之位，被赵无极给打败了。后来赵无极跟随萧云去了混沌圣地，空出一个圣子之位，才被杨威夺取了。所以赵无极根本看不起眼前这个人，而杨威也非常嫉恨赵无极，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落井下石，他当然不介意踩一脚赵无极，顿时一脸冷笑道：“赵无极，你跟我在这里嚣张有什么用？你是荒古圣体，我不如你，这不算什么。但你堂堂荒古圣体，还是我们荒古圣地的圣子，居然自甘堕落的跟随一个没落的混沌圣地弟子，简直把我们荒古圣地的脸面都给丢尽了。不错，赵无极，你根本不配再当我们荒古圣地的圣子。身为荒古圣体，竟然跟随别人，至尊体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赵无极，你害得我们荒古圣地被人嘲笑，简直是我们荒古圣地的罪人。从来就只有战死的荒古圣体，什么时候荒古圣体被人给收服了？赵无极，荒古圣体出现在你身上，简直让至尊体蒙羞。”杨威身后的一群荒古圣地弟子们也都群情激愤，纷纷朝着赵无极数落道。赵无极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这的确是他的耻辱，只是他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打败萧云，他一定会正道大帝的，但是他有自信，别人可不会相信他。一旁的萧云有些看不下去了，再怎么说赵无极也是自己的追随者，被自己欺负可以，但不能被别人欺负。于是萧云眼珠子一转，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有些突兀，顿时引起了荒古圣地众人的注意。有人指着萧云怒喝道：“萧云，你笑什么？在嘲笑我们荒古圣地吗？你好大的胆子！”其他人也都怒视着萧云，毕竟他们对萧云也非常痛恨。我笑，自然是觉得你们可笑。萧云面对一众荒古圣地弟子们的怒视，心中丝毫不惧，反而是一脸嘲讽地说道：“一群弱者在指责一个强者，不该感到可笑吗？赵无极就算被我打败了，他也是我尊敬的对手，而你们……”萧云目光蔑视地扫视着面前的这些人，眼中充满了不屑和讥讽。而你们连当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我不知道是什么给了你们勇气，一群弱者不知道努力修炼，反而来嘲笑一个强者，谁给你们的脸？不得不说，萧云的话语实在太犀利了，将一众荒古圣地的弟子们给贬低的一无是处，气得他们火冒三丈。瞬间，荒古圣地弟子们的仇恨就都被萧云给吸引过去了。萧云，你简直大言不惭！这家伙太狂妄了，如此的嚣张跋扈，也有德行当混沌圣地的圣子，看来混沌圣地是真的彻底没落了。荒古圣地的弟子们指着萧云，一个个怒骂不已，群情激愤，就好像下一刻就要冲上来杀了萧云一样。萧云却是一脸不屑之色，
他目光鄙夷地看着这些人，冷哼道：“怎么，说真话，你们就承受不了了吗？那你们来告诉我，我哪句话说的不对？你们在场的人，谁比得上赵无极？”一众荒古圣地的弟子们顿时哑口无言。赵无极拥有荒古圣体，位列当代绝世天骄，同辈之中能够打败赵无极的人几乎屈指可数，他们自然是远远不如赵无极。说到底，他们就是嫉妒赵无极，所以找到机会就来踩赵无极一脚，落井下石，以便满足他们心中的一些特殊快感。真让他们单对上赵无极，他们肯定是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声。在萧云的眼里，这些人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如果不是聚集在一起，谁敢来找赵无极的麻烦？萧云，这里是我们荒古圣地的地盘，还轮不到你来撒野。杨威看情况有些不对劲，顿时站出来朝着萧云呵斥道：“他现在携带着众人之势，倒也不惧萧云，更何况这里是他们荒古圣地的圣城，是他的主场，他干嘛害怕萧云？那个谁，我是你们荒古圣地邀请来的，有本事你让叫你们圣主不让我来。”萧云指着杨威，一脸不屑地说道。杨威瞪着萧云，恼怒道：“我叫杨威，不是那个谁，我管你叫阿猫阿狗。”萧云不屑一笑，冷冷道：“对于一个我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我还没兴趣知道他的名字。”你杨威闻言气得吐血，怒视着萧云，简直火冒三丈。不过萧云说的也对，因为杨威是赵无极的手下败将，而赵无极是萧云的手下败将，所以杨威就是萧云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只是这明显是萧云在嘲讽自己，杨威自然愤怒无比，他怒视着萧云，大喝道：“萧云，你太狂妄了！就算你天赋很强，但是在修炼界，修为才是根本。你天赋强，修为没我高，依旧不如我。”萧云冷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修为不如你？这还用说吗？”杨威骄傲地仰着头，一脸不屑地看着萧云，说道：“你们混沌圣地没落了，能够给你多少修炼资源？依我看，你现在才踏入神桥境不久吧，最多运气好踏入了洞天境，而我却已经达到了寂灵境。哼，一个没落的混沌圣地，就算天赋再好，以后也没什么成就。不错，在修炼界想要变强，不光天赋好，还得拥有足够的修炼资源。他们混沌圣地已经没落了，有足够的修炼资源吗？”说得对，一个没落的混沌圣地，就算出现了天才，也没有能力培养。这个萧云的天赋就算再好，没有足够的修炼资源，能提升多少修为？随着杨威的话音落下，周围的荒圣地弟子们也似乎找到了可以攻击萧云的东西，顿时纷纷开口讽刺萧云。萧云看着面前的一群人，就跟看一群傻逼一样。他转头向赵无极问道：“你们荒古圣地有这么多傻逼，居然也能名列圣地第二，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赵无极有些无语：“你这是在骂他们，还是在骂我？我也是荒古圣地的一员啊。”不过赵无极还是解释道：“我们荒古圣体不像混沌体那么难出，每隔几百年都会有一尊荒古圣体，所以自然强盛无比。”萧云点了点头，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这就是一位钻石带着一群傻逼上王者，但是照样能够傲视天下。不得不说，荒古圣体的确很牛。你知道就好，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打败你的。”赵无极第一次听到萧云敬重荒古圣体，顿时一脸得意地说道。萧云瞥了赵无极一眼，像是在说：“你丫的是白痴吗？不知道我是故意拿你刺激那些傻逼吗？还真当自己很牛了一样。荒古圣体再牛逼，能比混沌体牛吗？连半部混沌体都不如。”两人交谈的话语传出去，却是把周围的那些荒古圣地的弟子们给激怒了。荒古圣体是钻石，说他们是傻逼吗？这简直无法忍受。杨威彻底怒了，他瞪着萧云，寒声道：“萧云，既然你这么大言不惭，那就跟我公平对决，你敢不敢？”他是觉得萧云的修为肯定不如他，毕竟距离萧云离开真龙巢才多久，萧云的修炼速度怎么可能那么快？而且混沌圣地已经没落了，恐怕也没多少修炼资源给萧云。当然，杨威也是太自负了，毕竟相比于混沌圣地的没落，他们荒古圣地在6大圣地之中排名第2，他自然不会把一个没落的混沌圣地放在眼里。好啊，你既然找孽，我当然要成全你。萧云等的就是杨威这句话，顿时迫不及待地说道。杨威一愣，他似乎没想到萧云会这么有信心，在他看来，萧云应该是拒绝的，或者是想要跟他同境界一战。但是萧云回答的这么干脆，反而让杨威迟疑了。不过在场这么多师兄弟看着，杨威也不好怯战。萧云，我先说好，我可不会跟你在同一个境界比试，在修炼界闯荡，敌人也不会傻的把修为压制在和你同一个境界。杨威来到场中，看着萧云，冷冷说道。萧云淡淡说道：“对付你这个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我只需要洞天境的修为就能击败你。”大言不惭，杨威顿时大怒，背后7个洞天张开，携带着一股磅礴的威能，朝着萧云轰击过来。这家伙一出手，萧云就判断出他的实力了，跟被他杀死的李不凡差不多，最多比李不凡强一点点。杨威的实力不弱，的确有资格成为荒古圣地的圣子，难怪当初还能跟赵无极争锋。但是跟萧云比起来，他就差太远了。毕竟当初同样达到寂灵境的李不凡，在萧云的眼中就跟蚂蚁一样弱，轻轻一只手就给镇压了。
最后还被他给一脚踩死了。不过萧云没有动用全力对付杨威，他还要隐藏实力，因为接下来荒古圣地肯定还会有人找他的麻烦，这时候表现得太强了，对他接下来就不利了。所以萧云就把自己的修为压制在洞天境。轰隆隆，只见萧云显露出自己的内天地，但是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洞天，只不过这个洞天有点奇怪，因为它是白色的，跟别人的黑洞不一样。但一个洞天就是一个洞天，除了半圣以上的强者，根本没人认得这是内天地。因此当萧云展现出内天地之后，周围的荒古圣地弟子们顿时一阵嘲讽，原来只有一个洞天，我当是什么超级天才呢？我就说嘛，他当初在真龙朝是依靠阵法才击败了李成帝，否则堂堂时空之体怎么可能败给他？白色的洞天倒是有点特殊，但一个洞天再强，又怎么可能比得上杨威的7个洞天？荒古圣地的弟子们议论纷纷，都在支持杨威，贬低萧云。只有赵无极一脸冷笑，他可是非常清楚萧云的实力，而杨威连他都能轻易镇压，又怎么可能是萧云的对手？不过赵无极也乐意看到杨威吃瘪，所以他根本不会提醒杨威。一个洞天，杨威携带着7大洞天朝着萧云压迫而来。他看到萧云只显露出一个洞天，顿时面露不屑之色，讥笑道：打败李成帝和赵无极的超级天才，居然只开辟了一个洞天，看来你果然有猫腻。我就知道，一介凡体怎么可能打败至尊体？轰！杨威话音落下，顿时一掌轰向萧云，他背后的7大洞天齐齐发光，汇聚着一股惊世威能，淹没了这片天地。恐怖的能量像是一片惊涛骇浪，朝着萧云汹涌而来。无敌拳印！萧云低喝一声，虽然没有动用大道纹理，但是仅凭无敌拳印这门神通的强大力量，便已经击破了杨威的攻击。与此同时，萧云的拳印更是余威不减地朝着杨威轰击过去，就像是2轮烈日爆发出璀璨的光芒。在萧云的无敌拳印面前，杨威被打得步步后退，根本不是对手。怎么可能？杨威瞳孔一缩，一时间感受到了令他窒息般的压力。萧云的实力居然这么强，仅仅一门神通就把他给击退了，还逼得他危机重重。这是圆满境界的神通，你居然把一门神通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这怎么可能？杨威看向萧云，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目光。周围的荒古圣地弟子们也都震惊不已，满脸震撼。神通的修炼难度那可是远超于战绩，没有10几年、几十年，怎么可能将一门神通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但是萧云才修炼多久？大家都知道，萧云在1年前才刚出真龙朝，仅仅1年的时间就能把一门神通给修炼到圆满境界，这种悟性实在太恐怖了。你就只有这点实力吗？萧云踏空而上，挥动着金色的双拳，压制的杨威喘不过气来。他俯视着对方，满脸不屑道：如此实力，实在不配与我对决，还是乖乖认输吧。杨威闻言满脸愤怒，他何曾被人如此小觑过？以前被赵无极压制也就算了，毕竟赵无极拥有荒古圣体，而荒古圣体在他们荒古圣地的地位实在太高了，他也不得不服气。但萧云只是一介凡体，就算修炼了混沌体，但是自古以来又有谁成功练成了混沌体？更何况萧云所在的混沌圣地早已经没落了。杨威身为排名第2的圣地圣子，心中压根就没把混沌圣地放在眼里，所以被萧云轻松打败，让他非常不甘心。而且萧云还只是洞天境，他可是寂灵境的强者啊！萧云，你得意的太早了，你就算再强，也只是洞天境，而我早已经踏入了寂灵境。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洞天境和寂灵境的绝对差距。杨威仰天愤怒长啸，在他背后的7大洞天之中，突然冲出了7只巨大的妖兽寂灵，朝着萧云扑杀过来。其中的一只妖兽寂灵通体金色，明显是神兽真灵，非常强大。7只妖兽寂灵联手杀来，那气势太凶猛了，就跟洪荒时代的妖兽大军席卷而来，携带着一股恐怖的血腥杀气。7只寂灵，你们荒古圣地还真是财大气粗。看到杨威展现出7只寂灵，萧云也有些惊讶，而且他发现这些寂灵都非常强大，最强的是神兽真灵，最差的也是白色妖兽真灵。在他们混沌圣地，恐怕也只有萧云和赵无极能够抓获这么多妖兽真灵，其他的人包括圣子都没办法抓捕这么多妖兽真灵。由此可见，荒古圣地的修炼资源的确要丰富得多。萧云，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抵挡我的寂灵。杨威看向萧云，满脸得意和自负，他认为萧云根本挡不住这么多寂灵。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众人目瞪口呆。只见萧云施展出金钟罩，一个巨大的金色大钟顿时就将冲过来的6只寂灵笼罩在里面。仅剩下的一只神兽真灵被萧云亲手斩杀，剩下的寂灵也都被萧云一只一只放出来，然后再将其斩杀。原本7只寂灵联手而来，却被萧云瞬间分化了，给各个击破了。众人看得无比震撼，他们没想到萧云的战斗天赋居然这么高，竟然将金钟罩这门防御招数给利用得这么完美，让人难以置信。当然，这也让众人看出了萧云的恐怖悟性，因为他们发现萧云施展的几门神通竟然都达到了圆满境界，这简直太恐怖了。弱者，你还有什么招数吗？萧云解决完寂灵之后，看着对面脸色阴沉的杨威，满脸嘲讽地问道。
此时周围一片鸦雀无声，荒古圣地的弟子们被萧云的天赋和战力给彻底镇住了。杨威咬牙切齿地瞪着萧云，他的7只祭灵被对方轻易斩杀，现在算是黔驴技穷了，哪还有什么招数？只是他很不甘心，一个没落的混沌圣地，凭什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人？他们荒古圣地可是排名第2的圣地，在杨威的眼中，由始至终都只把太初圣地、霸天圣地的人当成对手。但谁知道沉寂多年的混沌圣地会突然冒出萧云这个妖孽来？面对眼前威势赫赫的萧云，杨威此刻哑口无言。没办法，实力不如人，还能怎么办？不过杨威还是忍不下这口气，他瞪着萧云，冷哼道：“我只是荒古圣地最弱的圣子，打败我算不了什么，有本事跟我们荒古圣地的第一圣子比一比，你敢吗？”这次没等萧云说话，一旁的赵无极便怒视着杨威，讥讽道：“杨威，你能要点脸吗？我们荒古圣地第一圣子早已经达到了出窍境，你让他跟萧云打，你怎么不叫他跟帝天前辈打？”杨威老脸一红，但还是强词夺理道：“哼，不敢就不敢，不要找那么多借口。”无耻！赵无极闻言怒骂一声，随即对萧云说道：“我们走，不要管他，和这种白痴说话简直就是浪费时间。”萧云微微一笑，对着赵无极摆了摆手，随即他转头看向面前的杨威，淡淡说道：“既然你不服，那好，今天我萧云就在这里摆下擂台，但凡你们荒古圣地的洞天境和祭灵境都可以随时来挑战我，我一律奉陪到底。”萧云，你赵无极皱起眉头，萧云这是要把事情搞大啊！周围的荒古圣地弟子们顿时哗然一片。萧云这是要以一己之力挑战他们整个荒古圣地，实在太狂妄，太嚣张了，这简直不能忍受啊！荒古圣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拒战，否则别人还以为他们怕了萧云这个混沌圣地的弟子。这种丢人的事情，荒古圣地是不能允许的。萧云，你好大的口气！杨威此刻也是一呆，他没想到萧云会这么疯狂，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怒视着萧云，咬着牙冷笑道：“既然你如此狂妄，那我就满足你的心愿，将此事告知圣主。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一个人挡住我们荒古圣地诸多天之骄子。”萧云淡淡说道：“回去禀报你们圣主吧，时间地点都可以交给你们来安排，只要不超过祭灵境，哪怕是你们荒古圣地的圣人压制修为在祭灵境，我一样应战。”萧云，你实在太狂妄了！杨威被萧云的大话给气得发抖，圣人压制修为你也应战？你当你是大地转生吗？以圣人的战斗经验和对神通的理解，他们就算压制修为，那也是无敌的，你凭什么跟圣人斗？不过这也符合杨威的心思，他这次倒要看看萧云输的有多么难看，反正丢人的是萧云，他怕个毛！萧云，你等着，我马上就去禀报圣主。赵无极，你也给我作证，别让他反悔了。杨威生怕萧云会反悔，立马就驾着飞剑朝着荒古圣地的核心地带飞去。而周围的荒古圣地弟子们早已经是一片哗然，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震撼。萧云要挑战他们荒古圣地的所有洞天境和祭灵境弟子，甚至连圣人压制修为都算，这简直就是在挑战他们整个荒古圣地了。修炼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也没有出现过这么狂妄的人。一个人挑战一个圣地，而且还是排名第2的圣地，放眼古今未来都不可能出现。就算是大帝在年轻的时候也做不到，毕竟圣地的底蕴太浑厚了。这个萧云实在太嚣张了，简直狂妄至极。哼，反正是他自己找虐，我们荒古圣地也乐得成全他。我觉得可以多叫一些人过来，把这次的挑战安排得隆重一些，让他丢人丢遍整个修炼界。有道理，我们现在就分头去传递消息，争取1天之内让整个圣城的人都知道此事。好！一众荒古圣地的弟子们在议论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立刻分头离去。他们商谈的时候都没有屏蔽萧云，因为这是阴谋，萧云就算知道了他们的诡计，也无可奈何，谁叫他自找的呢？等到这些人散去之后，场中就只剩下萧云和赵无极2个人了。萧云还是一脸淡然，没有丝毫慌张，仿佛刚才的举动只是在做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赵无极却是一脸无语地看向萧云，说道：“看到了吧，很快整个圣城的修炼者都知道你要挑战我们荒古圣地了。这次你一旦输了，不光你丢脸，连带着你们混沌圣地也要丢脸。”萧云淡淡一笑：“我只是一个人，就算输了，别人也会认为很正常。但若是你们荒古圣地输了，哼，那就是你们的耻辱。”赵无极一愣：“是啊，萧云只是混沌圣地一个弟子，别人根本就不认为萧云能够赢，所以就算萧云输了，也在情理之中，也没什么可丢人的。但如果荒古圣地输了，那就丢人丢大发了。”不过赵无极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看向萧云沉声道：“我们荒古圣地的圣主不会这么傻，你等着吧，他肯定有条件。”那又如何？萧云仰着头，一脸傲然道：“我萧云超越极境，无敌同阶，何惧也？你现在的自负已经超越柳天都了。”赵无极闻言讽刺道。萧云对赵无极摇了摇头，满脸自信道：“你错了，这不是自负，这是无敌信念。我坚信我无敌，我只是如实说明，何错之有？”赵无极表示不想再跟萧云交谈了。为了打击萧云，报仇雪恨，杨威的动作很快，马上就找到了荒古圣地的圣主，并且将萧云的狂妄之言给加油添醋了一番说来。
于是很快，荒古圣地圣主的条件就传来了。萧云想要挑战整个荒古圣地，可以，但是有2个条件，那就是赵无极。如果萧云输了3场，就得放赵无极离开，不得以誓言约束；如果萧云输了10场，就要反过来成为赵无极的追随者。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帝天也顾不得继续和荒古圣地的高层商谈结盟的事情了，而是立刻赶回住处。屋子中，萧云、赵无极、帝天3人正在商谈挑战荒古圣地的事情。赵无极一脸戏谑地看向萧云，说道：“我就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现在看到了吧？你应该高兴才对，万一我输了，你就自由了。”萧云看着赵无极笑道。赵无极冷冷说道：“我要亲手打败你，而不是靠外人获得自由。有志气，不过你这辈子也没机会了。”萧云摇摇头。赵无极懒得跟他一般见识，哼道：“你还是好好考虑你自己的事情吧，是应战，还是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萧云摇头道：“现在事情都已经传遍整个圣城了，没多久整个修炼界就会知道，怎么可能当成什么也没发生？我不要面子吗？面子和自由谁重要？万一你输了10场，那可就要反过来成为我的追随者了。”哈哈，赵无极幸灾乐祸地说道。萧云一脸不屑道：“输10场，就算你们荒古圣地不要脸，派出10个圣人压制修为，我也有把握再同阶不败。”他之前可是耍了一个花样，杨伟以为他只是动天境，但其实他已经是寂灵境了。所以，就算荒古圣地派出寂灵境的修士，那也只是跟他在同一个境界。只要是在同一个境界，就算是圣人，他也无惧。所以，萧云非常自信。哼，大言不惭。赵无极哼了一声，没有再理会萧云。旁边的帝天看着萧云，面色严肃地开口说道：“徒儿，你这次太鲁莽了，圣人哪怕压制修为，实力也非常强大。当初的柳天都你已经见识过了，他也只是半圣而已。而真正的圣人，他们都已经领悟了自己的道，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哪怕普通的神通在他们的手中都能发挥出可怕的威力。这种能力，哪怕是他们压制了修为，还是依旧存在的。帝天现在已经是天境巅峰，距离圣人很近了，所以他能够感受到圣人的恐怖。不过，萧云依旧满脸自信，他说道：“师尊，连祖师爷在同一个境界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那些圣人？他们难道比祖师爷还要更强吗？”徒儿，你搞错了一点。帝天闻言苦笑一声，继续说道：“你挑战的祖师爷，只是祖师爷年轻时候留在幻魔塔之中的幻影分身，而不是祖师爷成为大帝后留在幻魔塔之中的幻影分身，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祖师爷虽然天赋超群，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也不可能领悟圣人之道，也不可能将所有神通都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更加没有圣人的战斗经验。他和你一样，都是年轻的绝世天骄，而圣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属于压制修为，但是他们本身的境界还有战斗经验以及圣人的道果，这些却是无法压制的。”帝天说的有理有据，让萧云哑口无言。不过，萧云依旧自信满满的说道：“师尊，你放心吧，我多次超越了极境，就算圣人再强，最多也就超越极境，不可能再打破记录了。这个天地也不允许有比我更强的寂灵境了。你现在是寂灵境，在寂灵境，你只是极境，还没有超越极境。”帝天提醒道。萧云闻言眼中光芒一闪，满脸自信的说道：“我已经有把握超越极境了。”帝天见萧云这么坚持，知道再劝说也没有用了。当下他叹了口气，看着萧云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也不能放过这次的机会。我刚才已经跟杨战打听过了，他们荒古圣地的确有一具半部混沌体的尸体保留。”萧云闻言，眼中金光爆射而出，满脸惊喜的看着帝天说道：“师尊，您的意思是趁机向他们索要这具半部混沌体？”“不错。”帝天点了点头，冷笑道：“既然荒古圣地有2个条件，那我们也提出2个条件。如果这次你赢了，那他们就得把半部混沌体交给我们，还有就是结盟的事情了。”萧云奇怪道：“难道荒古圣地还不愿意跟我们结盟？”帝天冷哼道：“荒古圣地的圣主倒是愿意与我们结盟，毕竟你的天赋有目共睹，结盟对他们也有利。只是那些老家伙们因为赵无极的事情对你有些不爽，一直在阻止而已。当然，他们荒古圣地现在排名第2，自然很骄傲，不把我们混沌圣地放在眼里。”萧云沉吟道：“既然如此，那我这次挑战荒古圣地也算是一个好机会了，不仅可以获得半部混沌体，还能立刻促成结盟的事情。前提是你得赢，而且得赢得干净利落。”帝天苦笑道。萧云自信道：“师尊，您放心吧，徒儿不做没把握的事情。”“好，你先养精蓄锐，我这就去跟荒古圣地的圣主谈条件。”帝天点了点头，随即便离开了。待得帝天离去之后，赵无极一脸好奇地看向萧云，问道：“你要半部混沌体的尸体干什么？”萧云也没有隐瞒，说道：“我的寂灵你也知道，是用自我祭炼而成的，想要觉醒神通很难，所以我就想到了半部混沌体。我们人类虽然不能传承神通，但却可以传承特殊体质。你能够吸收一具荒古圣体而得到它传承的神通，那么我也可以吸收一具半部混沌体。原来如此，你这想法倒是奇思妙想，有很大机会能够成功。”赵无极恍然大悟。萧云摆了摆手，说道：“好了，你先走吧，接下来我要静养心神，认真备战。”
赵无极站起来，朝着外面走去。他一边走还一边说道：“你最好能赢，我可不希望胜之不武，我要亲手打败你。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吧。”萧云淡淡说道：“或许在梦中，你可以打败我。”赵无极气得跳脚，走出屋子，把房门摔得一响，差点砸碎了门。萧云瞥了一眼，哼道：“又不是我家的门，你尽管摔。”荒古圣地，一座气势恢宏的大殿中，帝天将自己的条件说了出来，顿时大殿内一片议论纷纷。很快，一位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就大声喝道：“帝天，结盟的事情好商量，但是半部混沌体是何等珍贵，你这是强人所难，还是换个条件吧？”帝天闻言冷笑道：“你们赢了就要赵无极，他是荒古圣体，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半部混沌体吗？而且赵无极是活人，而我要的只是一具尸体而已，谁的价值更高，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位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顿时无话可说。一个死去的半部混沌体，在价值上的确比不上赵无极这个活着的荒古圣体。不过，荒古圣地的人也不愿意就这样交出半部混沌体。又一位太上长老沉声道：“这是你们混沌圣地的准神子挑战在先，我们荒古圣地是冒着名誉扫地的风险接受他的挑战，你们岂能再谈条件？”帝天闻言讥讽道：“怎么，你们荒古圣地难道还怕输吗？只要你们赢了，不就不用交出半部混沌体了吗？或者说，你们已经料到自己会输？这个不能忍！”荒古圣地的人顿时气愤地叫嚣起来：“我们会输？开什么玩笑！我们荒古圣地这么大一个势力，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小辈？帝天，你太嚣张了！当我们荒古圣地真的没有天才吗？同境界一战，我们荒古圣地不是没有超级天才。”大殿内响起了一道道洪亮声音。帝天淡淡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答应我的条件，免得我看不起你们。赢了，你们自然能拿到你们想要的好处，但是输了就要付出代价，玩不起就不要玩。”一番话说的荒古圣地的人哑口无言。嗨嗨，荒古圣地的圣主咳嗽了一下，看向帝天，终于开口说道：“帝天，你的条件我们答应了，不过按照你们混沌圣地准神子的说法，我们是可以出动圣人的，只要压制修为不超过祭灵境就行了，对吧？”帝天冷笑道：“我徒儿的确是这个说法，只是你们真的要出动圣人的话，那么赢了也不光彩。要知道这件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圣城，到时候即便你们赢了，也会被人笑话。”哼，我们当然不会出动圣人，总不能欺负小辈吗？荒古圣地的圣主干笑了一声，但他心中却打定主意，一旦年轻一辈奈何不了萧云，那就出动圣人。毕竟无论是赵无极还是半部混沌体，他们的价值都太大了，有机会自然要赢。接下来他们又商议片刻，将挑战的时间定于3天后。与此同时，萧云挑战整个荒古圣地的消息早已经传遍了整个圣城，顿时圣城的修炼者都沸腾了。萧云居然挑战了整个荒古圣地，他疯了吗？简直是螳臂当车啊！你们别搞错了，萧云只是挑战荒古圣地的洞天境和祭灵境，是限制修为的挑战，因此他们比的还是天赋，而萧云的天赋可是很强的。天赋再强又如何？人家荒古圣地的老辈强者是可以压制修为应战的，你再强，比得上人家老辈强者的战斗经验和对神通的掌握程度吗？是啊，我还听说萧云是允许荒古圣地的圣人应战的。嘿嘿，这家伙简直是狂妄的没边了，圣人就算压制了修为，那也依旧强大无匹。打败了李成帝和赵无极等绝世天骄，已经让萧云彻底膨胀了，他这次注定会自寻耻辱。听说这次荒古圣地和混沌圣地有赌注，一旦萧云输了3场，就要恢复赵无极的自由，一旦萧云输了10场，那么萧云就要反过来当赵无极的追随者。狂妄的萧云甚至没有限制挑战次数，所以荒古圣地想派出多少人就派出多少人，即便磨也能够磨死萧云。萧云如此骄傲自负，就算他天赋再高，未来的成就也很有限。我就知道一个没落的混沌圣地是不可能诞生出强者的，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天才，居然还是一个自大的白痴，看来混沌圣地是再也无法崛起了。圣城的修炼者很少有看好萧云的，因为萧云挑战的是整个荒古圣地。如果萧云只是挑战荒古圣地的年轻一辈，那他还有获胜的可能，但他竟然允许荒古圣地的老辈强者参战，那就注定了他要输。一间屋子里，萧云盘膝而坐，一尊金色的祭灵从他的内天地之中冲了出来，就盘膝坐在他的对面，散发着璀璨的金光。这个祭灵跟萧云差不多大小，一模一样，只是身体肌肤是金色的，看起来就像是用黄金铸就而成。此时，一颗鸡蛋大小的金丹正从萧云的识海之中冲了出来，慢慢往面前的祭灵眉心内镶嵌进去。这颗金丹就是萧云的精神力金丹，但只有萧云精神力金丹的一半大小。萧云是将自己的精神力金丹一分为2，一颗留在自己的识海中，一颗放在祭灵的识海中。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要把祭灵打造成自己的第2分身，使得祭灵成为第2个他。如此一来，萧云就像是变成了2个人，而且这2个人的战斗力还都是一样强大。一旦和人战斗，那就是2打1，绝对稳赢。这也是萧云敢于挑战荒古圣地的原因，甚至不惧对方派出圣人。毕竟圣人即便再强，难道他还能以1敌2吗？
要知道，这可是面对萧云，他本就强大，更何况现在还变成了2个人。这就是萧云耗费150次顿悟所得出来的超越寂灵境极境的方法。只不过，萧云也为此削弱了一半的精神力，从原本的10炼境界跌落到了9炼境界。但这只是暂时的，很快他还会恢复过来。而且，到时候他的本尊和寂灵分身都会达到10炼境界。也许这就是祭炼自我寂灵要走的路。等我得到荒古圣地的那具半部混沌体之后，就让寂灵分身吸收这具半部混沌体，届时我就拥有2尊半部混沌体了。萧云睁开眼睛，心中有些明悟，他已经知道后面的路该如何走了。而此时，盘膝坐在萧云对面的寂灵分身也忽然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跟萧云一样闪亮，不再那么木讷呆滞，变得炯炯有神起来，就跟真人一样。萧云看着对面的寂灵分身，面色有些古怪，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个寂灵分身。这寂灵分身现在就跟他的本体一样，可以思考问题，说是另外一个人也不为过。只不过，因为他们的精神力同源，而且只有一个灵魂，所以他们内心的想法、思考的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这就好比玩游戏的时候，一个人操控2个小号，虽然在进行不同的操作，但依旧是同一个人。有意思，我现在很期待寂灵分身吸收那具半部混沌体会变得有多么强大。萧云暗自想到，他觉得自己的自我寂灵非常强大，而且拥有巨大的成长潜力，这可比那些神兽真灵都要强大多了。毕竟神兽是神兽，人类就算炼化了神兽真灵，也无法真正发挥出神兽的实力。但是自我寂灵就不一样了，因为自我寂灵就是另外一个自己，完全可以发挥出全部的实力。外物始终是外物，只有自己才是根本。萧云眼中露出自信，他越发肯定自己走的这条路才是真正的通天大道，未来他一定会变得更强。3天的时间转眼即到，萧云一行人在一位荒古圣地长老的带领下抵达了荒古圣地的广场。这座广场原本是开放的，但是今日却被一座巨大的阵法所笼罩，让人看不清楚里面有什么情况。当萧云他们进去的时候，广场内早已经是人山人海，周围都是荒古圣地的修炼者，高台上还有许多荒古圣地的高层。帝天太上长老，圣子大人，这边请。陪同萧云他们的荒古圣地长老引领着帝天和赵无极前往高台入座。帝天点了点头，随即对萧云传音道：“徒儿，有些古怪，荒古圣地没有允许别的修炼者进来观战，他们估计是打算一旦撑不住就派出圣人上场，你要早做准备。”萧云点了点头，随即目送着帝天和赵无极走向高台，而他自己则走到广场中心。这次挑战是荒古圣地自己的人将消息传遍了圣城，现在却不允许圣城的其他修炼者来观战，这其中的猫腻用脚趾头想都明白。显然，荒古圣地已经打算好了，一旦形势不对，就马上派出圣人下场打败萧云，所以他们才不允许其他的修炼者来观战。毕竟，一旦圣人下场，那即便赢了也不光彩，他们当然不会让别的修炼者将这件事情传出去。只是萧云并不在意，圣人又如何？只要是在同一个境界，照样打得你哭爹喊娘。想到这里，萧云背后长发无风自动，一股强大的战意冲上云霄。他目光犀利，眼眸炽烈，扫视着在场的荒古圣地诸多弟子，朗声道：“在下萧云，谁敢与我一战？”话语简短，但却气势十足，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全场的目光早已经汇聚在了萧云的身上，一些荒古圣地的弟子们闻言都露出愤怒的目光。毕竟萧云太狂妄了，在他们的地盘都敢这么嚣张，当他们荒古圣地没人吗？顿时，一道长虹就从人群之中激射而出，撕裂虚空，瞬间来到萧云面前，显露出一道修长的身影。轰！来人手持一杆金色龙枪，随便一甩，便发出一声刺耳的音爆，显得威势凛然。萧云打量着对面的年轻人，这是一个身穿战甲、气质不凡的青年，他目光犀利，充满了雄浑的战意，如同一尊战神下凡。此人的实力绝对比他打败的杨威强大多了。在下战星辰，荒古圣地圣榜排名第3，请萧师兄赐教。来人望着对面的萧云，沉声道。萧云闻言恍然大悟，难怪会这么强，原来在荒古圣地的圣子当中都排名第3，看来荒古圣地也没敢小觑他，一上场就派出此人。当下，萧云淡淡说道：“出手吧，既然你只是排名第3，那我就先让你3招。”这话说的，当场就把战星辰给气得眼眸一竖，犀利的目光激射而来，爆发出一股强横至极的气势。好！战星辰没有愤怒的多说什么，直接挥动手中的金色龙枪刺来。这把龙枪叫做9级龙枪，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法宝，威力非常强大。当战星辰一枪刺来的时候，9级龙枪之中甚至冲出了一条金色的神龙，朝着萧云张牙舞爪扑杀而来。金钟罩！萧云低喝一声，施展出金钟罩，这门防御神通硬生生抵挡着战星辰的凌厉攻击。既然答应了对方要让3招，那当然就要做到。只是萧云这般举动却是激怒了周围观战的荒古圣地的众人。这家伙太狂妄了，居然还让战星辰3招，简直不知死活。战星辰拥有星辰战体，并且早已经达到了寂灵境，比他还高一个境界，一定会击败他的。此子天赋不错，但是太嚣张了，同境界他或许可以无敌，但是他现在比战星辰低了一个境界，所以此战他必败无疑。战星辰狠狠地教训他，
让他知道我们荒古圣地的厉害。一群荒古圣地的弟子们愤怒地叫嚣着。萧云站在金色的大钟内，一边看着对他不断攻击的战星辰，一边竖起一根中指，眼神轻蔑地扫向四周的荒古圣地弟子们。荒古圣地的弟子们虽然不知道萧云竖起中指是什么意思，但是从萧云的眼神之中，他们却看到了轻蔑和不屑，顿时一个个更加愤怒了。战星辰也愤怒了，眼前这个家伙居然在跟自己战斗的时候，还有心情嘲讽其他人，简直没把他放在眼里。杀！战星辰见到萧云的金钟罩，防御力强大无比，久攻不下，顿时爆发出绝招了。是神一枪，只见战星辰人枪合一，化作一道璀璨的金色光束，像是撕裂虚空的流星，朝着萧云的金色护罩撞击过来。轰！这一击之下，萧云的金色护罩都震动了一下，毕竟他现在压制了修为，维持在洞天境，所以防御力没有那么强大。只不过达到圆满境界的金钟罩也根本不是战星辰能够击破的，所以当刺眼的光芒散去之后，众人看到萧云依旧站在场中，背负着双手，毫发无损，反而是战星辰被震得倒飞出去。3招已过，该我出手了。萧云看着对面满脸骇然的战星辰，淡淡一笑。听着萧云的话语，战星辰此刻心中非常慌张。刚才萧云站在那里不动硬接了他3招，结果居然毫发无伤，他连对方的防御都破不了，孰高孰低显而易见。现在萧云要还击了，他能够挡得住吗？战星辰心中没有丝毫把握，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身为荒古圣地排名第3的圣子，却也不能退缩，总不能直接认输吧？那他就会成为荒古圣地的耻辱，被所有的荒古圣地弟子们嘲笑。因此战星辰咬着牙，眼神凝重地望着对面的萧云，沉声道：请萧师兄指教。说话的同时，战星辰调动起全身所有力量，一层金色的光辉从他的躯体上爆发出来，推动他的气势继续往上攀升。显然战星辰不敢大意，他要拼命了。反观对面的萧云却是显得很轻松，他一脸平淡地看着对面的战星辰，任凭战星辰继续提升气势，并没有出手阻止。战星辰知道这是萧云有着绝对的自信，有着必胜的把握，不怕他提升力量。这让战星辰心中感受到一股极大的压力，对方的无敌信念太强大了，让他有种面对圣人的感觉。不过这也刺激的战星辰将力量推动到了巅峰，他的气势更加强大了，全身金光璀璨，真的如同一尊金色战神下凡了。好了吗？萧云看到战星辰已经将实力提升到了巅峰状态，这才开口淡淡说道：我只出一剑，接住了便算你赢。萧云的话语非常霸气，他想要一招打败战星辰。这话传了出去，整个广场都是一片沸腾，观战的荒古圣地弟子们都愤怒了。太狂妄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简直不知死活。荒古圣地的弟子们都冲着萧云怒骂着，倒是那些荒古圣地的高层却是一个个开心无比，因为他们不认为战星辰可以打败萧云，但是既然萧云说了，只要战星辰接住他一招便算赢，这可是捡来的便宜啊，他们当然高兴。大言不惭！场中战星辰大喝一声，他终于忍受不了萧云的狂妄了。他承认自己不如萧云，但是萧云想要一招击败他也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战星辰心中憋着一股气，强大的战意冲天起，一道道金色的符文忽然从他手中的9级龙枪之中绽放出来，像似一个个光圈沿着枪身闪现。这杆枪不错。萧云打量着战星辰手中的9级龙枪，不由得点了点头，露出一抹赞赏之色。不过这让战星辰心中很不爽，感情自己在萧云的眼中还不如手中的一杆枪。萧云，你太狂妄了，我就不信你能够一招击败我。战星辰咬牙切齿地瞪着萧云，怒声道：我这杆枪之前被封印了，现在才显露出真正的威力，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9级龙枪真正的威力。战星辰的话音落下，他手中的9级龙枪已经解开了封印，爆发出一股无匹的威能。9级龙枪，神魔9变！战星辰突然大喝一声，画着9道金色的身影从四面八方激射而来，将萧云团团围住。这些金色的身影在接近萧云的时候，却突然合为一体，爆发出一股更加强大的威能。这是战星辰的最强一击，玄冰剑印。面对战星辰的最强一击，萧云迅速掐动印诀，手中蓝色符文一个接着一个展现出来，凝聚成一柄蓝色的巨大神剑，携带着冰冷的寒气，朝着前方斩杀过去。这一瞬间，周围的温度都在急速降低，仿佛从盛夏进入寒冬，就连天空中都飘起了雪花，无数的冰雪随着萧云的寒冰神剑朝着战星辰杀去。如此改变天象的神通，令得周围的人都惊呼起来。高台上那些荒古圣地的高层们都露出震惊的目光，而身处萧云对面的战星辰感受更加深刻，因为这股寒冷的气温太低了，将他的身体都给冻得僵硬了。战星辰刺向萧云的一枪也因为身体僵硬而停在了半空中，远远望去，就好像战星辰整个人被冻结在半空中一样，成了一座人形冰雕。一招，萧云竟然真的只用一招就打败了战星辰，这一幕实在太震撼了。周围荒古圣地的弟子们全都哑口无言，整个广场都是一片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安静的可怕。战星辰输了，而且输得这么惨，简直不堪一击，竟然一招就击败了战星辰。萧云的实力再次刷新了荒古圣地众人的三观，
他们知道自己此前是严重小看了萧云。萧神子果然厉害，这一场我们认输。良久，荒古圣地的圣主轻声说道。听到他的声音，众人才从震撼的表情中恢复过来。咔嚓，寒冰碎裂，战！陈终于摆脱了冻结，但他看着对面的萧云，却是一脸的颓废，因为刚才的那一段时间足够萧云杀他10000次了。他败了，败得如此不堪一击，这种打击太大了。不要失落。萧云看着对面一脸颓废的战星辰，轻声笑着安慰道：“毕竟你和我的差距太大了，败给我，你并不可耻，你应该感到荣幸。”战星辰一脸无语，这是在安慰自己吗？难道不是往自己的心口再插上一刀吗？萧云却以为战星辰听懂了自己的安慰，不由得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继续安慰道：“多年以后，人们提起这一战时，就会说战星辰曾与大帝萧云一战，惜败。”战星辰闻言，气得咬牙切齿，眼前这个家伙实在太自负了，这连圣人都没成，就已经锁定大帝之位了。广场周围，一群观战的荒古圣地众人，此刻也都连翻白眼。高台上，帝天也难得脸红一次，他也觉得萧云自负的太过分了。就算你志在大帝，放在心里面不就好了，用得着整天挂在嘴边吗？要低调，低调。咻，一道身影从人群之中激射而出，踏着虚空来到了广场中心。星辰师弟，下一场让我来吧。来人穿着一身白色长袍，气质脱尘，他披着长发，一双剑眉之下竟然有着2只蓝色的眼眸，闪烁着莫名的神光。这一瞬间，萧云只感觉周围的所有景色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蓝色的大海，而他的眼前更有一片巨浪席卷而来，想要将他吞没。幻境！萧云感受着面前扑面而来的滔天巨浪，不由得冷哼一声，强大的精神力顿时爆发，瞬间便震碎了虚空，周围的大海也支离破碎，消失不见。在萧云对面的白袍青年不由地面露惊讶之色，他没想到萧云这么快就挣脱了自己的幻境。要知道，他刚才突然施展幻境，算是偷袭了，原本是想打萧云一个措手不及，给萧云一点教训，但是没想到萧云的反应这么快。不愧是打败李成帝的绝世天骄，没想到萧师兄的精神力也如此强大。在下穆晨浩见过萧师兄。白袍青年穆晨浩微笑着说道。旁边的战星辰已经退去，场中只剩下萧云和穆晨浩2个人了。萧云打量着穆晨浩的一双蓝色眼睛，好奇问道：“你这双眼睛有些特殊，你爸妈是外国人吗？”穆晨浩一愣，他不知道外国人是指什么，但他还是解释道：“萧师兄，我这双眼睛叫做幻魔之眼，我的特殊体质跟你们的不同，我的类似于重瞳，特殊体质就是眼睛。”萧云恍然大悟，有些人的特殊体质并不是荒古圣体、混沌体这种，有的人就只有眼睛特殊，还有的人只有一根骨头特殊，甚至还有3只眼睛的人。萧云看着对面的穆晨浩，眼中越发好奇了，问道：“你这幻魔之眼的能力，应该就是制造幻境吧？”穆晨浩自然不会傻的将自己眼睛的特殊能力说出来，他微微一笑，说道：“既然萧师兄想要知道，那就亲自去经历一番吧。”话落，穆晨浩的双眸再度冒出炽盛的蓝色光芒，就像似一片蓝色的天空席卷而来，将萧云吞噬在蓝色的海洋之中。只不过这一次，萧云周围的景象不再是大海了，而是显露出他脑海深处最熟悉的一片景象：高楼大厦，层层叠叠，车来车往，川流不息。这种科技大都市的景象，他实在太熟悉了，因为他穿越前的地球便是这般景象。有意思，看来他的幻境不是一般的幻境，竟然可以沟通我内心深处的记忆，让我自己沉浸在自己制造的幻境之中。萧云心中想到，他认为眼前这个幻境并不是穆晨浩制造的，毕竟穆晨浩又不是穿越者，不可能知道这种科技化的大都市景象。显然，穆晨浩的那双幻魔之眼是可以沟通他内心深处的记忆，让他沉浸在自己制造的幻境之中。说到底，还是穿越的太久了。萧云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迫切想要回到地球的欲望，只是这种欲望平常被他压制在心底深处，现在却被穆晨浩的幻魔之眼给引出来了。唰！外界，当萧云沉浸在幻境之中的时候，穆晨浩便立即出手了。他手中光芒一闪，一把利剑顿时朝着萧云刺去。周围观战的荒古圣地修炼者们顿时露出兴奋的笑容，他们觉得穆晨浩赢定了。毕竟现在的萧云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穆晨浩的幻魔之眼太厉害了，无论敌人多么厉害，一旦陷入了他的幻境之中，生死便由他掌握。萧云太大意了，他小觑了幻魔之眼的能力，否则他第一时间施展出金钟罩，最起码还能支撑一下。哼，这个狂妄的家伙终于要吃到苦头了，这次我看他还有何颜面再狂妄嚣张。穆晨浩在我们荒古圣地的圣子当中排名第2，但如果他的修为再强一些，其实有可能排名第1。萧云终于要落败了，荒古圣地的修炼者们都非常开心，刚才战星辰输了一场，对他们打击很大，现在总算可以挽回颓势了。只是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因为当穆晨浩的剑出现在萧云面前的时候，一片炽烈的金色光芒突然从萧云身上爆发出来，凝聚成一座金色的大钟，将萧云笼罩在内。轰！穆晨浩的剑狠狠地撞在金色大钟之上，但却根本无法突破，反而被一股巨力给震得倒飞出去。金钟罩！穆晨浩在半空中止住身体，他瞪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对面的萧云。
萧云明明已经沉浸在幻境之中，怎么还能施展金钟罩？周围观战的荒古圣地的修炼者们也都满脸疑惑，这实在太奇怪了。明明萧云已经失去了意识，无法动弹，怎么会还能够施展出神通？只有高台上那些老辈强者们看出来了原因。这小子很谨慎，并不像他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自负，他其实提前就做好了准备，凝聚了金钟罩的印诀，只要敌人一攻击他，这门神通便会自动发动。一位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沉声说道。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随即他们一阵咬牙切齿，萧云这家伙居然这么鸡贼，实在太可恶了。千重剑。场中，沐尘浩盯着面前的萧云，继续发动攻击，朝着笼罩住萧云的金色大钟不断的轰击着。他要在萧云破开幻境之前打破金钟罩的防御，这样他依旧可以获胜。轰隆隆，一道道剑气如同洪流一般，不断的轰击着萧云外面的金色护罩，震耳欲聋的响声连绵不绝。而此时，萧云依旧沉浸在那片熟悉的幻境之中，真是令人怀念啊！萧云沿着宽阔的街道走着，看着周围熟悉的场景，偶尔停下来等红绿灯。小伙子，快来扶我一下，我刚才不小心摔倒了。红绿灯旁边，一位老奶奶坐在地上，目光求助地看向萧云说道。萧云瞥了他一眼，摇头道：我曾经有一位开奔驰的朋友，就是因为扶了一位老奶奶，后来怎么了？老奶奶好奇问道。后来她黄袍加身，每天都伴随着山珍海味。萧云说道。老奶奶顿时笑道：这就对了嘛，好人果然有好报。小伙子，你应该学习你这位朋友，快来扶我起来。我那位朋友现在是送外卖的。萧云没有理会老奶奶，趁着绿灯走到了马路对面。这里有一座熟悉的小区，是他以前居住的地方，实在太熟悉了。不过萧云最终还是没有进入这座小区，因为他不想再陷入下去了。等我将来无敌天下后，再来找寻回归地球的道路。但是现在我的目标依旧是正道大地，无人可以阻挡。萧云看着面前的熟悉小区，轻轻一叹，目光变得越发坚定了。这一次的幻境魔力让他的道心变得更加坚固了，更加圆满了，再无一丝破绽。外界被金钟罩笼罩住的萧云也终于睁开了双眸，两道金色的神光从他的双目之中激射而出。对面的沐尘浩心神一颤，连忙退后，因为他感觉到一股强大至极的气势扑面而来。你竟然挣脱了我的幻境！沐尘浩瞪大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不远处的萧云，满脸不可思议。要知道他的幻境很厉害，同辈之中几乎很难有人可以与之抗衡。当然这也不代表他在同辈之中无敌，因为很多人都认识他这双幻魔之眼，一上来就对他强攻，哪里会让他这么轻松施展幻魔之眼？也就萧云心有无敌信念，根本没把沐尘浩放在眼里，才让沐尘浩给得手了。只是沐尘浩明显低估了萧云的强大精神力，一般的幻境根本无法困住他，这个幻境能够困住他这么久，威力已经很强了。幻境不错。萧云看着面前满脸震惊的沐尘浩，微微笑道：看在你让我回到地球一次的份上，我同样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能够接住我一招，我便算你赢。来了，又来了。周围观战的荒古圣地众人顿时肺都气炸了，萧云居然又想要一招打败沐尘浩，这简直太嚣张了。可惜他们愤怒也没用，萧云的实力太强了，让他们心中没有多少底气。不过还是有很多荒古圣地的修炼者都在给沐尘浩加油打气。沐尘浩也咬着牙，满脸凝重地看着对面的萧云，眸光战战地说道：好，我倒要看看萧师兄要如何一招打败我。话落，沐尘浩率先出手了。千幻剑阵。沐尘浩大喝一声，眼中释放出炽烈的蓝光，他的这双幻魔之眼又启动了。但是这次有些特殊，他并没有将萧云拉入陌生的幻境之中，周围依旧是原样，仿佛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萧云对面的沐尘浩突然变成了上万个，遍布四面八方。萧云顿时明白，这次的幻境依旧存在，但只作用在沐尘浩身上，让他看起来有无数个分身，好叫萧云无法分辨出他的真身。此时这无数个沐尘浩正施展着一门剑阵，将萧云笼罩其中。在这座剑阵之中，无数剑气冲霄而起，汇聚成一道恐怖的洪流，朝着萧云冲击而来。如此惊天动地的威势，令得萧云也微微色变。这个沐尘浩的确比之前那个战星辰强大多了，不过在他的眼中依旧不堪一击。四象剑阵。萧云看着面前的无数个沐尘浩，眼中陡然爆发出炽盛的光芒，犹如两轮金色的烈日当空而照，威势凛然。与此同时，一柄金色的光束冲天起，画着一座巨大的阵法，将所有的沐尘浩全部笼罩在内。这是萧云的另外一门神通四象剑阵。咔嚓，这座阵法的威力太强大了，一落下来，整个地面都出现了裂缝，仿佛承受不住阵法的威能，地面都在开裂了，如同地震了一般，景象吓人。轰隆隆，当阵法彻底开启的时候，整个大地都在摇晃颤抖，像是这片世界崩溃了。如此威力强大的阵法，令得周围观战的荒古圣地众人全都骇然色变，就连高台上一些老辈强者都露出惊容。这是四象剑阵，居然也被他修炼到了圆满境界。一位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震惊道。不仅仅如此，他还利用了此地的地势，操控了此地灵脉，与这座阵法合为一体，使得这门四象剑阵威力更加强大了。荒古圣地的圣主眸光战战地盯着场中的萧云，
眼中第一次露出震撼的神色，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萧云之所以能够把四象剑阵发挥得如此强大，是因为萧云在阵法一道上面也有着很高的成就。这就有些恐怖了。萧云一个才修炼几年的小辈，时间都拿来提升修为，他是如何还能分心参悟阵法的？要知道，阵法一道浩瀚无边，可不是短短2、3年就能小有成就的。能够调动此地灵脉，就连那些参悟了几十年的阵法师也不可能办得到。这家伙未免也太妖孽了吧！荒古圣地的圣主不由得满脸感叹。轰！场中随着萧云的四象剑阵启动，一股强大的杀意横扫全场，令得周围许多观战的荒古圣地的修炼者们都浑身冰冷，仿佛身临其境，被这股杀意而剿灭。许多实力弱的修炼者甚至满脸惊恐，吓得跳了起来，想要逃出这个地方。轰隆隆！四象剑阵彻底启动了，一道道炽烈的剑芒冲向天穹，摧枯拉朽，无坚不摧，恐怖绝伦。天空都好像被撕裂了，出现了一条条巨大的空间裂缝。璀璨的剑芒结合阵法，化作4尊神兽，朝着沐尘浩镇压下来。有青龙摆尾，朱雀横击，玄武覆海，白虎扑杀，正合4项真意，一起镇压沐尘浩。杀气凌霄，令得这方天地都在颤抖。可怕的剑芒横扫虚空，斩碎虚无，摧枯拉朽般的力量，让这片世界都要崩溃了。沐尘浩的无数分身瞬间破灭，那条浩瀚的剑河也被萧云一举粉碎。沐尘浩的本体更是被震得吐血倒飞，但是对面那4只神兽依旧震杀过来，让他无处可逃。沐尘浩仰天嘶吼，他心中憋屈无比的愤怒，不甘心失败，再做最后的挣扎。千换剑诀，一剑换千剑。沐尘浩大吼一声，无数剑气汇聚而来，与他整个人融为一体，组成了一把人形巨剑，朝着萧云当空劈下，展现绝世锋芒。这一剑仿佛劈碎了虚空，将4大神兽中的白虎神兽都给斩杀了。然而这一剑的威力也仅仅如此，剩下的3只神兽直接震碎了剑威，携带着滔天般的恐怖力量，狠狠地轰击在沐尘浩的身上。噗！沐尘浩大口喷血，整个人就像似一颗炮弹倒飞出去，狠狠地摔在地上，砸出一座深坑。败了，沐尘浩依旧挡不住萧云的一招之威。周围观战的荒古圣地众人都沉默了，他们没有责怪沐尘浩，因为萧云表现出来的实力太强大了，沐尘浩输的情有可原。现在他们很怀疑，还有谁能够在同境界打败萧云？就连高台上那些荒古圣地的高层都露出沉重的脸色，难道真的要出动圣人吗？沐尘浩在深坑之中一动不动，受了重伤，最后被人扶着离开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萧云的身上，场中陷入了沉默，一片鸦雀无声，安静的可怕。萧云展现出来的实力虽然只是露出冰山一角，但已经非常可怕了，这让一众荒古圣地的修炼者没有信心了。毕竟萧云到现在才出了2招，仅仅2招就击败了他们荒古圣地的2位圣子，而且还是排名第2和第3的圣子。这么看来，就算是排名第1的圣子上场，恐怕也不是萧云的对手。这个家伙居然这么厉害！人群中，杨威眼神阴郁，脸色非常难看。他没想到萧云的实力会这么强大。这样想来，之前萧云跟他战斗的时候，明显是压低了实力，否则一招都能杀死他了。下一个！就在场中安静的时候，一道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带着一股无敌的霸气，横扫全场。是萧云开口了，他眼神淡漠地扫视着高台上那些荒古圣地的老辈强者们，目光中流露出一股傲视天地的色彩。众人看着萧云，脸色皆是阴沉无比。这好像不是一场挑战，而是萧云过来砸场子的。接连2场比试，萧云都是一招制胜，强势无比，荒古圣地输得太惨了。如果再继续这样输下去，他们荒古圣地的脸面就丢尽了。高台上，荒古圣地的圣主此刻非常庆幸，幸亏他提前做出了改变，没让其他人进来观战，否则这次荒古圣地就要颜面扫地了。不过现在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对他们荒古圣地很不利。因为荒古圣地的人都看得出来，场中的萧云气势越来越强大了，因为连续2场一招击败敌人，已经渐渐将萧云的无敌之势推动到了巅峰。如果不能打破萧云的节奏，让萧云继续赢下去，就会令得萧云的无敌之势达到最强状态，届时再难有人与他抗衡了。所以荒古圣地的圣主当机立断，传音给一位荒古圣地内的年轻天才，请他出手。之所以要请，是因为这位年轻的天才在荒古圣地的地位非常不凡，就算是他这位圣主都要客气对待。但因为此人就是荒古圣地的准神子，甚至在杨战晋升圣人之后，此人便会接掌杨战的神子之位，荒古圣地内不会有丝毫异议。不过让荒古圣地的圣主意外的是，那位准神子居然传音过来拒绝出战。为何？荒古圣地的圣主急忙说道：“我们荒古圣地不能再败了，我会在圣路上等他一战。”那位荒古圣地的准神子回讯道。简短的一句话，便让荒古圣地的圣主明白了他的心思。荒古圣地的圣主苦笑，那位准神子已经在涅槃境走了大半，就要成功晋升超凡了，比萧云此刻的境界高得多，所以他不愿意下场与萧云一战，因为对方光明磊落，他觉得就算赢了萧云也是胜之不武。对于绝世天骄来说，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也罢，就让杨旭先出场吧。荒古圣地的
圣主叹了口气，随即传音让另外一位荒古圣地的年轻天才出战。这次没有意外，一位年轻的天才从人群之中站了起来，踏空而出，走入场中，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萧云也朝着此人看来，只感觉此人光芒璀璨，就像似一轮烈日从天空中降落下来，炽盛的光辉普照大地，就连周围的温度都在升高，那炙热的光辉席卷而来，让人有一种近距离面对太阳的感觉。是杨旭圣子，他是我们荒古圣地的第一圣子，杨旭一定可以打败萧云。杨旭圣子拥有太阳神体，位列2阶神体巅峰，非常接近至尊体，所以他的天赋很强，此战必胜。杨旭圣子的修为已达出窍境，占据境界优势，一定可以击败萧云。广场周围观战的荒古圣地众人早已经议论纷纷，可见眼前这个杨旭在荒古圣地的声望很高。当然，对方是排名第一的圣子，声望高也很正常。只不过太阳神体这种特殊体质，萧云也是第一次见到，心中难免有些好奇，因为太阳神体和他的混沌体有些特殊的联系。据传说，太阳神体和太阴神体这2种特殊体质的拥有者，如果是一男一女的话，那么他们结合之后，最有可能诞生出混沌体。当然，这只是传说，并没有真实的案例。毕竟，无论是太阳神体还是太阴神体都非常稀少，更何况还出现在一男一女身上，这种几率实在太低了，在修炼界的历史上并没有例子出现，无法作为参照。在下杨旭见过萧兄。杨旭此刻也在打量着萧云，面色严肃，眼神凝重。虽然他的修为境界比萧云高得多，但却也不敢小觑萧云。毕竟萧云刚才表现出来的天赋和战力太强大了，放眼整个修炼界，在同辈之中都是数一数二的。杨兄客气了，萧云也没有盛气凌人，对方表现得很客气，他自然以礼相待，毕竟他又不是大反派，总是拉仇恨。萧兄，请稍等片刻。杨旭对萧云微微一笑，随即转身看向高台上的荒古圣地的圣主，朗声道：“还请圣主封印弟子的修为。”他是出窍境的修士，自然不能用这个境界与萧云战斗，那就太欺负萧云了。而且萧云和荒古圣地早就提前约好了，最多只能出动祭灵境，因此杨旭当然要压制修为境界。帝天，还是你亲自出手封印吧，省得你说我们荒古圣地有猫腻。荒古圣地的圣主闻言，不由得看向旁边的帝天，笑着说道。帝天连忙说道：“圣主言重了，我相信堂堂荒古圣地不会欺负萧云一个晚辈。”荒古圣地的圣主闻言满脸苦笑，帝天这是在激他，担心他等下派出圣人下场，故意先抬高荒古圣地呢。只是真要到了那种时候，他们荒古圣地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什么颜面都比不上真实的利益重要。心中微微沉吟片刻，荒古圣地的圣主挥了挥手，一道金色的光圈顿时飞了出去，将场中的杨旭笼罩住了，令得他的修为境界急速降低，片刻之间便跌落至寂灵境。圣主好手段！帝天看着杨旭的修为跌落至寂灵境，眼中神光激射，神念早已经探了出去，将杨旭的身体给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笑了一声。事关他徒儿关键之战，他当然要谨慎一点，毕竟他是一点都不相信荒古圣地会守规矩的，因为只要荒古圣地赢了，就能得到赵无极，这个利益太大了，荒古圣地会违反规矩也很正常。好在荒古圣地的下限还没有那么低，没有在压制修为上面作弊，毕竟这太容易看出来了。帝天又不是傻子，他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天境大能，想要糊弄帝天根本不可能。场中，杨旭在修为降低之后，顿时看向萧云，朗声笑道：“萧兄，请指教。”话落，一股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就像似滚烫的岩浆从剧烈的火山之中喷发出来，在散发着炙热的温度，将周围的气温迅速拉升。远远看去，杨旭就像似一轮烈日，热浪翻滚，光芒璀璨。请。萧云神情淡漠地吐出一个字，随即操控黑魔剑，携带着一道乌黑的光束，朝着杨旭呼啸而去。这一次，他选择率先出手了，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个杨旭的实力很强，不是之前那2个荒古圣地的圣子所能够比拟的。毕竟，对方无论是拥有的特殊体质，还是本身的境界修为，都远在那2个圣子之上。荒古圣地作为排名第2的圣地，而杨旭又是荒古圣地排名第1的圣子，他的实力是值得肯定的，即便在修炼界都是同辈之中的佼佼者。面对这样的人物，萧云自然不会大意，他催动黑魔剑，以极快的速度斩向杨旭。砰！杨旭此刻朝着萧云大步而来，他一拳打出去，顿时震飞了萧云的黑魔剑，一股强大金光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直冲天穹。他浑身赤霞澎湃，宛若一尊涅槃的真龙，一双眸子是金色的，跟2盏金灯似的，神威无匹。一阳出始，杨旭非常勇猛，他不如流星一般欺身而来，挥动着一只金色的手掌，朝着萧云镇压而下。这一击非常可怕，因为有一个炽烈的光球在杨旭的掌心出现，就像是一轮烈日，散发着炙热的光芒，想要将萧云融化。杨旭显得气势如虹，双眸之中闪烁着金色的神芒，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炙热的金色火焰，凶猛的掌势继续镇压下来，逼视前方。萧云只感觉一股强大的气势扑面而来，让他有一种窒息般的感觉，就好像在面对一尊太阳神。很好，总算有点意思了。萧云忍不住赞叹道，杨旭的强大实力激发起了他心中的战意。
下一刻，萧云发出一声刺耳的长啸声，他双目喷薄出无尽的神芒，携带着一片璀璨的剑气轰击而去。万剑流，萧云展现出这一门神通，他手中的黑魔剑早已经激射而出，化作10000把剑，汇聚成一条黑色的剑河，在天空中浩浩荡荡，铺天盖地的冲向杨旭。轰隆隆，萧云的剑河、杨旭的金色掌印在这一刻硬生生的碰撞在一起，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和震耳欲聋的声响。恐怖的能量波动更似滔滔大河一般，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出去，震得这片天地虚空都在剧烈颤抖。好强大的一击，他们的实力太强大了。看来杨旭很忌惮萧云，一上来就施展了他最强大的功法九阳傲视诀。萧云的实力有目共睹，杨旭谨慎一些也很正常，这才是我们的第一圣子，不骄不躁，谨慎小心，未来成就不可限量。杨旭的九阳傲视诀更厉害了，不知道他已经凝练出了几阳。广场周围的荒古圣地，众人议论纷纷，高台上那些荒古圣地的长老们也都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次萧云总不会一招击败杨旭了吧？太阳神体果然厉害，帝天盯着下面的战斗称赞道。只是他心中很无奈，荒古圣地虽然失去了赵无极，但是底蕴依旧浑厚无比，不是他们混沌圣地能够比拟的。就拿着杨旭还有之前的战星辰和沐尘浩来说，都比他们混沌圣地的圣子要强大得多。据说荒古圣地还有一位更加妖孽的准神子呢，可谓是天才无数，天骄如云，怎么能不强大？反观混沌圣地，除了萧云可以拿得出手，剩下就没有什么耀眼的天才了。不过帝天依旧充满了信心，就算只有萧云一个人也没关系，只要萧云能够崛起正道大地，他一人就可以带领混沌圣地走向强盛。轰！思绪之际，场中的战斗更加激烈了。只见萧云的剑河非常恐怖，那些犀利的剑气一重接着一重，不断的轰击着杨旭的金色掌印，终于将其冲破。但是杨旭并没有后退，他反而上前一步，再度一掌镇压过来。三阳开泰，杨旭再次开口，他双眸之中的光芒更加炽盛了，满头发丝狂妄，像似一根根金色的细柳垂落下来。这一次足足有3轮烈日出现在他的掌印之中，爆发出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朝着萧云的黑色剑河镇压过去。轰！剑河终于断流，被杨旭硬生生镇压了。他掌心的3轮烈日冲了出来，携带着一股无匹的威势，朝着萧云围杀而来。玄冰剑印，萧云大喝一声，迅速掐动印诀，一片极冷的寒气席卷而出，凝聚成一柄蓝色的神剑，朝着杨旭劈砍过去。这一剑劈落下来，天空与大地都被冻结了，杨旭那只金色的掌印更是被冻结在半空中，3轮烈日都烟消云散了。五阳裂天，七阳化地，杨旭见到萧云实力这么强，终于忍不住拼命了。他一连2招，将自身战力催动到了巅峰。这一瞬间，随着杨旭的掌印出现，天空中陡然出现了7颗太阳，那恐怖的温度好似要将这片天地给融化了。萧云劈砍过来的蓝色神剑还没有触碰到杨旭的身体，就已经被融化了。随后这7颗太阳更是携带着滔天般的恐怖威能，朝着萧云浩荡而去。轰隆隆，天塌地陷，日月无光，恐怖的能量如同一片瀚海席卷而来，淹没了整个世界。杨旭的这一击太强大了，将2大绝招融为一体，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恐怖威力。从他身上爆发出的炽烈金光耀眼夺目，令得众人都看不清楚他的身形，只能看到天空中有7个太阳，重如山岳，璀璨夺目，如同一颗颗恒星坠落，携带着恐怖无边的能量。7阳，没想到杨旭已经将9阳傲视诀给修炼到了7阳境界，近乎圆满了。不愧是我们荒古圣地的第一圣子，此战杨旭必胜无疑。杨旭的太阳神体配合7阳境界的9阳傲视诀，足以发挥出媲美圆满境界的神通，绝对能够打败萧云。萧云之前也只是依靠圆满境界的神通战胜敌人，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这个优势了。围观的荒古圣地弟子们议论纷纷，他们看到场中的杨旭大展神威，全都露出了振奋的笑容，一个个无比开心。高台上那些荒古圣地的高层们也都暗暗松了口气，心想总算可以赢下一局了。然而下一秒，他们的脸色却骤然一变，因为场中的萧云突然爆发出一片炽盛的金光，从这片金光之中更是凝聚出一尊金色的大佛，携带着无上神威，将面前袭来的7颗太阳给挡住了。这一瞬间，双方所爆发出来的能量余波席卷了全场，令得整个广场都在震动，虚空都有些扭曲了。竟然挡住了，这是什么神通？观战的众人没想到萧云竟然可以挡住杨旭的这一击，顿时惊呼出声。不光是挡住，场中的那尊金色大佛还在不断的膨胀，他的身躯变得越来越庞大，就像4佛祖下凡了一样。无尽的佛光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席卷了整个世界，天地都是一片璀璨。不动明王印！萧云大喝道，他全力催动这门神通，操控着金色的大佛，携带着无量佛光，向着面前的7颗太阳迎击过去。这一瞬间，佛光普照，光芒耀眼夺目，更有洪亮的佛音伴随而出，像是一缕大道之音，浩浩荡荡，震动天地。广场周围的众人听到这洪亮的佛音，皆是心神一颤，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栗，就好像是面对一尊发怒的佛门天王一样。事实上，这就是佛门天王不动明王。高台上那些荒古圣地的长老们
便已经认出这门神通了。只见一位太上长老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场中的萧云，满脸震惊道：“竟然是不动明王印！想要练成这门神通，得有很高的佛性。此子难道是佛门高僧转世吗？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佛性？”另一位太上长老感慨道：“此子佛性如此深厚，若是被西方佛宗得知，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其度化。”哼！帝天闻言冷哼一声，眼中寒光射人的说道：“佛宗，一群秃驴而已。萧云是他们混沌圣地崛起的关键，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放弃萧云的。”轰！与此同时，场中的战斗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萧云和杨旭两个人都将各自的神通催动到了巅峰，发挥出最强的攻击力。只见那耀眼的光芒仿佛金色的火焰，燃烧了整个天空，虚空扭曲，空间隐隐在破碎。他们两个人激战的地方绽放出了亿万道光辉，耀眼夺目。恐怖的能量如同滔滔大河，奔涌不断，浩荡在这片天地间，让人心神震颤。杀！萧云大吼一声，金色的大佛猛地光芒万丈，像是笼罩了一层金色的神辉，又好像佛门天王觉醒了，气吞山河，佛光普照。不动明王双手合十，满脸愤怒，他双掌镇压下来，就好像是一座大山坠落而下，携带着一股磅礴的威势。这一击非常恐怖，就像是击穿了九重天，各种符文光芒璀璨无比，可怕的力量令得天地破灭，洪亮的声音震耳欲聋，如同大道在轰鸣。四周所有人都张大嘴巴，满脸惊呼，全都在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萧云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太强大了，杨旭的全力一击被他给硬生生地击破了，那尊金色的大佛更是做出凌厉的反击，让荒古圣地的众人担心无比。杨旭此刻也的确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没想到萧云的实力居然这么强，之前明显是在故意隐藏实力，这才是萧云真正的战力。不过杨旭脸上并没有露出畏惧之色，他的神色依旧很镇定，这让荒古圣地的众人放心了不少。不愧是打败李成帝的天才，看来不全力出手是无法击败你了。杨旭看着对面的萧云，缓缓说道。众人露出惊异之色，难道杨旭还隐藏了实力吗？萧云看着杨旭，冷冷说道：“想要击败我，你还差得远。”话落，不动明王已经降临而下，带着磅礴的威势，将要把杨旭给碾成肉酱了。九阳灭世！杨旭看着近在咫尺的不动明王，深吸一开口气，随即猛地暴喝一声，爆发出炽烈的金光，璀璨夺目，犹如一轮大日当空爆炸。这一瞬间，从杨旭身上爆发出来的光芒太耀眼了，无比的炽盛，像似一片金色的雷霆，震耳欲聋，挤满了整个天地，发生剧烈的大爆炸。这一幕宛如诸神在进行灭世，恐怖滔天的能量汹涌不绝，在天空中浩浩荡荡，演化盘古开天辟地、宇宙毁灭与重生的场景。当这一切消散之后，九颗炽烈的太阳当空凌厉，释放着无尽的神辉，将杨旭整个人都笼罩在其中。而萧云的金色大佛早已经被那9颗太阳所爆发出来的恐怖能量给摧毁了。欢迎进入我的九阳领域，在这里一切都将被我掌控。萧云，你输定了。杨旭俯视着萧云，眸光更加炽盛了，犹如璀璨恒星，流动出的气息让很多人感到心悸，心生恐惧。萧云冷哼道：“就你有领域吗？”话落，萧云的混沌领域席卷出去，灰色的混沌气流如同一片瀚海倾泻而下，淹没了面前的整片天地。天地间，灰色的混沌气流瞬间就压下了杨旭的金色领域。混沌领域一出，顿时引起一片惊呼声。毕竟这个领域太有名了，号称第一领域。曾经的帝天便依靠着混沌领域横扫诸多天骄，与柳天都的重瞳都能不分上下，镇压了一个时代。杨旭的九阳领域虽然很强大，但是在混沌领域面前还是有些不够看，立即就被镇压了下去。几乎瞬间，杨旭就赫然发现自己的九阳领域被混沌领域给逼到了极限，周围的混沌气流太凶猛了，宛如宇宙毁灭了一般，强大的力量彻底压制了他的九阳领域。不过杨旭并不会因此而认输，他大吼一声，发出一声长啸，催动滔天的能量，爆发出绝世一击，想要撕裂面前的混沌领域。这一刻，杨旭宛如一尊魔神一样，非常的勇猛。他的双眸之中射出2柄金色的神剑，气血冲霄，杀气冲天，绝世锋芒斩碎天地。他的九阳领域也配合着他的力量一起爆发，9颗太阳光芒璀璨，炽烈的神辉在虚空之中疯狂肆虐，令得这片天地都在剧烈摇晃。九阳灭世，天地重开！杨旭大吼道，他催动9颗太阳之力，化作灭世一击，斩向面前的混沌领域。顿时，混沌领域都在震动不安，仿佛真的要被杨旭给展开了一样。但是萧云一脸镇定，他盯着领域之中的杨旭，冷笑道：“想要破开我的混沌领域，你未免也太高看你自己了。”随后，萧云腾空而起，浑身爆发神芒，宛若一尊天神般威慑天地。他黑发飞舞，眸子绽放瑞彩，他张口一声轻笑，吐露万千混沌神剑，朝着杨旭疯狂绞杀过去。天空中的9颗太阳都被萧云的混沌神剑给射穿了，无数的剑气像似一片混沌洪流滚滚而来，恐怖的能量仿佛要毁灭整个世界。噗！杨旭惨叫一声，身子都倒飞出去，嘴角溢出血液，脸色发白。天空中的9颗太阳此刻光芒都显得暗淡了一些，被萧云给一举镇压了。杨旭满脸不甘心，
他拼命调动体内力量，迅速掐动印诀，恐怖的灵力顿时汹涌沸腾，爆发出炽烈的光芒。下一刻，天空中的9颗太阳再度爆发出炽烈的神辉，刺眼的金光更是照亮了整个世界。没有用的，你不是我的对手。萧云淡淡说道，他挥动拳头，携带着混沌领域镇压过来。这是一种浩大的无敌威势，混沌如海，荡尽一切，无数混沌气流化着混沌神剑，撕裂虚空，粉碎天地。杨旭的9阳领域都被这些混沌神剑给撕成了碎片，他根本无法阻挡萧云的惊天气势，被镇压的步步后退。9阳合一，唯我独尊。杨旭咬着牙，还在继续拼命。他吐出一口鲜血，激发出体内的最后力量。轰隆隆！这一刻，天空中的9颗太阳居然融合到了一起，组成一尊巨大无比的烈日，光芒耀眼夺目，比苍穹之上的真正太阳还要炽烈。与此同时，杨旭身上也出现了一件金色的战甲，完全由太阳之力构造而成。这是太阳战甲，让杨旭拥有太阳之力的加持，使得他的气息更加强大了。萧云，我一定会打败你的。杨旭身上太阳战甲光芒炽烈，将他衬托的如同一尊太阳神，威势无匹，神威如玉。此刻的杨旭顿时升起了一股信心，他觉得自己一定会打败萧云。然而没等杨旭继续装逼，萧云就已经携带着混沌领域冲到了他跟前。他挥舞着炽烈的金色拳头，挥洒着滔天的拳意，摧枯拉朽一般击破了他的防御。噗！杨旭被萧云打得口喷鲜血，身体倒飞出去，脸色一阵苍白，身上的战甲都显得光芒暗淡了。你不行！萧云宛如天神一般站在那里，看着杨旭摇了摇头。他通体发光，被一层神辉笼罩。他身材修长，黑发披散，根根晶莹剔透，气质不凡，神威如玉。场外观战的众人都不得不承认，此刻的萧云实在太强了，那种无敌的威势像极了一位少年大帝。杨旭愤怒无比，他不甘心战败，催动最后的力量，终于爆发出9阳合一的威力，将一尊巨大的烈日狠狠地砸向萧云。轰隆隆！虚空破碎，璀璨的光芒绽放出来，无尽的金色神辉挤满了整个天地。那颗巨大的太阳彻底爆炸了，迸发出了浩瀚的能量，像是一片瀚海，将彻底给淹没了，也将萧云给淹没了。这绝对是杨旭拼命的一招，因为这一招不光是杀死敌人，还会伤到他自己，简直就是同归于尽的一招。在那颗太阳爆炸之后，其余波也扫中了杨旭，将力量所剩不多的他给轰飞出去，令得他遭受重创。杨旭这一次受伤惨重，几乎失去了一战之力，他用力爬了起来，急忙看着远处那片金光笼罩之地，咬着牙说道：这次你就算不死，也要脱一层皮。他对自己的拼命一击有着强烈的自信。周围观战的荒古圣地众人也都瞪大了眼睛，满脸期待，希望可以看到萧云被击的一幕。然而就在此时，一声长啸震动全场。下一刻，萧云沐浴着璀璨的金光冲了出来，他像是一尊无敌的战神，挥洒着狂霸的拳意，硬生生压制住了那颗太阳爆炸的力量。这一幕太强势了，具有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所有人都觉得萧云这次就算不死也会受伤，再不济也会狼狈不堪。但是萧云的实力明显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之外，因为萧云竟然硬生生压制住了这股可怕的爆炸之力。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萧云的实力远在杨旭之上，之前不过是在跟杨旭闹着玩的，仅仅展现出他力量的冰山一角而已。这让一众荒古圣地的修炼者们脸色难看，感情他们叫嚣了这么久，萧云都只是在戏耍他们，把他们当白痴一样看待。杨旭更是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张嘴就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都晕了过去。太弱了！萧云看着昏死过去的杨旭，不由得摇摇头，满脸不屑地说道：太弱了！荒古圣地的众人顿时脸色无比难看。萧云的话语声虽然很低，但是在场的众人都是修炼者，哪怕隔着很远，他们都能听到萧云的话语声。所以荒古圣地的众人现在的心情都很不好，他们心中憋着一股气，感到无比屈辱。在他们荒古圣地的大本营，居然被一个小辈给侮辱了，这实在太憋屈了。但是他们却无可奈何，连杨旭这个第一圣子都败了，他们荒古圣地的年轻一代几乎是全军覆没了，还能找谁出战？这幸亏是没让那些外人进来观战，否则荒古圣地的脸面都丢尽了。怎么办？我们荒古圣地排名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圣子全都败了，谁还是这个萧云的对手？已经连输3场了，这个萧云实在太厉害了，难怪可以打败赵无极这个荒古圣体。我之前还以为萧云靠阵法击败了李成帝，现在看来他的确是拥有正面击败李成帝的实力。3场皆败，我们荒古圣地无人了吗？太憋屈了，谁能打败萧云？难道真的要让圣人上场吗？周围议论纷纷，荒古圣地的众人心情都是一片沉重。萧云连胜3场，打败了荒古圣地排名前3的圣子，展现出强大的无敌气势，令得荒古圣地的众人有些窒息。此时的萧云气势已经提升到了巅峰，他的无敌信念更加强大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是在借助荒古圣地的天才来磨砺自己的无敌道心。而且萧云显然是成功了，毕竟荒古圣地的3位绝世天骄都被他给打败了。只是这个结果不是荒古圣地想要的。谁去打败他，老夫赠他一件极品宝器。一位荒古圣地太上长老忍不住说道。
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因为在场的荒古圣地弟子们都没有能力击败萧云。杨旭这个第一圣子都输得那么惨，其他的弟子还有什么资格与萧云一战？此子早已经踏入了寂灵境，他之前击败战星辰和沐尘浩都只是用了洞天境的实力。忽然，荒古圣地的圣主开口说道，他双眸如电地盯着场中的萧云，脸上充满了震惊之色。什么？周围的荒古圣地太上长老们闻言，顿时纷纷脸色大变，随即一众人都朝着萧云看去，双目发光，催动慧眼，想要将萧云看透。很快，他们就发现萧云真的是寂灵境，而不是洞天境。当然，这是因为萧云现在没有隐藏修为了，否则他们是无法透过混沌领域看透萧云的。竟然真的是寂灵境！一位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脸色非常难看的说道：“他竟然在第一个境界的情况下击败了战星辰和沐尘浩，这怎么可能？”荒古圣地的圣主沉声道：“就算是面对杨旭，萧云也只是在最后的时刻才爆发了寂灵境的实力，将杨旭的九阳合一给压制了下去。”荒古圣地的众人闻言，脸色更加阴沉难看了。搞了这么久，萧云竟然是一直在压制修为与他们荒古圣地的天才战斗，这简直是把他们当猴耍。而且洞天境的萧云都这么厉害，如果萧云展现出寂灵境的实力，谁还能抵挡？圣主只能请圣人上场了。一位荒古圣地的太上长老暗中传音给荒古圣地的圣主，荒古圣地的圣主也在沉思，就这么认输？他不甘心，毕竟这是唯一可以夺回赵无极的方法。更何况被混沌圣地的一个晚辈在自己的大本营打脸，这个耻辱如果不能洗刷，那他们荒古圣地的脸面就丢尽了。只是请圣人上场实在太无耻了，不到最后一刻，荒古圣地的圣主还是无法下定决心。当下，荒古圣地的圣主再度传音给那位准神子，沉声道：“杨一鸣，你再不出手，我们荒古圣地就要颜面尽失了。”与此同时，在荒古圣地的一座宫殿内，一名年轻人缓缓睁开了眼睛，他双眸如电，喷吐金芒，凌厉的眼神好似两柄金色神剑，划破虚空，看向了荒古圣地的广场。他就是荒古圣地的准神子杨一鸣。荒古圣地广场，萧云背负着双手，散发着无敌的气势，他目光睥睨四方，扫视着荒古圣地的众人，淡淡问道：“还有谁与我一战？”平淡的话语却显露出无敌的霸气。周围一片鸦雀无声，落针可闻。荒古圣地的众人虽然心中咬牙切齿，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萧云的对手。高台上，一众荒古圣地的长老们也都眼神阴郁，面色难看。偌大的荒古圣地居然找不到一个能与萧云一战的天才，这是何等的悲哀！圣主，到此为止吧，萧云是我的对手，将来我会亲手打败他。就在此时，赵无极开口说道，他的目光中充满了今天的战意。荒古圣地的圣主很欣慰，赵无极败而不馁，依旧拥有无敌道心，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当下，荒古圣地的圣主对赵无极笑着说道：“我相信你将来会打败萧云，不过我们荒古圣地这次不能输，而且我们也不会输。”看着荒古圣地满脸自信的表情，赵无极心中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顿时露出震惊之色。圣主，难道那位要出手了吗？荒古圣地的圣主点了点头，一旁的帝天神情一凛，他似乎猜到对方是谁。毕竟要说荒古圣地还有谁能够与萧云同境界一战，除了圣人亲自下场外，也就只剩下那个人了。杨一鸣，帝天轻轻说道。与此同时，一位身材修长的青年踏着虚空，背负着双手，从荒古圣地后山一步步走来。这个人一身白色长袍，洁白无尘，宛如谪仙降临，超凡脱俗。他显得很不凡，如果说相貌，俊朗者不知道有多少，光是一个夜大刀，颜值就横扫古今了。但此人的不凡之处，并不是长相，而是气质，一种说不出的气质。他一出场就吸引着无数目光，所有的一切在他面前都仿佛变得暗淡无光了。杨一鸣，是准神子大人，拜见准神子大人。周围荒古圣地的弟子们看到此人到来之后，纷纷躬身行礼，一个个都满脸崇敬之色。杨一鸣，荒古圣地的准神子。场中，萧云微微抬头，看着不远处缓缓踏空而来的年轻男子，不由得撇了撇嘴，这家伙还真会装逼，出场的方式拿捏到极致，就是不知道实力怎么样。萧云双眸如电，射出两道神光，仔细打量这个叫做杨一鸣的荒古圣地准神子。忽然，萧云瞳孔微缩，他从杨一鸣的身上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那是荒古圣体的气息。此人居然也拥有荒古圣体，萧云心中微微吃惊，没想到荒古圣的除了赵无极之外，居然还有另外一个荒古圣体，真不愧是排名第2的圣地啊！就在此时，萧云的耳中传来帝天的声音：“徒儿，此人叫做杨一鸣，比为师稍逊一个辈分，如今已达到涅槃境，并且拥有荒古圣体。在为师之后，他曾冠绝一个时代。”帝天传音提醒萧云。萧云闻言却是不禁反喜，如此也好，热身了这么久，也是该好好打一场了。萧云微微一笑，眼中流露出旺盛的战意。之前的3场战斗对他来说只是热热身而已，也就在杨旭最后9阳合一的时候，他才显露出寂灵境的实力。眼前这个杨一鸣既然拥有荒古圣体，本身修为境界也比他高，
应该能够与他好好的打上一场。帝天，好久不见。杨一鸣来到场中之后，第一个打招呼的不是别人，反而是帝天。帝天看着面前的杨一鸣，眼睛微微一眯，咧嘴笑道：“没想到你小子居然也忍不住出手了。”杨一鸣看着帝天，淡淡说道：“昔日无缘与你一战，今日便与你徒弟一战，反正你们都是半部混沌体，也算弥补了我的遗憾。”他比帝天低了一个辈分，在帝天、柳天都无敌一个年轻一代的时候，他才刚刚崛起，就跟现在的萧云一样，所以无法与帝天、柳天都他们争锋。帝天对杨一鸣的印象也很深刻，因为在他和柳天都退居幕后，冲击圣人境界的时候，杨一鸣便取代了他们，成为年轻一代新的无敌天骄，镇压了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对手。是的，此人出道至今都未逢敌手，同辈的其他圣地天骄都败在了他手中。帝天深知此人的可怕，所以刚刚才传音提醒萧云。不过帝天对自己的徒弟还是充满了自信，他看着面前的杨一鸣，目光陡然变得犀利起来，深深说道：“杨一鸣，你出道至今都是一路无敌，好不容易养出了一颗无敌道心，今日若是败给我徒弟，恐怕你短时间内就很难突破涅槃境了。”周围的荒古圣地高层闻言都是脸色一变，荒古圣地的圣主也迟疑起来。帝天说的不错，杨一鸣和柳天都一样，都早已经养出了无敌道心，所以一旦被击败了，而且还是败给了一个后辈，那对他们的打击就太大了，绝对可以破了他们的无敌道心。相反，赵无极这些天骄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才刚刚踏足修炼之路，还没有养出无敌道心，所以他们即便被击败了，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当然，萧云是唯一例外的，他原本也没有养出无敌道心，但是在击败柳天都之后就养出了无敌道心，所以他现在也不能败。杨一鸣荒古圣地的圣主有些担心，看着杨一鸣传音道：“要不还是请圣人出手吧。”杨一鸣对荒古圣地的圣主摇了摇头，随即他看着帝天，一字一句的说道：“若是你徒弟能够击败我，那就证明我的道路还没有圆满，我宁愿多停留在涅槃境一段时间，也不愿意道路不圆满。”帝天闻言一震，这个杨一鸣真是好大的魄力，竟然宁愿无敌道心被破，也要涅槃重生，重铸圆满道心。论霸气和魄力，此人还在柳天都之上。既然如此，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帝天沉声道，没有继续废话了。杨一鸣看着帝天，微微笑道：“帝天，还是你出手封印我吧，毕竟我这也算是以大欺小了。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保证不动用祭灵。”当真？帝天闻言，眼中金光爆射而出，死死盯着杨一鸣。杨一鸣，荒古圣地的圣主出声喝道：“祭灵境的修士最强大的地方就是祭灵，杨一鸣居然保证不用祭灵，这简直是自残一臂，对他太不利了。圣主不必劝说，我杨一鸣不屑于以大欺小，今日若非为了荒古圣地的荣誉，我也不会下场和一个小辈争斗。”杨一鸣对荒古圣地的圣主摇了摇头，随即继续对帝天说道：“你出手吧，我杨一鸣说到做到，这点你应该清楚。”哈哈，你小子的信誉我还是相信的。帝天朗声一笑，随即亲自出手，将杨一鸣的大半修为封印，将他的修为压制在祭灵境。瞬间，杨一鸣身上流露出来的气息就减弱了很多。再会。杨一鸣被压制修为之后，对帝天点了点头，随即便朝着萧云所在的地方走去。他缩地成寸，身子不断闪烁，几步之间便出现在萧云的面前了。看着面前的萧云，杨一鸣背负着双手，眸光灿若星辰，缓缓说道：“当年没能与你师尊一战，是我毕生最大的遗憾，每每想起，都恨老天让我晚生了100年。今日压制修为，与你同境界一战，也算是稍微弥补了一下遗憾。”萧云闻言有些无语，这家伙太会装逼了，这番话换成是他都说不出来，简直气势凌人。不过装逼一向是萧云的拿手绝活，他当然不会自甘示弱，于是便望着杨一鸣冷冷说道：“今日与我一战，你就会庆幸自己没有早生100年。这是在告诉杨一鸣，你不是半部混沌体的对手，不要遗憾未能与帝天一战了，那是自取耻辱。”杨一鸣也听出了萧云的意思，但他并没有生气，只是双眸金光暴涨，宛如2轮烈日，释放出不朽的神辉。战！没有多余的废话，杨一鸣直接出手，一拳轰击过来，拳势霸道，拳意炽烈，犹如黄金神火燃烧，璀璨的金光席卷了整个广场。出手了，这一战不知道谁能胜，一定是我们荒古圣地的准神子赢。2大圣地的准神子之战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这是半部混沌体和荒古圣体的较量。昔日在帝天时代，我们荒古圣地的荒古圣体没有成长起来，未能与他一战，没想到这个遗憾却在他徒弟这里弥补了。准神子大人一定要赢！广场周围，无数荒古圣地的弟子们议论纷纷，一个个都满脸期待地看着场中的精彩战斗。高台上，荒古圣地的高层还有帝天他们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萧云与杨一鸣的激烈搏杀，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才是真正的绝世妖孽之战，是上个时代的年轻至尊和这个时代的年轻至尊在同境界一战。他们的战斗可以说是最强天赋之间的较量，他们的战斗也非常的精彩，连一些荒古圣地的圣人都被惊动，一道道庞大的神念朝着广场探来，在暗中窥视这场年轻至尊之间的搏杀。轰！场中，杨一鸣赤手空拳，挥洒着霸道的拳意，他的拳势恐怖滔天，
上裂星辰，下断江海，堪称极致恐怖。众人看得明白，这并不是什么拳法神通，只是杨一鸣随便挥洒出来的拳招，只是蕴含了他的无敌拳意而已。杨一鸣已经将他的拳意凝练到了极致，返本溯源，可以驾驭任何拳招，哪怕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拳，都能被他爆发出极其厉害的杀伐之术。不错，萧云此刻最能感受到杨一鸣的强大拳意，他眼中露出赞赏之色，眉心有混沌之光迸现而出，化着一股至强的气机，映照出一片日月星辰、天地山川、风雨雷电的恐怖场景。这是萧云拳意即将爆发的外泄意象。下一刻，萧云猛地向前冲出，他手握双拳，凝聚着至强拳意，瞬间挥洒而出。轰隆隆，天空中云朵隆隆，剧烈澎湃，仿佛在随着他的拳意而动荡起伏，四周的大地都在轰鸣，仿佛要爆碎了。你也不差。杨一鸣同样感受到萧云的恐怖拳意，称赞了一句，便挥动双拳杀来。两人激烈搏杀，拳拳到肉，每一击都如同天雷轰鸣，震耳欲聋，打得非常精彩。他们似乎有一种默契，谁也没有施展神通，只是凭借肉身在较量。普普通通的拳招，在他们的手中却发挥出了惊世之威，展现出他们肉身的强大与恐怖。此时，杨旭、穆晨浩和战星辰三人也在广场周围观战。看到萧云和杨一鸣的激烈搏杀，他们三人都是瞳孔一缩，随即面露苦笑之色。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战星辰死死盯着场中的萧云，嘴角一抽：“我们都被他给耍了。”穆晨浩一脸哭笑不得，他觉得萧云当时根本就不可能陷入他制造的幻境，完全是骗他玩的。这才是真正的绝世妖孽。我等之前都是坐井观天，和他们比起来，我们差得太远了。杨旭叹道。周围的荒古圣地弟子们闻言，也都感慨连连。场中的萧云和杨一鸣实在强大的有些恐怖，普普通通的招数在他们的手里都能越级杀人了。这种天赋登峰造极，已经脱离了天才的束缚，所以人们才将他们这种人称之为妖孽，就是不能用常理来形容。轰！场中，萧云和杨一鸣的战斗越来越激烈，进行到了白热化。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将自己强大的肉身力量给完全发挥出来了。众人远远看去，就好像看到两只人形暴龙在战斗，野蛮、直接、简单、凶狠、激烈、狂暴，在他们两人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肉身非常恐怖，两个人的身体都是金灿灿的，就像是黄金铸就而成，光芒璀璨，耀眼夺目。杀！萧云双眸金光爆射而出，洞穿虚空，长达数十里。神光所过之处，黑暗的虚空都被照亮了。他挥动着炽烈的拳头，没有退后一步，显得气势如虹。来得好！杨一鸣同样没有后退，哪怕萧云的力量很强，他都挺身而出，爆发出自己最强的战力，与之激烈搏杀。炽烈的光芒从杨一鸣的身上爆发而出，炽盛的吓人。他眸子开合间，犹如两轮烈日当空而立，释放出不朽的神辉。轰！一道绚丽的光芒突然爆发出来，凝聚成一尊无上拳印，释放出铺天盖地的恐怖能量，朝着萧云阵杀过来。杨一鸣终于动用神通了，刚一爆发就展现出可怕的神威，至强的威能横扫而出，令得虚空都在颤抖，周围的大地上面爬满了蜘蛛网似的裂痕。如此骇然的威势，令得观战的众人震惊不已。无敌拳印！萧云同样掐动拳印，迎击而来。他一声大吼，动云霄，不知道多少山体在摇晃崩塌，整个天地都在颤抖。杀！杨一鸣陡然爆发出至强的气机，恐怖的杀意汹涌奔腾，席卷天地，如同一尊绝世战神跨越诸天万界而来。这一瞬间，整个天地都在抖动，恐怖的杀气直冲云霄，似乎勾动了9天星河，让漫天银河之水都倾泻而下。萧云不敢大意，全力催动无敌拳印，展现出强大的攻击力。他英姿伟岸，黑发飘散，眼眸炽烈，一拳接着一拳狠狠地轰出，令得面前的空间都在崩溃。恐怖的拳芒炽烈到了极致，向4亿轮轮烈日轰击而来。轰隆隆，两个的拳印狠狠地撞在一起，爆发出最耀眼的光芒。恐怖的能量浩浩荡荡，席卷八方，整个世界都在动荡不安。众人都死死盯着场中，想知道谁更强一筹。但是这一击之后，萧云和杨一鸣都双双倒飞出去，表现得不分胜负。你的肉身居然这么强！杨一鸣眼眸炽烈，射出2道金光，死死盯着对面的萧云。他知道这一击是自己输了，因为他本身的修为境界是涅槃境，比萧云也多修炼了几百年，肉身这么强也情有可原。但是萧云才修炼多久？区区2-3年而已，竟然就拥有如此强大的肉身，显然天赋更在他之上。他却不知道，萧云多次超越极境，又打造了无上根基，在肉身上，放眼古今未来，都没人可以比得上他。你的肉身也很强。萧云紧紧盯着对面的杨一鸣，他出道至今，能够在肉身上和他媲美的，也只有眼前的杨一鸣了。其他人像李成帝、赵无极、叶大刀等等，都不是他的对手。就连祖师爷在同境界，肉身也比不上他。当然，这也是因为杨一鸣占了修为高深的便宜。如果是同样的年纪，杨一鸣自然不可能拥有现在这样强大的肉身。肉身比拼到此为止，接下来我要动用兵器了。杨一鸣盯着萧云，手中光芒一闪，
忽然出现了一把黑漆漆的兵器，这是一杆方天画戟，通体漆黑，宛如魔神战兵，散发着恐怖的杀气。杨一鸣手持方天画戟，斜指苍穹，漆黑的瞳孔之中爆发出炽盛的光芒。他满头黑发飘散，根根晶莹剔透，像极了一尊盖世战神。唰！同一时间，萧云手中也出现了一把兵器，这是一把金灿灿的神刀，刀光绚烂，映照诸天世界，光辉璀璨至极。毫无疑问，这就是当初他从叶大刀那里夺过来的半生圣刀。在萧云的兵器之中，这把圣刀的品级是最高的，比金龙剑和黑魔剑都要强大得多。不过，这把圣刀是被封印了，自身有多强，才能发挥出多强的威力。只有等萧云的战力堪比圣人之后，才能彻底解封这把圣刀。好刀！杨一鸣盯着萧云手中的金色圣刀，开口称赞。他虽然没有看出这把刀的品级，但却能够感受到这把刀的不凡之处。不过，他对自己手中的方天画戟也很有自信，因为他这把兵器乃是一件半圣兵，甚至等他成圣的时候，能够跟他一起成长为真正的圣兵。论等级的话，萧云和杨一鸣的兵器都不分上下。毕竟，萧云的金色圣刀并没有彻底解封，现在也就跟半圣兵差不多。是，没有继续废话，两人再度掀起了激烈的对决。杨一鸣挥动方天画戟划破虚空，带起一片璀璨的神辉，爆发出最为强烈的杀机，朝着萧云这里斩落下来。杀！萧云低喝一声，眸光蕴含恐怖神芒，手持金色圣刀大步向前，逼视前方。枪！就在这一瞬间，杨一鸣的方天画戟已经杀到了，恐怖的光芒耀眼夺目，至强的杀机冻结一切，令得这片天地都被凝固了。杨一鸣的实力本来就很强，现在有了这杆方天画戟，顿时如虎添翼，让他爆发出了恐怖的战力。轰！萧云持刀迎击上去，爆发出一片璀璨的光芒，天地都在颤抖，恐怖的声音震耳欲聋，绽放出炽烈的神辉。杨一鸣的方天画戟非常恐怖，斩落下来的时候，令得萧云的金色圣刀都在颤抖。这一击非常恐怖，无数神秘符文缠绕在方天画戟上，一个又一个神秘的符号在散发着炽烈的光芒，令得杨一鸣爆发出了更强的战力。萧云身体巨震，双手颤抖，他紧握着金色圣刀的手臂都有些酸麻了。对方突然暴增的力量让他有些心惊。和之前的3场战斗相比，眼前这个杨一鸣的实力强太多了，绝对是萧云遇到的最强敌人之一。此人的肉身和神通都已经登峰造极，恐怖无比，就像似一头人形真龙，非常可怕。杀！杨一鸣看到萧云挡住了自己的一击，没有任何意外，毕竟他已经见识到萧云的实力了。不过他大喝一声，继续发动攻击，猛烈杀来。没有刹那的停留，杨一鸣挥动方天画戟，带着一片璀璨的神辉，朝着萧云再次斩落下来。这一瞬间的光彩照亮了整片天空，若是换成一般的对手，恐怕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会被这杆方天画戟给斩落脑袋。这一刻，空间似乎都消失了，方天画戟的锋芒几乎瞬间就出现在萧云的面前。那锋芒刺得萧云的脸颊都有些生疼。远远看去，萧云就像是被杨一鸣给彻底压制住了，沉浸在杨一鸣的战斗领域之中不可自拔。赢了！我就知道准神子大人是无敌的。半部混沌体终究不是真正的至尊体，不是荒古圣体的对手。围观的荒古圣地众人难得看到这一幕，纷纷激动无比，一个个都满脸振奋，欢呼不已。高台上那些荒古圣地的长老们也露出了兴奋的笑容，只有帝天和赵无极没有任何表情。他们都知道萧云的实力，所以并不认为杨一鸣仅仅如此就能击败萧云。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场中，在萧云被杨一鸣逼到极限的时候，一股璀璨的光芒忽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就像似黄金神火在燃烧。这一刻，萧云的气势猛地增长了一大截，他身上流露出一种王者无敌的气息，就像似一尊神王凌晨一样。杨一鸣有些心惊，看向萧云的瞳孔都是猛地一缩，似乎没想到萧云的实力居然还能提升。唰！萧云此刻通体璀璨，身上的黄金神火越来越炽烈了，渐渐蔓延到了他手中的金色圣刀上，爆发出一股炽烈的刀芒。这一瞬间，恐怖的刀光照亮了诸天万界，炽烈的刀芒劈开苍穹，斩碎天地。轰！原本威势凌冽的方天画戟被萧云的金色圣刀给击退了，杨一鸣也步步后退，他瞪大了眼睛，露出不敢置信的目光。场外的众人也非常震惊和难以置信，原本气势如虹的杨一鸣，居然瞬间就被萧云给翻盘了。场中情势转瞬逆转，萧云开始占据上风，他浑身赤霞澎湃，黄金神火熊熊燃烧，散发着一种非常可怕的气势，仿佛注定要凌驾芸芸众生上，俯视众生般神王。咔嚓！天空都被萧云的金色圣刀给劈开了，巨大的空间裂缝蔓延出去，将杨一鸣逼得一退再退。想要击败我，你还差得远。萧云看着杨一鸣淡淡说道，他眼中露出强烈的自信，炽烈的眸光绽放出令天地都暗淡的色彩，无敌的信念足以崩塌虚空。嗡！萧云每一次出手都令得天地齐鸣，好像与大道共鸣了一般，每一刀都蕴含了大道纹理。噗！终于，杨一鸣被萧云一刀斩飞出去，
口喷鲜血，身上的光芒都暗淡了。观战的荒古圣地众人顿时脸色大变。此刻，荒古圣地的众人脸色都很难看，就跟死了爹妈一样，一个个都面如死灰，垂头丧气。又败了，他们荒古圣地的准神子都不敌萧云，谁还能是萧云的对手？难道真的只能请圣人下场了吗？萧云的实力太强大了，令荒古圣地的众人感到很无力。圣子败了，准神子也败了，萧云简直无敌了。至少同境界之中，恐怕没人可以击败萧云了。好！场中，杨一鸣突然大吼一声，须发皆张，双目喷薄出无尽的金色神芒，宛如一片金色的雷霆，雷鸣震耳，威势席卷整个天地。我还没有败！杨一鸣挥动手中的方天画戟，再度杀来。他身体光芒璀璨，双眸倒映万古星空，隐隐有2尊恒星在其中燃烧，爆发出刺目的金色神光。轰！2道金色神光撕裂虚空，贯穿天地九幽，朝着萧云的灵魂射来。这一瞬间，萧云感到自己的灵魂在颤抖，像4被烈火燃烧，疼痛难忍。怎么回事？萧云盯着面前的杨一鸣，心中有些震惊。此时，杨一鸣双眸金光璀璨，就跟觉醒了火眼金睛一样，从他双目之中射出的金光太炽烈了，近乎实质化。而且，这种瞳力竟然可以攻击敌人的灵魂，真是恐怖至极。是太阳神眼，没想到准神子大人居然练成了太阳神眼，战况要反转了。光是一双太阳神眼就能位列2阶神体，再加上准神子大人的至尊体荒古圣体，绝对可以打败萧云。观战的荒古圣地众人看到杨一鸣大展神威，顿时再度恢复了信心，纷纷高呼起来，替杨一鸣加油打气。高台上，一众荒古圣地的高层们也都满脸振奋，激动不已。萧云，我还没有败！杨一鸣大声吼道，他全力催动太阳神眼，一双金色的眸子熠熠生辉，绽放出绚丽的火光，爆射出2道璀璨的神虹，照亮了整个宇宙虚空。火光烧烤天地，虚空崩塌，空间破碎，这2道神虹成为天地间的唯一，永恒而又灿烂。轰隆隆！杨一鸣催动着太阳神眼，每一次眨眼都令得天地在剧烈轰鸣，仿佛9天神雷劈开虚空，毁灭世界。在他的一双眸子里，只剩下金色的火焰海洋在熊熊燃烧，席卷诸天万界。这一瞬间，萧云只感觉自己的灵魂都沉浸在火焰之中，被烧烤，剧烈的疼痛席卷了他的全身上下，让他的肉身都在崩溃。混沌领域，萧云低喝一声，当即开始全力催动混沌领域，灰蒙蒙的混沌气流顿时席卷出去，抵挡着那双炽烈的太阳神光照射。战神领域，杨一鸣同样催动自己的领域，朝着混沌领域撞来。同时，杨一鸣挥动着手中的方天画戟，展现玄妙的符文，交织出恐怖的异象，带着一片灿烂的神芒劈砍过来。这一击非常恐怖，周围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铺天盖地般的杀意，弥漫了整个虚空。轰！天地都仿佛被劈开了，绝世锋芒非常逼人。萧云神色凝重，一边抵挡着太阳神光的照射，一边握紧金色圣刀迎击上去。嗡！金色圣刀轻轻颤动，恐怖的刀意瞬间弥漫出去，虚空都被崩碎了，大地上更是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一刀出，万物都要重归混沌，简直惊天地泣鬼神！萧云大吼一声，眸光炽盛，气势如虹，他满头发丝狂舞，就像似一尊无敌战神。杀！萧云挥舞着手中的金色圣刀向前逼近，他浑身战意冲天而起，炽烈的刀光席卷诸天万界，令周围观战的众人都感觉浑身发冷，一个个灵魂都在战栗。轰隆隆！炽烈的刀芒神威盖世，像似9天银河倾泻而下，浩浩荡荡奔涌而来，恐怖的能量如同瀚海一般席卷了整个世界。周围的观战者全都感到自己的灵魂在战栗，一些弱小的人身体都在发抖，他们感受到了恐怖至极的威势，皆是心生恐惧。无敌之刀，斩天斩地斩古今未来！萧云大喝一声，将自己的无敌拳意融入这一刀之中。正所谓万道归一，刀意拳意其实都是相通的，只是施展的武器不一样而已。他这一刀可以说是无敌拳印的另类出发，恐怖的刀意撕裂苍穹，长达100丈的刀芒横空而出，像似一柄绝世神刀，劈碎了天地。磅礴的刀势滚滚而来，粉碎古今未来，令得时空都在逆转。好霸道的一刀！杨一鸣神色无比凝重，他双眸如太阳一般炽烈，无尽的神光在其中流转，一尊金色的战神逐渐在他的背后显露出来，与他整个人融为一体。这是荒古圣体的意象。在杨一鸣融入战神意象的时候，他背后还出现了9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周围的天地灵气，加持在他的方天画戟之上。显然，杨一鸣动用了所有手段，准备拼命了。轰！杨一鸣急速挥动方天画戟，动作非常快，快到超越常人的理解。戟锋撕裂虚空，发出刺耳的声音，与空气摩擦出绚丽的火花。轰的一声，萧云的金色圣刀与杨一鸣的方天画戟狠狠地撞在一起，顿时爆发出一股绚丽的赤霞，伴随着滔天般的恐怖能量，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出去，令得整片虚空都在震荡不安。周围观战的人感觉耳膜都被震碎了，
那恐怖的能量席卷而来，掀起一片恐怖的气浪，将一些修为弱的修士都给吹飞了。轰轰轰！两人激烈碰撞，一次比一次更激烈，简直惊天动地。杀！萧云大喝，状若疯狂，黑发狂舞，宛如一尊盖世魔神。他杀气冲天起，眸子中射出的神光令得周围的荒古圣地修炼者们心悸不已。在他的一刀又一刀的劈砍下，杨一鸣被逼得步步后退。什么？杨一鸣瞳孔骤缩，瞪大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对面的萧云。他已经全力出手，再无一丝一毫的保留，竟然还是不敌萧云。眼前这个后辈实在太可怕了，将你的技灵显露出来吧，否则你远远不是我的对手。萧云看着杨一鸣，冷冷说道。在他的狂霸刀势笼罩之下，杨一鸣已经被逼到了极限，根本无法突围，场面已经被萧云完全控制住了。技灵！杨一鸣听到萧云的话语，脸色有些难看。他本以为自己不靠技灵就能打败萧云，所以才在出战的时候向帝天保证不动用技灵。现在如果他动用技灵，那岂不是食言而肥？老实说，杨一鸣无敌了一个时代，还拉不下这个脸面。只是不动用技灵的话，那他今天就要败给萧云了。因此，杨一鸣心中犹豫不决，眼中光芒不断闪烁。杨一鸣，动用技灵吧，我们荒古圣地不能输。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杨一鸣的耳中。杨一鸣转头看去，微微皱起眉头，向他传音的人是荒古圣地的圣主。此外，高台上那些荒古圣地的长老们都对他翘首以盼，眼中充满了期望。荒古圣地的圣主也朝着他点了点头。杨一鸣咬着牙，他死死盯着对面的萧云，似乎在抉择什么。过了片刻，才沉声道：“我认输，这一战你赢了。”噗！刚说完，杨一鸣就喷出一口鲜血。他的无敌道心破了，和当初的柳天都一样，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得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修复。只是他没有柳天都那么惨，因为柳天都是养了近千年的无敌道心，而他才养了200-300年，所以反噬也就不是很强烈。然而杨一鸣的话语却像似一股风暴，席卷了整个广场。周围观战的荒古圣地众人全都瞪大了眼睛，满脸震惊和不可思议。高台上那些荒古圣地的长老们也都是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杨一鸣，他们都没想到杨一鸣居然会主动认输。怎么可能？准神子大人还没有动用技灵，他怎么能现在就认输？听说准神子大人的技灵乃是10强神兽，他一定可以打败萧云的。对，萧云所在的混沌圣地已经没落了，他不可能拥有10强神兽，肯定不会是准神子大人的对手。可惜准神子大人一诺千金，之前答应了不动用技灵，便不会食言而肥。哎，愚蠢！这一战关乎到我们荒古圣地的荣誉，怎么能随便认输？他个人的面子有我们荒古圣地的荣誉重要吗？广场上众人议论纷纷，有人支持杨一鸣，但也有人觉得杨一鸣太愚蠢了。整个广场都吵闹起来，可谓是一片喧哗。场中，萧云也是一脸愕然，他看着对面脸色苍白的杨一鸣，摇头道：“其实你不必如此，我不介意你动用技灵，难得遇到你这样的对手，我很希望能够跟你全力一战。”杨一鸣的实力赢得了萧云的尊重，除了祖师爷和柳天都外，杨一鸣是萧云在同境界遇到的最强的人，所以他非常看重这一战。至于杨一鸣之前承诺不动用技灵的事情，他根本没当回事，只是没想到杨一鸣这么计较。下次吧。杨一鸣听着萧云的话语，神情莫名地望着他，淡淡说道：“我这次道心被你破了，短时间内难以晋升超凡境，以你的天赋，迟早会赶上我。到时候我也不用压制修为，便能和你公平一战。”萧云心中有些遗憾，不过也只能点了点头，叹道：“好吧，希望下次我们能够打得痛快一些。”杨一鸣也点了点头，随即没有多言，便踏空离去。高台上那些荒古圣地的长老们一脸无奈，杨一鸣是准神子，地位比他们只高不低，他们的命令对杨一鸣根本没用。荒古圣地的圣主也不好命令杨一鸣，只能叹了口气，承认失败的事实。帝天感到很高兴，哈哈笑道：“圣主，已经打了4场了，不知道你们荒古圣地还有谁可以出战？莫非真的要请圣人下场？”帝天的话语充满了嘲讽的语气。一众荒古圣地的长老们愤怒不已，不过他们也都知道这是帝天的激将法，如果不出动圣人，那么这次挑战他们就败了。整个荒古圣的败给了萧云，那简直是名誉扫地，即便这个消息被他们封锁了，不会传出去，也让他们脸上无光。但如果出动圣人，那刚才帝天的嘲讽之语就令得他们哑口无言了。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荒古圣地的圣主也在犹豫不决。就在此时，一道强大的神念横扫而来，令得所有人都是心中一颤。圣人！帝天眼睛一眯，如此强大的神念，比他还要强大得多，肯定就是圣人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圣人，很可能是一尊大圣。场中，萧云也感受到了这股强大的神念，但他并不惧怕，同阶一战，他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圣人。我们荒古圣地并非输不起，将那具半部混沌体交给他们，一道洪亮的声随之传遍整个广场。荒古圣地的众人闻言顿时脸若死灰，他们知道圣人不会下场了。这一次
是萧云赢了，而他们荒古圣地不仅跌了面子，还失去了夺回赵无极的机会，更失去了一具价值无法估量的半部混沌体。一时的失败不算什么，我们荒古圣地依旧处于巅峰，以后还会处于巅峰。你是圣主，应当有大格局，不要目光短浅。与此同时，一道威严的声音在荒古圣地的圣主心中响起。荒古圣地的圣主顿时身躯一颤，他知道这是那位老祖在斥责他。同时，荒古圣地的圣主也如同醍醐灌顶，瞬间明悟过来。是啊，输了就输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我们荒古圣地依旧是排名第2的圣地，丢脸就丢脸，谁敢说我们荒古圣地弱？即便最强的太初圣地也不敢。荒古圣地的圣主心中很自责，自己的度量还是太小了，都不如杨一鸣。更何况那位老祖也提醒了他，既然萧云有这般天赋，那么这次与混沌圣地结盟也好拉拢萧云这个超级天才。将来无论杨一鸣、赵无极还是萧云正道大帝，他们荒古圣地都有好处。想清楚这一切，荒古圣地的圣主顿时站起来大声说道，这一战我们荒古圣地输得心服口服，混沌圣地也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所以我代表荒古圣地今天正式宣布与混沌圣地结盟。不仅如此，以后萧云在我们荒古圣地也享有圣子的待遇。周围的荒古圣地众人顿时一片哗然。有赌约在前，又有荒古圣地的大圣同意，混沌圣地和荒古圣地的结盟再无人可以阻挡。萧云也跟赵无极一样，在荒古圣地也享有圣子的待遇，这个福利非常大，因为他现在相当于拿2份工资。在混沌圣地这边，萧云是准神子，可以调动混沌圣地的许多修炼资源；在荒古圣地这边，他是圣子，也能够得到荒古圣地很多修炼资源的支持。有2大圣地共同培养，他和赵无极基本上已经不缺少修炼资源了，接下来只要努力修炼即可变强。总体来说，这次2大圣地结盟，双方还是很满意的。混沌圣地这边不用说了，能够跟现如今排名第2的荒古圣地结盟，自然好处很大。而荒古圣地这次虽然有些憋屈，跌了面子，但是萧云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天赋也打动了他们，让他们觉得萧云很有可能正道大帝，所以这时候和混沌圣地结盟，无疑是可以提前结交萧云。总之，将来无论萧云还是赵无极，他们谁能够正道大帝，他们荒古圣地都能立于不败之地，何乐而不为？是夜，在一场愉快的宴会之后，萧云便带着那具半部混沌体回到了住处。一回到自己的屋子，萧云就请帝天为他护法，而他自己则准备融合这具半部混沌体。屋子中，萧云精神力一动，他的空间戒指上闪烁着微弱的光芒，那具半部混沌体便出现在他的眼前。时隔千百年，这具混沌体的肉身早已经腐烂了，只剩下一具骷髅躯体，通体金色，宛如黄金浇铸而成，散发着淡淡的金光。这具骷髅倒是和萧云当初在凤灵城萧家矿场中看到的那具荒古圣体很像，都是金灿灿的，散发着不朽的光芒。萧云知道，大多数特殊体质的尸体都会是这副样子，就算是一些圣人，在死后尸骸都是金色的，即便过去无数岁月都不朽不灭。不过眼前这具半部混沌体明显比赵无极得到的那具荒古圣体要强得多，听说他生前的实力已经接近圣人层次了，比他师尊帝天都要稍强一些，可惜依旧没成圣，若是成圣了，或许就不会死于敌人之手了。萧云轻轻一叹，半部混沌体一旦成圣，实力必然非常强大，足以和那些至尊体抗衡，就算打不过也足以自保了。可惜没成圣就是没成圣，终究逃不过一死。微微感慨了片刻，萧云又站起来，对这具半部混沌体躬身行了一礼，一脸郑重地说道，晚辈萧云乃是混沌圣地这一代准神子，现如今因为修为瓶颈限制，不得不借助前辈的躯体一用，还请前辈恕罪。说完，萧云又对着面前的骷髅躯体行了一礼。不管怎么说，这具躯体的主人都是他们混沌圣地的前辈，也是他的长辈，自然不能无礼。做完这一切，萧云才催动那天地，将眼前这具半部混沌体给吞了进去。下一刻，一个白茫茫的洞天出现在萧云的头顶上空，他盘膝而坐，运转玄功，催动灵力，开始融合这具半部混沌体。黑暗的屋子里顿时充斥着璀璨的光芒，照得无比明亮。萧云头顶上空的那天地之中，一尊金色的祭灵踏步而来，逐渐融入那具半部混沌体骷髅之中，两者合二为一。他们就像是一尊太阳，释放出璀璨的神辉，炽烈的金光顿时挤满了整个那天地，世界一片明亮。轰隆隆，整个那天地都在剧烈震颤，一股可怕的气息从那具金色的骷髅身上散发出来，让人感到无比的惊悚。这一瞬间，萧云的意识进入了一个玄妙的境界，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那是一个少年成长的画面。这个少年和萧云一样，在16岁的时候拜入了混沌圣地，并且令的混沌中响了6声，直接成为了混沌圣地的一名圣子。不过那时候的混沌圣地还是排名第1的圣地，雄霸九霄大陆，威震中土，无所匹敌。少年在混沌圣地的诸多圣子当中并不是最强的，但他选择了修炼混沌经，从而一步步走上巅峰，成为混沌圣地的第1圣子。少年随后游历修炼界，逐渐成名。在圣地交流会的时候，少年一鸣惊人，夺得了第1名。半部混沌体
名震修炼界。其后，少年闯荡九霄大陆，他去过东荒，与叶家神子切磋论道；他去过南岭百万大山，斩杀妖族绝世天骄，名扬天下；他去过西方佛宗，与佛宗佛子参禅悟道；他去过北海冰原，与海外散修强者激战。他渐渐养成了无敌道心，在修炼界被称之为年轻至尊。于是他踏上圣路，与9天10地的绝世天骄和妖孽们争锋，名扬诸天世界。直到最后，他碰到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强的敌人，那是一尊神王体，在圣路上堪称无敌。他与其激战了7天7夜，最后不敌被杀。萧云心中明悟，这是他融合半部混沌体后接收了对方的一些记忆，不过都是关于此人战斗的记忆，为的便是加深萧云对混沌经的感悟。当然，萧云拥有顿悟系统，倒是不在意这些东西。不过，此人的战斗经验倒是让萧云受益匪浅。毕竟，此人是征战过圣路的强者，和9天10地的绝世妖孽战斗过，那些战斗经验比帝天都要丰富得多。更何况，萧云最在意的还是此人所施展出来的混沌拳。这门大神通的威力太强大了，萧云通过少年的一些战斗记忆，就能感受到这门大神通的恐怖威力，比他现在使用的无敌拳印都要强大得多。甚至，萧云即便用上了大道纹理，都无法与这门大神通媲美。而且，混沌拳还是最适合他的大神通，天生就是给他们半部混沌体使用的，是最契合他们的大神通。看来我的推演没有错，现在就等我复苏这具半部混沌体，便能够觉醒这门大神通了。萧云顿时兴奋不已，他推演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是踏入觉醒境的一种新方法，此前没有人走过，他是开创这条路的第一人。而且萧云相信这会是一条无敌路。屋子中，萧云依旧盘膝而坐，感悟着被他融合的半部混沌体。在他的内天地中，那具半部混沌体已经被他彻底融合了，他的祭灵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地操控这具躯体，就跟他的分身一样。萧云对此很满意，有了这个祭灵分身之后，他的实力就更强了。因为这个分身同样拥有半部混沌体，同样拥有他那强大的精神力，萧云的各种神通他也都会，所以这具分身的实力跟萧云的本尊差不多，几乎战力相同。这就相当于有2个萧云一样，以后对上敌人的时候，那就是2打1，怎么可能输？轰！就在此刻，萧云发现祭灵分身的身体在剧烈颤抖，他的胸口肋骨起伏，一阵一阵的，如同大道天音响起。怎么回事？萧云眼睛一眯，他探出精神力，查看着祭灵分身的胸口。下一刻，萧云满脸震惊，因为他看到了一颗血淋淋的心脏正在不断的跳动着。这具已经死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躯体，竟然在他融合之后诞生了新的心脏，这是要彻底复苏，成为新的生命体了吗？萧云心中难以置信，这太神奇了。难道这不是简单的分身会成为他的第2具身体吗？萧云有些期待，继续关注着祭灵分身的情况。渐渐的，萧云看到那颗心脏上开始延伸出一条条血管，朝着躯体的4周蔓延出去，连通一根根骨头，组成一张密密麻麻的血管网络。不过，随着血管的越来越多，萧云就发现祭灵分身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身上的光芒也暗淡了一些，体内的能量也在急速下降。看来他需要能量才能继续复苏。萧云心中一动，连忙从空间戒指内取出一些灵石和天材地宝，开始炼化。轰隆隆，在萧云本尊的帮助下，一股浑厚磅礴的灵力顿时浩荡而来，朝着祭灵分身体内灌注过去。顿时，祭灵分身就跟吃了大补药一样，体内的血管蔓延的越来越多，而且祭灵分身的体表骨头上面也开始诞生一个个细胞，最后演变成了血肉。果然，这是要滋生血肉，成为一具真正的人。萧云眼睛一亮，这个祭灵分身给他的惊喜越来越多了，以后或许有很大的妙用。当下，萧云加大力度，拿出空间戒指内的所有天材地宝和灵石，统统炼化给祭灵分身。而祭灵分身也来者不拒，在萧云本尊的帮助下，他体表的血肉越来越多。不久后，祭灵分身的脑袋率先构造完成，那熟悉的面容几乎和萧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当祭灵分身睁开眼睛后，那双漆黑的眸子透露出炽烈的神光，跟萧云的本尊也非常相似。如此一来，我以后岂不是可以用这具祭灵分身就能行走天下？看着面前的祭灵分身，萧云忽然心中一动，连他自己都难以分辨这具祭灵分身和他本尊的区别，那别人就更加认不出来了。所以他以后完全可以用这具祭灵分身出去闯荡，本尊留在混沌圣地，无比安全。毕竟只要他的本尊不死，祭灵就会不灭。哪怕他的祭灵分身在外面被人杀死了，他只需要一些能量就能立刻重造出来。这几乎是拥有了一具不死分身，用处实在太大了。要知道，在修炼界有很多危险的秘境和禁地，里面有许多宝物，但因为太危险了，所以没人敢闯。但有了这祭灵分身，萧云就敢去闯了，反正死了也不怕，随时可以复活。这将是我最大的底牌，萧云暗暗想到。有了内天地，再加上这具不死的祭灵分身，他觉得以后已经没人可以杀死他了，就算圣人都难以做到。轰！海量的能量被祭灵分身吸收，无尽的灵力充斥整个躯体，这具祭灵分身体表的血肉越来越多，越来越完美。渐渐的，
一具完美的肉身出现在萧云的那天地之中，长发披肩，剑眉星目，眸若星辰，脸庞俊朗，肌肤晶莹剔透，通体绽放着金色的神光。这具纪灵分身的躯体几乎是跟萧云一个模子刻印出来的，没有一处地方是不同的。好，连我都看不出来，别人就更加看不出来了。以后就用这具躯体行走天下，我的本尊隐居幕后，将立于不败之地。看着这具纪灵分身，萧云显得非常满意。随即他睁开眼睛，操控着纪灵分身走出那天地，出现在屋子里面。同时，萧云拿了一套自己身上穿的衣服给纪灵分身穿上。如此一来，屋子里面就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萧云了，就跟镜子里面的倒影一样，两个萧云非常相似，难以分辨真假。萧云越看越喜欢，随即他本尊进入那天地，消失在屋子里面。而这具纪灵分身则被萧云操控着离开屋子。屋外，帝天一直在替萧云护法，毕竟这里不是混沌圣地，不是绝对的安全，他也不放心。当感知到萧云出来后，帝天顿时睁开眼睛看向萧云。徒儿，已经融合了那具半部混沌梯了吗？有什么收获？帝天看着萧云，笑盈盈问道。显然他并没有看出眼前这个萧云并不是萧云的本体，只是萧云的纪灵分身。萧云对此感到很满意，连跟自己朝夕相处的师尊都看不出来，那就更加没问题了。当下萧云笑着说道，已经融合了，我推演的道路没错，再给我一些时间，我就能觉醒混沌拳这门大神通。帝天闻言满脸惊喜，大笑道，好，能够在超凡境之前就拥有了大神通，以后同境界就更加没人是你的对手了。他很高兴，萧云的天赋本来就很强，堪称同境界无敌，而一旦萧云提前拥有了大神通，那同境界无敌就是铁定的了，就算圣人压制在同一个境界，也将不会是萧云的对手。师尊，我跟赵无极出去逛逛，游览一下圣城。萧云随即说道。帝天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我们半个月后回混沌圣地，这半个月你尽管在圣城游览，好好见识一下这天下三大超级城池之一的圣城。萧云点头，随即操控着这具纪灵分身前往旁边赵无极的住处。这是他第一次操控纪灵分身出来行走，他要好好的熟练一下，毕竟以后他就准备用这具分身在外面行走了。